宋琦，今天再请假一天，么么哒。随着宋琦在粉丝群里发出消息，群里炸开了锅，一连串的问号随之飘起。你小子怎么回事？这个月请多少次假了？主播不对劲，宋啊，要节制，注意身体。宋琦，某直播平台的一名游戏主播，热度上虽然不温不火，但态度上一直爱岗敬业。一年365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有360天在开播，被粉丝们戏称为电竞公务员。不过这个月来，宋琦却开始了频繁的请假停播。宋琦，不出意外的话，一会给兄弟们宣布个好消息。群里又是一连串的问号。主播不会恋爱了吧？我看像是被富婆包养了，斜眼笑。咦，为什么一定是富婆？狗头。色图点 JPG。很快，随着一些奇怪的信息发出，群里的消息水到了99家。宋琦，图片点 JPG。图片上是宋琦与一位成熟美女的合照。你看，我就说这小子被富婆包养了，这人好像是星恒科技的 CEO 啊。宋琦，图片点 JPG。图片上是一个嵌着金边的纸质信函，上面龙飞凤舞这几个大字：往届先行体验官邀请函。卧槽 ，X99， 还有你干嘛？你小子 P 图是吧？宋琦，兄弟们这个月一直在星恒总部忙着内测资格的事，现在终于是搞到了一个名额，然后直播这块就先暂停一下，因为目前还不允许开往届的直播，接下来要专心做往届的内测体验，之后我会剪辑一些往届的视频传到某音上，先给兄弟们试水。狗头，猫猫点赞点 JPG。你小子到底是给星恒哪位高管献上了菊花？大哭。英英，人家也想玩往届，人家也想玩嘛。劳资一拳打死楼上个 BYD。往届是由华国星恒科技研发出的全球首款虚拟网游。在1个月前，星恒科技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提供游戏生物舱，并全球同步直播游戏实际画面，1:1高度还原现实世界参数，古老的华夏王朝，妖魔鬼怪横行的乱世，神秘的无法与道术，万人厮杀的喋血战场。一款来自神秘东方的第9艺术，正式掀起了虚拟网游的时代狂潮。受于技术限制，星恒决定在1个月后开启游戏不删档测试，仅面向华国境内招募2000名先行体验官。报名需求：20周岁至35周岁，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游戏经验丰富。消息一出，应者云集。根据官方的最终统计，共计有数千万人参与了本次测试招募，而宋琦则成为了最终的2000名幸运儿之一。别问宋琦是怎么获得测试资格的，问就是天赋异禀。星恒针对虚拟现实以及脑机接口技术，划定了一种全新的脑电波活跃强度参数。根据现场检测，宋琦的这一参数远高于常人数倍，这也是宋琦能取得这一宝贵资格的主要原因。故事开始之前，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主人公宋琦。宋琦，25岁，性别男，身高中等偏上，颜值还算是小帅，职业是一名直播了2年半的小主播。直播内容五花八门，不管是 MOBA、FPS、MMO、主机，甚至连桌游等内容都有涉猎，可谓是爱好广泛。不过也正是因为直播内容过于广泛，导致宋琦除了一批死忠老粉之外，很难留住新粉丝。往届不删档测试 1.0 版本青衣之乱即将正式开启。本次测试版本限制人物等级上限为20，测试时间会根据游戏世界发展而进行实时调整，请玩家提前做好登录准备。宋琦的小屋内，官方提供的定制游戏生物舱已经安装完毕，智能语音播报助手发出提示音。宋琦调整好全部参数，美滋滋地躺进了生物舱之中。随着生物舱内人体生态循环系统的开启，舱门缓缓关闭，往届的不删档测试终于要正式开始。宋琦感觉面前一黑，一道低沉且性感的男低音缓缓飘过。大余历793年，新皇登基，改年号泰安。泰安3年，北地大旱，颗粒无收，新皇年幼，奸佞当道，北地赈灾不利，恶殍遍野。青衣教聚众10万，揭竿而起，号青衣军。八路烟尘席卷北地3州16郡。你姓宋名齐，北地云州池东郡树庐县人。家中7口除你之外，皆死于饥荒与战乱，你孤身一人逃命中原。饥困交加之下，晕倒在赵家村外，幸好被路过的好心人救下。随着性感男低音将故事背景娓娓道来，宋琦感觉脑子一阵昏昏沉沉，像是晕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宋琦睁开眼，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破旧的小木屋之内，一阵头晕目眩的虚弱感直冲宋琦大脑。宋琦明白自己是已经成功登录往届，心中回想了一下方才系统描述的故事背景，大概明白了如此虚弱的原因。作为第一款虚拟网游，往届虽然继承了部分传统网游的元素，但无论是玩法还是游戏性上都已经大有不同。抛弃了传统网游的创建角色，
选择职业的初始流程，网界会根据玩家的现实参数生成一份优化后的人物建模，并且随机为玩家生成一份符合游戏中时代背景的人物身份。至于玩家今后的身份、职业，都需要玩家在游戏内自行探索。而宋琦如今扮演的身份，正是北地逃亡的难民，不知道多久没吃过东西的那种。躺在床上喘息了半天，宋琦才勉强看清周身事物。小屋环境逼仄，除了宋琦身下的一个破木床之外，没有其他家具，再走2步就能到房门。宋琦坐起身，四处打量，身后的木墙上挂着2把大弓。房门虚掩着，屋外传来阵阵柴火燃烧时的噼啪声音。没有着急下床出屋，宋琦先是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目前系统面板开放了3个模块，分别是人物属性模块、任务模块、地图模块。任务模块暂时是空，没有一上来直接触发引导任务。地图模板上显示着当前宋琦所在的地点赵家村，不过除了一个赵家村的名字之外，几乎全部的地图都被迷雾所覆盖，需要等待玩家探索之后才能拓印在地图上面。最后是人物属性，姓名宋琦，等级10100，经验0，主职业无，副职业无，技能无，生命值2560，因饥饿、过度疲劳导致，体力值21120，过度疲劳，超凡之力00，属性力量6，体质6，敏捷5，智慧5，精神5，自由属性点0，称号流民，虽然不是什么体面的称呼，但可以一定程度增加你乞讨成功的概率。注意多向面善之人乞讨。装备破烂的粗布上衣，品质凡品，装备需求无，基本信息无，属性加成无，额外附加无，评价虽然它没什么用，但它是你属于人类文明一员的证明。破烂的粗布长裤，品质凡品，装备需求无，基本信息无，属性加成无，额外附加无，评价同上。漏洞的草鞋，品质凡品，装备需求无，基本信息移动速度加1，属性加成无，额外附加无，评价虽然露出大拇脚趾的草鞋让你分外的不体面，但请相信我，光着脚走路会让你更加难堪。整体评价，你的存在对社会似乎没有提供任何价值。宋琦，简单解释一下属性面板。星痕为了平衡现实代入感与游戏可玩性之间的界限，模糊掉了很多传统网游中的数值。据星痕在发布会上的杂谈，最开始是准备完全拟实化，不提供数值面板的，但考虑到整体的游戏性问题，最终还是保留了一些游戏的基础属性。星痕将人体全部机能归结为5维属性，力量影响物理攻击力、负重等因素，体质影响生命值上限 1.10 分，体力值上限 1.20 分，以及各方面的抗性。生命值归零则角色死亡，不用多解释。游戏中基本上所有行动均需要消耗体力值，体力值过低时，角色将无法再进行行动。敏捷影响身体平衡、灵活程度以及移动速度等因素。智慧影响人物学习能力、学习速度等因素。精神影响法术攻击力、感知能力等因素。角色建立初始5维属性会在4至6点之间进行随机分配，所以宋琦的初始面板还算是相当不错。在此基础上，网界新增了一项数值设定，超凡之力。网界中，玩家的主职业分为2种，分别是武者与道士，2选1，不兼容。当玩家经过游戏探索完成主职业转职之后，超凡之力的数值将会解锁，并成为玩家进行战斗的重要依靠。检查完毕全部面板，宋琦下床推开虚掩着的房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映入眼帘，空气中的灰尘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木柴燃烧的烟熏味道冲入鼻腔，一切恍如现实。木屋外的院子中央燃烧着一个火堆，火堆上面架着一口大锅，米汤在里面咕噜咕噜冒着泡。大锅两边各串着一个签子，2条大鱼串在上面被烤得滋滋直响。一个中年男人坐在火堆旁的小凳子上，不断翻动着火堆上的食物。宋琦的目光凝视在中年男子身上，脑海里响起系统的提示音。系统发现角色张璇 LV3， 醒了，过来坐吧。似乎是感知到宋琦推门而出，张璇也没回头，直接出言邀请宋琦过来。宋琦愣了一下，多年的桌游玩家社牛属性直接让宋琦带入进角色，搬了个小凳子就愉快地坐在了张璇身旁。多谢阁下的救命之恩，太他妈中二了卧槽！宋琦心里止不住的吐槽，有些羞耻心爆表。要是换成正常的传统网游，直接鼠标左键点点点就可以过剧情了，但是网界里需要玩家自己组织语言推动剧情，不同的话术会产生不同的剧情效果。换成一些社恐人士，估计此时已经用大拇脚趾抠出3室一厅了。
张璇摆了摆手，示意不用多谢，舀了一碗米汤给宋琦递了过来。宋琦原本还想客气客气，没想到还没张嘴，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最后只能化成一声阿巴阿巴。宋琦幻想过很多游戏的开场剧情，但没想到自己的开场剧情竟然是干饭。往届的你石化程度很高，角色会累，会渴，所以可以进行现实里绝大多数的生理活动，不过暂时有些活动是不被支持的。狗头，普普通通的白粥，没放糖，调味没有。煮粥的米也是又沉又糙，很难让宋琦评价这是什么可口的食物。貌似不太新鲜的烤鱼，没有料酒去腥，更没有调料增香，吃进嘴里那是原汁原味的腥。所以很难想象某些影视或文学作品中，主角在野外原生 BBQ 还说烤得非常好吃，是一种怎样魔幻的剧情。不过饿极了的宋琦还是干了2大碗粥，吃光了一整条鱼。两人边吃边聊，宋琦也算是获取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附近是赵家村的地界，大村有100来户人家。张璇是外姓人，所以没有地，只能以打猎为生。今天一早外出打水，看见宋琦晕倒在路边。最近有不少北地的难民都是这样，运气好的有人管，就能活过来，运气不好的就给野狗加了餐。赵家村往南可以上官道，走40里能到平安县城。县城外搭了棚子，起了粥锅，救济北地来的难民。如果宋琦脚程快的话，应该能在日落之前赶到平安县城外落脚。张璇看宋琦吃完了粥，便回木屋里背了弓，准备外出打猎，顺便送宋琦一程。去县城？这剧情走向不对劲啊，怎么可能一上来玩走路模拟器啊？宋琦看着自己只恢复到80点的体力，眨巴着眼睛尝试着开口求张璇：张大哥，村里现在不能留人吗？我身强力壮的，什么都能干，给口饭吃就行。你是不是对身强力壮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张璇不解地看着宋琦，一时间有些无语住了。现在是秋天，我打猎正缺人手，如果你能开得了弓，你可以留下来随我一同打猎。张璇摘下来背后的长弓，递到宋琦手上。张璇的狩猎长弓，品质凡品，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6，敏捷4，基本信息攻击力15至23，属性加成无，额外附加无。评价普普通通的武器，没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但对于你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助力。系统一如既往的嘴评。往届中装备分为凡器与法器2种，其中凡器不分品级，法器分为9至1品，9为下，1为上。宋琦接过弓，发现这大家伙立直了，差不多都快要赶上自己高。模仿着影视剧里的姿势，宋琦左手握住弓，右手拽住弓弦，疼的一用力，直接拉了一个满弦。这样就可以了吧？张璇在一旁长大了嘴，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把弓可是正正经经的一弹弓，自己拉满弦都要费些力气，没想到宋琦拉起来竟然面不红气不喘。可以了，但是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猎不到猎物，就还是自己去县城吧，我这边也没有多余的粮。随着张璇话音落下，系统的提示音适时响起。张璇的狩猎考验，任务难度黄级中等，任务类型战斗，任务内容随张璇一同狩猎并成功猎到猎物，任务时限今日日落之前，任务奖励经验 X50。评价：如果猎不到猎物，怕是只能饿着肚子走夜路去平安县喽。往届中任务分为天地玄黄4个难度等级，其中每个等级又分上中下3等。黄级中下难度的任务基本上属于是有手就行的那种。除了一把长弓之外，张璇还暂借给宋琦一把8至10公斤的短柄，用于近身战斗。攻击力12至14的箭矢一组，12值。猎绳一捆，猎物带一件，用于捆绑收纳小型猎物。往届里角色没有背包，携带的物品数量取决于角色的真实负重能力。既然你想留在赵家村，那么理应先去祭拜神祠。张璇在前面带路，宋琦跟在后面看风景。神祠是往届中玩家的复活点，玩家阵亡后会优先在最近祭拜过的神祠进行复活。系统发现赵家村，获得经验 X10点。赵家村的村子很大，四周用高墙筑起，村内建筑风格大致相似，房屋错落有致。村子正中间还用石板铺了一条主路，方便于车马通行。张璇带着宋琦来到一处小角落，系统发现赵家村神祠，获得经验 X10点。神祠不大，仅能供2、3人出入。祠中一个神像，一顶香炉，2个蒲团放在香炉之前。系统请按如下提示进行操作：点3炷香，插入香炉，跪拜，行叩首礼，请念出如下祭文祈福：土地神仙在上，此间此地世承恩佑，外乡人飘零至此，无以为继，愿以3香日夜齐颂上神恩佑，诚惶诚恐，感激涕零。随着宋琦诵出祭文，神像上一抹金光浮现，照射在宋琦身上。宋琦感觉浑身一暖，
似乎一切疲劳都消除殆尽。打开人物属性面板，宋琦发现生命值与体力值已经全部回满，并且在状态栏中多出2个状态。B O， 你受到赵家村土地神仙的庇护，在赵家村附近一定范围内，防御力提升 20%， 移动速度提升 20%。安魂，当你在一个自然日内首次死亡，你的灵魂将于此地被神力重塑。你拥有一个自然日的时间寻找你的肉身。如果你无法在一个自然日内让灵魂归位肉身，或不想灵魂归位肉身，你可以选择用神力在此地重塑你的肉身，但你的全属性将下降 10%。当你在一个自然日内第2次死亡，你将被强制登出 24H， 再次登录时，你的肉身将于此地被神力重塑，你的全属性将下降 10%。第2章狩猎考验。村子北面有一片树林，此时宋琦正弓着腰，小心地跟在张璇后面在树林中穿行，不敢发出声音。最初宋琦想过，往界中升级也会像网游小说里写的一样，大家在新手村出生，呼泱呼泱地冲向村外的练级区抢野怪。但事实上跟宋琦想象的有很大差距。网界的世界很大，2000名内测玩家不知道都分散到了哪里。起码在赵家村里，宋琦除了 NPC 村民之外，没有看到其他玩家的踪影。怪物也不会刷新在固定的地点，让你拿着装备出来就狂砍。网界的硬核程度还是有些超出了宋琦的想象。就比如张璇所谓的打猎，如果说刚开始登录游戏是凌晨5点左右，那么现在至少应该有7点了。至今为止，宋琦连一根毛都没看见，一路上跟在张璇后面寻找动物的粪便。按张璇的话来说，优秀的猎手往往一直在寻找猎物的踪迹，从清晨到日落，最终一天下来一无所获，那也很正常。宋琦看着张璇再次蹲在一棵树下，仔细检查着地面的痕迹，随后信心满满的指出一个方向：系统，你反复观摩张璇追踪猎物，心中若有所感。宋琦，敢个嘚儿啊！我敢！这张璇就离谱。宋琦此刻都开始怀疑，如果自己任务失败，最终问题是出在引导 NPC 身上了。总感觉自己在林子里随便逛一逛都能找到点什么东西，然而跟着张璇走了一早上，竟然出奇的一个怪都碰不见。抱怨归抱怨，宋琦还是小心翼翼地跟在张璇后面向前推进。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张璇一把按住了想要继续向前的宋琦，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然后指了指一个方向。宋琦顺着张璇手指的方向看去，20步外，一只大灰野兔正在树下吃草。张璇压低声音，小心地抽出箭矢搭在弦上，左手张弓，右手拉出一个半弦，箭矢无声地射出，正中野兔中心。正在美美吃草的野兔被箭矢贯穿，斜斜地定在地上，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当场嘎掉。哈哈，不错！张璇一击得手，开心地大笑了出来。只见张璇快步上前，拔出箭矢，熟练地提起野兔的2只耳朵，用猎绳将野兔绑好，示意宋琦将野兔收入猎物袋中。宋琦接过野兔，入手沉甸甸，毛茸茸，差不多得有个4斤重。系统，你观摩张璇追踪猎物，心有所感，领悟技能猎手本能。猎手本能，优秀的猎人可以通过猎物的脚印、粪便、气味或者其他遗留物来追踪猎物的方向和位置。一股暖流涌过，似乎不断有新的知识涌入宋琦脑海。张璇看宋琦愣在原地，拍了拍宋琦的肩膀，别愣着了，一天光这么点收获可不够看。等一哈，宋琦摆了摆手，让我来试一下追踪猎物。张璇面上闪过一丝疑惑，你怎么试一下？猎手本能开启。宋琦感觉世界变成一道精致的灰色，视觉、嗅觉、听觉都变得更加敏锐。地面上分布着很多的痕迹，长而窄的是人类的足迹，成半的是野兔的痕迹，但是都很模糊。这里有一处爪痕，比较清晰，这是什么生物的粪便？宋琦低着头，顺着还算清晰的痕迹缓缓移动，地面上慢慢的勾画出一道白线。不是这技能这么好用，张璇怎么找不到怪？难道他不会？宋琦心里一边碎碎念，一边追踪着白线前进，白线慢慢变淡，最终在一个地方消失，没了。身后的张璇推了宋琦一把，让宋琦扭头看另一个方向。20步外，一只雄赳赳的野鸡正在草丛里掏食。张璇凑到宋琦耳边，压低声音说道：“你小子，有2下子。野鸡的警觉性不比野兔，灵活性也要差很多。我教你射箭，这只鸡你来练，射不中也不要紧，跑着也能抓到它。”宋琦按照张璇的指示，左手将弓抓在手里，大拇指放在弓柄背面，其余手指放在弓柄腹面，右手抽出箭矢，扣弦搭箭。随着宋琦吸气，弓弦瞬间被宋琦拉满。宋琦感觉视野在聚焦，周围的一切在变得模糊，视野正中央的野鸡却变得格外清晰。耳边传来张璇的声音：“放松，放松，弓不用拉得那么满，用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来扣弦，以左肩推右肩来发力，用心去感受眼、手、剑矢与猎物之间的关联。宋琦感觉张璇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到最后似乎什么都听不清了，只觉得世界为之一静，视野中央的画面被定格。宋琦下意识地松开了扣弦的三指，剑矢离弦而出，划破空气，直中野鸡。强大的穿透力让剑矢穿透野鸡，半截剑身都没入地面，剑雨乱晃。系统，你对野鸡 LV1 造成40点致命伤害，野鸡死亡，获得经验 X10点。系统，张璇对你传授射箭技巧，你领悟技能基础剑术。基础剑术，初步掌握弓箭的运用。呼，宋琦长舒一口气，回过了神来，检查了一下属性面板，技能一栏已经增加了猎手本能 1%， 以及基础剑术 1%两个技能。经验值算上探索地图的20点，总数为30。体力值则随着刚才的一剑直接掉了20点，看来真是有些用力过猛。张璇在一旁对宋琦竖起大拇指，称赞宋琦天赋过人。像这种小型猎物，不必将弦开得太满，太浪费体力了。张璇一边提点宋琦，一边处理野鸡的尸体。有了宋琦猎手本能的帮助，张璇的狩猎迎来大丰收。虽然猎手本能的追踪不是万能的，有很多时候最终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干扰而追踪失败，但一上午的时间，二人还是收获颇丰。4只野兔，5只野鸡。为了不被张璇这个 NPC 抢走经验，宋琦借口说自己刚刚学会射箭，需要多加练习，所以宋琦名正言顺地拿到了杀怪所有权。野兔跟野鸡都是1级的普通怪物，没什么战斗力，基本上剑矢擦到边就嘎，一只固定提供10点经验。宋琦的总经验来到了110点，已经满足了等级2的升级需求。但是宋琦并没有着急将经验分配到等级上，在网界中不仅升级需要经验，很多技能的学习都需要支付经验，所以在属性面板中，升级所需的经验与角色拥有的经验值分开成2个数值。如果暂时只是在这片小森林里练级的话，凭借弓箭的高攻击力，当前的属性数值是完全够用的。宋琦打算先将经验攒一攒，指不定碰到什么事情需要应急。宋琦跟张璇靠在一棵树下喝水休息，恢复体力。张璇觉得宋琦运气相当不错，往日里运气不好的时候，打1、2只猎物都费劲，现在短短一上午竟然打了10只，留下2只野鸡加餐，稍晚一些的时候将其他猎物拿到村里的集市上卖，至少能有100文多钱的收入。此时已经日上3竿，张璇准备打道回府。林子里的猎物一般都是清晨与傍晚出没觅食，继续下去也是在林子里白费功夫。宋琦也准备听从张璇的安排，打怪的新鲜感已经过去，宋琦准备回村子里好好探索一下游戏的其他元素。休息过后的宋琦体力值已经回满，站起身来，下意识的再次开启了猎手本能。咦？宋琦发出一声惊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印记，椭圆形的脚印长约有10厘米，宽也有5、6厘米，一看就是大型猎物的足迹。宋琦兴奋地拉住张璇，打了一上午的小兔小鸡，终于发现了大家伙。张璇俯下身仔细查看宋琦指出来的脚印，肯定地说道：“这是成年雄性赤鹿的蹄印，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这些家伙机警的厉害。”作为老猎人的张璇自然知道林子里存在着一波赤鹿族群，张璇最开始也打过赤鹿的主意，但是这种生物的警惕性极强，能够轻易地发现50步以外的危机，往往人还没有跟赤鹿照面，就已经被赤鹿所发现，最终只能远远地看一眼赤鹿的背影。所以张璇在这片林子里面厮混了多年，也从未猎到过一只赤鹿。尽管张璇不抱希望，但是架不住宋琦发现新怪的热情。张璇做好位置标记，用猎绳将猎物带固定到树干上，二人轻装从简，只带着武器出发，沿着脚印的方向谨慎前行。猎手本能的白线逐渐变淡，预示着猎物正在不断靠近。突然宋琦猛地止住了身形，透过前方交错的树干，模糊间看见了远处高大威猛的身形。棕红色的短毛覆盖在体表，肩高甚至高于一位成年男性，灰黑色的鹿角长而粗壮，四肢强劲有力。宋琦与张璇屏住呼吸，身体几乎快要匍匐在地上，一点点挪动着向赤鹿的方向靠近。不能再近了，差不多还有80步的距离。张璇拦住了还要前进的宋琦，再靠近，不管发出什么奇怪的响动，都有可能将赤鹿惊走。那怎么办？宋琦懊恼地挠了挠头。不得不说，往届的战斗模式有些过于硬核。宋琦感觉自己这种练级速度应该算是高效的了，但实际上忙活了一上午，只攒够了1级的经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80步外开弓，但是以我的臂力，想在这个距离射中赤鹿不太现实。张璇摇了摇头，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80步开弓，宋琦沉思了一下，似乎并不是没有机会。调出人物属性面板，宋琦将100点经验分配到等级上。系统，
是否确认将等级提升至2级？确认。系统，等级提升至2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3点，你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自由属性点分配，力量加3。一股暖流再次洗刷着宋琦的全身，宋琦的力量相比于之前提升了整整1倍。往届中玩家每升1级全属性增加3点，并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宋琦的初始力量为6，现在已经飙升至12，精神也由最开始的5上升到8。宋琦感觉自己的视野比刚才要更加的远，赤鹿的身影变得更加清晰。试一试吧，张大哥，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宋琦取下背后的弓，抽出剑搭上弦。也好，你来射他的脖颈，我来射他的后腿。二人凝神静气，用出全力将弓弦完全拉满。弓弦回弹，微弱的箭矢破空声传出，赤鹿的大耳朵一闪一闪，似乎瞬间就捕捉到了这种危险的声音。赤鹿的身影优雅地跳动起来，二人的箭矢一左一右全部落空。唉，张玄叹了口气，虽然早有预料到是这种结果。突然，一阵急促且低沉，类似于犬吠般的短促叫声传来，赤红色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二人的视野之中，距离二人已不足50步远。二人甚至能清晰地看见赤鹿原本深褐色的眼眸，此时如同红宝石般明亮。这赤鹿不对劲！赤鹿这种生物虽然生得高大威猛，力量惊人，但是胆小怯懦，面对猎人只会落荒而逃，从未听说过敢对猎人发起反击的情况。宋琦快速地抽出一支箭矢，再次张弓搭弦，瞄准赤鹿的胸口。然而箭矢却被赤鹿头上的一对巨角顶开，箭头与鹿角接触之间，甚至发出一阵金铁交鸣之音。异化赤鹿 LV5， 生命模板普通，生命值160，基础属性力量22，体质16，敏捷30，智慧1，精神26，其余信息不详。怪物的生命模板分为普通、精英、领主、君王、史诗、传奇、神话7个等级，其中普通模板意味着是小怪，精英级以上就可以称之为 BOSS。 赤鹿是典型的高攻高敏、低血低防型怪物，这种怪虽然看着血低，但是绝对属于玩家最不愿意招惹的类型。宋琦甚至怀疑22点力量会不会一头直接把自己顶死，有点难对付。弓箭不奏效，宋琦目前最有效的杀伤手段失灵，这玩意跟传统网游的战斗方式简直是天差地别。赤鹿的身影再一次透过树干出现，粗大的鹿角闪烁着别样的光泽，卯足了力气向宋琦所在的位置冲撞而来。这一下子要是撞上了，那宋琦得遭老罪了。第3章，山贼的秘密。张玄不愧是老猎人，手里的猎绳打了活扣，抡起来甩2个圆，径直冲着赤鹿的脖颈套了过去。绳扣完美的穿过赤鹿的巨角，相套在赤鹿的脖颈上。赤鹿冲锋的身体拉扯着绳索向前，张玄的身子向后，活扣瞬间被系死，变成死扣，巨大的冲力紧紧地绷在赤鹿的脖颈上。砰的一声，绳索被两边从中间扯断，张玄倒栽2步，一屁股摔倒在地上，发出一声惨叫，手被绳子磨出了血痕。而赤鹿更加不堪，强烈的窒息感令其上身人立而起，发出模糊不清的悲鸣。赤鹿的身形在宋琦身前不足10步远的地方停顿了下来，脖颈、胸口、小腹一系列致命弱点全部暴露在宋琦面前。宋琦迅速的反手抽出一根剑矢，一瞬间弓身甚至被宋琦拉的都有些变形。宋琦的视野定格在赤鹿人立而起的画面上，一根羽箭自赤鹿的前颈穿过，后颈穿出。系统，你对异化赤鹿造成160点致命伤害，异化赤鹿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50点，额外奖励经验 X30点。往届中，评级击杀怪物获得该怪物正常经验，击杀低1级怪物扣除正常经验的 20%， 击杀高1级怪物增加正常经验的 20%。 所以当前宋琦等级为2，击杀赤鹿等级为5，额外获得 60% 经验。不过当怪物与玩家的等级上下超过5级时，扣除或增加的经验都会达到上限，且当怪物超过玩家5级时，怪物将对玩家造成等级压制，玩家的攻击很难对怪物再造成实际效果。赤鹿庞大的尸体轰然倒地，鲜血顺着伤口漫出，很快就染红了地面。张玄也顾不得手疼屁股疼，飞快地跑过来，一边打量着赤鹿，一边夸赞宋琦好剑。宋琦在兴奋之余不断摇晃着发酸的右臂，短短10数次呼吸之间，连续3弓拉满，让整条右臂酸痛不已。兴奋过后，平静下来的张玄回想起赤鹿的种种奇怪之处，红宝石般的双眼，突然暴躁的性格，让这片熟悉的林子变得有些诡异起来。而且赤鹿是群居生物，只有雄鹿才会单独跑出来溜达，如果所有赤鹿都变得像这样暴躁且富有攻击性，想到这里，张玄有些不寒而栗。于是张玄再次提出了赶紧打道回府的想法。宋琦表示赞同。
主要是网界里没有背包，再刷下去战利品没法处理。虽然不知道网界里的贸易系统是怎么样的，但这么大一头赤鹿的尸体分解成各种材料，就算卖到商店里应该也值不少钱。这头赤鹿差不多得有300多斤，好在宋琦现在的模板力量惊人，张璇常年打猎也是身强力壮，要不然还真处理不了这个尸体。两人一前一后扛起赤鹿，返回之前张璇存放猎物袋的标记处。系统：张璇的狩猎考验已完成，评分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5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20 点。任务结果分为完成与失败2种，失败则不获得任何奖励，且有些任务还存在失败惩罚。任务成功后，系统会根据玩家在任务期间的具体表现以及触发任务 NPC 对玩家的满意度进行评分，评分分为甲、乙、丙、丁4档。丁评分只能获得基础奖励的 80%， 丙评分获得全部基础奖励，乙评分额外增加 20%， 甲评分额外增加 40%。 所以如果没有这头赤鹿的收获，那么宋琦本次任务的评分大概率应该是乙。出了林子，沿着土路向赵家村的方向走。清晨，宋琦登陆游戏的小木屋是张璇搭建在赵家村外的一个落脚处，那里离林子不远，且有一处水源，方便张璇平时休息，存放各种工具。院子里有专门运输大型猎物的手推车，所以只要返回小木屋，所有猎物都方便处理。初秋时节，正午的阳光依然毒辣，晒得宋琦脑子晕晕沉沉。一时间，宋琦不禁开始质疑起来：为什么在现实里要打工，进游戏了好像还是在打工？哒哒哒！就在宋琦还在怀疑人生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隐约间还能听见有人在叫喊。宋琦回头张望，3个人3匹马正在土路上狂奔，似乎正是冲着自己这个方向来的。前面的张璇也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回头一看，瞬间脸色煞白。完了，劫道的。宋琦头一歪，感觉头顶飘出3个问号。不是这世道都已经乱成这样了吗？光天化日的大马路上就有人拦路打劫。不过通过张璇颤抖的话音，宋琦能感觉到这肯定不是什么玩笑。后面的人冲着宋琦2人大声吆喝，但由于距离有些远，根本听不清喊的是什么。不过宋琦听着这个说话的语气，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屁。3人中间那人在马鞍上取下弓，瞄准了宋琦的方向就射了过来。被太阳晒得昏昏沉沉的宋琦瞬间就清醒了过来，一个机灵甩掉了扛着的赤鹿，顺便扔下了猎物袋等负重。好在骑射跟站桩射是2码事，那人的箭射歪了10万8千里。系统突然事件，糟糕，你似乎被山贼盯上了。选项1，放弃抵抗，交出全部财物，祈求对方饶你一命。选项2，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这还用选？老子辛辛苦苦打工大半天，到现在为止分币还没看着，我还得让你抢劫一下子，干就完事了。反击山贼。任务难度黄级上等。任务类型战斗。任务内容对山贼进行反击，保护生命以及财产。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经验 X500。宋琦升到2级之后，体力值的上限为180点，但是由于刚打了赤鹿，之后一直负重赶路，现在体力值只有100点，所以要打必须要速战速决。3匹马快速向宋琦逼近，宋琦已经能听清楚山贼嘴里的叫骂声与嘲笑声，大概是山贼认为宋琦丢掉全部东西的举动是被吓破了胆，已经交货投降了。但没想到下一瞬间，宋琦便以长弓在手，对着中间的马匹就是一箭射出。正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中间那人是3人中唯一持有弓箭的，一看就是3人中的头头。箭矢正中马匹胸口，马在疼痛之下长嘶一声，奔跑途中栽倒了下去。系统：你对马 LV3 造成120点致命伤害，马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30 点，额外经验 X6 点。骑在马身上的山贼也是摔了个人仰马翻，在地上接连滚了数圈，发出一声声痛呼，也不知道是摔断了胳膊还是腿。旁边的2匹马也受到了惊吓，纷纷人立而起。右边的山贼慌乱之中也被摔下了马，左边的山贼骑术尚可，紧紧地勒住马缰，双腿夹紧，控制住马的身形。驾！你小子找死是吧？山贼面容狰狞的驾马冲了过来，手中的大刀寒光闪烁，距离太近，再张弓已经是来不及。宋琦就地就是往后一滚，先别说姿势好看不好看，反正是逃过一劫。还莫等宋琦站起身，就听见马的嘶鸣声以及山贼的痛呼声。稍远处，张璇虽然被吓得面色苍白，但还是一箭射中了山贼的马，让山贼摔落了下来。宋琦一个猛子扑了上去，趁着山贼还没起身，拿弓弦勒住了山贼的脖子。山贼窒息，翻着白眼直蹬腿。宋琦抽出手，掏出腰间的短笔，一刀抹断了盗贼的咽喉。系统：你对山贼
LV4 造成致命伤害260点，山贼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40点，额外奖励经验16点。一时间，画面残忍而血腥。好在网界运行了成熟的情感钝化技术，可以使玩家自动屏蔽绝大多数负面情绪，永远处于冷静状态。要不然，这种虚拟现实游戏，玩家光看见大刀片子闪着光砍过来，大多数人都已经吓傻了。小心后面！还莫等宋琦喘口气，就听见了身侧张璇的喊声。宋琦下意识的再往右一个翻滚，顺手抄起山贼手里的刀，站了起来。粗制长刀，品质凡品，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5，敏捷8，基本信息攻击力14至18点，属性加成5，额外附加5。是右边坠马的山贼追杀了过来，看起来并没有像中间那个倒霉鬼一样摔断哪里。当，宋琦抡起刀跟山贼砍到了一起。为了网界这款游戏，宋琦可是专门在现实里报班上了械斗的课程。现实里受到身体素质等各方面因素限制，宋琦只是七七八八学了个理论大概，但在网界中直接操控的是虚拟肉身。宋琦超高的脑电波活跃强度可以对虚拟肉身进行极其精准且高效的掌控，再加上面板属性，即便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宋琦近身打起来也有不俗的战力。山贼 LV4 生命模板普通，生命值260，基础属性力量13，体质26，敏捷10，智慧5，精神5，其余信息不详。典型的高血高防，这种怪除了耐打没别的本事。不过宋琦觉得自己终究是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出于保险起见，还是再升一级为妙。LV2 升级到 LV3 需要200点经验，现在宋琦算上之前任务结算的经验，共有252点经验。系统等级提升至3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3点，你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自由属性点分配：力量+1，体质+1，敏捷+1。山贼突然感觉宋琦的力量提升了一大截，方才的一次碰撞还感觉两人势均力敌，可是下一次拼刀就被震得虎口发麻。等级提升之后，宋琦的体力值凭空增加80点，不用再节省体力，全力几刀砍下去，就把山贼打得破绽连连。宋琦抓住一个空档，一刀直插山贼的胸膛，山贼身体顿时僵硬，瞳孔涣散。噗嗤！宋琦抽刀一挥，一颗大好头颅高高抛起，山贼的身体软软的倒在地面。系统，你对山贼 LV4 造成260点致命伤害，山贼死亡，获得基础经验 X4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8点。体力消耗严重，宋琦杵着刀大口喘气。一旁的张璇张大着嘴巴，已经被宋琦惊呆了。宋琦向远处张望，一道身影一瘸一拐的正向林子里移动，正是最开始被宋琦射翻马的山贼。这么看来是摔断了一条腿。宋琦捡起地上的弓，摸出箭矢，瞄准逃走的山贼。远处的山贼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回头高呼好汉饶命，随后见宋琦还在瞄准，又大喊什么不能杀我，大当家的不会放过你们的。这山贼为了喊话停止了移动，正好宋琦打移动靶还有些吃不准，嗤的一声，箭矢正中山贼胸口。系统，你对牛壮 LV5 造成200点致命伤害，牛壮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50 点，获得额外经验 X20点。哟呵，这还带名字的。系统，反击山贼任务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500，额外奖励经验 X200。奈斯！宋琦振奋地挥挥手，机遇与危险并存。虽然刷怪比较硬核，但好在任务奖励丰富。看着所有山贼都被宋琦干掉，吓傻了的张璇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宋琦跟没事人一样，开始摸尸打扫战场。网界里打怪不会爆东西，野兽型怪物只能分解材料，人形怪物则可以摸尸，摸到什么都是玩家的收获。近身冲过来的2名山贼现出了随身的2把粗制长刀以及12枚铜钱。远处有名有姓的牛壮则就比较富裕了，先是他手里那把弓就要比张璇的要好，虽然也是凡品，但足有48至55点攻击力。箭矢2组，钱30枚。虽然山贼的衣服也能扒下来，要比宋琦自身这个难民套装体面的多，但是穿死人衣服，宋琦还是觉得有点晦气。芜湖大丰收！哎，这什么玩意？宋琦在牛壮怀里摸出了一本书。系统，劈柴刀法8品武技，朴实无华，大巧不工，武者职业专属技能。卧槽，技能书！宋琦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置信。在网界的世界观中，天下技法共分9品，9为下，1为上。但根据官方的世界观介绍，不论是什么品级的技能，都基本不在民间流通。所以牛壮一个掉毛山贼，哪里来的武技？还是8品？系统，牛壮的身上似乎携带着不属于他的重宝，这群山贼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山贼的秘密
任务难度旋即上等。任务类型未知。任务内容：这群山贼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搜寻有关线索前去探查。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未知。干！宋琦猛地一拍大腿，早知道有这任务，先留个活口好了，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了。第4章，武者与八门遁甲。姓名：宋琦，等级30400，经验870，主职业无，副职业无，技能猎手本能 5%， 基础剑术 10%， 生命值130，体力值260，超凡之力0，属性力量16，体质13，敏捷12，智慧11，精神11，自由属性点0，称号流民。装备：破烂的粗布上衣，破烂的粗布长裤，漏洞的草鞋，山贼强弓，粗制长刀。评价：强壮了一点的蝼蚁。宋琦感觉人生实在是太难了。作为一名玩家，自己又要刷怪，又要做任务，又要打工，又要安抚引导 NPC 的情绪。好在张璇终于在回到小木屋之后冷静了下来。不过张璇对宋琦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清晨的时候，宋琦只是张璇随手捡回来的一个小难民，但现在宋琦就是张璇他大哥。打猎嘎嘎猛就算了，杀起人来更是嘎嘎凶。救了这么个大哥做靠山，张璇感觉今后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二人推着小车回到了赵家村中张璇的家。张璇在外面的石桌上给赤鹿剥皮剁肉，宋琦躺在屋里一脸眼馋地摆弄着手里的技能书。可是如何进行转职，宋琦还没有什么头绪，感觉应该出去跟土著 NPC 们找线索。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村里男人基本都在上田，女人也不怎么出门，毕竟只是一个村子。宋琦在街上看了2圈，属实是没什么逛的。一直到太阳快落山，张璇终于在外面忙活完，剥完皮，剔完骨，摘去了内脏，一整只鹿还有200多斤的肉。张璇整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大块的油纸铺在推车的底部，将肉放在油纸上面，最上面再罩一层油纸，放好刀和秤。张璇招呼宋琦上集市，留下一大块鹿腿肉晚上加餐。由于也没有什么存储技术，其他打到的野鸡野兔，张璇打算一起拉到集市上都卖了。集市是一条短街，已经有人在出摊，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瓜果蔬菜之类的东西。张璇停好推车，放声开始吆喝：今天新猎的赤鹿，还有野兔跟野鸡，来晚了可就都卖没了哦。张璇列了一条赤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不多时，集市里就聚集了一大批准备开火做饭的妇女们。张璇在村子里本就多受欢迎，因为受年代的限制，百姓们平时很少能吃到肉食。家里养的猪和鸡这些东西，平时有产出也要换钱来补贴家用，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宰杀一些吃肉。张璇平时打到猎物都会拿到集市上来换钱、谷子、酒之类的东西，但是赤鹿这东西大家都是头一回见。赵家村是平安县附近的大村，村里常住100户人家，人口上千，地广田多，劳动力也多，所以相对还算富裕。家里有余钱和余粮的，听到集市上有新鲜的鹿肉卖，就几乎都来凑个热闹。上好的胸肉、腿肉1斤15钱，其他普通的地方1斤10钱。2斤谷子或麦子也可以拿来换1斤肉。野兔普遍都重3、4斤，20钱一只，先到先得。野鸡1只7、8钱，1斤谷子也可以换。其实这些猎物的价格放在县城里卖估计还能翻倍，但是去县城路远，加上世道也不太平，很难再去县城做生意。很快推车上的货物就销售一空，宋琦在旁边数钱数到眼冒金星。往届里可没什么纸币，交易也不是什么动不动就几两白银，都是一枚一枚铜板的数。粗略算下来，一晚上竟收了2500钱。这个收入在这个年代差不多能顶上一个农民在地里苦哈哈刨食小半年的收入了。所以说打猎这个东西就跟销售一个性质，3月不开张，开张吃3月。人群散去，纷纷回家生火做饭。小推车上也只剩下了1只野兔跟1只野鸡。张璇一脸便秘的表情，面露难色，跟宋琦吩咐了一声看摊，就火急火燎的跑走了。啧。宋琦摇了摇头，可惜玩家似乎没有什么上厕所的生理需求，要不然真想体验一把在游戏里拉屎是什么感觉。所以拉完屎他们都用什么清理？不会真用木棍吧？咦，小哥。宋琦被面前传来的声音拉出了幻想空间，是一个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中年男人，衣服脏的跟宋琦的难民服都有的一拼。系统发现角色赵四 LV1， 好家伙，野兔20钱，野鸡8钱，就剩这俩了，你要哪个？赵四面露难色，从怀里掏出一本书，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古董，我跟你换只鸡翅，
你看成不？旁边卖菜的大娘发出一声嗤笑：“小伙子，你可别被这赵四骗了，他那哪是什么古董，这破书他家里还有一大堆呢。村里大多数人也不认识字，他可不是随便蒙。”你赵四被人当面揭穿，有些羞恼，指着大娘又说不出话。你什么你？村里谁不知道你这赵四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有地不种，天天喝酒耍牌，坑蒙拐骗的。赵四被大娘叉着腰骂得面红耳赤，宋琦在一边看得好笑，自己可是有玩家面板的，这书是真的假的，有用没有，一过手那系统就鉴定出来了。宋琦接过书，面容一僵。系统：蛮荒经9品武学心法，搬运生机，锤炼气血，是武者的入门心法。跳，这就是传说中的捡到漏了。宋琦瞬间做好了面部表情管理。大叔，你这确实也不是什么古董，就是普通的画本。什么画本啊？这真是祖上传下来的古董。赵四愤愤不平，想要从宋琦手里将书抽回去，却被宋琦拦住。这样吧，大叔，听说你家里还有不少这样的书，正好我爱看，你把那些书都给我，我就做主用这个兔子跟鸡和你换。真的假的？赵四狐疑地打量了宋琦一番，似乎没想到宋琦这么好说话。旁边的大娘唉声叹气，似乎是见证了新一名受害者的诞生。赵四火急火燎地跑回家，抱着一大箱子的书赶回了集市。正巧这个时候，张璇上完大号正在往回走，赵四远远望见张璇，有些心虚，说了一句都在这了，就拎起兔子和鸡跑了。张璇一脸诧异地看着跑走的赵四，旁边的大妈又开始热心搭话，说着这小伙子让赵四给忽悠了。宋琦摇了摇头，没有接话，推着车走了。这可还有一箱子大宝贝没检查呢。2500钱的收入，张璇只要了500钱，因为张璇觉得今天能保住猎物，全靠宋琦出手，宋琦也没有推辞。就是这2000钱，属实是有些重量。宋琦打算下线之后跟官方的策划反馈一下，最好做一个线上支付出来。张璇的家不大，但好在有个客房给宋琦住。往界中玩家下线之后，肉身会前往虚灵界沉眠，在主世界内消失，很多物品都没有办法随身携带，所以为了保护财产安全，玩家最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靠谱的落脚地点。把自己的物品道具都搬进了客房，宋琦直接打算开一下赵四盲盒，没想到张璇却在外面问宋琦现在要不要吃饭。不说还好，一说宋琦就感觉饿坏了。吃啥？宋琦推开门问张璇。鹿肉啊，烤一下，再煮点米汤。宋琦的思绪瞬间就飘到了今早的原味白粥跟原味烤鱼上面。合着你就会这2下子是吧？算了，我来吧。打发走了张璇，宋琦一个人钻进了厨房。别看张璇菜不会做，炒菜的配料倒是不少。宋琦抓过鹿肉，在案板上切成大块，点了柴火，在锅里加上水，大葱切断，姜切片，将鹿肉冷水下锅，再淋了傍晚不知道是什么酒去腥。还好小时候宋琦在乡下待过一段时间，要不然还真搞不定这原始厨房。虽然没在现实里做过鹿肉，但宋琦有一个万能红烧公式。焯好水的鹿肉捞出放好，可惜没有糖，那就直接起锅烧油，葱姜蒜以及一种不知名的增香调味树叶爆炒出香味，再将鹿肉下锅大火翻炒。半碗不知道是什么酒下锅去腥增香，淋2圈酱油，翻炒入味。1大碗热水下锅，抽出柴火转小火焖煮，再起一锅淘米焖饭。不多时，香味溢满整个厨房。最后放点盐巴，大火收汁至汤汁粘稠，出锅。宋琦刀起一大块鹿肉，喷香软烂，口感细腻。好刺。张璇跟一辈子没吃过东西一样，就差把盆都吃进嘴里了。俩人炫了8碗饭，干光了好几斤的鹿肉。最后宋琦一抹嘴，吃完了转身回房。江湖规矩，做饭不刷碗。虽然天色尚未太晚，但村子里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人类活动的声音。卧槽，还真出货了。宋琦低呼一声，仔细地擦拭了一下手中书本的灰尘，将其放在了桌子上。系统：清心诀9品道门心法，凝神静气，吐纳精元，是道门的入学心法。宋琦又将另一本蛮荒经摆了出来，放在清心诀的另一边。按照字面意思，如果宋琦没有理解错的话，只要学习了对应心法，就会转职成为武者或者道士。一武一道，如何抉择？如果转职武者，还有一本劈柴刀法的技能书。算了，还是先把盲盒开完，到时候哪边的心法技能搭配更好，就转职什么职业。不过一直到翻最后一本书都没有再出货。哎，这啥玩意？宋琦低头在地上看见了一张纸，似乎是之前翻书的时候掉出来的。系统：八门遁甲，残篇，秘术，品级不详。人体之内皆存8门，开之释放人体潜力，打破人体极限，战力倍增。武者职业专属秘术。
宋琦感觉自己似乎是捡了大漏，今天这个武者，我宋琦转职定了。系统是否使用100经验学习蛮荒经？是。系统天人交汇，气血翻涌，你凝神内视，发现体内生机勃勃。系统你的悟性很高，不出多时便已出窥门径。系统搬运器械中。系统你已成功学习蛮荒经，你的力量加24，体质加15，敏捷加18，智慧加8，精神加14，你获得器械300点。系统恭喜你已正式成为一名武者。熟悉的暖流不断地冲刷着宋琦的肉体，只不过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更久，效果更强。感知在加强，周围的一切似乎尽在掌控，人类的打鼾声，夜间的虫鸣声，院子中未打扫的落叶被风秋风卷走的声。宋琦轻轻握拳，用力一挥，传出阵阵撕破空气的爆鸣。很好，感觉现在一个滑铲就能干掉一头老虎、狗头。转职成为武者之后，宋琦终于可以看清砍柴刀法跟八门遁甲的具体学习需求。劈柴刀法需要支付200经验，且达到武者第一阶段搬运境界，基础力量与敏捷达到30点。系统建议佩戴刀具，前往宽敞地带学习劈柴刀法。八门遁甲的残篇没有太多需求，只需要满足武者职业，支付400点经验即可。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八门遁甲残篇。系统八门遁甲过于深奥，你一时有些参悟不透。系统你彻夜钻研，孜孜不倦，终于有所收获。八门遁甲残篇开门。开启开门后，使用者全属性提升100%，每秒消耗气血 X10 点，体力值 X10 点。系统你已太过疲惫，请尽快登出游戏，让网界与现实中都好好休息一下吧。登出。宋琦的视野再次陷入黑暗，当睁开双眼时，生物舱的舱门已经打开。登录的时间是10月1号22点，宋琦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2号的14点。游戏与现实中时间同步，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第5章下线复盘与第一桶金。尊敬的用户，请您在生物舱的指示灯转为绿色之后再行登录网界，谢谢您的配合，祝您生活愉快。生物舱的智能语音助手播报了一下实时情况。宋琦在生物舱内起身，简单的活动了一下腿脚。生物舱会实时监测人体生命指征，为人体输入营养液并进行深度舒适放松，所以宋琦连躺了16个小时没有感觉到半点不适，反倒要比平时直播轻松多了。打开手机看了一下自己的粉丝群，自从昨天宋琦下线之后，消息一直没间断。最开始是在讨论网界好不好玩，后来发色涂水群，还有人在群里叫人开黑。今天上午变成讨论宋琦是不是嘎了，因为宋琦已经差不多1天没说过话了。宋琦黑人问号点 JPG 失踪人口回归。随着宋琦冒泡，群里再次活跃起来，纷纷追问宋琦网界的体验怎么样。怎么说呢，游戏世界很真实，跟在现实中一模一样。 AI 模型也很强大，每个 NPC 都能像正常人类一样进行对话，光这一点就可以直接吹爆了。而且自由度很高，没有什么太固定的玩法，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探索。下线之前，我还在游戏里做了一顿饭，笑哭。宋琦简单的进行了一波网界初体验测评，群友们开始撒泼打滚，已经处于一种玩不到网界已经馋疯了的状态。还有人在催宋琦赶紧剪素材，给大家看看网界真实的实际体验。宋琦内部消息，如果游戏稳定运行不出什么 bug 的话，过一段时间马上就要继续开放测试资格。看着粉丝们如饥似渴，宋琦先帮大家画了一张官方大饼，然后手机后台一清除，直接光速下线。在游戏开始之前，宋琦就将生物舱的内置录像功能开启。素材虽然全都录制了下来，但是宋琦却感觉没什么出彩的地方。主要是宋琦的游戏风格还是比较务实的，喜欢做任务，看看剧情，刷刷怪练级。最终宋琦截取了一段对战3个山贼的录像下载了下来，切换成第3人称视角，这还是宋琦第一次打量到自己的建模。面容上跟自己现实里7、8分相似，更加高了一些，年纪上看着也只有18、19岁。满意点 JPG， 回去就给建模师加鸡腿。将素材导入进软件，宋琦先是做了一个俯视角的长镜头，太阳高悬，乡村土路，风景甚好。宋琦与 NPC 张璇运输猎物，一副岁月静好。画风一转，3个山贼粉墨登场，策马狂奔，随后激烈的弓箭对射，近身肉搏，这画面也太血腥了，尤其是那个一刀削手的画面。宋琦在游戏里由于情感钝化还没感觉到什么，到现实里看这波录像顿时开始生理不适。剪切了一下镜头，血腥的地方铺满马赛克，最终画面定格在最后一名山贼被宋琦一剑穿心上面。1分多钟的视频做出了一种大型武侠电影宣传片的既视感。宋琦非常满意本次作品，上传到了某音之后，配上文案，
网借出体验，我与山贼们不得不说的爱恨情仇。随后又复制链接转发到了粉丝群里，3连懂。剪辑好视频的宋琦坐在电脑桌前，打开一个 Word 文档，开始复盘。网界里刷怪升级的效率肯定不是很高，因为怪也都遵循现实世界的生存逻辑，任务的经验应该都比较丰富，所以上线之后要多接任务才是王道。山贼任务目前没有什么头绪，而且奖励未知，暂时可以先放一放。手里还有一本劈柴刀法，上线之后要找个时间学掉。八门遁甲赵四，对了，上线之后应该再找一下赵四，问清楚他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完整的八门遁甲是一定要去搜集的，毕竟一个等级未知的残篇就已经快碉堡了。现在宋琦想一想开门全属性乘2的效果，仍旧还有些小激动。全属性增加了很多，还解锁了一项名为气血的数值，转职之后出现的数值，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超凡之力？但是只有300点。这么想一想，开门状态竟然只能维持30时间，这算什么？短小精悍。而且也不知道气血的数值是怎么换算以及提升的。但总之，蛮荒经只是最低级的武学心法，估计能提供的气血也是最低档次的。哦，对了，还有一本道门心法，留着也没什么用，怎么给卖出去呢？宋琦的手指哒哒哒地敲打着桌面，忽然想到了网界的官方论坛。网界的官方论坛原本只有内部工作人员可以登录，现在已经开启了所有浏览权限，但是只有拥有内测资格的玩家可以注册登录，发帖留言。其他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家在群里秀游戏日常，非常的适合云玩家出没。论坛里已经有不少玩家发了帖子，纷纷诉说着自己网界的首日经历。大家的初始身份大同小异，都是北地逃难的难民，晕倒在路边，然后被某村的引导 NPC 救回来。不过引导 NPC 的身份就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了。玩家们面临的第一项抉择就是想办法留在村里，或听从 NPC 的建议前往县城。大多数玩家都是比较机智的，想办法留在村里，毕竟从村里到县城要走很远的路。留在村里的玩家就开始了自己在网界中的第一天打工生涯，打猎、捕鱼、砍树、种地、采集、挖矿，突出一个360行，行行有经验。虽然忙碌，倒也充实，最终收获了工钱跟粮食。不过肯定有些另辟蹊径的玩家选择去了县城，比如说论坛里现在热度最高的一个帖子，人在县城已经后悔。家人们，真是离了个大谱，大哭。走了半天路，终于到了县城，一口饭没给吃，被官府抓去砍树修棚子。好不容易到晚上了，寻思能休息一会，不知道哪来的一群当兵的，给我抓壮丁了。哇，现在已经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好像要北上战场镇压起义了。救命！我才2级啊！帖子已经被顶了好几百条，不是在哈哈哈大笑，就是在诉说自己的离谱经历。论坛里有点意思，但是没什么营养。看来是时候该由宋琦大爷来分享点干货了。标题：已转职武者，手里一本道门9品心法，可以转职道士，待价私聊。正文：坐标：红安州南府郡平安县北40里赵家村。官网大地图查看，如果坐标在附近，可以来赵家村交易。想要转职只需要学会对应职业心法即可，想转职武者就要有武学心法，想转职道士就要有道门心法。转职之后会迎来一次全属性暴涨，转职武者超凡之力会解锁为气血，大概没来得及看属性面板就下线了。基本上转职之后吊打同等级10几个非转职玩家不成问题，好处就不多赘述了。再来讲点今天的游戏经验。武器能用弓箭，不要用其他的。弓箭是目前我发现攻击力最高的武器，要比近战武器杀伤高得多，射中要害直接就会判定致命伤害，完成秒杀。大家村里基本上都会有猎户，让他带你出去打猎，就会学会追踪跟射箭的技能，学会之后刷怪效率会提高很多。每个人游戏情况不同，分享一点个人经验。平安县坐标附近的有什么消息可以互通有无，有什么用不到的东西今后可以互相交易。游戏进度再推进一下，大家应该也都快去县城了。宋琦的帖子发出去之后，很快就被管理员加了精。游戏的转职方式是纯干货分享，没过多久，基本上论坛里在线的成员都跑来评论区顶楼。先是一波大神666的彩虹屁，随后就是纷纷询问宋琦是如何搞到心法的。宋琦觉得自己这波经验没什么复制以及学习的可能性，就简单的在评论区里简述了一下摆摊捡漏的经历。当然，宋琦也不是什么纯为爱发电的大好人，不遗余力的顶帖还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好把自己的东西卖个高价。经过宋琦的坐标帖一炸，大家才发现，虽然没有降生在同一个新手村，但是大家都降生在红安州境内。只不过网界的世界很大，目前官网大地图只有一幅大于境内草图，根据草图的参数显示，红安一州之地就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如果没点什么高科技交通手段，
靠着腿奔想见面，肯定是有点费劲了。不过一条评论倒是点醒了大家，很明显网界是一个玄幻世界，大家不要被游戏前期的武侠风所迷惑。狗头，宋琦为这位名为告文斌的玩家点了赞。网界的拟实化极大的提高了游戏的代入感，但同样硬核的限制了大家的交易。评论区里很多玩家表示想买，但是受到距离限制，只能望技能书星探。嘟嘟嘟，论坛的私信提示音响起，一名为周衍的玩家申请添加宋琦为好友。宋琦爽快地通过了周衍的申请。周衍，截图点 JPG。周衍，大概是这里吧，我好像在你们赵家村东面的张家村这块，大概10几里路。宋琦，猫猫点赞点 JPG。周衍，加个某信私聊吧。宋琦 OK。 两人私信里聊了起来，没想到周衍还看过宋琦直播。由于论坛里都是内测玩家，加上宋琦还是一个有些名气的主播，所以二人之间的信任很快建立。周衍爽快的一口价5万买走了宋琦的静心诀，并直接打过来5000的定金。宋琦麻利的画了一幅地形草图，两人约定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在赵家村外张悬的猎人小屋见面。在帖子里更新了一个蚁兽，宋琦开心的关掉了论坛。翻看了一下周衍的朋友圈，名表、跑车、夜店，现实里副歌还是多啊。打开某音，宋琦吓了一跳，消息栏里密密麻麻的红点看着都瘆人。才过了2个多小时，宋琦上传的视频播放量就已经破了100万，粉丝连带着涨了4万多。看来某音最近也在扶持网界的流量。挑了几条有意思的评论回复了一下，宋琦就感觉有些索然无味起来。爆火的一天就是这样平平无奇。检查了一下生物舱，指示灯仍旧是红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变绿。深度放松了18个小时的宋琦精力有些过于旺盛，在粉丝群里吆喝了一声，立马凑齐了4个倒霉蛋。愉快的撸啊撸，五黑就此开始。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大家一次又一次愉快地打出 GG。 终于生物舱的指示灯转为绿色，宋琦立马结束了愉快的折磨，重新检查了一遍生物舱参数之后躺了进去。网界里的天刚蒙蒙亮，宋琦登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属性面板。姓名宋琦，等级30400，经验370，主职业武者搬运镜，副职业无，技能狩猎本能 5%， 基础剑术 10%， 蛮荒金8门遁甲残篇开门，生命值560560，体力值11201120，气血300-300，属性力量40，体质28，敏捷30，智慧19，精神25，自由属性点0，称号流民，装备破烂的粗布上衣，破烂的粗布长裤，漏洞的草鞋，山贼强弓，粗制长刀。评价一只超凡的蝼蚁。卧槽，不止全属性暴增，而且生命值与体力值的转化比例也都翻了倍。超凡之力不出意料的解锁为气血，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武者与凡人之间天差地别。张玄在院子里劈柴，宋琦推门而出，想要问问张玄赵四家在哪里。没想到刚一出门就看到院子里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套整洁的衣服以及鞋袜。张玄为了感谢宋琦昨日的救命之恩，专门把自己为了过年准备的新衣服拿了出来。二人身材相仿，正好宋琦也没有衣服穿，村里面也没什么专门的裁缝。宋琦为张玄点了个赞，先是打水洗漱了一番，随后才讲究的回屋换上了衣服。虽然同样是没有任何属性的白板，但是之前那套南民服实在是太不堪入目了。第6章，天级任务与主线任务。换好衣服的宋琦立马变得比之前要体面得多。之前那副打扮放到电视剧里，只能出演一下丐帮弟子。现在嘛，当个农民或者店小二绰绰有余。宋琦找了一个袋子，装上200文钱挂在腰间，用以外出花销。再向张玄要了些布条，把自己的山贼大砍刀裹了起来。没错，这种刀就是电视剧里山贼拿着的那种大砍刀，没有刀鞘，样式凶恶。裸着这玩意出门，估计直接就得被人当成是土匪。将刀缠好，再做了个背带，斜挎在背后，再背上弓，别好箭袋，腰间挂一个水囊。宋琦终于做好外出准备工作，准备开始今天的冒险。向张玄问清楚了赵四的地址，宋琦将最宝贵的静心诀与砍柴刀法揣进怀里，锁上了房门。作为一个出门完全靠智能导航的现代人，宋琦根本无法靠着张玄的一段口述找到正确位置。一路上连续跟4个 NPC 打听之后，宋琦终于找到了赵四的家。哐哐哐的连砸了好几分钟门之后，赵四终于一脸朦胧的出现在了门口。好家伙，人家都已经起床干活了，合着就你还在睡觉呢？赵四迷茫的揉着眼睛，过了半天才看清楚是宋琦，以为宋琦是发现上当受骗来找他退货的，
吓得赵四立马就要关房门。宋琦伸手一挡，就轻飘飘的把门按住，自顾自的进了院子，大马金刀的坐在了凳子上。赵四看着宋琦身后背着长弓大刀，敢怒不敢言，只能强行挤出笑脸。不是，小哥，你这大早上的是干嘛啊？听说你昨天给我那些书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呀是呀，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唰，宋琦身子一侧，背后的大刀入手，虽然没有解开布条，但也是杀气腾腾。宋琦将刀直接架在赵四的脖子上，瞬间吓得赵四亡魂皆冒。小哥，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退你钱就是了。呵，宋琦冷笑一声，从昨天的集市上就知道这赵四是个小混混，现在一看果然是满嘴谎话。这书根本不是什么他祖传的，对付这种人就应该直接上点厉害的。你只需要告诉我书是哪来的就好，否则后果自负。赵四吞了吞口水，快速说道：书是县城里王五的。王五是平安县城里一个名为兴隆酒馆的店小二，跟赵四算得上是狐朋狗友，之前经常一起在县城里的一个赌场打牌。后来王五输的太多，欠了赵四不少钱，就谎称家里有一些祖传的物件可以抵债。赵四也是个不大聪明的，看着这些东西古香古色，就信了王五的鬼话。没想到事后在县城里找当铺的掌柜一看，根本不是什么老物件。啧，宋琦摇了摇头，估计是县城里的凡夫俗子根本没接触过超凡世界，鉴定不出这是什么东西来，从而被拥有玩家面板的宋琦捡了大漏。哼，要是被我发现你说的不是实话，有你小子好受的。宋琦的右手轻轻在旁边的石桌上一抓，石桌一角被硬生生的掰断。赵四冷汗直流，看着宋琦大摇大摆地走出去，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没过一会，赵四的表情由阴转阳。哈哈，王五你个狗东西，这回你可掏上了。寻找八门遁甲全篇，任务难度天级上等，任务类型寻宝，任务内容你在赵四的手中偶然获得八门遁甲的残篇，经过一番询问，你得到了一定线索。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未知。评价：洗洗睡吧骚年，这不是你能完成的任务。我去！宋琦看着系统面板惊叹起来。妈耶，最高等级任务，八门遁甲究竟是什么级别的秘法？背后隐藏着啥？宋琦摸了摸下巴，既然是这个级别的任务，那也就不用操之过急了，正好也不是很想现在就去县城，先找个地方把砍柴刀法学了，再逛一逛看看有没有其他任务。壮士请留步。宋琦刚想找个僻静地方练刀，就听见身后有个略显苍老的声音在叫自己。回头一看，是一个有些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老者。系统，你发现角色赵桃 LV3。 老头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腿脚还挺利索，3步并2步就追了上来，拉住宋琦的手，显得非常热情。这种热情通常体现在有求于别人的时候。壮士，昨天那头赤鹿，我听张璇说是你猎的，你回来的路上还斩杀了3个拦路的强人，正是在下，老人家你有什么事情尽管直言。论玩尬的，宋琦一生不弱于人。赵桃是赵家村的村长，先是家长里短的跟宋琦客套了一下，随后才到明目的。神慈神力的衰退。任务难度黄级上等，任务类型主线。任务内容：村长赵桃发现，自从北地清一军起义以来，神慈的神力就在不断衰退，庇佑的土地越来越少，尤其是村子的北面愈发严重。村长希望你可以去村子的北方调查一番，看看具体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在影响着神慈。任务时限3个自然日。任务奖励经验 X1000。评价：总感觉不是什么好差事。宋琦昨天一天都没有触发主线任务，还以为像往届这种高自由度的游戏世界已经放弃了主线任务的设定，没想到今天竟然主动出发了，而且更没想到的是，竟然与神慈有关。无论是在宋琦的印象里，还是官网的介绍中，神慈似乎只是玩家的复活点而已。但是现在看来，神慈好像是往届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余境内的每一处县城，每一个村落都供奉着当地的神慈。根据老村长的口述，神慈并非是一种精神象征，而是确确实实的供奉着仙神。百姓世代祭拜神慈，神慈会反馈神力，庇佑村落以及周边的土地。神力使村民身体健康，免于疾病，使土壤肥沃，同时免于野兽或邪祟的侵袭。原本神力可以庇佑附近10里左右的范围，但是最近赵家村的村民们发现，北面超过5里的范围，土地就已开始变化，而且似乎有奇怪的生物出没。宋琦一边在村里的茶水摊子上吃着早餐，一边沉思。而且还有一个令宋琦比较不解的地方，那就是老村长似乎并不清楚所谓山贼的消息。在刚刚的交谈中，老村长只是说自打北的乱了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强人出没，但是没有听说过什么山贼。要真是说山的话，
村子东南方位20多里有一个涉山，应该是附近最近的山了。不过涉山那地方可没有什么好山水，不像是一个适合落草为寇的地方。不过宋琦的任务是实打实的已经触发了。果然，旋即的任务也很难对付啊。摊主蒸的素菜包子喷香可口，3文钱一个，宋琦一边想一边吃，一口气就炫了8个。再让老板给免费续了1水囊的茶水，宋琦从北面出了村子。任务的时限都还充裕，今天就当是开荒了。太阳下山之前的赶回来跟周衍交易。系统，你支付200点经验学习劈柴刀法。系统，你的悟性很高，在刀道一途很有天赋，练习片刻就已初见成效。劈柴刀法，若使用劈柴刀法，每一刀至少消耗10点气血。劈柴刀法的攻击效果远胜于普通攻击。破定，当你以劈柴刀法对敌方进行攻击时，无论直接造成伤害或者进入拼刀，都有一定概率造成一定程度的僵直效果。奇怪的姿势、不适、知识不断涌入脑海。宋琦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成为一名刀道高手，所有招式动作都烂熟于心，就连手里那把相貌丑陋的大砍刀，看着都亲切了一些。宋琦的脚程很快，不多时就越过了张璇的狩猎小屋以及昨天练级的森林。这一路上，不要说人，就连动物都很少出没。系统，你的庇佑效果已消失。宋琦感觉身子一重，打开面板一看，赵家村神祠只有安魂的效果还在生效。呜呜，本是清凉的晨风，却让宋琦感觉有些阴气沉沉。回头望去，远处模糊的赵家村轮廓仍旧安静祥和，与此地仿若2个世界。猎手本能开启。猎手本能只是不入品级的凡人技能，其效果也仅是帮助宋琦找怪，但是宋琦目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侦查手段，希望能够有所收获。宋琦仔细地观察着地面，有一些凌乱的痕迹，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生物。一缕缕黑色的雾气在空气中交织弥漫，汇聚成一道极为不显眼的黑色细线，向北方指引着。如果不是宋琦现在的感知惊人，甚至无法观察到这些细线。这是什么意思啊？猎手本能一般是根据地面的痕迹形成白色线条指引猎物移动的方向，那么空气中的线条代表什么？猎物的气味，黑色的气味。宋琦跟着线条的方向向前走，突然脑后一阵阴风袭来，宋琦本能的超刀入手，回身一砍，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人狼 LV6， 生命模板普通，生命值400，基础属性力量28，体质40，敏捷30，智慧1，精神16，其余信息不详。系统，普通的野狼遭遇不祥侵蚀而变异，在吞噬了过往行人的鲜血之后，成为了一种可以直立行走却又有饿狼之躯的诡异生物。不祥侵蚀，这条路过往行人，这条路最近走的最多的估计只有北地的流民。呜嗷！人狼发出嚎叫，声音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一道道眼眸散发着幽绿色光芒的身影自丘陵的阴影中出现。砍刀的布条被宋琦一把扯下，一刀砍在人狼的爪子上，一道白痕浮现，人狼的皮肤异常坚硬。系统，你对人狼造成46点伤害。防御这么硬，那吃我一记劈柴刀法。气血流淌，灌输入刀身，凛凛刀芒划破长空，一刀削断人狼的臂膀，墨绿色的枝叶四溅。系统，你对人狼造成180点伤害。劈柴刀法，恐怖如斯。结。人狼虽然被削断了臂膀，但仿佛仍旧不知伤痛一般向宋琦冲来。八门遁甲，开门，开！宋琦的肌肉瞬间暴起，长刀如同幻影，一刀直取狼头。刀过，人狼的无头尸体倒下，宋琦瞬间又将开门关闭。系统，你对人狼造成174点致命伤害，人狼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6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36 点。检查了一下面板，除了劈柴刀法的20点气血消耗，刚才开启开门的一瞬间只消耗了3点气血。这是宋琦登陆之前冥思苦想出来的卡 BOG 开关法，出刀的一瞬间开启开门，收刀的一瞬间关闭开门，这样既让攻击享受了双倍 buff， 又可以避免掉无谓的气血消耗。果然行得通，还剩277点气血，收拾剩下的7、8只小怪绰绰有余。不过宋琦很明显有点开心的太早。一个小型狼群通常由7至10头狼组成，其中会有一只公狼作为首领带领种群繁衍生存。宋琦在劈了一只人狼之后，终于被一个个头较大的家伙拦住。劈柴刀法在其身上留下一道白痕之后，却没有飘出系统的伤害提示。人狼首领 LV9， 生命模板普通，生命值800，基础属性力量58，体质80，敏捷46，智慧1，精神20，其余信息不详。好消息，还是普通怪模板，
如果是9级的精英怪，宋琦可以直接祭了。坏消息，宋琦只有3级，等级差超过了5级，形成了等级压制。宋琦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手段的话，不能对产生等级压制的敌人造成有效伤害。这一设定是为了防止玩家通过不正常方式提前杀死高等级 BOSS。你小子，给我等着！宋琦持续开启开门，敏捷瞬间超过人狼首领，在他面前绕了过去。凭借身法，宋琦绕到狼群边缘，手气刀落，连劈3刀砍翻一只普通人狼。持续开启开门加劈柴刀法的气血消耗过于恐怖，宋琦看着即将见底的气血，高呼一声风景扯呼，向着比较复杂的丘陵地形里冲去。人狼们的智慧很低，加上速度也追不上宋琦，只能无能狂怒地目送宋琦离开。一处看起来没怪的地方，宋琦盘膝而坐。昨天学习技能攒下来的经验消耗了778，好在刚才砍翻了3只人狼，现在宋琦的经验是458点，满足了 LV4 的升级需求。系统等级提升至4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3点，你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宋琦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面板，自由属性保存暂不分配。升级到 LV5 的经验需求已经增加到800点。好消息，气血的上限变成了400，那么换算比例是等级 X100。系统，你正运转蛮荒经，搬运气血中。不知道运功打坐了多久，宋琦的气血与体力终于全部回满。第7章 BOSS 首战。地上散落着遍布毛发的断肢与充满腥臭味的汁液。宋琦皱着眉头，用刀尖戳着人狼首领的尸首，想要试图寻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狼皮原本是不错的皮料，但很可惜它变异了，而且也被宋琦砍得零碎不堪。失望的宋琦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盘坐下来，运功打坐。现在有2个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另一个也是坏消息。第一个坏消息是宋琦的刀砍卷刃了，毕竟只是山贼手里的垃圾货色。第二个坏消息是猎手本能更加不好用了。发生过战斗之后，地面上凌乱不堪的痕迹以及空气里难言的味道，令猎手本能很难再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指引。原本宋琦以为自己抓到了一些线索，侵蚀野狼的不祥是什么？那是否就是导致神力衰退的原因？不过现在已经很难再沿着人狼这条线索追查下去了。现在唯一的收获就是杀完这波人狼之后，经验又积攒到了574点。还好昨天完成了武者的转职，加上学会了一些技能，要不然别说越级打怪了，一只普通人狼就能轻松把宋琦送回泉水。宋琦打开地图，矫正了一下方位，继续向北前进。现在大概已经是离赵家村10里多的位置，周围都是比较复杂的丘陵地形，能见度不高。除了刚才碰到的一波人狼群之外，宋琦再也没找到什么生物活动的痕迹，有点失望。不会附近的生物都被那群狼给猎光了吧？宋琦穿过一片丘陵，爬上最高的岩石，登高远望，风景壮丽，纯天然无污染，很适合当作旅游模拟器来推广。远处，一只金黄色的庞然大物出现在宋琦的视野当中，所过之处轰鸣声阵阵。光是远远望去，宋琦就能估摸出这东西的肩高至少3米打底，一种怪物猎人的既视感油然而生。不过最离谱的是，这东西前面有个小黑点在跑，看着好像是个人呢。他追，他逃，他无路可逃，但偏偏他追不到。这是个高手啊！宋琦在高处看得张大了嘴巴，这比自己开了8门遁甲跑的都快多了，这种高手都打不赢这怪。身影越来越近了，宋琦已经能看清楚前方奔跑的人影。来人一袭长衫，脚下一双靴子，造型别致，泛着阵阵青光。宋琦定睛看去，却迟迟得不到系统的信息反馈。什么情况？看不了信息，是个玩家。而下方的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宋琦，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面色狂喜。宋琦，你是不是宋琦？宋琦头顶飘出3个问号。我是周衍啊，我周衍啊。周衍的声音声嘶力竭起来，速度突然慢了一大截。刚才还跟后面的怪差出50步远，现在已经快被顶到屁股了。周衍，周衍是谁？有点耳熟。宋琦一瞬间有些猪脑过载，眼看周衍就要被怪物爆菊花，宋琦脸上略带迷惑的张弓搭箭。哦，好像是昨天论坛上加自己买书的那个副歌。不对啊，他不是在赵家村的东面吗？这是说离谱也没那么离谱，毕竟2人算是在同一片区域附近，野外遇见也很正常。剑矢被怪物的皮肤弹开。金芒兽 LV5， 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5000，其余信息不详。敲！精英 BOSS。 不过这金芒兽什么鬼？离得近了一看，这不就一带金色皮肤的特大型野猪？一发普通剑矢丝毫没有破防，只套取出怪物的基本信息。宋琦再次张弓搭箭，气血可以释放武技，那么是否能直接应用于攻击？
一点红芒在宋琦的意念引导之下附着在箭头之上，飞射而出。果然可以。宋琦一口气连开5弓，每一箭均附加上5点气血，箭如连珠，纷纷射进金芒兽体内。金芒兽的身形终于顿住，对着宋琦的方向发出不耐烦的嘶吼。系统，你对金芒兽共计造成125点伤害。轰隆隆，金芒兽调转了方向，冲着宋琦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宋琦身下的岩石被撞得一阵摇晃，金芒兽巨大的獠牙深深地插入岩石之中，不断有裂纹在岩石表面开始蔓延。宋琦一跃而起，在空中做出一个帅气的转体动作，潇洒落地。远处的周衍则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满头大汗，看起来是体力值即将耗尽。呼呼，你这能打吗？周衍喘着粗气问道。宋琦竖起大拇指作为回应，既然能破防，那就能操作，具体能不能打，那得等打完了再说。你一点也不能打吗？宋琦看着坐在地上的周衍，发出灵魂质疑。按道理来说，角色的5维属性都是相对均衡的，所以既然跑得快，那么战斗力应该也不至于弱太多。周衍无奈地摇了摇头，我都没转职怎么打？随后抬了抬脚，示意了一下自己造型别致的鞋子，全靠装备跑得快，根本破不了防。赤漱口吧，丑话说在前面，卖你的技能书在我身上带着，要是跑失了东西丢了，你还是得把尾款给我。往界里面嘎了等于装备全爆。一个自然日之内第一次死可以在神祠跑尸，但是尸体上的装备和道具被没被人捡去，那就鬼知道了。至于第2次死，直接强制下线1天，第2天上线时候直接在神祠里复活，身上的装备就全掉落在死亡地点。玩家要是记得具体坐标，那就可以试着回去撞撞大运。2人对话的时间，金芒兽已经摇头晃脑地站了起来，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脑瓜子撞大石这种操作都能做得出来。又是一阵地动山摇，金芒兽吭哧吭哧地叫着，再次向宋琦发起了冲锋。体型大意味着灵活性一定很差，金芒兽冲锋的速度很快，但宋琦只需要像斗牛士一般轻轻一闪，就可以躲过金芒兽凶猛的冲击。八门遁甲，开门，开！劈柴刀法。宋琦对着金芒兽的侧身用力挥刀，噗嗤，咔！宋琦面色一僵。系统，你对金芒兽造成83点伤害。系统，你的武器损毁。敲！刀断了。宋琦一脸懵逼地握着还剩半截刀身的刀把，风中凌乱。这还打个尖儿？宋琦一身战斗力80%，靠着劈柴刀法，根本没有拳法之类的武技。打不了，打不了！宋琦高呼一声，开门也不关了，趁着金芒兽还没转过头来，撒腿就跑。周衍，你小子自求多福吧，别走啊！周衍的话都带着哭腔了。周衍脚上穿着那双鞋可是一个9品法器，昨天费了1天的功夫，好不容易才搞到。这要是才穿上没一会就爆了，荒郊野岭的，万一跑尸回来再被金芒兽爆一次，周衍想死的心都有了。别跑啊，我这有刀啊！周衍赶紧扯下来腰间系着的刀鞘，奋力一掷，向宋琦抛了过去。宋琦顺手一接，入手沉甸甸。扶风，品质凡品，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22，敏捷24。基本信息：攻击力101至128，属性加成5，额外附加出刀速度正5%。评价：垃圾中的精品。枪！宋琦随手将刀鞘一甩，长刀刀身如雪，弧度微曲，一抹深邃的血槽贯穿整个刀身。刀长1.2米，柄长30。上了一个月械斗克的宋琦一眼就认出，这是华国古代明朝时期的苗刀制式。好刀！同样是凡品，但是扶风显然是凡品中的极品，属性甩了原本那把破刀至少12条街。周衍这小子好东西真是不少，有这刀他怎么还不能打？哦，很有可能是属性跟不上，根本用不了。宋琦回身站定，关闭开门节省气血，准备迎接金芒兽的下一轮攻势。同样的冲锋，同样的侧身，同样的挥刀。金芒兽的攻击单调且乏味，刀身刺入金芒兽体内，砍柴刀法的破定效果终于生效。虽然在金芒兽超高的体质面前，僵直效果只持续了短短的1瞬时间，但这也足以支撑宋琦在其身侧连续的出刀。宋琦像一只灵活的蚂蚁一样，不断在金芒兽的脚下腾挪躲闪，长刀挥舞，掀起蟹花阵阵。开门状态下，手持扶风的宋琦每刀都能砍出120加的伤害。金芒兽的身体很不灵活，一直被宋琦贴着视野死角粘着砍，发出阵阵急促的猪叫。几次交锋下来，宋琦就围着金芒兽狂砍了10刀，金芒兽的血条直接被砍掉了1/4左右。发怒的金芒兽挥舞着粗长的尾巴，狠狠地向脚下的宋琦甩了过去。
正在忘我输出的宋琦只感觉一股大力拂过，自己就高高的飞了出去，疼痛感一闪而过，随后宋琦就没有了知觉。这是心痕的痛感钝化技术，可以瞬间为玩家屏蔽超出生理极限的痛感。宋琦的身体重重摔到地上，系统，金芒兽对你造成260点伤害。好家伙，还好在开门状态下，宋琦的全属性翻倍，间接促使宋琦的防御能力翻倍，要不然正常状态下，这一尾巴能直接给宋琦抽的剩个血皮。远处的周衍都已经惊呆了，看着宋琦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周衍暗自心惊，转至玩武者之后属性有这么高。金芒兽的尾巴上全是铁一般的倒刺，导致宋琦被抽中的地方衣服被划成了布条，一片血肉模糊，状态不是很好。刚才一轮强攻下来已经使用了200点气血，但金芒兽的血条才掉了1000出头，而且这不合理啊！猪的尾巴不是很短的吗？金芒兽，我也没说过我是猪啊，得想想其他办法。从目前的交手经验看来，金芒兽的攻击手段一是靠着巨大獠牙发起冲锋，二是甩尾。但根据宋琦多年的游戏经验 ，BOSS 血越少，花活越多。而且为了节省气血，宋琦需要不断的开关开门，这就导致了宋琦的生命值上限不断在620跟1240之间切换。如果稍有不慎，很有可能被一猪秒杀。冲锋、侧身、出刀。这一次宋琦没有快速的收刀，而是将大半刀身全部捅进了金芒兽的身侧。双手青筋暴起，在金芒兽的体内推动着刀身滑行，直到在金芒兽的身侧划出了一条2米多长的大口子，宋琦才将刀身抽出。回刀格挡，不出宋琦所料，一只尾巴从背后向宋琦甩来，宋琦抽身离开，鲜血沿着深邃的刀口不要钱一般向外喷涌。系统，你对金芒兽造成380点伤害。系统，你对金芒兽造成撕裂效果，金芒兽损失5生命值秒，持续时间60秒。奈斯。优势在我，节省气血，慢慢磨着打。宋琦现在无比怀念一种叫做牧师的职业，很可惜往界里没有。如法炮制，再来一次。愤怒的金芒兽冲锋过来，却只是身侧再添了一道伤口。金芒兽发出高昂的猪叫，只感觉一对威武霸气的獠牙毫无用武之地。你看，他急了。金芒兽在原地嚎了一阵，竟然不再向宋琦发起冲锋，而是圆地弓起了身子，金光乍现。金芒兽身上的刺如同漫天箭雨一般射向四面八方，远处的周衍缩成一团，躲在岩石后面避难，而大敞四开的宋琦只能不断挥刀格挡，终究还是一招不慎被射中了右腿。系统，金芒兽对你造成180点伤害。虽然感觉不到疼痛，但宋琦很明显能感觉到灵活性开始下降。这年轻人不讲武德。宋琦嗤的一下直接将刺拔了出来，撕掉一块衣服，用力的将伤口包扎上。金芒兽在远处兴奋狂吠，挺起硕大的獠牙再次冲锋过来。要糟，气血既然可以附着在武器上强化攻击，那能不能同样附着在肉体上强化我的肉体？宋琦脑中灵光乍现，不断调动着气血包裹自己的双腿。不听话的右腿不仅恢复了掌控，还变得更加轻盈。但是这种状态下，气血每秒钟都在不断流失。你别说，这玩意有点类似海贼王里的武装色霸气。金芒兽的獠牙已经近在咫尺，宋琦感觉大地都在晃动，双手握紧长刀，宋琦一跃而起，包裹着气血的双脚踏在金芒兽后背，踩断了不少铁一般的毛刺。宋琦全力调动气血汇聚与扶风之上，却发现不论再怎么调动，最多也只能在刀身上附加50点气血之力。一时之间，宋琦还想不太明白，但机不可失。扑哧一声，扶风狠狠地在金芒兽的脖颈位置刺入体内。嗷！金芒兽声嘶力竭的嘶吼传出，身体剧烈的扭动起来。宋琦再也站不稳身子，抽出扶风被甩了下去，鲜血如同泉水一般在伤口处喷涌。系统，你命中金芒兽要害，造成1000点伤害。第8章官方通告。金芒兽的身体在剧烈的抽搐，金色的皮毛已经被鲜血染红，原本黑褐色的瞳孔已经变成一片赤红之色，紧紧地盯着宋琦的身影。嗷！金芒兽的上半身高高立起，随后用力向地面砸落，轰隆隆，如同实质的金色波纹向四周弥漫。卧槽，还有技能战争践踏。宋琦刚想抽身后撤，但波纹已经蔓延过宋琦的身体。系统，金芒兽对你造成100点震荡伤害，你进入1.5秒的眩晕状态。记。宋琦的大脑进入一片空白，当意识回复的时候，一根硕大的獠牙已经直逼自己的胸膛。开门，开！最后剩余的43点气血全部覆盖在胸口表面。自由属性点分配，体质+3，
一阵切割机切割金属的剧烈摩擦声在宋琦的胸口持续不断的响起，紧接着宋琦的身体被高高顶起，抛飞了出去。扶风脱手，斜插进远处的岩石。轰！宋琦的身体被狠狠地撞在一处岩壁之上，身后裂纹四起。系统，金芒兽对你造成800点伤害。宋琦软弱无力地滑倒在地面。之前留存下来的3点自由属性点救了宋琦一条狗命。开门的状态消失，宋琦气血耗尽，生命值仅剩20点。虽然没什么疼痛的感觉，但宋琦已经很难移动自己的身体了，全身上下的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功亏一篑，看着金芒兽已经被砍掉大半的血条，宋琦叹了口气：“你小子别走啊！你看我跑尸回来干不干你就完事了。”金芒兽在远处看着奄奄一息的宋琦，发出得意的嘶吼。啪嗒，一个袋子扔到了宋琦的手边。远处，周衍一脸肉痛的表情，对着宋琦大喊：“看手边，看手边，还能打啊！”宋琦头顶飘出一连串问号：“啥玩意啊？这还能打？”宋琦撇过头瞄了一眼手边，颤颤巍巍地将袋子拆开。系统：赤黄参7品灵药，服用后可以大量回复生命，滋补气血，入药炼丹效果最佳。卧槽，不是你多了 A 梦啊！宋琦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7品灵药什么概念？往界里几乎所有的装备道具都按照9品到1品划分，虽然药材的价值远不如技法，但这东西的价值也绝不逊色于一本8品的技能书。周衍的表情如同便秘，虽然往界里设定怪物不吃死亡玩家的肉身，但是像这种级别的灵药肯定会被金芒兽发现吃掉，而且周衍最开始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东西吸引了金芒兽追杀自己，所以与其便宜了金芒兽，不如拿去给宋琦回血。吧唧吧唧，嘎嘣脆，鸡肉味。系统：你服用了7品灵药赤黄参。系统：赤黄参的药效太强，你无力吸收，险些爆体而亡，最终大多数都浪费掉了。系统：你的全属性加20点，你的气血上限加500点，你的生命值、体力值、气血回复20点每秒，持续120秒。一股灼热之感自宋琦的咽喉处开始，途径10道，入胃，最终散至4肢百骸。开门，开！气血覆盖全身。宋琦的身影爆射而起，弹向远处的石壁。呛的一声，符风被宋琦拔出。宋琦斜挂在岩壁之上，高高跃起。劈柴刀法，赤红色的血芒溢满符风的刀身，在金芒兽不可置信的目光中，长刀灌入之前的刀口。赤！符风贯穿了金芒兽的脖颈。收刀！血幕绽放，灿如烟火。金芒兽无比庞大的身体轰然坍塌。系统：你对金芒兽造成1357点致命伤害，金芒兽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 5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 100点。系统：你完成往界中首个精英生物的击杀，赋予称号勇武。勇武，你的伤害提升 5%。大地一片赤红。宋琦的身体中一股股暖流乱窜，状态不断回暖。赤黄参的药效在身体里源源不断的发挥。吭哧吭哧，宋琦举着刀像大锯拉木头一样不断摩擦着金芒兽的獠牙。这玩意一看就知道是个好材料。一直在一旁紧张观战的周衍终于松了一口气，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牛蛙宋哥，这 boss 都被你砍翻了，这不得是服务器首杀。低调低调，其实没有多了。周衍 A 梦的话，被砍翻的人就是宋琦了。二人一边搜刮战利品，一边聊了起来。为什么周衍会在这个地方跟宋琦遇见？那是因为周衍也接到了与宋琦类似的主线任务。别看周衍现在的战斗力不怎么样，但是运气却没得说。他这个角色天生异瞳，可以看见常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凭借这一天赋，周衍开局便收获颇多。根据周衍的说法，在他的眼中，神力就像是一个金色的罩子，笼罩在村庄之上，而在这罩子之外，则散布着黑灰色的雾气。这种雾气非常的淡薄，即便是周衍的异瞳都很难观察清楚。但越向北方，这种雾气就愈发清晰，雾气在不断侵蚀神力形成的光照。周衍猜测这就是所谓神力衰退的原因，但是这种雾气具体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周衍在脱离了神力庇佑范围之后，不久就遭遇到了奇怪的生物。这些生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被这种黑灰色的雾气所缠绕。由于没完成转职，还是凡人一个的周衍只能被追得满地乱窜。好不容易脱离了危险，又遇见了精英 BOSS 金芒兽，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金芒兽的身上却发现不了这种黑灰色的雾气。周衍驾驭着法器长靴，慌乱逃命之下，最终歪打误撞的遇见了宋琦。黑灰色的雾气，宋琦沉思了起来。在人狼的信息之中，系统曾经提过被不祥侵蚀而产生异变的字眼。
那根据周衍的阐述，这种雾气很明显就是所谓的不祥。那么为什么金芒兽没有这种提示？不论怎么看，它就是一头变异的野猪，迷雾重重，令人头秃。既然想不通，那就不想了。反正宋琦觉得神祠任务的调查在得到周衍的信息共享后，基本上已经可以回去交差了。拍拍屁股，宋琦将怀里的静心诀扔给周衍，并提醒他尽快给自己打尾款。哎，你刀还我呀！刀？什么刀？这不是我的刀吗？宋琦在地上捡回被自己丢出去的刀鞘，将刀美滋滋地别在了腰间。你都要转职道士了，这玩意你又没啥用，就当是我今天的安保费用了。周衍气的脸都快歪了。那个獠牙分我一只。行行行，正好这破玩意帮硬，切了半天才切下来一只。二人分道扬镳。宋琦拽着金芒兽的另一个獠牙，拖动着金芒兽庞大的尸体向赵家村的方向赶去。毕竟是精英怪的尸体，直接扔在这里太浪费了，回村看看怎么处理一下。这一路上可谓是鸡飞狗跳。好在宋琦的气血上限已经达到了900，要不然弄这个玩意回来还真挺费劲。太阳西垂，宋琦也终于拖动着金芒兽回到了赵家村。男女老少闻风而动，纷纷聚在村门口围观。都听说昨天新来的外乡人打了一头小山般的野猪回来。不一会儿，村长赵桃出现在了村口。赵桃问宋琦这东西准备如何处理。宋琦想了一下，麻烦村长找些娴熟的屠户帮我把它处理一下吧，剔下来的肉就给大家分了，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有价值的材料拿来给我就好。赵桃满脸激动与感激，这么大一头野猪，一家能分好几斤肉，宋琦可真是那个活菩萨在世了。赵桃带着所有村民给宋琦行礼，场面整得宋琦怪尴尬的。也不是宋琦冲烂好人，主要是村里的生产力摆在那，财富总值就那么多，不可能为了吃把所有钱全掏出来，所以说卖也卖不完。而且宋琦自己一个人也没法处理，不如索性全分了算了。这样刷一波 NPC 好感度，指不定还能触发点啥隐藏任务。莫西莫西，有人来电话了。生物舱的智能语音助手将声音接入到了网界中。电话？自己的电话可是开了白名单的，这个时候谁会给自己打电话？宋琦找了个借口尿遁，在一处僻静的地方躲了起来。接入。嘟嘟嘟。喂，宋琦。一道性感略带有磁性的女声在通话里传出。娜姐。于娜，星痕科技的美女 CEO， 出现在第1章中与宋琦的合影里。宋琦，我听下面汇报你刚刚完成了精英 BOSS 的首杀对吧？他们想做一个官方的通告进行宣传，不过你的电话打不通，就是想问问你的意见。怎么通告？服务器喊话。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具体内容跟他们对接好吧。他们加你某信了，就这样，拜拜。嘟嘟嘟，电话被挂断了。宋琦摸了摸鼻子，于娜的风格还是这样雷厉风行。看了一下四下无 NPC， 宋琦登出了网界，打开手机，果然有人添加了自己好友。宋琦加上好友，跟对面沟通了一番。星痕的意思是在官网发一个首杀公告，并把宋琦的 BOSS 战视频全媒体平台发布进行宣传，只需要宋琦的授权即可。但作为一个游戏主播，怎么可能被官方白嫖流量？当即提出通告可以，但是视频由自己提供。宋琦将在自己的某音账号上与官方公告同步发送视频，而官媒可以以官方的名义上传自己的视频。一番激烈讨论后，双方意见达成共识。宋琦当即下载素材进行剪辑。作为一名野生主播，宋琦的剪辑还是相当有水平的。视频最开始就是宋琦站在岩石上远眺的壮丽风景，金芒兽的庞大身影在平原上猪突猛进，断刃、换刀、真人版怪物猎人热血搏杀，最后是宋琦觉的逆转，薄杀金芒兽，喷出漫天马赛克，最终画面定格在宋琦手持长刀的萧瑟背影之上，衔接上几首热血 BGM， 完美，收工。至于我们的后勤同学周衍 宋琦打了个语音过去，周衍同学表示不想露面，随后被宋琦完美的边角料处理了，将视频传给了官方工作人员，对方反馈没有问题。同时宋琦的精英首杀宣传海报也做好了，背景是宋琦与金芒兽激战的丘陵。宋琦一身劲装，眼神凌厉，英姿勃发，手持着1米多长的扶风长刀，身后背着强弓。而在宋琦面前的则是面容狰狞的金芒兽原型，一人一兽巨大的体型差异让画面充满了视觉张力。帅！星痕的美术水准真是没话说。随着星痕在网界官网以及社交媒体的通告发出，恭喜玩家宋琦完成网界中精英生物首杀，宣传海报点 JPG。 宋琦的视频也在某音发布。网界体验第2日，猪突猛进，精英 BOSS 首杀。上一条视频的播放量停在了400多万，为宋琦涨了小10W 的粉丝，涨粉量已经超过了过去1年的总和。
随手将视频链接转到粉丝群里。3连懂。群里飘起一堆问号。这么高产？你不是宋琦，快说你是谁？深夜炸鱼，惊起一帮熬夜修仙人。顾不得跟群友水群，宋琦赶紧躺回了生物舱，也不知道赵家村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天色已经微暗，赵家村头架起了篝火，几十口大锅冒着热气，烧烤架上的猪肉被烤得滋滋冒油，数十条长桌拼凑在一起，摆满了酒肉果蔬。男人们喝酒划拳，女人们带着孩子吃得喷香。人间烟火。宋琦站在村口怔怔出神，被张璇一把拉了过去。这是在干什么？两人找了一个角落，拿了些酒肉坐了下来。朝廷这些年愈发的不景气，赋税年年加，村里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热闹过了。还是托了壮士的福，我提议大家吃个大席，好好喜庆一下。村长赵桃也不知道从哪钻了过来，端着一碗小酒，美滋滋的喝了一口，贴着二人坐下。对了，他们刚才剔肉的时候，在野猪肚子里发现了这个东西，感觉像是个宝贝。赵桃在怀里掏出一个被布包裹着的圆状物体，晶莹剔透，散发着阵阵荧光。系统：金芒寿丹，9品灵药，碾成粉末可入水生服，增长气血，强健体魄，入药成丹效果更佳。宋琦眼睛一亮，精英 BOSS 包这个东西的。宋琦手掌覆盖一层气血，微微用力将寿丹碾成了粉末，撒进了酒水之中，一饮而尽。系统：你服用金芒寿丹，你的体格强健，很快将其消化。你的全属性加10，你的气血上限加200。灼热感一闪而逝，宋琦打了个9嗝，神清气爽。第9章主线任务说，对了，村长，关于神祠的问题已经查到些眉目了。宋琦组织了一下周衍的语言，再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见解，转述给了赵桃。黑灰色的雾气，不祥的力量侵蚀，北方有异兽出没。赵桃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一口一口抿着酒，过了好久才点了点头。总感觉好像有些印象，但又不太真切。壮士，明早若是有时间，还请烦劳来小老家中一趟。系统：神祠神力的衰退已完成，评级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200点。觥筹交错，一批又一批人酒醉离席，篝火也渐渐燃尽。一个包裹放在宋琦脚边，是村中几户人家看宋琦的衣服已经被撕破，对比了一下身材后，给宋琦送来了2套干净的衣服。人群中散，宋琦独自一人盘坐在村头，默默搬运气血。武者活力旺盛，已经无需睡眠，若是感觉疲惫，只需要打坐片刻即可。系统没有提示下线，宋琦也就选择继续留在网界中，反正现实也没什么事情。宋琦的脑海中回想着气血的应用，气血可以释放武技，即便不使用武技，也可以附着在武器上，增强武器的破坏力。但是运用气血发出的普通攻击，威力要远远逊色于武技。气血同样可以附着在身体之上，被附着的身体部位会得到一个全方位的提升。但是气血的应用同样存在限制。宋琦发现在上午的战斗中，无论自己如何调动气血，一次性最多只能调动50点。这一限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气血的消耗，但同样使宋琦无法在一瞬间内凝聚大量气血打出超级爆发。目前宋琦还没有想明白影响气血使用上限的因素。不过今天走狗屎运吃掉了周衍的赤黄参，虽然浪费掉了绝大多数药力，但还是增加了500点气血上限。再加上金芒寿丹，现在的宋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心法等级太低导致的气血贫乏问题。等级：功法天才地宝。宋琦用手指在土地上刻下这8个大字，三者齐头并进，才能永远保持头部战力。现在就算有玩家埋头练到10级，也未必是宋琦的对手。长夜漫漫，视野黑暗，不是练级的好时候。那就练刀。经过一天的战斗，劈柴刀法如今有了3%的熟练度，还要勤加练习方可。网界中的技能分为2种类型，一种就是像劈柴刀法这种存在熟练度的设定，熟练度越高，出招的威力就越大。还有一种就是像8门遁甲这种没有熟练度的设定，技能使用的效果是固定的。扶风出鞘，宋琦一板一眼地重复着基础的劈砍动作，累了就打坐搬运，渴了就喝剩下的酒，一直到天蒙蒙亮。系统：你彻夜苦练刀法，劈柴刀法熟练度正2%。收刀，宋琦找了村庄附近的一处小湖泊，跳进去爽爽地洗了个澡，随后才体面地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去老村长赵桃的家。赵桃似乎彻夜没睡，眼窝有些深陷，眉宇间尽是疲惫与忧愁。他迎着宋琦进了院长，给宋琦泡了茶，随后才悠悠道：我翻了村中不少古籍，终于在一本杂谈上找到了一些有关的记载。400年前，大禹也发生过一场规模宏大的叛乱，那时候也出现与近日类似的状况，神力衰退，野兽异常。我写了一封书信，壮士，你武艺高强，能否为我将其送到县城，呈给县尊大人？
村长，你这说的什么话？区区送信小事，何足挂齿？送信，任务难度黄级下等，任务类型跑腿，任务内容帮村长赵桃将信件送给平安县县尊，任务时限3个自然日，任务奖励经验 X100。宋琦一歪头，发现送信任务竟然不是主线任务的后续，什么情况？而村长赵桃那边则感动的眼眶有些泛红。好人呐，好人呐！这个世道，像宋琦这种古道热肠的好人可真是不多了。看着宋琦拿了信跟陆莹转身就要走，赵桃连忙拉住了宋琦。壮士稍后。只见赵桃搬过来一个小凳子，踮着脚在书架的最上面取下来2本泛黄的小册子。赵桃对着小册子长吁短叹，村里没什么贵重的东西，我想这2本祖上传下来的古籍或许对壮士有用。系统化木刀法7品武学，刀身如画，刀意如木，武者职业专属技能。系统惊鸿刀法7品武学，刀出如龙，一瞬惊鸿，武者职业专属技能。宋琦头顶飘过3个问号，你是不是对没什么贵重物品这几个字有什么误解？跟我哥这凡尔赛呢？原来赵家村祖上也算是有大人物，曾经入朝为官，位高权重，只不过那都是20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早已经家道中落，祖宗的财产丢了个七七八八。传到赵桃这代，也就记着这2本古籍还是好东西，但可惜村中已经多年不曾出过武者，这种东西留在手中也没人看得懂，实在是祸非福。再加上昨晚上宋琦狂刷了一波好感，所以赵桃今早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将这2本古籍送给了宋琦。张玄家客房，宋琦收拾起了行李，虽然没有衔接上主线任务，但剧情走向很明显已经指向县城。宋琦估计今后短时间内不会回到赵家村了。1500钱用绳子串成一个圈，方便携带，剩下的跟之前的一同放进腰间的袋子里零花。还有一把山贼的大砍刀，用不上了，留给张玄。金芒兽除了最值钱的兽丹之外，身上的獠牙与刺也颇有价值。几个铁匠手艺人将獠牙磨制了一番，加了个柄，再用金芒兽的皮裁一个皮套，做成了一把匕首。金芒古笔，品质凡品，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15，敏捷30，基本信息攻击力78至85，属性加成5，额外附加出手速度正 8%， 而刺则挑选了12根制式整齐的，经过加工打磨，做成了一副飞针暗器。金芒针，品质凡品，装备需求无，基本信息攻击力42至50，属性加成无，额外附加无。大家还贴心的为宋琦做了一条专门存放金芒针的腰带，将金芒针嵌套其中，用上衣隐藏。而手向腰间一摸，无论哪个方位都能摸到一根针出来，非常方便。宋琦这波刷好感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铜钱用布包好，一身换洗的衣服装进包裹，宋琦推门而出，张玄一就在院中劈柴。张玄面上微有伤感，但似乎早已想清楚宋琦与他们这帮村民不是一个世界中的人。游戏中的角色虽然只是 NPC， 但每个角色都有着人类的情感。宋琦也说不清楚这种与 NPC 的离别是什么滋味，虽然只有短暂的2日相处，但怎么也算是并肩作战过的战友。2人轻轻碰了碰拳，宋琦的身影缓缓消失在街角。张玄院内劈柴声依旧。现世，宋琦登出网见。关于主线任务，宋琦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于赵桃的跑腿任务。按照常理，应该是主线任务继续推进，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先上线看了一眼论坛，很多帖子都在庆祝自己转职成功，还有不少的交易帖、附近求组对贴、帮过任务贴等等。但关于主线任务，却没什么人提及。神慈神力衰退这个任务有这么好过？宋琦觉得，如果不是周衍的一同帮忙，这个任务短时间内很难出什么结果。还是说，大家都没有触发主线任务？由于大家上下线时间都不确定，宋琦也不准备继续在论坛里寻找答案。问鱼呢？宋琦摇了摇头，人家那么忙一 CEO， 估计也没什么空搭理自己。对了，宋琦找到之前跟自己对接的那位运营同学。宋琦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竟然是一个可爱妹子。之前着急上线都没有注意到。宋琦，你好同学，能麻烦你一个事情吗？你认不认识你们策划部的同事，或者帮我问他们一点问题，方便吗？你收到了一张个人名片。对面很快就回了一条消息。宋琦，感谢。双手合十 Emoji 3。名片中的人叫阿辉。宋琦的好友申请发送过去之后，很快被通过。作为往届的精英手杀者，阿辉很明显是认识宋琦的。宋琦开门见山的问出了自己关于主线任务的疑问。阿辉那边沉默了片刻，
对话框中一直显示着正在输入。既然你已经有了大致的猜测，那我向你解释一下也不算违规。关于网界中如何具体触发主线任务，我是不能透露的，但是我确实可以明确的答复你，你的猜想是正确的。网界中不是所有人都能触发主线任务，或者说只有极少人能够触发真正的主线，大多数玩家都只能围绕主线任务跟进游戏剧情。作为一款开放世界游戏，主线任务将影响网界的未来格局与故事走向，而在现实中也只有一个时代的弄潮才有能力左右天下大势。这个道理是互通的，如果人人都能影响到主线任务，那么整个网界也就全乱套了。大概只能讲这么多了。笑，宋琦，多谢多谢，已经足够了。放下手机，宋琦躺回生物舱内，自己只是突发灵感，随便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下线，得赶紧回去，省得东西被人捡走了。重新登录网界后，宋琦先是拿出了赵桃赠予自己的2本技能书。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化木刀法。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惊鸿刀法。系统，你在刀道一途很有天赋，不稍多时便已出窥门径。组合技：化木、惊鸿。前置技：化木。刀不出鞘，但刀翼在身前编织成刀幕，所有处于刀幕中的敌人都会受到巨额伤害，并造成一定僵直效果，至少消耗50点气血。后置技：惊鸿。在化木结束后，拔刀出鞘，身体快若闪电冲向指定方向，沿途所有敌人都受到巨额伤害，并有一定几率造成浮空效果，至少消耗50点气血。二者可以分开释放，但组合释放威力更强。哇！给村长点10086个赞。技能非常强力，而且还是附带 AAOE 效果的组合技，极大的弥补了宋琦群战不利的不足之处。化木与惊鸿作为7品武技，所需力量与敏捷均为60，好在宋琦奇遇连连，要不然这个阶段即便再升几级也很难满足这个属性需求。目前关于主线任务，宋琦有了些大胆的猜测。无论是赵家村还是平安县，在庞大的网界世界中都不过是一隅之地。宋琦所见所视不过是冰山一角，但似乎一切都指向了北方。北地、义军、青衣教，或许真正的故事主线要向北方发掘才是。往南走没多久，就上了去平安县的官道。虽然失去了赵家村神祠的庇佑效果，但行走在官道上却没有那种阴风阵阵的感觉。宋琦健步如飞，不多时，平安县便已遥遥在望。平安县虽然是个县城，但规模属实不小，10米多高的城墙，向远处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也只有玄幻世界才会将一个县城修建得如同军事重镇一般。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搭建着大片为难民修建的窝棚，只不过此时那片区域已经被官兵围了起来，控制难民的出入。宋琦摇了摇头，要是当初自己选择来县城的话，现在的发育估计会很差。系统，你发现平安县获得经验 X20点。有老村长开具的录影，宋琦免去了入城的盘问。城内要比赵家村热闹得多，主干道宽敞整洁，马车来来往往，路边摊位繁多，食物的香味四溢。练了一夜加一上午的刀，闻到食物的香气，宋琦顿时感觉饥肠辘辘。坐在一个面摊上，要了招牌的卤肉面，18钱一碗，粗茶3钱一壶，这物价蹭一下子就上来了，如此咸香，吃起来非常可口。宋琦扒了一大把蒜，一口面一口蒜的炫了起来。正所谓吃面不吃蒜，不如来碗饭。一口气下去，宋琦便是干了6大碗面，看得店小二眼睛都快冒出来了。水足饭饱，宋琦打听好平安县神祠的位置，准备先祭拜神祠，更换复活点。系统，你发现平安县神祠获得经验 X20点。平安县的神祠要比赵家村修缮的好上数倍，百姓们进进出出，对神像祈福。宋琦点燃了3炷香，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叩首，诵念祭文，随后身体被神像照射出的金光所覆盖。庇佑，你受到平安县土地神仙的庇护，在平安县附近一定范围内，防御力提升 20%， 移动速度提升 20%。来平安县现在有2件事要做，一是给赵桃跑腿送信，二是找到赵四口中的王五，寻找8门遁甲的线索。县衙在城中瞩目，宋琦稍加询问就找到了县衙所在。2个差役面色不善的将宋琦拦在了县衙之外。只见左面那一人眉头紧蹙，好像便秘一般，至少得有3天拉不出翔。右面那人愁眉苦脸，好像被人戴了绿帽子，老婆跟别人跑了。第10章，王五的哭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尽管宋琦出示了录影与赵桃开具的证明，便秘哥跟绿帽哥仍旧是一副不通人情的样子，将宋琦拒之门外。就在场面陷入僵持之时，一 NPC 从旁边走了过来，满脸堆笑，对着便秘哥跟绿帽哥点头哈腰。随后也不知道这 NPC 到底出示了什么，
反正是顺利的被放了进去。宋琦鼻子都快气歪了，眼尖的他分明看到那个 NPC 打着出示证明的幌子向便秘哥手里塞了铜钱。这游戏玩真实的是吧？便秘哥跟绿帽哥转头又看向了宋琦，瞬间换上一副严厉的嘴脸。县尊大人公务繁忙，你改日再来吧。要不是宋琦是一名手续玩家，此时便秘哥跟绿帽哥的狗头已经在满地乱滚了。由于宋琦态度不佳，愣是被两人勒索了40铜板才放行。两个 BYD， 晚上给爷小心点，别让爷逮住了，那你可得遭老罪了。进去之后，宋琦被人引到了一处偏厅，好在没等多久，县尊就出现了。系统，你发现角色装任 LV9， 装任板着个脸，就跟大家都欠他多少钱一样。他接过宋琦的信，一目十行的扫了一下，随后上下打量了一番宋琦，开口道：本官知晓了，有劳议事。来人，为议事准备些餐食，本官有事在身，议事自便。说完，装任转身就溜了。系统，送信已完成，评级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点，额外奖励 X20点。啊，这就完了？没有后续任务？宋琦挠了挠头，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不应该啊，饭就不吃了，毕竟刚在外面吃过。早知道先不吃了。一个师爷模样的人引着宋琦出了县衙，临走还赏了宋琦50铜。掂了掂钱袋子，没能触发后续任务，有点失望。但想一想，倒也合理。毕竟县尊跟村长之间的逼格差了不止一点半点，而想要在一名 NPC 身上触发任务，你首先需要在该 NPC 面前体现价值。兴隆酒馆，宋琦将包裹向桌子上一放，立马就有小厮笑脸迎了上来。据赵四所说，这里就是王五打工的地方。宋琦点了一壶酒，要了些下酒菜，装作是过往歇脚的食客，实际在暗中打量。但巡视了几圈之后，发现店内并没有名叫王五的 NPC， 平安县中并没有第二家叫兴隆的酒馆。那王五是放假了，还是不干了？招手叫给自己下单的小厮过来，你们酒馆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王五的人？小厮听到宋琦的话，明显愣了一下。有是有，不过已经有2天没来了。听说。看小厮吞吞吐吐的样子，宋琦不动声色地往桌子上摆了几文钱。小厮手脚麻利地将铜钱一卷，瞬间换上一副殷勤的笑容，压低声音道：小的也是道听途说，王五在赌场输了不少钱，欠了一屁股赌债，被赌场的人抓走了。2天了还不见人，估计是哪个赌场？青上阁。青上阁听着像是个高端会所的地方，但其实是平安县最大的赌场。宋琦一边喝着酒，一边敲打着桌子。目前8门遁甲唯一的线索挂在王五身上，王五要是死了，那就全都断了。而且就算没死，这事也难办。一个地方能开启赌场的，都不是什么好招惹的势力。宋琦又向小厮打听了王五家的地址，吃光了酒菜，准备先去王五家看看有什么线索。宋琦发现系统地图来到城里之后变得好用了些，虽然不会像导航一样显示出哪个院子或者哪家商铺的具体名称，但是可以显示出城中的街道名字，这极大的缩减了宋琦问路的频次。王五家院外，宋琦纵身一跃，轻飘飘地落进了院内。院内一片狼藉，房门虚掩着。宋琦推门进去，屋里比狗啃的都要干净，看来是值钱的东西都已经被搬走了。搜寻一番无果后，宋琦轻叹一声，准备找个客栈先行落脚。没想到一个黑影却突然从院落中的角落出现，向着大门口窜了过去。宋琦眼疾脚快，EGO 就踹在了黑影背后，黑影惨叫着摔了个大马趴。系统，你对王五 LV3 造成50点伤害。宋琦看着疼得满地乱爬的王五，瞬间笑了出来。看来这王五并没被人抓走，而且有股小机灵劲，还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可惜王五原以为屋子被人搬空，再藏回家里，起码能躲一阵时间，没想到横空杀出个宋琦。大人饶命！饶命！你再宽限我些时日，3天，就3天，我保证还钱。起来说话，我不是要债的。啊！王五迷茫地抬起头，看着宋琦。道听途说果然不可信。原来王五虽然在赌场里输了钱，但是却并没有欠赌债，而是在一处地方借了高利贷。本想着拿钱回本，没想到又输了个精光。如今还款日已过，利滚利之下，王五只能被讨债的小混混追得东躲西逃。看宋琦确实不是来要债的，王五松了一口气。你还记不记得赵家村的赵四？王五神色闪过一丝迷茫，随后才一脸恍然大悟，毕竟2人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想起来就好，你之前用一些书抵了欠赵四的钱，你告诉我那些书哪来的？王五的眼睛滴溜溜转了起来，支支吾吾的故作幼儿言他。宋琦没了耐心，啪啪2个大嘴巴子呼在王五脸上。王五被掀翻在地，门牙险些被宋琦扇下来。扶风出鞘，抵在王五脖颈上。宋琦阴森森地说道：你再不说，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反正大家也都认为你被赌场抓走了。宋琦越是这样逼问，王武越觉得有问题，因为那些书确实有些来历，虽然那事已经过了好多年了。王武在地上撒泼打滚起来，也不怕被刀子割了喉咙，连滚带爬地凑到宋琦脚下，抱住了宋琦的小腿，仿佛抱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大侠，大侠，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到时候你想问什么我都告诉你，你要是不帮我，杀了我也不说，被你杀也是死，被他们抓住了也是个死，反正都是个死。宋琦被气笑了，这小子还真他娘是个人才，看出来自己不是真想杀他。抽了抽脚，宋琦也不敢太用力，刚才那2下子就给王武血条下了一半，宋琦生怕再来一下子给王武踹死。你起来说话，跟个人似的行不？你想我怎么帮你？我帮你还钱，你欠了多少啊？听到宋琦松了口，王武也不哭不闹了，瘫坐在地上冲宋琦比划了个800钱，8000。宋琦白眼一翻，一脸无语，合着你小子还挺骄傲。我其实没借那么多，他们利滚利的也不知道怎么算的。王武小手一摊，耍起了无赖。王武的哭诉：任务难度黄级上等，任务类型跑腿，任务内容帮王武摆平他的债务纠纷，任务实现一个自然日，任务奖励经验 X1000，评价鸡肋，食之无味。看着任务面板，宋琦陷入了沉思。既然任务都已经触发了，宋琦也就断了严刑拷打的心思，毕竟这活宋琦没什么经验，万一有用的没问出来，人就被打死了怎么办？而且任务难度不高，还有些经验奖励。问话宋琦不怎么擅长，做任务宋琦可是会的。还钱是不可能还钱了，不过只要把要债的全砍了，你自然就不欠钱了，狗头。而且一帮放高利贷的，砍了也全当为民除害。你管谁借的钱？叫什么？住哪里？大侠，你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一会我就去帮你把账平了。你就在这等着我，后半夜我回来找你。此时正是下午，太阳还没下山。宋琦先是买了个斗笠与面巾，以作今夜之用，随后找了间客栈，开了房，将包裹跟弓箭存放了下来。现在街上还人来人往，不是动手的时候。宋琦盘坐在床头，搬运气血打发时间，直到天色大暗才戴好斗笠，系好面巾，翻窗而出。平安县有宵禁，街上空无一人，夜黑风高，正适合宋琦动手。凭借着高超的感知，宋琦避开一波波巡逻的官兵，来到了王武所述的平柳巷。放贷之人姓吕名图，是这一片有名的大混混，听说有些背景，手底下聚集着10几个地痞无赖，不止放贷收债，还收这片商户的保护费。进平柳巷右手最里面的宅子，就是吕图平时放贷的场子。白天放贷收债，晚上则经常聚集一众小弟喝酒耍钱。巷子里一片昏暗漆黑，只有这家宅子里灯火通明，传出阵阵喧闹之声，看来是没找错地方。哐的一声，宋琦踹开了院子的大门。外院中，吕图的一众小弟正围着一张大桌子玩骰子赌钱，门板被宋琦势大力沉的一脚给踹了下来，砸出了一股不小的灰尘。小弟们一脸懵逼，看着穿着打扮就是来闹事的宋琦粉墨登场。场面话也不用招呼了，小弟们拍案而起，叫嚷着抄起手边的家伙，冲着宋琦冲了过来。画木，宋琦右手轻抚刀柄，道道刀意在外院之中纵横，院墙、房梁一处处刀痕触目惊心，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飘过，让宋琦不由得紧了紧脸上的面巾。断肢残臂，血色弥漫，一众地痞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已成刀下亡魂。画木的威力远非凡人可挡。系统，你对地痞 LV5 造成280点致命伤害，地痞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50点，额外奖励经验 X10点。播报连响了13声，共计780点经验入账。其实往界中的怪物经验还不错，可惜的就是怪太少。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玩家动了歪脑筋，想要乱杀平民升级怎么办？目前官方为了维护网界世界的正常运行，会对该玩家及时进行永久封号处理。狗头，旅途并不在外院之中。宋琦穿行进内院，最大的屋子内传出阵阵声音，男人的淫笑声，女人的哭喊求饶声。宋琦蹙了下眉，这旅途还在这违背妇女意愿。同样是一脚踹翻房门，宋琦大踏步进了房间。床上旅途一脸淫笑，将一个妙龄女子压在身下，衣服扯碎了大半。这咣的一声传来，吓得旅途浑身都是一哆嗦，估摸着今晚就算不出事，今后也得彻底萎了。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旅途回头，面容狰狞，瞪大双眼，死死盯着宋琦，没再喊什么来人啊之类的话，因为这时候正常有脑子的人应该就知道人已经死光了。旅途大吼一声，不知道在哪抽了把刀出来，速度很快，不像是普通人。当，扶风出鞘，
跟旅途的刀撞在了一起。旅途 LV7 搬运镜，生命模板普通，生命值800，其余信息不详。旅途是宋琦遇见的第一位武者 NPC， 所以他的面板略显不同，不过仍旧是普通生物。宋琦猜测，如果没有什么专业性的侦测技能，面对越强大的转职者或野怪，系统所能提供的面板就会越模糊。旅途很明显已经学会了气血的基础应用，手中长刀附着红芒向宋琦砍来。虽然招式迅猛，但刀法杂乱无章。宋琦几招劈柴刀法下去，就将旅途砍得险些握不住刀。看来旅途并非什么个中高手，只是一个侥幸练成了一本武学心法的幸运儿。宋琦涌动气血，准备一刀直接破掉旅途的气血防御。没想到旅途在被击退之后，竟然低吼一声，双目赤红，赤裸的上身肌肉凸起，青筋暴涨，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势。旅途的速度与力量一瞬间似乎增加了数倍，势大力沉的一刀劈下，宋琦感觉虎口一麻，符风脱手而出。开门，开！宋琦瞬间将气血覆盖双腿，倒退而去拦住了崩飞出去的符风。旅途发出了这一击之后，全身气息下跌，瞬间萎靡不振。扑哧一声，宋琦去而复返，将符风插入旅途的胸膛。旅途目光瞬间黯淡，临死前终于说出了一句还算应景的过场台词：你究竟是谁？在下正是玩家，而且还是一个正在做任务的玩家。在旅途略显迷茫的目光中，宋琦抽出符风，旅途的尸体软软倒下。系统，你对旅途造成800点致命伤害，旅途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7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42点。呼，好险！没想到旅途这么个小怪竟然还有个技能，差点阴沟里翻船了。床上的女孩基本上已经吓傻了，宋琦也没有时间管她，毕竟跟旅途交战的声音似乎不小，估计巡逻的官兵可能一会就赶来了。旅途肯定有不少财产宝物，得赶紧搜刮一下战利品。首先，旅途用的那把刀就很不错，攻击力不亚于符风，但很可惜，不管是拿来用还是拿去卖，都容易被认出来是赃货。不过宋琦还是很快就在屋内找到了一处暗格，强行破开之后，里面有一本技能书，几串珠宝，10几根1两重的小黄鱼。干！旅途这小子可太他娘的有钱了。虽然不知道这边金银铜钱转化的比例如何，但这些玩意就算放现市里也价值不菲。发财了！找了块布将东西一包拎在手里，宋琦来不及看技能书，准备先行撤退。险些遇害的 NPC 女孩回过些神来，趴在床上嘤嘤的哭。宋琦本想抽出一条小黄鱼扔过去，但转念一想，这恐怕还得害了这女孩，将兜里的铜板留了些给女孩。宋琦翻墙而出，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了起来，很快淹没了宋琦的一些痕迹。这是宋琦在往界世界中第一次遇见气候的变化。第11章大生意。宋琦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些武侠小说中的大侠，终日浪迹江湖，行侠仗义。可是长大后，宋琦开始有了一些疑问，那就是这些大侠平时也不工作，为什么出手还那么阔绰？就算去酒楼吃一顿便饭，也能随手甩出一块银锭，并嘱咐店小二不用找了，然后行色匆匆的离开。现在宋琦大概是明白一些了，或许小说中的大侠也会经常像自己今日这样做点结、搭、附、借、记、G、平、she 的勾当。系统，王五的哭诉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400点。王五家中，王五闻着宋琦身上散发出淡淡的血腥味道，吓得手脚冰凉。这位爷说是去给自己屏障，鬼知道到底做了什么。面对宋琦的再次发问，王五如同倒豆子一样全部交代了出来。王五有个表哥叫王麻子，小时候就被江湖中人领走了。7、8年前，王麻子回到了平安县，找到了王五，在他这寄存了一些书，随后便杳无音信。王五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武林秘籍之类的东西，专门请人来给长了眼，寻思自己也来练上一练，逆天改命当个人上人，结果也没看出来什么门道。该说不说，王五是个有商业头脑的。虽然王麻子留下的东西看似没什么价值，但是王五还是去集市上搞了一些类似的书，吹嘘自己表哥王麻子是武林高手，留下了一批武林秘籍，在市井间兜售了起来。信了的傻瓜还真不少，但最终也没有人练出什么名堂。久而久之，王五的生意也黄了，家里还剩了一大批东西，又被王五想尽办法各种包装，在这2年抵了不少欠下的赌债。而王麻子留下的那些正品货，大概就是混在了赵四那一摞里。这么多年过去，王麻子或许早已经死在了外面，这事要不是宋琦专门来寻根问底，王五或许都快要忘记了。王麻子，北地，云州，门泉山。王麻子曾经跟王五浅提过一嘴，他在那里习武。虽然线索有些模糊，但终究还算是有些方向。说来也巧，云州还是宋琦在往界中的故乡呢。
宋琦趁着夜色摸回房间，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检查今夜收获。系统，你支付200点经验学习燃血术。系统，你的悟性很高，稍加研习便已将其掌握。燃血术8品秘术，可以超越武者身体极限，爆发出更多气血，发出一次攻击，爆发出的气血总量取决于使用者体质。一击过后，使用者全属性下降 80%， 并在短时间内无法调动气血，持续时间不详。武者职业专属秘术，这一招大概就是当初旅途爆中的那一刀，具体能爆多大的种暂时不得而知，但一刀过后没能取胜，基本等于记了，可以当做一个拼命绝招，或许有些时候也能突发奇效。这个世界果然是人人皆有机缘啊！宋琦心中如是想着，不过得找个时间试一下这个技能，要不然再给自己坑死了。至于那些钱，宋琦打算明天上街逛逛，看看黄金的购买力如何，起码要买匹好马用来代步，如果县城有的卖的话。长夜漫漫，无事可干，宋琦干脆锁好门窗，登出了网界。宋琦现在的身体跟生物舱愈发适配，理论上只要生物舱中能量供给充足，宋琦很长时间不下线也不会有问题。而且在生物舱中，人体处于深度放松状态，回到现实中不仅不会疲惫，反而神采奕奕，相当于有效生命直接翻倍。打开窗帘，清晨的阳光照进屋内。对于宋琦而言，网界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回到现实的这一刻令宋琦不由得有些模糊。打开某音，上一条视频在星恒官方的推动与某音有意的扶持下，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粉丝又涨了好几十万。最离谱的是，有很多粉丝并不是游戏圈玩家，而是被宋琦颜值吸引的漂亮妹子狗头。而且宋琦这个视频不仅带动了网界的热度，更带动了一波古风的热度。不少博主都出了古风变装、古风穿搭、手持刀剑这种比较飒的视频，再搭配上比较有江湖气的古风 BGM， 一时间热度暴涨。虽然现在宋琦还没有接广子，但宋琦的账号之前就已经参加了某音的一个视频计划，如今2个爆火的网界视频直接为宋琦带来了小20个 W 的收入。哭唧唧，热泪盈亏，混了这么多年游戏圈，终于要混出头了。刷了一会美腿黑丝、洗地毯、修驴踢等令人灵魂升华的小视频后，宋琦终于找回了一点自己是活在现实中的感觉。打开某信，周衍的对话框里蹦出几十个红点，给宋琦打了不下10个语音电话。而且宋琦发现周衍给自己拉进了一个名为南府郡交流会的聊天群里，不过群里暂时只有拉人信息，没怎么说话。南府群，这是个网界群。宋琦拍了拍额头，这2天几乎没怎么下线，估计周衍那边是有什么急事找自己。一个语音打回了过去，没过多久就接通了。回想了一下，上次给周衍打语音也是一打就通了，这人平时都在线下。大哥，你可算是下线了，你把某信授权给生物舱的智能助手，就可以在线上接到语音了。哦，宋琦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还能这样操作。好了，我找个地方下线，线下说吧。噔，语音被周衍挂断。没过多久，南府郡交流会里发出了一条消息：周衍，大家都在吗？宋琦扣了个1，后面跟了8个1，总共10人，9男1女。哇，宋琦大神！群内唯一的一个叫魏白的妹子发出一堆感叹号。低调低调。正如宋琦所想，这是一个周衍拉起来的网界游戏群，群内10个人均是红安州南府郡境内的玩家。网界的先行体验官都是经过星恒官方仔细甄选出来的，不仅拥有较高的脑电波活跃强度，而且游戏经验丰富，所以整个玩家群体中都没有什么菜鸟。红安州境内共设有10个郡，平均每个郡大概要降生200名左右的玩家，而这个南府郡交流群更是周衍精心挑选出来的一个高端玩家群，大家都各自完成了转职，等级处于5级左右，拥有不错的强力技能与装备。不过比较离谱的是，群里10个人竟然只有宋琦跟妹子魏白是武者，其他人都是道士。用周衍的话说，武者这个职业总得冲上去打生打死，不够优雅。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武者职业的鄙夷，遭到了宋琦跟魏白的联名声讨。大家各种话题聊了一会，互相熟络了起来。周衍将话题扯回了正题。周衍，诸位，接下来我有个大生意要跟大家商量。玩了几天网界，大家说话多少都带了点古言古语。宋琦，什么大生意？周衍，诸位可曾听闻青上阁？青上阁有点耳熟。哦，平安县的那个赌场。周衍也来平安县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打上次一别，周衍去了张家村所属的康川县。在康川县，周衍打入了一伙流窜的响马内部。随后他得到了一条大消息：青上阁并非仅开在平安县城，南府郡中共有3府16县，其中平安县附近的12个县城中均有青上阁的买卖。赌场一开，
资金流水无数，铜钱无处堆放，所以差不多每3个月时间，清上阁就要去南府郡的首府朝鲜府将铜钱兑换成银锭。按照南府郡这边的汇率，1两制式的官制小银饼可以兑大约100至150铜钱，而清上阁1个季度的纯利将会兑换成白银1万两，押送回清上阁的总部平安县之中。而这群响马不知道在哪里得知了消息，竟然打听清楚了清上阁的押运路线以及时间。平安县城西北80里地有一处山谷，名为离台谷，乃是平安县与朝鲜府之间的必经之路。这群响马决定在那里动手，劫了清上阁兑换下来的1万两白银。周衍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内心更加不平静。虽然加入这帮响马干上一票也能分润不少，但终究拿不到太多。于是周衍便在酒菜里下了毒，把那一群响马全给干翻了。随后周衍开始联系南府郡内所有的玩家，几经筛选过后拉了这么个群出来，目的就是玩家们一同出手打劫1万两白银。周衍不出2日，清上阁的车队就会在朝鲜府出发。虽然敌方实力不明，但这群响马的实力也不算太强，既然他们敢动手，想必是有些把握。周衍、诸位都是南府郡的高端玩家。周衍，要知道现在一株只能微微提升法力、道士的超凡之力或气血的9品药材，售价都要10几两白银。前期地方小，花费少，但再换地图前就跟水一样。周衍，错过这次，短期内很难再找到搞大钱的机会了。虽然风险同样很高，有可能装备全爆，有不想冒险的人可以自行退群。退群？这么刺激的事，怎么可能有人退群？虽然生意是个大生意，但是要讨论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名为董普的玩家率先发出了疑问：我有问题，得手之后利益如何分配？而且1万两白银如何存放？清上阁的买卖做得这么大，背后势力定然很强。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即便做成了这一笔，我们在南府郡内恐怕也无法立足了。董普的话很有道理，分配暂且不谈，大家都还有不少任务挂在南府郡境内，不可能像响马一样干完一票就开始流窜。而且万一消息走漏，再被官府通缉，今后连城基本都进不了了。周衍，这些问题我基本已经有了大致计划。周衍，先谈分配，我个人提供了消息，所以我个人独占2成，余下的钱按照大家在战斗中的贡献来分配即可。周衍，至于存放问题，我也打听清楚了。周衍，红安州首府洪都府有一家昌宏钱庄，他们家的银票在大余境内各地首府皆可兑换。周衍，实不相瞒，我有一件法宝乾坤袋，虽然内置空间不大，但是还能装得下1万两白银。周衍，得手之后，我轻装从简，即刻前往洪都府，大家的钱就兑换成银票，暂存在钱庄中，今后大家可以自行来洪都府领取。不得不说，周衍为了这单买卖确实是做了功课的。虽然计划略显粗糙，但是时间紧迫，大家决定上线会合之后再加商议。大家距离伏击之地都不算近，最终众人约定明日日落之前在那处山谷会合，提前做一些伏击的准备。群聊暂停，大家都纷纷上线去了。此时往界中正是深夜，平安县宵禁加关城门，即便上线也干不了什么，所以宋琦一人打开了撸啊撸，单排奋战了起来。你生前坏事做尽，死后该下地狱，但是因为你玩撸啊撸单排打 AD， 所以判官认为你已经服完了刑。在被各种花活辅助花式折磨了几个小时后，宋琦终于结束了折磨，登陆往界去了。在客栈对付了一口早餐，宋琦跟小厮打听了一番城中卖马的地方，准备退房去买马。尽管宋琦的脚程很快，但是宋琦可不准备小100里路的腿奔过去，那可太没有逼格了。平安县虽然也有卖马的地方，但没有什么专业的马市，而且也没有什么好马出手。虽说宋琦不太懂马，但看着面前的一众小矮马，也能大概清楚这不算什么好货色。最主要的是，就这品相，一个个还卖得死贵，最便宜的一匹也要4000钱。在几个卖马的地方挑选了一番，宋琦最终选了一匹全身枣红色，看起来卖相不错的小母马。经过跟卖家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宋琦以1万钱的价格买下了小母马。平安县这边金与铜钱的汇率大概就在1万左右，看着宋琦掏出的小黄鱼，卖家笑容更甚，还不待宋琦开口，就主动送上了一套上等的马具。系统，你获得了一匹马，请为它命名。红云。宋琦发现自己在买下红云之后，系统界面中多出了一个坐骑模块。坐骑1，昵称红云，等级5，生命值400，体力值800，亲密度1%，属性力量15，体质40，敏捷32，智慧12，精神18。红云是痞傲娇的小母马，即便已经被卖给了宋琦，仍旧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不过当宋琦连续喂了他几把上好的金饲料后，红云的亲密度就蹭蹭上涨了好几点，乖乖的变成了任劳任怨的小马驹。原来是一个傲娇的小吃货。
宋琦不会什么马术，但架不住身体平衡性太好，才练习了2分半，就悠哉悠哉地骑着红云走在街道上。县衙门口的告示栏上张贴了新的告示：平柳巷吕某等若干人遭遇神秘刀客杀害，凶手手段残忍且武艺高强，若有线索提供县衙赏钱300。果然，半天的功夫还没出，平柳巷的尸体就被人发现了。可惜宋琦昨晚已经全副武装，再加上一场大雨，除了满院子的刀痕之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百姓们围着告示议论纷纷，不知道是哪路豪侠终于出手惩治了旅途这个恶霸。宋琦骑着红云路过，远远的就望见了告示栏上的一些告示，除了新张贴的悬赏自己的告示，还有不少其他强人的悬赏、杀人的、盗窃的、抢劫的，五花八门，什么罪犯都有。宋琦捏了捏下巴，又想到了自己的那个山贼任务，到现在了，仍旧一点线索都没有。而且县城的告示栏里似乎也没有关于山贼的信息。虽然山贼任务的奖励未知，但它毕竟是一个旋级上等的任务。等跟周衍干完这票，宋琦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逛一逛平安县附近的山了。第12章，往届大镖客。别看红云个子小，但耐力属实不差，一路上小马蹄哒哒哒，速度也不算慢。解放了双脚的宋琦一路上沿途欣赏往届风光，几个时辰后就赶到了众人的聚会地点——梨台谷。从下方向上望去，两岸岩壁平平无奇，谷底虽深却并不狭窄，并非是宋琦之前想象中的险地。宋琦远远望去，在峡谷的入口处，一人身着深色的道袍，负手而立，似乎在眺望远方，颇有逼格。近了一看，不是周衍还能是谁？你个逼，现在倒是装起来了，又不是当初差点被爆菊花的时候了。翻身下马，宋琦把自己为红云准备的金饲料袋子与装着瓜果的袋子都塞进了红云的马嘴里，拍了拍红云的脑袋，宋琦嘱咐道：“你去找个林子藏起来，也不要跑太远，遇见人就躲开，知道了吗？毕竟接下来可能是一场恶战，红云又不是专业的战马，宋琦可不想刚买的小马驹第一天就嘎了。”红云翻了个白眼，鼻子里吐出2道气，叼着东西哒哒哒的走了，那神情似乎在说：“本小姐精明着呢，用你个笨蛋人类教。”马匹只会在主人附近的区域内进行自由活动，再加上附近也有不少野草，肯定是饿不到红云的。远处的周衍似乎也看见了宋琦，迎了过来。好家伙，宋琦看着周衍的打扮，不仅身上的道袍品相不凡，脑后的道簪，腰间悬挂着的宝剑、香囊，还有几块玉佩，似乎都不同凡响。侥幸找到了几处墓葬，宋琦一副了然的神色，这逼的眼睛天生就是干这行的主。等等，扶风该不会也是陪葬品吧？太阳落山之前，南府郡的一众玩家终于聚齐，8个道士，2名武者。道士大爷们的打扮大同小异，都是一副神神叨叨的神棍模样。最有反差的还是唯一的妹子魏白，魏白也就1.6米左右的身高，一张娃娃脸，整个人显得娇小可爱，但是手里却提着一杆比宋琦命都长的大枪。要知道，武者的武器可不是随便选一个就拿来用的，肯定会有与之搭配的强力技能。魏白这么可爱的一个萌妹，竟然耍起了大枪，真是人不可貌相。众人闲聊了一阵，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虽然大家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电视剧总归是看过的。一般这种高打低都是两面岩壁上埋伏重兵，先是滚石雷木招呼一波，然后弓箭手点着火箭就开始往下面酷乱射。山谷的2头出入口再派些人看着，最终实现一波漂亮的全歼。宋琦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作战方略，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只不过总共就10个人，人手上有些不足，有些步骤肯定是要精简的。首先就是在山谷上方堆积一波物料，身残体弱的道士大爷们肯定是没法高效的承担这种重活了，所以宋琦跟魏白2名武者分别带着4名道士分成了2队，2队人马一左一右登上了山谷，在山谷上方搜集大块的石头，堆积在山谷的中部地段。这样，当青上阁的车队经过山谷中段的时候，众人将滚石推落，就可以使其首尾不得兼顾，进退两难。而弓箭手的火攻战术则完全可以由8位道士来替代。五行法术是道家最常见的技能，而其中火法更是烂大街的烂大街，所以8个道士基本上都有点纵火的本事。众人在摆放了足够多的滚石之后，又商议了一下站位的问题。为了防止身份暴露的可能性，最好是能将青上阁车队的成员全歼。所以最终的商议结果是，最开始由8名道士分成2波，一左一右各4人，在山谷上方进行远程火力压制。而宋琦与魏白这2位身派强 CAO 体肉壮厚的武者同学，就负责在平安县方向的出口处隐蔽，拦截想要冲出去的车马。而2个道士小队则在火力压制结束之后分头行动，左面一队快速下山支援宋琦2人，右面一队从朝鲜府的入口方绕后，一是可以截杀逃跑之人，二是
可以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然后由于视野的关系，望风跟确认消息这种事情就交给山谷上的8个道士来负责。至于他们怎么轮班，怎么进行远程战术配合，就跟宋琦2人无关了。最后，团队之间的沟通交流经过检测，只要喊话的声音够大，山上山下的人都能听见。不过为了战术交流不被 NPC 截胡，大伙决定用简单的英文进行交流。这对于大学英语过了4级的宋琦来讲，那简直是毫无难度。How are you? I'm fine. 栓 Q。山谷下方的一处草丛中，宋琦跟魏白隐蔽在里面，等着山谷上面传递信号。魏白跟变戏法一样拆开一个又一个包裹，不仅有酒水糕点，还有各种小食。宋琦，猫猫点赞点 JPG。论零食这方面的造诣，果然还是女孩子更擅长一点。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开心的在草丛里分起了零食。酒足饭饱，夜也渐渐深了。山谷是一处风口，大风吹得呜呜直响。好在宋琦2人这里是一处避风的地方。至于在山谷上方的众人，那可就是遭老罪了。为了养精蓄锐，2人也不再闲聊，默默搬运起气血。一夜无事，直到第2日旭日初升，山上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喊声 ：“Fox, fire！” 打起来了。宋琦提起手中的符封，戳了戳正在打瞌睡的魏白。山谷上道法齐出，周衍袖袍翻飞，几张符纸凭空而起，一口真元喷吐其上。顷刻之间，几个脸盆大小的火球形成，呼啸着向山谷中央砸去。火法焚！周衍正式打响了离台谷战役第1枪，真元翻涌，符纸漫天，一颗颗巨石被2者包裹，变成了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火焰巨石，在岩壁上滚动着滑进山谷之中。木法万物生！岩壁之间，山谷底部本已进入秋季而枯黄的植被，重新焕发出生机，茁壮成长了起来。大量的草木瞬间被火焰点燃，一时间火势更加汹涌。风！大风！一名玩家双手高举过头顶，状若癫狂。狂风呼啸而至，地面上卷起数道小型的旋风，大量的火焰被旋风吸附其中，变成了一道道火蟒，在山谷之中横冲直撞。烈火、烟尘、哭喊声、马匹受惊的嘶鸣声，一时间整个离台谷乱成一团。倒是在这种大规模的作战方面，确实略胜武者一筹。谢，有精英怪，还好全都是搬运进的武者，一共15个，里面有一个7级的精英怪。大规模的 AOE 砸下去，一众 NPC 的面板已经被山谷上的道士们捕获。随后喊声传入宋琦耳中，无论武者还是道士，每10个等级为1个境界。武者的第1个境界叫搬运，道士的第1个境界叫参辖。据说跨过一个大境界，并非是9级提升到10级那么简单，而是有一个比较质的飞跃，就像玄幻小说中的设定一样。虽然现在处于游戏的大前期，但大家还真怕像青上阁这种大势力弄一个第2境的 NPC 出来。至于 NPC 里面为什么没有道士，那是因为在往届的世界观中，道士是很稀少的物种。这玩意讲究一个天赋跟机缘，不像是武者，只要家境殷实，磕得起药，练一个搬运镜还是不成问题的。山谷中火光四起，牲口们都受了惊，拉货的车横七竖八倒在地上。这么看来，这么大的一个车队押送的不仅有白银，还有不少其他货物。不是武者的普通小怪，在8位道士的一波组合技之下，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只有武者气血加深，是刀山火海如平地，虽有狼狈，却并不致命。一道道身影自火海中跃出，宋琦眯眼数了一下，总共是10个人，看来有5个是退向那边的入口处了。宁立果是青上阁车队的领头，一身武艺高强，是青上阁中的个中高手，深得青上阁大老板的信任。这2年的银钱押送基本都交由宁立果来负责，从未出过纰漏。莫成想今天竟然遇见了一群胆大包天的臭道士。此时的宁立果披头散发，脸上沾了不少黑灰，指挥着一众小弟冲出火海，准备冲上去先杀了那帮臭道士，再回来抢救货物。莫成想山谷的出口处竟然有2个戴着斗笠的蒙面人，左面一人背靠着岩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右手已经按捺刀柄；右面一人虽身材削瘦，手中却横着一把大枪，枪锋寒光阵阵。宁立果举起手中长刀，大喝一声：“真有不怕死的，连青上阁的车队都敢！”然而莫等宁立果说完话，一股森然的刀意就已扑面袭来。系统等级提升至5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3点，你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系统等级提升至6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3点，你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这段时间宋琦总共积攒了3826点经验， LV4 升到 LV6 共需800加1600点经验。面对7级的精英怪，理当全力以赴。自由属性点暂且保留。开门！开！化木！刀影闪烁，如同编织成一张大网，冲着宁立果笼罩而下。
宁厉果 LV7 搬运劲舞者，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4000，其余信息不详。精英怪我来，其他小怪你来。魏白没有逞强，点头示意知晓。然而宋琦的话音还没落下，人影便已消失不见。惊鸿，扶风出鞘，声音似雷霆咆哮。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飞驰过大地，所过之处皆留下寸许深的刀芒。宋琦的身影在宁厉果身后不远处站定，刀身之上点点鲜血流淌。系统，你对宁厉果造成800点伤害。宋琦眉毛一挑，这个精英怪似乎有点弱，感觉还没有金芒兽来的棘手。其实并不是精英怪不够强，而是相比于之前宋琦便强了太多。不仅有等级的提升，还有赤黄参与金芒兽丹带来的全属性提升，再加上更高级的武技。而且随着宋琦基础属性的不断提升，8门盾甲发挥出的威力也在隐性加强。假如最开始宋琦只有20点属性，翻倍后也只是增加了20点，而现在宋琦的力余名已经超过了70点，同样是翻1倍，但增长的数值已经是天差地别。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同级别的生命模板大多数非人类怪物属性确实会比 NPC 高，所以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现在宋琦的实际战力已经超过了这个阶段的人类精英模板。宁厉果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即便胸口的伤痕在不断滴血，他仍不愿意相信自己被这个蒙面刀客一刀破了气血防御。宋琦的身影再次杀来，劈柴刀法连连击出。面对 NPC 型怪物，宋琦没法再使用自己的 bug 开关法节省气血，因为瞬间的全属性下降会导致宋琦的速度、反应以及感知等一系列因素下降，这在高手对战之间可谓是天大的破绽。尽管宋琦现在已经有1300点气血，不过也只能维持宋琦几分钟的高强度作战，所以宋琦猛猛抢攻，准备在气血耗尽之前干掉宁厉果。鬼知道精英模板的 NPC 会设置多少点气血，不出几招，宁厉果就觉得身子忽然一僵。是劈柴刀法的破定效果生效，一刀竖劈直奔宁厉果胸口，给宁厉果的胸口纹了个十字花。系统，你对宁厉果造成180点伤害。宋琦这边压着精英怪打，魏白那边的日子可就有点不好过了。他没有宋琦这一身变态的属性，打起来双拳难敌4手，不多时身上就多了几道血痕，气血蹭蹭的往下掉。好在他的枪法附带一定的击退效果，凭借着1寸长1寸强的优势，勉强支撑了下来。周岩所在的道士小队终于下了山，为魏白分担了压力。参辖境的道士法力有限，放不了太多强力的技能，而且往界里的 AOE 可不会因为你是队友就没有伤害，所以这样近身贴在一起反倒有些束手束脚。不过好在大家的配合还不错，很快就形成了一套以魏白为主题的临时组合，将一众 NPC 拦在了山谷之内。而当众人奋出精力来看最为主要的精英怪战场时，就看见了宋琦在追着精英怪狂砍。宁厉果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惧意，他知道自己不是这个蒙面刀客的对手。宁厉果本就是以灵活迅捷而见长的刀客，这些年来凭借着一本8品武技拂柳刀法，在南府郡的地界中鲜有敌手。但是面对宋琦这种力量与速度都在他之上的刀客，缺少爆发力的宁厉果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逃，只有逃。至于青上阁的报复，那都是后话，能活一天先算一天。宁厉果有2项技能，一是拂柳刀法，二是玄云步。玄云步虽是一本轻身功法，但却不是腾挪躲闪之术，而是一本适合长途奔袭的身法。所以宁厉果一门心思要跑，宋琦竟然还真追不上他。怪太智能了也不好，因为他打不过知道跑。第13章离台谷大捷。宁厉果3步并2步的冲着山谷的另一头跑去了，几个呼吸间就甩开了宋琦4、5个身位。宋琦急了，那边的入口处虽然也有4个玩家在守着，但很明显那边的战斗还没结束，肯定拦不住宁厉果。煮熟的鸭子还能飞了不成？宋琦的眼底闪过一抹血色，浑身的气血喷涌而出。这是宋琦在旅途身上获得的技能燃血术。吃！宋琦上身的衣服被狂暴的气血撕裂，露出宋琦精壮而赤练的肌肉线条。本用来拼命的技能，如今被宋琦突发奇想，用作于爆发的终结技。毕竟形势一片大好，就算没能一招击毙宁厉果，后续还有其他队友托底。宋琦的身影站定在原地，扶风归刀入鞘，右手按捺住刀柄，脚下扎出一个马步，拔刀惊鸿，刀声如雷，气血如海。这一刀500点气血的功夫，你挡得住吗？山谷中轰鸣阵阵，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都觉得耳鸣不断，眼前仿若一道流光闪过。一声哀嚎传遍山谷，那是宁厉果临死前发出的惨叫。系统，你对宁厉果造成3020点致命伤害，宁厉果死亡。
你获得基础经验 X7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140点。大地上蔓延出深深的裂纹，宋琦赤裸着的身形缓缓自烟尘中浮现。宁厉果在这一刀之下已然4分5裂，疲惫感与虚弱感不断袭来，胸腔如同点燃了一团火焰，刺痛的厉害，只能凭借不断的大口喘息平息这种刺痛感。宋琦一时间感觉甚至有点拿不住扶风，只能将扶风插入地面，撑住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倒下，留给身后众人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维持住自己的帝王形象。全属性下降 80%， 气血一栏所剩无几，且变成了灰色。最要命的是体力值下降的厉害，宋琦自打成为武者之后，几乎就没为体力值再操心过。如今一刀下去，竟然劈空了宋琦2000多的体力值。山谷入口处，喊杀声安静了下来，无论是 NPC 还是玩家都停下了战斗，大家都被宋琦这犹如鬼神的一刀给惊呆了。随后恐慌在 NPC 之间开始蔓延，宁厉果死了，被这个暴衣刀客一刀斩得4分5裂，那他们还有什么活路可言？士气的瓦解往往就在一瞬间，尤其是当宋琦转过身，一步步向入口处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宋琦在有意营造压迫感，而是他真的只能走这么快了。面对玩家们新一轮的强攻，一众 NPC 再也招架不住，被斩杀殆尽。战斗结束，周衍大声嚷嚷着向宋琦走了过来。卧槽，你小子开挂了吧？这么变态！本来周衍以为自己这段时间收获颇丰，发育已经追上宋琦一些了，没想到宋琦竟然比之前更变态了。等下线了，我就找官方举报你开挂。你看，这人酸了。魏白则是一脸坏笑的表情看着上半身赤裸的宋琦。哟，宋琦大神身材不错吗？看似清纯小白花的魏白，此时竟然大胆地伸出手在宋琦的胸大肌上戳了戳，出言调戏了起来，与之前的乖宝宝形象判若两人。别闹！哎呦，还害羞呢？快过来给姐姐好好看看。别看魏白一张娃娃脸，一副中学生的样子，实际上已经27岁了，倒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姐姐。天空中稀稀拉拉的下起了小雨，但是范围只笼罩山谷这一片附近。是对面的道士小队也结束了战斗，此时正在祈雨抢救被大火包围的货物。你们这刚才怎么了？打雷了？对面传来呼喊询问声。没，你们刚才没看到最精彩的？精英怪被宋琦大神一刀劈裂了。魏白抢先做出了回答。对面火焰逐渐熄灭，一个沉甸甸的大箱子被宋琦挥刀撬开，里面一片白花花，差点晃瞎了众人的眼。大禹治世的官方银锭，一锭10两重，一个箱子整整齐齐地摞着100锭，整整38个箱子被众人全部撬开，堆放在山谷的地面上。这哪里是白银1万两，这明明是白银3万8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在清晨的阳光下散发出一种莫名的光芒。大家此时就如同是西红柿首富中的王多鱼，被推进了堆满10亿现金的保险库。纸钞的冲击力就已经恐怖如此，更何况是古往今来都可以视作硬通货的白银了。大家的身体都激动到有些发抖，随后肆意的大笑冲破云霄，充当一次绿林豪强的感觉，真的有一点爽。除了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从朝鲜府运输的其他货物，茶叶、丝绸、盐，好家伙，不仅暴利，还有的违法。可惜货物已经被大火毁得七七八八，大家开始商讨起了分配。按一开始的约定，周衍提供消息，分2成。宋琦一个人解决了最棘手的精英怪，且没有让其跑掉，避免了众人暴露的可能性，战斗贡献最大，分2成。其余6成由剩下的8位平分。发财了，发财了！7600两白银，按照红安州的汇率，差不多能换算成1000两黄金。老周，今后有这样的生意，记得一定还要叫我。宋琦用力地拍打着周衍的肩膀。好说，好说。周衍也是一脸笑意，这他娘的比盗墓来钱都快。而且下次再有这样的生意，确实还是得叫上宋琦的。如今宋琦的战力愈发恐怖了，看这样子，一身属性变态的吓人，绝不是侥幸吃了一株赤黄参就能办到的。而且身上不知道都藏着什么逆天技能，尤其是最后那一刀，这要是砍在周衍身上，估计连渣都不带剩的。拉上宋琦等于稳定提高任务成功率。将将全部的银锭收入了乾坤袋中，周衍向大家拱了拱手，道了声别。诸位，咱们洪都府再见。周衍吹了吹口哨，换来了自己的马，哒哒哒的消失在了视野尽头。宋琦咂巴了一下嘴，这装备好用啊，木了。宋琦等人将一众尸体与车马堆放到一起，几名道士一把大火烧了下去，彻底的消除了一切痕迹。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试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劫富济贫小分队原地解散，大家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宋琦在不远处的一处小林子里找到了正在专心干饭的红云，拍了拍他的翘臀，惹得红云大小姐又是一阵白眼。将红云身上的包裹打开，
宋琦给自己换上了从赵家村带出来的另一套衣服。当宋琦赶马回到平安县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身上的 debuff 还没消除，暂时什么都干不了。然血术强归强，但是后遗症也是真厉害。当初的旅途要是底子再厚一点，估计还真把宋琦给阴翻了。找了一家全县最好的客栈，宋琦开了一间上房，再要了一些酒菜，酒足饭饱之后下线了。南府郡交流群里面还挺热闹，大家经过一场大战之后都有些身心俱疲，此时都已经找好了安全屋下线来休息了。周衍，我给马贴了疾风符，现在至少能日行千里，不出3日就能抵达洪都府。宋琦，溜的，确实挺溜的，小红云一天让他跑100里都快要撂蹶子了。宋琦，你那个乾坤袋在哪里有卖吗？周衍，莫的，有空我再去挖一个卖你。赤触口疤，想想也是，这玩意要是那么好买，清上阁也不用费尽8粒的运钱了。宋琦，你到了洪都府之后，看看那边什么情况，要是好发育的话，我过段时间也过去。网界虽然是一个开放世界，但这也不意味着你可以随便瞎跑。如果是按照传统网游的设定来解释的话，平安县就是适合5至10级的炼级区域，虽然资源贫乏了一些，但适合现阶段生存。而如果是洪都府这样的大城市，很有可能就是10至20级的炼级区域。虽然可能什么都有，但你会面临的就是怪物等级太高，没法炼级，任务难度过大等等情况。所以宋琦打算看看周衍去了洪都府之后的情况，再决定什么时候换地图发育。平安县里没什么卖好装备的地方，所以导致宋琦现在整体装备不怎么样。但好在宋琦的基础属性还有技能都足够强力，足以应付目前的大多数怪物，所以换装备的事情宋琦也没有过于着急。大家又闲聊了几句，宋琦提出了自己想要把离台谷战役剪辑成视频的想法。随着游戏时间推进，各大媒体网站也都有各种各样的网界视频在传播，其中不乏多人组队击杀精英 BOSS 的视频。但目前为止，像这种多人的玩家与 NPC 之间大规模混战的战斗还没有过先例。宋琦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新的爆点，不过需要出镜的小伙伴们授权。群里的小伙伴们都很好说话，就连上次拒绝出镜的周衍都同意了下来，而且还分外热情。或许上次不出镜的原因是因为形象不佳，魏白更是强烈要求多给自己镜头，把他剪得飒一点，今后好钓小奶狗。一这个魏白才认识1天就本性彻底暴露了。宋琦让大家纷纷下载了自己的录像发送给自己，由于战场比较分割，所以宋琦的视野里丢失了很多画面，光是素材浏览就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每个人的视角呈现出来的效果都不尽相同，宋琦需要挑选出最具有张力的视频画面进行拼接。好在宋琦的剪辑技术愈发的得心应手了，2个小时之后，一个大片品质的视频成功出炉。开场以周衍等一众道士的视角，为大家诠释了道士之间的技能组合盛宴，身临其境的真实战场，火焰纷飞，烟尘弥漫。随后镜头切换到宋琦与魏白所在的山谷入口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尤其是宋琦最后的爆衣屈腿拔刀，一刀将地面劈出一整道沟壑，更是将整场战斗的逼格推向了高峰。视频最后的画面定格在众人将38200白银堆放在山谷中间，一同肆意大笑的画面上。整体虽然毫无剧情，但毫无尿点的战斗以及网界自带的原声史诗级特效，已经足以吊打现实中一众影视作品。离台谷战役大捷，我们在网界中劫富济贫的那些年。主演宋琦，特别演出周衍、魏白等。宋琦这回的视频刚一发出，没过一会就多出了不少评论。如今的宋琦已经是游戏圈中的流量新贵，而且是数量极其稀少的网界博主。木了，你们搁着玩真人版大表哥是吧？大哭！这战斗特效真是绝了，老公身材真棒，舔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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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用户性别男。宋琦，你小子别搞啊！关掉了评论区，宋琦又将视频链接转发到了南府郡交流群里，收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网界里此时正是黑夜，所以宋琦也就还不着急上线。撸啊撸肯定是不能玩了，那玩意太遭罪了，所以宋琦思来想后，准备在自己的粉丝群里摇人去玩吃鸡。宋琦原本规模不大的粉丝群里，如今已经涌入了大量新人，其中还有很多声音甜美、照片动人的电竞软妹。对此，宋琦的评价是网恋有风险，奔现请谨慎。然后叫上了3个声音好听的妹子，开开心心的跳起了伞。在妹妹们一声声哥哥好厉害的称赞中，宋琦手里的 AK 愈发神勇，突连吃了好几击之后才恋恋不舍的下线。妹妹虽好，但会影响宋琦拔刀的速度。对于一名合格的刀客而言，拔刀慢了一瞬，等待的结果唯有死亡。重新回到网界中，宋琦又变成了那名冷酷无情的刀客。此时染血术的 debuff 已经消失，
在房间里下到1楼的大堂，宋琦点了些吃食，准备早餐，却听见旁边的食客在小声议论：“听说了吗？青上阁好像出事了。现在有不少青上阁的人街头巷尾的，不知道在查什么东西。”“嗨，谁知道呢？反正跟咱们没什么关系。”虽然交谈的声音很小，但宋琦的耳朵动了动，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这么快就发现车队被劫了，可惜想要找清楚凶手，可得费老劲哦。宋琦美滋滋的吃完了早餐，牵着红云上了街。是先去告示栏那里接点任务，冲一冲等级，还是先在平安县附近的山里转一转，找找有没有山贼的线索呢？还莫等宋琦走出多远，宋琦就感觉身后似乎有目光在窥探自己。虽然武者不会专注提升精神属性，但这种基础的感知能力还是具备的。宋琦不动声色地牵着红云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巷，在一处拐角处站定了下来，隐蔽了身形。4个体格强健的汉子尾随着宋琦的身影，也拐进了巷子里面。几十秒后，几道低沉的惨叫传出，4个人的手臂都被宋琦打断了一条，跪在宋琦面前，满头大汗，强忍着疼痛不敢再出声。“你们是什么人？跟踪我干什么？”4个人对视了一眼，没人说话。其中一人眼尖，看见宋琦的大拇指已经在轻轻推动刀柄，赶紧抢先交代了出来：“小人是青上阁的人，上面吩咐让盘查过往刀客，发现有什么异常的就及时上报，至于为什么，小人也不知道。”宋琦的眼睛微眯，符风无声出鞘。吃，4抹血痕符现在4人的脖颈上，去得悄无声息。系统，你对青上阁成员 LV6 造成300点致命伤害，青上阁成员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60 点。播报响了4声，宋琦收刀入鞘，牵着红云离开了小巷。第14章，血溅青上阁。百密中有一疏，到底还是他娘的暴露了，而且暴露的似乎只有宋琦自己。宋琦仔细回想了一番，虽然看似所有的痕迹与尸体都被一把大火烧光了，但是无论是画木，还是最后一招爆种的惊鸿，都在山谷各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刀痕。这样傻子都知道，有一名刀法高绝的刀客打劫了青上阁的车队，而其他人的攻击似乎又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异性，所以青上阁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过往刀客的身上。不过好消息是，往界里面本土的刀客也特别多，宋琦并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线索。坏消息就是，整个南府郡境内的刀客今后的日子应该都不好过了，因为宋琦已经在告示栏中见到了关于梨台谷事件的悬赏，只不过悬赏的理由单纯就是青上阁的商贸车队在梨台谷被劫，凶手人数未知，疑似有一绝顶刀客，刀痕深入岩壁，甚至可以一刀在地面劈出10数米长的沟壑，提供有效线索可以赏银100两，赏钱之高就差把有猫腻3个字刻在告示上了。一般像这种江湖事件，官府平时都是不怎么过问的，因为根本也没人来报案。但这次不一样，青上阁明显是有些急眼了，再加上其本身就是半黑半白的性质，最终事情就演变成了这个样子。多丢人呐！这就好像是黑帮火并，打输的那一边去报警了。而且青上阁贩售私盐本身就是杀头的买卖，如今竟然还把悬赏光明正大的贴在了告示栏上，各种黑暗可见一斑。宋琦心中吐槽，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青上阁在南府郡中本就名声不佳，一直被江湖中人传说是朝廷鹰犬，碍于青上阁势大，平时才没人招惹他。如今这官方的告示一出，青上阁的身份算是彻底坐实了。虽然青上阁已经沦为了江湖笑料，但官府这种模棱两可的告示一发，一众刀客都是遭了殃。现在所谓的江湖游侠，哪个身上不背着2条不法的人命？估计不出3天，官府的告示就会贴满整个南府郡。宋琦牵着红云回客栈的路上，就因为腰间配刀，遭遇了2波来自官府的询问。好在宋琦身上还留着当初赵桃给出示的一个证明，相当于给宋琦装备了一个热心市民的称号，避免了更加深入的盘查。宋琦回到客栈藏了起来，因为他又联想到一个对自己不太有利的事情，自己在平安县可算是有前科的人，之前在旅途的府上同样留下过画木的刀痕，这与留在梨台谷中的刀痕是相同的。如果真的被有心人发现了端倪，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出入于平安县中，而且自己今后也很难在平安县这边出手了，因为自己刀法的特点过于鲜明。果然呐，这江湖不是那么好混的，平安县似乎不能待了。要是真身暴露，被官府满城的贴上画像，那可就得遭老罪了。不过灰溜溜的逃走，那肯定不是我们宋琦大爷的性格。临走之前，宋琦打算再送青上阁一份大礼。宋琦一直在房间内搬运气血，直到太阳快要下山，商铺即将收摊，还未收摊的时候才走出客栈。宋琦牵着红云在路上买了一些自己吃的干粮，又给红云买了一些他最爱吃的水果，将东西全部挂在红云的马鞍上。宋琦拍了拍红云的脑袋，低声嘱咐了起来：去城外找个林子等我出来。
红云虽然总是不满宋琦只是自己干活，但看在吃的份上，还是忍了。打了个鼻响，红云沿着北门自己哒哒哒的出城了。宋琦看着红云走远，默默地扣上了斗笠，蒙上了面巾，直奔青上阁的方向而去。虽然宋琦的打扮略显私密，但其实这种打扮在这个年代也并不算怪异。原本宋琦以为青上阁出了这么档子事，生意肯定会受些影响，没想到仍旧一副红红火火的样子。而且出乎宋琦意料的是，青上阁不仅是一个赌场，更是一个颇有现代化理念的大型会所，可谓是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刚一入门，就有小厮上前热切的招呼，询问宋琦是在一楼吃饭，还是去楼下耍钱。至于楼上嘛，估计还没到营业时间，正好时间也还尚早，宋琦直接要了个雅间，一个人吃喝了起来。这一喝就是直接喝到天黑，平安县开始了宵禁，街上行人渐去，街边商铺打烊，只有像青上阁这种场所仍旧灯火通明，通宵营业。宋琦在雅间内推门而出，立马有小厮热切地迎了上来，询问宋琦是去楼上还是楼下。虽然很想去楼上见识一番，但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五星好市民，宋琦肯定是不会去楼上的。吩咐了一下，想去楼下看看，没想到小厮竟然没有带路。客官，您看是不是？哦，宋琦恍然大悟，在怀里摸出一条小黄鱼，在小厮眼前晃了晃。所有花销明早一通结算。小厮看见那小黄鱼，眼睛瞬间一亮，这可是大肥羊，不是大客户，非常热情地为宋琦带路去楼下。赌场内有些乌烟瘴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代明明没有烟草，赌场里面就是能营造出一种乌烟瘴气的氛围来。赌场同样分为大厅跟雅间，大厅里都是资金有限的散客，而雅间里则组织一点高端的牌局。小厮本想直接引着宋琦去包间里，没想到却被宋琦给拒绝了。赌场的大厅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桌子，一群人围着桌子，氛围热火朝天，玩的是最简单的玩法，摇头子猜大小。这种玩法看似公平公正，没有什么技巧，全靠运气，但实则猫腻最多。无论是赌方坐庄让闲家来猜，还是双方一同摇头子比大小，估计都有做过手脚的头子在等着你。宋琦摘下斗笠，挤进了人群里，随手掏出了一些铜钱压在大上面。庄家带众人下完了注，开始哗啦啦的摇头子。头中一开，少数人兴奋尖叫，多数人哀嚎连连。宋琦也不计较输赢，单纯的装成赌徒的模样，一注一注的往下下。留心观察了片刻，宋琦就发现了这赌桌上看似是一直有输有赢，实则不然。90%以上的情况都是哪边压的人多，哪边的人就输。宋琦的眼力好，一打眼就能看清桌子上压了多少铜钱，而庄家却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果然是有些门道。摇头子这东西玩得极快，算上下注的时间，1-2分钟就能玩上一局。不多时，宋琦就跟了10多局。算了算手中的铜钱，每当看似要亏惨的时候，都会被有意的回小血，而每当你觉得能赚的时候，又让你赔下去，反反复复，一直让你处于一种觉得自己能赚到大钱的癫狂状态之中。赌博一道，10赌9输，不是说你运气不好，总是输钱，而是除了庄家之外，没有赌徒能稳赚不赔。赌局愈发激烈，不论是输了钱的还是赢了钱的，此时都玩红了眼，大把大把的铜钱哗啦啦的砸在赌桌上面。随着头子再次在头中被掀开，现场哀嚎一片。豹子666，庄家通杀。庄家假装是一脸歉意的拱手作揖，一边吩咐人手将桌子上的铜钱全都划走。宋琦是笑了一声，拦住了想要上来收钱的人。原以为像青上阁这样的大赌方是不会做那些下作手段的，没想到都一个样。宋琦的声音不大，却让整张桌子都安静了下来。这种安静如同有魔力一样，迅速蔓延了整个大厅，所有赌桌都停下了活，看向了大厅的中央。摇头子的质子神色一变，面容阴冷地看向宋琦：“客官说笑了，我们青上阁的信誉一直都是有名的，这种欺客的事情我们可未曾做过。做没做过，把你这头子拿来验验，一看便知。”质子看宋琦伸手就要去抓头子，急了。像这种做手脚的猫腻，只要是个赌方就会做，只不过从来没有人敢上青上阁来闹事就是了。不过他的手脚哪会有宋琦的快？宋琦一把抢过头子，手中用力就将头子捏成了齑粉，一些金属颗粒出现在了粉末当中。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随着宋琦把金属颗粒向桌子上一拍，全场一片哗然。头子一般都是用骨头做的，此时谁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群情激愤，纷纷冲着质子叫嚷，让他给个交代。质子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门口高呼：“有人闹事！闹事！”宋琦的眉毛一挑，心里想着，爷今天还真就是来闹事的。锵的一声，扶风出鞘。
一刀斩在了案台之上，桌子瞬间被宋琦劈成了两半。质子被吓得面无人色，尖叫一声瘫倒在地上，口中高呼大侠饶命，小人也只是讨口饭吃。一众赌徒见宋琦动了刀子，也不再吵闹什么公道了，一脸骇然的神情，纷纷向后退去。两个精壮的汉子在阴影中窜了出来，抽出刀指着宋琦：“什么人敢来青上阁闹事？”刀光一闪，两抹血痕浮现。系统：你对青上阁成员 LV6 造成300点致命伤害，青上阁成员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60 点。随着宋琦将120点经验入账，整个赌场瞬间鸦雀无声。一声尖叫突然打破了平静：“杀人了！”赌徒们蜂拥而逃，一时间整个赌坊乱成一团。宋琦搬过来一把凳子，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等着无关人等退场。不稍片刻，整个青上阁位置一空，一众持刀的壮汉将宋琦团团围在中央，暗处里强弓劲弩对准宋琦的周身要害。究竟是谁派你来青上阁闹事的？老实交代，留你个全尸！宋琦抱着刀，连屁股都懒得挪动一下。你们今天不是一直在找我吗？怎么现在我来了，你们反倒不欢迎了？找你？跟宋琦对话的领头之人瞳孔一缩，目光瞥向了宋琦怀中的长刀。放箭！刀意弥漫整片空间。画木射向宋琦的箭矢被纷纷劈断，血光四溅，一具具尸体栽倒向地面。除了领头之人能在刀意下苦苦支撑，一众小弟尽皆被斩杀当场。惊鸿！宋琦站起身，扶风出鞘，身形瞬间出现在领头人的身后，收刀归鞘，领头人应声倒地。23个6级的小喽啰，一个7级的领头，共计提供了1464点经验。除了领头的是个武者之外，其余小弟都是不入品级的凡人。不过想想也是，武者虽然门槛较低，但也不是烂大街的货色。如果像青上阁这种势力都能拉出上百人的武者小队，那大禹早就无法统治整个天下了。如果猜的没错，黎台谷那边已经是青上阁的精锐人手了。要是没有玩家们这股势力突然介入网界世界中，那青上阁在南府郡还真是有些分量的。如此看来，青上阁请官府介入也确实是没有人手了。宋琦纵身一跃，一刀劈开了天花板，跳上了1楼。此时青上阁已经悄无声息，估计是人都已经逃走了。一大批人乱哄哄地冲上街头，恐怕一会巡逻的官兵就会蜂拥而至。宋琦在青上阁中搜寻了起来，估计也是伙计们没想到青上阁的人会输，所以也没有带着现钱转移。琐碎的银两与铜钱虽多，但是不方便携带。宋琦专挑整个的银饼子捡，不多时还发现了几张南府郡本地钱庄的银票，零零散散加起来也有个200两。宋琦心满意足地收入怀中，去厨房找了火源，一把大火将整栋青上阁点燃。木质的楼阁很快就燃烧了起来，熊熊大火将平安县的夜空照了个通透。远处官兵的叫喊声已经愈发清晰，稀稀拉拉的箭雨向宋琦的身影袭来。一个县城里面肯定会有点镇场子的高端战力，所以宋琦也无心与官兵纠缠，拔刀劈开箭雨，八门遁甲一开，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直奔北门而去。北门城头火把竖起，官兵们似乎已经收到了城内的通知，准备拦截宋琦。宋琦浑身气血缭绕，速度惊人，城上的官兵甚至来不及喊话，就见宋琦一跃而起，手中长刀狠狠插入墙壁。宋琦敏捷如同猿猴，借助扶风为把手，几个起落就跳上了10几米高的城墙，随后一个翻滚，在城墙的另一边一跃而下。官兵的头领看得目瞪口呆，直到宋琦翻滚着落地，才气急败坏的大喊：“放箭啊！看什么呢？”然而当箭矢射过来的时候，宋琦的身影早已经钻进了树林之中，消失不见。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5星市民，宋琦时刻保持着江湖事江湖办的规则，轻易不向官兵动手。不杀官兵，青上阁事件只会定义为江湖寻仇；杀了官兵，那就可以按造反来处理了。第15章，涉山秘境。林间小路，月光点点。此时宋琦牵着红云已是出了平安县的地界，平安县土地神的庇佑已经消失，阴风阵阵袭来，似乎现在除了在神力庇佑范围内以及官道之上，荒野之中基本都是这种不太安全的情况。虽然宋琦原本的计划是在平安县内安稳发育一波，但是游戏嘛，还是要以爽玩为主。既然青上阁不让自己爽玩，那干脆大家就都别玩了。所以宋琦先是揭穿了青上阁出老千的真相，并且故意放走了那些赌客，随后再一把火烧了青上阁的场子。爽是爽了，但暂时也只能露宿于荒野中。虽然全程一直蒙面，但宋琦的大致身形肯定是被人记录了下来。不过好在网界中刀客繁多，再加上宋琦穿的衣服都是寻常百姓的制式，所以只需要等这波风头一过，换身行头就又可以入城了。
再说宋琦还可以下线跟其他玩家打听城里的消息，而现在宋琦要去的地方，则是村长赵桃之前提过一嘴的佘山。之前在赵家村，赵桃为宋琦发布主线任务的时候，宋琦曾经询问过有关山贼的线索。赵桃虽然没听说过有什么山贼，但却说佘山是赵家村附近唯一的山，所以宋琦将山贼任务调查的第一站放在了佘山之中。林间小路难行，不仅不能骑马，还要时刻照顾红云的马身安全。林中有不少异化后的怪物出没，而红云又是个没什么战斗力的普通坐骑。如果说要是怪物聚集，宋琦倒也不介意留下来练一练级，可惜这些东西神出鬼没，宋琦也只能打起精神来小心提防。要不是沿着地图上的定位找到红云的时候就已经深入树林了，宋琦真不想走这片地方。系统，你对异化野猴 LV6 造成270点致命伤害，异化野猴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60 点。一路上披荆斩棘，砍死了一波前来骚扰的异化小怪，宋琦收获了360点经验，终于在林子里走了出来。荒野之中，不知名的野兽呼啸声阵阵，宋琦驾驭着红云在月光下前行。当抵达佘山时，天已经蒙蒙亮。红云因为长途奔袭，身上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宋琦一边拿刷子为红云擦汗，一边拿出金饲料与水果给红云加餐。一人一马休整了片刻，准备沿着山脚下找一条路上山。系统发现佘山神祠，获得经验 X10 点。城中供奉土地神，那么山中供奉山神倒也合理。只不过这座神像没有瓦片护身，只有一座石头打磨而成的简陋神龛，风吹雨淋，饱经风霜。宋琦没有香，借用了红云的一点水果充当供奉，摆在了神像面前祭拜了一番。此举收获了红云的一对白眼，但没想到祭拜过后真的还成功了。看来山神没有土地神那么讲究。庇佑，你获得佘山山神的庇佑，在佘山范围内，你的移动速度正 10%。虽然祭拜简单，但神力庇佑的效果相对也差了一些。佘山虽然险峻，但仍有不少小路可以通行。宋琦牵着红云，沿着小路缓缓上山，再度开启了已经很久未曾使用过的猎手本能技能。几经探查之后，宋琦发现小路之上确实有一些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一些还比较新鲜。宋琦打起了精神。佘山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什么人会来这里？在一处隐蔽的角落安顿好红云，宋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沿着痕迹向山上走去。在一处山洞的入口处，宋琦发现了一群 NPC 的身影，那是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他们的双手被麻绳捆住，身后有2名腰间挎刀的汉子，不断的大声呵斥与驱赶着这群人。这是在干什么？由于距离太远，宋琦没法捕获到 NPC 的信息。然而当宋琦想要凑近一点的时候，一众 NPC 的身影便已钻入山洞之中，随后就消失了。宋琦揉了揉眼睛，那么大一群人怎么就没了？仔细张望了一番，宋琦自林间跳出来，走到 NPC 消失的山洞门口。系统，你发现佘山秘境，获得经验 X50 点。秘境副本。宋琦尝试着向山洞中走去。系统，是否进入佘山秘境？是。一阵天旋地转，宋琦的身影消失在原地。所谓的秘境，没有玄幻世界中描述的那般鸟语花香、世外桃源一般，反而是充斥着一股破败与荒凉，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系统，这是一处已经残破的秘境，或许再过几年就会彻底崩塌。崩不崩塌跟宋琦肯定是没什么大关系了。宋琦目前比较好奇这里究竟是干嘛的。那群 NPC 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宋琦前方不远处，宋琦压低身形跟了上去，穿梭在枯木之后进行遮掩。没想到没等走出去几步远，宋琦就觉得面前一花，那些 NPC 的身影再次不见了。眼前的景象幽暗而阴郁，与刚进入秘境时的遍地枯木又有些不同。宋琦龇牙，估摸着自己是触碰到什么机关阵法了。或许那帮 NPC 有固定的行进路线，又或许他们有一些通行证明之类的道具。乖乖，自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是自己这个等级该来的地方吗？就在宋琦自我怀疑的时候，地面上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奇怪声音，就好像是断了一地的骨头正在摩擦拼接一般。宋琦听得毛骨悚然，一具白骨架子蓦然出现在宋琦视野中。卧槽，这什么玩意？宋琦吓得浑身一激灵，下意识的拔刀，一招劈柴刀法砍了过去。白骨被斩出一道深深的痕迹。系统，你对骨兵 LV8 造成280点伤害。骨兵 LV8， 生命模板普通，生命值800，其余信息不详。还好只是8级的怪物，宋琦松了一口气。骨兵皮糙肉厚，宋琦要4刀下去才能砍碎一只。随着面前的骨兵被宋琦重新肢解，回归了骨头状态，这片空间如同被碰触到机关一样，一大堆白骨在四面八方开始汇聚，
一个又一个古兵站立起来，将宋琦团团围在中间。来得好啊！宋琦眼前一亮，网界里面最难找的就是这种稳定、量大且等级合适的刷怪点了。不过也就是宋琦这种变态才会如此兴奋。此时正常玩家的面板基本上都处于一种高出同等级普通 NPC 但低于精英 NPC 的状态，乃像是宋琦已经可以压着精英怪狂砍了。古兵虽然怪数众多，但攻击笨重且迟缓，即便将宋琦合围，也无法给予太多压力。为了节省气血以应对秘境中未知的危机，宋琦不慌不忙的只用劈柴刀法一刀刀磨怪，慢慢的也将面前的骨头架子全部砍碎了。当最后一只古兵被宋琦砍碎之后，宋琦眼前再次一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最开始满是枯木的环境之中。一波古兵共有20只，为宋琦提供了2240点经验，可谓是一波爽刷。宋琦向前方张望了一番，原本那一群 NPC 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看着状态栏里已经消耗过半的气血，宋琦干脆坐在了地上，开始搬运气血回复状态。反正人也追不上了，宋琦也就不再着急去追。如果刚才那种怪还能刷出来的话，留在这练练级也不错。回复完状态的宋琦站起来，向前又走了几步，果然又陷入了与之前一样的空间之中。爽啊！再次砍翻了20只古兵，又是2240点经验入账。这是宋琦自打进入网界以外，第一次体会到正常网游刷怪升级的快感。重复了一波搬运气血回复状态的操作，宋琦再次被拉入了第3个空间当中。不过这次的空间相较于前2次略有不同，一副巨大的骨架竖立在空间的最中央，骨架手里拎着一把比宋琦还要长的大骨刀，身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骨刺。啧，看着不好惹呀，好像是个 boss。 看着眼前的怪迟迟不动，宋琦张弓搭箭，准备简单的先看一下他的面板。一发箭矢射在骨架之上，叮的一声弹开了。不出意料，并没有破防，但得到了怪物的信息。巨骨兵 LV9， 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10000，10000，其余信息不详。乖乖，是个9级的精英怪，这血条子厚的。古兵在沉睡中苏醒，发出阵阵轰鸣之声。宋琦忙调出面板，最近一段时间算上刚才的2波爽刷，共为宋琦积攒了8990点经验。系统等级提升至7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3点，你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6级升7级消耗了宋琦3200点经验。系统等级提升至8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3点，你获得3点自由属性点。好在7级升8级的经验不再像是之前一样翻倍叠加，只消耗了4600点。不过想想也是，如果真的是经验成倍增加，估计不到20级的时候，升级经验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后续再想升级根本就是难如登天。苏醒的骨架完整的伸展开来，竟然有5米多高。虽然体型巨大，但是奔跑起来速度也不慢。2米多长的大刀夹杂着一股灰色的气流，直奔宋琦面门。扶风出鞘，与大刀狠狠地撞在一起。宋琦感觉握刀的双手都有些微微发麻，不过还好，力量差距不是太大。开门，开！宋琦的身影直接闪烁到了 BOSS 的身后。这种大体型的怪物，类似魂类的战斗，可以说是宋琦最擅长的方式。劈柴刀法狠狠地招呼在 BOSS 腿骨的关节处。系统，你对巨骨兵造成120点伤害。得，宋琦一看面板，又是一场持久战。熟练地运用起卡 BOG 开关法，宋琦的身影灵活得像一条泥鳅，在地面上钻来钻去，不断出刀砍 BOSS 的双腿。不得不说 BOSS 的腿骨还真他娘硬。宋琦本以为连续打击同一个点可以快速造成断肢效果，没想到 BOSS 一直跟个没事人一样。这种 BOSS 不像 NPC 怪物一样智能，会安排战术战法，只知道机械的重复设定好的程序进行攻击。当宋琦处于 BOSS 正面， BOSS 就会挥刀斩击；当宋琦绕到 BOSS 后面， BOSS 就会用大长腿来踹。而当这2样攻击重复几次，但始终没有对宋琦产生伤害之后， BOSS 就会发动一些自己的技能。巨骨兵没有眸子的双眼中闪过一抹赤红，速度陡然加快，原本竖劈的动作改为了横扫。突然的变招让宋琦一时间来不及躲避，只能开启开门，纵身一跃，堪堪在大刀上跳了过去。然而巨骨兵的攻击远远没有结束，宋琦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中，旧力已去，新力未发，就见巨骨兵的大手直接向宋琦抓来。没有办法，宋琦只能向骨爪挥刀劈砍。虽然造成了伤害，但是骨爪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糟了， BOSS 的这个技能似乎带有不可阻挡的效果。宋琦被巨骨兵抓在手中，高高举起，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系统，巨骨兵对你造成1000点伤害。卧槽，这尖儿痛！还莫等宋琦继续惊叹，巨骨兵的大刀已经抡起，竖直劈了下来。
好在已经落地的宋琦特别擅长翻滚躲避，险而又险地避过了这一击。看着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宋琦怀疑刚才那一刀抡在自己身上会不会直接把自己砸成两半。巨骨兵的一轮抢攻过后，节奏再次回到了宋琦的轮次。这次宋琦的进攻变得更加小心，而巨骨兵似乎也只有快速横砍与擒拿两个招式，只需要小心一些，注意其前摇动作，就很难再被击中。由于巨骨兵都是骨头架子，宋琦试探多番之后，发现无论砍哪里伤害都是大差不差，没有什么致命弱点。在一阵磨刀之后，巨骨兵终于在宋琦的气血耗尽之前，重新化为了一滩骨头架子。系统，你击杀巨骨兵，获得基础经验 X900点，额外奖励经验星号180点。宋琦再次回到了涉山秘境之中，面前的地面上滚动着一颗发着光、圆滚滚的珠子。宋琦眼睛一亮，快速的一把将滚动的珠子抄了起来。系统，骨珠9品灵药，碾成粉末可入水生服，增长气血，强健体魄，入药承担效果更佳。果然是这个东西，跟金芒兽体内的那个大差不差。看来这种非人类的精英怪都会爆一个内丹出来。相比于金芒兽，巨骨兵虽然等级更高，血条更厚，但处理起来还真没有金芒兽棘手，只能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精英怪。宋琦用袖子擦了擦骨珠，将其碾碎后倒进了自己的水囊里。随着宋琦将水咕咚咕咚的喝下，熟悉的暖流再次奔涌而出。系统，你服用骨珠，你的体格强健，很快将其消化。你的全属性加15，你的气血上限加300。毕竟是更高等级的精英怪，所提供的属性要比金芒兽丹强上一截。不过话说回来，炼丹这个东西怎么搞？生吃原材料的效果都已经很不错了，要是有丹药那效果岂不是上天？不过炼丹这个词怎么听都是道士负责的活。宋琦心里如是想到。第16章丧尽天良。再次搬运气血将状态回满后，宋琦发现在这片无论怎么转悠都无法进入刚才的空间中了。或许是因为精英怪被击杀，或许是因为怪物刷新达到了上限，总之这一完美的炼级宝地算是不能用了。宋琦略显失望地开启了猎手本能，沿着之前那群 NPC 的痕迹向秘境的深处走去。不多时，宋琦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建筑群。宋琦关闭技能，将视野恢复常态，抬头向入口处的匾额张望，发现是3个完全不认识的字体。如果有专门研究古文字的同学可能会认出，这是华国古代秦朝时期的文字小篆归元宗。有些不明所以的宋琦在入口处张望了一番，在确认无人之后，蹑手蹑脚地钻了进去。一处房屋外，宋琦的身体紧紧贴靠在墙壁上，2名 NPC 的身影正经过宋琦前方，看身形样貌不像是之前压人进来的那2只。等着2名 NPC 的身影消失，宋琦侧身出来，悄悄地跟了上去。由于也不清楚这里具体是哪里， NPC 都是什么实力，所以宋琦的行事颇为小心。至于为什么要跟踪这2只 NPC， 那是因为宋琦目前只发现了这2只。2名 NPC 在前面有说有笑，但距离太远，宋琦也听不清楚。只见得2只 NPC 最后走到一处地方，推门而入，而门内似乎是一处通往地下的通道，地上的门就大敞四开的开着。宋琦又悄咪咪地爬上了一座房子的屋顶，在高处张望了起来。整片建筑群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远处有其他 NPC 在活动的身影，但没有发现之前被押送进来的那批人。至于地下室这边，似乎没什么人在。宋琦在瓦片上趴了一会，确认那2只 NPC 已经沿着楼梯深入地下，且暂时没有出来的意思。随后宋琦轻轻翻身落下，压低脚步声沿着楼梯缓缓走了进去。一般来说，这种悄悄摸摸来地下室的行为肯定都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宋琦才稍微向下走了几个台阶，就感觉到一股阴森的气息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的味道。宋琦屏住呼吸继续向下，隐约间听到一声声不似人声的低吼。这里面养着什么怪物？宋琦脚下加快，身影在楼梯上一闪而过，落向了地下室的地面，随后快速地找到一个掩体隐藏了起来。地下室的油灯昏暗，只能照亮宋琦眼前的一小山范围，而余下的空间里都被黑暗所包裹。宋琦总感觉除了门口这片空间之外，还有大片的空间在黑暗中向内延伸。宋琦探出头，借着昏暗的灯光向里面望去，视野的不远处是一个十字架子，2名被宋琦跟踪的 NPC 正在架子前面忙活着。一根粗大的铁链将一个已经昏死过去的人绑在了架子上面，随后在一旁的瓷瓶中刻出一颗黑红的药丸，塞进了被绑的人嘴中。宋琦皱着眉向架子的四处打量，发现有不少人就直勾勾地躺在架子附近的地面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这些人看着好像是那批被押送进来的人。呵呵，一种类似窒息般的急促喘息声在那名被绑在架子上的人口中传出，他的双眼蓦地睁开，瞳孔上翻，露出大片的眼白，看起来颇为恐怖。
随后这人剧烈的挣扎了起来，但是始终挣不开铁链的束缚。噗嗤，他身上本就破旧的衣服碎裂开来，那原本消瘦的身体如同被吹气的气球般开始膨胀，肌肉隆起，青筋密布。眨眼之间，一个瘦骨嶙峋的弱鸡就变成了肌肉壮汉，阵阵如同野兽般的嘶吼开始在其口中传出。宋琦瞪大了眼睛，似乎想起了刚踏入楼梯时传出的那种声音，而那2只 NPC 则面无表情，似乎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场面。其中一人在一旁的案子上拿起一把匕首，嗤的一声扎进了被绑之人的胸口。这 NPC 双手用力攥住匕首的柄，将匕首向下滑动，在被绑之人的胸口拉出了一条大口子。随后，匕首在被绑之人的胸腔中活动了起来，另一名 NPC 则递上了一个大大的托盘。啪嗒，一颗不断跳跃着的赤红心脏掉落在托盘之上。被绑之人终于停止了挣扎，身体如同脱水一般快速地萎缩了下来，很快就变成了一具干尸。我尼玛！躲在暗处的宋琦感觉三观已经被彻底震碎，这是什么丧尽天良的人体实验？眼看着2个 NPC 已经把干尸卸了下来，准备捆绑下一名受害者的时候，宋琦再也看不下去了，在黑暗中一跃而出，扶风出鞘，一刀抹了手持匕首的 NPC 咽喉。系统，你对山贼 LV5 造成300点致命伤害，山贼死亡，你获得 40% 基础经验 X 20点。山贼，宋琦心中一惊，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手上的动作没停，一拳狠狠地打在拿托盘的 NPC 小腹上，那人痛的一声吭不出来，手中托盘哐啷一声掉在地上。系统，你对山贼 LV5 造成100点伤害。宋琦一把掐住面前山贼的脖子，将他整个人腾空拎了起来。山贼窒息，不住的翻白眼，用手拍打着宋琦的手臂。看着效果差不多了，宋琦才把山贼一把扔在地上。山贼死里逃生，双手捂着脖子，不住的大口喘息。宋琦将冰冷冷的符封贴在他的胸口，说道：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山贼像死狗一样在地上喘息了半天，终于回上来一口气，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一般。你认不认得牛壮？牛壮就是当初在赵家村外怀揣着劈柴刀法且触发了任务的山贼。认得，一段时间前他被大当家派下山去了，至今还没有回来。嘿，还真对上了，这里还真是一处山贼的营地。不是你们这挺高档啊，一帮武者都不是的小破山贼，还整个秘境当老窝。等一下，宋琦突然发现有些不对，一帮凡人山贼怎么会产生一个旋级的任务？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有多少武者？实力如何？30多人，除了大当家之外，没有武者。至于大当家实力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宋琦眉头一蹙，看来问题要出在这个大当家身上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是大当家吩咐下来的，抓北地逃命过来的流民，用魔丹异化他们的肉体，取心脏下来炼血丹。魔丹、血丹，异化人体，用人心来炼药，这妥妥的是碰见魔道中人了。宋琦随手拿过来案子上的瓷瓶，一股刺鼻的味道直冲而来。系统，魔丹，不入品丹药，以不祥的气息为药引炼制而成，可以短时间内快速的异化生灵，滋生气血，用之必死。不祥的气息，宋琦大概是明白了，这个魔丹就是用荒野上的黑灰色雾气所炼制而成，而这种黑灰色的雾气本身就会侵蚀生灵，使其异化并变得强大且暴躁，而这个魔丹更加提纯了其效果，使其快速的生效，但同样具有强大的副作用，就如同是用激素快速圈养牲口一般，真是歹毒异常。该问的也问的差不多了，像这种小喽啰也不可能知道太多的信息，想要完成整个任务，最终还是要从那个所谓的大当家入手。只不过这个大当家究竟是什么实力？随手一刀结果了面前的山贼，由于等级压制太多，所以经验被扣得厉害。宋琦蹲下身来检查了一下被这帮山贼掳掠过来的流民，发现大家都已经晕了过去，气息微弱。唉，宋琦叹了口气，估计这些人是已经饿晕了，而且外面都是山贼，在自己没清完怪之前，也不可能带他们出去。宋琦挑着油灯往地下室的深处走去，发现遍地都是胸口被剖开、失去心脏的干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皆衣衫褴褛。这全是在北地流离失所、飘零至中原的难民。流民的人数太多，官府根本管不过来，所以这帮所谓的山贼就打起了流民的主意，抢一批流民，简直比抢一批牲口都要简单。看不下去了，宋琦将油灯放置到一旁，握紧了扶风，大踏步地走向地面。网界虽然只是一款游戏，但却带给人比现实更加真实的感受，而宋琦也算是一直将自己带入游戏其中。江湖中人在这个不算太平的世道里，过的就是刀尖舔血的日子。今日你杀人，明日人杀你，宋琦觉得这都很正常。
但是这样残忍的对待平民百姓，真的是有些说不过去了。宋琦感觉好似有一团火在胸口燃烧。楼梯入口，两个山贼自上往下而来，而宋琦自下从上而去，两拨人在楼梯里撞了个正对面。头前的山贼略显迷茫，觉得宋琦有些面生，而后头的山贼则是出声大叫了起来：“有外人潜入秘境了！”呼喊声刺破云霄，两声惨叫紧随其后。这还玩什么前行啊？老子直接开无双了！宋琦一身是血的自楼梯踏出，地面上不断有山贼从各个房间里涌出，每一个都是掳掠过流民，再对其以利刃剖心的穷凶极恶之徒，一刀把他们砍死，那也太便宜他们了。宋琦如虎入羊群，每一刀都带起断肢一条，哀嚎声传遍整片秘境。山贼们开始四散奔逃，但哪里快得过宋琦？不稍片刻，30多个山贼被宋琦一一追上，几乎每一个都被宋琦腰斩于建筑群的小道之上，鲜血断肢洒满一地。即便惨叫声已经蔓延了10多分钟，那个大当家的仍旧没有露面。所以那个大当家的究竟在哪？宋琦开始一间又一间的踹开房门，寻找是否有漏网之鱼。终于在一处像是炼丹房的地方，宋琦发现了几名 NPC。 那是几名15、16岁的少年，此时正抱在一起，在房间的一处角落里瑟瑟发抖。一名年纪稍长的少年虽也一脸惊容，但还是将一众少年护在自己身后。看他们的气质，倒也不像是山贼一流。宋琦也没有心思问话，直接薅起最前面的那个少年，查看属性面板。符行 LV5 参辖境，状态中毒，其余信息不详。是个道士，中毒了？什么情况？宋琦眉毛一挑，将符行松开。我不是山贼，你们是什么人？起来说话。名为符行的少年倒退了2步，看着浑身浴血的宋琦，面容惊疑不定，最终才缓缓开口说道：前辈，那些山贼都被我杀了。宋琦的话音落下，符行身后的一众少年面露喜色。真的吗？我们是不是得救了？原来这一群少年均是下山游历的小道士，符行是这一群人中的师兄。虽然都有法力在身，但却没什么江湖经验，没下山多久就被所谓的大当家给抓来了。这帮小道士被大当家为了禁锢法力的丹药，现在战斗力还不如身强体壮的山贼，就这样被困在秘境之中，为大当家炼制血丹。话可以瞎编，但面板骗不了人。两相一对比，宋琦就知道符行说的基本都是真的。你们知道这大当家的在哪吗？他是什么修为？前辈，我知道，我带你去。血丹是一种可以滋生气血的邪丹，可以快速的帮助武者拔高修为。据符行所说，大当家是搬运境巅峰的修为，炼制血丹就是为了快速突破到武者的下一个境界金骨境。如今他正在一处密室中闭关突破。平时大当家害怕手下的其他山贼偷吃血丹，都是嘱咐符行在丹成之后亲自给他送去。丹房之中除了血丹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所以符行也没法在丹药中做手脚。而法力被禁锢的符行也没可能逃走，为了自己跟师弟们活命，只能忍辱负重的给大当家打工。符行带着宋琦拐了几个弯，终于找到了密室所在。根据任务难度，这大当家至少得是个9级的精英怪，难免是一场恶战。符行法力被禁锢与凡人无异，宋琦直接打发他带着他的师弟去地下室，看看能不能救下一些难民。待到符行走远后，宋琦拔刀一刀砍向大门，准备破门而入。没想到一双惨白的大手却直穿大门而出，一掌印在了宋琦胸膛。宋琦的身影倒飞而出，狠狠地撞在远处的大石之上。第17章捡漏。开门，开！在看见手掌的一瞬间，宋琦瞬间将开门开启，并调动气血覆盖在胸膛之上。即便如此，宋琦仍旧感觉自己被一股无边大力给推飞了出去。系统：谢修然 LV10对你造成3000点伤害。宋琦此时的属性已经非常之高，在开启开门之后有3640点生命值上限，但这个名为谢修然的大当家却一掌把宋琦直接打得剩了个血皮。根据系统提示，这个谢修然已然达到10级，他突破成功了，至少是一个10级金骨境的精英 NPC， 这波记了。宋琦用符封当拐杖，将自己扶了起来。密室的大门被推开，谢修然站在门口，负手而立，一袭长袍显得风度翩翩，一副高人的气派模样。坏了，让他装起来了。本以为谢修然的攻击会接踵而至，宋琦已经做好了往界手挂然后跑尸的准备，没想到谢修然却站在了门口，背着手动也不动。他先是打量了一下门上被宋琦留下的刀痕，随后又是打量了一下宋琦，突然出声问道：劈柴刀法？宋琦愣了一下，
随后又见谢修然自顾自地说了起来：“原来牛壮是被你杀了。哎，老夫前些日子还误会他来着，以为他携带重宝潜逃了。什么情况？”宋琦皱着眉打量着谢修然，这 NPC 做了个话痨人设，必须要像电视剧里一样，让正派人物在临死前做个明白鬼。不过这群废物死了也就死了吧，我看你小子倒是个可造之才，老夫如今突破至金古境，可称一代宗师，你可愿拜在老夫门下？宋琦的头上飘出一大串问号，不是，你精神病啊？你这后生现在还没认出老夫是谁啊？不是你谁啊？要打就打，怎么这么多废话？宋琦感觉自己快崩溃了，这 NPC 这么自恋的吗？也是，老夫已不出江湖数年，你不认得老夫也属正常。无名谢修然，你还不认得我？其实这真的不怪谢修然，本质意义上讲，他还真的算是南府郡的名人，挂在通缉令上的那种。不过他对着宋琦说话，属实等同于对驴弹琴，因为宋琦是外来户，压根就不是本地人。谢修然是江湖上有名的魔道中人，3年前因为修炼魔功，在南府郡中屠了一个村子100多口人，随后被官府派遣出的高手缉拿归案。就在即将问斩之际，谢修然又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越狱而出，还放走了同在大狱中的犯人。那群犯人中不少都是死刑犯，就算不是死刑犯的越了狱，也成为了死刑犯，所以就都跟在了谢修然身边，给谢修然当了狗腿子。在越狱之后，谢修然东躲西藏，终于在近期偶然间发现了这处涉山秘境。随后谢修然便以此秘境为根据地，带着一众小弟躲了进来，落草为寇。由于北地大乱，整个天下都不再太平，谢修然就又打起了自己那些魔道功法的主意，开始大肆掳掠北地难民来炼制血丹，想要寻求突破。至于劈柴刀法，则是谢修然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淘来的一本武技。由于谢修然自己最近在闭关突破，不方便下山，所以谢修然就派了为人机敏的小弟牛壮下山带取，并许诺牛壮回来之后就收其为弟子，传授其武学心法，让其成为一名武者。但是不巧的是，牛壮在回来的路上因为嘴馋，想要打劫宋琦的赤路，被宋琦给无情反杀了。随着谢修然絮絮叨叨地讲述着自己的发家史，所有的事情基本都已经被宋琦盘清了。不过可惜的是，谢修然已经突破，自己不再是他的对手。等谢修然讲够了送宋琦上路之后，估计任务最终也就判定失败了。可惜，唉，宋琦长叹一声。不过为什么总感觉这么不对劲呢？这个谢修然真的是个分享欲极强的话痨吗？寂寞到必须让他人来聆听自己的故事。宋琦仔细地打量着谢修然，从他一开始出场至今，似乎就一直站在原地没有动过，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双手就一直背在身后。最开始宋琦以为他是在装逼，但是现在想想，就算是装逼也没有必要一直维持着一个姿势不变吧。况且谢修然腰间明明配着刀，是一名刀客，一名刀客为什么在动手的时候不直接出刀，反而要出掌？这老逼灯不对劲。不过宋琦也不敢贸然地冲上去试探，毕竟一招被下了3000血的惨痛经历就在眼前。宋琦摸了摸腰间的金芒针，由于没有什么专业的暗器技能，所以这装备自打获得了之后一直就比较鸡肋，如今终于是派上了用场。一发金芒针直奔谢修然的面门，谢修然终于舍得伸出他那宝贵的双手将金芒针夹住，主动攻击触发了怪物面板。谢修然 LV10 金古镜，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1000，状态走火入魔，其余信息不详。哈哈哈！宋琦内心忍不住仰天长啸，这老登怪不得一直逼逼赖赖个没完，整半天是已经走火入魔，再拖时间装大半算呢。虽然内心狂喜，但宋琦脸上却不动声色。尽管谢修然已经走火入魔，但毕竟是突破成功了，很难保证他没有再出一招的能力，所以想要干掉谢修然，必须要一招致命，不让他有任何还手的余地。谢修然手指夹着金芒针，脸上流露出一丝不自然的神色，继续装腔作势道：“年轻人，看来你是想尽快赴往黄泉了。也罢，那老夫就成全你。”说罢，谢修然的右手缓缓摸向了腰间的刀。就是现在！12点自由属性分配力量，开门，开！燃血术！宋琦的衣衫再次炸裂开来，全身的气血汇聚为一条大龙，附着于扶风之上。惊鸿，扶风出鞘，其声如龙吟，似虎啸。相比于上次使用燃血术，这一次的宋琦更加的得心应手，发挥出了更大的威力。800点气血滚滚而来，在谢修然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宋琦的身影一闪而过，璀璨的刀光似乎划破了整片秘境。这是宋琦迄今为止的最强一击。谢修然的身体被一记惊鸿斩为了2截。一般情况下，被腰斩的人不会立刻死亡，
而是会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饱受痛苦的折磨而死去。但狂暴的气血顺着刀口，瞬间就撕毁了谢修然的一切生理机能。系统，你对谢修然造成1000点致命伤害，谢修然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000点，额外奖励经验星号400点。宋琦的身体维持着握刀的姿势，僵立在原地。大片的白色蒸汽顺着宋琦的毛孔向体外蒸发，啪嗒一声，符风脱手而出，跌落在地面。宋琦的身体也跟着一同栽倒了下去。比上次更加虚弱与乏力的感觉侵蚀着宋琦的大脑，然血术爆发出的威力越大，负面效果越强，不单纯是扣除80%全属性那么简单。宋琦就这样趴在地面上大口的喘息着，身体已经完全无法控制。系统，山贼的秘密已完成，评级甲。现发放奖励，获得奖励基础经验 X10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4000点，获得天赐之力，气运+1，获得天赐之力，力量+30。不愧是玄级上等的任务，经验之丰厚，让宋琦忍不住想要伸手点赞。可惜宋琦此时点不了赞。不过这个天赐之力是什么意思？系统代表着天道，所以可以对玩家发布任务，直接赐予玩家经验，让玩家提升实力。那么同样可以直接给予玩家以赐福，这么想倒也合理。不过气运又是什么东西？宋琦打开了面板查看，发现并没有在属性栏中多出来什么，所以是隐藏属性。想不通干脆就不想了，宋琦继续趴在地上休息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服刑的声音自远处弱弱的传来：前辈，你还活着吗？瞧这孩子说话这个晦气，我要是死了还能回你个我死了咋的？前辈，前辈。福航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发现宋琦虽然躺在地上不说话，但是眼珠子还在滴溜溜地转，终于放下心来。太好了，前辈还活着。没事，前辈我就算死了还能复活，到时候吓死你。不过话说回来， NPC 要是见到玩家死而复活后应该是什么反应？服刑带着一众师弟七手八脚的将宋琦抬进了一间屋子的床上，又是喂水又是喂药，折腾了半天，宋琦终于恢复了一些能动的力气。那些北地的难民怎么样了？宋琦转头去问服刑，服刑一脸黯然的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看来是都死了。宋琦叹息一声，走出房间，来到地下室附近，带着服刑几 NPC 将干尸都运了出来，再找到几把铲子，众人合力挖了个大坑，也算是让他们入土为安。平复了一下情绪，宋琦开始投身到浩浩荡荡的搜刮战利品环节。现在整个涉山秘境已经成为了宋琦的后花园。不过这些山贼可谓是穷的一批，一些琐碎的铜钱以及垃圾装备，宋琦现在根本瞧不上眼。重头戏还是要放在谢修然身上。首先在谢修然上半身的怀里摸了摸，并没有什么技能收藏在里面。随后宋琦的目光瞄向了谢修然的佩刀，瑶光，品质8品法器，装备需求搬运镜，气血1000，力量100，敏捷80。基本信息：攻击力305至323，属性加成：力量+18，敏捷+15，额外附加气血伤害正10%，拔刀速度正10%，出刀速度正10%。每次使用瑶光进行攻击，至少消耗10点气血。评价还算入眼的东西。卧槽，法器属性这么吊啊！宋琦摸着谢修然的，哦不，自己的佩刀，爱不释手。锵的一声，将瑶光拔出刀鞘，只见刀身上纹刻着细腻而神秘的纹路。瑶光的款式跟扶风有些相似，但是刀身要比扶风更长更弯一些。星痕的设计师似乎对于这种款式的长刀情有独钟。这谢修然魂的可以啊，竟然还有这种档次的武器。还好这个老登当时走火入魔，没有精力拔刀，要不然就看这个属性，一刀下来宋琦直接原地螺旋升天。将瑶光挂在腰间，宋琦摇身一变成为了2刀流刀客。当然这个2刀流指的是挂着2把刀而已。瑶光的属性虽好，但每次攻击都会额外消耗气血，一般的战斗还是要靠扶风进行解决。继续在谢修然的身上摸索了一番，宋琦找到了一块玉坠，青阳玉坠，品质9品法器，装备需求无。基本信息：防御力62至70，属性加成：体质+8，智慧+8，额外附加火属性抗性正5%。评价：看着好看，但实际也就那样。好家伙，这老登真是大富翁啊！这还是宋琦第一次在网界中看见提供防御属性的装备。美滋滋的将玉坠也挂在腰间，宋琦在谢修然的尸体上再次搜刮一番，确认已经没有东西之后，才开始翻找谢修然的密室。赤血丹单方8品灵丹，赤血参3两，归元宗2两，天火草1株，星宿叶1片，玄乳半斤，一份材料可出成丹1粒，服之可壮大筋骨，快速增长气血。
宋琦眨巴着眼睛盯着手中的赤血丹丹方，这东西并不是谢修然炼制的那个血丹，而是正经丹药，虽然只有一字之差。炼丹所需的材料在系统的标注中显示出均为8品灵药。宋琦突发奇想，谢修然会不会是看到这个丹方之后发现买不起药材，才打上了歪主意魔改了这个丹方？你别说，这个可能性还真是蛮大的，要不然屋子里怎么没有所谓的血丹丹方？虽然拿到了一个丹方，但是丹方上的灵药宋琦是一概不知，或许只能等到今后去大城市中打听。在谢修然的密室中又鼓捣了一会，宋琦终于成功的找到了一处暗格。无华经7品武学心法，发大财了！不是这谢修然怎么这么有货啊？其实并不是谢修然有货，这些东西都是舍山秘境里留下的，恰巧赚了一手而已。宋琦激动地将无华经自暗格中取出，狠狠地亲了一口。只可惜现在宋琦还不满足学习的条件，无华经需要武者达到第2阶段筋骨境才可以学习。宋琦连忙打开了属性面板，在完成了山贼任务之后，宋琦现在又积累了17290点经验，8级升到9级需要7000点经验。往届的升级开始愈发困难起来，将经验分配到等级上，宋琦将等级提升至9级。现在宋琦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9级到10级的经验是多少。姓名宋琦，等级9020000，经验10290，主职业武者搬运境，副职业无，技能猎手本能 15% 基础剑术 28% 蛮荒经8门遁甲残篇开门劈柴刀法 10% 化木刀法 2% 惊鸿刀法 2% 燃血术。生命值2040，体力值4080，器械1900-1900左圆括号900加1000右圆括号。属性力量153左圆括号135加18右圆括号，体质102左圆括号94加8右圆括号，敏捷108左圆括号93加15右圆括号，智慧90左圆括号82加8右圆括号，精神88。自由属性点3，称号勇武。装备粗布上衣破损，粗布长裤布鞋，山贼强攻扶风，金芒骨笔，金芒针，瑶光，青阳玉坠。坐骑红云。评价一只超凡的蝼蚁。第18章宗师王德发。9级到10级的经验竟然需要整整2万点，来了一波质的飞跃。这什么意思啊？境界需要突破，所以经验条也跟着突破了。系统检测到你的修为达到瓶颈，已无法继续提升。打破筋骨瓶颈。任务难度黄级上等。任务类型破境。任务内容击败一个同等级或以上的精英模板或以上生命。任务实现无。任务奖励无。看着突然跳出来的任务面板，宋琦捏了捏下巴。原来所谓的突破是这么个意思，需要完成一个破境任务，然后才能继续升级。这个任务对目前的宋琦来讲基本没什么难度，就算普通玩家也能通过各种其他方式来完成。因为在任务介绍中既没有要求是击杀，又没有要求必须是一个人独立完成，所以找人带组队刷估计都可以。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如果刚才已经升到9级的话，就可以直接拿谢修然充当任务结算了。密室之中没有再找到其他收获，谢修然本身的功法技能估计是没有以技能书的形式留存，虽小有遗憾，但是本次秘境之行已然收获不菲。密室门外，服刑带着一众师弟向宋琦辞行。前辈，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他日如果前辈需要帮助，可传信于宝方州罗宁山，不论千山万水，我等必来相助。服刑带着一众师弟们走了，他们由魏、当、Ram、江、不二、胡、麦、已久，此时已经归心似箭。至于身上的毒，只是一种暂时性压制法力的丹药，只要不连续服用，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目送服刑等人离开秘境，宋琦又开始翻箱倒柜的找起了东西。燃血术这个技能最大的弊端就是每次使用都会爆衣，自己在赵家村带出来的2套衣服现在已经全爆了。山贼的衣服多粗鄙不堪，很难入宋琦大爷的法眼。终于宋琦似乎是找到了谢修然的起居室，在里面找到了2件长袍。长袍的款式比较宽大，只要不是身形相差过远，都可正常穿戴。宋琦照着镜子，一袭藏青色的长袍，长发披散，样貌英武不凡，左侧腰间悬挂2把佩刀，右侧腰间悬挂一块品相不凡的玉佩，真是那个翩翩美少年。宋琦不由得为自己点了个赞。燃血术的 debuff 时间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此时舍山秘境中除了宋琦之外再无一人，比外界环境要安全得多，所以宋琦干脆就直接在这里下线了。然而宋琦此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一只携带着自己全部家产的小红马正在秘境外面等他。宋琦离开生物舱，打开了电脑，简单复盘了一下，
此时的宋琦已经清空了在平安县附近的所有任务，只有一个完全不着急的八门遁甲任务还挂在身上。无任务一身轻，宋琦接下来的目标暂时就是找一只精英怪完成破境任务，再把经验刷一刷升到10级，直接破入武者的下一个境界。这样新到手的心法无华经就可以学习了。破境，新的心法加上新的武器，虽然具体的数值提升暂时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宋琦的战力即将迎来一波全面的飙升。盘点完自己的明面收获，宋琦突然发现自己还一个非常大的隐藏收获，那就是这个谢修然的身份是个大通缉犯。虽然宋琦没有触发抓捕谢修然的任务，但是不耽误宋琦直接拿着谢修然的人头去朝鲜府领赏钱啊。想到这里，宋琦突然感觉自己有点被盘活了。本来宋琦想的是，自己虽然蒙面，但是大概身形肯定已经被人记录了下来，到时候悬赏告示一发，自己在南府郡这边活动肯定是不太方便了。宋琦打算是出了秘境就直奔洪都府，毕竟周衍正带着自己的存款在那边，算算日子，此时应该是已经到了。不过这其中涉及到的麻烦就是，宋琦没有周衍那种可以给坐骑提速的符篆，所以想去洪都府确实需要一阵时间。而现在，如果献上谢修然的人头作为滤镜，再加上宋琦的穿着打扮也与之前大不相同，确实可以在朝鲜府过渡一下，这样在朝鲜府接任务，顺带找一个精英怪把破境任务做了，升到10级实力大进一步后再去洪都府，整个过程更加顺畅一些。做完复盘之后，宋琦看着满屏的游戏，突然感觉一阵索然无味。现在胃口已经被网界养刁了，除了找人开黑之外，基本上对其他游戏也没什么兴趣了。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回呆后，宋琦干脆躺在床上看起了番茄小说。就在看得正起兴的时候，宋琦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似乎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一般。对了，红云！宋琦啪的一拍大腿，从床上滚进了生物舱里面。自己在秘境里面下线，倒是给大小姐忘在外面了，那山里可不一定安全。匆匆忙忙的上线回来，宋琦发现燃血术的 debuff 已经消失，随后火急火燎的就向秘境入口奔去。秘境与往届的主世界不在同一处空间里，所以在地图上也看不到红云具体在哪。没等跑到入口，宋琦又着急忙慌的折返了回来，一刀割下了谢修然的首级，找了个木盒子收纳进去，宋琦才终于出了秘境空间。没想到宋琦刚一出来就发现红云正在山洞入口那站着，尾巴一扫一扫的，显得有些不太高兴的样子。红云见到宋琦，撂着蹶子不满的叫了一声，随后转过身，将马鞍上挂着饲料与水果的一边冲向了宋琦。汗！原来是宋琦这回把东西都挂在上面，红云也取不下来，着了。一边伺候红云吃饭，宋琦也跟着一边啃自己的干粮，属实是饿得有点发慌。等到了朝鲜府，怎么着也得大吃一顿，害怕拖得太久，到时候谢修然的首级腐烂了辨认不清。宋琦吃完干粮后，便带着红云下山，一人一骑直奔朝鲜府而去。系统，你发现朝鲜府获得经验 X30点。在朝鲜府闭城门之前，宋琦终于是赶到了城下。朝鲜府作为一郡之首府，规模要比平安县宏大得多。数十米高的城墙上面流动着深邃的纹路，在夕阳的照射之下，如同一幅神秘的画卷。那是朝廷供奉的道士在其上纹刻的护城大阵。宋琦牵着红云，顺着入城的队伍排队进城，不出意外的遭到了城门处官兵的询问。进城做什么的？交悬赏。哪个悬赏？谢修然。宋琦将手中的木盒盖子一掀，一颗面目狰狞的头颅摆放其中。检查的官兵们被宋琦突然掏出来的大宝贝吓了一跳，有几个甚至直接抽出了腰间的兵刃。一个看似领头的 NPC 听见此处的喧闹，大步走了过来。吵吵什么呢你们？头儿，这有个人说要交谢修然的悬赏，那你们放他进。领头的 NPC 话还没说完，就看见了宋琦手里的木盒，随后眼珠子瞪得老大。盒中的人头与那悬赏令上的通缉要犯谢修然一模一样。果不其然，有了谢修然的人头做滤镜，宋琦免去了一切相关的盘问，被恭敬地请进了城中。本已准备下班的府衙，因为宋琦的到来，被迫开始忙碌了起来。谢修然是南府郡的通缉重犯，悬赏之高足足有1000两白银，所以对于身份的核对特别严谨。前前后后拢共来了3、4拨人，在反复的确认对比之后，终于算是将谢修然的身份盖章定论。系统，你发现角色看序 LV8， 一个身份未知但很明显有点子社会地位的人负责对宋琦进行接待，一边拍着什么少侠真是年少有为、武功盖世一类的彩虹屁，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着宋琦如何击杀谢修然的。在早些年间，谢修然的一身修为就已经达到搬运境巅峰，而宋琦的样貌多少是过于年轻了一些。虽然这些客套话没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但宋琦总感觉这个名为看序的家伙对自己似乎有些太过热情了，热情到开始拉着宋琦聊家长里短，是否婚配。最后在宋琦一头雾水之下，
将宋琦安排进一处环境清幽的独门小院之中。宋琦贤弟，你且在此先行住下。谢修然的悬赏金额不低，掌管银钱的管事此时已经放班了，待明日一早，看某定当亲手为你送来。看旭说完话，就挥手告辞了。宋琦眨巴着眼睛看着看旭离去的身影，心中想到：好家伙，合着在这等着我呢，想赖账是吧？不过宋琦转念一想，感觉到也不像是那么回事。一般来讲，欠钱的才是大爷，何况是官府欠下的钱，为什么还这般和颜悦色的对自己？宋琦看着被关紧的院门，心思转得飞快。然而一道柔柔糯糯的声音却在宋琦的身后悠悠传来：奴婢秋巧见过宋公子。宋琦一脸懵逼地转过头，发现一个模样俊俏的小丫鬟正在一处房间门口对自己行礼。这看去什么意思啊？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本质意义上，宋琦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大龄单身男青年，确实很想体验一下封建社会下被俊俏丫鬟伺候的少爷生活。但实际意义上，看旭这个人行为动机不明，这手法看起来有点过于类似仙人跳。好吧，最本质的原因是往届暂时不支持某些生理活动的展开，院子中有很多间房，所以宋琦也不至于不近人情的将小姑娘赶出去。为了避免秋巧跟自己哭唧唧嘤，宋琦冷着脸装出一副性冷淡的正人君子模样，将秋巧赶去给红云喂饭洒扫。对了，给红云收拾完之后，记得给我多做些饭。秋巧，良宵苦短的，您就让我干这些？打发走了秋巧，宋琦心中仍是有些热火难消，干脆在院子里练起了刀。系统，你彻夜苦练刀法，劈柴刀法熟练度正 2%。 直到天微微亮，宋琦才归刀入鞘，打了一大桶冷水，在房间里冲了个冷水澡。刚换好衣服，宋琦就听见门外嘟嘟嘟的敲门声传来。宋琦贤弟，看某求见，此时方便吗？宋琦听见声音，打开门，放看旭进了院子。二人在一张桌子面前坐下，看旭将10张100两面额的银票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案子上。宋琦贤弟，看某就明人不说暗话了，看某代表朝鲜府，有事想求见贤弟背后的宗师。宗师？什么宗师？看旭看宋琦还装作一脸懵逼的样子，便继续开口说道：贤弟，昨夜验尸之人已经确定，根据谢修然头颅中的头骨表现，谢修然已入金骨境。虽然看某的请求有些冒昧，但确实是有要事相求，还请贤弟代为引荐你背后之人。听到看旭这么一说，宋琦大致是明白他什么意思了，合着是验出了谢修然是金骨境的高手，而看自己太过年轻，便认定自己背后隐藏着一位金骨境的高手，自己只是代其行事之人。所以这些略带刻意的讨好也并非是针对自己，而是给自己背后之人的面子。至于为什么金骨境的高手会有这么大面子，那还跟往届当前的版本有关。由于当前版本限制人物等级为20，所以往届中的超凡体系如今也只能修炼到出入第3境界。平时江湖中浪荡着的基本上都是搬运境中后期 LV6至8的角色，而只要你有了这样的修为，再配上一个精英面板，就可以称之为一流高手了。而能突破至金骨境 LV10的武者，那更是凤毛麟角。用谢修然的话来说，可称一代宗师。这种角色就算是上百位训练有素的精锐士族结成军阵，也未必能将其留下。所以无论是在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中，都需以礼相待。至于能够破入第3境 LV20的，那基本上就属于是江湖传说，就像是小说里不怎么出世的那种故事背景类角色。我背后没有什么宗师，谢修然的首级是我亲手斩下来的。宋琦将面前的银票揣入怀中，不咸不淡地装了个小臂。看旭看着宋琦，本想再说一句贤弟莫要说笑了，但却发现宋琦正一脸淡然地直视自己的双眸。看旭突然浑身一个机灵，难道自己猜错了？面前这位看着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真的已经成为一代宗师了吗？第19章，朝鲜府之谋。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宗师，但确实有能斩杀宗师的手段，而且不出意外的话，近些时日我就可以破入金骨境。宋琦看着大惊失色的看旭，淡淡的解释道。很明显，听看旭之前的话，朝鲜府最近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最好需要一位金骨境的武者来出面解决。既然有任务好处发，那宋琦肯定是要把牛逼先吹出去。而且宋琦说的也没错，他确实马上就要10级了。至于为什么不请道士，那是因为现在的官府就连江湖中的武者都有些差遣不动，更何况去请动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牛气道士了。听了宋琦的话，看旭虽然略有失望，但面色终归是正常了一些。看旭对宋琦拱了拱手，真挚的赔礼道歉起来。尽管宋琦眼下还不是宗师，但听宋琦的口气，也是年纪轻轻的就已经达到搬运境巅峰，突破也只是迟早的事。这种人只能结交，万万不能得罪。宋琦吹出去的牛逼终究还是起到了效果，虽然此时的宋琦没能达到看旭的预期，
但看旭还是将事情跟宋琦讲了个大概。大禹已经历经800年风雨，如今官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力早已大不如前，地方上盘踞着很多世家大族，现在有什么事情，官府都得跟这帮人商量着来。在朝鲜府的治下，有一处稳定的上古秘境，平均每3年左右就会开放一次。秘境之中空间广阔，资源丰富，盛产各种灵药与珍贵矿石。即便朝鲜府这边已经探索了30年，资源仍未见衰竭，每一次探索都能赚得盆满钵满，是朝鲜府除了税收之外比较重要的一项营收。不过要命的就是，这帮世家大族每一次都要派遣人手一同进入秘境，分一杯羹。虽然名义上这帮世家大族承诺会将收入的30%上交给官府，但实际上只会将一些不值钱的破烂垃圾货滥竽充数的交上来。官府虽然不满这帮世家的作为，但一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凑合着过了。不过现在朝鲜府中的局势与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地大乱之后，神都、大禹皇都开始在各处调兵遣将，北上镇压青衣军作乱。而洪安州虽地处中原，但却是中原里毗邻北地的一州，所以朝鲜府中的精兵悍将都被军部抽调北上作战去了，其中自然包括朝鲜府全部的金古镜宗师。这一次秘境探索，少了金古镜的宗师坐镇，又少了一大批精锐人手，这样既要面对秘境中的种种危险，又要应对来自世家大族的暗中下绊子，想要有所斩获已经成为奢望。虽然朝鲜府与世家大族之间有互不侵犯的和平条例，但是往常都是有宗师坐镇才和和气气，估计今年秘境里就要有各种意外事故发生了。到时候秘境里发生什么，大家口说无凭，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也没什么办法。而且看旭打听到了消息，似乎这一次这帮世家大族请到了一位金古镜的宗师出手相助，想要在秘境中大肆的搜刮一番，所以现在朝鲜府这边也急需一位金古镜的宗师前来助拳。宋琦听着看旭的话，眼睛都要冒光了。虽然目前宋琦对于网界中的秘境设定还不太了解，不清楚这个朝鲜府的秘境与涉山秘境有多少不同，但看旭的话宋琦是听得一清二楚。超大空间，有怪有灵药，这对于宋琦来说就已经够了。现在宋琦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能练级的场所，所以你们现在的诉求就是找一位高手带队探索秘境，保证朝鲜府的收益。不仅如此，看旭的面容闪过一丝阴虐，随后又摇了摇头，似乎接下来的部分已经涉及到核心秘密。不管你们有什么要求，你们这个任务我接了。宋琦看着看旭不再说下去，干脆直接摊牌了。你……看旭看着宋琦，欲言又止。虽然宋琦说自己有斩杀宗师的手段，但终归是耳听为虚。而且如果世家大族真的请来宗师坐镇，看旭觉得即便请了宋琦也无法完成上头的交代。没猜错的话，你们这个秘境应该马上就要开启了吧？此时除我之外，你们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还有3天时间。看旭沉默了下来，的确想要短时间内找到一位宗师出手，确实也不太现实。3天时间吗？宋琦的手指敲打着桌面，继续说道，如果你们朝鲜府可以为我提供一定助力的话，我承诺你们在3天之内就可以进入金古境，到时候不管你们的需求是什么，包括杀掉对方的那位宗师，我都可以应下来。宋琦的小算盘打得叮当响，不管看旭发布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只要对面答应下来，宋琦就可以发动朝鲜府的力量帮自己找精英怪以及刷怪点，这样先把等级升上去，不管任务完成或失败，宋琦到时候都可以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你此话当真？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可以为我提供什么报酬？一位能聘请宗师出手的报酬。宋琦看着看旭的面色已经有那么些心动的意思，立马合情合理的薅起了羊毛。虽然系统的任务自带奖励，但是系统归系统， NPC 归 NPC， 打一份工要2份工钱，这很合理吧？看旭看着宋琦信誓旦旦的模样，确实是已经心动了。主要是正如宋琦所说，朝鲜府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看旭沉思了起来，朝鲜府这边已经准备好了给宗师出手的报酬，是一粒8品丹药回春丹。但是回春丹的效果是滋养气血，重复青春，一般来讲江湖上的宗师们年纪也都不小了，用这个回春丹正是合适。但宋琦这个20岁左右的年纪，这东西肯定是没什么卵用的。贤弟，看某托大叫一声贤弟，我看你的马只是一匹不能随你上阵的凡马，如果朝鲜府可以提供8品生灵丹使其进化为超凡物种，你意下如何？生灵丹有什么作用？是一种可以使兽类完成生命层次进化的丹药，像你的这匹马服用生灵丹之后，至少可以变得铜皮铁骨，日行千里，随你一同上阵杀敌不在话下。宋琦眨巴了一下子眼睛，虽然但是好像也不是不行，毕竟只是要个天头，即便没有报酬，宋琦也是要接下这个任务的。朝鲜府之谋，任务难度旋级上等，任务类型
战斗、探索。任务内容：朝鲜府精锐北上镇压青衣军，战事难料，未必能全身而退。朝鲜府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平衡即将打破，朝鲜府中的内卫已经下定决心，托付你在此次秘境之行中，将这些世家大族的精锐武装一网打尽。任务实现8个自然日。任务奖励：生灵丹 X1， 经验 X20000。评价：脏活累活。往届中的任务难度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系统根据玩家当前的等级以及一些游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得出，所以即便是同样难度的任务，只要触发者等级越高，任务的奖励也会愈加丰厚。死，倒是蛮狠的手笔啊！宋琦看着任务介绍，心中吐槽。不过这种杀人放火的勾当，宋琦现在是最擅长了。除了生灵丹之外，贤弟在秘境之中获得的所有收获，我们分文不取，全算作是贤弟的战利品。秘境在3日之后开放，持续时间共5天，在时间未到之前，谁也不能逃出秘境，所以贤弟只需要假扮成我们的士族，进入秘境之后便移形式即可。我们会为贤弟提供一个一次性的宝具，可以提前破开秘境空间，返回主世界。这样到时候只要贤弟手脚干净，一切神不知鬼不觉，我们也不会承认贤弟曾出入过朝鲜府的队伍。看着看旭一脸淡定的跟宋琦交代事前准备，宋琦只能默默扣出一波6。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跟看旭的腹黑程度相比，宋琦感觉自己只能算是一个弟弟。这样朝鲜府既得利，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怪不得系统会评价一个脏活累活。到时候如果出了纰漏，这些世家大族也只能来找宋琦的麻烦。不过无所吊位，这波只能说是互利互惠，毕竟宋琦也没打算在南府郡这边再待多久。只要利用朝鲜府先帮自己升到10级，到时候就算朝鲜府再算计自己，也没可能留得下宋琦。利益达成一致，双方的脸上都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好，贤弟，既然如此，你需要什么助力才能突破？灵药、丹药，只要你开口，朝鲜府皆可供给。看旭非常大方地拍着胸脯，虽然外物对于突破筋骨境有一定帮助，但是这玩意主要还是讲究个天赋，即便需要外物辅佐，也不是什么价格昂贵的东西。那倒不用，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实力比较强的逃犯，或者附近有什么异兽、凶兽出没？我需要几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来突破自我。看旭，这就是天才的世界吗？不管宋琦说的靠不靠谱，看旭还是非常配合宋琦的工作。当即将朝鲜府近期线索比较明朗，但是没什么人手去做的案子统统搬了过来。宋琦翻看着卷宗，一股脑将所有任务的信息全部触发了出来。现在宋琦距离10级还差1万点经验，只需要挑几个经验丰富的任务就能满足升级需求。一般来讲，经验丰富且有玄级难度的任务都是自带精英怪的。青角鲈鱼山，任务难度玄级下等。任务类型战斗。任务内容：近期有百姓反映鲈鱼山中有异兽聚集，时常袭扰山下百姓，导致百姓只能苟居于神力庇佑范围之内，对生活已经造成极大影响，请你前去山中调查并予以处理。任务实现3个自然日。任务奖励：经验星号3000。评价：聊胜于无。不得不说，朝中有人就是好办事，像这种既能刷怪又能结算任务经验的极品任务，宋琦随便翻一翻卷宗就找到了一个。事不宜迟，宋琦当即对付了一口早餐，签了红云，先是祭拜过朝鲜府的神祠，随后直奔鲈鱼山而去。系统，你发现鲈鱼山获得经验 X10点。鲈鱼山是一座矮山，位于朝鲜府东20多里地处，不知为何没有神祠在山脚下供奉。宋琦将红云安排在山脚下，独自一人上山。这么看来，看旭给的生灵丹确实是有些用处，要不然自己腿奔太累，带着红云又没法参战。刚一上鲈鱼山没走多高，宋琦就听见如同婴儿一般的啼哭声自四面八方传来，一只只瞳孔赤红的大猩猩出现在林间的各个角落。不出宋琦意料，看这模样就知道是异化怪物，而且怪的数量应该还不少。那就先给瑶光浅浅的试一下刀。看着好几只大猩猩锤打着壮硕的胸膛直奔自己而来，宋琦的手轻轻搭在瑶光的刀柄上。化木，在瑶光的加持之下，一股威力绝伦的刀意溢满整片山林之间。异化力神元 LV9。生命模板普通。生命值850850。基础属性：力量65，体质85，敏捷43，智慧8，精神12。其余信息不详。现如今，这种普通模板的小怪在宋琦面前就是行走的经验条，即便不动用气血，砍起来难度都不高。几只冲过来的小怪在瑶光的刀意面前，全部被造成了致命伤害，瞬间就栽倒在血泊之中，化为了宋琦的360点经验。试完了瑶光的攻击效果，宋琦满意的点了个赞，随后抽出符风冲进怪群里砍了起来。
一般像这种大型的怪物群体，都会有一个精英首领作为统治者。果然，在宋琦大肆屠杀他的子民后，一头直立起来有4-5米高，浑身毛发散发着荧光的超级大猩猩闪亮登场。超级大猩猩直接搬起脚下的一块1人高的巨石，直勾勾地向宋琦扔了过来。宋琦将手中长刀向上一挥，直接将巨石截为2半，好死不死地砸伤了旁边的一只神力猿，气得大神力猿在原地龇牙咧嘴。异化神力猿王 LV9， 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10000010000，其余信息不详。同样是9级的精英怪，感觉上去跟之前在涉山秘境中打的巨骨兵大差不差。好吧，还是有点区别的。这神力猿王好像是个 ADC。只见他此时虽然非常的愤怒，但还是没有像其他怪一样直接冲过来，而是捡起手边的东西，比如石头、尖锐的树枝等等，向宋琦一股脑的扔了过来。第20章采花大盗。力神猿王一边扔一边发出奇怪的叫声，时不时还得拍打一下胸脯，看得宋琦着实有些来气。将扶风龟刀入鞘，开门开启，宋琦的身影一下子在力神猿王的眼前消失。力神猿王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非常人性化的疑惑表情，随后就感觉背后一痛，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浮现在力神猿王的后背之上。系统，你对力神猿王造成280点伤害。在装备了瑶光之后，面对与巨骨兵同等级的精英怪，宋琦的伤害翻了1倍不止。劈柴刀法的破定效果一击生效，宋琦毫不留情地对着力神猿王的右腿就是猛砍了几刀。等僵直效果结束的时候，宋琦的身影已经飘然远去，力神猿王惨叫着发出的大力一击无奈落空。不论是金芒兽还是巨骨兵，这些体型巨大的怪物虽然看着威风凛凛，但是有一个统一的缺点，就是不够灵活。以宋琦如今的属性，只要不贪刀，打这种精英怪只是比普通怪多磨时间而已。而且像力神猿王这种有血有肉的怪物，还会因为负伤加重而战力不断下滑。但是精英怪终究是身上自带着一些技能，随着力神猿王的血线被宋琦越压越低，力神猿王的攻击出现了变化，双手合抱，使用出了附带不可阻挡效果的擒拿技，将宋琦的身体狠狠地攥在双手中间蹂躏了一番。系统，异化力神猿王对你造成800点伤害。宋琦的身体被甩飞出去后，很快地站了起来。现在10级以下精英怪的攻击对宋琦来讲已经没有那么致命了。虽然攻击的时候已经足够小心谨慎，但是精英怪首次突发的变招还是让宋琦有点难以招架。看来寻找一份身法类技能的计划必须要提上日程了。随着力神猿王的血线被压低到 50% 以下，力神猿王开始变得狂暴起来，防御、速度、力量都有了一些显著的提升，而且附带了一定的霸体效果。宋琦的攻击无法再对其触发僵直效果。宋琦开启了跟力神猿王之间的游击战。他现在的状态大概是释放了一种类似狂暴的技能，这种技能肯定是有一个持续时间的，不可能一直生效。宋琦开始在林子里面绕圈跑，由于有不少树木作为阻挡，即便力神猿王的速度得到了大幅增强，却由于身体过于巨大，频繁地撞在树上。力神猿王气得直跳脚，干脆也不追宋琦了，在原地捡东西，不断向宋琦投掷，再次化身为 ADC 形态。力神猿王愤怒地爆丢了5分钟石头之后，气势终于萎靡了起来。反观宋琦，虽然被丢得灰头土脸，颇有狼狈，但终究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宋琦的身影再次绕到力神猿王的背后，全力调动气血，狠狠地一刀斩在力神猿王右腿的伤口之上。系统，你对异化力神猿王造成1800点断肢伤害。异化力神猿王行动能力衰退，断肢效果触发，力神猿王的身体立马摇摇晃晃地倒了下来，摔的是地动山摇，灰尘漫天。宋琦抓住机会，一个跳跃窜上了力神猿王的前胸，气血拉满，将瑶光插入力神猿王的心脏位置。系统，你对异化力神猿王造成2000点致命伤害。异化力神猿王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 900点。搞定。系统，打破筋骨瓶颈已完成，你现在可以继续提升修为。宋琦在力神猿王巨大的身体上跳跃下来，继续去追杀他残余的原子元孙。虽然破境任务完成了，但是清剿鲈鱼山的任务肯定得把怪都清干净，才能得到最高评分。虽然同样是异化怪物，但很明显力神猿的智商要比其他怪物高得多。在看见老大被宋琦砍死之后，幸存的力神猿们化整为零藏了起来，要不是宋琦有猎手本能辅助，还真不好找到这帮家伙。里里外外将整个鲈鱼山翻了个底朝天，宋琦才总算是清完了这群倒霉猩猩，返回力神猿王尸体那里进行了一波原体解剖，取出了力神猿王的寿丹。系统，力神猿王寿丹9品灵药，碾成粉末可入水生服，增长气血，强健体魄，入药成丹效果更佳。咕嘟咕嘟咕嘟，老规矩，直接就水喝了。系统，你服用力神猿王寿丹，由于你已多次使用此类灵药，效果锐减，
你的全属性加8，你的气血上限加100。虽然力神元王寿丹跟古珠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但是大概是宋琦已经吃过2次了，所以本次的效果提升极为有限。不过想想也是，现实里吃药还有个抗药性呢，要是能无限吃无限增加，反倒是有些不合理了。宋琦下山骑上红云，回朝鲜府复命，找到看旭开了个后门，任务直接开始判定结算。系统清剿鲈鱼山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3000点，获得额外奖励经验 X1200点。清剿鲈鱼山的任务加上杀的野怪，总共为宋琦提供了7710点经验，算上之前的经验，宋琦目前的经验总和达到了18040点，距离升级还是差了一丢丢。宋琦回到自己的小院子中，一头又扎进了卷宗里面。像朝鲜府这种大城市附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异化怪物出没，所以宋琦左翻右翻，也没有再找到像清剿鲈鱼山这种简单无脑且奖励丰厚的任务。左思右想，宋琦还是放弃了去荒野刷怪的想法。朝鲜府秘境还有2天多便要开启，没有明确目标的在荒野上瞎逛，万一碰见什么事情回不来，再错过任务可就坏菜了。宋琦在卷宗里面继续寻找起来，想要找一个难度不高且在城里就能完成的任务。采花大盗尹冰饼，宋琦拿出这幅卷宗，详细的读了起来。这个尹冰饼是一个被通缉了很久的采花贼，作案风格嚣张跋扈，每次作案之后都会在案发现场留下自己的大名。1个月前，这个尹冰饼流窜到了朝鲜府，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作案3起，至今未能落网。2日、9日、16日，这人每隔7天就会作案1起，今天是22日，如果他还在城中的话，不出意外，明晚还会出来作案。这倒是一个在朝鲜府内就能完成的任务，可是他的下一个作案目标是谁？宋琦开始仔细的研读卷宗，很快就发现了受害者的共通之处。首先在年龄层面，受害者基本上都是15岁左右，未曾出阁的妙龄少女。其次在身份上，这个尹冰饼似乎还有点特殊癖好，3个受害者都是朝鲜府中有些家财的商贾之女。宋琦的手指习惯性的开始敲打桌面。尹冰饼为什么要这么选择作案目标？宋琦猜测或许有这些原因。一是商贾之家比较富裕，养出的女儿无论是身材样貌都会比平民百姓家的女儿出色一些。2是商贾之家虽然富裕，但明面上的社会地位不高，即便大富大贵也供奉不起什么武者高手，作案收益大且风险低。3是尹冰饼这人或许对经商之人有什么莫名仇恨。想到这里，宋琦笃定这尹冰饼不是无目的随机作案，而是专门挑选这样的人家下手。这样只需要调阅朝鲜府的户籍信息，看看城中有哪些商贾人家有未出阁的少女待家，便能锁定尹冰饼的下一个作案目标。这么简单明了的案子，这朝鲜府到现在都破不了，还真他娘的是一群酒囊饭袋。抓捕采花贼，任务难度黄级上等，任务类型悬赏，任务内容抓捕采花贼尹冰饼，尽量生擒，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银 X50两，经验 X2000。虽然经验不多，但只要顺利完成任务，就能在进入秘境之前升到10级。如果实在不行，进秘境之后苟起来砍2个怪，也能完成升级了。宋琦再次来到府衙，找到了看旭，在看旭一脸不解的表情中，提出要查阅朝鲜府的户籍，缉拿这个采花大盗尹冰饼。如果特效能够具象化的话，此时看旭的头顶肯定飘满了问号。贤弟，你确定抓捕这个尹冰饼就能帮你突破？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修炼方式也不尽相同。看旭虽然很不理解宋琦的需求，但是看旭也想不出来宋琦有什么戏耍自己的理由。最终在宋琦诚恳的目光下，看旭派来了2名刑侦的好手，配合宋琦一起查阅户籍。其实这户籍查阅起来也并不费功夫，虽然朝鲜府中人口数十万，但经过宋琦精确后的人群就那么多。首先挑选出朝鲜府中家境殷实的商贾人家，再逐一排查他们有没有没出嫁且年龄在15岁左右的女儿。最终一统计，比较符合条件的也就3户人家而已。此时天色已晚，按照规律这个尹冰饼要作案也是明晚作案，所以宋琦也就不再拉着2名 NPC 陪自己加班。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明天白天再吩咐就是了。驾马回了小院，宋琦在邱巧一脸幽怨的眼神中继续吩咐他喂马做饭。酒足饭饱之后，宋琦吩咐邱巧给自己房间内的浴桶打满热水。邱巧的表情转忧为喜，以为宋琦终于是石头开窍了，没想到宋琦竟然在邱巧打完热水之后，将邱巧直接推了出去，自己反锁上了房门。房门外，此时邱巧终于幡然醒悟，原来宋琦公子似乎有难言之隐。不管邱巧在外面想什么，宋琦躺在浴桶中舒舒服服地泡起了热水澡。你别说，这种在游戏里泡澡的感觉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不知不觉间，宋琦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而现实中宋琦则在生物舱内睁开了眼。如果往界中的角色失去意识，
睡觉、昏迷，那么会直接判定登出游戏。如果处于战斗状态中，则肉身会保留在原地，直到生物舱指示灯恢复绿色后才能重新登陆。如果未处于战斗状态中，肉身照常前往虚灵界沉眠，玩家同样需要等待生物舱指示灯恢复绿色之后登陆。宋琦在生物舱内起身，大大的伸了个懒腰，随后在冰箱里开了一瓶冰镇肥宅快乐水，大口喝了起来。虽然生物舱内会一直为人体定提供营养液，既不饿也不渴，但终究是有点怀念现实里的碳酸饮料了。打开手机，千度提问：如何求距离三角形3点最近的点？由于有3个可能的案发地点，那么在宋琦不能分身的情况下，就只能安排官府的人前去伏击。所以宋琦必须要找到距离3点最近的位置，居中策应，这样不管哪边打起来都能进行最快的支援。不过由于距离高中毕业已经过去多年，宋琦当初学的那点数学知识早都进狗肚子里了。至于你问为什么不从大学毕业开始计算年纪，不好意思，知识在大一开始就已经逐渐衰退了。研究了半天，好不容易弄明白计算原理，宋琦头疼地扔下手机，打开电脑，登录上许久未上的网界论坛。自打上次在论坛查询主线任务线索未果之后，宋琦就没再来论坛里看过消息。此时论坛里的帖子已经非常之多，之前那个去县城里被强制征召入伍的玩家还在持续更新帖子。最近的一条消息就发在2个小时前，我所在的军队被青衣军杀得节节败退，每天不是在跑尸就是在跑尸的路上。最离谱的是这群 NPC 自动屏蔽玩家可以复活的 bug， 每次我跑尸之后又会被 NPC 给抓回去，我实在受不了了，今天终于趁着全军溃败，跑尸之后溜走了。你小子还真他娘是个人才。在论坛里看了会帖子，宋琦打开编辑界面，发布了自己的第2条帖子，标题：收身法类技能书，带货私聊。正文：收一本身法类的武技，没有什么具体要求，有货就可以私聊我。现在坐标南府郡朝鲜府，距离合适来找我交易，或者我去找你都可以。宋琦现在的知名度在网界圈内非常之高，精英怪手杀视频以及离台谷战役视频的热度现在仍居高不下，所以宋琦刚一发帖，就有在线的水友过来顶帖。没过多会，嘟嘟嘟的提示音就响起，这么快就有人来交易了。宋琦通过了对方的论坛好友验证，是一个叫石小新的玩家。石小新，宋琦大神，我也在朝鲜府附近，能不能带我过一个旋级任务呀？有偿宋琦愣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代练陪玩本就是宋琦的老本行，此时也没什么拒绝的必要。不过听石小新说话的语气，感觉有点像是个妹子。宋琦，可以，但是我最近有任务在推进，一时间走不开，大概要4-5天时间。如果你来得及的话，我们加个某信。第21章金谷镜。石小新，好呀好呀。宋琦，二维码点 GPG。二人加上某信之后，宋琦下意识地打开了石小新的朋友圈 ，Fine， 3天可见。宋琦，等我任务结束之后再联系你吧，到时候你把任务详情跟我介绍一下，价钱的话是任务难度而定。所以说有些人吧，单身肯定是有点原因的。瞧瞧这孩子，一上来就跟人把天聊死了。石小新那边发了2个可爱表情包缓解尴尬，随后借口上线去了。此时是网界中的深夜时刻，大多数玩家在游戏中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是下线的高峰期。南府郡交流群里也开始有人冒泡。魏白宋琦，宋琦大神，你被通缉了。魏白截图点 GPG。宋琦点开大图一看，正是自己当初在平安县的那身穿着打扮，不过画像中的宋琦蒙着面，虽然眉眼之间有些相似，但不是比较熟悉的人基本认不出这是宋琦。通缉令上给宋琦标注出的身份是疑似在离台谷抢劫青上阁车队的神秘刀客，随后在平安县青上阁中杀人纵火。宋琦，小意思。宋琦，离台谷里面留下了不少刀痕，然后青上阁就在平安县里搜查刀客，我干脆一把火给青上阁烧了跑路了，笑。魏白6。不过这平安县对青上阁的事倒是上心，这么快就把自己的通缉令贴满了南府郡，让魏白都看见了。也不知道这38000两白银有多少是要分润给平安县的。嘟嘟嘟，联系人界面提示魏白想要添加宋琦为好友。宋琦，你干嘛？魏白，哎呦你个小黑子。魏白，你怎么不上线？宋琦，游戏里睡着了，现在处于登出状态，还上不去。魏白，姨那正好来陪姐姐打游戏。宋琦，魏白，来吗？吃鸡吗？吃出口吧。既然你都这样诚心的邀请我了，那宋琦大爷就勉为其难的陪你玩一会吧。与其说是吃鸡，倒不如说是跳伞模拟器。魏白突出一个人，菜瘾大，看见人突突突就是干，枪响了对内语音里就说大残，倒了不管是倒在哪块，反正就是能扶。两人欢声笑语的跳了几个小时伞，随后看时间差不多了，各自回到了网界之中。
别看魏白年龄上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阿姨了，但是声音却软萌软萌的，不知道凭借这一手欺骗了多少良家少男。此时往界中天已经蒙蒙亮，浴桶中的谁也变得巴巴凉。擦拭了一下身体，穿好衣服，在院子中练了会刀，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宋琦直奔府衙去找看需要人手。在宋琦的安排之下，3对快手乔装打扮之后，各自隐匿在3家富商附近。众人约定以烟火为号，无论哪边出现异样，直接向天空发射信号，宋琦就会火速赶往支援。而宋琦则经过科学计算，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中间位置蹲守起来。入夜，朝鲜府也开始了宵禁，路边的灯一盏一盏熄灭，只有打更人的声音回荡在街头巷尾。宋琦默默地盘坐在一处人家的屋顶，搬运气血，等待烟火升空。一直到凌晨，整个朝鲜府仍是一片寂静，似乎无事发生。宋琦站起身，视线远眺，心中想着，难道这尹冰冰已经不在朝鲜府了？还是这帮 NPC 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好好干活？4更天，人睡得最踏实的时刻，一束光亮在朝鲜府的夜空中蓦然炸开，耳力惊人的宋琦隐约能听见远处有人在叫嚷。鱼终究是上钩了。宋琦睁开双眼，一双眼眸在黑夜中分外明亮。远处一道黑影在房檐之上乱窜，下面是埋伏着的快手与巡夜的官兵在叫喊：开门，开！宋琦的身影在黑夜中弹射而出，浑身气血缭绕，显得分外扎眼。尹冰冰虽然蒙着面巾看不清表情，但双眼之中尽是恼怒的神色。他之前多在小地方的县城中作案，屡屡得手，便认为官府皆为酒囊饭袋，不过如此。来到朝鲜府之后，连续作案3起都未能被人察觉，更是志得意满。没想到今夜竟然被人设下陷阱伏击。不过好在他尹冰冰是一名武者，虽然战力不济，但却侥幸学过一门上乘的轻身功法，那些官兵根本追他不上。只要甩脱了这帮官兵，便在这朝鲜府中隐藏一段时间，待风头过去再去其他地方。尹冰冰心里如是想着，脚下的步伐又快了几分，几个闪落之后就将那些官兵远远地甩开。正当尹冰冰内心窃喜之时，面前仿如有一道惊雷划过，尹冰冰的瞳孔迅速放大，随后感觉右边身子一轻，一条臂膀就已经高高抛起。系统，你对尹冰冰 LV8 造成500点断肢伤害。还不待疼痛感袭来，一记势大力沉的手刀就斩在了尹冰冰的脖颈之上。系统，你对尹冰冰 LV8 造成200点伤害，尹冰冰进入昏迷状态。宋琦在尹冰冰身上搜刮了一番，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好货。系统，神仙岛虽是上部的台面的东西，但即便是搬运进武者服下，也要昏睡上几个时辰。系统，化功粉服用过后会大幅度抑制气血或法力的调动。系统，春药无论男女服下都会变得春意盎然，意乱神迷。不愧是采花贼，这下3烂的东西可谓是一应俱全。宋琦想了一下，还是将东西收入了怀里，指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随后拖死狗一样将半死不活的尹冰冰拖到了地面上。不一会，府衙的快手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宋琦吩咐了一下，直接将人交给了他们。至于尹冰冰会被官府如何处置，那就不关宋琦的事了。随着人手移交，任务开始进行结算。系统，抓捕采花贼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2000点，获得额外奖励经验 X800点，共计20840点经验，升级条件已达成。明天一早叫你们看大人带着赏银来找我。宋琦大喊了一声，身形几个闪烁，直奔自己的小院之中。皎洁的月光洒满整片院落，宋琦盘坐在地面之上，周身白色的雾气升腾。系统，气血奔涌如海，一道无形的屏障被你冲破，枷锁已开，无尽的生机涌现，恭喜你破入金谷境。系统，等级提升至10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50点，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系统，今后每提升1级，你的5维属性加10，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无华经。系统，天人交汇，你内视己身，一股全新的力量正在不断生成，你已成功掌握无华经，原心法蛮荒经被无华经替代。系统，你的力量加47，体质加48，敏捷加43，智慧加52，精神加50，你的气血上限加2100。系统，你已掌握新的能力，气血外放。系统，你的气血变得更加凝练。宋琦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眸中似乎有金光闪动，身上的白色雾气逐渐压缩回体内，一身长袍此时已经湿透。握拳，气血凝聚。宋琦轻轻向前一推，3米外的一棵树上被印下一道深深的拳印。这就是气血外放。宋琦面露喜色，随着等级的不断提升，弓箭由于前摇时间太长，已经无法作为有效的攻击手段。而气血外放这一功能，也算是为宋琦提供了一定的远程输出能力。姓名
宋琦，等级10 03000，经验440，主职业武者，筋骨劲，副职业无，技能猎手本能 15%， 基础剑术 28%， 无华金八门遁甲，残篇开门砍柴刀法 12%， 化木刀法 2%， 惊鸿刀法 2%， 燃血术。生命值4160，体力值8320，气血4100左元括号3000加1100右元括号，属性力量258左元括号240加18右元括号，体质208左元括号200加8右元括号，敏捷209左元括号194加15右元括号，智慧200左元括号192加8右元括号，精神196。自由属性点13，称号勇武，装备精致长袍、布鞋、山贼强弓、扶风、金芒古笔、金芒针、瑶光、青阳玉坠。坐骑红云。评价：一只强壮的超凡蝼蚁，一波突破加上功法替换，宋琦的全属性几乎已经翻倍，尤其是气血属性更是迎来暴涨。看现在的数值面板，7品心法所能提供的气血应该为等级 X300。此时天已经亮了起来，与看旭之间约定的3日之期就是今天。宋琦刚刚回屋换下湿漉漉的衣服，就听见院外响起了敲门声。贤弟。看旭看着宋琦，发现今日的宋琦已经有些不一样了，身上无时无刻的不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威势。宋琦也不说话，掌心向着院内的大树微微一推，气血涌动，还算粗壮的树干瞬间炸开，气血外放。筋骨劲，武道宗师，行，宋宗师。看旭看着宋琦激动不已，连连点头以示敬意，就连称呼在不经意间已经换了。秘境什么时候开放？那倒是还不急，要等到未时才会开放。那你干嘛来了？看旭，不是你昨天吩咐快手让我一早来找你吗？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那个，给您送赏银来的。哦，宋琦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好像确实是自己嘱咐他过来的。这时，宋琦才发现看旭身后站着一个老头。宋宗师，这是我特意找来的易容高手，给您乔装打扮一番。瞧瞧，什么叫专业？宋琦进入房间，任由老头在自己脸上鼓捣了起来。不稍片刻，宋琦整个人就已经大变了模样。再换上官府提供的一套劲装制服，宋琦照着铜镜，此时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位中年大汉。走出房间，红云看着宋琦吓了一跳，凑过来闻了闻，但仍旧是宋琦那股熟悉的气味。不明所以的红云一对眼珠子瞪得溜圆。宋琦大爷一般的在院子里一坐，对着看旭说道：你们那个生灵丹先给我吧，做完事我也就不回你们朝鲜府了。放心吧，我肯定会办完事再走的。看旭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掏出了2个锦盒。系统生灵丹8品丹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兽类生灵升华生命层次。系统不明碎片一次性道具，一种可以划破秘境与主世界间空间壁垒的道具。一个是给宋琦的报酬，一个是可以帮助宋琦不在指定地点，并且可以提前退出秘境的道具。宋宗师千万谨记，这个道具只能早用不能晚用，如果秘境正门关闭，那么空间加固，这个道具也就失效了。该说不说，看旭这人还是靠谱的。生灵丹的锦盒拆开之后，散发出阵阵诱人的芳香，这还是宋琦第一次见到成品的丹药。红云闻到这股味道，上半身人力儿起，不安分地嘶鸣了起来。抚摸了一下红云的鬃毛，宋琦将生灵丹扔进了红云的口中。红云咂巴着嘴，面上露出疑惑的表情。这东西闻着挺香的，咋吃到嘴里没啥味呢？一股灼热的气流开始在红云体内肆虐，红云的身体开始不安分地扭动起来，鼻子中喷出一道道白色的雾气，大滴大滴的汗珠自红云的皮肤溢出，缰绳被红云直接扯断。好在宋琦眼疾手快，一把将红云按住，要不然此时红云已经破门而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如同炒豆子般不断响起，红云一头栽倒在地上，抽搐不已，胡乱地瞪着蹄子。卧槽！宋琦看着红云一副快要嘎了的模样，发出一声惊叹。要不是系统面板不会骗人，宋琦都快怀疑这是不是吃了假药了。红云的身体被大片大片喷涌而出的雾气所包裹，宋琦一时间也看不清楚，只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这种感觉就像是病人家属等待在手术室外一样。终于，差不多1个时辰过后，一声嘹亮且愉悦的嘶鸣声传出，红云的身影在雾气中缓缓浮现，双目如电，浑身赤红如血，原本只到宋琦胸口的肩高，此时至少已经是2米打底，浑身散发出一股力量与速度兼备的美感。昵称红云，等级10，生命值8000，体力值16000，16000，亲密度85100，属性力量63，体质80，
敏捷122，智慧50，精神96。进化后的红云怎么看都像是传说中的赤血宝马，而且看这套属性面板，很明显生命层次已经升华为精英，即便在精英之中都算作是佼佼者。看旭的目光之中满是艳羡之意。生灵丹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兽类的生命层次，但看旭却没想到在红云身上的效果如此之好。看来宋琦的这匹马本身的血脉中应该就有一丝不凡之处，如今被生灵丹挖掘了出来。第22章紫萤石。宋琦上街给红云置办了一套新的马具，因为原本那套已经完全不合身了。在采购了不少饲料与水果之后，宋琦返回了院子中，把自己的家当都存储到红云的马鞍上，再将饲料与水果挂在红云的脖颈上。宋琦直接打发红云出城找一处地方等着自己。红云现在的样貌有些过于神俊，带在身边有些过于扎眼。即便宋琦已经易容过，但还是会让人一眼看出自己的马。虽然朝鲜府这边大概只是个10级及以下的地图区域，但这些世家大族之间的人脉错综复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宋琦直接打发红云独自出城，找个安全场所等待自己。在秘境之行结束后，宋琦直接去野外寻找红云，不再回朝鲜府之中。进化过后的红云，除了不会说话之外，基本上已经能做到无障碍沟通，而且一身属性面板之高，即便红云不怎么擅长战斗，踢死几个水平一般的武者也不成问题。红云的身影如同闪电一般的消失在街角，宋琦将一切准备妥当，在看旭的安排下，顺利混入朝鲜府的队伍之中。朝鲜府的队伍已经在府衙一处集合，看旭将宋琦带到之后，立马就装出一副咱俩不熟的表情，给宋琦甩了个眼色就离开了。领头人是朝鲜府中现在为数不多的搬运境巅峰武者，打量了一眼宋琦后也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今年的情况大家都清楚，这次进秘境可是个苦差事，大家只求最后能平平安安的出来就好。至于宋琦身上背负的秘密任务，只有上面看旭跟宋琦少数人知晓。秘境在城北的一片林子之中，一次开放仅容40人进入，朝鲜府出20人，世家大族出20人。宋琦易容之后，整个人显得有些呆头呆脑，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此时林子外已经被官兵和世家大族的私兵把守了起来，从今天开始到秘境开放结束，不许进也不许出。宋琦默默打量着世家大族的队伍，牢记住对方的衣着款式以及相貌特征，毕竟面板只提供基础信息，不会告诉你人属于哪边阵营，到时候砍错人了可不符合宋琦的服务宗旨。其中有一位赤手空拳的中年男子引起了宋琦的格外注意，因为其他人等均配刀剑，只有这人两手空空。那中年男子似乎发现了宋琦在打量自己，回敬了一个善意的笑容。不远处的前方，空间一阵扭曲波动，一道光幕缓缓浮现在地面之上。系统，你发现通木秘境，获得经验 X100点。通木秘境，通木是哪？还是说这片区域以前叫做通木，时代变化久远之后更名为现在的朝鲜府？系统，是否进入秘境？是。光幕一阵光华流转，40人的身影全部被吞没其中，随后光幕缓缓消失，一股潮湿且略带不友好的气味冲入宋琦的鼻腔。宋琦睁开眼，发现自己似乎处于一处洞穴之中，四周昏暗，看不真切，只有远处的通道拐角处散发出点点光亮。系统，通木秘境是一处上古秘境，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空间稳定。宋琦四处打量了一番，发现自己名义上的那些队友并没有在自己身边，看来是随机地点传送。这样也好，省得自己还得想办法脱身。宋琦摸着刀柄，提防着可能发生的危险，小心翼翼地向有亮光的地方走去。穿过拐角是一处比较宽敞的空间，一个又一个的洞口以此处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不断蔓延，看起来有些像一处巨大的怪物巢穴。墙壁上四处坑坑洼洼，像是被人多番挖掘过一样。这是一处矿洞，一道类似皮革摩擦的滋滋声自洞穴的阴暗处传来，似乎有什么生物正在快速地向宋琦的方位移动。枪！刀芒携带着气血长虹，化作一个半月向传来声响的地方斩去。轰！岩石被宋琦的刀芒斩碎，大块的石头四处崩飞，一道怪物的惨叫声悠悠地回响在洞穴之中。系统，你对洞穴魔蛛 LV9 造成800点致命伤害，洞穴魔蛛死亡，你获得 80% 基础经验 X72 点。现在的这种级别的普通怪物，在宋琦面前已经不堪一击，而且由于宋琦的等级已经较高，在南府郡这片区域活动，击杀怪物都要被扣除经验。南府郡这片区域已经不再满足宋琦的升级需求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滚动到宋琦的脚下，散发出莹莹紫光，似乎不像是普通的石头。宋琦低头将石头捡了起来。系统，紫萤石，8品矿石，炼器的中和性材料。之前看旭就曾经与宋琦说过，秘境之中盛产珍贵矿石，
这紫萤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是一种具有中和性质的珍贵材料，可以调和其他材料混合到一起之后产生的冲突效果，所以不管炼制什么法器，几乎都要加一点紫萤石的粉末在其中，在市场之上一直供不应求。这么拳头大小的一块，差不多就价值10两黄金，真不愧系统评价是资源丰富，才刚一进来便大有斩获。宋琦点赞点 JPG。 还不待宋琦将紫萤石收好，洞穴之中就传出了密密麻麻的怪物涌动声，洞穴魔蛛们密密麻麻的幽绿色眼珠不断浮现在阴影之中，即便有情感钝化的加持，宋琦还是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种身体毛茸茸、长相怪异、有多条腿的生物，向来对生活在都市中的人类杀伤力很大。尽管在现实中，他们的身体还没有人类的一个拳头大，但足以将一个成年壮汉吓到抱头鼠窜。那么现在这种有半个人身体那么高的蜘蛛呢？宋琦猛猛挥动手中的瑶光，气血如同不要钱一般喷涌而出，3、4米长的气血刀芒在山洞之中向四面八方肆虐起来。一时间，怪物的惨叫声、岩石的碎裂声，整个洞穴之中乱成一团。宋琦喘着粗气，杵着刀立在原地。系统的击杀提示音不断响起，一共有2016点经验入账。现在整个洞穴之中安静了许多，除了不断有石块跌落的声音之外，没有了蜘蛛们爬行产生的噪音。平复了一下心情，宋琦突然发现自己的气血亏空的厉害，明明只出了10刀，怎么气血直接下去了2000点？宋琦握紧了瑶光，凝神静气，全力控制着气血附着于瑶光之上，刀芒飞射，轰的在一处岩壁上炸裂，乱石飞溅。果然，气血减少了200点，宋琦对于气血调动的上限提升了。宋琦面露喜色，这样自己的爆发简直是猛猛提高了一大截。兴奋之后，宋琦埋头在地面上的乱石里面搜寻了起来，想要找找看还有没有紫萤石被崩出来。用瑶光在地面翻了半天，也没有再发现散发着紫色荧光的石头。用手触摸之后，系统也仅仅提示是普通的矿石，有点失望。看来紫萤石的产量并不是很高。不死心的宋琦又抽出长刀，在洞穴里面轰炸了2刀，碎石又溅满了一地。宋琦还没来得及翻找，就感觉整个洞穴都开始摇晃了起来，不断有碎石在上方向下滑落。我操，不会要塌方了吧？好在洞穴只是摇晃了一阵，并没有发生什么更不好的事情。宋琦的脸上微微露出一丝尴尬，也不敢在里面多待了，认准了向上的方向开始撤离。果然，采矿是个技术活，宋琦觉得自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还是去干点别的生意吧。瑶光跟扶风被宋琦一左一右握在手中，暂时充当了登山镐的角色。宋琦的身影在矿洞之中起起落落，终于是费力地爬到了矿洞表层。沿着路向洞口走去，宋琦的身影突然停滞，因为宋琦听见了外面隐隐约约的脚步声，有人在这个洞口处进来了。宋琦屏住呼吸，身体蹭的一下跳到了洞穴上方，将瑶光插入岩层，整个人如同蝙蝠一样隐匿了起来。先观察一波，如果是朝鲜府的人，就放他们过去；如果是世家大族的人，那就直接宰了。虽然洞穴之中光线有些昏暗，但宋琦还是看出来，这些人的服饰与朝鲜府这边比较统一的制服不太一样。一共有3个人。宋琦的身影如同幽灵般滑落，瑶光直刺最后一人的背心。噗嗤，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系统，你对李金艮 LV9 造成1800点致命伤害，李金艮死亡。你获得 80% 基础经验 X72 点。不愧是世家大族的精锐人手，虽然只是普通面板，但光看这个生命值上限，在江湖中就绝对算是一把好手了。可惜他们遇到了宋琦。朝鲜府的人，你们怎么敢？走在前面的2个 NPC 回过神来，看清楚宋琦的服饰，大声的怒斥起来。2人抽出腰间兵刃，全力催动气血，纷纷发出自己的最强一击，向宋琦袭来。但还没等到近身，一道气血刀芒就已将2人碎成4截。武道宗师，2人临死前双目之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又是144点经验入账。虽然高等级打低等级经验有所欠缺，但是无双割草的风格又有一种另类的游戏爽感。收刀入鞘，宋琦例行在3人的尸体上划拉了一番。现在不是法器的东西，宋琦基本上已经瞧不上眼了。一些琐碎银两与凡品兵器搁在身上都占地方，卖也卖不了几个大子，就算是红云的马鞍上存储空间也相对有限。虽然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是宋琦却发现3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质量很好的袋子。虽然袋子看似不大，但是延展性很高。宋琦用力扯了扯也没有扯破，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哦，这东西是装物资用的袋子。毕竟宋琦的本职工作是进来砍人的，所以看旭也就压根没有给宋琦准备这些不太用得到的道具。随手抄了2个袋子系在腰间，宋琦终于是走出了阴森森的矿洞。洞口之外，阳光明媚，芳草萋萋，
一派旅游度假胜地风光与矿洞之中截然不同。回想了一下涉山秘境中的荒凉破败景象，宋琦不由得摇了摇头。同样是秘境，差距也太大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些秘境又是如何生成的呢？对于这些设定问题，官方的资料集中其实提到的少之又少。总之就是一句话：自行探索。先杀人还是先在秘境里面搞物资？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宋琦沉思了片刻之后，做出了一个英明神武的决定。虽然任务是杀人，但肯定不能一进来就开杀，让那帮 NPC 先在秘境里勤勤恳恳的工作，自己呢则先找怪打怪练级，等到第3天的时候开始动手，这样留出1天多的时间，既能完成任务，又能直接抢了这帮 NPC 搜集到的物资，相当于是找了10几号人给自己打工，简直是一举两得。宋琦不由得为自己的聪明才智点了个赞。嗨呀，刚才那3个 NPC 也杀早了，让他们下去指不定能挖出来点好货上来呢。由于整个通墓秘境都是这种草地，所以各类生物活动的痕迹都会非常清晰地存留下来。本以为已经没什么用处的猎手本能，在这个环境下派上了大用场。虽然秘境的空间范围很大，但是宋琦猜测，不管是世家大族还是朝鲜府，彼此之间应该都有一些联络聚集的手段。大家肯定是聚在一起探索，会收获更多，所以宋琦也不担心到时候找不到人。唯一的麻烦大概就是那个在秘境之外看到的赤手空拳的中年男子。如果世家大族真的请到了金古镜的宗师坐镇，那么直觉告诉宋琦，一定就是那个人。不过就算真的是金古镜的 NPC， 宋琦也不怎么发怵，除非他是精英以上的模板，或者等级超过了15级。不过像南府郡这样的地图里面，应该不会有这种级别的人物出现。宋琦开启了猎手本能，仔细的在地面上开始搜寻起生物活动痕迹。地面上比较明显的就是3位受害者留下的脚印，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痕迹留下。宋琦思索一番，先是在原地搬运气血回满了状态，随后选了一个与3人印记相反的方向走去。万一他们来的那边还有 NPC， 撞上了不动手也挺尴尬的。第23章铜铃蟒。一路上猎手本能开停停，宋琦很快就找到了疑似怪物活动的踪迹。只不过宋琦看着地上连绵到一起的爬痕，心里有一种不妙的预感。果不其然，宋琦沿着痕迹追踪下去，就见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面，一对散发着幽幽光泽的树瞳正死死地盯着自己。巨大而修长的身体缠绕在树干之上，浑身的鳞片在阳光照射之下散发出一股铜绿之色。靠！设计师就不能做一点人类喜欢的生物出来吗？设计师，树林里有蛇不是很正常吗？死！死！蟒蛇扭动着身体，不断吐出猩红的信子，似乎像是在对宋琦发出警告。看着蟒蛇颇有灵性的样子，宋琦头一歪。精英怪，多少级的？唰！一道刀芒向蟒蛇的身体斩去。系统，你对铜铃蟒 LV10 造成120点伤害。铜铃蟒 LV10，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29880300000，其余信息不详。乖乖，10级的精英怪找到大家伙了。网界中不只是人类，所有的超凡生命10级都算是一个坎，不论是什么级别的面板，在达到下一个10级之后，都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如果是9级的精英怪，对于现在的宋琦而言，砍起来跟普通小怪没什么太大差别。10级的精英怪，除了当初那个倒霉鬼谢修然，宋琦还没正式交手过。铜铃蟒受到宋琦的攻击，一对树瞳之中泛起幽幽的红光，张嘴一吐就是一道火蛇向宋琦喷涌而出。卧槽，成精了是吧？上来就是魔法攻击。火蛇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宋琦躲避不开，只能在面前催生一道气血防御。气血被火焰焦灼的直冒青烟，炽烈的高温烤得宋琦一阵口干舌燥。2个呼吸之间，宋琦就被烤掉了100点气血。铜铃蟒看一道火蛇没能奏效，张嘴又是一道火蛇喷出。又来，强度这么高，开门，开！宋琦的速度拔高一截，堪堪将火蛇避开。火蛇喷涌着包围了一棵树木，熊熊的火焰燃烧开来。宋琦的身体以周围的树木作为借力，弹射而起。化木，右手按住瑶光的刀柄，全力滋生气血，漫天的刀意在树林间纵横。-120，-180，-150，几道刀痕浮现在铜铃蟒的皮肤之上，但始终未能削开皮肉。事实证明，化木这个技能并不适合在单打独斗的时候使用。一道凝聚了200点气血的化木，最终只在铜铃蟒身上留下了几百点伤害，大片的刀芒全部被铜铃蟒拧动着躲避开。惊鸿，宋琦的身影直冲高空，刀尖狠狠地戳在铜铃蟒身上。一阵金铁交鸣声之后，瑶光的刀尖终于戳进铜铃蟒的身体。系统，
你对统领蟒造成850点伤害。宋琦的身影潇洒落地，一套连招猛如虎，一看伤害才打了1000多。主要是作战环境对宋琦非常不利，统领蟒的身体一直盘踞在树干上，宋琦又不会飞，就只能跳起来对统领蟒发起攻击。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跳起来打？宋琦一拍脑袋，感觉自己有点惯性思维了，直接把树砍了不就好了吗？刷刷刷，3道刀芒避开统领蟒的身体，直奔他身下的大树而去。没想到统领蟒竟然主动盘旋着身子，硬吃了宋琦的3道刀芒。负120，负120，负120。你小子不对劲，这个统领蟒为什么要护着这棵树？呼！一道火蛇再次向宋琦喷射而出，宋琦的身影一闪，躲到了一旁。熊熊大火再次燃起，此时火势已经开始在树林间蔓延开来，硝烟弥漫，空气灼热，宋琦感觉呼吸都开始困难起来。反观统领蟒则一脸享受，一对树瞳中甚至还有一抹人性化的戏谑之意。你小子！宋琦直接抽刀插入火焰之中，挑出一大截正在燃烧着枝条，向统领蟒的方向扔了过去。统领蟒明显有点急了，竟然快速的转身，大嘴一张，将带火的树枝吞了进去。这叫什么？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宋琦开始重复上述操作，漫天的小火团不断的向统领蟒身下的大树抛去。死！统领蟒一声长鸣，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大嘴一张，一时间狂风大作，所有的火焰都化作一条火线，被统领蟒吞入腹中。还有这种操作？宋琦愣了一下，随后瞬间反应了过来，起身直奔统领蟒身下的大树而去。当！宋琦抄起瑶光，当起了伐木工，看我砍不砍你树就完事了。不过想象中树干直接被宋琦砍断的剧情并没有发生，瑶光斩在上面竟然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刀身只是砍进了树干之中，却未能将其砍断。卧槽，你这什么材料的树？要知道现在的宋琦全力一刀斩下，哪怕是数米直径的巨石都要为之两断。就在此时，一股腥臭之气在宋琦背后传来，统领蟒的血盆大口已然杀到。来得好，不怕你肉薄，就怕你长手打短手，高科技打冷兵器。宋琦双手握紧瑶光，抽刀回身，直插统领蟒口中。系统，你对统领蟒造成2000点伤害。统领蟒吃痛，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甩着脑袋向后撤去。巨大的身体扭动着在树干上面滑落下来，嘴里发出嘶嘶的叫声，一对树瞳充满怨恨的目光盯着宋琦。对宋琦威胁最大的火焰攻击，统领蟒已经不敢再用。只见他扭动着庞大的身体，在树林间灵活地穿行起来，20多米长的身躯将宋琦团团围在中间，这是蟒蛇常见的缠绕攻击法。当然，这招对宋琦来讲不怎么奏效，只需要轻轻一跃就能跳到统领蟒身上。都说打蛇打7寸，那你告诉我，一头20多米长的巨蟒，7寸在哪？宋琦迷茫地在统领蟒身上砍了几刀，刀身撞在鳞片上，火花四溅，根本不痛不痒。统领蟒翻滚着身体将宋琦甩了下去，连带着撞倒了好几棵大树，一时间地动山摇，场面一片混乱。宋琦的身影在漫天烟尘中一跃而出，再次跳到了统领蟒身上。虽然找不到所谓的7寸在哪，但是最开始的一记惊鸿曾经破开过统领蟒的防御。宋琦找到了统领蟒的那处伤口，劈柴刀法连续出击，负420，负480，破定效果生效。统领蟒挣扎着的身体忽然一僵，宋琦又是对着伤口连续3刀砍出，负480，负480，负500。伤口被宋琦进一步撕裂，鲜血横流。统领蟒的身体再次翻滚了起来，宋琦身形不稳，只能跳了下去，或是被宋琦给砍疼了。统领蟒的树瞳之中再次泛起危险的光芒，上半身高高竖起，嘴巴张开，一个火团在其中旋转着凝聚成型。轰！火团喷吐而出，在空中不断变大，一眨眼就变成了脸盆大小，狠狠地砸向宋琦附近的地面。虽然火团的主体被宋琦躲过，但强大的冲击力还是将宋琦掀飞了出去。系统，统领蟒对你造成1000点震荡伤害。系统，统领蟒对你造成300点灼烧伤害。宋琦灰头土脸的在地上站了起来，拍打着熄灭了身上不断燃烧着的小火苗。畜生终究是畜生，即便通了人性，只要一急眼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统领蟒继续保持着立起的姿态，不断的搜寻着宋琦的身影，口中含着一口烈火，对着宋琦就是再度喷出。漫天烈火将整片林子点燃，宋琦的身影不断在火海之间穿梭，向统领蟒的方向逼近。因为宋琦看到了统领蟒的身体内侧，在蟒手的下端有一片区域似乎没有鳞片覆盖。瑶光归鞘，宋琦在高速的奔跑中做出拔刀的姿势。开门！开！
宋琦的身影再次避开一团烈火，高高跃起。惊鸿，吃！瑶光狠狠地插入那片没被鳞片覆盖的区域。系统，你对铜鳞蟒造成18000点弱点伤害。一声剧烈的嘶鸣响彻整片树林，瑶光被留在了铜鳞蟒的身体之中。宋琦的身体当着瑶光的刀柄，跃上了铜鳞蟒的头部，扶风出鞘，狠狠地插入铜鳞蟒的一只眼球。系统，你对铜鳞蟒造成3000点弱点伤害。铜鳞蟒的身体剧烈扭动了起来，一股大力将宋琦甩飞了出去，两把刀全部挂在了铜鳞蟒的身上。宋琦的身体被甩入火海，火焰不断灼烧着宋琦的气血防御。系统，你受到800点灼烧伤害。火人一般的宋琦在火海中冲了出来，开始满地打滚的灭火，而铜鳞蟒也跟宋琦一样，在疯狂的满地乱窜，一个是被火烧的，一个是疼的。痛苦的嘶鸣声不断传出，铜鳞蟒口中的火舌就如同窜稀了一般，天上地下的四处喷射。满脸焦黑的宋琦终于将身上的火焰扑灭，再度开启开门，身形向正在满地打滚的铜鳞蟒冲去。身形渺小的宋琦不断躲闪跳跃着，防止被发疯的铜鳞蟒一屁股压死。终于宋琦抓住了机会，趁着铜鳞蟒翻身的功夫，一跃跳到铜鳞蟒的胸口。瑶光被宋琦拽紧拔出，带出一大片赤红色的血泉。在铜鳞蟒不甘的悲鸣声中，一记劈柴刀法再次插入了铜鳞蟒的薄弱之处。铜鳞蟒的身体抽搐了片刻，最终没有了所有声息。系统，你对铜鳞蟒造成2560点致命伤害，铜鳞蟒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星号1000点。呼呼，宋琦大口地喘息了起来。此时空气已经非常之灼热，宋琦感觉这片林子的氧气都要被火焰给烧没了，赶紧将符封捡了回来。宋琦用瑶光快速地解剖起铜鳞蟒的尸体。系统，铜鳞蟒寿丹8品灵药，碾成粉末可入水生服，增长气血，强健体魄，一定程度提升火属性抗性，入药成丹效果更佳。系统，铜鳞蟒的胆9品灵药，生服可调理耳目，解毒去肺，一定程度提升毒属性抗性，入药成丹效果更佳。虽然这铜鳞蟒一身是宝，但此时火势已经无法遏制，宋琦没有时间再去处理其他材料，只能拿了铜鳞蟒身上最值钱的2样东西。而且这片林子里应该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铜鳞蟒一直守着的那棵树。宋琦在火海中穿行，一跃而起，跳到那棵大树之上。在一节树枝之上挂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果子，如果宋琦没有猜错，这就是铜鳞蟒真正在守护之物。系统，玄岩果7品灵药，生服可增长气血，并使气血之中附加一丝灼热之意，入药成丹效果最佳。哦，王得发，怪不得铜鳞蟒一直如此在意这棵树，整半天在守着如此珍贵的东西。整片林子最大的大宝贝一入手，宋琦立马催动着气血向林子外冲去。一口气不知道跑了多远，宋琦才终于在一处相对隐蔽的角落停下身来。毕竟林子那边火光冲天，肯定会有不少 NPC 被吸引过来查看。与铜鳞蟒一番大战之后，宋琦的状态已经非常低迷，还是离得远远的为妙。宋琦盘坐下来，运转无华经搬运气血。无华经不愧是7品心法，回复起来要比蛮荒经的效率高出数倍。1个时辰过后，宋琦神采奕奕地睁开双眼，全部状态已然回满，就是身上被火焰烧得狼狈不堪，非常影响形象。宋琦将自己的收获摆放在面前的地面上，虽然这些天材地宝炼制成丹药的效果是最好的，但由于往界中死亡全报的真实设定，宋琦每次都只能选择入肚为安。先是玄岩果被宋琦3口炫光，汁液在口腔中四溢，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充斥着宋琦的味蕾，好刺，感觉像是满满的咬了一口刚刚采摘下来的水蜜桃，而且味道上更加独特。宋琦的双眼中冒出幸福的小星星。系统，你服用玄岩果，一股灼热之意在体内流淌，你细细品悟，若有所思，你的气血上限加500点，你领悟初级火之意境。初级火之意境，你对火焰的亲和力以及抗性得到大幅提升，你的攻击会有一定概率附加火焰伤害。宋琦面红耳赤，深深地吐出一大口气，过了好半天才感觉到身体内炽热的感觉平复了下去。初级火之意境，这啥子东西？宋琦试探性的抽刀斩向一旁的树干，然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连续的劈砍了数刀之后，一股灼热的气息在刀身之上浮现，随着这一刀下去，树干上被烫出一道焦痕。哦莫，有点东西。宋琦盘坐下来，继续开吃。系统，你服用铜鳞蟒寿丹，你的体质强大，药效吸收完美，你的全属性加30%，你的气血上限加800，你的火属性抗性正5%。系统，你服用铜鳞蟒的胆，你的精神加10%，你的毒属性抗性正10%。都说蛇胆可以明目，宋琦作证，现在吃完之后，感觉世界都变得更清晰了。就是，哦，
有点苦。救命！第24章猎杀时刻。一处小溪旁，宋琦将衣服脱光光跳了进去。大火已经将宋琦脸上的妆容烧了个七七八八，宋琦干脆一把水直接清洗干净，露出原本的面容来。溪水里的鱼也不怕生，亲昵地游了过来，给宋琦提供了一次免费鱼疗。然而宋琦这小子真是翻脸不认鱼，在自己洗干净之后，就随机挑选了2名技师上岸烘烤。砍了一些树枝，宋琦直接在小溪旁边支起了一个烧烤小摊。现在的宋琦约等于一个人形打火机，只要对着树枝不断出拳，肯定就能把火点起来。简单用匕首处理了一下鱼鳞和内脏，宋琦用洗干净的树枝将鱼串了起来，架在火堆上面烘烤。这个当初用金芒兽打造的匕首，对于宋琦后续的战斗基本上没能提供什么帮助，但用来处理食材确实比刀要方便多了。鱼儿被烤得滋滋作响，或许跟种类以及生长环境有关系，这里的鱼吃起来要比当初张璇烤的那条要鲜美多了。不仅腥味很淡，而且肉质细腻，如果有个锅能熬上一锅鱼汤，估计就更美了。一口气烤了8条鱼，宋琦勉强算是美餐了一顿。把火堆熄灭，宋琦找了块干净的草地躺了下来，仰头看着蓝天白云，耳边是溪水潺潺，宋琦感觉身心得到了巨大的放松。现实里很难找到如此俊雅且安逸的地方了。秘境之中似乎永远都是白天，那一颗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太阳一动不动地挂在半空中的某处，就算直视上去也并不刺眼。忙碌了一天的宋琦同学决定在此休憩片刻，毕竟玩游戏是为了放松的，而不是赶任务进度的。如果现在这里能再来几个貌美如花的小侍女，一个弹琴，一个唱曲，一个跳舞，一个捶腿捏肩，那就更好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时刻结束，宋琦索然无味的起身进入了贤者模式。算一算时间，从进入秘境开始到现在，至少也得过去10多个小时的时间了。还是洗洗脸，赶紧接着搬砖吧。宋琦开启猎手本能，沿着溪水边漫步起来。水源之处必定会留下很多生物的活动痕迹，毕竟大家都需要喝水。很快，宋琦就追踪到一组怪物的脚印。2日的时间一闪而过，在这2天的日子里，宋琦的网界生活过得非常规律。不累的时候就开启猎手本能追踪怪物，累了的时候就找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坐下来休息烧烤。这是宋琦登录网界至今玩的最像传统网游的一段时间。采集、刷怪期间也与其他 NPC 有过接触，但宋琦都采取避而不战的策略，见人就走。毕竟还需要这帮小伙子多活2天，好能多为自己搜集一些物资。至于朝鲜府那边，似乎已经忘了还有宋琦这么个队友。虽然秘境中的空间还算辽阔，但是怪物的分布却并不密集，尤其是还有好几十个 NPC 在秘境之中一同活动，不少怪物都被 NPC 给清掉了。所以即便这2天宋琦没怎么摸鱼，认真搬砖，也只完成了对8波怪物群体的清剿。每只怪物群体中都有一只精英怪物作为首领，但比较可惜的是都只是9级的精英怪。不知道是宋琦运气不好，还是整个秘境中真的只有铜铃蟒一只10级以上的精英怪。由于怪物的等级都不算高，所以宋琦2天下来零零散散的只获得了17280点经验。至于物资上的收获就显得比较奇怪了，除了那8只精英怪的9品兽丹之外，宋琦只捡到了3株9品灵药，而且都是属性一般，对宋琦提升不大的东西，根本没有服用的价值。或许这些东西拿到外界去卖也算是价值不菲，但朝鲜府如此重视秘境的每次探索，显然宋琦的这点收获有些上不得台面。在网界的世界观中，大禹虽然是一个类似华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但却又有别于任何一个朝代。一是因为这是一个玄幻世界，二是因为大禹的版图太大了。大禹下至23州，其中每一州并不是如同现实中的行省，而是类似一个国中之国，拥有完善的行政体系与军事力量，而州之下设立的郡才跟现实中的行省级别相同。所以朝鲜府看似不怎么起眼，但实际上却是一省之省会。即便宋琦的这些收获拿出去能卖个1,000两白银，也绝不至于让朝鲜府如此在意。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那个看序看似诚恳，实则不知道隐瞒了多少信息。万幸宋琦没有选择一开始就将这帮 NPC 给直接干掉。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宋琦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将这些天的收获挖了个坑给埋了起来。蚊子腿再小也是肉，接下来可能会进行比较激烈的战斗，不适合有多余的负重放在身上。在地图上做好标记，宋琦叉着腰仰天大叫了一声：苏醒吧，猎杀时刻！平平淡淡的搬了2天砖，宋琦感觉此时手已经痒了起来。秘境虽大，但以宋琦如今的速度，日行千里不在话下。只见宋琦一边开启猎手本能，一边在秘境之中飞奔起来，目光所视，锐利如鹰。很快宋琦就捕捉到了一大片人类的脚印，脚印凌乱不堪，显然此地经过一番混战。宋琦沿着印记马力全开，
很快就在前方看见了3道人影。晦气，看制服样式是朝鲜府的人。朝鲜府3人身形狼狈，蓬头垢面，前胸后背皆有刀伤，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苦战。宋琦的身影在3人面前站定，其中1人显得分外眼熟。哦，是那个搬运进巅峰的领队。朝鲜府3人看着宋琦身上熟悉的制服，三脸相对，尽显茫然，好像大概没见过这么个队友啊。宋琦此时的伪装已经褪去，露出了原本20岁左右的清秀面庞，3人自然认不出宋琦来。追杀你们的人在哪个方向？朝鲜府的领队看着宋琦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往身后的一个方向指了指。呼，似乎有一道大风吹过，宋琦的身影眨眼间就消失在了林子深处。咱们有带这么个人进来吗？领队一脸迷茫的转头向身边2人问去，另外2人同样迷茫的摇了摇头。尽管非常之迷惑，但看宋琦的样子，明显是有非敌。密林深处，宋琦的身影在树木之间纵横跳跃，1个、2个、5个，总共有5个世家大族之人在追杀朝鲜府的那3人，其中并没有那个赤手空拳的中年男子。开门，开！宋琦的身影在10米多高的大树之上一跃而下。此战速战速决，画木，刀意纵横，大片碍眼的树木被宋琦肆虐而出的刀意拦腰截断。密林中5名世家大族成员大惊失色。什么人？怒吼声响起，扑哧扑哧，刀痕划破身体的声音传来，5个 NPC 的面板被宋琦尽收眼底。还有一个9级的精英面板，那就是你了。惊鸿，瑶光出鞘，宋琦的身影如同雷霆般一闪而过。系统，你对李俊豪 LV9 造成1万点致命伤害，李俊豪死亡，你获得 80% 基础经验 X720 点。消手，一击毙命。9级精英怪在宋琦火力全开之下如屠猪狗。什么？震惊声四起，其余4名 NPC 的身体僵立在原地，如同石化一般。在朝鲜府李家中，除了2位气血衰败的金骨境族老，李俊豪已经可以算作是实际意义上的第一高手，年纪轻轻修为就已经无限接近金骨境，此时竟然被人一刀削去了头颅。不等4个 NPC 震惊完，3道气血长虹如同半月呼啸而至，3道惨叫之声响彻整片密林。又是216点经验入账，剩下一个活口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瑟瑟发抖。5道宗师。宋琦大摇大摆地低下头去检查世家大族这帮人的物资袋，果不其然，几乎每个人的物资袋都装得满满登登，随手一触摸，系统便提示是9品灵药，甚至还有几株8品的好货色。这其中果然大有猫腻。宋琦将刀尖抵在面前之人的胸膛上，装作随意地问道：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饶命！这人此时被吓得牙齿直打颤，吭哧瘪肚的半天憋不出一个响屁，还是宋琦温柔地给了他2个嘴巴子才回过神来。原来是这帮人有一个专门针对秘境中使用的技能，可以分析出秘境中能量场的变化，能量高的地方自然就有宝物。怪不得看旭当初大方承诺所有收获皆归宋琦所有，想必是没有这个技能，就算秘境中资源丰富，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如果宋琦早早的杀完人离开秘境，那么接下来整个秘境的收入就皆归朝鲜府所有。就算宋琦魔蹭到最后再动手，只要能对世家大族的精锐形成致命打击，最终就算所有的收获都被宋琦抢走，朝鲜府这边也不算亏。想通了个中关节，宋琦直接一刀把面前的 NPC 干掉。其实宋琦也只是好奇心作祟，才多嘴问这么一句，自己找不到东西也无所谓，只要别人有抢就完事了。至于朝鲜府这个任务，一开始就摆明了是相互利用，以宋琦的角度而言，只要做完了任务，那就不能算是亏。宋琦带着装满物资的5个包裹返回了自己的藏宝地，一股脑的将东西全都埋了下去。好在东西都是一些花花草草，不怎么占地方，要不然宋琦还真不知道出去的时候怎么拿。真的好想有个乾坤袋啊！算上最开始刚进秘境就撞见了宋琦的3个倒霉鬼，宋琦现在已经处理掉了8个目标。好巧不巧，这8个倒霉鬼还都姓李。宋琦姑摸着李家是不是已经被自己给团灭了？你别说，还真是这样。朝鲜府中的世家大族主要以李、王、张3个姓氏为主，此次李家出了8个人，皆已成为宋琦的刀下亡魂。再次在秘境中搜寻起来，宋琦发现一对4人的行动踪迹。系统，你对张昂雄 LV9 造成8200点致命伤害，张昂雄死亡，你获得 80% 基础经验 X720 点。张家的队伍也是一名精英 NPC 带队，宋琦也不多说废话，手起刀落就是直接砍翻了精英怪。随后3个普通 NPC 也化为了216点经验。搜刮完战利品的宋琦穿行于密林之间，准备返回自己的藏宝小的挖坑。蓦然间，
一股若有若无的被窥视感油然而生。宋琦猛地回头，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滚出来！宋琦四处巡视，猛地抽刀劈向一棵大树，大树瞬间被宋琦的刀芒炸得四分五裂，烟尘散去，一道身影在其中缓缓走出。小友，给贫道一个面子，不要再动王家的人如何？贫道？王家？说话之人正是宋琦当初在秘境之外特别关注的中年男子。此时他仍是赤手空拳，但穿着却已大变模样，一身淡青色的道袍，其上纹刻着花鸟鱼虫，散发出一股莫名的韵味。原来世家大族请来的帮手不是武者，而是一个道士，而且这个道士似乎是王家请来的帮手，也并不太在意其他人的死活。宋琦刀芒一甩，被那道士轻轻地弹了开来。不过宋琦的目的也仅是触发一下人物面板而已。中柴 LV12 那气劲，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18000，18000，其余信息不详。道门第二境纳气，虽然看着面板上生命值不高，那是因为道士本身就不以体质擅长，真打起来估计要比那个铜铃蟒难对付得多。小友年纪轻轻就已突破金骨宗师，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何至于杀气如此之重？且当给贫道一个薄面，不要再行杀孽可好？面子那肯定是给不了的，毕竟中柴也不是面子果实能力者。真要给点什么的话，宋琦的选择是给你2刀，不要耽误玩家做任务啊！混蛋！第25章无语道。宋琦的身影一跃而起，直冲中柴面门。开门！开！气血喷涌而出，瑶光如泰山压顶一般大力劈下，一道犹如实质般的光幕横亘在二人中间，瑶光劈砍在光幕之上，泛起水波一样的涟漪。看来只有与小友做过一场了。中柴的面子失笑，摇了摇头，宽大的袖袍一卷，法力涌动，横亘在二人的中间的光幕轰然炸裂，劲力传出，宋琦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弹开回落。呼！9道符纸在中柴的袖口处接连飞出，一道清气喷洒其上，9道符纸熊熊燃烧起来，化作9条张牙舞爪的火龙，从四面八方向宋琦的周身要害袭来。那火龙的身形惟妙惟肖，或抓或咬，发出阵阵嘶鸣。宋琦的身体站定，瑶光刷刷刷的舞出漫天刀芒，向9条火龙斩去。刀光火影散作一团，中柴的手掌在虚空之中轻轻托起，原本就高大的树木开始野蛮生长，无数枝桠化为漫天藤条，天上地下向宋琦的方向蔓延而去。嘶！金属摩擦的清脆长鸣声响起，瑶光归刀入鞘，化木。漫天的刀意围绕在宋琦的身体周围，形成一道如同半球似的光幕，藤条尽数化为齑粉。一招未尽，一招又出。中柴的双手横推，左侧袖口喷出一条粗长的火蛇，右侧袖口狂风大作，一风一火在半空中交替盘旋，瞬间化为一条火焰龙卷，直冲宋琦的面门。惊鸿！瑶光出鞘，刀光开路，宋琦的身体在火焰长河中逆流而上，一刀横扫至中柴胸口。没有想象中利器刺入血肉之感，宋琦只听见一声如同彩纸般的脆响，随后一道青烟在中柴的位置上缓缓飘起，中柴的身影消失不见，原地半空中漂浮着一张做工精致的纸人。替身纸人，狡猾的道士。宋琦的视线四处巡视，突然觉得脚下一轻，一股失重感传来。中柴的身影在30米外的一棵树枝上站定，双手做下压状。宋琦脚下的地面此时变得如同沼泽般泥泞，一股巨大的吸力不断传来，让宋琦的身体不由自主地下陷。一个呼吸之间，宋琦的一双小腿就已经陷进地面之中。中柴双手掐到诀，一颗万斤巨石凭空出现在宋琦头顶。搬山之术，当然以中柴的修为不可能真的将山搬来，不过搬来一些巨石还是办得到的。宋琦双手抬起，硬抗下这一块巨石，半截身子都被压进了土里。再来！中柴一声大喝，又是一块巨石凭空出现，压了下来。轰！宋琦的身体被彻底压进土中，消失不见。呼！中柴喘息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冒出的汗。这个宋琦还真不是一般的难对付。然而中柴似乎有些高兴的太早了，地面大片大片的向上隆起，似乎有什么庞然巨物在地面之下穿行。肆虐的气血在地面上炸裂开来，宋琦的身体在地下一跃而出，手中长刀撕裂粗壮的树干，似乎要将中柴整个人自下而上的一刀两断。噗！中柴的身影再次化为一缕青烟，消散在树枝之上，半空中留下一个半截为两段的纸人。操！一种植物！宋琦大骂了一声，挥刀拨开不断掉落的树枝。臭道士，真他娘的诡计多端！怪不得大伙都喜欢转职成道士，
确实战斗方式要比武者灵活得多。30米外，钟柴的身影再次出现，电光石火之间，二人就完成了数轮交锋，但都没有对彼此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钟柴的状态掉得怎么样，宋琦不得而知，但是宋琦自己的气血确实掉得厉害。好在进入秘境之后，先后服用了赤炎果与铜鳞蟒兽丹，现在宋琦的气血上限已经高达5400点，否则还真经不起这样大手大脚的消耗。宋琦一瞬间就捕捉到了钟柴的位置，还未等钟柴站稳，身体便如闪电一般射出。钟柴双手向上一抬，一道又一道的土墙横亘在二人之间，宋琦冲锋的身体瞬间被土墙所阻挡。劈柴刀法，手中长刀被宋琦抡出漫天幻影，土墙一面又一面的崩塌，土块飞溅，烟尘弥漫。当宋琦砍碎最后一道土墙的时候，距离已经又被钟柴拉开，一股灼热的气息在空气之中弥漫。宋琦抬头一看，一团团火焰漂浮在半空中，散发出危险的气息。落！随着钟柴的双手用力向下一挥，火团如同彗星撞击地面一般飞速坠落。轰！轰！轰！轰鸣声不断响起，宋琦所在的区域如同被小型导弹群锁定了一般，炽烈的高温焚烧着整片空间。系统：钟柴对你造成500点火焰伤害。系统：钟柴对你造成380点火焰伤害。系统：钟柴对你造成200点火焰伤害。虽然此时的宋琦浑身都已经燃烧了起来，但是受到的伤害却根本不痛不痒。初级火之意境，你的火属性抗性得到大幅度提升。火海之外，钟柴的面色微微有些苍白，额头不断有汗珠滑落，连续不断的高强度施法令钟柴也有些吃不消。这下子总归是解决了吧？然而千不该万不该，钟柴不该使用火法对付宋琦。一道附着着熊熊烈焰的身影自火海中穿行而出，由于奔行的速度过快，宋琦无法完成龟刀入鞘再拔刀的动作，而惊鸿又是拔刀技，无法在出刀状态下使用。那有什么招数能命中钟柴？宋琦的脑海中灵光闪现，猛地一口叼住了手中的瑶光，左手按住扶风的刀鞘，右手按住扶风的刀柄，宋琦的身影一跃而起数米高，如同火焰战神降世。惊鸿二刀流，宋琦的身影仿若流星坠落，偷学自索隆的嘴中咬刀攻击法一击奏效。系统：你对钟柴造成3000点灼烧伤害。噗！钟柴的身影再次消失，半空中漂浮着的纸人自焚起来，化为灰烬。轰隆隆，又是一阵地动山摇之声传来，周围的树木如同活过来一般拔根而起，团团围住宋琦，挡住宋琦的视线。然而当宋琦愤怒的拔刀去砍时，这些树木却如同瞬间苍老了1000年一般，化为一桩桩枯木，坍塌于原地。当宋琦在一众枯木中脱困而出的时候，哪里还有钟柴的身影？一道传音从四面八方，让人分辨不清方位。小友武功盖世，贫道自认不敌，秘境之中的事情，贫道不会再度过问。与小友交手，也只是为还当年人情，区区薄礼，以表歉意，还望小友勿怪。钟柴跑路了。3道符纸自天空之中飘下，缓缓地落入宋琦手中。系统：神力符9品符篆，使用之后力量正20%，持续时间1炷香。系统：神速符9品符篆，使用之后速度正20%，持续时间1炷香。系统：锐金符9品符篆，使用之后武器锋利度正20%，持续时间1个时辰。这老小子！宋琦看着手里的3张符篆，差点被气笑了。该说不说，钟柴这老小子是个真惜命的主，才刚刚被破防，人立马就跑路了。为了害怕宋琦后续报复，还专门留了段传音跟礼物道歉。宋琦四处打量了一番，根本也不知道钟柴跑到哪去了。一大堆枯木加速了火焰的燃烧，此地已经不宜久留。而且朝贤府的任务需求是除掉世家大族的精锐人马，这钟柴是个外援，宋琦觉得自己没必要一定跟钟柴分出个生死来，应该不会影响到最终的任务结算。在地上捡起之前掉落的物资袋，宋琦直奔自己的藏宝地而去。一处密林深处，钟柴的身体自地面之下钻出，噗的一口老血吐了出来，面色又苍白，又有一丝不正常的红晕。胸口之上2道刀伤模糊不堪，散发出阵阵焦糊的气味。钟柴在腰间的乾坤袋中掏出一瓶丹药，倒出一粒塞进嘴里，面色才好看了一些。唉，大意了。钟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想自己修道至今已60有3，好不容易修炼到纳气境界，方一下山就差点栽在一个20岁不到的年轻武夫手里。尤其是当宋琦的长刀破开钟柴胸膛的那一瞬间，一股灼热之气烧得钟柴是头晕眼花。钟柴当机立断，用替身纸人做了位移之后，一个土遁就扎进了土里。世人皆知道门的手段神鬼莫测，武者的皮肉堪比城墙。钟柴觉着再打下去，
自己这老胳膊老腿的，肯定的被宋琦活活耗死。虽然当年是欠了王家的人情，但这人情还不足以让钟柴以命相搏。唉，钟柴又是叹了一口气。世人皆说江湖险恶，没想到竟然会这么险恶。多少年不下山，一下山就碰见一位领悟了火之意境的武道宗师，自己还丢人现眼的在人家面前玩弄火法。最主要的是，对方还不到20岁啊！这人世间实在太不好混了。本以为是个轻松差事，没想到差点把老命都搭在了里面。等到秘境入口一开，钟柴就打算直接回山中潜心修炼，没什么事情就暂时不出来了。以钟柴如今那气劲的修为，活个150岁轻轻松松，不像是武者，60过后就开始气血衰败，到时候年轻时候留下的暗伤也会跟着发作，想要活到80岁寿终正寝都不容易。想到这里，钟柴感觉心里好受了不少，因为这么一算下来，自己虽然已经60多了，但是宋琦这小子还真未必能比自己活得久。小溪边，宋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洗澡澡，一个铜铃蟒加上一个钟柴，一兽一人把宋琦的衣服烧的是破破烂烂。宋琦此时觉得钟柴的赔礼道歉非常不够诚意，但凡要是有点心的话，都应该给自己扔一件衣服下来，勉为其难的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宋琦如同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在秘境中继续搜寻起来，还是得尽早完成任务，离开秘境。虽然钟柴嘴上说的好听，但是万一他神出鬼没的再给宋琦来2下子呢？属实是防不胜防。虽然现在的宋琦在开启开门之后，各方面属性都高得吓人，但却缺少应对道士的有效手段。就拿对战钟柴而言，除了爆发强、出招快的惊鸿之外，其他技能几乎无法对钟柴造成威胁。等此次出秘境之后，不论是身法、武技还是法器，一定要好好的更新上一波，起码今后碰到道士不能像今天这样被动挨打。宋琦再次回到了地下矿洞之中，因为他发现地面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人类活动的迹象了。此时在秘境中已经是第4天，朝鲜府那边估计是死伤惨重，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再出来活动了。而世家大族成员已经被宋琦杀得七七八八，最后的7个人，宋琦猜测他们是藏在矿洞里面挖矿。矿洞之中地形错综复杂，而且地面上远远不止一处出入口。宋琦快速的在各个入口都检查了一番，最终选择了一处留下脚印最多的入口潜入了下去。一路上墙壁坑坑洼洼，痕迹也愈发清晰，而且似乎有声音传来。宋琦闭目凝神，静心倾听，有人类的呼喊，也有怪物的嘶吼，底下似乎打起来了。宋琦快速的向下奔行起来，毕竟要是去晚了，可就凑不着热闹了。一处较为开阔的空间中，7个 NPC 被一只体型巨大的蜘蛛追得抱头鼠窜，正是王家的5名成员与张家残余的2人。地面上凌乱不堪，一块块散发着荧光的矿石散落一地，很明显这群 NPC 是受到了精英怪的偷袭。当宋琦从一个洞口钻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个 NPC 被巨型蜘蛛一记猪毛刺穿身体的画面。巨型蜘蛛发出如同婴儿啼哭般的声音，张嘴吐出大量的丝线，丝线似乎具有很强的腐蚀性。NPC 的身体被丝线包裹之后，迅速的崩塌瓦解，化为一滩血水，被巨型蜘蛛吸入口中。卧槽！宋琦简直被这残暴的画面惊呆了。妖兽啦 ，BOSS 竟然吃人了！原本还能略作抵挡的几名 NPC， 彻底被巨型蜘蛛的残暴撕毁了心底防线，哀嚎着向各个方向逃窜而去。巨型蜘蛛又是张嘴一吐，一团又一团的蛛网从天而降，5名 NPC 被蛛网笼罩其中，身上的气血防御被腐蚀的滋滋作响。不是哥们，你别抢我经验啊！还有这被野怪杀了的 NPC 会不会影响任务结算啊？这边还没待宋琦吐槽完，就见唯一一名脱困的 NPC 正冲着宋琦这个方向撒足狂奔。由于视野昏暗，这名 NPC 似乎并没有发现在洞口处还有一个人存在。巨型蜘蛛的体型庞大，根本没有办法钻进这些小型的洞口之中。NPC 面带喜色，似乎已经看到了逃出升天的曙光。一道闪烁着寒芒的刀光划过， NPC 下意识举起手中的武器格挡，咔！手中的武器应声而断，冰冷的刺痛感传来，黑暗中刀光一下接着一下闪烁。负1800，负2300，负2200，负2700。系统，你击杀王弘毅 LV9， 获得 80% 基础经验 X720 点。这是王家的精英模板 NPC， 遭到了黑暗中来自宋琦的袭杀。第26章大丰收。随着其他5名 NPC 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世家大族本次探索秘境的全部成员宣告彻底 GG。 或许是因为宋琦此时还没有离开秘境的原因，任务并没有立刻进行结算。巨型蜘蛛刺耳的尖叫声响起，似乎是发现了黑暗中宋琦的所在，一道长长的丝线在嘴中吐出，向着宋琦所在的方向缠绕而来。就是方向似乎有点偏。
宋琦尝试着展出一道气血刀芒，蛛丝在半空中与刀芒接触，像是被点燃一般，冒出阵阵黑烟。洞穴魔蛛 LV10， 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25000，25000，其余信息不详。原来是第2只10级精英怪，怪不得这帮 NPC 如此不堪一击。宋琦眉头一皱，思索了起来。矿洞之中并不是很利于战斗，空间狭窄不说，动静大了还容易造成塌方。但看着散落一地的矿石，宋琦又有点舍不得直接离开。那就浅打一下，如果情况不妙就立马撤退。下定主意，宋琦的身影开始在黑暗中快速前进。一道道蛛网从天而降，但是准头似乎都有些偏差，宋琦几乎没怎么费力就全部躲开。这蜘蛛好像是眼神不太好。直到宋琦的身体已经与洞穴魔蛛靠到一个较近的距离，洞穴魔蛛才如梦初醒般捕获到宋琦的准确位置。一只锋利的蛛毛向宋琦刺来，宋琦开启开门，速度暴涨，身体一扭就避过了洞穴魔蛛的攻击。化木，一道道刀意肆虐在洞穴魔蛛的身上，在这种相对狭小的空间中根本无处躲避。-200， -360， -250， -270， -310。5道刀痕清晰的烙印在洞穴魔蛛巨大的身体上，随着最后一道刀痕落下，一道火星溅射而出。洞穴魔蛛发出惊恐的尖叫，头上持续不断的漂浮起100的符号，一股烧焦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火之意境的灼烧效果触发。惊鸿，瑶光裹挟着火焰向洞穴魔蛛的一条蜘蛛腿斩去，巨大的爆鸣声在刀锋的碰撞处响起，洞穴魔蛛的一条蜘蛛腿直接被这一刀炸碎。这是火之意境的另一种效果体现，爆裂。然而爆裂的伤害效果远不止如此，一个大洞在洞穴魔蛛的腹部出现，不断有黑乎乎的血液流出。系统，你对洞穴魔蛛造成2800点断肢伤害。系统，你对洞穴魔蛛造成1700点爆裂伤害，附加流血效果，扣除生命值30点每秒，持续时间120秒。洞穴魔蛛的防御相比于铜鳞蟒来说非常脆弱，而且似乎对于火焰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在受到宋琦的火焰伤害之后，洞穴魔蛛受到惊吓，几条蜘蛛腿一阵乱舞，在身体周围释放出大量的黑色气体。黑色气体一瞬间就弥漫至整个洞穴，宋琦感觉一阵头晕眼花，快速的运转起气血，才感觉好上一些。系统，你受到洞穴魔蛛的毒气入侵，你的全属性暂时下降 10%， 你的生命值扣除50点每秒。我去，这么多，怪不得这洞穴魔蛛这么脆，原来是有这种大规模的 AOE 技能。在这种密闭狭小的空间之中，这招一放，不管来多少玩家基本都是被团灭的命。就算是宋琦这种超级血牛，开启8门遁甲后拥有8320点生命值上限，也只能抗2分多钟。而且这还是宋琦拥有额外 10% 毒属性抗性的情况下。不过好在洞穴魔蛛很脆，在被贴身的情况下，除了蛛毛暂时没发现有其他的攻击手段。宋琦觉得自己可以尽快的结束战斗，然后全身而撤。劈柴刀法连续挥出，不断的斩击在洞穴魔蛛的伤口之上，火之意境与破定交替生效，洞穴魔蛛被打得连连惨叫。系统，你击杀洞穴魔蛛，获得基础经验 X1000点。还好有惊无险。洞穴魔蛛除了这招特别棘手的群体毒素攻击，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再加上防御力血量也不高，1分钟的时间就被宋琦砍翻在地。生命值虽然还有1半多，但是气血基本已经见底。宋琦快速的掏出洞穴魔蛛的寿丹，然后划拉起地上散落的矿石，快速的向上方开始逃命。宋琦一手拎着2个大袋子，在秘境的地面上快速前行，整个人像是要飞了起来。逃出地下矿洞之后，洞穴魔蛛的毒素仍然持续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此时宋琦的血量与气血双双见底，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大残状态。无华金的回复效果虽然要比蛮荒金强得多，但这种大残状态要回满也需要将近1个时辰的时间。然而秘境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中柴。现在的宋琦如果被中柴发现，难逃一死。所以既然任务已经完成，宋琦打算直接带着所有物资离开秘境，再行回复状态。藏宝小地处，宋琦抽出扶风当铲刀，3两下将之前埋进去的物资袋全部挖了出来，满满登登上百株的9品灵药，根本来不及清点。手中的矿石袋子打开一看，每一个袋子中都有数十块拳头大小、散发着荧光的珍贵矿石。哈哈，发财了发财了，而且是大发特发。通木秘境中的这波收入总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当初离台谷1亿。离台谷中抢的只是黄白之物，而珍贵的超凡物资虽然也有一个模糊的定价，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有价无市。将所有东西打包记好，宋琦左手拎着一大堆满满的物资袋，右手伸入怀中，取出了那件可以破开秘境空间的道具。系统，是否使用不明碎片？是。
随着道具被宋琦一把捏碎，一股扭曲的力量开始在宋琦面前的空间中蔓延，一个深邃的漩涡逐渐在宋琦面前成型，一道吸力传来，宋琦的身体被吸入其中，一种类似高空遇难的颠簸感与失重感不断袭来，宋琦紧紧地抓住物资袋，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才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面上。抬头一看，蓝天白云，已然是回到了往届的主世界之中。系统：朝鲜府之谋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20000点，获得额外奖励经验 X8000点，28000点经验入账。算上宋琦在秘境中杀怪积攒的经验，宋琦的总经验达到52726点。宋琦兴奋地挥了挥拳头，这一次通木秘境之行已然是绝对意义的大丰收。宋琦打开系统地图，此地已经离开朝鲜府几十里远，红云的坐标大概在自己的10里外左右。观察了一下四周，环境静谧，四下无人。宋琦将手中的物资袋放置在一旁，盘膝而坐。1个时辰过后，宋琦容光散发，全部状态恢复完毕。将物资袋中的灵药一股脑地倒在地面上，宋琦开始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现在9品灵药，除了一些包含特殊抗性的稀有品种之外，其他的对宋琦已经几乎没有提升，所以宋琦需要将对自己有用的物资先挑选出来。众多灵药之中，8品灵药共有6株，算上宋琦最后斩获的洞穴魔蛛兽丹，则共有7个。其中属性最好的还是要数洞穴魔蛛的兽丹，可以提供额外的毒属性抗性。思考了一下，宋琦先将洞穴魔蛛的兽丹捏碎之后冲服了下去。系统：你服用洞穴魔蛛兽丹，由于你已服用过较多此类物品，效果大打折扣，你的全属性加15%，器械上限加300%，你的毒属性抗性额外提高 10%。 果然，普通的8品灵药耐药性已经上来了，还好额外抗性似乎没有打折扣。宋琦不死心地挑了另外一株灵药塞进嘴里，虽然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兽丹，但效果一样，大打折扣。全属性加10%，器械上限加100%。看来只有更高级的资源或者是成品丹药才能继续产生较好的提升效果了。宋琦心中下了结论，便将灵药都打包了起来。矿石大概有4、5种，除了当初听看旭介绍过的紫萤石之外，其他种类宋琦倒是不知道价值。将所有矿石全都装进一个袋子里，宋琦一左一右扛起2个大包裹，再加上一身破烂的衣服，整个人如同进城务工一般。接下来，宋琦就要前往整个红安州最大的城市洪都府，看看这些物资究竟价值几何。嘶嘶，荒野之上，红云一身赤红如血，真的像是一片红色的云彩一般，向宋琦奔驰而来。然而当红云近距离看清宋琦手中的大包裹之后，立马垮起一张马脸，不满的大声叫嚷起来：狗男人，好几天没见，刚一见面就让人干活是吧？秀秀！红云的鼻子贴在其中一个袋子上面，这里面什么东西？好香的亚子！嘶！看着红云不停地对着自己的灵药袋子鸣叫，宋琦头疼不已。养宠物这玩意就跟养孩子一样，心疼的在袋子里面抽出一株9品灵药，塞进了红云嘴巴里。就见红云变得满眼小星星，嘴巴吧唧吧唧，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神色。驾！驾！宋琦骑乘在红云身上，向着洪都府的方向策马狂奔。即便一身的负重加身，此时的红云仍然快如闪电。狂风呼啸，吹得宋琦长发飞舞。策马扬鞭，快意江湖，这种日子实在是令人心驰神往。系统：你已进入绛星郡。日落西山，红云载着宋琦驶出了南府郡的地界。平原之上，远方一处村落已经遥遥可见。按理来说，此时此刻应炊烟袅袅，生火做饭，然而前方村落中却并无炊烟升起，显得有些怪异。宋琦拍了拍红云的翘臀，令其调转方向，冲着村落而去。在秘境中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宋琦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下线缓缓。然而当宋琦靠近村落之时，却发现村落中已经乱成一团。系统：你发现西川村，获得经验 X10点。一些看似是村民模样的人被打翻在地，抱头痛哭。一群持刀的歹人正挨家挨户的踹门。系统：突然事件，眼前的村落似乎正在被山贼洗劫。选项1：关我吊饰，拍马便走。选项2：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又是突发事件。宋琦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刚登陆往届时遭遇山贼的画面上。就在宋琦愣神的时候，一个山贼将一名妇女扑倒在地上，上下其手。而看似是她丈夫的男人被其他山贼控制住，即便拼尽全力挣扎也无法起身。村民们绝望的哭喊声瞬间将宋琦从回忆中拉了出来。选项2：我辈江湖中人，自当行侠仗义，保护村民。任务难度：黄级下等。任务类型：战斗。任务内容：保护西川村村民的安全，击杀山贼。任务时限：1H。任务奖励：经验 X500。
评价：举手之劳。好久不用的长弓被宋琦自马鞍上取下，一支箭矢自100米开外直穿入山贼胸膛。负300。系统：你击杀山贼 LV5， 怪物等级过低，你无法获得经验。什么人？山贼们大惊失色，惊叫着四处观望查看。一道红色的闪电跃入村庄，为了避免伤害到村民，宋琦甚至没动用气血，精准的一刀一刀收割着山贼的生命。山贼们哭喊着逃亡，村民们惊慌失措地躲进屋子中避难。宋琦跟在山贼们后面哈哈大笑，也不着急出手，驾驭着红云将他们赶出村落。山贼们的弩马脚力甚至不如红云的1/10，宋琦悠闲地在后方张弓搭箭，将山贼一支支射落马下，直到将所有箭矢射空，除了四散奔逃的弩马们，再也看不见山贼的踪影。而宋琦手中的长弓也被拉得彻底报废。其实这把山贼强弓自宋琦转职为武者之后，几乎就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但由于一直比较忙没找到商店售卖，就挂在了红云的马鞍上，今天也算是寿终正寝。系统：保护村民已完成，评级甲。你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5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200点。宋琦骑着红云回到了西川村，此时村子中静悄悄，连一盏灯都没人亮起。有村民趴在窗户的缝隙上不住向外打量，在发现是宋琦回来之后，终于有门被推开。系统：你发现角色徐发 LV3。徐发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在他推门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推门出来。老朽，感谢壮士大恩大德。徐发说着说着，就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冲着宋琦磕头，村民们也跟着黑压压跪倒了一地。感谢壮士大恩大德。宋琦眨巴着眼睛翻身下马，作为一名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三好青年，哪见过这种好几十号人一同向你跪拜的场面。此时宋琦恨不得自己多长出几只手，把所有人都扶起来。系统：你的善举拯救了一帮善良的村民，你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爱戴。奖励：天赐之力，气运+1。气运，又是气运。第27章富婆。宋琦觉得山贼就是自己在往界中的幸运星，每次遇到山贼都会有好事发生。上一次是接到了涉山秘境的任务，而这一次则收获了来自西川村的谢礼，一张藏宝图。徐发是西川村的村长，此时宋琦正在徐发家中休息。为了表示对宋琦的感谢，徐发找出了祖上传下来的一张地图，赠予了宋琦。或许往界中的每个村落都有一点好东西，只要赢得村落的尊敬与感激，就会有所收获。地图不知道是由什么兽皮制成，手感非常不错，看成色定然是有些年头，不过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一块完整的地图。系统：这是一张年份久远的藏宝图碎片，地图上的地理位置与当今已有较大变化，很难辨认清楚具体地点。摇了摇头，宋琦将藏宝图收入怀中，线索太少，暂时没有什么可探索价值。叮嘱红云看好行李，不要让陌生人进入房间。宋琦直接回屋里下线了。在秘境中连续高强度搬了4天多的砖，虽然生理上还能接受，但是心理上已然是有些疲惫。离开生物舱，按照惯例先开一听肥宅快乐水，宋边一边喝一边坐在电竞椅上玩手机。最热闹的肯定是宋琦的粉丝群，最近一直在讨论宋琦为什么不更新视频，是不是猝死在网界里面了，甚至还有人开始商量要不要报警。宋琦在群里发了一个黑人问号的表情包，闲聊扯了几句，证明自己还活着。确实已经有些天没更新视频了，自己可是一名游戏博主啊，混蛋！最近积累了不少素材，宋琦简单浏览了一下，将对战统领蟒与对战中柴的2段视频下载了下来。略微剪辑之后，宋琦先是发布了与中柴对战的视频，标题就是无语道的交锋。虽然这场与中柴的战斗最终以平局收尾，但是宋琦觉得这是自己在网界中最精彩的一场战斗，主要是自己的等级以及 NPC 的等级都比较高，技能多，特效也更加炫酷，所以起码在视觉效果上就要比前几期的视频好上不少。至于击杀统领蟒的视频则被宋琦定期至明晚发送了，这样2更的话就显得自己勤快一点。宋琦不由得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某信上同样有不少信息，3天前周衍就在南府郡交流群中通知大家钱已经存入钱庄，并告诉了大家取钱的方式。魏白跟石小新同样给宋琦发了不少私聊。对了，这石小新不说让自己在朝鲜府带任务来着，坏菜了，宋琦现在人已经干到江心郡去了。宋琦一拍脑袋，有些无语的用手抓了抓脑袋，头发长了，该剪头了。上次跟魏白一起吃鸡的时候，宋琦曾经告诉魏白自己接下来要做个大任务，会有几天不怎么下线，所以魏白也没有给宋琦打语音。而石小新那边则是每日例行问安，询问宋琦什么时候结束任务，什么时候能下线。宋琦双线开工，编辑好了信息给2个人回了过去。很快魏白的回复弹了过来，魏白，哟，大忙人终于下线了。宋琦，
你干嘛？魏白，小黑子你给我注意点。魏白，你现在多少级了？宋琦10级，想升11立马就能升。魏白，魏白也是，你自己就能单刷精英怪。魏白，嘤，你现在在哪呢？带我把破金任务做了呗。宋琦，宋琦，别搁那卖萌啊，带你可以市场价收费。魏白，可怜可怜可怜。魏白，求求你了，好不好吗？宋琦，打咩？魏白，给你看看腿总长了吧？宋琦笑了，想了一下网界里魏白的身高，撑死了能有1.6米，网界里的人物建模跟现实中是相差不大的。你个小短腿有啥好看的？宋琦无情的在对话框中嘲笑了魏白一波，魏白回了2个发怒的表情，还是发了一张图片过来。宋琦点开大图一看，差点噗的一口将快乐水喷了出去。魏白不愧带了个白字，图片中的他穿着清凉，一张娃娃脸跟网界中7分相似，一身皮肤跟牛奶一样白净，双腿虽然不长，但胜在匀称纤细，最主要的是正前方的事业线深邃到无边无际，真是突出一个亲 tongue 唇 yam 可 ju I are you。 魏白撤回了一条消息。宋琦，魏白，哈哈，臭弟弟被姐姐迷晕了吧？确实有点晕球。你这哪是给人看腿啊？魏白，能带了吗？宋琦，说不想带那肯定就是有点违心了。宋琦，你现在坐标在哪呢？魏白，我现在接了一个护送商队去洪都府的任务，估计差不多2天左右就能到那了，你那块方便吗？宋琦想了一下，现在红云跑得飞快，石小星那边就是旋级任务，应该不难处理，2天时间说什么都到了。跟魏白约好了线上的见面时间，魏白就说还有事先不聊了，这样让宋琦突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怎么总感觉被当工具人了呢？果然，女人只会影响宋琦拔刀的速度。石小星那边暂时还没有回消息，忙碌的宋琦同学又登录上论坛，看看自己的身法收购有没有消息。现在宋琦就感觉自己每天白天在网界里打工，然后晚上下班了还要在现实里给网界查资料，这比上班都要忙。越想越气的宋琦决定离开这个蜗居了多日的家，下楼剪个头发，没想到拉开窗帘一看，外面漆黑一片。干！网界跟现实有7个小时的时差，所以网界中天刚黑的时候正是现实中的凌晨。猛猛干了2口快乐水，宋琦去卫生间里冲了个澡，坐回电脑桌前继续查看消息。有不少人在论坛上加宋琦的好友，但是验证消息基本都是想让宋琦带过任务。至于宋琦想要收购的身法武技，暂时还没有消息。果然技能书不好弄啊。宋琦整个人向后倾斜，往电竞椅上面一靠，说好的下线休息放松呢？噔噔，某信的提示音响起，宋琦抓起手机一看，是石小星那边回复了消息。石小星，宋琦大神，你可算是下线了，可怜。宋琦 M， 你的任务怎么样？还需我帮忙吗？石小星，要的，我这是个连环任务，现在已经是D级难度了，笑哭，我已经有点推进不动了，苦涩。石小星，我现在人在江心郡，后续任务大概在洪都府，你方便过来吗？D级任务吗？宋琦坐直了身体，立马来了精神。虽然宋琦身上挂着一个天级任务，但是现阶段根本推进不下去，所以实际意义上宋琦也没有做过 D 级难度的任务。宋琦，方便的，我现在人也在江心郡，准备去洪都府，我们约个地方见面聊吧。2人在官网大地图中比对了一下，选择了一个相对居中的位置，泽安府，约定明日在城中的神祠处见面。重新登录回网界，此时天色尚未大亮，宋琦牵了红云离开西川村，直奔泽安府而去。系统，你发现泽安府获得经验 X20点。泽安府城门处穿着破破烂烂的宋琦，却牵着一头无比神俊的宝马，这种组合很快就引起了守城官兵的注意。就宋琦现在这副扮相，很难不让人怀疑红云是被宋琦偷来的。就在官兵与宋琦发生激烈争吵，准备押宋琦去府衙盘问的时候，后方一位蒙面女子身着浅色道袍，骑着一匹浑身毫无一丝杂色的白马，缓缓向城门处过来。一道令牌自蒙面女子的手中扔向领头的官兵，那官兵看了之后大惊失色，一路小跑着跑到蒙面女子的马下，恭恭敬敬地把令牌递了上去。那人是我朋友，放他入城吧。女子的声音柔柔糯糯，音调上有些奇怪，带着一股子现实中的川渝味道，网界里也有这种方言。领头的官兵大手一挥，一众小弟也就不再为难宋琦。宋琦骑上红云，转头向蒙面女子望去，刚想道谢，就见到女子的眼角处露出一抹笑意。没有面板提示，是个玩家。宋琦大神，你这形象可跟视频里不太一样哦。女子虽在竭力掩饰，但声音中仍带着一股止不住的偷笑意味，显然是认出了宋琦。石小星，宋琦面上露出一抹尴尬，主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网界中由于是古代社会，所以基本上没有卖诚意的地方，
而宋琦的衣服战损率一向很高，就连这件破破烂烂的衣服还是当初朝鲜府免费提供的制服。虽然场面略有尴尬，但还好在门口遇见了石小星，要不然这个程宋琦还真不好进来。一处酒楼中，二人在雅间内坐定，石小星摘了面巾，瓜子脸，五官精致，标准的美人胚子。二人边吃边聊了起来。如果说宋琦在往届中算幸运儿的话，那么石小星就可以称之为天命之子。初一登陆游戏，石小星就被水月教的掌教云霞真人救下，说石小星天赋异禀，给石小星带到了山上，收为关门弟子。水月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0年前大禹建国，当初在大禹建国后受到过大禹皇室册封，是经过官方认证的合法教派。虽然传承至今已然败落，但云霞真人作为掌教仍然保留着皇室供奉的身份。石小星被带到山上后一看，嚯，一整片秘境，其中琼楼玉宇全是他们水月教的。老祖宗留下的财产属实丰厚，心法、技能、装备、道具一应俱全。就是秘境中除了他师傅之外，没有其他 NPC 也没有怪，导致石小星最开始一直没办法升级。据云霞真人所说，其实石小星是有4个师兄师姐的，只不过其中3个人下山游历，已经7、8年没回来了，还有一个在秘境中闭死关，1年多没曾出门。云霞真人将石小星带回秘境之后，发现自己这个新收的小徒弟果然是天资聪颖，什么东西一教就会，但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不管怎么看着修炼实力都不能提升。石小星也算是借此机会提出下山的请求，而云霞真人则觉得或许是石小星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布置一番后便同意让小徒弟下山了。闲来无事的云霞真人暗中跟在石小星身边，发现自己这位小徒弟在世俗之中修为增长得飞快，只要完成了别人的委托，实力就蹭蹭上涨。这让云霞真人开始暗中怀疑自己这位小徒弟是不是什么宿命之体、因果之体之类的体质。随后云霞真人一想，自己这么多年也有很多事情拖着没办，干脆就一股脑丢给了小徒弟去做，自己则跑回山中闭关去了。这任务丢下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一整套连环任务浮出水面，难度也从最开始的黄级上等提高到了现在的地级下等。任务的推进越来越难，石小星就打起了找个靠谱帮手的主意。石小星在往届中也不认识什么朋友，所以活跃在某音上的宋琦大神自然就进入了石小星的视线。现在这环任务具体的地点和线索我还没有摸清，能确定的就是大致在洪都府那边。我现在受我师父的委托，要去洪都府附近的几座名山给他的老友送信，顺便好好把线索确认一下。你要是确定能帮我的话，我可以先付你一些定金。石小星一边往嘴里夹着菜，一边支支吾吾地说道，看样子也是个吃货一枚。定金的话，石小星的眼睛瞄向宋琦脚边放着的2个大袋子，自打见到宋琦之后，就发现宋琦时刻关注着自己的2个包裹，显然是什么贵重物品。宋琦大神，你还没有乾坤袋吧？你看我这像是有的样子吗？只见石小星在自己的口袋里翻找起来，随后掏出了一大把跟自己口袋款式类似的袋子出来。这些都是……宋琦看的眼睛都快直了。那挑一个喜欢的款式当定金好了，这东西应该还挺贵的，多退少补哈。看看什么叫财大气粗。宋琦对乾坤袋不太了解，便听着石小星介绍起来。乾坤袋现在分为9品、8品、7品3个档次，其中9品乾坤袋只有30厘米边长的立方体空间大小，只要有钱有门路，在市面上还是能够买到的，只不过实用价值不高，装不下什么东西。而8品的乾坤袋就是边长1米的立方体空间，算是有价无市的那种商品。至于石小星手里拿出来的这些，那就都是7品的乾坤袋，有10米长宽高的空间。像这种档次的乾坤袋，也就只有这种道门教派的手里才有货了。东西有点贵重，拿这个当定金让宋琦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自己还一分力都没出呢。不过石小星却毫不在意，直接拿了一个塞进宋琦的手里。按他的话来说，这东西在水月教的藏宝室里还有的是，他都是捡好看的拿。赤出口吧，你是富婆，你说了算。第28章明夜系统，你发现洪都府获得经验 X100点。远远望去，洪都府如同一只宏大的史前巨兽匍匐在洪安州的大地之上。宋琦与石小星在泽安府暂别，石小星去给师父送信，顺带打探消息，而宋琦则直奔洪都府而来。二人约定语音联系，收了乾坤袋作为定金的宋琦表示一定会提供5星服务，随叫随到。卸下负重的红云在荒野之间奔腾的愈发欢快，一人一马此时已至洪都府城下。临别之时，石小星给了宋琦一副手令，可以代表水月教行走世间，虽然没什么实质作用，但可以让宋琦免去很多盘查。宋琦这回神气的在马上一露腰牌，连马都不下了，大摇大摆地进入洪都府中。洪都府是宋琦在往届中见过最大的城市，城中排列有序，建筑精美，
甚至有一大片区域中有高楼林立，其上雕刻着种种道纹，光华四溢，似乎不是寻常百姓出入的场所。这是一座超凡与世俗完美相融的城市。系统，你发现洪都府神祠，获得经验 X100点。洪都府的神祠装潢如同电视剧中的皇宫一般，香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宋琦祭拜过神祠之后，将复活点更新到了洪都府之中。骑着红云行走于街头，小贩们的吆喝声络绎不绝，似乎北地的战乱、盗匪横行的荒野都与这座城市毫不相关。几经打听之后，宋琦牵着红云在一处高楼面前站定，大门的匾额之上龙飞凤舞地题着3个大字：万宝斋。门口迎客的小厮看着衣服破破烂烂的宋琦，本想出口阻拦，但眼睛一转就扫到了宋琦手中牵着的红云。随后小厮的目光快速地打量着宋琦的腰间，乾坤带、法器玉佩，悬挂着2把宝刀中的一柄，刀鞘上刻印着非同一般的花纹，很明显也是一把法器。小厮心中暗道一声侥幸，险些得罪了贵客，随后换上一副笑脸，立马迎了上来。客官，里面请。安顿好红云，宋琦随着小厮入店。万宝斋的门店很大，但客人却三三两两。1楼似乎是灵药的专卖场，橱柜中陈列着各式各样打好标签的灵药，宋琦随眼一打量，基本没有低于100两银子以下的。客官，您是想要点什么？灵药、丹药、法器、武技，我们万宝斋中应有尽有。卖东西，你们这收吗？哟，客官，你准备卖点什么？灵药、矿石。那您这边请，咱们得去顶楼，请师傅给长下眼。顶楼，一处看似像鉴定室的房间之内，宋琦将一个大袋子啪地往桌子上一扔。袋子由于之前被宋琦在土里面埋过一阵，所以显得有些脏兮兮的。2名鉴宝师看着袋子，对视了一眼，有些面面相觑。正常拿到这里贩售的东西都算是价值不菲的宝贝，而宋琦现在这副模样，好像是刚在山上挖完野菜。哗啦啦，宋琦将袋口打开，把袋子翻转过来，东西一股脑地倒在了案子上面，还有2颗圆咕隆咚的寿丹翻滚着掉在了地上。霎时间，一股混合着的异香瞬间布满整个房间。2名鉴宝师的眼珠子差点冒了出来。客人，这，好家伙，谁见过这么卖东西的啊？一大桌子的东西，打眼望去全是货真价实的灵药，其中还有强大异兽的寿丹，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来的。瞧瞧，那个被压在下面的果子，好像是8品灵药明心果。客人，您在此稍后，我们去请一下掌柜。1名鉴宝师火急火燎地跑出了房间。该说不说，灵药的质量就是好，这么些东西被一起压在一个袋子里，要换成是瓜果蔬菜，早就已经挤烂了。宋琦猫下腰，将还在地上乱滚的寿丹捡了起来，扔进了灵药堆里，看得剩下的那位鉴宝师脸上一哆嗦。没过多时，鉴宝师就带着掌柜跑了回来，身后还跟着小厮给宋琦奉上了好茶。掌柜的看着一桌子的灵药，眼珠子都冒出了金光，热切地跟宋琦攀谈了起来。又有几名鉴宝师推门而入，一起忙活着整理了起来。宋琦在通木秘境中带出来的灵药全部都是上乘货色，不仅品相上佳，而且其中多可作为炼丹的主药。如果桌子上这些灵药交给手艺上佳的丹师来炼制，至少能炼出数千枚市面上主流的9品丹药，更何况其中还有6株8品灵药。掌柜的听完统计结果，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这波原材料要是被万宝斋吃下，接下来的丹药市场能把其他竞争对手打出狗脑子来。贵客，你看万宝斋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现钱，不如你在我们万宝斋中逛逛，以物易物如何？这句话正合宋琦心意，本身宋琦也就不是为了卖钱来的，黄白之物够花就行，好东西即便是有钱也未必能买得到。掌柜，别急，我这还有点东西。啪嗒，又是一个袋子扔在了桌案上，只不过这个袋子就显得有些沉重了。随着袋子被宋琦打开，好几种矿石散发出的独特荧光，令在场众人的呼吸又急促了起来。一块块拳头大小的紫萤石被整整齐齐地码在桌面上，还有4、5种同样价值不菲的其他8品矿石数十块，都是炼器所需的极品材料。掌柜的，咱们丑话说在前面，你们这万宝斋中要是没有让我满意的东西，这些物资我可就不在咱们这交易了。贵客哪里的话，整个洪都府谁不知道，如果在万宝斋都买不到的东西，那你翻遍整个红安州也买不到。掌柜的红光满面，拍着胸脯夸下海口，亲自充当导购，带着宋琦在万宝斋里逛了起来。贵客，您想先看看什么？先看看武技。该说不说，这万宝斋确实有些能量，民间基本没有流通的技能书，被万宝斋专门准备了一个楼层来放置，其中甚至不乏一些道门的典籍与阵法。不过宋琦翻看了一番，基本上都是9品的技能，档次较高的也就是一些8品武技，这令宋琦微微有些失望。你们这没有7品的武技？这掌柜面露难色，
贵客说笑了，七品武技一般都掌握在名门大派或世家大族手中，轻易不会流传在外。掌柜看宋琦略显失望，随后又说道：“如果客官想要七品的武技，那可以去拍卖会上碰碰运气。洪都府中有几家大型的拍卖场，每隔几月就会举行一次拍卖。9月份应该还是有一场的拍卖会。”宋琦眨巴了一下眼睛，眼下万宝斋并没有和宋琦心意的身法武技，到时候去看看也行。宋琦又在技能书里面挑挑拣拣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核心意的战斗类技能，但却有一本辅助性质的秘术入了宋琦的眼。系统注视之谋8品秘术，眸光所视之下，无所遁形，全职业通用。虽然阐述有些语言不详，但宋琦还是来了兴趣。这大致是一门追踪定位的秘法，记在账上，别的就不要了，去看看法器吧。万宝斋的其他技能看起来都不太适配现在的技能组合，宋琦也就不准备浪费物力精力去学习了。卖法器的地方要比卖武技的地方气派得多，各式各样的兵器防具分类有序，悬挂陈列于各个置物架中，其中有3把最惹眼的东西被万宝各摆放在楼层的最中间位置，一刀一剑一长弓。宋琦感觉在正中间放置的那把长刀对自己传来了一种莫名的吸引感，宋琦快步走过去，将手搭在刀鞘上。可以看一下吧。掌柜做出一个请的手势，枪！清澈而悦耳的金属摩擦之声缓缓传出，长刀被宋琦自刀鞘内拔出，刀身直刃且精窄，一片赤红之色，乍一看如同火焰在燃烧一般。明夜，品质7品法器，装备需求金骨镜，初级火之意境。基本信息：攻击力582至600点，属性加成：力量加72，敏捷加63，额外附加火焰亲和正10%，火焰伤害正10%，气血伤害正20%，拔刀速度正12%，出刀速度正15%。主动技红莲，释放后刀身附加红莲业火，可以持续造成各种火焰效果伤害，持续时间1炷香，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施法消耗气血200点，每次使用明夜进行攻击至少消耗20点气血。评价还算趁手的东西。注：武器的属性附加只取当前装备的最高者，防具的效果在符合正常穿搭逻辑的前提下，效果可以叠加。掌柜，这把刀我那些东西买得起吧？宋琦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明夜的刀身，入手不像是金属一般冰冷，反而有一股灼热的触感传出。别碰！掌柜看宋琦上手去摸，吓得话都结巴了。结果宋琦来来回回将刀身抚摸了一番，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怎么了，掌柜？别告诉我那么多东西买不起一个7品法器。掌柜一脸茫然看着毫发无伤的宋琦，随后心中陡然一惊。明夜这把刀放置在万宝斋中已久，虽然售价不高，但却迟迟无人购买，就是因为其使用条件极为苛刻，不仅需要金骨境的宗师才能催动，还需要这位宗师领悟一些火之意境，否则即便能催动明夜，也会伤敌1000，自损800，无时无刻不被明夜的刀意所灼烧。而如今年纪轻轻的宋琦竟然能直接伸手随意触摸明夜的刀身。呼呼，明夜在宋琦手中舞出一串刀花，掌柜瞬间觉得整个万宝斋的空间都开始灼热了起来。本以为宋琦是个拿家中资产出来霍霍的世家大少，哪成想竟然是一位领悟了火之意境的武道宗师。贵客，宋宗师，不要再舞了，买得起，您买得起。掌柜冷汗连连，又不敢上前阻拦。枪！宋琦一脸喜色，将明夜龟刀入鞘，直接挂在了腰间。掌柜长舒一口，擦了擦汗，打量了一下宋琦身上的穿着，不论是衣服还是鞋，都只是民间的普通制式。一位如此年轻的武道宗师，即便不是万宝斋的贵宾，掌柜也想要上前讨好几分。宋宗师，您要不再挑选一下法器的防具如何？看着掌柜的态度以及称呼，从热切变化到恭敬，宋琦知道是舞动明夜暴露了自身实力。宋琦轻笑一声，说道：“那就劳烦掌柜的给介绍一番吧。”万宝斋的这一层法器非常之多，宋琦干脆直接让掌柜为自己选上2件好货色。月落红云袍，品质8品法器，装备需求无。基本信息：防御力283至301点，属性加成体质加36，额外附加全属性抗性正3%。主动技红月杖，形成一道护身屏障，此屏障可使即将受到的伤害降低50%，攻击强度不可超过第2境，屏障仅能抵挡1次伤害，且在1/3息时间过后，无论是否抵挡到，伤害都会消失，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施法消耗100点气血。评价：总比你穿的那件破烂要强得多。流风踏云靴，品质8品法器，装备需求无。基本信息：移动速度加10，属性加成敏捷加28，额外附加
迟缓抗性症10%。主动技神行，你的移动速度瞬间提升50%，持续时间10息，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消耗5。评价同上。鸟枪换炮，赤红色的长袍向身上一套，脚踩踏云靴，宋琦觉得身体一阵轻盈，真的像是踩在云朵上一般。3把长刀依次挂在左侧腰间，乾坤带与玉坠则挂在右侧腰间。宋琦瞬间从进城务工人员变成翩翩着世美少年。掌柜的伸出大拇指，赞美之词如同黄河之水决堤一般奔涌而出，即便宋琦脸皮这么厚的人都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要不说人家怎么生意能做这么大呢？在掌柜的带领下，宋琦又去万宝斋卖成片丹药的楼层逛了一圈。不巧的是，万宝斋最近一批8品丹药已经售罄，而9品丹药，宋琦看了一下属性之后，发现作用不大，便只拿了一瓶可以快速恢复气血的9品丹药气血丹，以备不时之需。说起丹药，宋琦还真有些事情向掌柜询问。成品丹药是只有道士才能炼制吗？掌柜的愣了一下，因为宋琦问的是比较常识的知识，不过掌柜转念一想，大概是宋琦年纪轻轻一直忙于修炼，不知道这些倒也正常。其实早先确实是这样的，控火炼丹一直是道士的本领，但不知道为什么200-300年前开始，下山行走的道士就越来越少。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大家也不能离开了道士们就不吃丹药，所以一批武者自行组织起来，开始研究如何以气血控火炼丹。如今组织已经发展壮大，前些年正式更名为丹盟。丹盟中的炼丹人自称为丹师，虽然也像寻常武者一般熬炼气血，但已不精于战斗，专心研制炼丹。虽然丹师不善于战斗，但地位却远胜于一般武者，受到各大门派与世家的追捧。如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成品丹药都是出自丹盟中的丹师之手。如果宋宗师想要找人炼丹的话，可以去洪都府的丹盟中询问。第29章，勾栏听曲。宋琦一身华服，骑着样貌神俊的红云行走于洪都府街头，引得过往路人注视频频。之前在万宝斋中虽然消费不少，但终究是抵不上宋琦全部物资的价值，在掌柜恋恋不舍的目光中退给了宋琦一些矿石。最后掌柜热情地将宋琦送到楼下，让宋琦今后不管在卖什么，一定要优先考虑他们万宝斋。此时宋琦已经去过鸿昌钱庄，按照周衍吩咐的办法取出了自己的7800两银票。接下来宋琦打算去丹盟瞧瞧，看看是否能将赤血丹炼出来。由于丹盟之中都是武者，所以宋琦也就干脆开门见山，亮出了自己金古镜宗师的身份。果然，在得知宋琦的实力之后，原本还不怎么热情的接待人员立马换了副表情，并将此地的管事叫出来亲自接待宋琦。系统，你发现角色柯红淼 LV12。宋琦对着管事柯红淼表达了自己的来意，但柯红淼却面露为难之色。因为宋琦虽然可以提供丹方，但是所需要的灵药却暂时不全。一般的8品丹药炼制，只需要一味8品灵药作为主药，其余辅佐9品灵药即可。但赤血丹的炼制条件却有些苛刻，从主药到辅药全需要8品灵药。要知道8品灵药，即便在洪都府这种地方也不是那么好搞的。所以柯红淼提供了几个方案给宋琦。一是宋琦提供丹方，接下来的事情全委托给丹盟，丹盟会搜集药材并提供成丹。不过收价吗？多少钱？8万两白银。好家伙！宋琦直呼一声好家伙。除了被返还的那些矿石之外，宋琦现在的全部身家也不到1万两白银。而且按照柯红淼的说法，这还是看在宋琦宗师的身份上给出的友情价，一般像这种费时费力的订单，丹盟是给多少钱基本都不会接的。第二种方案就是宋琦负责搜集材料，丹盟负责加工，只收取3000两白银的手续费，但是不保证成单。这不纯黑店吗？而且宋琦就是因为找不到这么些灵药才来买现成的。你直接说第三种吧。宋宗师，你可以选择加入我们丹盟自学炼丹之术，到时候你作为内部人员也可以自行发布悬赏搜集灵药，各方面成本都可以节约不少。其实柯红淼说这么多就是为了拉宋琦入伙。像宋琦这种野生宗师，跟他这种靠丹药堆砌上来的宗师，战力可是天差地别。丹盟虽然组织宏大，但架构松散，缺乏直系精锐的武装力量。所以像宋琦这种年轻有为，背后明显还没什么势力靠山的人，柯红淼是真心希望能吸纳进丹盟。宋琦打量着柯红淼的神情，似乎也有点明白了柯红淼的意思。丹盟之中自然不缺炼丹的好手，招募自己进来，名义上是教自己炼丹，实际上是看中了自己的战力。加入丹盟倒也可以，但是你们能给我什么好处？我需要帮你们处理什么？柯红淼没想到宋琦竟然这么痛快，既然宋琦开始询问条件，那就证明这是有戏。在洪都府丹盟之中，所有丹方、药材，宋宗师都可以凭借内部最低价购买。所有在我权限之内的炼丹资料，宋宗师均可免费查看。
而宋宗师需要做的就是帮我们洪都府丹盟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麻烦，至于其他地方的分布，宋宗师可以不加理会。至于宋宗师今年的俸禄，就暂定为1颗赤血丹可好？我们会免费为宋宗师炼制。如果宋宗师同意的话，1年之内需要义务为洪都府丹盟出手解决3桩麻烦。如果次数超出，宋宗师每次额外出手，另有报酬，就是底薪加绩效呗。这又给丹药，又给颁发任务，这么好的组织上哪找？不过，别说了，我同意。柯红淼咳嗽了一声，刚准备好的说辞被憋回了肚子里。二人热热闹闹的签订了契约，随后去洪都府的府衙那里做了公证。没想到往届中的劳动合同还挺讲究。再次回到丹盟的所在地点，宋琦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丹盟的供奉。所以赤血丹什么时候能给我？面对宋琦的提问，柯红淼轻轻一笑，说道：赤血丹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搜集材料加以炼制，正巧我们丹盟最近还真有一点麻烦事情，宋宗师帮忙处理一下。宋琦面露了然之色，就是试用期呗。要是自己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这赤血丹自然就不会付给自己。讨债，任务难度旋即中等，任务类型跑腿，任务内容张元思向洪都府丹盟定制了一款8品丹药，当初承诺事后会为丹盟搜集3株8品灵药作为报酬，但如今约定日期已过，丹盟之人多次上门讨要无果，希望你能代为处理此事。任务实现7个自然日。任务奖励赤血丹 X1， 经验 X15000， 评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果然，柯红淼给自己这个任务就相当于试用考核，只要自己顺利完成，就会把赤血丹交给自己。旋即中等，难度不大。我怎么找到这个张元思？柯红淼非常贴心的为宋琦准备了张元思的画像以及时常出入的地点。与宋琦相同，张元思也是一名筋骨劲的武者，在洪都府城北外面有一处自己的庄园，平时要么在庄园里，要么就是去洪都府中有名的娱乐场所明香苑。宋琦拿着张元思的画像，拍马离开了丹盟的驻地。此时天色已晚，不过洪都府中与南府郡不同，并没有宵禁的政策。此时街上灯火通明，小商小贩们汇聚到一起，形成一处又一处的夜市。食物的香气传来，宋琦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正准备找个小摊上吃些特色小吃，没想到生物舱的智能助手竟然将语音接了进来。嘟嘟嘟，宋琦在街上找了楚人少的地方接通语音，以免被路过的 NPC 发现自己自言自语。哈哈，姐姐我到洪都府了，你小子人在哪呢？语音接通，魏白软萌软萌的声线传来，与说话的内容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我今天早上刚到的洪都府，那你小子快来给姐姐接驾，姐姐的马跑不动了。魏白现在在一家名叫风兴的客栈落脚。当宋琦打听到魏白的房间所在之后，推门进去，发现魏白正一副男人装扮，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原来那把特别长的大枪已经不见了，换了一个型号稍小一些的枪，正立在床头的墙边。你怎么穿成这样？宋琦下意识的向魏白胸口瞄了一眼，伪装的还挺好，平的。看什么看？魏白骄傲的挺了挺胸，懒塌塌的坐了起来。女人的打扮太麻烦了，还是男装穿着方便。魏白站起身来，对着宋琦啧啧的打量了起来。哟，魏白伸手在宋琦的袍子上摸了摸，你这身打扮不错呀。3刀流 cos 索隆呢？别闹！宋琦一把拍掉了魏白准备向明夜乱摸的手。大晚上的叫我来干啥？小妾！魏白不满的嘟囔了一句，本来是准备想请你吃大餐的。吃大餐？宋琦看着魏白的打扮，虽然有些娘里娘气的，但起码表面上看着像是个男人的样子。要不我请你去个特殊的地方吃点，说不定还能顺便帮你把任务过了。找人是个比较费力的差事，多一双眼睛说不定能多些用处。特殊的地方？什么地方？看魏白被引起了兴趣，宋琦便把自己讨债的任务跟魏白说了说。魏白的大眼睛瞪了起来，一闪一闪的发出兴奋的光芒。明香苑？是古代的那个青楼吗？我要去，我要去！快快快，嘎嘎高！作为现代人，其实对于这种古代的合法场所都有些好奇心理，更何况是魏白这种呜呜的小火车。但是明香苑听那个意思应该不是青楼，更像是勾栏一类的场所。魏白兴致冲冲的带着自己的大枪就要往外冲，被宋琦擦着冷汗把枪给拦下了。拿着这么个玩意出去，人家能让你进门就怪了。问明白了路，二人共乘红云，哒哒哒的向明香苑而去。明香苑确实不是魏白想象中的那种风月场所，更像是一个听戏唱曲的剧院。虽然魏白的表情略显失望，但仍是非常好奇的左瞧瞧右看看。宋琦带着魏白直奔顶楼，选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坐定，点了一些酒水小菜。台上咿咿呀呀的唱着不知名的曲子，还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伴舞，穿着一层薄薄的纱裙，
身姿曼妙。啧，宋琦干了一大杯酒，怪不得古代大家都喜欢勾栏听曲，这滋味确实是妙不可言。魏白拿脚在桌子下面踢了宋琦一下，翻了个白眼，说道：“别看了，你可不是来做任务的吗？”“哦，对，来做任务的。”宋琦回过神来，发现对面的魏白正一边喝着酒，一边抻头往下面看。“都是女人，你哥那看上瘾了，还！”在桌子下面还了魏白一脚，宋琦伸手换过来一个小厮，将画像在桌子上摊开。宋琦问道：“这人你认识吗？”小厮愣了一下，没说话。宋琦直接在画像上摆了张1两的银饼子，小厮见了钱，立马眉开眼笑了起来。小厮将银饼子放在嘴里一咬，嚯，真家伙，这位爷出手可真大方。张爷是我们这的常客，您找他是想……哦，那他今天来了吗？来了，2楼最里面的雅间。宋琦挥了挥手，小厮识趣的退了下去。虽然觉得宋琦找张元思没什么好事，但没办法，宋琦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宋琦将杯中酒一口饮尽，拽着还在沉迷听曲的魏白下了楼。“你像个人似的吧，等做完任务再听。”砰！2楼最里侧的雅间被宋琦一脚踹开，屋内顿时乱作一团。弹琴的、跳舞的、捏肩的、揉腿的，几个小娘子尖叫着向屋外跑去。坐在凳子上的张元思面色不善地盯着宋琦，但是宋琦面生的紧，张元思一时记不起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么好人。“你是什么人？来找老夫闹事？”还莫等宋琦进屋答话，明香院的一众护卫就在拐角处冒了头。“奉劝阁下还是不要在我们明香院闹事为好。”领头之人口气强硬，手中的兵刃已经有一半抽出了鞘。“不闹事，就是找他唠唠，行个方便，有什么损失照价赔偿。”宋琦自乾坤袋中拿出2个手令，在领头人的面前晃了晃，一个是丹盟的供奉令，一个石小星给的水月交行走令。领头之人看着2面令牌，表情阴晴不定，虽然只认出了一道丹盟的令牌，但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逼王气息扑面而来。“阁下！”宋琦摆了摆手，示意对方不用多言，很快就好。宋琦直接带着魏白进了雅间，反手将门关上。就是说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这种操作，宋琦现在是越来越熟练了。领头之人也不敢阻拦，皱着眉给手下的人打了个眼色，立马有个小弟会意，去向上头报告去了。“行啊，你混得人模狗样的。”魏白在宋琦手里抢过2面令牌，啧啧地打量了起来。没想到一段时间没见，宋琦竟然在往界世界里都有了一定威慑力。“别闹，做任务呢。”宋琦推了一把魏白，将令牌抢了回来。雅间内，张元思默默地站起身来，虽然听不懂面前的2个人说的做任务是什么意思，但很明显来者不善。将放置在架子上的宝剑取到手中，张元思低声喝道：“你们要是再不出去，休怪老夫剑下无情。”宋琦看着已经略显老态的张元思，摇了摇头。武者习武心中先有3分戾气，如今张元思这副模样，已然是胆小怕事，被酒色岁月掏空了胆量。“你欠丹盟东西，我来收账。”宋琦和和气气的在桌子对面找了把椅子坐下。张元思充其量是个10级冒头的精英怪，杀了也就是1000多点经验，如果没有必要，宋琦不想在洪都府之内大打出手。“丹盟的人，老夫不记得欠了你们丹盟什么账，识相的就给老夫赶紧滚蛋。”然而剧情的发展总是事与愿违，张元思的态度很明显不太配合。不过想想也是，老赖要是那么容易还钱，那他还能是老赖吗？一会打起来，你趁机阴他一下子就行，有个助攻应该也算破镜任务成功。宋琦回头向魏白吩咐了一句，魏白悄悄地往后退了几步，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将明叶在腰间解开，放置在桌案之上。宋琦按住刀柄，将明叶一点点地拔出刀鞘。金属的摩擦声不断在雅间之内响起，一抹匹练的红芒浮现，雅间之内的温度陡然上升。这是……张元思看着如同火焰般燃烧着的明叶，大惊失色。他已然是认出这把刀是一直放置在万宝斋中的那笔凶器。呼！宋琦连身都没站起来，挥起明叶一刀向张元思斩出。张元思宝剑出鞘，与明叶的刀芒撞击到一起，一股大力传来，张元思的身体向后踉踉跄跄地倒栽几步，撞停在墙上，脸上浮起一抹不正常的潮红之色。张元思 LV12 金骨镜，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2000-2000，其余信息不详。张元思果然已经气血衰败，作为一个12级精英模板的武者，生命值上限比中柴那个道士都没高多少。第30章赤血丹城。宋琦身上前，一脚踏在桌子上高高跃起，明叶当头向张元思劈下。空间狭窄，剑影刀光，宝剑与长刀的交鸣声四起，火星溅射，眨眼之间，2人就过了6招。
魏白在后面观战，连连大呼精彩。第7刀，一股暴虐的气息自明叶上迸发而出，随后轰的一声，明叶的刀身撞在张元思的宝剑上，发出一道剧烈的轰鸣声。火之意境爆裂，张元思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向后方退去，撞碎了明香院的墙壁，向大街上跌落。系统，你对张元思造成2200点爆裂伤害。虽然明叶没有直接砍在张元思身上，但是爆裂的效果还是震碎了张元思的气血防御。楼下大街上，人群发出一阵惊呼，向四处散去，在较远的地方围观张望。楼上，宋琦的身体如同鹏鸟，在墙壁的缺口处一跃而下，明叶挥舞之间，犹如泰山压顶。开门，开！半空中，宋琦下落的速度陡然增加。张元思的身体刚刚站稳，举剑还击，一股无可匹敌的大力沿着剑身传来，唰！长剑脱手而出，张元思一屁股栽倒在地上。雅间内的魏白看着两人纷纷跳到了楼下，抓起两人留在雅间内的刀鞘与剑鞘，跟着跳了下来。魏白刚一落地，就看见张元思被宋琦一刀将长剑劈飞的画面。眼疾手快的魏白直接将张元思的剑鞘当作暗器扔了出去，直接打在张元思的小腹上，差一点断了子孙根。张元思痛得哎呦一声，随后看见炽热的明液抵在自己的咽喉处，甚至隐约间能闻见胡子被烧焦的气息。饶命！此时的张元思一脸狼狈，再也没有方才的硬气模样。你认输了？认输了，认输了。宋琦回头打脸了一下魏白，问道：提示完成了吗？没完成，再过来踹他两脚。魏白再次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随后给宋琦比了个心。看来宋琦的猜想果然是成立的，破镜任务的完成条件判定非常宽松。宋琦收回明液，俯身将被自己砍飞的长剑捡了起来。系统提示音传来，是一柄8品法器，拿回去交给丹盟抵债，应当是绰绰有余。宋琦将长剑收入鞘中，放进了乾坤袋里，冲着张元思问道：你的剑拿去抵债，你有意见吗？张元思一脸苦涩地摇了摇头，这哪里还敢有意见啊？你看，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既然收了债，宋琦也不准备把事情闹大。原本宋琦也没打算在洪都府当街杀人。宋琦吹了个口哨，红云的身影在一处阴影里冲了过来。宋琦骑上红云，拉上魏白上马，冲着灰头土脸坐在地上的张元思喊道：记得把钱给人家明香院赔了。说完，红云便长嘶一声，向着一个方向冲了出去，围观的人群纷纷避让开来。走到半路上，宋琦将魏白放了下来，因为魏白觉得回客栈没什么意思，非要吵着去勾栏里听去。宋琦借口说自己要回去交任务，谢绝了魏白的提议，让他自己一个人找地方玩去。其实不是宋琦不想去，主要是魏白是个女的，看了也不上火。而宋琦不一样，宋琦是一名单身多年的大好男儿，在网界里只能看不能实操，纯的是给自己增加精神内耗。拍马返回了丹盟驻地，此时夜已经深了，估计柯红淼已经下班回家睡觉了。宋琦今晚上回来也并没有打算交任务，而是柯红淼说丹盟会给自己提供住宿。向门口站岗的人员问了一嘴，没想到站岗小伙竟然说柯红淼还在丹盟没走。宋琦被引着来到柯红淼的办公室，推门而入，发现里面挑着烛灯，柯红淼正在整理卷宗。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宁可真是个劳模啊。柯红淼见到是宋琦进来，一脸诧异，问道：宋宗师深夜不去休息，回来何事？宋琦将张元思的8品法器宝剑往桌子上一扔，说道：账要回来了，这把剑够抵债了吧？柯红淼一脸懵逼的接过剑打量了一番，作为洪都府丹盟的负责人，柯红淼自然眼光不凡，随手打量了一番，就发现这是一把8品的法器宝剑，而且看这样式似乎有些熟悉。这不是张元思的佩剑吗？宋宗师，你这怎么办到的？张元思怎么还把佩剑赔给你了？按价值来说，一把8品的法器价值在大多数8品丹药之上。动之以情，晓之以刀。系统讨债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5000点，获得额外奖励经验 X6000点，又是21000点经验入账。宋琦如今的总经验为74656点。对了，赤血丹什么时候给我？这个。柯红淼面上浮现一抹尴尬之色，主要是没想到宋琦的动作竟然如此之快。明天我亲手为宋宗师炼制。明天？宋琦头一歪，合着原来材料都是齐全的，当初就搁那纯忽悠自己的是吧？柯红淼看着宋琦的神色，打了个哈哈，从案子里面走出来，热切地拉住宋琦的一条手臂。宋宗师勿怪，勿怪，哈哈！如若宋宗师不嫌弃，今后你我2人以兄弟相称如何？贤弟，为兄早已为贤弟准备好了一处宅子，包你满意。上一个称呼宋琦为贤弟的，还是朝鲜府中的那个坑货看许。
宋琦被柯弘淼带到了一处大宅院之中，一个管家模样的 NPC 为二人开了正门，柯弘淼带着宋琦参观了起来。其中亭台楼阁、假山、绿植、流水，像极了古装剧中的豪宅大院。怎么样，贤弟还满意吗？满意，就这环境，宋琦还能有啥不满意的？不过就是宅子太大，除了管家之外，好像没有其他人在，尤其是现在正处秋季，落叶堆积，显得环境有些萧索。贤弟满意就好，这里之前是一处高官的私宅，环境是没得说，添置些下人进来就有生气了。贤弟要是想自己添置，可以上人事那边瞧瞧，如果嫌麻烦的话，为兄可以代为安排。凌晨，宋琦坐在自己豪宅之中的炼丹房内，研究炼丹术以及之前自己买的那本技能书。至于下人的事情，就让柯弘淼代办就好，反正宋琦是玩家，所有的贵重物品都放在乾坤袋中，也不怕柯弘淼给自己安插什么手脚，顺带省了一笔钱，也算是享受一下万恶的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生活。系统，你支付200点经验，学习注视之谋。注视之谋，8品秘法。当你的目光注视在一个单位之上，会在该单位身上留下一层印记，在印记未曾消失之前，你可以凭借印记找到该单位的位置。注视之谋的功能果然与宋琦猜想的类似，是一个追踪定位类的秘法，至于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考量。系统，你支付1万点经验，学习混元炼丹术。看着掉了一大截的经验值，宋琦颇有些心痛，没想到炼丹术竟然这么吃经验。炼丹术区别于5级秘法，没有品级划分，按柯弘淼所说，混元炼丹术是目前丹盟中最好的炼丹手法。一大波姿势涌入宋琦脑海，宋琦感觉浑身一个激灵，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炼丹房内堆积着一些不入品的灵药，价值不高，是柯弘淼送给宋琦练手之用。宋琦打开手中丹方，也是柯弘淼所送，是一种可以清心明目的不入品丹药，专门给凡人服用治疗眼疾的。相比于道士、武者在炼丹一道上并没有任何优势。道士多精通火法，可以凭空生成道火，而且对火焰的控制极强，易于成丹。而武者炼丹就只能以木柴生凡火，再以气血操纵火焰，需要大量的熟悉过程。而炼丹的过程也并不是宋琦所想，丹炉下面点上火，药材一股脑倒进去等着成丹就行。需要先生火，再用气血包裹着火焰纳入丹炉之中，随后按照丹方所述，依次加入定量药材，在加入药材的过程中，不断操纵着火焰将药材融化为汁液，最后大火收汁，定型成丹。虽然说着也不太复杂，但真当宋琦上手实操之后，就发现非常的不简单。光第一步取多少火焰入丹炉就是一门学问，取得多了，药材哗的一下直接烧糊了；取得少了，药材根本熬不化，到时候一心两用，一边添火一边控火，哪边没弄明白，就又是白忙活一场。宋琦也不知道自己在炼丹房内捣鼓了多久，终于搞明白了一些操作。眼看着药材全部融化为汁液，宋琦心潮澎湃，准备将其定型成丹，没想到一个激动，气血失控，丹炉中的汁液化为一股青烟，挥发掉了。宋琦，有道是失败乃成功之母，在宋琦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屋子的药材都被霍霍没，终于炼出了一炉成丹。系统，你炼出一炉明目丸，获得经验 X200点。虽然炼丹给的经验非常之少，但成功炼制出丹药令宋琦非常之欣慰，开心的将自己的处女座收入乾坤袋中留作纪念。宋琦起身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当当当的敲门声传来，炼丹房外管家在向宋琦喊话：老爷，柯大人来了。瞧瞧，老爷，这称呼，这万恶的封建社会。宋琦推门而出，发现太阳已经挂在正上空，自己炼丹炼了这么久。管家看着宋琦，似乎被吓了一大跳。老爷，你这……宋琦有点不明所以。很快，管家麻利的打了一盆水过来，宋琦向水中的倒影一瞧，好家伙，满脸的黑灰，好像掉进了煤矿堆里一样。宋琦在管家的伺候下梳洗了一番，走到内院大堂，才发现整个院子已经热闹了起来。柯弘淼给宋琦带了一大批下人，洒扫的、洗衣做饭的，还有几个身材样貌都不错的妙龄少女，专门贴身伺候。这柯弘淼，你可真行。不过看在柯弘淼一片好心的份上，宋琦还是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虽然干不了什么，看着养眼总可以了吧？贤弟，来。柯弘淼看见宋琦出来，显得分外热情，一把拉过宋琦，几个人就凑上来给宋琦丈量尺寸。是柯弘淼专门请来的手艺人，准备给宋琦多置办一些行头。柯弘淼为何如此热情？那是因为宋琦昨夜在明香院中几招就把张元思打到了楼外，当街给张元思打的跪地求饶的消息已经被柯弘淼打听了个清楚。张元思当年在江湖上可是响当当的一把好手，即便这些年来少有与人动手，但战力仍不可小觑。宋琦昨夜的战绩分外体现了其价值，而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宋琦足够的年轻。
一名20岁就战力惊人的宗师，谁能预料到他今后会成长到什么程度？下人们纷纷过来认过宋琦这个新主子，就在管家的安排下，各忙各的去了。而宋琦宅院的大门之上也被安装好了一块上好的匾额，上面提着宋府2字。院子中的事情自有下人忙活，而宋琦则被柯红淼拉到了丹盟之中。柯红淼准备现场炼制赤血丹，专门请宋琦过来旁观学习。丹盟最顶级的炼丹房内，宋琦方一进入，就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气息传来。一个巨大的丹炉被摆放在房屋中间，丹炉四周插满阵旗。柯红淼拉着宋琦介绍，这是专门向道士求的火灵阵，只要催动阵旗就可以滋生道火，比用凡火炼丹要好用得多。哇哦，原来炼丹还有这么多门道。果然，专业人士跟宋琦这种半路出家的就是不一样。柯红淼在丹炉面前的蒲团坐定，5种8品灵药依次自乾坤袋中取出，摆放在柯红淼面前。一股浓厚的香气自灵药之上传出。宋琦找到了视野清晰的地方坐下，就见柯红淼坐在蒲团之上运功调休了片刻，随后睁开双眼，气血催动，阵旗摇晃，一道火龙窜出。巨大丹炉的盖子被掀开，火龙钻入丹炉之中，随后赤血参被柯红淼送入丹炉之中。丹炉之中视线无法进入，只能凭借感知去感受。宋琦感觉火龙在丹炉内追逐着赤血参，不多时便将赤血参化为一团火红的液体，在丹炉之中缓缓流淌。其余的药材依次被柯红淼加入丹炉，盖子被柯红淼催动气血扣上。不多时，异香四起，随着时间流逝，香味愈发浓重。最终，丹炉的盖子被火龙顶起，一颗龙眼大小、通体赤红的丹药飘入柯红淼掌中。系统，你观摩柯红淼炼制8品丹药，心中若有所感，混元炼丹术熟练度正2%。宋琦炼了半夜的丹，熟练度没加分毫，如今只是观摩柯红淼炼丹，便加了2%。果然，有名师指导就是不同凡响。柯红淼手掌须托着赤血丹，赤血丹在其掌心上空不住旋转，丹身之上铭刻着道道意味非凡的纹路。贤弟，幸不辱命。赤血丹被柯红淼转交到宋琦手中。第31章，苍然山脉之原著。系统，赤血丹8品丹药，服用后可较大程度的提升气血，但其药效霸道，切勿重复服用，短期内也切勿再行服用此类效果的丹药。丹盟的一处闭关室内，宋琦盘膝入定，将赤血丹丢入口中。系统，你服用赤血丹，气血奔涌，炽烈如火，好在你体质惊人，完美的承接了赤血丹的药效。系统，你的全属性加50，你的气血上限加2000。灼热的气息传遍宋琦全身，宋琦面红耳赤，浑身都在喷涌出灼热的雾气。爽！一股股愉悦的舒爽感冲刷着宋琦的神经，让宋琦忍不住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来。赤血丹不愧是8品丹药中的极品，这一次的提升甚至不亚于当初突破金骨境时候的提升。可惜的是，赤血丹的耐药性或是副作用极强，系统在面板上已经给出了警告提示。神清气爽地走出闭关室，此时外面天又已经黑了下来。柯红淼看着宋琦目露金光的模样，连连拱拳道喜，恭喜宋琦修为精进，心中止不住艳羡之意。虽然他也想修为突飞猛进，但是像赤血丹这种霸道的丹药，柯红淼可无福消受。一般的宗师吃下去，估计也承受不住赤血丹全部的药效，到时候不说修为精进，不在体内留下暗伤就不错了。告别了柯红淼，宋琦驾着红云行走在洪都府街头。虽然网界是一款需要打怪升级的网游，但作为全球首款的虚拟网游，它更带给玩家一种第二世界的生活体验。何处为虚，何处为实？如果有的选择，是在现实中庸庸碌碌，还是在网界中快意人生？总之，今夜无事，宋琦决定效仿先贤，勾栏听曲。上不上火什么的，多喝点酒就好了。明香院，一众人等看着宋琦的身影如临大敌，以为宋琦又来闹事，接待也不是，不接待也不是。宋琦无视了一众视为复杂的眼光，径直走进明香院之中。一夜无话，直到天边微微泛白，宋琦才起身拍马回府。武者精力旺盛，即便是喝了一夜的酒，听了整晚的曲，宋琦仍然没有一丝疲倦感。带骑着红云走到自家的巷子口处，宋琦看见了柯红淼的车驾正要向巷子里调转。这一条巷子只有宋琦一处宅院，显然是来找宋琦的。大早上的柯红淼来找自己干嘛？这丹盟的业务这么勤，又有任务下发。柯红淼听见马蹄声，撩开马车的帘子，果然看见不远处的宋琦，略显焦急的神色缓和了下来。柯红淼大声招呼宋琦，让宋琦上车来说：“这是又有麻烦了。”宋琦在马车上坐定，出声问道：“唉。”柯红淼长叹一口气：“多事之秋。丹盟上个月初有一队采药人去了苍然山脉中采药，
按计划是这个月初就应该回来的，可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回返。昨天深夜，丹盟收到这对采药人的传信，采药小队在山脉中发现至宝，被附近的江湖门派、铁骨派追杀，如今已经被迫进入苍然山脉深处，需要丹盟派出人手前往救援。这个铁骨派专修横练功夫，行事风格亦正亦邪，一直游荡在苍然山脉之中。苍然山脉与北地相接，绵延纵横不下万里，虽然有一部分位于红安州境内，但更多的区域处于北地之中。如今北地大乱，铁骨派行事更加肆无忌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官府疲弊，无力约束。贤弟，昨天夜里洪都府丹盟的精锐人手就已动身前往苍然山脉，还希望贤弟能够速速前往支援。苍然山脉之援助，任务难度地级下等，任务类型战斗探索，任务内容洪都府丹盟的采药小队被困于苍然山脉之中，请你火速前往救援。任务实现无。任务奖励经验星号100000，评价似乎有些棘手。宋琦看着任务面板，精神为之一振，迄今为止的第一个地级难度任务终于触发。经验之丰厚，简直令宋琦有些讶异。估计这次任务最棘手的应该并不是那个所谓的铁骨派，而是纵横万里，不知隐藏着多少危机的苍然山脉。一共32张画像被柯红淼自乾坤袋中取出，放在了宋琦的手中。这是采药队共32人的画像，其中有1人为金骨境，但是战力较为普通。丹盟前去援助的人手中有5位金骨境，不过都不似贤弟这般春秋鼎盛，此次还要多加劳烦贤弟了。宋琦拿了画像，打量了一番后放入乾坤袋中，刚准备下车，却被柯红淼一把拉了回来。柯红淼眼中微微泛起一丝湿润，声音有些哽咽：“最上面那张画像中人是我侄儿，他少年时双亲便已离世，这么些年一直跟我生活，请贤弟一定要带他回来。”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宋琦给了柯红淼一个你放心的眼神，转身准备下车，又被柯红淼一把拉了回来。贤弟，我还有一物暂借于你。宋琦，合着咱就把话一起说完呢。只见柯红淼在怀中取出一个造型精致的竹哨，将头探出窗外，竹哨发出尖锐的低鸣声。咻咻，一股嘹亮的猛禽鸣叫之声自高空处传来。宋琦将头探出去张望，只见一个黑点在云层中浮现，快速地向马车这边坠落。黑点越来越近，气流不住翻涌。宋琦看见一只如同黄金浇筑的大鸟，舒展着数米长的羽翼，在马车的上方盘旋。二人在马车上下来，大鸟收缩着双翅，爪子稳稳地勾在柯红淼的右臂之上，一对锐利的眸子如同黑宝石一般闪闪发亮，其中尽是凶厉之色。贤弟，这是我养的凤金雕，如今暂借于你。丹盟的采药队一定会在沿路之上留下我丹盟的特有记号，它可以辨认出来，为贤弟引路。柯红淼将竹哨交到宋琦手中，亲昵地抚摸了一下凤金雕的脑袋，低声在凤金雕耳边嘱咐了起来。在柯红淼说完话之后，凤金雕看向宋琦的目光柔和了一些，唰的一声张开双翼，冲上云端，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他干嘛去了？宋琦一脸懵逼地挠了挠头，出声问道。贤弟不必管他，脾气不是太好，不过他从今日起就会一直跟在你的上方，贤弟有什么需要吹动哨子，他自己就会下来，他能听懂人言，你喊他英俊就好。宋琦，这金雕的名字还挺别致。宋琦本以为自己是个起名废，没想到柯红淼的功力竟然还在自己之上。回到府中，打包了足够多的食物装入乾坤袋中，宋琦驾着红云直奔洪都府北门而去。苍然山脉距离洪都府千里之遥，如果去得晚了，怕是任务 NPC 都要死光了。烈马嘶吼，金雕鸣叫，经过长达1日的奔袭，庞大的苍然山脉终于在宋琦眼前缓缓浮现。系统，你发现苍然山脉，获得经验 X200点。一股浩然而宏大的气息扑面而来，此时夜空中繁星点点，宋琦借着月光向山脉中望去，满眼尽是无尽的原始与蛮荒。系统，等级提升至11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10点，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宋琦将这些时间积攒的经验分配到等级上，现在1级的提升会带来10点全属与300点气血，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助力。接下来提升到12级则需要5万点经验。红云的喘息非常粗重，全身都是豆大的汗珠。宋琦在乾坤袋内取出马刷，给红云做了一套运动康复。一人一马在茫茫山脉的边缘处坐下，开始分吃食物。凤金雕的声音自高空中传来，在宋琦的头顶上盘旋了一阵，落在了宋琦附近。英俊是吧？吃点。哇哇！凤金雕叫了2声，声音听起来竟然还有点萌。宋琦扔了一大块肉过去，凤金雕张嘴叼起肉，飞到一旁的树上吃了起来。酒足饭饱，但是宋琦却有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苍然山脉太大了，去哪找这么区区几10个人？看着在一边树头啄羽毛的凤金雕，
宋琦想起了柯宏淼临行前的交代：“英俊，你过来一下。”哇哇！凤金雕飞到宋琦身边，似乎是询问宋琦干嘛？你主人不是说你会带路吗？接下来我们去哪里？没想到听到宋琦说的话之后，凤金雕头一歪，闪过一丝疑惑之色，感觉好像不是很智能啊。这柯宏淼到底靠不靠谱？没有办法，宋琦只能将32张画像在地面上摊开，借着月光让凤金雕观察画像中的人。英俊，你去前面的山脉里面看一看，找一找有没有这些画里的人，或者找一找有没有我这种形状的人，然后回来告诉我。哇哇！凤金雕看着宋琦的眼神闪过一丝鄙夷，找人就找人呗，你咋说话跟哄小孩似的呢？真当英俊大爷我听不懂。凤金雕扑棱棱的扇呼着翅膀走了。金雕夜视能力极强，而且速度极快，即便在现实中都能有300公里的时速，更何况是往界中的异兽。看着凤金雕的身影一瞬间消失在山脉深处，宋琦讪讪的摸了摸鼻子，竟然被一只雕鄙视了。留在原地的宋琦也没有闲着，开启猎手本能，在地面上观察了起来。你别说，这里还真有不少人类活动的痕迹，看来苍然山脉中定然有着无数吸引人类的宝藏。宋琦沿着一条人数较多的痕迹追踪了下去，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处神祠。系统，你发现苍然山脉神祠，获得经验 X200点。有了乾坤袋的宋琦，现在为了方便，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些香。取出3炷香，宋琦对着空气挥了几下拳头，成功将香点燃。把复活点更换到苍然山脉脚下之后，宋琦回到了方才那处地方等凤金雕回来。没过一会，哇哇的叫声在宋琦头上响起，是凤金雕回来了。凤金雕落在宋琦面前，爪子向山脉中的一个方向指了指，随后又哇哇叫着带头飞走了。还真让他找到人了。宋琦骑上红云，沿着凤金雕指出的方向向苍然山脉深处走去。古木参天，遮住了星光，宋琦抬头张望，枝蔓丛生，已然是看不见凤金雕的身影。如果自己看不见他，那么他是不是也不怎么看得见人？所以凤金雕给宋琦指的方向上究竟有什么？宋琦再次开启了猎手本能，一道道生物活动的痕迹浮现在宋琦眼中，痕迹杂乱不堪，已经很难分辨出具体是什么物种所留。深山之中，即便有着地图的辅助，宋琦仍是逐渐失去了方向感。此时宋琦已经不知道入山走了多远，感觉好像已经偏离了凤金雕出时指出的方向。野兽的嘶吼声在宋琦身后传来，红云机敏的一个闪身跃起，宋琦见到一道黑影自刚才的地方窜过。呜嗷！狼嚎声四起，一道道黑影在密林中窜出，将宋琦团团包围在中央。深夜正是捕食者们狩猎的大好时机。宋琦的身影自红云身上一跃而起，半空中，宋琦的手按住明夜的刀柄，携带着烈火的刀意纵横在山林之中。系统，你击杀极光狼 LV12， 获得基础经验 X120 点，额外奖励经验星号24点。这是一群名为极光狼的生物。在化木的刀意肆虐过后，火焰开始在山林中蔓延起来。宋琦的火之意境在山林中战斗，确实有些容易引发火灾。这么想来，这次任务应该配一个精通水法的道士。宋琦一边放火，道士一边灭火。狼群们受到烈火惊吓，变得有些畏惧起来。不过狼群中体型壮硕的头狼却发出阵阵嚎叫，组织着狼群再次对宋琦发起进攻。宋琦的身体在山地间落定，明夜出鞘，身形闪电般的冲向那头狼模样的怪物。开门！开！惊鸿！系统，你对极光狼 LV14 造成4800点爆裂伤害，极光狼损失生命值30点每秒，持续时间120秒。极光狼 LV14， 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2520030000，其余信息不详。剧烈的爆鸣声回响在山林之间，极光狼的侧腰被炸得一大片血肉模糊，隐约间散发出一股肉香味。正所谓铜头铁骨豆腐腰，狼的弱点正是在腰上，而且火焰对于这一大类长着皮毛的生物都是一种天然的威慑。劈柴刀法连连挥出，如今明夜加上火之意境的组合，再有来自通木秘境后一系列的属性提升，让宋琦的输出相对于刚刚突破到10级的时候翻了1倍不止。现在哪怕是10级以上的精英怪，也只有被宋琦爆砍的份。破定效果接连生效，极光狼的攻击动作被宋琦打断数次，连压箱底的技能都没放出来，就被明夜砍翻在地。系统，你击杀极光狼，获得基础经验 X140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840 点。空气中满是烤肉的焦香。极光狼群四散而逃，被宋琦一一追上，最终总共贡献出7424点经验。就宋琦击败的这些精英怪而言，
只有铜鳞蟒给宋琦一种极为棘手的感觉。虽然铜鳞蟒的等级不高，但宋琦觉得如果让铜鳞蟒吃掉那株玄岩果，估计生命模板就有可能升华到领主层次。迄今为止，玩家们还尚未在网界世界中发现领主模板的生物。杀完怪，宋琦催动着气血，将山林间的火扑灭。这种密集的树林彻底燃烧起来，指不定要闹出多大的火灾。第32章，从天而降的刀法。苍然山脉虽有神祠神力庇护，不受不祥气息的侵扰，没有异化怪物的产生，但宋琦发现其危险程度更要远胜于荒野之上。山脉深处可以说是奇珍异兽的游乐场，部分异兽的凶残程度更在异化怪物之上。此时天边已然微微泛白，宋琦的战斗在深夜遭遇第一批极光狼群之后就几乎没有停歇，一路上且战且走。此时宋琦早已辨别不清具体位置，更别说去寻找凤金雕最开始指出的方向了。半个晚上，宋琦就在形形色色的各种怪物身上斩获了25152点经验，单论经验上的收获已然超过了通木秘境良多。这片苍然山脉倒真是一处炼级宝地，其中分布着大量10至15级之间的怪物，而且大多数怪物的攻击性极强，也不需要宋琦浪费时间主动寻找。一晚上一边杀怪一边灭火，也算是给宋琦忙了个够呛。系统，你发现全石峰，获得经验 X20点。灰头土脸的宋琦终于牵着红云攀上了视线之内的第一座山峰，登高远望，晨雾蒙蒙，远方一处又一处山峰若隐若现，连绵不尽。系统，等级提升至12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10点，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为了能在苍然山脉中推进的速度更快一些，宋琦将新获得的经验再次分配到等级上，接下来13级的升级经验则需要8万点。苍然山脉深处如此危险，即便是宋琦应对起来都颇为不易。那么丹盟的采药队只有1名金古镜带队，如今还能剩几个人活下来？不过好在现在任务还安安静静地悬挂在任务面板中，并没有提示失败的字眼。咻！猛禽的鸣叫声在高空中传来，此时全石峰顶的树木间隙较大，再加上天色已亮，宋琦抬头张望就发现了凤金雕的身影。凤金雕一直在跟着自己，侦查能力这么强的吗？宋琦在心里嘀咕着，不过很快发现了端倪之处，这只大鸟似乎不是凤金雕。咻咻！鸣叫声再次传来，又一只大鸟自上空处飞来，与宋琦视野内的大鸟在半空中缠斗撕咬起来。猛禽鸣叫声不断，宋琦凝神看去，终于确认后来的那只大鸟是凤金雕本雕。凤金雕叫声愈发响亮，很明显是占据了上风。另一只大鸟的身形摇摇晃晃，似乎是被凤金雕伤到了羽翼，身体不断向地面下沉。轰！庞大的鸟身压踏无数枝蔓，摔落在宋琦附近不远处。宋琦一路小跑过去，一刀刺入大鸟胸口。系统，你击杀神羽雕 LV14，获得基础经验 X1400 点，额外经验 X560点。哈哈，啥也没干就捡了个漏，还是个14级的精英怪。似乎凤金雕现在被判定为宋琦的宠物，所以即便宋琦只是捡漏做了次击杀，也并没有影响宋琦的经验获取。凤金雕舒展着羽翼，优雅地降落在附近的一根树枝上，似乎并没有对宋琦抢人头的行为产生任何不满。不过当宋琦熟练地剖开神羽雕的尸体，取出兽丹准备放进乾坤袋的时候，凤金雕却不满地叫唤了起来。哇哇，那声音似乎在说这是我的战利品，你要这玩意干啥？哇哇！凤金雕唰的一下子飞了起来，张嘴就叼走了宋琦手中的兽丹，吧唧吧唧地吞进了嘴里，然后开开心心地在树枝上啄起了自己的羽毛。败家孩子，你吃这玩意干啥呀？虽然现在这种灵药对宋琦都没什么提升效果，但那可都是钱呐。宋琦恨恨地无声吐槽，转头一看红云，发现红云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表情上写满了4个大字：我也想吃。乖，咱不吃，那玩意苦，听话。宋琦一脸认真地抚摸着红云的鬃毛，红云发出不满的吼声，那意思就是你在这骗鬼呢。真是一对祖宗。有了凤金雕带的好头，现在不给红云吃一个兽丹，大小姐就有些撂挑子。没办法，宋琦一脸心痛的在乾坤袋中取出了一颗昨晚上缴获的兽丹，喂进了嘴里。红云开心的吧唧着，随后马脸一跨，这玩意怎么一股沙子味？自己选的食物，含泪也要吃完。宋琦看着红云张嘴想吐，伸手捏住了红云的马嘴，逼着他把兽丹咽了下去。你别说，这吃完还真有点效果。宋琦查看了一下红云的属性面板，发现红云竟然升了1级，全属性都增加了不少。一人二兽在山顶上打闹了一会，宋琦问起凤金雕正事：你有发现画像中的人吗？凤金雕摇了摇头。宋琦头顶飘起一串问号：你没发现昨晚上指什么路啊？凤金雕看着宋琦一脸迷惑的表情，非常人性化的摊了摊爪子，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你昨天也没问我看见的是谁啊？宋琦。所以你昨天看见的是什么？不认识的人。凤金雕点了点头。宋琦将双手伸进头发里，无语地抓了抓。苍然山脉这么大，不怕死的寻宝队有那么多，看见几个人实属正常。要不先让凤金雕带着自己找到那些人，打听一下消息。哇！凤金雕看着宋琦愁眉苦脸，一脸自信地伸出爪子比划了起来。什么意思啊？宋琦迷茫地看着不断比划着的凤金雕，这波终究是人兽殊途了。凤金雕比划了半天，发现宋琦实在是看不懂，生气地用爪子在树上抓了一下，哇哇叫着飞走了。那意思就是你跟我来就完事了。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宋琦让凤金雕继续在前面带路。为了避免再次丢失视野，宋琦灵机一动，在凤金雕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注视之眸的印记。你别说，这招还真好使。虽然下山路上看不见凤金雕的身影了，但地图上可以一直显示出凤金雕的坐标，就是不知道技能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宋琦骑在红云身上，一边追着凤金雕的坐标赶路，一边啃着一张大饼。阳光升起，透过林间照射进地面，猎食者似乎也到了休息时间，活动不再频繁，偶尔可以见到一些攻击性不强的草食性动物在出没觅食。行进中的红云突然叫了一声，人立而起，正在专心吃饼的宋琦差点被红云一下子给撅了下去。抬眼望去，一人一马已然是走出密林，前方正是一片悬崖。不是，这带的什么路啊？宋琦无语的抬头看向正在半空中盘旋的凤金雕，此时凤金雕还发出一声声得意的鸣叫，似乎是办了什么好事一般。翻身下马，宋琦来到悬崖边上查看，下面是一处天然的盆地，四方均被耸峭的山崖所包围，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谷可以进入盆地之中。而那处狭窄山谷的入口，似乎正有一群小黑点汇集在一起。由于距离太远，宋琦即便努力睁大双眼也看不清晰。此时凤金雕却发出了一阵阵急促的尖叫。什么意思啊？下面是丹盟的人？宋琦大声向天上的凤金雕喊道。凤金雕连连点手示意。真有你的啊，这么快就找到了。这凤金雕昨天还一副极其不靠谱的模样，没想到今天竟然变得如此给力。凤金雕急促的叫声不断传来，似乎下面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在催促宋琦赶紧下去。不是哥们，你啥意思啊？要我跳崖呀？宋琦回头打量了一番地形，想要走到那处入口，不知道得绕多远的路。悬崖边上，宋琦跟凤金雕大眼瞪小眼。宋琦打量着凤金雕的体型，远比现实中的金雕要大得多，大概可以吧。凤金雕打了个激灵，心头涌起一股不妙的预感。下方山谷，丹盟支援过来的武装力量与铁骨派在山谷入口处战成一团，而丹盟的采药队此时正躲在山谷内的盆地中，几乎人人负伤，接近半数的成员都昏死在地面上，万幸还没有减员。这支采药队原本只是在苍然山脉的外围打转，但由于运气较好，采到了2株7品灵药，被游荡在山脉中的铁骨派成员发现，随后就遭到了追杀。采药队虽然看上去战力不济，实际上携带了大量的道门符篆，在底蕴全出的情况下，终于撑到了援兵的到来。不过即便援兵赶来，丹盟的情况仍旧不太乐观。虽然铁骨派也只有5位金骨境在追击，但很明显铁骨派的战力均在丹盟之上。丹盟这边则是财大气粗，不断丢出道门符篆，在山谷入口处组成一道防御屏障，抵挡着铁骨派的进攻。事实上打到如今这个份上，已经不是2株7品灵药的归属问题了。最开始铁骨派只有1位金骨境长老在带队追杀丹盟，不过在追击过程中折损了不少人手，事态进一步恶化，铁骨派上下一齐动员，如今势必要杀进山谷之内，将丹盟这一帮人斩杀殆尽，才能出了这口恶气。啊！一声惨叫传来，丹盟中的1位金骨境供奉被铁骨派的一名长老一刀斩断了手臂，倒退着摔了出去。随着丹盟这边的1位重要战力退场，丹盟的防线被瞬间撕裂，那位铁骨派长老手起刀落，几位搬运境的武者就被斩杀当场。眼看着铁骨派长老的刀锋已然逼近这位断臂的丹盟供奉，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长鸣之声，一道黑点如同流星般正在快速地向山谷中坠落。那是一只浑身散发着灿金色的金雕，金雕身上一道人影，身着赤色长袍，长发飘散，负手而立，是科管世家的鹰卷。山谷中，丹盟众人抬头，不只看见了凤金雕，还看见了凤金雕背上的宋琦。有人惊喜发出尖叫，因为大家最近都听闻洪都府丹盟内新加入了1位年纪轻轻却实力高强的供奉，只是众人还未曾见面，就因为这一紧急任务而奔赴苍然山脉。虽然对宋琦的实力只是来自道听途说，但如今多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胜利的希望。战场之中敌我掺杂，不能使用大范围伤害的画木开场。
俯冲直下的宋琦四处打量，瞬间发现了丹盟防御的最薄弱处，那位被斩断手臂的丹盟供奉。宋琦的身影自凤金雕背上一跃而起，如同大鹏展翅呼啸而来。开门！开！拔刀！惊鸿！明夜主动技！红莲！明夜出鞘，黑红色的红莲业火附着满整个刀身，让宋琦周身的空间都有些扭曲起来。斩！宋琦的怒吼声碎金裂时，明夜自高空携带无尽业火斩下。在那位铁骨派长老惊恐的目光中，业火漫天。轰！没有惨叫声传出，也没有利器切割肉体的声音传出，只有一道火焰的剧烈爆鸣响彻山谷。系统，你对楼安哥 LV13 造成25600点致命伤害，楼安哥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30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260 点。名为楼安哥的铁骨派长老被火海吞没，就连一边的丹盟供奉都被余波巨大的冲击力轰飞了出去。虽然免不了伤势加重，但总比丧命要好。全场鸦雀无声，挥舞着的刀刃不由自主的停滞，只有一片火海在熊熊燃烧，烧得地面噼啪作响。可曾听闻这一招从天而降的刀法？宋琦的身影自火海中走出，周身火焰缭绕，犹如逼王将士。丹盟的人全部目瞪口呆，一脸夸张地看着宋琦清秀的面庞。这就是丹盟新加入的供奉，未免太过年轻了一些。还有，他刚刚干了什么？一刀就斩杀了一位铁骨派的长老。老天爷，这位新加入的供奉到底有多恐怖？然而，此时震惊的不只是丹盟中的人，铁骨派那边，包括宗主在内，都被宋琦这从天而降的一刀吓得头皮发麻。铁骨派主修外加横练功法，一身皮糙肉厚，乃是同境界中的佼佼者，如今竟然被年纪轻轻的宋琦一刀斩杀。这宋琦究竟是什么怪物？这位小友，都是误会，有话好说。一名看似是掌门的 NPC 右手向前一推，似乎要跟宋琦讲和。不过宋琦是连话都懒得回。笑话，玩家会跟经验讲和吗？流风踏云靴主动技神行。神行只提供移动速度的加成，并不会影响出刀速度以及身体灵活性。但即便如此，宋琦的身影一个起落就出现在那掌门的面前，还是吓了大家一跳。劈柴刀法当头劈下，掌门下意识的出刀格挡。当！系统，你对卢泰和 LV15 造成1200点灼烧伤害。卢泰和 LV15 筋骨镜，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38800400000，其余信息不详。虽然只是刀刃相接，并没破防，但是明叶上的红莲业火附加着火之意境，已然是向卢泰和的体内涌去。面色潮红的卢泰和刚想抽刀离去，突然发现身体一僵。劈柴刀法破定效果触发。第33章铁骨功。虽然僵直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但还是足够支持宋琦完成一套骚操作。在卢泰和不解的目光中，宋琦将明叶归刀入鞘。卢泰和的身体恢复正常，凝聚气血举刀向宋琦劈来。眼见刀芒已至宋琦面门，却见一道道裹挟着业火的刀意纵横在二人之间。负1800，负2200，负2300。由于距离没有拉开，整个画木的刀意全部被卢泰和吃了个满怀。在火之意境的附加之下，平均2000加伤害的火焰刀意在卢泰和身上撕裂一道道焦糊的伤口。卢泰和的身体僵直在画木的刀意大幕之中。刀出惊鸿，负10000。宋琦的一套完美连招在卢泰和身上打满，熊熊烈火自卢泰和身上燃烧起来，瞬间将卢泰和烧了一个火人。啊！惨叫声在卢泰和口中传出，即便有气血作为阻挡，业火灼烧的痛苦仍旧远胜于刀斧加身。宗主！不远处，铁骨派一众成员的怒吼声传来，剩余3位长老一声长啸，挥动着兵刃向宋琦冲来。杀！丹盟的4位供奉追击而上，4人联手勉强将铁骨派的3位长老拦住。咻！凤金雕的鸣叫声自高空传来，只见他飞身扑下，爪子直奔一位铁骨派长老面门。有了凤金雕作为助力，3名铁骨派长老彻底被丹盟众人围困，余下一众搬运境弟子也继续混战成一团。谷内尚有力气的丹盟采药队成员也操着兵器，大吼着冲出山谷，加入战局。一时间喊杀声震天。宋琦与卢泰和战场处，宋琦感觉到卢泰和的气血在火焰中疯狂凝聚，一瞬间宋琦就反应过来，这是一招类似于燃血术的拼命秘法。冲霄劈！火人卢泰和发出声嘶力竭的怒吼，浑身火焰被气血冲散，刀芒携带着无尽气血向宋琦喷涌而来。看这一招的威势，这应该是一招七品武技，拼命秘法加七品武技，这是卢泰和的亡命一击。此时宋琦身上神行的效果尚未结束，宋琦的速度奇快无比，尽管没有身法武技，
宋琦在身形扭动间，还是避开了刀芒的主体。月落红云袍主动技红月杖，半个球形的光影突然在宋琦身前浮现，刀芒的尾部扫过屏障，屏障应声碎裂，却也威势大减。气血凝聚于明夜刀身，宋琦挥刀向刀芒的尾部斩去，一股大力传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倒飞出去。系统：卢泰和对你造成4800点伤害。在宋琦的种种手段之下，卢泰和的亡命一击被稳稳接下，即便没有开启八门遁甲，这些伤害也不足致命。卢泰和的身体在一击之后就进入了萎靡不振的状态，气势大降。只见卢泰和脚下青光一闪，显然是有一双法器长靴，准备脚底抹油跑路。但是可惜，宋琦的神行时间可以持续10息，此时仍旧未曾结束。在八门遁甲的加持之下，宋琦的速度远在气息萎靡的卢泰和之上。宋琦的身形两个起落，便追至卢泰和身后，劈柴刀法一刀砍中卢泰和背心，负3200。卢泰和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吃！明夜插入卢泰和心脏。系统：你对卢泰和造成7000点致命伤害，卢泰和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50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900点。随着卢泰和身亡，铁骨派阵脚大乱。3名被围困住的铁骨派长老对视一眼，随后默契地祭出各种保命用的符篆，在丹盟供奉的围攻之中撕裂一条出口，逃之夭夭。稍远处，卢泰和的尸体已经被业火焚烧了起来。宋琦眼疾手快，将卢泰和腰间的乾坤带摘了下来，再顺手将其兵器收入自己囊中。回头一望，宋琦发现了3位铁骨派长老逃窜的身影，注视之眸分别在3人身上留下印记。此时宋琦的神行效果接近尾声，而铁骨派的3位长老则各有各的逃命本事。宋琦转头向丹盟的几位供奉交代一声，让他们处理残局，自己则向山谷之外追了出去。凤金雕自告奋勇地跟了出来，给宋琦在高空中充当侦察兵。即便没有注视之眸，铁骨派的3位长老也很难逃离凤金雕的观察，似乎也是发现了高空中的凤金雕。3位长老一哄而散，向3个方向冲入密林之中。凤金雕在高空中发出哇哇的鸣叫，似乎不知道追踪哪一个是好。宋琦在地面向凤金雕指了一个方位，意思是你去追那个，剩下的交给我。凤金雕长鸣一声，急速俯冲入密林。呼呼，一位铁骨派长老靠在密林深处的一棵大树上，大口大口地呼吸起来。这次铁骨派算是彻底完了，宗主死了，一众精锐也尽数折在苍然山脉中。不过好在那个金雕冲着其他方向去了，那个杀神应该是去追其他人，没有追自己。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他这也算是逃出升天。看来今后需要换个身份去其他地方混日子了。就在铁骨派长老心中暗自庆幸之时，一抹灼热之意突然传遍全身。明夜的刀芒贯穿树干，射入 NPC 长老的心脏。系统：你对魏慧 LV12 造成15000点致命伤害，获得基础经验 X600点。这个 NPC 已经是半残，所以宋琦被分走了一半经验。抄起魏慧的乾坤带以及身上的法器，宋琦查阅了一下地图上的标记，开始向第2个目标追去。密林中又是一声惨叫传来，另一名铁骨派被宋琦追上，斩杀于林间。这个铁骨派长老相对于那个魏慧更残，只给宋琦提供了468点经验。当宋琦找到凤金雕的时候，最后一名铁骨派长老已经被凤金雕啄得满脸是血。宋琦随手一刀斩了他的脑袋，收获了784点经验。凤金雕造成的伤害仍旧被计算在宋琦头上。晦气，这帮 NPC 成能抢经验了，还是凤金雕好，纯免费劳动力。宋琦摸了摸凤金雕的羽翼，此时的凤金雕在被宋琦骑过一次之后，对宋琦的态度已经不再那么疏远。死！远方传来马匹的嘶鸣声，红云赤红的身影奔行在山林间，已经从悬崖上绕路跑了下来。宋琦骑在红云身上，凤金雕将身体缩成一团，骑在了宋琦肩膀上，一人二兽回到了丹盟所在的那片盆地。此时山谷外，铁骨派的一众搬运境弟子已经被斩杀殆尽，几十具尸体一齐堆积在山谷外的一处空地，正在准备火化，以免血腥味吸引来强大的异兽。至于阵亡的丹盟弟子，众人决定将他们的尸首运回洪都府，落叶归根。众人见到宋琦回来，纷纷向宋琦挥手致谢。宋宗师，救命大恩无以为报，今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管元白的地方，尽管开口。那位断臂的宗师名叫管元白，此时经过丹药的调养，面上已经恢复了一些血色。他看见宋琦的身影，远远的就迎了上来，眼中尽是感激之意。要不是宋琦从天而降，不管最后战局如何，反正第一个死的肯定是他。其余一众人等能动的也都是迎了上来，对着宋琦感谢个不停。客套了一番过后，丹盟众人全部退到山谷内的盆地休养。一番大战下来，人困马乏，
除了2个状态稍好的成员在谷外放哨之外，大家各自找了舒适的地方，嗑药的嗑药，运功的运功。宋琦默默地在场中打量了一番，32人1人未少，虽然有不少人缺胳膊断腿，晕死了过去，但是丹盟最不缺的就是丹药，只要你不是当场咽气，那就有抢救的可能。至于柯红淼的那个侄子，没缺胳膊没少腿，虽然身上不少伤痕，但看着并无大碍。很好，回去之后可以再狠狠敲诈柯红淼一笔了。看柯红淼临行前的那副模样，很明显是把侄子当儿子养的。宋琦不由得再次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夜色渐渐深了，疲倦不堪的红云卧在一片草地上沉沉睡了过去。凤金雕蜷缩着身子靠在红云背上取暖，睡姿完全没有一个金雕的模样。宋琦此时搬运完气血，倒是神采奕奕。清理出一块土地，宋琦捡了些树枝，架起了一个烧烤架。由于有了乾坤袋，所以宋琦将斩杀的金鹰怪的一些优质部位剔下来保存了起来，当作备用口粮。对着干草堆挥了几下拳，火焰轰的一声燃烧了起来。大块大块的烤肉被宋琦穿起来，架在架子上烧烤。大朵的油星滴落，火花四溅，吞咽口水的声音不断从四处传来。众 NPC 看着宋琦的目光充满羡慕，这哪是来苍然山脉探险的呀，这明明是来大自然中度假的。丹盟的几位供奉虽然也有乾坤袋，不过基本都是最下等的酒品，其中空间有限，只能存储必要的生活物资，哪像是宋琦乱七八糟的东西，只要是想到了就往里装。愣着干嘛啊？过来一起吃啊！宋琦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起过来。大块大块的肉被宋琦自乾坤袋内取出，还有一些增香的烧烤调料。来来来，你们看着火，肉管够。既然有了免费厨师，那宋琦肯定是懒得自己动手。一众 NPC 热火朝天的开始搭烧烤架子，宋琦则躲到一旁检查今日收获。铁骨帮上下除了宗主卢太和之外，全是穷逼。乾坤袋是九品的不说，用的法器也是九品的。乾坤袋中除了一些食物以及钱财之外，没有什么值钱货色。而卢太和则给宋琦贡献了一个8品乾坤袋，以及一把8品的法器长刀。可惜那双靴子应该也是法器，不过被业火给烧毁了。卢太和的8品长刀是一把劈山刀，造型有点呆，不是很符合宋琦飘逸灵动的风格，所以被宋琦收入乾坤袋中，准备回去卖掉。宋琦翻查起卢太和的乾坤袋，除了大量的银票之外，还有一本技能书。系统：铁骨功，7品武技，筋骨如铁，刀枪不入，武者职业专属技能。好家伙，还真有点宝贝，看来这个就是他们铁骨派的看家本事了。不过可惜的是，卢太和最后爆种的秘法以及攻击技能都没有技能书在其中。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铁骨功。随着身体骨骼一顿噼里啪啦的爆响，系统提示宋琦已将铁骨功掌握。系统：你的防御加400点。不愧是7品技能，虽然提供的功能非常单一，但给予的防御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宋琦的8品法器月落红云袍。如今的宋琦算是攻防兼备，在全能战士的路上越走越远。入定完毕，烤肉已经香气四溢，就连红云跟凤金雕都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宋琦自乾坤袋中取出美酒，在一阵热烈的欢迎声中加入了饭局。此次任务还未结算，但只要将采药队平安护送出苍然山脉，应该就可以顺利完成。几个丹盟供奉围着宋琦轮番敬酒。此次苍然山脉之行，还是要多多感谢宋宗师，要不然，嗨，说那些丧气的话干啥？宋宗师，喝酒。等回到洪都府，定要请宋宗师去明香院中，好好喝上他一夜。宋琦的眼睛一亮，你要说这个我可不困了哦。虽然宋琦也不是消费不起，主要就是一个人去，没那个味。话说，你们这么些人是怎么避开苍然山脉的那些异兽的？宋琦对着采药队带队的那位宗师问出了自己的疑惑。按采药队整体的实力来讲，即使在苍然山脉外围，也很难自由行动。虽然采药队多有配备符篆，但道门的符篆贵重，多做保命之用，不可能用于日常消耗。那位宗师听见宋琦的问话，自腰间的乾坤袋中取出一个罗盘样式的东西。这是一个7品法器阵盘，激活之后可以形成一道引灵大阵，将我们众人遮蔽其中。只要不是主动暴露气血，直觉再敏锐的异兽也很难察觉到我们的踪迹。哦，宋琦一脸恍然大悟的神色，合着还有这种档次的宝贝，怪不得柯红淼对于营救采药队那么上心。看来也不光是他那宝贝侄子在队伍中的原因。第34章，领主 BOSS 长青树妖。不过这次采药队外出时间过久，阵盘中的灵力已经消耗殆尽，无法继续使用了，所以想要走出苍然山脉，还要让宋宗师多多费心了。看着这位采药队的带队宗师面上略显尴尬的表情，宋琦头顶止不住的飘起问号。本以为有这个道具在，
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走出苍然山脉。没想到道具竟然失效了，怪不得任务的难度被判定为D级，合着是在这等着宋琦呢。不仅需要对采药队成员进行火速援助，事后还要带着30多个老弱病残走出危机四伏的苍然山脉。你这不是故意刁难我胖虎吗？烤肉宴会散场，只有一些必要的篝火保留着，为已经微微泛寒的秋天提供一些温度。病号伤员们需要休息，精力旺盛的宋琦主动去山谷入口处承担了放哨的工作。红云跟凤金雕也陪着宋琦出来站岗，不过红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又四仰八叉的躺下开始睡觉。随着红云的智商越来越高，生活习惯跟自身的物种差距越来越大。要不然你瞅瞅，谁家马这么睡觉啊？凤金雕倒是尽职尽责的站在一处树干上望风，不过宋琦抬头仔细一打量，好家伙，眼睛都闭上了。要不然你俩回去睡呢？好在这处盆地地势偏僻，并没有什么珍贵的自然资源，所以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异兽出没。一夜无事。第二天旭日初升，休息了一夜的伤员们看起来精气神饱满了不少，连续被铁骨派追杀了数日，昨夜终于睡了个好觉。众人排好队形，宋琦骑着红云在前方开路，剩余的6位宗师分布在队伍四周，简单组成了一道外围防线，剩下的成员处于防线内部，有条不紊地向苍然山脉的外围推进。由于有凤金雕在上空侦察视野，再加上猎食者们通常在傍晚后行动，所以一路上也算有惊无险。不过行进速度那就属实不敢恭维了。由于害怕惊扰到苍然山脉深处的强大存在，众人也不敢催动气血，脚程虽远胜凡人，但按照这个速度，至少也需要个3-5日的光景才能走出苍然山脉。这还是在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的前提下。可是有一个成语讲得好，迟则生变。高空中，凤金雕急促而尖锐的警告声蓦然响起，众人不明所以，纷纷向中间收缩队形。由于视线被密林遮挡的厉害，宋琦一时间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宋琦闭目凝神，双耳轻轻扇动，想要依靠敏锐的听力获取一些信息。隐约听见有一种莫名的摩擦声音，空气被撕裂的声音，还有一些奇怪的声音传自土层之下。啊！一道惨叫声突兀传来，宋琦猛地睁开双眼，只见一道无比粗长的巨大藤蔓自密林深处延展而来。藤蔓绕过层层树木，不知道延伸到何处，尾部根须缠绕，如同一只人类的巨手一般，将一位丹蒙的供奉抓到了半空之中7-8米高的位置。宋琦定睛一看，好家伙，又是你管元白！真所谓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不过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触手怪。丹蒙的这些供奉虽然一身面板只能算是精英模板中的垃圾，但好歹也算是个精英怪，如今竟然被这个触手一招制服，毫无反抗之力。其余几位供奉大吼着抽出兵器，高高跃起，看似气势汹汹，实则只是纷纷在触手上留下了几道伤痕，并未能将触手斩断。宋琦的双脚在马凳上一蹬，下一瞬间人就已跃起至半空中。明夜出鞘，一招惊鸿直奔那几处被丹蒙供奉砍出来的伤口，只听咔嚓一声，触手的根部被宋琦斩断，管元白惨叫着摔落下来，好在被几个眼疾手快的丹蒙弟子接住。虽然宋琦一招砍断了触手，但并没有伤害提示响起，只是弹出了一个怪物的面板。长青树妖 LV17， 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300000，300000，其余信息不详。卧槽！领主 BOSS。 落到地上的管元白挣扎着将捆绑在身上的触手根须崩开，还好是身体是被其他人接住了，要不然这一下子估计又得摔出个好歹。众人虽不明所以，但都是一脸严肃地抽出兵刃，向着藤蔓延伸的方向严阵以待。管元白一脸惭愧之色，似乎在内心呕谢，自己为什么这么菜。他对着宋琦拱了拱手，似乎是想开口道谢，但却被宋琦做出一个虚的手势打断。这帮 NPC 看不到怪物模板，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领主级别的生命模板相较于精英模板，似乎硬生生的拔高了好几个维度。虽然看不见具体数据，但光一个生命值就是同级别的精英怪5倍不止。嗖嗖，一道道破空声自密林深处传来，一只指藤蔓延伸而出，直奔丹蒙的方阵而来。画木，漫天刀意向着藤蔓的方向直冲而去，丹蒙的众多 NPC 也不再留手，个个都是放了自己的拿手技能。即便如此，藤蔓还是轻易地撕碎了丹蒙的防线，3个倒霉鬼被藤蔓根部的触手抓去，向密林深处拖行。宋琦的身影闪烁而出，明夜出鞘，惊鸿在一条直线上斩断2根藤蔓。凤金雕自高空中扑下，一嘴咬断了第3根藤蔓，3个倒霉鬼同时掉落在地上。宋琦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霾，这些藤蔓根本就不是长青树妖的主体，即便砍断再多都无法对长青树妖造成一丝伤害。跑啊！还等什么呢？面对一只完全不知根底的领主 BOSS，
宋琦没有半分应对的把握。看着丹盟众人还在原地发愣，宋琦回头大声呵斥了起来。一众人等如梦初醒，反正此时已经暴露了位置，那就全力催动气血跑路得了。至于回头反打，没看见宋琦都说跑了吗？那还打个屁啊！打了2个来回了，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这仗还怎么打？丹盟众人也是第一次深入苍然山脉之中，对于苍然山脉深处的了解，估计还比不上自带系统面板的宋琦。一众人等慌不择路，也顾不得辨别方位，全力催动着气血，向着藤蔓的反方向逃窜。几位丹盟供奉倒还算是冷静，大声叫喊着让大家不要乱，在苍然山脉中一个人跑丢了，最后也是个死。宋琦孤零零的一人一马一雕站在原地，手持着明夜断后。这一幕落入仓皇逃窜的丹盟众人眼中，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宋琦的背影在这一刻变得无比高大伟岸。殊不知宋琦只是不想让即将到手的10万经验打了水漂。不知道为何，密林深处的藤蔓似乎静止了，好像方才的攻击只是这位领主 BOSS 的临时起意而已。一道轰隆隆的声音愈发清晰，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下快速的穿行，将土层全部推了起来一般。面前的树木开始接连倒塌，宋琦瞪大双眼，发现一只远比之前藤蔓粗壮数倍的枝条正深入地下，向自己这个方向不断推进而来。沿路之上，一条深达数米的沟壑被这只巨大藤蔓挖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池鱼就是宋琦与丹盟的一干人等，而这个火就在地下。长青树妖其实根本没有发现丹盟众人，只是在追地下中的未知生物，恰巧发现了沿途路径上的宋琦人等。轰！地面开裂，一道人影自地下窜出，巨大的藤蔓紧随其后，差一点就缠绕到那人影的脚踝。电光石火之间，只见那人袖袍翻转，一道火蛇喷涌而出，微微阻挡住了巨大藤蔓的追击。一道沙哑的嘶吼声自密林深处传来，巨型藤蔓猛地加速，缠绕到了半空中那道人影的身上，倒退着向密林深处而去。半空中，一道袅袅青烟升起，那人的身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不见，只有一个纸人留在了藤蔓之间。这个技能怎么这么眼熟？稍远处观战的宋琦皱着眉思索了起来。一道身影缓缓在宋琦前方几步远处浮现，一袭深色道袍，其上纹有花鸟鱼虫，似有道韵流转。四目相对，不是当初在通墓秘境中与宋琦大战过一场的钟柴又是谁？系统，你发现角色钟柴 LV15。卧槽，这老登怎么升级了？不是你开挂呀，升级比玩家还快。你，钟柴也是面色一惊，显然也是认出了宋琦来。不过很明显，两人没有多余的交流时间。发现自己被耍了的长青树妖在密林深处发出一道愤怒的嘶吼，无穷无尽的触手向着宋琦与钟柴二人奔涌而来。沿途上一众碍事的树木尽皆被长青树妖摧毁，看来这回是真急眼了，连自己的庶子庶孙都不要了。由于众多树木被长青树妖摧毁，宋琦的视野也为之一清。打眼望过去，宋琦终于看见了长青树妖的本体，那是一株拔根起高达100米的参天古木，在树干中央似乎有一张苍老的面庞浮现。小友，贫道先行一步。钟柴看着满天的藤蔓袭来，手掐道诀，身体就要遁入地面。好家伙，当初这老登就是这么跑的是吧？宋琦看见钟柴想跑，瞬间开启了开门与神行2个技能，在钟柴的身体还未完全没入土中的时候，一把将钟柴抓住。小友，你这是干什么？钟柴大惊失色，眼看漫天藤蔓就要杀到，钟柴大力的将手向下一拽，将宋琦也给拉入了地面。红云，你去找丹盟那边，不用管我。死！红云长鸣一声，转身向丹盟众人撤退的方向而去。至于凤金雕，它会飞，只要小心一点，就算是领主级的 BOSS 也奈何他不得。地面之下，钟柴一脸无奈，由于一只手被宋琦薅住挣脱不开，钟柴只得释放法力，将宋琦的身体也包裹进来。小友，你这是何必啊？再耽搁下去，咱们2个就都没命了。钟柴的声音带着一丝颤音，拖动着宋琦在土层中穿梭。不过由于带了个不会土遁的宋琦，速度大大下降。宋琦看着钟柴逃遁的方向跟丹盟众人撤退的方向重合，大声吼道：你还有理了？鬼子不是你引过来的，你换个方向走，要不然就都别走了。鬼子？什么鬼子？虽然听不懂宋琦在说什么，但钟柴还是听话的换了个方位。看到钟柴乖乖配合，宋琦也就不再拖钟柴的后退。虽然武者不可能掌握道门遁术，但是催动气血破开土层，减少阻力还是轻而易举的。虽然不再拖钟柴的后腿，但是宋琦还是抓着他的手没放开。钟柴一手掐着土遁法诀，另一只手用力的往外抽，但是武者与道士的力量差距何其之大，就算钟柴涨红了脸，
也撼动不了宋琦分毫。轰轰，无数藤蔓插入地下，追着二人的身影而来，一时间险象丛生。钟柴立马展现出老司机般的飙车技术，在地下腾挪躲闪。此时二人的画风如同紧张刺激的商业大片中的男一和男二。小友，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各自逃命可好？别废话，赶紧跑啊！啊！一株藤蔓险些爆了宋琦的菊花。各自逃命？鬼知道放开了这个钟柴，他能跑到哪里去？现在宋琦必须监督着他远离丹盟众人，要不然宋琦辛辛苦苦忙碌了2天的任务可就彻底泡汤了。钟柴一脸苦涩，心中疯狂倒苦水。怎么跑到哪都能碰见宋琦这个瘟神？朝鲜府距离苍然山脉这也够远了吧？救命啊，家人们！谁懂啊？长青树妖的藤蔓似乎可以无止境的延伸，一直被动挨打不是办法。宋琦一手抓着钟柴，一手抽出明夜。此时一个自然日已过，明夜的主动技能红莲已经冷却完成。熊熊的红莲业火在明夜的刀身上开始燃烧，吓得前方的钟柴心惊肉跳。没想到才一段时间没见，宋琦就有了如此珍贵的至宝。看这模样，即便在7品法器中也是极品的存在，而且分外契合宋琦的火之意境。呼呼，一道道刀芒裹挟着红莲业火向身后的藤蔓斩去。虽然你是个树妖，但本质上还是木头。宋琦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不怕火的木头。轰！爆裂的声音不断传出，刀芒在一根根藤蔓上炸开。负800，负820，一个个伤害字符在巨大的藤蔓上浮现，火焰熊熊燃烧起来，地下世界变成一片火焰的海洋。宋琦终于是对长青树妖造成了有效伤害。这些巨大的藤蔓似乎与之前袭击丹盟的那些藤蔓不同，像是在长青树妖的树干主体上延伸出来的。虽然伤害还算可观，但相比于长青树妖高达30万的生命值上限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即便宋琦打光自己的全部8100点气血，估计也就是给长青树妖做一个深层次按摩。现今这个阶段，领主 BOSS 根本就不是一个玩家能够单挑的。第35章，钟柴的影像符。想通了个中关节，宋琦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击杀长青树妖的可能，全力催动着气血，就是10几刀劈了下去。火势愈发愈烈，虽然只下了长青树妖几千点血量，但是业火灼烧的痛苦却远远胜出实际伤害。长青树妖的藤蔓如同触电一般在疯狂抽搐，嘶吼声不断在密林深处响起，藤蔓如潮水般收了回去。钟柴没想到宋琦一波爆发竟然这么勇，早知道自己也不用跑这么辛苦，直接放一把火把林子点着了算了。不过钟柴也就是在心里想一想，以钟柴的从心性格，能不打就不打，打起来只要发现打不过，那就是脚底抹油直接跑路。虽然长青树妖的追击已经退去，但不放心的钟柴还是继续掐着土遁法诀，不知道跑了多远，才带着宋琦在土层中跳了出来。系统，你发现庆靖峰，获得经验星号20点。宋琦一脸迷茫，虽然此地是一处高峰，但放眼望尽是苍茫一片，根本分辨不出此时身在何方。趁着宋琦一时失神，钟柴终于将手一把抽了出来，身形闪动之间就与宋琦拉开了10多米远，一脸警惕地注视着宋琦。上次与宋琦在通木秘境一别之后，钟柴本以为自己在秘境内颇有奇遇，此时修为已是突飞猛进，但奈何如今再次遇见宋琦，发现宋琦的提升似乎更加恐怖。尤其是宋琦掌握着火之意境，钟柴最引以为傲的火法根本奈何宋琦不得。小友，上次贫道走得匆忙，未能当面向小友致歉，此时贫道给小友赔个不是，你我就此别过，可好？宋琦看着远处一脸警惕之意的钟柴，略显烦躁地将明夜归刀入鞘。其实宋琦根本没有跟钟柴再打下去的意思，这老泥鳅虽然等级升高了一些，但归根结底就是个精英怪而已，难杀的要死经验也不多。此时宋琦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哪，怎么能快速找到丹盟那群人。一帮老弱病残，没有自己看着，真遇到点什么事，估计除了那6位宗师，其他人就是个打包团灭。我说老钟，咱们2个如今怎么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吧？你没必要防贼一样防着我吧？钟柴的面容上闪过一抹疑惑之色，自己好像没有跟这个杀星交代过名字。你怎么知道贫道姓钟？我会算命。钟柴，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你这专业对口吗？你咻！高空中凤金雕的声音再次传来，宋琦面露喜色，雕兄还是靠谱啊，找到凤金雕就不怕找不到丹盟那群人。宋琦对着天空大声呼喊，凤金雕哇哇叫着落在了宋琦身边。钟柴打量了凤金雕一眼，虽然不太清楚宋琦为什么知道自己姓什么，但钟柴没那么重的好奇心，此时准备告辞。小友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贫道在此别过了。老钟，等等！宋琦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出声打断了准备土遁离开的钟柴。我们有一个阵盘不好用了，你会修不？这种事情对于钟柴来讲，那自然是专业对口的。会自然是会，不过贫道为何要帮你？你这人怎么如此冷酷无情？我不是刚刚才救过你一条命，这点小忙你都不肯帮。钟柴胡子都快气飞了，要不是宋琦拖后腿，自己说不定早就跑了。别那么小心眼嘛，阵盘是丹盟的东西，他们有的是钱，说起来你们还是半个同行，想要啥报酬你跟他们说就是了。宋琦非常大方地为丹盟做了主，毕竟找钟柴修阵盘也是为了他们的性命安全着想。丹盟的人，钟柴面色上闪过一丝诧异，随后沉思了片刻后道：贫道炼丹还真缺一株7品灵药，如果丹盟可以为之提供消息，贫道可以出手相助。没问题。宋琦直接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替丹盟答应了下来。反正到时候怎么兑现，那就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你不是道士吗？怎么你还缺灵药？钟柴，你瞧这孩子这话问的。贫道在山上一闭关就是数年，期间也不下山行走，难道灵药会自己飞进贫道的洞府吗？嗨嗨，宋琦咳嗽了一声，这一波是有一点固有印象了，以为道士都是丹药大亨。然而实际上不是每个道士都像石小新所在的水月礁一样，有祖上传下来的无尽财富。像钟柴这样的散人道士，其实清贫得很。当初去通木秘境，也不单纯是因为欠了王家人情，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缺钱花了。虽然钟柴答应了宋琦去帮丹盟的人修阵盘，但是对于宋琦仍旧保持着一种警惕的态度。你看这个老钟，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吃过多少亏，现在这么大一把年纪了，防范心理这么强。没有了钟柴带着宋琦土遁，行进速度慢了不少。宋琦又把主意打到了凤金雕的身上。原本还在低空飞行的凤金雕打量到宋琦的眼神，扑棱着翅膀飞到了高处去。这个人类还真是把雕爷当苦力了。别看宋琦看着身材纤瘦，实际上这个剑魔脱了衣服身上全是块，而且腰间3把刀一把比一把沉。上次拖着宋琦来了个半分钟的俯冲，都差点把凤金雕腰给抻到。一路上兜兜转转，宋琦还在路上顺手打了几波正好撞见的野怪，收获了15288点经验。跟在后面的钟柴则一脸迷惑，不明白宋琦为什么热衷于追杀这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普通异兽。凤金雕在空中带着路，宋琦则发现这环境越来越眼熟。干，这不就是昨天的那个盆地吗？丹盟这帮人还真他娘是一帮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安全，所以又都跑回来了。这一天算是白忙活了。山谷入口处正在望风的2名丹盟供奉看到宋琦的身影，神色立马转忧为喜。宋琦一个人孤身阻拦怪物，随后宋琦的坐骑又独自一马追了上来。大家本以为宋琦已经是凶多吉少，没想到此时宋琦竟然安然无恙地走了回来。2名供奉对着宋琦又是一大波感谢救命之恩的话语，随后发现了挂在宋琦身后远处的钟柴。宋宗师，这位是……嗨嗨，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故交好友钟道长，那寂静的道门高人。神他娘的故交好友！钟柴的面色不自然地抽了一抽，随后就见宋琦一脸热情地带着人迎了过来。钟道长，这2位是洪都府丹盟的张供奉与田供奉。钟柴冲着2位丹盟供奉打量了一番，发现2位供奉腰间都挂着洪都府丹盟的腰牌。宋琦这小子确实没有骗自己，还真是丹盟之人。贫道钟柴见过2位供奉。钟柴向着2人做了个道揖。来来来，大家进补说，钟道长是我专门请过来修复阵盘的。真的吗，宋宗师？2位供奉大喜过望，如果能使用阵盘，一定可以平安走出苍然山脉。山谷内，一众丹盟成员聚集了过来，在远处观望着钟柴在那古道阵盘。大家都听说是宋宗师请来了道门高人，可以给大家修复阵盘，此时已然是回家有望。宋宗师真是个能人啊，在苍然山脉里都能找到道门的高人朋友来助阵。此时宋宗师无所不能的形象已经开始深入丹盟人心。小问题，贫道布置一个小型的聚灵阵，为其充能1个晚上即可。虽然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但也足够你们走到苍然山脉之外了。钟柴随手摆弄了一下阵盘，淡淡的装了波逼，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好，好，有劳钟道长了。丹盟的一众供奉满脸兴奋。不过我需要的7品灵药人王竹，就有劳你们洪都府丹盟代为打听了。没问题，现在只要能修复阵盘，那么一切问题就都好说。丹盟分部遍布大于23州，现在除了北地已经无法联系以外，其余分部仍在互通有无。只要洪都府丹盟愿意付出代价，区区一株7品灵药不在话下。那好，贫道就1个月后前往洪都府丹盟。随着钟柴话音落下，几只小旗子自乾坤袋中取出，插在地面之上。即便宋琦身为武者，只修气血与肉身，无法感知到噬口中所谓的灵气，
但是肉眼可见的有一道道精纯的气流旋转着汇聚到几枚阵旗组成的法阵之中。片刻之后，钟柴将阵盘安放在阵旗的中央之处，在太阳升起之前不要移动阵旗与阵盘，明日天亮后阵盘自然会恢复效果。钟柴处理完阵盘就起身准备告辞，几位丹盟的供奉连忙起身要送，被钟柴伸手拦住了。几位供奉不必多礼，贫道自行离去便是。钟柴再次对众人做了个道揖，便要手掐法绝土遁离开。突然，钟柴看着在人群中向自己挥手示意拜拜的宋琦，身形顿了下来，似乎是做了某种决定一般。小友，你随贫道过来一下。你……宋琦眉毛一挑，看钟柴正向自己这边望来，神色之中带有一丝思索之意。啥事啊，老钟？还得说个悄悄话。宋琦跟着钟柴走到山谷之外，此处离盆地内已经较远，不怕被人听见。只见钟柴也不说话，半蹲在地上，自乾坤袋中取出3枚制式古怪的铜钱放在手中，随手向地上一抛，3个铜钱散落在地面上。钟柴看着铜钱面色凝重，随后手指不断的掐算，口中念念有词。这老钟什么意思？神神叨叨的搁这算上挂了。反正也是，算命毕竟是道士老本行了。就是这老钟拉自己过来干嘛？再给自己算命？宋琦也不出声，在一边安静的看着钟柴表演。这老钟不是没钱花了，想要临行前在自己身上回回血吧。过了半晌，钟柴终于收起了铜钱，站起身来，在乾坤袋里取出一张符篆交到了宋琦手里。宋琦一脸警惕的把符篆塞了回去，说道：老钟，你可别坑我啊，这套路我见得多了，我可没钱给你。钟柴面露古怪之色，回道：贫道何时说过要你钱了？不要钱？那你想干嘛？钟柴再次将符篆交到宋琦手中，神色复杂的说道：这或许是一桩机缘，也或许是一桩祸事，做与不做皆在你。如若你当真获得了天大的机缘，就当你欠贫道一个人情，今后贫道有求于你的时候，请不要拒绝。钟柴神神叨叨的胡诌了一番后，手掐法诀土遁离开了，只留下宋琦手里拿着符篆在风中凌乱。宋琦挠了挠头，不知道这个老钟在抽什么邪风，占卜给自己补魔怔了。这是给了自己个什么东西？系统影像符9品符篆，其中录制着一段影像，焚后可阅。嚯，还有这么先进的玩意，能录视频的。宋琦倒要看看老钟神神秘秘的到底录了一段什么玩意。在空气中对着影像符挥了几下拳头，影像符忽的一下子燃烧了起来，一段微微有些模糊的光幕浮现在宋琦面前，这似乎是一段在远处偷偷录制的影像。啧，这老钟还有这癖好。画面上，远方一队人马正向着一处山洞中走去，看山洞外的地形地貌，宋琦似乎有点印象。画面稍稍近了些，宋琦勉强能够看清楚这队人马的身形，其中有5个人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身着款式类似的藏青色道袍，头上竖着道冠，一眼就能看出是道士的经典装束。其中有1人肩膀上栖着一只大鸟，虽然画质有些模糊，但是宋琦还是能认出来，这是当初被凤金雕击落的神羽雕。这神羽雕是有主的，不是野生怪物。画面继续播放，5位道士身后跟着几十位腰间悬挂兵刃的精装汉子，身上接着款式类似的青衣。最后这一行几十人进入那处山洞之中，画面到此戛然而止。这段影响是钟柴在苍然山脉中偷偷记录下来的，怪不得画面中的地方让宋琦感觉有些熟悉，因为苍然山脉中的密林大多是画面中这般。或许是一桩机缘，钟柴临走时的神神叨叨的话语浮现在宋琦耳边。5名道士带队，数十精锐武者进入了苍然山脉深处的一处洞穴。这不是机缘还能是什么？进去开轰趴吗？宋琦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不过看起来这帮人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宋琦抬头发现树枝上面的凤金雕正在鬼鬼祟祟地看着自己，这小子的视野极好，刚才的画面定然被他看了个通透。英俊，你是不是见过这帮人？哇！第36章大佬齐聚。那你是不是知道这处山洞在哪？哇！宋琦看着凤金雕在树上哇哇叫着点头示意，眼中闪过一抹兴奋之色。或许昨天晚上凤金雕发现的就是这群人，不过这帮人是何时进入山洞的？宋琦又开始思索起来。神羽雕是今日凌晨被凤金雕干掉的，而画面中神羽雕还好好的待在那名道士的肩头，也就是说他们进入山洞的最晚时间是今日凌晨。而神羽雕或许是因为不喜欢山洞中的环境，自己一个雕跑了出来，撞上了在空中巡视的凤金雕。宋琦抬头望着天，看着西方已经微微垂落的太阳，这帮人进入山洞至少已经有一个白天的时间了。事不宜迟，宋琦决定即刻出发，要不然吃屎都
都赶不上热乎的了。虽然机缘有可能已经被这帮人拿走，那最多也就是白跑一趟，对于宋琦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万一山洞中还留下什么好东西，那就都算是白捡的。宋琦返回山谷内，跟丹盟众人交代了一番，自己有事外出，如果第二天天亮前还没有返回，那么丹盟众人不必再等自己，拿着阵盘离开苍然山脉即可。丹盟这边有了阵盘的存在，即便没有宋琦，危险系数也大大降低。只要不自己主动作死，平安离开苍然山脉不成问题。至于红云，此去要进入山洞之中，红云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宋琦就安排红云跟着丹盟的人一同撤离，先回洪都府的家中去等自己。红云看着宋琦又要扔下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瞎浪，不满地叫了起来。直到宋琦拿出一颗寿丹塞进红云嘴里，红云才垮起一张马脸，脸色跟吃了毒药一般难看。安顿好丹盟的一干人等，宋琦在凤金雕的指路下独自出发。此行最好的情况就是这帮人还没有取得机缘离开，此时还留在山洞之中。同样也这算是最差的情况，因为这一横有30多人正面冲突起来，宋琦估计很难是对手。不过只要小心一些，不碰到过于变态的 NPC， 以宋琦现在的属性，全身而退应该不成问题。宋琦再次用注视之眸标记在凤金雕的身上，跟着地图上的坐标一路疾行，终于在太阳彻底下山之前找到了那处山洞。宋琦打量着山洞周围的环境，与中柴影像符中的画面大差不差，想来应该就是此处。向天空挥了挥手，示意凤金雕自由活动。宋琦屏住呼吸，悄咪咪地摸进了山洞之内。山洞内没有光亮，视野所到之处尽是一片幽暗。一般像这种环境都会给人一种潮湿阴冷的感觉，但不知为何，宋琦越往深处走，就越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乖乖，这里究竟有什么好宝贝，甚至能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环境？由于害怕那群人还没离开，宋琦也不敢点燃火把照亮，只能一路黑的向深处摸索着前进。山洞之中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生命存活的迹象，只有上方倒挂着的一些钟乳石坚布不断有水珠向下滴落。前进的路开始出现了分叉，当宋琦穿过了最开始入口处那一段幽暗的小径之后，来到了一处还算开阔的空间之中。这里的墙壁内镶嵌着一些微微发出光亮的石头，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人为，总之让宋琦的视野清晰了一些。7、8个洞口连接在这处空间的数个方位之上，也不知究竟是道通向何方。竟然有这么多岔路口，这可咋整？宋琦无奈地挠了挠头，感觉有点选择困难症发作。这时候老钟要是在就好了，拿出铜钱来让他给占上一卦。没有办法，宋琦只能自腰间解下一把刀，竖着放在面前。啪的一声，刀身倒向了一个方位。就是你了！宋琦将刀系回腰间，进入了刀身倒下的那个洞口。这个路口似乎是一段向上的通道，宋琦向上攀登了一段距离，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奇妙之处。正在宋琦纠结是不是选错了路的时候，宋琦突然发现上方似乎有光传来。有发现？宋琦看着上方的光亮，突然提起了精神，催动气血，全力向上方爬去。等到宋琦登上最顶部时，发现这是一处还算整齐的平层，只不过再往前走几步就是一处断崖，而光亮是从断崖下面传上来的。晦气，果然选错路了。咱就是说，一般这种地形，想要找好东西，应该是往底下走才对。虽然选错了路，但是断崖处的视野还算得上是开阔。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宋琦小心翼翼地挪动到断崖边上，俯下身子，探出头向下打量。此处距离最底部估摸着得有数百米的高度。断崖之下的岩壁上怪石嶙峋，这要是不慎在此处跌落，那可得遭老罪了。最底部是一处开阔而平整的空间。宋琦凝神望去，4杆大旗插在空间的最中央，周围分布着32杆小旗，旗面无风自动，彼此连接。宋琦自上而下望去，发现这些旗子的排列勾画出一幅神秘莫测的图案，而宋琦视线之内产出的光亮，则是这道图案散发出的点点白色光芒。宋琦继续向下打量，发现每一面旗子的下方皆有一人盘膝而坐，似乎是在镇守着旗子。而在整个图案的最中间，有一人手持着一个物件，由于距离太远，宋琦看不真切，只感觉那物件之中金光闪烁，有一道细长的身影在腾挪躲闪。这些人正是中柴影像符中的那些人。他们还没走，这是在做什么？宋琦的呼吸急促了起来。突然，图案正中间的那人猛地抬头向头顶宋琦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现。那人面露一丝疑惑，闭目感应了一番后，也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妥。只见那人摇了摇头，继续专心致志地操控起掌中之物。那是一幅淡黄色的画卷，此时画卷展开，漂浮在半空之中。画卷内一片空白，不过却有金光不断在画卷内向外界射出，伴有一道金色的细长身影若隐若现。那道身影愈发清晰，角四路
像似蛇，浑身长满金灿灿的鳞片，腹下生有五爪。这画中的生物竟是一条五爪真龙。此时真龙面露痛苦之色，碧绿色的瞳孔死死地盯着操弄画卷之人，其中有怒火在燃烧。断崖上，宋琦缩着脑袋，屏住呼吸，过了好久，才感觉那种窥视的感觉消失。乖乖，这个 NPC 的感知也太敏锐了吧！宋琦觉得自己只是瞪大眼睛看了他一下，就好像被那个 NPC 给发现了。这得是什么模板的 NPC？ 就算是15级精英模板的老钟，也不能在几百米开外发现自己的一眼偷瞄吧？这下子可难办了。虽然眼下机缘尚未被取走，但是宋琦一不知道机缘是什么，二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帮靠在一起的 NPC， 事情属实是有些棘手。就在宋琦在断崖上猪脑过载的时候，一道虎啸之声突兀传来，似乎要撕裂整片空间。吼！狂风呼啸，岩壁颤动。在这一吼之下，宋琦头顶的一些石块都被震碎了下来，险些砸了宋琦一脑袋包。哪里来的老虎在叫？去过几次野生动物园的宋琦瞬间就听出了这是老虎的吼声。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宋琦再次探出头向下面张望了起来。吼！虎啸声再次传来，宋琦看见一只浑身朱紫色的猛虎自一片阴影处缓步走出，双眸之中似乎有电光闪烁。紫色的老虎，这啥品种？虽然离得较远看不真切，但宋琦还是能感觉到这只老虎的体型并不是很大，似乎只是比现实中野生动物园的那几只威猛了一些，感觉有一些违背往界中怪物越猛体型越大的定律。龙脉，老虎深邃的树瞳死死地盯着图案中间之人手中的画卷，一道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自其口中传出。虽然说话的音调非常怪异，但宋琦还是大概能听个明白。妖兽啦，老虎说人话啦，等等。龙脉这个词语，作为一名精通各类网络小说的都市宅男，可谓再熟悉不过了。一瞬间，宋琦就联想到了事情的真相。下面那群人布置了一道阵法，想要收服所谓的龙脉。人族，滚出苍然山脉！老虎再次发出低吼，话语之间流畅了许多。龙脉自古归我人族所有，明虎，贫道念你修行不义，速速退出此地！操控画卷之人睁开双眼，直视明虎，出言大声呵斥。好！龙脉天生地养，有德者而居之，何时成你人族一家之物？看着明虎文皱皱的拽起了词，一众 NPC 都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哈哈哈！你一介虎妖也配谈德行？面对着一众人类的羞辱嘲讽，明虎怒火中烧，也不再说话，大吼一声，双眸之中电光缭绕。这一吼之下，宋琦似乎听见高空之中传来雷鸣滚滚。放肆！明虎，你若是毁了此处阵旗，使得龙脉逃逸，到时候你也什么都得不到。操控画卷之人看明虎似乎凶性大发，出言大声警告了起来。明虎说的不错，龙脉为万物共有，何况此处龙脉出自我苍然山脉，你们人族还是赶紧滚蛋吧！就在明虎与那人对峙之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自黑暗中传来。宋琦心头一惊，竟然还隐藏着其他人。或许也并不是人。宋琦沿着声音的源头看去，只见一头通体漆黑的大蛇正吸附在底部的一处岩壁之上，大片的蛇身影没在黑暗之中，只有一个蛇手暴露在光线之内，吐着猩红的信子，不断向着场中众人发出嘶嘶的声音。邪月，你也想争夺龙脉？明虎的树瞳转移方向，只是黑暗之中，虽然同为妖兽，但似乎跟这条名为邪月的大蛇之间并不对付。听着说话的口气，比对人类还不客气。哈？怎么，你明虎争得，我邪月就争不得？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苍然山脉的王了？好，区区小蛇也妄想成交，笑死！你一血脉卑贱的猎虎也想称王？好，邪月，你找死！明虎全身毛发竖起，虎口一张，一道雷霆向着邪月所在的黑暗处奔涌而去。够了！操控画卷之人怒喝一声，大手一挥，将那道雷霆收入自己宽大的袖袍之中。明虎、邪月，贫道奉劝你们速速退出此地，龙脉不是你们可以染指的。虽然又多了一条大蛇，但是操控画卷之人口气仍旧非常的犀利，似乎并不把二手放在眼中。要打就给贫道滚去别处打，若是再不退去，届时天师亲临，血洗你苍然山脉全部妖兽。哦，那你便让你们那天师亲自过来好了。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悠悠的自地下传出。不是吧，又有人来？或许也不是人。宋琦现在恨不得在上面摆点瓜子和茶水，一边吃一边看了。本来宋琦是准备过来撞个大运的，没想到现在却在上面看了一场大戏，这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只见地面上突然隆起，一只巨大的藤蔓破土而出，随后一截树干钻了出来，
其上面有一张苍老的人脸若隐若现。这个受宋琦熟悉，是上午才见过的常青树妖。不是你这业务挺忙啊？上午追杀钟柴，晚上还得过来演出，啧啧。这么看来，明虎、邪月还有那位图案中间的操控画卷之人，3个生灵与常青树妖平等对话，那就应该是4个领主级 BOSS 欢聚一堂。常青树妖的嘴巴一张一合，又是传出一道声音：回去问问你们那天师，被大鱼国运反噬的滋味不好受吧？吼吼吼吼！嘶嘶嘶嘶！明虎跟邪月虽然互相看不上眼，但看着操控画卷之人吃瘪，却一同的开心大笑了起来。打起来！打起来！虽然这帮人和兽说起话来云山雾罩，宋琦也没太听得明白，不过宋琦还是在上面为这几位摇旗呐喊，巴不得他们赶紧打起来。等这几个大佬打起来，宋琦就准备趁机浑水摸鱼一波，能混到什么就赚什么，混不到就直接开溜。你好呀！一道声音悠悠的自宋琦背后传来，宋琦忽然浑身一僵，怎么还有一个？而且听声音在自己背后。趴在断崖上的宋琦满脸紧张的回过头，发现一只金色的小鱼漂浮在半空之中，一双眼睛闪闪发亮，乖巧而可爱。呼，虚惊一场，还以为是什么庞然巨物。不过这是个什么东西？一条不需要活在水里而且会飞的鱼，为什么没有系统面板提示？虽然一时间有些摸不清头绪，不过看着金色小鱼人畜无害的样子，宋琦还是小声的比划了一个虚的动作，示意金色小鱼不要太大声，以免被下面的几个大佬听见。你好，宋琦小声的回复道。第37章，主线大鱼龙脉。没关系，他们听不见的。小金鱼奋力的在半空中向宋琦这边游了过来，伸出2只鱼鳍在中间碰了碰，头也向下低了下来。按你们人族的礼节，第一次见面似乎要这么打招呼。宋琦，小东西还挺懂礼貌。宋琦又向下瞄了一眼，发现几位大佬还在打嘴炮，似乎暂时没有动手的意思，就把身子退了回来。你能帮帮我吗？小金鱼表情萌萌的，一边说话嘴里还吐出了一个泡泡。帮你？什么意思啊？小金鱼看着宋琦一脸疑惑的神情，鱼鳍向下面指了指，帮我把那些人类布置的阵法破坏掉，我就可以脱困了。宋琦的双眼猛地睁圆，嘴巴张得老大，结结巴巴的说道：你是龙脉？龙脉？小金鱼脑袋一歪，思考了起来。你们人族是这么称呼我的。现在我的本体被那些可恶的人族困在下面了，你能帮帮我吗？可恶的人族，问题是自己不也是人族吗？我也是人，你为什么要找我帮忙？你跟他们不一样。小金鱼一脸认真的看着宋琦，你身上有一股熟悉的味道。宋琦，是因为我吃了铜灵蟒的内丹，咱俩算是血脉淡薄的远房表亲，还是因为我的意识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不要太离谱了，好吧？总之，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大鱼龙脉之困，任务难度地级上等，任务类型主线。任务内容：位于苍然山脉中的一道大鱼龙脉被青衣教所困，若此地龙脉被青衣教射走，则大鱼国运下跌，全境神祠神力下降，百姓罹难。苍然山脉龙脉之灵托付你，务必要助其自阵法中脱困。任务时限1个时辰。任务奖励未知。主线任务：大鱼龙脉、青衣教、大鱼国运、神祠神力。虽然任务内容介绍简单，但数个关键词直接冲入宋琦脑海，一时间宋琦直接猪脑过载，似乎一切都被串联了起来。龙脉承载大鱼国运，大鱼国运承载神祠神力，而神祠神力庇护百姓。虽然只是一个大概推测，但宋琦似乎是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逐渐掺杂到往届的世界格局变化之中。还有1个时辰我就要被彻底封印了，一切就拜托你喽。小金鱼把任务交代完，宋琦则还处于一种一脸懵逼的状态中。1个时辰？这任务咋做吗？我直接跳下去吊打4位领主大佬，然后毁了阵法，让你脱困。就算不说这4个领主 BOSS， 宋琦现在最主要的输出技能红莲还处于冷却之中，今天早上打常青树妖给用掉了。你这龙哥，我有心无力啊。小金鱼上下打量了宋琦一番，确实宋琦的一身实力太弱了，但眼下也并没有其他人可以托付。只见小金鱼身上金光一闪，一道金色印记就铭刻在宋琦额头之上。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小金鱼铭刻完这道印记之后，肉眼可见的虚弱了下来，随后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宋琦面前。画卷之内，真龙的眼中闪过一抹黯然，此时只能进龙室听天命了。系统，你获得真龙赐福，你的全属性提升 100%， 持续时间1个时辰，你的全部状态恢复最佳，全部技能冷却重置。呼，无穷无尽的力量自宋琦体内涌现，让宋琦突然有了一种能够吊打领主 BOSS 的错觉。此时宋琦的全属性在小金鱼的赐福之下，
直奔1000大关而去。好！就在宋琦在上面跟小金鱼卿卿我我的时候，下面4位大佬的嘴炮已经进展到白热化程度。随着性格最为暴虐的明虎一声怒吼之后，山洞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大块大块的碎石自顶部裂开坠落。外界一战，否则毁了大阵，谁都得不到龙脉。操控画卷之人怒吼一声，施展法力将画卷固定在阵法中央，袖袍一卷，身体化作一道清风，直奔上方未来。宋琦的身子一缩，直接退到阴影之中，避免被大佬发现自己藏在上面。轰！洞穴上方被炸开一个巨大的洞口，星光映射而入。轰隆隆！明虎的身影灵活在岩壁之上跳动，一跃数十米高，几个闪落之后就在大洞中钻了出去。好！邪月，滚出来一战！嘶嘶！邪月近100米长的身躯在岩壁上扭动着，同样冲出了那处大洞。战就战，我还怕你头猎虎不成？哗啦啦！藤蔓自地面不断向空中延伸，一把顶住了半空中操控画卷之人化作的清风，将他顶出了洞口。人族，老夫来陪你做过一场，看看人族道门现在还剩下几分手段。区区树妖，大言不惭！4位领主大佬全部离开山洞，在苍然山脉深处混战了起来。一时间，地动山摇，整片苍然山脉如同末日临世一般，电闪雷鸣，狂风呼啸，打斗声愈发愈远，似乎4位大佬都在有意地避开此处洞穴。宋琦的身影悄咪咪地出现在断崖之上，4位领主大佬终于按捺不住，大打出手。宋琦预想中最理想的画面出现，山洞内只留下4位青衣教的道士与32位武者。虽然人数众多，而且可能都是精英模板，但在真龙赐福的 buff 之下，未必不能一战。因为真龙赐福与8门遁甲2相叠加，宋琦提升的是4倍全属。而且宋琦此次的任务并非是干掉这些人，而是毁掉阵法助龙脉脱困。时间紧迫，领主 boss 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回来，宋琦也不准备耽搁时间，身影自100米高空的断崖一跃而下。呼！风不断掠过宋琦的发梢，一头乌黑长发在空中乱舞。明虎冲上洞口顶部的方法给予了宋琦启发。宋琦的身体不住地向岩壁上突出的石块借力，稳稳地向洞穴最深处降落。什么人？盘膝坐在4杆大旗下的4名道士最先发现了从天而降的宋琦，32名武者也一瞬间睁开双眼，兵刃出鞘。呼！4道火龙在4名道士的手心中向着半空中的宋琦喷射而出。开门！开！4倍全属性增幅。在开门开启的一瞬间，宋琦的全部属性全部突破1000，一股莫名的威势自宋琦身上爆发而出，似乎踏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层次。宋琦的全身气血缭绕，其中掺杂着一种灿金色的光芒，如神似圣。此时的宋琦真的有了一种可以与同级别领主一战的感觉。红莲，业火自刀鞘内燃烧。化木，在这种状态下，化木边织成的刀翼巨木将山洞内最深处近100米的空间全部笼罩。漫天刀翼裹挟业火，将4名道士喷射出的火龙全部湮灭，形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与此同时，宋琦成功捕获了4名道士的面板。不出宋琦所料，是4名15级的精英 NPC。一道白色半球形光幕覆盖在36杆阵旗上空，业火刀翼缠绕其上，瞬间撕裂出道道裂痕。擦！一声清澈的碎裂之声传来，白色光幕被化木刀翼斩成无数碎片，崩散在半空之中。当初钟柴送给宋琦赔礼道歉的3张符篆自乾坤袋中取出，放在明夜的刀鞘上一晃，全部燃烧起来。宋琦的力量、速度还有明夜的锋利度全部再次提高 20%。惊鸿，最外层的阵法已碎，明夜出鞘，宋琦的身影如同火星坠落，直奔阵法中央的一杆大旗。轰！明夜一刀斩去下，只见一道淡黄色的光幕自4杆大旗上升起，爆裂效果触发，光幕上布满裂纹。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传来，宋琦的身体无法自主地倒飞出去，而淡黄色光幕中的4名道士则齐齐地喷出一口鲜血。宋琦的身影还未坠地，就见漫天刀光剑影向宋琦袭来。宋琦无视了所有攻击，全部吃下。现在宋琦的体质高得惊人，换算之后的防御力已经远远超出同级别的精英模板。一众 NPC 的攻击打来，只能对宋琦造成300点左右的平均伤害。然而宋琦此时的血量已经高达29520点，一波伤害砸下去，只有区区2-3千，根本不痛不痒。从现在开始，宋琦才是 BOSS。 宋琦的身影在空中落地，与一众武者厮杀成一团。这群武者同样不出所料，皆为15级精英 NPC。 可惜在4倍全属的宋琦面前不堪一击，尤其是混战到一团之后，一众武者之间既害怕误伤到友军，又害怕误伤到阵旗，
打得可谓是束手束脚。反观宋琦，如同虎入羊群一般，劈柴刀法大开大合，业火缠绕其上，几招下去就杀得一众武者哭爹喊娘。火势开始在一众武者之间蔓延，惨叫声、哀嚎声响彻整片洞穴。宋琦自一众武者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唰的一刀斩断一杆阵旗。然而并没有任何卵事发生。宋琦眉头一皱，气血涌动，一道刀芒挥出，又是好几杆阵旗被宋琦隔空斩断。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卵事发生。宋琦在场间横刀竖立，一众武者在稍远处畏惧不敢上前，还有不少人在满地打滚灭火。4名道士看也不看外面，老神在在地待在4杆大旗下面，全力修复由4杆大旗发出的淡黄色光幕。宋琦凝神向场中间望去，终于看清楚了阵法中间究竟放置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幅囚禁着五爪真龙的画卷。此时画卷中真龙的神态已经活灵活现，双眼滴溜溜地打转，用充满希冀的目光望着宋琦所在的方向。那神情似乎在向宋琦说：加油，奥利给！光幕之中，一位道士睁开双眼，面露讥讽之意，道：天罡囚龙大阵已经成型，你斩断外围的阵旗已然无用。不管你是什么人，待星驰尊者归来之后，定会将你碎尸万段。星驰尊者是那个青衣教的领主 BOSS。 宋琦是笑了出来，你还指望他那哥们？虽然外界现在表面上是2打2，再打一会指不定就变成3打1了，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两说呢。那道士看着宋琦一脸的阴阳怪气，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地冲着光幕外的一众武者喊道：你们还在等什么？还不上去杀了他！杀了他！天师重重有赏。一众武者原本还对宋琦稍有惧色，一听到天师的名字，眼神就变得狂热起来。而那个道士更是手掐法诀，一道红光自光幕内传出，照射在一众武者的身体之上。只见一众武者的身形纷纷膨胀了几分，红光缭绕，双眸之内也是一片赤红。卧槽，你这道是用的什么东西？群体式血术是吧？我看你们这青衣教也不像什么正经组织，一个个跟搞传销的一样。一众武者受到那名道士的 buff 加持，悍不畏死的向宋琦冲了过来，功法果断，就连身旁同伴的安危都已经不顾。不过聚集在一起，实则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劈柴刀法接连挥出，一颗颗头颅抛起，一具具尸体倒下，熊熊烈火烧成一片，32名精英武者全部葬身火海。86400点经验，宋琦的总经验瞬间达到124352点，一波肥！系统等级提升至13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10点，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13级升级到14级的经验需要12万点。红莲的持续时间只有1炷香，接下来宋琦必须要尽快打碎4杆大旗构成的光幕，否则等到红莲的持续时间一到，宋琦的伤害将大打折扣。宋琦的身影自火海中穿行而出，明夜舞出道道幻影，不断的斩击在淡黄色光幕之上。4名道士也手段齐出，一张又一张符篆接连不断的贴在光幕的裂痕之处，局势瞬间陷入僵持。青衣教拖得起，宋琦却拖不起。他是嗑了药才能维持如今的战力，等到药效一过，任务失败不说，说不定还打不过面前的这4位道士联手。到时候不仅任务完不成，自己的小命也要搭在这。画卷之中，真龙的眸中也浮现出一抹焦急，眼看胜利在望，局势却突然僵持住，而自己因为被天罡囚龙阵封印，一身本领无法施展。真龙的目光中浮现一抹决绝之色，与其束手就擒，不如鱼死网破。呜嗷！一道龙吟之声横亘万古洪荒。画卷之中，五爪真龙仰天长啸，其音自山洞中弥漫，瞬间传遍整片苍然山脉。外界4位厮杀成一团的领主 BOSS 面色大变，齐齐回身望向山洞所在之处。龙吟之声悠悠回响，传遍北地3州、中原8州。无数道强大存在的身影骤然起身，遥望向苍然山脉的方向。封禁着五爪金龙的画卷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4名道士一脸骇然的转身向画卷中望去，没想到这龙脉已经被天罡囚龙阵与山河设计图熬练了整整6个时辰，此时竟然还有反击之力。光幕之外，宋琦趁着4名道士失神的功夫，将明夜归刀入鞘。龙哥都已殊死一搏，自己又岂能不尽全力？燃血术，给我烧！第38章八门遁甲，修门。气血如同长河一般无穷无尽，自宋琦的体内喷涌而出，灿金色的真龙之气环绕在气血之上。远远望去，此时的宋琦仿如神明，赤红色的长袍在气血之内翻飞，如若不是法器的质量够好，宋琦就要迎来第3次爆衣体验。啊！宋琦的怒吼声与龙吟声混杂，响彻整片洞穴。
43点自由属性全部分配力量。此时宋琦的基本力量属性为490点，在真龙赐福、八门遁甲、神力符的3重加持之下，宋琦现在的力量已然高达2352点。惊鸿出道，刀芒灿烂，裹挟着宋琦剩余的全部3000点气血，在4名道士无比惊愕的眼神中悍然斩向光幕。气血长河，真龙之气，漫天业火。宋琦手持明叶，化作一道金翅相间，长达100米的巨大刀芒。在这一斩之下，光幕轰然坍塌，4名精英道士在哀嚎中葬身无尽火海。8400点经验入账，天罡囚龙阵破。洞穴的底部同样也被一刀剖开，山体倾斜，无数碎石滚落，整个洞穴开始坍塌。画卷之中，嘹亮的龙吟声再次响起，五爪金龙的身影在画卷之中愉悦的翻腾，霎时间金光四射。真龙之躯自画卷中走出，原本只有几十厘米的纤细身影，摇身一变为上百米的庞然巨物，通体黄金之色，宝香庄严，散发着无穷威势。洞穴底部，宋琦左躲右闪，避开一颗颗坠落的巨石，在火海中不断搜集着乾坤袋与散落一地的法器。虽然现在宋琦进入了燃血术的虚弱状态，但或许是出于真龙赐福的原因，宋琦并没有感觉像之前2次使用燃血术那般疲惫，飞快地将战场中的战利品划拉了一圈，整个洞穴也即将彻底坍塌。五爪真龙的身躯已经完全从画卷之中脱离，宋琦手疾眼快，一个飞扑，将自半空中跌落的画卷收入了乾坤袋之中。眼看着五爪真龙的身躯迎着无数碎石向上空飞去，宋琦大喊了一声：“龙哥，等等我呀！”似乎是听到了宋琦的呼喊，五爪真龙甩动着龙尾，直接将宋琦卷到了自己身体之上，随后一飞冲天。呜呼！一瞬间，五爪金龙就带着宋琦冲出洞穴，翱翔于高空之上。宋琦坐在五爪金龙的龙背上，手舞足蹈，大呼小叫，这感觉可比骑着凤金雕爽多了。呜嗷！龙吟之声再次传出，这一次象征着自由，同样象征着愤怒。五爪真龙自高空中盘旋，碧绿色的瞳孔死死地盯着地面上的4位领主 BOSS。此时4位领主 BOSS 已经不复刚出场时的体面，个个灰头土脸，身体带伤，显然是彼此之间打得厉害。宋琦野人贾龙威在五爪真龙的身上探出脑袋，直视着地面上的4位大佬。地面上，星驰尊者看着骑在五爪真龙背上的宋琦，瞳孔一缩，似乎想明白了什么。原来那时候的窥视感并不是错觉，确实有个人在洞穴的上方暗中观察，而如今龙脉脱困，恐怕都是这个骑在龙背上的小鬼干出来的好事。突然，星驰尊者的神色大变，因为他的感知蔓延至一片废墟的山洞之中，已然无法发现山河设计图的踪迹。庶子，坏我青衣教大师，还敢觊觎我教宝图！星驰尊者须发飞舞，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哈哈哈！宋琦自高空处传来无情嘲笑，没错，全都是在下干的。但是你又能奈我何？不过话说回来，还是要感谢你那些部下为在下提供的经验以及装备。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检查，但36个精英 NPC 的全部家当绝对是一笔横财。而且看星驰尊者那么在意那幅画的样子，想来也是一个大宝贝。龙哥，上，干他们！宋琦意气风发，在龙背上站起身，指挥了起来。然而事情却出乎了宋琦的意料，只见真龙在半空中愤怒地注视了4位领主 BOSS 一番后，大叫了2嗓子，驮着宋琦头也不回地飞走了。呼呼呼！狂风猛猛地灌进宋琦的嘴里，吹得宋琦脸都有些歪了。宋琦回头望去，4名领主 BOSS 各自施展神通，眼神赤红，在后面契合不舍地追了上来。龙哥，你为什么不干他们？打不过的呀，我是自然与纯善之灵，不擅长战斗的。龙哥即便恢复了本体，说话还是跟小金鱼形态一样，蠢萌蠢萌的。那你？宋琦如同石化了一般，瘫坐在龙背上，回头望去，速度最快的明虎已经脚踏雷霆，快要追上龙屁股了。完蛋了！此时的宋琦处于燃血术的 debuff 之下，战斗力跟战五渣没有任何区别。救命！这老虎怎么还能半飞不飞的追上来啊？乐极生悲。呼呼！五爪金龙吃力的喘息起来，似乎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抓紧我呀！天上目标太大了，咱们换个方式。五爪金龙的身子猛地向地上一个俯冲，一个猛子扎进了土里。作为常年栖居于苍然山脉中的龙脉，苍然山脉中的每一寸山川土地都可以说是龙脉的家。此时遁入土中，如鱼得水，很明显比在天上飞着快多了。轰！无数粗壮的藤蔓破土而入，向着五爪真龙的身体缠绕而来。同时，常青树吆悠悠的声音也一并传来：“老夫想起来了，人族小子，今日一早便是你纵火阻拦老夫追人，如今又来坏事，都是误会啊，大佬。”
宋琦手脚并用，从龙屁股的位置爬向了龙头。别乱动呀，我要加速了！五爪金龙的身体散发出神光，身形化成一道金芒，转瞬之间消失在地底深处。就是这萌萌哒的语气，在此时此刻，怎么听都显得分外违和。地面上，4位领主 BOSS 仰天长啸，发出一声声无能狂怒的吼声。都怪你们这群蠢笨的妖兽！要不是你们，贫道早就炼化吊龙脉了。对局失败，星驰尊者开始分锅。好，明虎硕大的虎头调转，悠悠的目光直视向星驰尊者的方向。邪月丝丝的吐着蛇信子，不露声色的阻断了星驰尊者的退路。长青树妖一言不发，与明虎和邪月成三角之势，将星驰尊者团团围在中央。如今龙脉逃逸已成定局，那么转移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外发起战争。星驰尊者打量着3头妖兽，放声大笑起来。你以为你们3妖联手，贫道就会怕你们不成？只见星驰尊者手掐法诀，在以1敌3的情况下，竟然还要主动出击。呼！星驰尊者的身影一闪，瞬间没入地下，土遁溜走了。3只领主 BOSS 发出同仇敌忾的怒吼，展开了对星驰尊者的追杀。今夜，整片苍然山脉注定不会平静。呼呼！五爪金龙奶声奶气的喘息着，在一处地面上露了头。此时庞大的真龙之躯已经缩小了下来，变成了最开始与宋琦见面的小金鱼模样。好险呀！终于甩开他们了。小金鱼开心的在空中飞了起来，绕着宋琦转圈圈。我果然没看错，你真是个好人。宋琦看着在空中乱飞的小金鱼，尴尬的摸了摸鼻子。咱就是说别发好人卡了呢。你把任务奖励给我结算一下子。小金鱼似乎是飞累了，落在宋琦的肩膀上，奶声奶气的继续说道：苍然山脉里太危险了，我准备换一个地方住了。说到这里，小金鱼面色上呈现一抹悲伤之色。虽然当初让我住在这里的人不让我离开这里，但他……小金鱼像是人类扳手指一样摆弄着自己的鱼鳍，但最终好像也没有算明白。至少得有5、6、7、800年没来看过我了。宋琦，有没有一种可能，人不能活那么久？那个让你住在这的人已经死了，所以我决定不听他的了。我的好几个哥哥姐姐都在南边，我要去找他们哦。好家伙，你们龙脉一族还有这么多口子人呢。应该说这么多口子龙。我想起来了，你身上的味道跟当初让我住在这里的那个人有点像。啊？宋琦的头上飘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到底是哪里有点像呢？哦，我又想起来了，他也是跟你一样的，就是原本看着普普通通的，只要一打起来就会一下子变得特别厉害。只不过你现在跟他要差得远点。宋琦的双眼猛地睁大，4个大字符现在脑海之中。八门遁甲，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小金鱼目露思索之意。龙哥，你还知道什么？就是关于当初让你住在这的那个人的信息。面对着宋琦的追问，小金鱼开始神游天外，过了半晌说了一句：我忘了。宋琦，我只记得他认苍天做了父亲，自称为天子。不过这样不好，很多事情都要听从苍天的约束。天子？宋琦瞪大双眼，似乎想明白了什么。龙哥在任务内容中被介绍为大鱼龙脉，而让龙哥入住苍然山脉中的人自称为天子。再加上龙哥语焉不详的年份介绍，这个人的身份呼之欲出，那就是大鱼的开国皇帝。八门遁甲是传自于他的秘法。不说他了，当初说好了会经常来看我，这都多少年没来了。你要跟我一起离开苍然山脉吗？我可以捎你一段路。这就要走了。看来在任务判定中，龙哥没有离开苍然山脉就不算完全脱困。不过宋琦觉得此时作为战五渣的自己再跟着龙哥那就是纯拖后腿，但是现在的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好像也不是很安全啊。龙哥，我朋友们还在苍然山脉里，你能把我送过去再走吗？宋琦试探着发出询问。没问题呀。可是丹盟的人现在在哪呢？你想要去哪里？在脑海中想象那边的画面就可以了。我对苍然山脉很熟悉的。小金鱼似乎是看出了宋琦不知道具体方向，出言提醒。随后就见到小金鱼飘到宋琦的额头附近，轻轻地靠了上去。宋琦脑子中山谷与盆地的画面被投影了出来。4国1，不愧是龙脉，除了不能打架，这些奇奇怪怪的技能数算是点满了。金光一闪，宋琦与小金鱼的身影再次没入地面。一路风驰电掣，宋琦感觉眼前一亮，当恢复视野的时候，已经被扔到了地面之上。抬头一看，正是在山谷入口的不远处。小金鱼的身影此时已经消失，只有一道淡淡的声音似乎在很远的地方传来：好人，我走了，祝你好运。宋琦摸了摸鼻子，好人卡再次加1。
而且还被一头龙发来的。对了，我好像又想起来点什么。还莫等宋琦起身，小金鱼的身影突然在地面下钻了出来，吓了宋琦一跳。一段玄而又玄的经文蓦然间传入宋琦的大脑。这个是我当年在他书上偷看到的一段东西，我也不太懂，希望对你有帮助呀。这回真走了，拜拜。小金鱼的身影彻底远去了，只留下宋琦一人盘坐在原地。此时宋琦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意境之中，不断有复杂的知识传入脑海。系统：大鱼龙脉之困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奖励如下：基础奖励经验奖励 X300000，额外奖励经验 X120000，真龙赐福，你的气运加666，八门遁甲残篇修门。系统：大鱼龙脉对你传道，你进入顿悟状态，你领悟八门遁甲残篇修门。八门遁甲残篇修门，开启修门后，使用者体质属性提升 1000%， 使用者每多开启一道人体门户，气血与体力值消耗翻1倍。卧槽！退出悟道状态的宋琦突然大吼了一声出来，声音之嘹亮，瞬间惊动了丹蒙在山谷处望风的人。这也太变态了！虽然同时开启开门与修门会每秒消耗20点气血与体力值，但是开门的全属性翻倍，加上修门的体质属性翻10倍，等于宋琦的体质直接翻了20倍。我打你的母牛！同时开启2道人体门户就已经如此之变态，那要是凑齐了全部的八门遁甲，到底会变得多强？现在的宋琦对自己的往届未来发展充满了期望。什么勾八领主 BOSS， 什么勾八狡猾的道士，等老子八门齐开，一刀霸天都给斩个窟窿！哈哈！想到这里，宋琦忍不住叉着腰大笑出声来。宋宗师，是你吗？远处传来了丹蒙众人的呼喊之声。第39章异变。虽然只走了半夜的时间，但宋琦却觉得已经过了半个世纪那般漫长。此时宋琦再次见到丹蒙众人，脸上挂着止不住的笑意。你们可真是我的幸运星啊！要不是来救你们，苍然山脉中的主线任务也不会轮到宋琦的头上。现在不止收获了海量的经验，而且还收获了八门遁甲的第2篇，还有一个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作用的气运。要说咱龙哥就是大方呢，之前2次抉择场景都只是为宋琦提供了一点气运，然而龙哥小嘴一张，一句祝你好运，直接就是气运加666。还有36个精英 NPC 爆出来的装备没有查看，丹蒙的任务不出意外也会顺利完成。这一波赚得宋琦盆满钵满。宋宗师，你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吗？刚才又是龙吟虎啸，又是电闪雷鸣的。丹蒙众人眼中带着好奇之意，试探着向宋琦询问。虽然不知道这些事情跟宋琦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宋琦一脸神神秘秘的走后，就发生了上述的内容，这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哦，刚才一只老虎追着一条龙打起来了。宋琦一脸认真的向大家解释了起来。切，不说拉倒呢，搁这忽悠谁呢？看宋琦没有说的意思，众人化作鸟兽散。这世上哪有什么龙，那都是传说里的东西。再说真有龙的话，又有什么老虎能追着龙打起来？这宋宗师编瞎话都不带打草稿的。哎，我说真的呢，你们这什么表情？虽然全部的事情真相并不是龙跟虎打起来那么简单，但宋琦也没有完全在睁眼说瞎话。只不过丹盟之中的这些供奉层次太低，还接触不到往届社会的上层秘密，当然不会认可宋琦说的内容。中柴布置的聚灵阵还在持续工作，阵盘上面已经恢复了一些光泽。被众人聊天声音吵醒的红云睡眼朦胧地站了起来，发现宋琦已经跑了回来，一脸兴高采烈地冲了过来索要食物。凤金雕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头，眼巴巴地瞅着宋琦。你们两个不要太过分啊，我不是出去给你们打猎的喂。随便在乾坤袋里拿出一点水果，将红云跟凤金雕打发走。宋琦找了个干净的角落坐下，检查乾坤袋里的收获。那4名道士虽然都用的是8品乾坤袋，但里面的东西可谓是富得流油，各种各类的符篆陈列在乾坤袋之中，增益的、减益的、伤害的、治疗的，应有尽有。还有一些道士专用的法器，其中不乏8品的精品货色，只可惜大多数宋琦都用不上。宋琦的脑海中瞬间浮现起了万宝斋掌柜的身影，这回又能从万宝斋里进点好货了。就算万宝斋没什么宋琦需要的东西，南府郡交流群里还有一帮嗷嗷待哺的道士，在现实里卖点现金也不错，反正是不愁销路。宋琦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至于那些武者，虽然穷搜了一些，但是每人都给宋琦提供了一个9品乾坤袋，以及至少1件9品法器，又发财了。对了，还有封印龙哥的那幅画。宋琦在乾坤袋的一处角落中翻到了被压在最下面的那幅画。系统：山河设计图，品级不详，现处于封印状态，具体信息不详。啥子东西？
被封印了。宋琦将山河设计图展开，发现里面就是平平无奇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神妙之处，有点失望，不知道星驰尊者宝贝个什么劲，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现阶段能用到的东西，等今后有线索了再去研究。宋琦将山河设计图收回乾坤袋，惬意地向草地上一躺，抬头仰望着星空。往界中的景色，无论是哪里，都是如此美丽。心情舒畅的宋琦同学再次架起了烧烤架，与丹盟众人嗨皮了起来。一夜无话。当第二天太阳升起，中柴的聚灵阵效果结束，丹盟的一位供奉催动阵盘，一道透明的光幕将丹盟众人笼罩其中。燃血术的 debuff 时间已过，宋琦骑着红云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开路。有了阵盘做掩护，众人全力催动气血，也不怕被发现气息，行进速率大大提升。然而苍然山脉的外围，此时似乎发生了一些未知的变化。苍然山脉外围的神祠中，神像体表浮现出道裂纹，裂纹越来越大，最后整个神像轰然炸开，成片成片的灰黑色雾气涌入苍然山脉之中。系统：苍然山脉神祠的庇佑效果已消失。走在最前面的宋琦突然收到系统面板提示，吓得浑身一个激灵。什么情况？自己不是还在苍然山脉里面吗？为什么庇佑效果失效了？宋琦连忙打开系统面板，发现就连安魂的效果都已经消失。这是什么情况？苍然山脉的复活点没了。大地开始颤抖起来，尽管丹盟众人没有面板提示，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怎么感觉气氛突然变得阴森森的？丹盟一位供奉喃喃说道，现在的感觉就像是行走在荒野之中一样。这是不祥的气息，情况有变，全速前进，尽快离开苍然山脉。宋琦似乎想明白了什么，大声下达着命令，并在乾坤袋里面掏出一大堆加速的符篆，给这帮 NPC 贴上。大鱼的高祖皇帝为什么让龙哥镇守在苍然山脉中不能离开？如今龙哥才离开了半个晚上，苍然山脉就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很难说这其中没有什么联系，但具体是什么情况，宋琦也不得而知。总之，先行离开苍然山脉为妙。上空的凤金雕开始不安地鸣叫起来，似乎看见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此时苍然山脉之中，万兽奔腾，嘶吼不止，一大批不知名的异兽在林间乱窜而出，虽然没有袭击丹盟众人的意思，却与丹盟众人行进的方向完全相反。开门，开！宋琦的身影自红云身上一跃而起，画木配合惊鸿一套连招，将面前挡路的野怪全部清掉。3380点经验入账。这些异兽似乎在向苍然山脉最深处前进。然而此时并不是深究的时候，宋琦护着丹盟一众人等继续外逃。苍然山脉最深处，黑色的雾气升腾，空间变得扭曲起来，似乎一道通往异世界的大门正在缓缓展开。凤金雕的身体不断向升高，想要让自己看得更清晰一些。吼！一道嘶吼之声，如同自九幽地狱中传出一般，响彻整片苍然山脉。那声音沙哑而沧桑，听不出究竟是什么物种，却让人产生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之意。凤金雕的脖子一缩，也不敢继续打量，急急忙忙地向低空处隐蔽自己，生怕被黑雾中的恐怖存在发现自己。吼！又是一道同样的吼声自黑雾里传出，苍然山脉仿佛一瞬间就安静下来了一样，只有这一道声音在回响。万兽匍匐，向着苍然山脉最深处进行最为崇敬的朝拜，包括苍然山脉中那3位领主级生灵。丹盟众人齐齐回望，眼中止不住惊骇之意。走啊，别愣着了，都啥时候了，还搁这震惊呢？在这一吼之后，整个苍然山脉似乎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众人全力前进，终于在天黑之前走出了苍然山脉，回到了红安州的地界。官道上，众人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好几个年轻人止不住泪水，哭出了声来。熟悉的人互相拥抱到一起，庆祝这一次死里逃生。而宋琦则盯着已经逐渐远去的苍然山脉，思绪翻涌。龙哥呀，龙哥，你好像捅了大篓子喽！系统：苍然山脉之源注已完成，评级甲，你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40000点，又是14万经验入账。此时宋琦的总经验已经达到了616132点。啧，这得能升多少级哦？不过此时一整段任务已经结束，宋琦也就不太着急继续提升等级。往届的 1.0 测试版本只开放人物等级到20级，升满了也就是继续把经验存下来，没啥特别的事情，早升晚升都一个样。至于苍然山脉中的异变，宋琦也不是太过担心。天塌了，有高个子的人顶着，往届的世界之大，远超宋琦的想象，有数之无尽的能人异士，还轮不到宋琦一名小小的玩家来操这些闲心。宏大的洪都府已然遥遥在望，宋琦拜别丹盟众人，驾驭着红云，一人先行离开。
凤金雕在半空中哇哇的叫着，虽然有些不舍，但他也好久没曾见过柯红淼了。宋琦挥了挥手，与凤金雕告别。宋府，宋琦火急火燎的回到了家中，打发走了过来伺候的侍女，将门一锁，直接下线了。此次登陆的时间之久，甚至在当初的通墓秘境之上。宋琦感觉自己的精神非常之疲倦，急需下线好好休息一下。啊！宋琦在生物舱中坐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你根本想象不到，沉睡了好几天，再神清气爽的醒过来，这种感觉有多爽，就好像是你已经死了，又突然活过来一样。自打宋琦玩了网戒之后，觉也不用睡了，饭也不用吃了，偏偏皮肤气色比前段时间好了不止一点半点。这哪是玩游戏啊，这不是纯纯修仙吗？老规矩，美滋滋一听肥宅快要水。宋琦将窗帘一拉，此时时间尚好，刚是傍晚。摸了摸有些过度生长的头发，宋琦冲进卫生间，光速的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推门而出。走出小区，看着都市夜晚的灯红酒绿，宋琦深深的吸入一口气。哦，这是县市里空气的味道。该说不说，空气质量还是有点子堪忧。秋天的晚风拂过，宋琦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有一段时间没有出门，气温又下降了不少。您好，欢迎光临。小区门外的一家理发店，托尼老师看着推门走路的宋琦，热情的迎了上来。你们家剪头多少钱？普通师傅58，金牌98，总监298。您想剪哪种？某音上几个视频为宋琦带来不少收益，所以今天宋琦准备奢侈一把，体验一下298的托尼总监。咱倒是要看看，你们这298的总监能剪出个什么花来。看着宋琦选了最贵的理发套餐，托尼老师的笑容更加亲切了起来。洗头小妹带着宋琦进到里间洗了个头，随后带着宋琦在一处位置坐定，送上了一杯茶水跟一些塑封小零食。998的托尼总监正在一边准备理发工具，宋琦的目光下意识的四处打量了一下，发现对面有个小姐姐正在偷瞄着自己。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哎，怎么有点眼熟？宋琦眨了眨眼睛，正视过去，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大眼睛闪闪发亮。宋琦的目光向下一滑，一对高耸入云，分外突出。魏白。宋琦小声的向对面小姐姐出声询问：“你是宋琦？”坐在对面的魏白看宋琦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终于确认了宋琦的身份。魏白是没有见过现实中的宋琦的，所以虽然一开始就感觉有点像，但魏白还是不敢确认。网界中的宋琦更加年轻，眼神之中充斥着果决与杀气，五官也更加立体一些。现实中的宋琦平时缺少锻炼，虽然容貌上相差不大，但是脸型上明显要圆润一些。至于为什么宋琦能一眼认出魏白，那是因为魏白曾经给宋琦发过一张自己的自拍照，虽然不到3秒就撤回了回去，但是有2点令宋琦印象尤为深刻。真的假的啊？宋琦面色古怪，不过魏白明显的一对特征加上跟吃鸡语音时候一模一样的软萌音调，让宋琦不得不相信这就是魏白。哟，还真是你啊，臭弟弟！魏白明显已经剪完头，正在进行最后的照镜子，后悔，心里暗骂托尼老师阶段。此时魏白确认了宋琦的身份，非常流畅自然的阴阳怪气起来。只见魏白起身走到宋琦身后，对着镜子里的宋琦则打量了起来，还顺手在宋琦略显圆润的侧脸上掐了一把。宋琦已经披上了剪头战衣，不方便移动，摆动着脑袋躲避着魏白的咸猪手。别闹，剪头呢，这不是还没剪呢吗？啧，你这可比往届里润多了。调戏了宋琦一番，魏白让出了位置，让托尼总监来给宋琦剪头，自己则坐到了后面的沙发上玩起了手机。原本以为2000名往届先行体验官肯定会分布在华国的天南海北，谁能想到宋琦与魏白竟然身处同一座城市，在一个小小理发店内线下偶遇。两人共同决定等宋琦剪完头一起去吃个饭，庆祝一下线下面基。透过镜子，宋琦正好能够看到魏白坐在沙发上的身影，虽然小短腿不长，但身材整体上丰腴匀称，皮肤跟自拍里一样白皙，难得竟然不是高皮战士。魏白眼珠子一扫，跟镜子里的宋琦对视上，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想看姐姐你就大大方方的看，别在那偷瞄我啊。第40章，你带身份证了吗？剪完头，宋琦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298的托尼总监果然还是有2把刷子在身上的，不仅发型弄得不错，还免费赠送了宋琦一次塑形。婉拒了托尼总监热情的办卡需求，宋琦带着魏白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川渝火锅店。这家火锅店的味道正宗，辣度更是一绝，宋琦是这家店的常客。没想到魏白对这家店也颇为熟悉，坐下来之后，魏白也没跟宋琦客气，直接在平板上下单了几份食材。两人都自认是吃辣高手，于是一拍即合，直接点了一整份麻辣锅底，不要双拼，并且两人互相打赌，谁先喝水谁就是孙子。
很快，食材一一摆上，锅底也沸腾了起来，一层热辣辣的红油上面漂浮着一层辣椒，一大盘羊肉涮入锅底，两个人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吃了起来。不多时候，两个人脸都烧得通红，嘴唇都被辣得发紫。魏白一边拿左手当扇子在嘴边扇风，另一只右手却向嘴里送个不停，一时间只剩下丝丝的吸气声音在饭桌上回响。终于，满头大汗的宋琦败下阵来，倒上了一旁的冰镇凉饮，一饮而尽。哈哈，姐赢了！魏白一边笑一边抢过宋琦手中的饮料，给自己也倒上了一大杯，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来，大孙，给奶奶满上。魏白的两只大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满头大汗不停喝水的宋琦。滚！虽然宋琦嘴上不服输，但是身体上还是诚实的履行了承诺，给魏白续上了一杯。大意了，再坚持一下好了。看魏白的样子，明显也是要扛不住了。结束了一轮比拼，两人之间的氛围更加融洽了一些。没想到魏白竟然就住在宋琦家对面的那个小区，虽然只隔了2条街，但是魏白家所在的那个小区均价要比宋琦所在的小区高上2个多大不溜。宋琦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均价在15个左右，魏白家的差不多在18个。那个小区随随便便一套一居室，价格都在1000个以上。没想到魏白竟然还是个小富婆。至于我们的主人公宋琦，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富二代。虽然对于宋琦的居住环境描述甚少，但却是某1线城市3环内的豪宅，勉强算是。宋琦的父母在多年前就已经离异，如今均已移居海外，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所以对宋琦这个留在国内的亲生儿子，两人的联系都不算多。除了每个月定期给宋琦打一笔不菲的生活费之外，两人还为宋琦留下了这么一套32厅1厨4卫的豪宅。至于为什么在宋琦身上看不出太多富二代的气质，那是因为这些年这2位名义上的父母给的生活费都被宋琦存了起来，分文没动。倔强而乐观的宋琦同学一直靠着代练、陪玩、直播的收入自己生活，所以宋琦的穿着打扮多是100元左右的地摊货，跟出入小区的人群显得格格不入。至于这套房子，宋琦就当作是他们从小夫妻不和，天天吵架，对自己幼小心灵造成伤害的补偿。两人随便沟通了一下现实近况，好吧，现实也没啥近况，这其实是两人在玩上网界之后第一次出门。最近魏白在网界里的日子还算滋润，先是宋琦带他过了破境任务之后，魏白成功的进入金古境，成为了一名宗师。随后魏白取出了周衍存在红昌钱庄里的钱，白天做任务赚经验，晚上直奔明香院喝酒听曲。宋琦当初带魏白做那个讨债任务，可谓是给魏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这2天，魏白则也是加入了丹盟，很荣幸的跟宋琦成为了同事。虽然大家都是金古境宗师，魏白的宗师很明显要带一个引号，甚至绝大多数玩家都是带引号的。虽有宗师之实可以气血外放，但战力上却比不上大多数 NPC 宗师，所以魏白的待遇以及触发的任务相比于宋琦都要差上不少。现在白天就是做丹盟的采药任务，基本上就是在洪都府附近的名山中打转。而魏白因为一些机缘学会了一种搜寻灵药的7品秘法，现在采药任务做得如鱼得水，每天经验也算丰厚，都快要混成洪都府丹盟的采药队大总管了。至于聊到宋琦的经历，那可就比较传奇了。啊，那道龙吟声是你弄出来的？魏白的双眼睁大，神色中充满不可思议。你都听见了？是啊，整个红安州的玩家都听见了，现在论坛里都在议论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还有人在问官方是不是要放新的资料片了。赤触口吧，一不小心又被宋琦装了一波。你快给我讲讲，到底发生了啥事？事情也算比较复杂，而且很多东西宋琦也没有完全搞懂，就挑主要的跟魏白说了说。当然最后被4位领主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段被宋琦很流畅的截掉了，怪不得第1个版本被称作青衣之乱。你这算是介入世界主线了吧？魏白的声音悠悠传来，明显带着一股子酸味。低调。两人将剩余的食材吃完，结束了本次还算愉快的会面。走在回家路上，魏白突然看向一旁，鬼使神差的问出了一句：你带身份证了吗？啊！宋琦一呆，视线不由自主地瞄向魏白那对宏伟壮丽。这么直接吗？会不会进展太快了？摸了摸口袋，宋琦还是非常从心地说出一句：带了。你好，你们这上网多少钱？普通区15，电竞区20，包间30。回家路上的一处网咖内，魏白在吧台询问着网管小姐姐。看着现在网咖这种熟悉的氛围，却带着陌生的环境，宋琦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年还叫网吧的时候，那烟雾缭绕、战火纷飞的岁月。不是，你问我带没带身份证，就是干这个。愣着干嘛呀？上机啊，姐姐请你。魏白转过头，让宋琦去刷身份证。宋琦无语的在机器面前扫了一下人脸识别，随后跟着魏白进了一处2人包厢。
魏白进入包厢之后，直接将鞋一甩，整个人跳进了机器前的沙发上面，腿一盘，摆好了战斗姿势。好久都没来网吧上网了，快来陪姐姐玩会。看魏白这个架势，年轻时候也是妥妥的网瘾少女。宋琦拉开魏白旁边的沙发，无精打采地坐了下去。玩啥？先打 LOL 吧。你有德玛西亚的账号吗？没有我借你一个。就在说话的功夫，魏白已经登录完毕。宋琦往魏白的屏幕上瞄了一眼，哟，白金3，水平还可以呢。宋琦自己的大号在比尔吉沃特，就跟魏白借了一个号来玩。弟弟，你行不行啊？别坑姐姐行吧？切！宋琦发出了自己的王之蔑视。提起 LOL 这个游戏，宋琦当年在大学的时候还连续2个赛季打上过峡谷之巅大师，只不过后来沉迷主机游戏，水平逐渐荒废了下来。现在偶尔也会打打排位，看看比赛。尽管如此，打个小小白金也只能说是手到擒来。两人在包间里直接奋战到天亮。本以为魏白会像大多数妹子一样玩中单或辅助，没想到魏白竟然主玩打野，一手楚雨前和小王八还算可圈可点。宋琦则配合了魏白一手，来了一波中野联动，最后在欢声笑语中愉快的带魏白打上了白金2。天色大亮，两人总算是有了一些困倦，原地解散，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宋琦回到家之后，用冷水洗了把脸，瞬间感觉困意全无。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某信，最近没什么人联系自己，就连南府郡交流群中大家都说话不多。话说周衍这小子最近干什么去了？自打上次离台谷一别，感觉他好久都没露过面了。石小星那边同样杳无音信，也不知道他任务线索调查的怎么样了。毕竟已经收了定金，宋琦本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发了条信息询问石小星任务进度如何。没想到石小星竟然很快回了消息，看来是没有登录。宋琦打开信息查看，先是3个晕的 emoji， 随后是一段文字：石小星，我最近在我师父的朋友那边又接了好多任务，不怎么难做，而且奖励很足。我打算把这些清完，再做那个最麻烦的。看看有后台的人就是不一样，自己上赶着找任务，人家呢任务上赶着送上门。既然石小星不着急，宋琦自己也就不再操心。反正对于已经打开2道人体门户的宋琦来讲，区区一个地级下等任务不在话下。玩了会手机，宋琦感觉自己好像忘了点什么东西。对了，自己是一名游戏博主来着，已经好多天没更新视频了。果然，打开某音一看，评论区跟私信都在问宋琦是不是猝死了，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更新视频。爱岗敬业的宋琦同学直接在云端下载起了素材，就是龙脉任务中的一段。最近这个话题在整个网界圈子里热度都很高，是时候由自己来为大家揭秘一下神秘龙吟声的由来了。而且不仅如此，这一段视频的特效也是直接炸裂。开场就是宋琦如同变身超级赛亚人一般，独占36位精英 NPC， 随后又是惊天一斩，砍出上百米刀芒，到最后龙哥困龙升天，史诗级特效炸裂满屏。至于故事最开始的暗中观察以及最后的被人追杀，由于不太体面，就很自然的被宋琦截断了下去。然后宋琦还在视频中附上了一些宋琦已经得知的故事始末。至于全部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青衣教的目的是什么，那就让广大玩家自行猜测去了。点击上传完视频，时间已经差不多来到了中午，一脸困倦的宋琦躺回生物舱中，继续自己的修仙之旅。回到网界世界中，此时天刚微微亮，家主起床，整个宋府也开始跟着运转起来。2个俏丫鬟端着脸盆、毛巾和类似牙刷、牙膏之类的东西进来伺候宋琦洗漱，而宋琦就跟大爷一样靠在凳子的靠背上，全程不用动一下手。哦天哪，这腐朽且万恶的封建社会！洗漱完毕，正厅的餐桌上已经陆续开始上早餐，包子、豆浆、油条、豆腐脑都是按照宋琦平时喜欢吃的来。设计师有心了，还把这些食物都加到了游戏里面。宋琦捧起豆腐脑，一口就是灌进去大半碗，这豆腐脑就得吃咸的。吃完早餐，宋琦跟大爷一样坐在院子中的一处摇椅上，摇摇晃晃。今天干点啥呢？手里现在也没啥任务，听取的话时间还太早，要不去丹门逛逛？还没等宋琦起身，就见管家走进了过来，说柯大人前来拜访。宋琦也没那么多讲究，直接让管家带柯红淼进来。柯红淼现在可谓是红光满面，与前2天的一脸愁容形成鲜明对比。自己的侄子不仅平安归来，丹盟也没有折损什么人手，而且还带回来一大批价值不菲的灵药。最主要的是，最近丹盟成员扩招了不少，江湖上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涌现了一大批宗师，在宋琦走后的这2天，就有10多位宗师先后拜访丹盟，并且也像宋琦一般好说话，不管是要求其加入，还是对其发布委托，都不曾推辞。虽然经过考核，
柯红淼发现这帮宗师战力平平，但在普通的宗师也是宗师，比搬运境的武者要好用得多。而且，即便自己把薪水压得很低，这帮宗师还是愿意加入丹盟之中。更离谱的是，还有几个道士也想加入丹盟，不过被柯红淼直接给婉拒掉了。道士一般都神秘莫测，柯红淼害怕这帮人是包藏祸心。一只通体金黄的大鸟也自院外飞了进来，落在宋琦附近，原来是凤金雕也跟着一同过来了。宋琦跟柯红淼一同哈哈哈的客套了一番，柯红淼就留下了一张请柬。今夜明香院，他柯红淼做东，丹盟此次参与援助苍然山脉的全部供奉都会到场，专门感谢宋琦的救命之恩。宋琦眼睛一亮，没想到这帮供奉的承诺这么快就要兑现了。这种好事，宋琦自然是欣然应允。送走了柯红淼，闲来无事，宋琦钻进了炼丹房去补到自己的炼丹术，并且吩咐管家天黑之前叫自己出来。第41章身法武技落雷听雨。让我们将时间线回调，并把画面转向苍然山脉深处。在宋琦一众人等逃离苍然山脉的夜晚，苍然山脉的最深处，无尽的黑色雾气之中，一道未知的身影若隐若现。苍然山脉中3位领主 BOSS 明虎、邪月以及长青树妖，此时正低头耷拉脑的站在黑色雾气之外。一道苍老的沙哑声音自黑色雾气中声嘶力竭地传出：余皇，余皇，你当年将本座囚禁于此，汲取本座精血滋养大余国运，可曾想过本座有脱困而出的一天？余皇，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持续了整整1炷香的时间才平息了下去。本座现在怎么虚弱的如此厉害？天地大道怎么残破成这副样子？3位领主 BOSS 眼观鼻鼻关心，也不答话，任由这位自说自话。黑雾中，一对猩红的眸子亮起，看向黑雾之外。100多年前，你们都被我点化，受我恩惠，才有如今这番修为。待本座解开封印之后，苍然山脉倾巢而出，为本座掠夺血石，恢复生机。3位领主 BOSS 悄咪咪地对视了一眼，口中答是：阁下，且听贫道一言如何？一道声音在黑雾外围悠悠传出，3位领主 BOSS 神色大变，竟然没有感应到已经被人近了身。一袭青衣自林间漫步而出，随着这人影不断前进，连黑雾都消散了几分。阁下若要出山，请勿要来我北地滋扰百姓。这人越走越近，周身似乎有日月星辰环绕，一条金龙于其身旁若隐若现，他的面容隐藏在一道神光之中，令人看不真切。而黑雾中的身影也终于浮现出来，那是一只通体赤红的妖狐，9条修长的狐尾像是开屏一般铺满大地，9道灿金色的锁链贯穿进狐狸的身体，将其牢牢地锁在地面之上，动弹不得。只不过此时锁链之上已经布满裂痕。哈哈哈！九尾狐传出桀骜的笑声，大声向那道人影质问道：如若我要是说不呢？阁下若是执意要来我北地，那可能就无法出山了。这人说话的声音平平淡淡，似乎在诉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九尾狐充斥着肃杀之意的眸子死死盯着来者，随后转化为惊疑不定。你走那人的老路？哈哈，那我依你便是。现在苍然山脉除了连接北地之外，还通往何地？人影淡淡的瞥了九尾狐一眼，中原红安州。随后就见这道人影化作星光点点，在空气中悠然消散。竟然只是一道化身。3位领主 BOSS 对视一眼，闪过一抹惊恐之意。哈哈哈，有趣！九尾狐肆意的笑声回荡在苍然山脉之中。明香院，宋琦一众人等占据了明香院中最大的雅间，而明香院的一众头牌此时也汇聚在雅间之内，为众人弹琴助兴。而献舞的小姐姐们则是明香院最近从西边寻来的舞娘，相较于中原与北地人，皮肤更加白皙，身材更加热辣，就连舞蹈动作都与宋琦之前来的时候开放了不少，穿着打扮更是清凉，看得丹盟一众大爷乐哈哈。一夜喝酒听曲观舞无话。第2日，宋琦骑着红云来到了万宝斋，掌柜的听见宋琦光临，直接从顶楼下来亲自迎接。由于又有了一批进货，所以宋琦此时腰杆分外硬气，大声询问掌柜最近有没有什么好货。却见掌柜神神秘秘的将宋琦拉到一处偏厅，打开暗格，取出一个宝盒放在了宋琦面前，专门为宋宗师搜罗的。哦，宋琦听见掌柜这么一说，瞬间来了兴趣。打开宝盒一看，是一本技能书，系统离人院7品武学，潇潇雨落离人院一代刀道大师的封刀之作，武者职业专属技能。嚯，这小介绍整得诗情画意的。掌柜的看宋琦来了兴趣，满脸堆笑，等着宋琦出价。随着游戏进度不断推进，宋琦对于往届的了解也愈发深入。现今版本似乎所有的东西7品就是封顶，在高等级的东西并不会出现，即便出现，
大概率也无法使用，比如说山河设计图。而小概率可以使用的东西，就比如宋琦最大的外挂八门遁甲，也是以残篇的形式出现。所以七品的东西就是明面上现在能得到最好的东西。虽然不清楚这招刀法的具体作用，但是宋琦也不想错过一招七品武学。在乾坤袋中摆弄了一番，宋琦先是拿出2个8品乾坤袋放在桌面上，打量了一下掌柜的表情，宋琦又拿出了1件8品法器与5件9品法器。虽然比较零散，但是这些物资的价值应该还在一本7品刀法之上。掌柜露出愉悦的笑容，与宋琦达成了此次交易。收起新的技能，看万宝斋似乎没什么其他新上的好货后，宋琦起身告辞，骑着红云来到丹盟驻点。毕竟宋琦作为丹盟的供奉，时不时的还是要来公司签到一下的。开了一间练功房，宋琦准备把技能直接学了。系统，你支付400经验学习离人院。你在刀道一途已经颇有建树，很快将刀法掌握。离人院7品武技，是战斗结束前最后一击的收刀技，在收刀入鞘的一瞬间，可以斩出一道无坚不摧的刀意，施法消耗至少50点气血。好家伙，这个技能算是正中宋琦下怀。现在宋琦日常战斗的刀法为劈柴刀法，拔刀前置既有化木，拔刀既有惊鸿，现在来一个收刀技，算是为宋琦的连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推门而出，宋琦正好撞上了来丹盟交任务的魏白。魏白看见宋琦，打了个响舌，说了一句哟，在呢。两人在线下见了一面之后，关系增进了不少。柯红淼路过，看见正在交谈的二人，愣了一下，插嘴问道：您二位认识？魏白亲切的点起脚，一把搂住宋琦的肩膀，说道：熟着呢。宋琦一掌拍掉了魏白的手，做出这个动作也算是难为魏白的身高了。宋宗师，我正好要去寻你。新月轩半年一次的拍卖大会今天下午就要开场了，昨日喝的太多忘记跟你说了，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拍卖会？宋琦思索了一下，刚来洪都府的时候，万宝斋的老板就跟自己提过一嘴，说9月份大概会有一场拍卖会，没想到就在今天。站在一旁的魏白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前段时间柯红淼在丹盟的这群供奉之间早就发了公告。虽然丹盟有一定的报销额度，但是魏白的手头也并不富裕，是没打算去凑这个热闹的。至于为什么柯红淼要邀请宋琦去拍卖会，那就是柯红淼觉得宋琦平安的救回自己侄子，自己还没想好用什么还宋琦的人情。一般的丹药法器，宋琦肯定是看不上眼的，所以柯红淼就打算去拍卖会上瞧瞧，有没有入宋琦眼的东西。那去看看也好，反正闲来无事，就当去凑个热闹。魏白看宋琦准备去凑热闹，就准备跟宋琦一起前去。毕竟以魏白的经验来讲，每次在往界里遇见宋琦，都能发生点好玩的事情。3个人3匹马，直奔新月轩的会场所在。柯红淼作为洪都府丹盟的管事，自然是有点面子。3人被安排到了2楼的一处雅间。说是雅间，但其实并没有隔断，只是相较于1楼的座位都挨在一起，楼上被划分出了几片视野良好且相对独立的空间。宋琦在楼上喝着茶，吃着水果，等待了一会过后，陆续有宾客进场。随着会场的大门一关，一位气质高冷、身材高挑的美貌女子款款走上拍卖台。客套了几句之后，拍卖会正式开始。感觉跟现实中的拍卖会流程没什么两样。第一件拍品就是一件7品法器，可惜是一把长剑，宋琦并不需要。有了第一件7品法器的暖场，随后新月轩又是几件7品道具抛出，拍卖的氛围逐渐进入高潮。只不过可惜，都不是宋琦太过需要的物资。接下来要拍卖的是一件藏宝图，虽然只是一块碎片，但经过我们新月轩的鉴定，此图年份久远，定然隐藏着天大机缘。啧，这主持人一看就是专业的，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作用的东西都能吹得天花乱坠。忙着跟魏白抢水果的宋琦抬头一看，突然一股熟悉感涌上心头。这个地图的材质似乎与当初在西川村村长徐发赠给自己的藏宝图有些相似。宋琦也顾不得跟魏白抢水果了，定睛向拍卖台上望去。果不其然，地图上的画风与自己手中那块碎片的画风如出一辙。起拍价1000两白银，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两。随着拍卖师的话音落下，场上发出一片“吁”的声音。虽然这是为数不多以白银作为交易的拍品，但在座的各位也没有谁是冤大头，愿意拿白花花的银子去买这东西。有这个钱，去明香院听听曲不好吗？宋琦四下打量了一番，看着没有出价，试探着举起了代表这个位置的号牌，说道：我出1000两。见到没有流拍，主持人也算是松了口气。例行询问有没有人出价之后，准备敲锤落定。没想到2楼却有反对声音传出：我出2000两。你的话让也很不喜。宋琦顺着声音张望过去，发现是一个年纪不大却满眼倨傲之色的少年。
那少年一身华服，身后坐着一群人手，显然是保镖一类的角色，看来头似乎很大。2100两，3000两，3100两，4000两。那少年似乎专门为了跟宋琦抬杠一般，只要宋琦出价，就直接往上多加到下一个1000两的档次。在少年叫到4000两之后，宋琦不再说话，反而是眼中有了一丝玩味之色。自己跟这少年并不相识，所以他也没必要专门跟自己抬杠。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少年手中也有一副残图。柯红淼看见宋琦熄火，以为是宋琦囊中羞涩，小声询问要不要自己代为出价。论起财富，洪都府里比他这个丹盟管事还有钱的人应该不多。宋琦摇了摇头，示意不必。既然这小子喜欢加价，那就让给他好了。宋琦向来是没什么花冤枉钱的习惯。少年看宋琦不再跟自己抬价，面露得意之色，对着宋琦摆出一副不屑的眼神。看见这一幕，宋琦嘴角勾起一抹让人无法察觉的冷笑。小插曲过去之后，拍卖会继续，不过仍旧没有什么吸引宋琦的东西。下一件拍品，7品武学身法落雷听雨，起拍价不限，但只支持以8品以上资源结算。宋琦瘫痪着靠在椅子背上的身体猛地坐直了起来，直视着拍卖台中的技能书。柯红淼一看宋琦这副模样，就知道这东西正是宋琦所需。就见柯红淼俯身在宋琦耳边低语道：“贤弟，此物便让为兄带你拍下，为兄一片心意，切莫阻拦。”宋琦知道柯红淼这是想感谢自己救了他侄子性命，也就不再多言。想在这种场合拿下这本7品武技，肯定的大出血一波。柯红淼既然有这个心，那宋琦肯定是欣然接受。5枚8品回春丹。柯红淼举起牌子，首先出价。回春丹这个东西在19章的时候曾经介绍过，算是当今往界超凡圈子里的一种硬通货。毕竟大多数宗师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或多或少都需要定期服用回春丹进行滋补。在柯红淼出价之后，楼上楼下不断有人出价竞争，瞬间这本落雷听雨的价格就达到了10枚回春丹以上。15枚回春丹。柯红淼大手一挥，直接把价格打了上去。回春丹这玩意，丹盟里还有的是。当价格上涨到这个份上，敢跟价的人就变得不多了。拍卖师在台上开始拱火，说着这本落雷听雨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妙。20枚回春丹。好小子，又是你是吧？只见此时出价的正是之前抢走了宋琦藏宝图碎片的少年。柯红淼冷哼一声，也是上了脾气。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直接把价格打上了40枚回春丹。在40枚回春丹的基础上，我再加一份7品灵药雷锋幻露。只见那少年站起身来，目光阴恻恻地望向宋琦这边，虽然是在出价，但语气中却充满了森然的威胁之意。柯红淼看着少年如此这般行事，也是勃然大怒，站起身来就准备继续加价，却被宋琦一把拉了下来。一份7品灵药再加上40枚回春丹，其价值已经超过了一本7品武技，继续叫价下去得不偿失。看见柯红淼被宋琦拉着坐了下去，那少年不屑地大笑了2声，对着宋琦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一旁混吃混喝的魏白都看不下去了，攥紧了小拳头，准备冲上去帮帮给他2拳。贤弟，你拦我作甚？这点钱为兄还是出得起的。显然柯红淼也被这少年气得不轻。宋琦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示意柯红淼稍安勿躁，随后轻声问道：这少年什么身份？这妖牛逼！银环山庄的少庄主，地主家的傻儿子，洪都府里有名的疯狗，见谁都敢咬一口。银环山庄。柯红淼看着宋琦面露不解之色，继续出声解释道：这银环山庄算是江湖上的超一流势力，据说有一位突破了第3境的老祖存世，但也不知真假。柯红淼话还没有说完，就瞥见了宋琦眼中一闪而逝的凶光，随后闭口不谈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不知道。宋琦向那少年身上看去，注视之眸的标记落在其上。小伙子啊，你是真不知道你宋爷是靠劫富济贫起家的是吧？第42章劫杀。接下来的拍卖会，宋琦也不准备参加了。这位银环山庄的少庄主似乎分外的小肚鸡肠，家缺心眼败家子。按柯红淼的说法，只要他觉得你招惹到了他，没什么实力背景的就直接打掉，而有实力背景的他也会用各种方法来恶心你，所以继续在拍卖会待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那少年看着宋琦带着柯红淼以及魏白离开拍卖场，非常开心的大笑起来，似乎在庆祝自己大获全胜。小伙子啊，你就笑吧，一会有你哭的。银环山庄的驻地并不在洪都府城内，而是在洪都府城外偏南一些的一处庄园，所以拍卖结束之后，这货大概率会出城回家。宋琦在留下标记之后，直接提前离场，骑着红云来到南门之外埋伏。
别看这个银环山庄吹得好听，什么超一流势力，传闻有第3境的老祖，这些都不被宋琦放在眼里。只要你那位传闻中的老祖不把你别在裤腰带上，那你今晚上可就得遭老罪了。洪都府南门外，在前往银环山庄的路段中部，一处1人多高的草丛之中，宋琦与魏白席地而坐，就连红云也卧下了身子，隐蔽身形。这种刺激的场面，喜欢凑热闹的魏白自然是一起跟了过来。宋琦也乐得有个小弟帮自己打扫战场。一块布被魏白摊开放在草地上，上面摆上了魏白顺手在星月轩带出来的瓜果零食。2人一马悠闲地分着食物，等着银环山庄一众人马出城。果然不出宋琦所料，在天色变暗之后，代表着那位少庄主的标记在地图上开始向洪都府南门移动。不多时，就快要赶到宋琦所在位置的附近。虽然伏击地点有了些偏差，但看标记的行进速度并不算快。宋琦在正在打盹的红云的翘臀上拍了拍，招呼他跟魏白起身，生意要上门了。驾！一道红色的闪电奔驰在荒野之上，银环山庄的队伍在前面已然隐约可见。驾！在宋琦的催促之下，红云的速度又快上3分，骏马奔驰之声很快就引起了银环山庄一众护卫的注意。银环山庄出行，闲人回避。看着快速奔行的宋琦2人，一名护卫大声出言呵斥，宋琦根本不予理会，直勾勾地冲向前方的车队。宋琦的身影在红云身上一跃而起，主驾驶位让给了在后面乘坐的魏白。开门！开！看着凭空跃起的宋琦，银环山庄一众护卫抽出兵刃，大声怒骂了起来。一时间，刀光剑雨直冲半空之中的宋琦。修门！开！一股如同实质般的气焰在宋琦周身环绕涌动，如同说刚开始开启开门，只是让宋琦肌肉膨胀，更加魁梧有力。那么打开2道人体门户，就产生了实质般的特效。双门齐开，20倍体质属性增幅，让宋琦此时的防御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变态般的惊人程度。所有的气血攻击打在宋琦身上，就如同凡人举起菜刀砍在坚硬的金属上一般，除了能听见当的一声响，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宋琦的系统面板中传来10数道提示音，粗略的扫了一眼，宋琦差点笑出声来。最高的一处伤害竟然高达恐怖的93点，不是哥几个晚上没吃饭啊？哥这给我搓澡呢。毫发无伤的宋琦轻飘飘地落向地面，主动钻进了一众护卫的包围之中。咕噜，吞咽口水的声音不断响起。一众护卫看着近在咫尺的宋琦，却没有人敢抢先出手。NPC 们没有面板，看不见自己对宋琦造成了多大伤害，但气血斩击在宋琦身上发出的金铁交鸣之声，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根本就没有破防好吧？如果他们有面板的话，想必此时会更加绝望一些。驾！死！魏白与红云的声音相继传来，只见魏白长枪一挑，一位侍卫就被魏白扎了个透心凉，身体被魏白手中长枪高高挑起，甩飞了出去。现阶段，魏白主修的枪法本就适合马战，此时有了红云相助，魏白也算是大展神威。杀！红云的身体调转，魏白发出一声大吼，再次对车队发起了冲锋，真还有点那种巾帼女将的味了。一众护卫如梦初醒，举起兵刃进行还击。枪！一抹寒光涌现，宋琦抽出好久不用的瑶光，一刀就将面前的一名护卫横刀截成2段。明夜的攻击特点过于鲜明，难免会留下很多痕迹，而不管是桦木还是惊鸿，都会在地面上留下太多刀痕，所以宋琦采用最朴素的劈柴刀法来进行战斗。啊！惨叫声不断响起，每一声惨叫传出，就会有一条断肢或一颗头颅被高高抛起。银环山庄此次出行，一共给这位少庄主配备了30名护卫，其中有3人是15级的精英 NPC。光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个银环山庄确实有些实力。不过这点人手，在宋琦面前可不够看。有了宋琦在前面当肉盾，魏白骑着红云游走在侧翼，可谓是杀了个爽。有了顶级坐骑相助，魏白体验了一波一枪一个的快感。眨眼之间，银环山庄的护卫队就死伤过半，3位精英 NPC 也被宋琦生劈了1位，其余2人也是个个带伤。驾！趁着众人鏖战，那位少庄主一脸慌张地在马车里爬到了驾驶位上，缰绳一拽就要驾车逃跑。2名精英 NPC 不要命一般发出攻势，想要为自己的主子争取逃离时间。你们俩倒也真是2条好狗。宋琦笑着大骂了一声，速度瞬间暴涨。神行！只见宋琦的身影一下子挣脱了2名精英，大步流星地向着马车追去。轰！宋琦的身影跃起，一道刀芒直中马车，将马车斩得4分5裂。前方拉车的马儿受到惊吓，发出道道嘶鸣，挣开缰绳，发疯一般的逃命去了。系统，你对魏瑞镇 LV15 造成800点伤害。名叫魏瑞镇的少庄主狼狈地跌落在地面上，手忙脚乱地站起身，脚下青光涌动，
又在乾坤袋里取出加速的符篆贴在身上，一脸慌张地向着山庄的方向逃命。宋琦看着魏瑞镇的模板，差点笑出声来。这小垃圾竟然连个精英模板都不是，这修为境界全靠加进阴石，用丹药堆上来的吧？现阶段所有提供增益的技能，基本上都是按照基础属性的百分比进行提升。如果人物的基础属性不行，光靠外力纯属白搭。所以，像魏瑞镇这种垃圾，即便把符篆贴满，都跑不过宋琦一只脚。魏瑞镇还没跑出去几步远，就见宋琦从天而降，一脚踹在了魏瑞镇的背心上，将魏瑞镇摔了狗吃屎。一个800的符号自魏瑞镇头顶飘出。这小垃圾可还真脆，总共只有1万点生命值上限。宋琦连气血都没有动用，一脚就踹掉了他接近1/10的生命值。魏瑞镇发出一声痛呼，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随后被宋琦一脚狠狠地踩在头顶，按进地面一顿摩擦。打得好，给我也打2下出气。远处，魏白虽然没有宋琦成单火力了，但是骑着红云速度飞快，正在带着几个 NPC 遛弯。这小逼崽子在拍卖场里可是太气人了。宋琦抓着魏瑞镇的头发，一把将魏瑞镇在土里面薅了出来，2个大嘴巴招呼了上去，崩飞了魏瑞镇一颗大牙。怎么样，还认识你宋爷吗？拍卖场里你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哑巴啦！宋琦一边说，又是邦邦2拳打在魏瑞镇小腹上。这2拳就算是魏白打的。放开我们少庄主！身后2个精英 NPC 大声呼喊，冲着宋琦冲了过来。宋琦回头查看，没想到一脸痛苦之色的魏瑞镇眼中闪过一抹凶厉之色，一张符篆自其掌心浮现，狠狠地贴在了宋琦胸口。一道爆裂之声自宋琦胸口处传出，宋琦整个人被熊熊烈焰所吞没。宋琦！远处的魏白惊呼一声，胯下的红云看见宋琦有危险，也是发出一声长鸣，身影飞奔着向这边扑来。魏瑞镇的身子被巨大的冲击崩飞了出去，躺在地上不停呕血，嘴里发出呵呵的沉重喘息声。随后他看着被熊熊烈焰吞没的宋琦，疯狂地大笑了起来，眼中充满了戾气。我记得你。魏瑞镇的马字还没有出口，就猛地睁大双眼，似乎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火焰之中，宋琦的身影缓步走出，面色如常，就跟没事人一样。诚然，在当前版本五行道法中，以火法的攻击为最。刚才魏瑞镇所用的是一枚8品爆炎符，制作符篆之人是一位法力高深的道士，即便是一位气血浑厚的武道宗师，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此符命中，也要非死即伤。但可惜的是，宋琦现在最不怕的就是火。在宋琦面前玩火的，除了最能跑的钟柴，其他人和兽、坟头草都已经3米高了。宋琦的身影在火海中消失了，随后魏瑞镇感觉一股冰冷之意在体内蔓延，血水止不住的在口中漫出，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地上。垃圾东西，总共才210点经验。宋琦冲着地面上呸了一口，低头将魏瑞镇的乾坤袋收了起来。哼，用的东西倒挺高档，还是7品的乾坤袋，啧啧。2名精英 NPC 看着魏瑞镇身死，目露绝望之色。这3个精英 NPC 都是银环山庄自小培养的死士，只为了保护银环山庄的嫡系血脉而存活。只见他们怒吼着向宋琦冲来，发出绝命一击。当！第一把刀被瑶光隔开，破定效果触发，这人身体一僵，就听扑哧一声，瑶光刺入前者的心脏。宋琦抽刀转身，大片的血花被带出。枪！归刀入鞘，离人怨。宋琦淡定地按着刀柄，转过身躯，一抹匹练的银光迸射而出，将第2名精英 NPC 截为2段。离人怨的威力不在惊鸿之下。卧槽，帅啊！拍马赶过来的魏白发出一声惊呼，原谅姐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往界里道士有道士的神奇，武者自然也有武者的魅力。这种短兵相接、生死一线的快感，是那帮狗在后面输出的道士永远体会不到的。几位头头脑脑身死，剩下的小弟开始四散逃命，但最终也只是多苟延残喘，几次呼吸。经验不多，总共也就6690点，手握61万经验的宋琦已然不把这点蝇头小利放在心上。魏白跟着宋琦爽杀了一波，此时正在大呼痛快，然后非常自觉地帮宋琦打扫战场，将尸体堆叠到一块。宋琦看着魏白帮着忙前忙后，自然也不会吝啬，地上有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让魏白随便拿。至于宋琦想要的东西，此时都在魏瑞镇的乾坤袋中。搜刮完战利品，2人将所有尸首堆在一起，一把大火下去，待到一夜秋风吹过，一切都将杳无痕迹。2人骑上红云，仿佛什么都没做过一般，面不改色地回到洪都府中。殊不知，千里之外，苍然山脉深处已然是兽潮汹涌。随着9条锁链被九尾狐一一挣断，
这位存活了不知多少年岁的神秘大妖终于脱困而出。洪都府内，宋家大宅，魏白进城之后就与宋琦分道扬镳，找地方喝酒听曲去了。而宋琦则是直奔房门，检查魏瑞镇的乾坤袋。首先是7品身法武技落雷听雨被宋琦翻了出来。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落雷听雨，你的悟性很高，很快就将其掌握。系统，落雷听雨7品武技，身形如电，飘逸如雨，适合短距离内腾挪躲闪以及瞬间爆发之用。你的身体灵活程度正 30%， 在10米距离内，你可以连续且快速的进行爆发突进，每一次使用的气血消耗下限为10点。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宋琦感觉有一幅图案在自己脑海中闪烁，一道人影如同雷霆一般在一处空旷的地面上穿梭前进。过了良久，宋琦脑海中的画面才逐渐消失。落雷听雨，呼的一声，宋琦的身影在原地消失，空气中仿若有一道雷霆一闪而过。房间大门被宋琦撞开，人影出现在院落之中。外瑞古德，这个技能也很喜欢。验证完技能之后，宋琦继续在乾坤袋中查看起来。2张地图残片被宋琦取出，果不其然，这个魏瑞镇手里原本就有一块残片，不过现在都便宜了宋琦。宋琦将自己的地图残片在乾坤袋内取出，不过3张残片似乎并不能拼凑到一起，这感觉像是一张9宫格的地图。不过也无所谓，将3张残片收起，宋琦又继续在魏瑞镇的乾坤袋里翻了翻。虽然里面的东西都价值不菲，但没什么稀奇的物件。此次最大的收获还是落雷听雨以及这件7品乾坤袋。到时候要是石小新的任务出现了什么变故，宋琦就准备把现在这个乾坤袋还给他。拿了人家东西还一直不干活，让宋琦感觉浑身难受。第43章受潮，洪都府之劫。苍然山脉外围，解封而出的九尾狐此时正懒洋洋地坐在一顶车架之中。这车架也不知道是在哪弄来的，而此时拉车之兽正是我们威风堂堂的明虎领主。尊上，我们现在去哪里？啊呀！车架内，九尾狐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弓起身子，前后扭动着抻了个懒腰。舒坦，这才是狐该过的日子。面对着明虎的提问，九尾狐思考了一番。这些日子，九尾狐共享了苍然山脉中3位领主 BOSS 的记忆，已经对现在的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直奔洪都府吧，让本座吸收了洪都府的神词神力，届时整个红安州都将成为本座的后花园，神都想要出手也来不及了。吼吼吼！听着九尾狐怪异的笑声，明虎的额头不自然地划过一滴冷汗。自打这位解封之后，就感觉越来越怪了，也不知道是被封印的太久，有些精神失常，还是原本就是这副性格。遵命，尊上。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啸声传出，苍然山脉中浩浩荡荡的异兽大军，如同黑压压的潮水一般涌向洪都府的方向。洪都府府衙一处正厅之内，整个红安州的头头脑脑齐聚一堂，面色沉重。吸溜，一声有些粗鄙的牛饮之声传来，打破了场内有些凝固的氛围。只见座位首席的左手边坐着一位头发花白但却精神矍铄的老者，此时正捧着一个大碗大口喝茶。坐在最中间的红安州周牧扫了一眼这位老者，露出一抹无奈之意。现在情况如何了？周牧沉声发问。下面一位武将模样的人拱手回答，禀周牧，据探子回报，苍然山脉异兽倾巢而出，直奔我洪都府而来。具体原因暂不明确，但沿途所有村庄百姓已尽数。虽然话没有说完，但在座众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最晚在今日日落之前，受潮将至洪都府城下。一时间，众人要么默不作声，要么窃窃私语，氛围降到了冰点。啪！那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猛地一拍桌子，将茶碗向岸上一摔，破口骂道：瞅你们一个个怂的那个逼样，太平日子过得久了，一群妖兽就把你们吓破了胆，一个个位居高位，此时却都默不作声，什么意思？难不成你们想弃城而逃，置红安州亿万百姓安危不顾？啊！老者的唾沫星子飞溅，喷了在座众人一脸。旁边的周牧用袖子擦了擦脸，抓着老者的手安抚道：阁老这是说的什么话？随后见周牧长身而起，一把抽出腰间兵刃，高声说道：洪都乃红安之首府，若洪都城破，神祠被毁，红安州顷刻之间化为人间炼狱。无论苍然山脉异兽为何出山，此战吾等必战，战之必胜。若有言退者，犹如此案。枪的一声，周牧一刀斩在面前桌案之上，桌案瞬间4分5裂。一众人等低手作揖。诺！苍凉的号角之声响彻洪都府，一队队带甲之士涌上洪都府街头。即日起，洪都府封城，所有人等回到家中，无事不得外出。东南西北4面正门，23道小门即刻封闭。战争的氛围
将城内冻结至冰点。不明所以的百姓们面带惊恐，纷纷躲回家中。中原之地承平已久，除了400年前的一次大乱，再也没经过什么战事。一张张通告被官府张贴于街头巷尾，没有文绉绉的词语，只有粗浅的大白话：苍然山脉益寿袭城，愿洪都府城内所有超凡之士伸出援手，共赴劫难。参与守城之人，洪都府均有重谢。正在府内炼丹的宋琦忽然收到了系统面板的通知：系统突发事件，苍然山脉益寿袭城。选项1，关我吊事，拍马就走。选项2，大义当前，共赴劫难。突然收到通知的宋琦手一抖，丹炉中的火窜起来3米多高。卧槽，什么情况？怪物攻城了！一瞬间，宋琦就联想到此次事件定然与龙哥的出走脱不开干系。龙哥呀，龙哥，你拍拍屁股走龙了，怎么最后锅甩到洪都府头上了？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用屁股想都知道，如果洪都府失陷，往届的世界格局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选项2，系统受潮洪都府之劫难。任务难度地级上等。任务类型全民主线。任务内容：恐怖存在于苍然山脉深处复生，欲使苍然山脉异兽袭击洪都府。若洪都府沦陷，神祠被毁，洪安州将化作人间炼狱，生灵涂炭。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未知，视守城贡献参与度而定。任务期间所有怪物经验翻倍。任务惩罚：若洪都府神祠被毁，所有参战玩家扣除1个等级，全属性下降 20%。评价：糟糕糟糕 ，Oh my god！ 卧槽卧槽卧槽！看着任务列表弹出来的任务，宋琦连着3句惊叹：这回真出大事了！还没等宋琦走出炼丹房，生物舱的智能助手就将语音接了进来：嘟嘟嘟，喂喂喂，有人在吗？听声音是好久未见的周衍，而语音正是在南府郡交流群中发起。在群内不断有人接入语音：洪都府被怪物攻城了，大家都在洪都府吗？我在，已经弹出任务来了，全民主线。宋琦沉声说道。其余成员也一齐附和。离台谷战役的10名成员此时全部在洪都府之中。太好了，大家都在。这次任务惩罚可太严重了，不过任务期间怪物经验翻倍，咱们可以去北城墙上汇合。现在所有超凡者全部可以上城墙参战。宋琦，你来丹盟，咱们丹盟的队伍已经在汇合了。说话之人是魏白。好。宋琦说完便挂断语音，起身牵了红云，直奔丹盟驻地。洪都府内一片肃杀之意，所有凡人百姓都已经躲回家中，洪都府的守军在街头维持秩序，为想参战的超凡者们指引去处。丹盟驻地内，一众 NPC 供奉与新加入的玩家们都已聚齐。此时众人看见宋琦，皆是面露喜色。现在的宋琦在战斗方面已经是丹盟的主心骨，而在玩家群体中，宋琦上个龙脉任务视频已经火爆出天际，所有人都知道宋琦现在一个人可以暴杀30多个精英怪。洪都府之劫是往届开服以来第一场大型多人战役，能跟宋琦这种高玩组成队友，极大的提高了存活率。要知道往届中一个自然日内2次死亡会永久扣除 10% 全属，惩罚可谓极其严重。宋宗师，柯红苗走上来拉住宋琦的手：战斗我不在行，这场仗要如何打，接下来所有人都听从宋宗师吩咐，包括我在内。柯红淼是个药罐子堆上来的宗师，虽然不善战斗，但毕竟也是超凡者中的一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以此时一把年纪的柯红淼也抽出兵刃，摩拳擦掌。宋琦点了点头，大手一挥，丹盟一众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北城门而去。当宋琦等人来到北城门时，受到了周牧的热情接待。系统，你发现角色毛运介 LV15。毛运介此时亲临一线坐镇，带着众人登上了北城墙。北城墙上放眼望去，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山人海。第一线没有凡人士族，只有超凡之人，但偌大一个洪都府，绝不至于只有这些超凡者吧？毛运介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面露苦涩之意。洪都府的大部分精锐都已抽调北上，此时只留下了小部分精锐人手，而城头上除了洪都府剩余的守城精锐之外，就只有一大批在江湖上名声不显的草莽之辈。他们虽是小门小派，装备简陋，武艺低微，但心中自有一股热血。值此危难之际，正是大好男儿上阵拼杀之时。而反观所谓的世家大族、江湖大派，因为驻地大多不在洪都府之内，听到风声之后，早就是拖家带口，仓皇逃窜。这帮畜生，一个个都他娘的该杀！宋琦眼中的杀意一闪而逝。此时，当以守城为要紧，除了这些 NPC 之外，参与守城之人就只剩下了宋琦这群玩家。
粗略打量下去，此时往届2000名先行体验官，半数都已汇聚洪都府之中。而余下的玩家虽然也想参与守城大战，但路途遥远，现在已然是来不及了。2000洪都府精锐，1000玩家，5000的江湖草莽，8000名超凡，这就是洪都府此时全部的守备力量。反观受朝，宋琦在城头站定，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遮天蔽日，仿佛世界末日。看着如此景象，周穆毛运介不惧反笑，大声道：“诸位不必惊慌，我洪都府护城大阵坚不可摧，我们只需坚持几日，神都自会解我洪都府之围。”看着毛运介面带笑容，宋琦心中默默叹了口气。毛运介或许并不知道苍然山脉中的情况，光领主 BOSS 至少就有3位，如若他们全部出动，这所谓的护城大阵能坚持多久？而且还有一位完全不知信息的恐怖存在。宋琦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苍然山脉深处的那道低吼。受潮愈来愈近，宋琦已经能隐约看清最前方凶兽那狰狞的獠牙。护城大阵开！城墙上道纹闪烁，一道乳白色的光幕将洪都府包围其中。黑压压的兽潮冲击向光幕，或撕或咬，发动着最原始的攻击。看着光幕将兽潮阻拦在外，城墙上发出一阵欢呼。只有在周穆身边负责操控大阵的道士面色黯然。那道士俯身凑到毛运吉耳边低声说道：“按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恐怕撑不到天亮，大阵就要被打破。”毛运吉神色微微一变，沉声问道：“你有什么建议？”贫道的建议是在深夜之后关闭大阵，短兵相接，这样大阵还能得以喘息，自发充能，循环往复之下，能多坚持些时间。如果任由大阵被击碎，那修复起来就不是1天2天的功夫了。毛运吉皱着眉，微微颔首。此时大阵之外，兽潮疯狂的攻击，大阵内众人也没有闲着，因为1000名玩家之中，差不多有800个都是道士。虽然大部分人都没有精英战力，但汇聚到一起也是威力惊人。玩家们此时大呼小叫，技能跟不要钱一样向外喷涌而出。这种前面有个天然大踢的仗，可谓是道士们的最爱。道法齐出，砸入兽群之中。然而兽群无穷无尽，悍不畏死，玩家们的攻击只是在大海中掀起了一朵浪花。周穆毛运介看着这一幕，却是面露喜色。洪都府之中何时汇聚了这么多道士？虽然看起来战力平平，但是这种大规模战斗中，可比武者的作用大多了。武者们看着道士们大发神威，也不甘示弱，纷纷掏出长弓向大阵外射击。宋琦定睛望去，城头中央有一位40岁左右、身着法器宝甲的中年壮汉，手持一把宝弓，不住向外射击。那箭矢力道惊人，附着着一股锋锐之意，每一箭射出都在大阵外发出轰然炸响，射翻数十头异兽。看这身手，已经不是精英 NPC 能办到的了。系统，你发现角色陆永元 LV17。陆永元似乎发现宋琦在注视自己，一边张弓搭箭，一边向宋琦点头示意。看陆永元感知如此敏锐，宋琦知晓这是一位领主级 NPC。洪都府内第一位领主级高手出现，宋宗师，宋宗师！城头上，宋琦感觉身后有人在大声呼喊，谁在叫自己？宋琦回头张望，只见万宝斋的掌柜此时正扶着腰，气喘吁吁，显然是一路狂奔来。这不是潘掌柜吗？找我有什么事？一张淡紫色的大弓被掌柜在乾坤袋中取出，送到了宋琦手中。宋宗师，老潘我武艺低微，能做的事情不多。万宝斋是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意，几百年风风雨雨没离开过洪都府，如今就全靠你们了。掌柜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显然是累得够呛。宋琦接过那长弓一看，正是万宝斋当初的3把7品法器之一。落月，品质7品法器，装备需求：筋骨劲，力量450，敏捷400。基本信息：攻击力500至523。属性加成：力量加52，敏捷加43。额外附加：气血伤害正 20%， 射击速度正 20%， 物理穿透正 20%。主动技：无双，屏息凝神，造成 200% 射击伤害，消耗气血100点，冷却时间1息。第44章鏖战。论属性，落月在7品法器中只能算是中等，远远不如明夜这种顶级法器。但这把弓承载的更像是洪都府的一种寄托与希望。掌柜略显肥胖的身体消失在人潮之中，只有大声的呼喊还能在嘈杂的人群中隐隐传出。这位宗师，这柄8品法器暂借于你，事后可要还给我啊！然而这一战也不知尚有几人能生还。宋琦虽然没有专门的剑术类技能，但好在基础属性够高，开启2道人体门户之后，再搭配上落月自带的主动技无双，
虽然杀伤力远远比不上陆永元这样的剑术高手，但也隐隐成为洪都府内第二稳定的火力输出点。与陆永元大片的杀伤不同，宋琦专设阵法之外，体型庞大的精英怪。只见宋琦剑如连珠，一发一发的向兽巢之中猛猛射击，一人堪比一支小型工兵团。一旁负责为宋琦打下手、搬运剑士的丹师，此时搬运的速度甚至都快要赶不上宋琦射击的速度。玩家们的攻势来得迅猛，退去的也快，气血、法力都可以通过丹药来补充，但是体力的消耗却只能通过打坐运功来恢复。经过一轮凶猛的火力输出，大多数玩家都席地而坐，偃旗息鼓。一众 NPC 也是个个气喘如牛，只有少数人等还能坚持开弓，不过威力也不如最初威猛。宋琦与陆永元一人立于城头西侧，一人立于城头中央，手中长弓弦如满月，杀得兽群鸡飞狗跳。远处周衍靠在一处角落，一边嗑药一边运功打坐，看见宋琦的身影还在猛猛输出，周衍不禁暗暗啧舌。宋琦这小子怎么一次比一次变态？陆永元也望向宋琦的方向，哈哈大笑着说道：“少侠，好剑法，好臂力。”他现在暂时被任命为洪都府守军统帅，本以为那帮江湖大派、世家大族都已经拖家带口的跑路，城中的江湖游侠里再无什么高手，没想到竟然还有宋琦这么个惊喜存在。将军过奖。宋琦爽朗一笑，予以回应。虽然不知道这陆永元是什么职位，但看穿着打扮，叫将军总是没错。随着又一箭射出，第8只精英怪惨遭宋琦射杀。在经验翻倍的 buff 之下，共计33600点经验入账。在开启2道人体门户之后，宋琦的体力值已经高达30万点，即便比起领主级 BOSS 也不遑多让，猛猛射到天亮都不成问题。这一幕要是让富婆看见，恐怕直接能激动到痛哭流涕。气血丹！宋琦大喊一声，手里火力不停。旁边的丹师眼疾手快的在瓷瓶中倒出一粒赤红色的丹药，塞进宋琦口中。一股暖流涌过，本已见底的气血得到补充。现在气血是限制宋琦输出的唯一消耗，但丹盟最不缺的就是丹药。随着宋琦与陆永元在墙头上大放异彩，护城大阵外的兽巢也躁动起来。兽巢开始向两侧分散，将战线拉得更长，变相的降低城头上砸下来的 AOE 伤害。而随着兽巢散开，宋琦眼睛一眯，也看清了最后方3位领主 BOSS 的身影：明虎、邪月、长青树妖。此时长青树妖并没有展开那身高上百米的躯体，只是保持着那天在洞穴之内的模样，安安静静的像一棵树苗一样处在一旁。邪月的身体大部分都匍匐在地面，夜色之下只能看清楚那一双猩红的眼眸。而明虎的身体本身就只是比普通老虎大了一些，放在兽巢的一众精英怪之中分外不起眼，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只普通小怪。宋琦一边保持射击，一边继续观察3位领主 BOSS。 夜色中3位领主 BOSS 的身后似乎有一辆车架，车架的帘子都拉着，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东西。然而当宋琦的目光向车架中打量时，却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苍然山脉恐不存在复苏。宋琦一瞬间想起了自己的任务面板内容介绍，车架里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好！明虎看着城头上宋琦与陆永元2位火力猛猛输出，而自己的兽子兽孙们却毫无进展。耐性最差的明虎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咆哮。只见明虎的嘴巴张大，一颗深紫色的光球在其口中旋转凝聚。好！明虎口含电光，深紫色的雷电光数自其口内喷涌而出，直直地喷射在护城大阵之上。滋滋，电光缭绕，雷电光束与护城大阵的交接之处瞬间化成一片焦黑之色，隐隐有裂纹浮现。好处上！城头上陆永元一声暴喝，手中长弓满满拉起，箭矢之上金光乍现，箭矢携带着惊人的破空声，直直射入明虎的雷电光束之中。轰！箭矢与光束交汇，气血与妖力四溢，明虎的爪子刨动着地面，眼看就要按捺不住冲杀出来。一道身影在车架之中悠悠传出：明虎，稍安勿躁。好！尊上，我们为何不一起冲杀上去，破了这护城大阵？车架之内沉默了片刻，说道：不急，城中有一个快死的小老头一直盯着我，没想到啊，这样的天地环境下，人族还有这样的武夫存在，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而且大于建国800年，难保那位没有留下什么底蕴，先试探一番再说。护城大阵之外，异兽的尸体铺满地面，然而兽巢似乎无穷无尽一般，源源不断地向护城大阵发起进攻。一只兽倒下，就会立马有另一只兽补上。护城大阵的光幕在逐渐变淡。此时周木毛运界身边的那位道士也是面色惨白，一副消耗过度的肾虚模样。毛运吉一头长发披散，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滚落，
显然是与战士们在一同战斗。周牧，是时候了，必须要将大阵暂时关闭了。毛运吉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此时城头上大多数人都已经经过一轮新的调息，状态重新恢复巅峰，是时候真刀真枪的干上一场了，否则护城大阵一破，再无周旋的可能。诸军！毛运吉涌动气血，锵的一声拔出腰间宝剑。只听他高声大呼：护城大阵能量衰竭，为保证大阵不破，必须先行将其关闭，令其恢复能量。接下来我等便以血肉之躯护我洪都。此战向死而生，大于万年，人到永昌。诺！洪亮的回答声响彻云霄，无一人言退，无一人言败。一众玩家似乎也被这种氛围深深地带入其中，双拳紧握，声嘶力竭。城头上7000余武者刀刃出鞘，铿锵之声不绝于耳。道士们默默向后退去，拉开安全距离。肉搏战一触即发。接下来是武者的主战场，护城大阵。关！乳白色的光幕缓缓消散，异兽如潮水般涌入城门处，数道小型阵法发动，牢牢护住城门不破。异兽们在城门处撕咬半天，发现并不能攻破城门，纷纷嘶吼着向上方的城墙上跃起。数十米高的城墙在这帮异兽面前恍若无物一般。只见兽群飞檐走壁，各显神通，嘶吼着涌上城头。吼！杀！第一头异兽嘶吼着跃上城头，庞大的身体滚动之间，将数名武者甩飞了出去。是一头精英怪。洪都府的城墙极为宽厚，所以城头之上空间广阔，以便于守军可以放手厮杀。随着第一道缺口被打开，越来越多的异兽涌上城头。我来！宋琦大吼一声，明夜抽刀出鞘，整个人如同鹏鸟一般一跃而起。落雷听雨！宋琦的身影如同闪电一般划破长空，在一众武者的头顶上穿行而过。只听扑哧一声，明夜狠狠地插入这只精英怪的背心之内。被一众武者包围在内的精英怪不好躲闪，火之意境的灼烧效果在其体内迸发，将五脏六腑焚烧了个干净。宋琦抽刀而出，不见血花，只有一股焦糊之味。血战，厮杀不断。野兽的嘶吼声，人类的叫喊声，兵刃的摩擦声不绝于耳。守城的成员之中，除了洪都府的2000精锐拥有精英模板的 NPC 不多，一众江湖草莽，大多数战力甚至不如配合默契的玩家。宋琦化身救火队员，直扑各路精英怪，明夜手起刀落，刀刀直奔要害，再加上一众 NPC 与玩家配合，即便是精英怪在宋琦手下也走不出几个回合。虽然丹盟众人所处的一片地带被宋琦守得固若金汤，没有任何怪物能越雷池一步，但整体上却呈溃败之势，守军防线不断向后收缩。好在有一位领主战力陆永元居中调度，才不至于全线溃败。不过陆永元混在一众友军之间，束手束脚，又要指挥军阵，一身战力被束缚了七七八八。此时已经有异兽撕开防线涌入城下。城下一众凡人守军在阵盘的护佑之下结成军阵，组成第二道防线。落入城下的异兽被层层军阵包围，厮杀在起。看着形势一片大坏，宋琦将全部经验投入等级之上，此时战力能涨一些算一些。14级、15级、16级，66万经验让宋琦的等级连升3级，此时仅剩14万2822点。升到17级的经验已经涨至30万。杀！升级完毕的宋琦战力再次小幅提升，一刀砍翻一只异兽之后，宋琦对着柯红淼大喊一声：器械丹，多给我一些。柯红淼此时满脸是血，不过不是自己的，都是异兽的血。这老小子虽然战力不济，但身法不错，抽冷刀子是一把好手，游走在战场边缘，已经砍翻了数头异兽。给，省着点用。柯红淼大手一挥，好几个瓷瓶向着宋琦飞来。省着点用，你小子这时候还这么抠门？系统气血丹8品丹药，短时间内快速恢复大量气血，相较于9品气血丹耐药性低，恢复效果更佳。谢了，回头明香苑请你喝酒。宋琦将几瓶气血丹收入乾坤袋中，原来给自己的都是上等货色，错怪你老小子了。贤弟，小心行事。柯红淼似乎看出了宋琦的打算，大声高呼。总这么在城头防守不是办法，宋琦除了劈柴刀法以外，全是大开大合的刀法招式，在一众友军之间打得宋琦束手束脚。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闪电，冲上高空。几张8品的增益符篆被宋琦自乾坤袋中取出，这是当时在青衣郊那几位道士手里搜刮到的宝贝。力量正 30%， 速度正 30%， 明夜风锐度正 30%。 就在宋琦身体高高跃起的一瞬间，一声大喊在稍远处传出。
只见城头一角，周衍身形狼狈，仍是手持着一件法器，向宋琦打出一道青光。宋琦，吃爸爸一招泥光术，道门7品秘法泥光术，被施法者全属性暂时提升 20%。宋琦的战力达到了自真龙赐福后的又一个小巅峰。红莲，业火漫天燃烧，化木的刀翼大幕自上空倾洒而下，无尽业火自怪物群体中熊熊燃烧起来。惊鸿，宋琦化作火焰流星坠落在兽巢之中。杀！裹挟着气血与业火的无尽刀芒团团甩出，有了8品气血丹作为储备支持，宋琦此时火力全开，将城下化作一片炼狱。红莲与各种增益效果的持续时间大多是1炷香，所以在1炷香的时间内，宋琦打算能杀多少是多少。1炷香之后，韦了就退回城上。有了宋琦在城下分担火力，丹盟众人压力大减，分出不少人手四处支援。是那个放走了龙脉的人族小子，一直闭目养神，跟个局外人一样的常青树妖悠悠开口道。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他的战力竟然增长如此惊人，看来龙脉给了他不少好处。3位领主 BOSS 中，只有常青树妖与宋琦短短的交手过一次，但是上一次的宋琦面对常青树妖还只能仓皇逃窜，没想到今日的宋琦在兽巢之中却如入无兽之境。3位，你们谁去把那小子解决一下？九尾的声音在车架里缓缓传来。这小子的业火克我，烦请2位了。常青树妖说完之后，眼睛一闭，继续装成一个树桩子杵在一边。你小子说的还真他娘有道理。常青树妖给出的借口让明虎与邪月一时间无力反驳。嘶嘶，邪月吐了吐猩红的蛇信子，扭动着身体说道：那就让我来吧。哼，难得你好心。明虎在一旁阴阳怪气道。邪月瞥了他一眼，没有回话。傻逼，老子就是想看看这小子在龙脉身上拿到了什么好处。邪月在心里不屑地鄙视了明虎一番，真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东西，怪不得你去拉车呢。第45章危机。强援，邪月的身影遁入地下，庞大的身体瞬间就消失不见。城头上，陆永元的瞳孔猛地一缩，向着火海中大声喊去：少侠，小心！只见陆永元张开大弓，仿佛视线能看穿地面一般，对着一个位置就是一箭射出。一个巨大的藤蔓不知在何处角落延伸而出，将射出的箭矢缠绕住，甩飞了出去。阁下还是不要多事的好。常青树妖的声音悠悠传来。陆永元眯着眼向常青树妖的方向打量。之前与那只紫色老虎短暂交过手，其实力似乎并不在自己之下。如今这个不显山不漏水的树桩子，竟然也有如此实力。再加上那头大蛇，阁老，您还不出手吗？陆永元低声询问身边的白发老者。此时老者老神在在的盘坐在军阵之中，似乎从头到尾没有动过一下。车架里的东西还没出来，不到我动手的时候。我老了，如若催动气血，便是最后一战。城下的年轻人不错，你也不错，可惜他学的刀，你学的剑。阁老睁开双眼，其中有神光涌动，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年事已高之人。只见阁老的目光在城墙之上四处巡视，似乎在找寻什么东西。城下，宋琦听到了在城头处陆永元的呼喊，手持明夜四处观察。只见上一刻还悍不畏死的兽巢，竟然不断在向后方退去，似乎是在让路一样。火海茫茫，宋琦视线受阻，什么都看不真切。突然，地面一阵泥泞，一股吸力向宋琦的双腿传来，这感觉跟当初与钟柴对战时一模一样。有什么东西在对自己使用土法？不过今日的宋琦早已不是当初。落雷听雨，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闪电，向上空直冲而去。轰！一只盘然巨物自地下破土而出，血盆大口伴随着浓浓的腥臭味道向宋琦袭来。龟刀技，离人月，刀意裹挟业火向血盆大口飞射而出。系统，你对邪月 LV17 造成1500点伤害。邪月 LV17，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78500280000，其余信息不详。是那头黑漆漆的大蛇，果然也是一位不亚于常青树妖的领主 BOSS。只见邪月完全无视了离人院的刀芒，径直让其飞入口中，血盆大口来势不减，是要将宋琦整个吞入腹中。落雷听雨，宋琦的身影在空中无形而生力，诡异地向地面坠落而去。死！邪月的一口终究是落空。只见邪月将刀芒吞下，咂巴了一下嘴，吐出一股黑烟。你这火焰的味道还挺够劲，怪不得那死木头不愿意来跟你打。邪月的声音阴恻恻，扭动着蛇手，一双猩红的眸子直视宋琦。呼呼呼！3道业火刀芒斩向邪月漆黑的身体，
只见几道白痕自斜月体表浮现，一些碎土掉落了下来。要坏！系统面上提示宋琦的攻击平均只有300多点伤害。宋琦最强的攻击手段火之意境，似乎对斜月并不怎么奏效。虽然单看面板，斜月的生命值不如长青树妖，但是打起来却要比长青树妖难对付得多。长青树妖乃是木属，一定程度上被业火所限制，而斜月似乎是土属，全身上下包裹着厚厚的岩石与土层，完全不怕宋琦的手段。斜月的身子猛然扎进地面，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宋琦所在的地面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一道道裂纹开始蔓延。一根尖锐的石刺突兀地出现在宋琦脚下，城头之上一片惊呼，似乎宋琦的身影已然被戳穿。由于斜月出手，所以受潮一定程度退去。城头上在陆永元的带领下暂时占据上风，将所有异兽驱赶了下去。此时所有人都在一边休整，一边注视着城下宋琦的战斗。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电光，闪烁到另一边，被刺穿的只是因为速度太快而产生的一道残影。十刺接连在地面突起，宋琦全力催动气血，运转落雷听雨，身影腾挪躲闪，穿行在斜月的10次大阵之中，可谓是险而又险。虽然屡击不中，斜月却毫不在意，在地底传出诡异的怪笑。城头上，周木毛运界身边的道士忽然神色大变，惊呼道：“不好，这畜生要土遁入城！”只见道士手中阵旗一挥，一道白光自城墙之上浮现，白光向外推行，将地上所有的异兽全部弹了出去，护城大阵再次开启。当然，被弹出去的还有在躲避10次大阵的宋琦。你干什么？陆永元猛地一把拽住那道士的衣领，怒骂道：“你没见到那位少侠还在外面？”道士被陆永元一把提起，同样一脸怒容。那你要贫道如何？放那大蛇入城吗？唉！陆永元恨恨地叹了一声，将道士扔了下去。护城大阵乃是单向，许出不许进。那你还等什么？还不打开大阵，放那位少侠进来？不行，若是那少年没有大蛇速度快，二者一起进来了，你要怎么办？本将军自可与那大蛇一战。你想怎么战？在洪都府城内与他大打出手，届时城中百姓死伤无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陆永元与那道士吵得面红耳赤，而丹盟之中一众供奉更是情绪激动。周穆大人，快放我们宋宗师进来啊！丹盟一众玩家看着这帮义愤填膺的供奉，全都哭笑不得。魏白拉助柯红淼小声安慰道：“放心吧，宋宗师没事的，大不了跑失就行了。到时候这帮 NPC 会被自动修正记忆，根本不记得宋琦死过一次。别吵了！”看着众人吵闹不休，坐在地上的阁老站起身来，一声大喝，就所有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让老夫出去把他带回来吧。阁老，你……毛运吉欲言又止。阁老这是准备用自己的命去换宋琦的命。阁老不必如此，贫道有办法。洪都府中本就布置护城大阵一道阵法，对地对空皆有准备。只不过很多阵法为善，费用颇高，加上洪都府并无战士，早已荒废。如今洪都府内有800同道在此，只需听从贫道调遣，不出1炷香的时间就能修复对地法阵。众人神色复杂，似乎这已经是所有选项中的最优解。不过宋琦可以坚持1炷香的时间吗？护城大阵外，宋琦一边跑一边跳脚骂娘：“我坚持你摸呀，我草！哪个煞笔给老子关外面来啊！啊！救命啊！”与背靠着城墙作战不同，此时无穷无尽的兽潮将宋琦淹没于其中，气血像流水一样往下掉。别说3瓶8品气血丹，就算把宋琦做成气血丹，气血都跟不上用。宋琦手持明液，浴血拼杀，早已经分辨不清方向。斜月的身体自地面钻出，看着深陷兽潮的宋琦桀桀怪笑。呼！业火熄灭，红莲的持续时间已到，各类符篆的增益效果均已消失，且这些符篆的效果都有内置冷却，短时间内无法重复使用。除了8门遁甲之外，宋琦的状态跌落谷底，只有163600点的血牛生命值支撑着宋琦在兽潮之中苦苦挣扎。城墙上，一众 NPC 看着宋琦的身影被淹没在兽潮之中，目光泛红，双拳紧握。终于，一声怒吼传出：“草了！老子的命就是他救的，老子看不下去了！有鸾子的，跟老子一起杀出去，把这位少侠救回来，大不了就把命还他！”这汉子纵身一跃，直接在几10米高的城墙上跳了下去，双脚在墙壁上借力，安稳着陆。只见他抽出兵刃，大吼一声，向护城大阵外冲去。操！老子的命也是他救的！2个、3个、10个、上百个，无数被宋琦救下性命的 NPC 涌下城头，任凭玩家们如何阻拦，也无济于事。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玩家，他们不知道还有人死了可以复活。在他们眼中，宋琦是救下他们性命，为洪都府而战的英雄。操！第一位玩家跃下城墙，大不了就跑尸呗，都在这看坤巴呢。杀！眼看数千名武者就要自大阵内蜂拥而出，一股寒意悄然在护城大阵外浮现，一颗颗雪花自半空中飘落。有火之意境护身的宋琦并未察觉到寒冷，但所有异兽的脚步却为之一顿。宋琦敏锐地发现，他们的攻击降低了，移动变慢了。雪愈下愈大，顷刻间鹅毛大雪倾盆落。三位领主 BOSS 齐齐抬头仰望天空，只见一抹不正常的云朵漂浮在半空中，上面几道身影若隐若现。大雪冰封300里，一道清冷的声音自云朵之上悠悠传来：贫道水月洞天云霞，前来助阵。宋琦抬头望去，云朵之上有一人在向自己挥手。定睛一看，不是多日未见的石小星，又能是谁？那这位定然是他的掌教师尊了。看这技能的威力，显然也是一位领主 BOSS。呼！一道狂风吹过，漫天大雪结成龙卷，在兽群之中肆虐。一道袅袅青烟浮现在护城大阵之外。贫道杨东山淮阳子，前来助阵。与此同时，金、木、水、土，除了被水法克制的火法之外，其余4类术法在四面八方的上空接连轰入兽群之中。贫道法海山玄橙子，前来助阵。贫道安青山净虚子，前来助阵。一道道身影通过各类遁法，在护城大阵之前现身。兽潮之中，宋琦忽然感觉脚底一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拽自己。宋琦下意识的一提脚，发现有一只手抓在自己的脚踝上。小友，不要抵抗，速速下来。老钟！宋琦面露喜色，随后身子没入地面之中。钟柴带着宋琦在护城大阵之前破土而出。贫道无量山玄机子，前来助阵。云霞真人的身影自云朵之上飘落，落于一众道士之前。一位领主道士，13位精英道士，皆为云霞真人故交好友。强援已至，14位道士衣绝飘飘，并肩而立，直面兽潮，一声轻喝传遍四野。人道永昌，云霞，你确定要参与进来吗？常青树妖睁开双眼，显然与云霞乃是旧相识。笑话，水月教授大于皇室册封，本座为水月教当代掌教，乃皇室供奉。如今你苍然山脉侵我大禹城池，杀我大禹百姓，还要本座袖手旁观不成？常青，本座念你修行100年，道行不易，速速退去，免得落得身死道消的下场。别看云霞真人是个女儿身，说起话来秀眉一蹙，那气势完全不输于男子。常青树妖刚说了一句话，就被云霞真人一大串对了回去，干脆眼睛一闭，开始装聋作哑。反正自己又不是老大，本来就是过来凑数的。城头之上，前去修缮对地大阵的道士去而复返，面露喜色，对着周穆高呼道：修复了，修复了！速速打开护城大阵，银珠未入城。随着阵旗一挥，乳白色光幕缓缓退去，城门大开，一众外出支援的 NPC 与玩家蜂拥入城。云霞真人看着城门关闭，素手一挥，天上那朵云彩飘然落下，钟柴拉着躺在地上跟死狗一样的宋琦上了云彩。众人的身影飘飘然的飞到了城墙之上。宋琦大神，你刚才很勇哦。一这石小星怎么一段时间没见说话这么机车呢？哎，什么勇不勇的，都是被逼出来的。城墙上，一众人等看着宋琦平安归来，发出如山呼海啸般的庆祝声。周穆毛运介亲自俯下身，将宋琦搀扶起来，高高举起宋琦的一只手，让我们庆祝少年英雄凯旋！啊！数千位武者扯着脖子呐喊，声音直冲云霄。一时间，洪都府士气高涨。今日便先撤下吧，小的们都伤得不轻，休养一番，明日再战。九尾的声音在车架内悠悠传出。今日除非自己出手，否则很难攻克洪都府了。九尾的目光似乎穿透了帘子，直视在阁老的身上。这副被封印了800年的残躯，九尾可不想他再添伤痕了。好！随着明虎一声咆哮，兽群如潮水般退去。胜！万胜！第46章斗江。城墙上，一具具阵亡战士的尸首被搬运下去，守城成功的喜悦已然被一具具冰冷的尸首冲淡。第一次近身交锋，800武者埋骨洪都，其中大多数人甚至连姓甚名谁、故乡何处都不得知晓。自古以来，战争的胜利都是用尸山血海堆积而出，悲伤的情绪在城墙上蔓延，随后便被愤怒的火焰所覆盖。现在还不是为死去的战友难过哭泣的时候，因为战争远远还没有结束。天色大暗，一众武者跌坐在墙头，
默默搬运气血，准备迎接新一天的黎明与新一天的战斗。护城大阵仍旧处于关闭状态，正在自行恢复能量，想来明早又是一场恶战。恢复完毕的宋琦又变得龙精虎猛起来，之前跃下城墙，在业火的火海蔓延之下，烧死了近1000头异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普通小怪，等级已经略低于宋琦，但在经验翻倍的加持下，还是为宋琦贡献了155600点经验出来。现在宋琦的总经验为298422点，还差一丢丢就可以达到17级，距离 1.0 测试版的等级上限已经愈发接近。宋宗师，一道略显粗犷的声音自宋琦背后传来。宋琦回头一看，是陆永元走了过来。此时陆永元已经打听清楚了宋琦的名字，所以称呼也从少侠变成了宋宗师。陆永元一身的铠甲与背后背负的长弓全部纹有深邃的纹路，在黑夜之中散发出点点幽光，看样子都是7品法器，一身装备比宋琦都要豪华不少。不愧是领主级的 NPC。 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我昨日观宋宗师在剑道之上颇有天赋，但是似乎没有学习过高深的剑术技法，我来就是想问问宋宗师有没有在剑术之上深研的准备。这陆永元什么意思？想教我技能？自然是想的，只是一直无缘得见高深的剑术技法，将军有何见教？正所谓技多不压身，虽然宋琦主修的是刀，但多一门远程输出的手段总归是好的。陆永元连连摆手回道，宋宗师言重了，见教不敢当。虽然陆永元作为一名领主 BOSS 现在站立在宋琦之上，但陆永元在宋琦面前却并不托大，完全以同辈态度自居。毕竟陆永元如今已年过40，而反观宋琦的年龄却不过20，在未来宋琦拥有无限的可能，超过他陆永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钻研剑术30余年，如今也算是略有心得，希望这些能对宋宗师有些帮助。陆永元在自己的乾坤袋中取出一本书册，交到宋琦手中。系统：陆永元剑术心得汇总。宋琦翻看书册一看，其中竟然记载了3份7品剑术武技，这太贵重了，将军。宋琦简直都要惊呆了，自己与陆永元之前完全是毫无交集，本以为陆永元就是看自己对眼，想要传授给自己一点技能，不过现在看这架势，估计把压箱底都掏出来了。陆永元摆了摆手说道，无妨，这东西写出来就是给人看的，如今宋宗师能多一份战力，洪都府便算多一分希望。陆永元说完就拱了拱手，告辞离开了。其实陆永元说的也是真心话，如今洪都府中算上自己与新来的云霞真人，满打满算就2位领主级战力，而反观苍然山脉那边则有3位领主级战力。目前洪都府之内只有宋琦最有希望能够牵制住多余出来的那位领主，所以陆永元也是直接传授了一些绝学给宋琦。至于宋琦能在下次参战之前领悟多少，那就只能看宋琦的悟性了。尽人事，听天命。陆永元回到军阵之中，暗自叹息一口气，这些儿郎们又有几人能够看见下一日的太阳呢？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武技无息剑术。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武技天坠剑术。系统：你支付400点经验，学习武技破芒剑术。系统：无息剑术，7品武技，羽箭射出无声无息，速度惊人，且威力远超正常射击，被命中单位但造成一定僵直击退效果，每箭至少消耗50点气血。无息是一种与劈柴刀法类似的基础射击法，但是作为7品武技，其造成的伤害增幅效果应该会远远大于8品武技。系统：天坠剑术，7品剑术武技，羽箭射出如天穹坠落于地面，造成巨大的冲击威力，每箭至少消耗50点气血。这一招天坠大概就是昨夜陆永元拿来一只清怪的大范围 AAOE。 系统：破芒剑术，7品武技，无坚不摧，无物不破，气血集中于剑手一点，以点而破面，具有极强的单体杀伤效果以及破甲效果，每剑至少消耗50点气血。这一招破芒大概就是陆永元与明湖短暂交锋的那一剑。当初陆永元在城头上向地下斜月射击，准备为宋琦解围，应该也是这一剑。盘坐在地面上的宋琦吐出一口浊气，脑海中各样格式的姿势不断闪烁，有用的知识再次增加了。看来这些应该是陆永元的得意之计，如果不是玩家面板，可以快速领悟技能，即便交给一位武道宗师，没有个把月，恐怕也难以窥得门径。宋琦嘴角扬起一抹笑意，仿佛已经想象到陆永元目瞪狗呆看着自己的画面。饶是宋琦的悟性很高，完全学会3个技能也过了2个多时辰，此时天色已经泛白，太阳自东方缓缓升起。宋琦长身而起，跃上城墙的最高处，向远处眺望。随后宋琦眼睛一眯，发现了一个小黑点正在徐徐向洪都府走来。小黑点愈来愈近，视野内清晰地浮现出明虎朱紫色的身影，此时他的身后正拉着一座车架，而黑压压的兽巢
则坠在车架后方非常远的位置，似乎并没有一拥而上的打算。宋琦看着拉车的明虎，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才几天没见啊，就变得这么拉了，现在都已经沦落为拉车的了。不过很快，宋琦就收敛了笑意。看这架势，车架中的那位存在似乎是要准备出手了。落月悄悄浮现在宋琦手中。吼！明虎的咆哮声自远处传来，城头之上瞬间一阵骚乱，兵器出鞘之声不绝于耳。一众在地上调戏的舞者长身而起，杀！嘶喊声在城头响起，不过众人却并未发现受潮的身影，只有明虎一虎一车孤零零地矗立在城下。操！狗娘养的，你瞎叫唤什么？老子还以为怪物又他娘杀上来了呢。嗨，我这不是以为他们过来了么？城里的那个小老头出来答话。明虎沙哑着嗓子对着城头喊话。陆永元推了推正在一边睡得鼻子冒泡的葛老，轻声说道：葛老，似乎是在叫你呢。葛老睡得正香，被吓了一个激灵，只见他晃了晃脑袋，精神了一些，随后佝偻着身子站了起来，骂道：大早上狗叫什么？给老子叫魂呢！小老头，本座劝你说话还是干净一点。九尾的声音在车架里悠悠传出。虽然你看着是个老头，但本座的年纪当你20倍的祖爷爷都绰绰有余了。操你娘个糟瘟的，老子就这么说话，不服你上来打老子！葛老翻身爬上前面的台阶，叉着腰对着城墙下面破口大骂。一时间，一众玩家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金色维也纳大厅，天籁之音不绝于耳。就算是祖安的顶级钢琴手，此时过来也只能甘拜下风。这老头只能说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系统，你发现角色葛恒 LV19。嚯！宋琦此时看着系统弹出的葛恒信息，若有所思。昨天就见到这个老头一直躲在军阵之中，不曾出手。由于距离太远，没有触发信息，所以宋琦一直以为这是个谋士之类的角色。如今看这架势，这位葛恒恐怕才是洪都府内的最高战力。而车架中的未知存在似乎早就发现了葛恒这位角色，二者之间互相在暗中制衡，所以昨天才都没有出手。够了，给本尊闭嘴！九尾觉得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听过所有难听的话都不如这短短几分钟多。此时九尾的声音完全丧失了往常的淡定从容，充斥着一股尖锐之意。哈哈哈！葛恒叉着腰仰天大笑。你们看，他急了。城墙上一众人等都被葛恒给逗笑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到底叫老子做甚？呼呼！车架内九尾粗重的喘息声不断传出。莫生气，生气伤身体。随着一阵剧烈的喘息之后，九尾平复下情绪。这老小子没几天活头了，就是在逼自己主动出手呢。不生气，不生气，你要死了，本座可还有大把日子可活呢。呼！明虎，你跟他说。操！明虎内心暗骂一声，合着说话你来，放屁就我来了是吧？我们尊上心地仁慈，今日不行攻城，只与你人族斗将，你我双方各出3位，3局2胜。若你们人族胜了，我们罢兵1日；若你们人族败了，我们也不要求什么。明虎害怕葛恒打断自己说话，本来半生不熟的人话此时分外流畅，一口气就将一大段话说完。葛恒面上露出一抹疑惑之色，不明白对方突然搞这出是什么意思。这帮畜生难道还能善心大发？只见葛恒在台阶上跳了下来，对着周木毛、运界等一众人说道：这种弯弯肠子老子绕不来，你们说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毛运吉沉思了片刻，还没开口说话，就听城下明虎继续大声叫喊：如若你们不答应斗将，那我便下令全面攻城，届时你人族子民死伤惨重，便全是你这小老头的责任。听着明虎的诛心之言，毛运吉神色一变，叹息了一声道：没想到这帮畜生的脑子这般灵活，竟然还会用这种阳谋。此时洪都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依托护城大阵，在城墙之上进可攻退可守。受潮固然可以强攻，但定然损失严重，尤其是云霞真人这位领主级道士前来增援之后。而九尾害怕自己法体受损，瞻前顾后，不肯亲自出手，所以综合考量之下，就想出了斗将这么个主意来，将人族的2位领主级战力引下城头，届时2人失去护城大阵作为依靠，只要将2人击败击伤，即便护城大阵开启，洪都府也失去了最大的火力输出，兽群的伤亡大大降低。若是能侥幸击杀其中1位，那洪都府更是唾手可得。再加上九尾想出来的诛心之言，洪都府这边不答应也不行，届时军心动摇，更是难以为继。葛恒听着毛运界的一番解释，面色分外凝重，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看来这是答应也不行，不答应更不行。云霞真人却在一旁朗声说道：答应下来也无妨，
我们多拖一段时间，神斗的支援便又进一分。可是毛运吉欲言又止，城内根本没有3位可以出战的领主级战力。无妨，只要贫道与陆将军2战全胜便可。陆永元虽然很想说一句你吹牛逼能不能别带上我，但大战面前又不能丢了士气，陆永元也只能信心满满的应和道：好。明虎的嘶吼声自城下传来，若再不出声，我便下令攻城了。随着明虎的嘶吼声传来，后方的兽巢蠢蠢欲动。慢着，我们答应你了。毛运吉高声喊道：你们谁率先出战？一根藤蔓自密林深处中探出，只听长青树妖的声音自远处传来：便由老夫率先出战。没想到竟然是一直摸鱼的长青树妖出来打了头阵。陆永元与云霞真人对视一眼，便见陆永元说道：金克木，此战便由我来吧。云霞真人与葛恒军士点了点头。此战陆永元获胜的希望很大。陆永元取下背后长弓，纵身一跃，便自城头上落向地面。吾乃大于洪安州洪都府督军大将陆永元，前方妖兽报上名来，本将手中宝弓不杀无名之辈。只听陆永元高声大喝，两军斗将，气势这边万万不能落于下城。好！一声沙哑而沧桑的低吼自密林深处传来，一道遮天蔽日的身影缓缓浮现，长青树妖高达上百米的躯干展开，无数枝叶在空中乱舞。长青！城头之上，道西凉气之声不住传来，似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庞大的巨物。昨日出手的明虎身材娇小，邪月虽然也是个大家伙，但是身体一直没有完全露出地面。而如今长青树妖的本体出现，着实将洪都府众人吓了一跳。长得大有什么用？活靶子罢了。只见陆永元张弓搭箭，一道金色箭矢向天穹直射而去，瞬间无数金光炸裂开来，化作漫天箭雨向密林中奔涌而去。卧槽！宋琦看着陆永元这一手，心中暗道一句：老陆你不地道啊，这么帅的技能你怎么不教我？第47章，我来。箭雨漫天，此时火力全开的陆永元一人堪比一军。陆永元的身影仿若一道流光一般穿行于无尽藤蔓之间，显然是有一套极为顶级的身法傍身。只见陆永元在穿行之中仍能稳健的张弓搭箭，箭似乎都能撕碎大地，将无尽藤蔓射得支离破碎。看来陆永元发现昨日没有领主级战力出手，一直在节省体力防备着，根本没有全力出手。长青树妖不住嘶吼，但却捕捉不住陆永元的身影。城头之上，叫好之声不住传来。虽然场中的大多数人眼力根本跟不上陆永元移动的速度，但是长青树妖的痛呼声不断传出，显然是陆永元占据了上风。然而能够看清战场局势的几人，此时全是面带隐忧之色。木鼠虽然不擅长战斗，但体力与生命极为旺盛。虽然此时陆永元看似占尽上风，但体力与气血却消耗严重。宋琦是场中为数不多能够看清局势的人，此时宋琦双眉紧蹙，因为宋琦发现长青树妖虽然怒吼连连，但树干上那道苍老的面容却不自然地浮现出一抹讥讽之意。宋琦在人群中一把拉过钟柴，低声道：老钟你看着点地下，小心那个邪月偷袭陆将军，一会情况有变的话，你土遁把陆将军带回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宋琦发现钟柴这老小子除了火法之外，对土遁之术极为擅长，造诣甚至不在领主级 BOSS 之下。钟柴面色一苦，心想你还真瞧得起贫道。不过钟柴还是听从了宋琦的建议，悄悄退至众人身后，身子一下子没入了土中。洪都府的对地大阵也是一样，许出不许进。城外战场，陆永元愈战愈勇，浑身燃烧着淡金色气焰，长青树妖几乎快被陆永元射成了马蜂窝。不过随着长青树妖身上一道浅绿色的神光闪现，只见长青树妖的身体快速的愈合起来。唉，宋琦长叹一口气，就知道这个长青树妖肯定是一身恢复技能。老陆这没出重伤，不好打呀。长青树妖身上的绿光愈发强盛，他置身所处的那片密林也好似活过来了一般，每一株花草树木都在对陆永元发起攻击。陆永元陷入了树海战术之中，似乎也是发现了自己的困境。陆永元蹙着眉，心想这么打消耗战的话，自己未必是对手。只见陆永元手中宝弓光芒大盛，浑身燃烧起熊熊气焰，一支与众不同的箭矢自乾坤袋中取出，搭在宝弓之上。一声大喝自陆永元口中传出，其手中宝弓仿若发出一道龙吟，霎时间金光四溢，箭矢仿若化作真龙直冲密林深处。箭矢化真龙，所到之处无尽之蔓一扫而空，直冲长青树妖本体躯干。长青树妖的老脸上浮现出一抹惊惧之意，大片大片的绿色光华涌动，形成一道帷幕阻挡在自己面前。轰！帷幕轰然炸裂，箭矢所化真龙直入长青树妖体内，一道惊天嘶吼声自长青树妖口中传出，
只见常青树妖的躯体疯狂扭动，瞬间化作一株小树苗，遁入地下之中。呼呼呼！陆永元站定当场，不住喘息，似乎这一击也耗尽了陆永元全身的力气。城头之上一片欢呼，随后戛然而止。只见常青树妖的身体再次浮出地面，虽然其躯干上出现了一处巨大的伤口，其中不住有乳白色的汁液涌出，但似乎并未能将常青树妖彻底抹杀。绿色的光芒不住在伤口处涌动，虽然并没有出现愈合的趋势，但始终是不再继续恶化下去了。陆永元瞳孔收缩，再次张弓搭箭，但是颤抖的手臂却出卖了他此时的外强中干。常青树妖一张深色的面孔，此时竟然浮现出一抹苍白之意，显然陆永元这一箭也彻底把常青树妖给榨干。此时一人一树均已无再战之力，人族此战便算作平手吧。常青树妖话音虚弱，陆永元虽然面色不甘，却也没有办法彻底击败常青树妖。突然一抹危机感自陆永元身下浮现，只见陆永元脚下一阵泥泞，身体便要向下沦陷。好畜生！云霞真人在城墙之上一声轻喝，素手一挥，那处泥潭便结为坚冰，勉强算是将陆永元保了下来。哗啦，冰面碎裂，陆永元提起最后一口力气向旁边闪身，一颗巨大的蛇头自原地破冰而出，血盆大口险些将陆永元整个人吞了进去。死死！邪月吐出猩红的蛇信子，目光悠悠地望向城头的云霞真人，似乎对于云霞阻止了自己的致命一击非常不满。操！这个畜生！城头之上叫骂之声连天，玩家之中显然是有几位祖安顶级钢琴手，虽然功力略微逊色于葛恒，但也是一瞬间就把邪月骂了个狗血淋头。无量天尊！一声道号在地下传出，只见钟柴自地下探出一只手，将陆永元直接拽了下去。当两人的身体再次露头，已然是出现在城墙之下。云霞真人的身影飘然落下，护在二人身前。惭愧，陆永元低下头，本是属性相克之战，没想到最后竟然以平局收场。无妨，待贫道斩了这妖蛇的狗头，这样一胜一平，即便最后一场不派人出战，也算是平局，不至于动摇军心。事实上，洪都府这边答应豆浆，也根本不是为了能让苍然山脉罢兵一天，毕竟大家都不可能相信畜生会信守承诺。答应豆浆，只是为了稳定军心以及拖延时间。云霞真人缓步向前，在场中站定。九尾的声音自车架内对着城墙上传出：“小老头，第一场便算作平局如何？”九尾的声音平静，似乎并不因为第一局未能取胜而恼怒，毕竟他们这边有3位领主级战力，而洪都府这边只有2位，3对2，优势在我。葛恒在城墙上不屑地回应了一声，算是默认了九尾的说法。双方的交流尚未结束，场中云霞与邪月便已打了起来。道士与武者之间的战斗天差地别，只见云霞的身影凭空跃起，那朵法器云彩出现在云霞脚下，拖着云霞飞上了半空。漫天大水城水漫金山之势向地面席卷而来，邪月的身子向地下一钻，不见了踪影。吐颗水，优势并不在云霞，但很明显，云霞的法力在邪月之上，邪月只能利用属性优势组织防御，对天上飘着的云霞造不成太多伤害。道法横飞，特效漫天，一人一蛇在天上地下打开了拉锯战，不过双方似乎谁都奈何不了谁。虽然特效看起来很炸裂，但是看时间长了就有些索然无味起来。云霞与邪月的战斗打到最后可谓是又臭又长，即便是道士玩家此时也完全分辨不出此时哪边是优势，像宋琦这种武者更是看得云里雾里。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宋琦还是能发现云霞的面色越来越白，喘息越来越粗重。妖蛇在地下畏畏缩缩算什么本事？你要是有胆子就上来与贫道决一死战。邪月在地下连头都不探出来，闷声回应：狗娘们，你要是有胆子就来地下与邪月大爷一战。云霞被气得满脸通红，在云彩上跟邪月对骂了起来，全然不复一直维持着的世外高人形象。石小星捂着脸，有些不忍直视场中画面。师傅这波装了大半天，最终还是露馅了。行了，车架里面九尾不耐烦的声音飘了出来，似乎也是有点看不下去了。第二场也算平局，小老头你说呢？葛恒虽然面有不甘，但也是看出来，此时云霞跟邪月的法力与体力都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再打下去难免又被这帮畜生钻了空子。可是第3场又该怎么办？云霞真人驾驭着云朵，骂骂咧咧的飘回了城头。虽然很不想承认与邪月打平，但是体力流失严重，已经逐渐驾驭不住法器宝云，若是再不退回来就要跌落下去。哈哈哈！人族可还有人与本大爷一战？明虎肆意的笑声响彻城头。若是没有人敢战，大爷我可就要下令攻城了！哈哈哈！事到如今，胜负对于苍然山脉一方已然无所谓，
消耗洪都府2位领主战力的阳谋已然达成。此时陆永元与云霞的战力已经是10不存1。洪都府城头之上一片黯然。虽然面对着明虎的肆意挑衅，众人皆怒火中烧，但看之前的战斗强度，众人皆知自己上去纯是丢人现眼。葛恒长叹一声，事到如今只能自己出手了。可是葛恒完全没有一战击毙车架内生灵的把握，所以一直跟对面僵持着。不过如今若无人应战，士气衰落之下，对方大举攻城，恐怕后果更加严重。到时候全线溃败，还是要葛恒出手。为今之计，只有重创车架中的生灵，洪都府方有喘息之机，等待神都救援。呼！葛恒深吸一口气，佝偻的身子站直了几分。然而还未等葛恒的身子移动，就见一道人影在众人的惊呼中飘然而落。宋琦手持长弓，腰悬宝刀，如谪仙凌尘。只见数张符转镜皆在宋琦面前燃烧起来。城头上，周岩与石小星齐齐挥手。这些符篆是二人压箱底的好东西，其中有一张来自石小星的符篆最为珍贵，7品重置符，可以重置被施法者品级不超过7的全部技能冷却时间。宋琦最重要的输出技能红莲冷却归零。城头上一位又一位的道士玩家身影浮现，所有增益技能一股脑的砸在宋琦身上。虽然相同种类的增益技能只取最高值，但800名道士增益的种类五花八门，硬生生的把宋琦各方面属性全给堆了上去。这里解释一下，玩家无法为太强的游戏角色施加增益效果，除非本身技能强度足够高，玩家与玩家之间同理。宋琦的常态状态下并没有与大多数玩家拉开过于离谱的差距。增益技能与符篆的效果可以相互叠加，但同类符篆不可叠加。不过所有增益的效果都小于1，不管怎么乘都不能给宋琦带来1倍的增幅。此时宋琦无比怀念龙哥的真龙赐符，800道士也不如龙哥当初的一道分身。呼！全部效果施加完毕，最终全属性大概提升了 50% 左右，算上2道人体门户，就是3倍4维加30倍体质，应当勉强有资格与明虎一战了。宋琦回头向大家做了一个感谢的手势，然后对着葛恒说道：“老先生，请回吧，此战我来。”很明显，宋琦已然在一旁发现了葛恒的为难之色。葛恒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并不能够自如出手。与其如此，不如让自己来试上一试。看似是1打1，但实际上自己身后有800名道士玩家做后盾，我们是800打1呀，混蛋！明虎听见宋琦的话，放声大笑了起来。前几天在苍然山脉里，这宋琦还被自己追得抱头鼠窜，如今竟然有胆子下来挑衅自己，哈哈，笑死大爷我了！就凭你也配跟本大爷一战？上次有龙脉护着你逃命，这次我看你往哪里逃！好！明虎口含电光，一颗大雷球向宋琦喷射而来。2道人体门户同时打开，宋琦的身上气焰喷涌，气势上竟然不输陆永元多少。城墙上，陆永元与阁老同时惊呼，没想到宋琦竟然隐藏得这么深。落雷听雨，宋琦的身影化作雷霆，向后穿梭而去，瞬间与明虎拉开身围。落月攻城满弦，一道箭矢射出，快如闪电。无双破芒，2道剑术技能叠加发动，直奔明虎面门。怎么可能？陆永元眼珠子瞪得溜圆，破芒剑术今日凌晨才传授给宋琦，怎么一大早上就能用来实战了？好！明虎脚踩电光，身影一甩，修长的虎尾甩到箭矢之上，将箭矢弹开。显然明虎的速度也是极快，而且根据明虎种种特效显示，这是极其稀少的雷属生命。明虎 LV17 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50000250000，其余信息不详。宋琦双眼一眯，明虎是苍然山脉中生命上限最低的一位领主，低防代表着一定高攻。而此时30倍体质的宋琦生命值正好是245400，与明虎基本相同，那就要看看谁的攻击更加猛烈了。第48章雷与火之歌，注视之谋。一道印记烙印在明虎身上，明虎的速度太快，仅凭肉眼很难捕捉，而一直看似充当坐标定位的注视之谋则在这场战斗中派上了大用场。在被注视之谋标记后，宋琦可以在较近的距离内感知被标记者的方位，即便不用双眼，宋琦也能敏锐地捕捉明虎移动的位置。慧婉雕弓，弦如满月，剑似连珠，无息剑术中间穿插交杂着无双与破芒。宋琦不断预判着明虎移动的落点，快速射击。一人一虎，身形均快如闪电，在城墙下方飞速穿梭。好！明虎口含雷霆，不断有闪电光球在宋琦周边炸裂。轰！一人一虎高速移动的残影终于停滞，一朵电花自宋琦胸前炸开，一支箭矢射入明虎胸膛。宋琦被闪电击中，
身体造成了短暂的僵直。而明虎被无双加破芒的组合命中，在一股大力的冲击之下抛飞而出，身体在地上翻滚了2圈，4只爪子狠狠地摩擦着地面，拉出一道数米长的痕迹。系统，你对明虎造成1500点伤害。系统，明虎对你造成1500点伤害。好！城墙之上，一众人等看着宋琦一箭将明虎射飞出去，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叫好声。实际上，这也是大多人第一次看清楚一人一兽快速交锋的身影。好！明虎一声咆哮，胸口的箭矢就被一抹电光挤了出去，随后电光在伤口处不断环绕，就见伤口快速的焦化，算是一种变相的愈合。卧槽，还有这种操作？宋琦头上飘过几个问号。明虎的血盆大口张开，一道闪电光束直奔处于麻痹状态之下的宋琦而来。落雷听雨，宋琦的身影再次化作雷霆，穿梭向一旁，显而又显的在闪电光束击中自己之前解除了麻痹状态，闪避开来。闪电光束被宋琦躲开，直奔城墙而去。城上与云霞真人一同前来助阵的10数位精英道士联合出手，一时间木盾、土墙、冰层重重阻拦凭空而起。轰！道法撞击，一阵地动山摇，场中烟尘四起。明虎这一击总算在撞击上城墙之前被一众精英道士联手拦下。哈哈哈！明虎肆意的大笑之上再次传来，似乎对自己这一击的威力极为满意。殊不知宋琦的身影已经无声无息的消失不见。红莲，惊鸿！宋琦的身影自烟尘中飞跃而出，周身雷霆环绕，手中明叶长刀缠绕业火，刀锋斩击之声恍若龙吟。是，明叶自明虎的身侧划过。轰！爆裂之声响起，伴随着明虎的惨叫，明虎的身体被高高炸飞出去。负8000，作为高攻与高敏的代价，那必然是提防。斩！宋琦一声大喝，明叶龟刀入鞘，火焰刀芒横飞上空。龟刀技，离人月！10数米长的火焰刀芒径直斩向明虎抛飞在半空中的虎躯，又是轰的一声爆裂声炸响。负9999。哦！明虎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洪都府北城头。宋宗师威武，打得好！又是一阵山呼海啸之声自城头传来。然而宋琦的连击远远没有结束，被收入乾坤袋中的落月再次浮现在宋琦手中，长弓拉满，漫天箭雨直奔明虎而去。嘶嘶嘶！一旁在地底暗中观察的邪月阴恻恻地笑了起来。邪月与明虎素来不和，只不过屡次争斗均是明虎占据上风，邪月对此不满已久。如今看见明虎被宋琦薄杀，心里简直是说不出的畅快。明虎这个蠢逼，只要在战斗中稍微占据一点上风，就会得意忘形。这回吃大瘪了吧？半空中被射成筛子一般的明虎突然一个翻滚，电光自其脚下浮现，只见明虎的身体竟然在虚空中凭空借力，脚踏惊雷御空奔行起来。城头之上，众人传来一阵惊呼：一头会飞的老虎，真是令人眼界大开。然而宋琦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当初明虎追着龙哥屁股咬的时候，自己就见识过明虎这招了。明虎的双眸之中尽是雷霆与怒火，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自己完全不放在心上的宋琦当沙包一样乱锤，简直是丢尽了虎脸。好！明虎仰天长啸，原本天际之上万里晴空，此时明虎与宋琦所置身的一方天地却突然乌云环绕。轰！轰！一道道雷霆自天穹之上劈落，宋琦的身影此时仿佛化身灵活的海燕，在狂风暴雨与电闪雷鸣之间律动。好！明虎的吼声再次传来，雷电密密麻麻，仿佛笼罩成一张大网，向宋琦笼罩而去。落月置入乾坤袋中，宋琦眼见避无可避，微微屈膝，右手按住明叶刀柄，化木，一张业火编织的刀翼大木在宋琦的头顶形成一个半球，紫色的雷霆，暗红的业火在宋琦头顶不足1米处激烈碰撞，城头上惊呼声四起，一众 NPC 看得瞠目结舌，而玩家们更是嘴巴张大。虽然宋琦在网界圈子内名声很大，全网热度也很高，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玩家并没有看过宋琦的视频，只是听圈内的朋友口口相传。再者说，博主剪辑视频肯定也是经过很多镜头优化，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其中难免有夸大的成分。而如今亲眼在游戏中目睹宋琦与明虎大战，众人才知道这哪里是夸大，明明是夸大还不够。宋琦的战力强大，不仅仅是来源于装备、技能组合、个人属性，更来源于意识对虚拟肉身的完美操控。随着人物属性越来越强，人物的速度、力量已经远远超出现世中人类的生理极限，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能像宋琦一样，始终对虚拟肉身进行完美的掌控。战场之中，雷霆咆哮，
业火奔腾，巨大的能量冲击自宋齐头顶炸裂开来，一道紫红交杂的冲击波成环形向四周扩散，狂风呼啸，走势飞沙。宋齐的身影被冲击波弹飞出去，不知道撞倒了多少树木，终于堪堪停下。明虎放肆的大笑自高空传来，雷霆闪烁，化作道道雷电巨蟒，劈落在宋齐身上。一时间，电光环绕，宋齐的头发根根竖起，面如黑炭，生命值哗哗的狂掉。宋齐的身体持续进入雷霆麻痹状态，动弹不得，一瞬间就被明虎下了2万多的血。哈哈哈！给爷死！明虎的身影自高空之中急坠而下，一只巨大的虎爪直奔宋齐胸膛。你可曾听闻这一招从天而降的紫虎掏心？吃！明虎的巨爪撕碎了宋齐身上的8品法器长袍，在宋齐的胸口留下了数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伤口之上电光缠绕，让宋齐的全身都止不住痉挛起来。而明夜也在虎爪命中宋齐的同时插入了明虎胸前，爆裂效果继续触发，随着一道剧烈的轰鸣声，一人一虎的身影全被弹飞了出去。明虎嘶吼着在地上翻来覆去的打滚，口中不断吐出道道黑烟，体内有一股灼热的气流在四处乱窜，似乎五脏六腑都烧起来了一样。宋齐的身体倒飞，摔倒在地上，明夜脱手而出，整个人过电一般抖个不停。烧死本大爷了！痛死本大爷了！明虎声嘶力竭的嘶吼声不断传出，一旁观战的常青树妖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被业火灼烧的滋味，他可是亲自体会过的。虽然伤害并不算太高，但是这骨痛劲才是只要人命的。宋齐躺在地上抽搐了一会，终于感觉自己的身体恢复了一些控制，嘚嗖地站起身。宋齐面无表情地站起身，身形闪动之间捡起了插在一旁的明夜，随后直奔明虎扑去。对不起，我是玩家，我没有痛觉。这或许是宋齐对战明虎最大的优势。明虎看着宋齐面不改色，气势汹汹的又向自己杀来，眼珠子瞪得溜圆，仿佛看见鬼一样。人族自古以来便这么勇的吗？这跟明虎所学的妖史学记载的不太一样啊。此时战场已经被拉得离城墙老远，大多人都已经看得非常模糊，不过像陆永元这样视野超凡的神射手却看得清清楚楚。只见陆永元伸出大拇指，一副自愧弗如的表情，赞叹道：宋宗师真英雄也。陆将军打成什么样了？对啊，这也看不见了呀，宋宗师还好吗？一众玩家也是纷纷抻长了脖子，想要看得清楚一些。只见钟柴啪的打了一个响指，一道符篆在半空中燃烧起来，虚空中投影出了一个大屏幕，播放着宋齐与明虎近距离的战场。该说不说，论逃跑、偷窥、摄影这方面的造诣，钟柴已然是在领主生命之上。666，一众玩家疯狂对着钟柴扣6，道术真是五花八门，玩家们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屏幕之中，宋齐披头散发，一身法器长袍已经被撕咬得破破烂，咬痕、爪痕遍布前胸后背与持刀的双臂，鲜血自伤口处不断溢出，整个人如同血人一般。明虎那边就更不好看，一身朱紫色的亮丽毛发已然焦黑一片，仔细打量，那全是被业火灼烧出来的刀痕。一人一兽，愈战愈烈，转瞬之间就化作道残影，厮杀一团。每一次身影分开，一人一兽的身上各自都要再添几道伤口。钟柴看着画面中的影像，眉头微微一皱，对着葛恒等一众人等做了个道揖，悄无声息地退至众人身后，身影没入土中。上千人围在大屏幕前，屏住呼吸，双拳紧握，现场简直落针可闻。虽然完全看不真切，但所有人都在内心之中为宋齐呐喊助威。云霞真人蹙着眉，虽然他是能够看清楚场间一人一兽的动作，但是对于武者却不够了解，完全分辨不出是谁占据了上风。只见云霞真人低声向一旁的陆永元问道：陆将军，你看场中形势如何？宋宗师胜算几何？陆永元也是看得眉头紧锁，刚想说话，就听见葛恒说道：打到这份上，战的已经不是功法招式，而是意志。这个孩子意志刚强如铁，刀斧加身而色不变，此战胜负已分。随着葛恒话音落下，就见画面中的宋齐怒吼连连，长发飞舞，手中明夜斩成道道幻影，杀得明虎狼狈不堪。明虎被宋齐劈飞出去，似乎浑身已经被烤熟了一般，散发出阵阵异香。宋齐喘着粗气，在远处站定，不停地吞咽着口水。妈的，这明虎好坤巴香啊，好想尝一口。明虎看着宋齐眼中冒出的幽幽绿光，不禁打了个寒战。从来只有虎吃人，何时听闻人吃虎？而且这人族当真不知疼痛吗？明虎看着宋齐身上只比自己多不比自己少的伤口，心中的惧意更浓了一些。此时此刻战到现在，一人一兽完全是短兵相接，性命相搏，
25万的血条已然是不足5万。蠢货！一道声音悠悠的自车架内传出，他那法器业火持续时间有限，你这蠢货为何一直与他近身搏杀？听着车架里传出的声音，宋琦神色大变。之所以宋琦一直保持着拼命三郎的势头，就是因为红莲只能持续1炷香的时间，没有红莲加持，自己只能靠几率触发火之意境，战力大打折扣。明虎听到九尾的声音，一对虎目之中闪过恍然大悟之色，随后4个爪子下面电光涌动，直奔上空而去。呼哧呼哧，虽然勉强飞起来了一点，但明虎却剧烈的喘息了起来。与宋琦疯狂搏杀了将近1炷香的功夫，明虎的体力已然消耗严重，而有修门加持的宋琦体力值则还略有富余。看着明虎逃窜的身影自半空中挣扎下落，宋琦双眼一亮，神行！宋琦的速度猛然飙升起来。明夜龟刀入鞘，一颗气血丹吞入腹中，源源不断的暖意滋润着宋琦干涸的气血。落雷听雨，惊鸿斩！宋琦的咆哮声有如滚滚雷霆，纵横四野。明虎的双眼之中充斥着绝望，生死相向之间，先生恐惧者必败。尊上，救我！明虎发出不甘的嘶吼。废物！车架之中，九尾赤红的双眸之中满是怒火。虽然很不想自己出手，但明虎却是苍然山脉里最听话的那一头领主战力，既愚蠢又出力，所以九尾也不想明虎就这么被宋琦击杀。一只火红色的虎尾悄然伸出车架的帘子，直奔场中的宋琦。赤红之色弥漫宋琦的双眼，一股死亡的危机瞬间涌上心头。然而惊鸿刀势已出，再无回转的可能，只有勇往直前。轰！一道重物落地声轰然炸响，一杆通体乌黑的长枪从天而降，将火红色的虎尾牢牢定固在地面上。哗！虎尾化作一团火焰，消散成星光点点。一道须发皆白的苍老身影站定在长枪之上，此时葛恒的脊背已不再弯曲，如同长枪一般挺直而立。老子当是什么东西？原来是头骚狐狸。第49章，我有一刀。武者之道，勇往直前，向死而生。对于身后发生了什么，宋琦完全不得而知。在宋琦眼中，只有刀与猎物。天地苍茫而一线，在这一瞬间，宋琦仿佛人与刀合，化作一条大龙。明虎的身影再次被高高的斩飞到空中。负18000！好！明虎绝望的嘶吼声传来，但是被抛飞至半空中的他已然再无体力反抗。邪月的身影滚动，似要破土而出。虽然与明虎并不对付，但眼下却不能看着明虎死于人族手中。常青树腰藤蔓延伸，直奔宋琦而来。云霞与陆永元的身影飘然而至，将所有攻击全部挡下。4位领主战力两两相望，此时均已战力无多。宋琦双目闭合，长身而立，手中明夜收刀入鞘。离人月！随着最后一道火焰刀芒飞射而出，明夜刀身的上的业火随之熄灭。不！明虎被团团业火自空中吞没，最后重重一声摔落在地面上。系统，你对明虎造成32000点致命伤害，明虎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1900 点，额外奖励经验 x2380 点。宋琦身上的增益效果产生的伤害，经过计算会把经验折算给施法者。系统，怪物攻城期间经验翻倍，你获得额外经验 x14280 点。系统，你进入顿悟状态，你的所有刀法熟练度正 15%。系统，你完成往界中首个领主生物的击杀，赋予称号神威。神威，你的伤害提升 8%。嘶嘶！好！邪月与长青看着明虎身死，一时间嘶吼不断。兽潮黑压压的涌了上来。城墙之上，众人神色一变，这帮畜生果然不可能守信用。明明是洪都府赢下豆浆，却还是发动攻城，跟这帮畜生拼了！兵刃纷纷出鞘，一众人手严阵以待。都给本座退下！好！九尾声嘶力竭的咆哮声自车架之内传出，霎时间天昏地暗，山河变色，无边无尽的恐怖威压自车架之内肆意而出。云霞与陆永元神色巨变，对面的邪月与长青树妖更是脖子一缩，全部归进了地下。兽潮来得快，去得更快。一瞬间，洪都府城下为之一空。钟柴的手悄摸摸地自地下探出，一把将横刀立的宋琦拉入了地面，打断了看似在悟道，实际在装波一的宋琦。随后，钟柴的手又悄摸摸地浮上了地面，不过这次抓住的是明虎的尸体。随着明虎的尸体消失在土层之中，九尾的愤怒似乎烧到了顶点。轰的一声，只见车架炸裂开来，一道火红色的身影自其中悄然浮现。那是一只人立而起的狐狸，
9条火红色的尾巴在背后探出，随着风轻轻飘动。九尾穿着人类书生的衣服，扮相儒雅。只不过此时的九尾面容狰狞，一双眸子已经完全被火焰所覆盖。呼！大风起，吹动着九尾与葛恒的衣袍。葛恒头也不回，大声喊道：“全部退回城内，开启护城大阵！”云霞与陆永元对视一眼，就见云霞催动着法器宝云，轻飘飘地飞上了城头。代代贫道，钟柴的身影在城门处钻了出来，一手拉着还在闭目沉思的宋琦，一手拖着更为沉重的明虎，呼哧带喘，显然是累得够呛。随着宋琦与钟柴被拉了上来，护城大阵缓缓开启。一众人等面色沉重地望向护城大阵之外，决定洪都府命运的生死之战。哈哈，还他娘有9根尾巴，真稀罕呢！葛恒站在长枪之上，对着九尾评头论足了起来。哈！九尾的口中发出野兽低吼，无穷无尽的烈火自其中喷涌而出，瞬间洪都府城下化作一片火海。与九尾的火相比，宋琦的那点火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只可惜宋琦此时正抱着刀，闭着眼靠在城墙的某处，并无缘的见如此盛景。葛恒的身影向半空中跃起，长枪直冲而起，落入葛恒手中。枪出如神龙，风云涌动，环绕四周，半点火星不可侵扰其身。熊熊的气血自葛恒苍老的身体之内奔涌而出。只见葛恒衰败的皮肤不断退落，花白的长发变成满头青丝，长风飞舞，神采飞扬。那丘壑纵横的面庞已然是风神如玉。哈哈哈！葛恒爽朗的笑声传遍四方，此时听起来如同30岁左右的壮年一般浑厚。他横枪立身于火海之间，放声大笑。他燃烧了最后的生机，重获最后的青春。老子姓葛名恒，祖上世世代代都是洪都府中的军士，如今埋骨在这洪都城下，甚好，甚好！哈哈哈！你这畜生，到了地下，莫要忘了爷爷性命！一点寒芒先到，枪吟传遍四野。城头之上，一众武者皆以双眸泛红。虽然很多人从未听过这位老先生的大名，但所有武者都清楚，老年武者回光返照，便是以命为绝唱，重现巅峰战力。纵天一战，何足惧哉？城上已经再也没有人能看清火海之中的战局，只有不断的轰鸣声、九尾的嘶吼声、葛恒的大笑声自火海中悠悠传出。火龙咆哮，热浪翻滚，即便隔着护城大阵，众人依然能感受到整个洪都府的温度都在不断升高。宋琦悠悠转醒，望着城外的一片火海，怔怔出神。随后宋琦发现了自己脚下明虎的尸体。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是很明显，葛恒已经与那车架中的生灵打了起来。看这个架势，即便陆永元与云霞恢复巅峰战力，好像都没有资格插手二人之间的战斗。宋琦皱着眉打量了一番，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干脆一屁股直接坐下，将明虎的寿丹掏了出来。系统：明虎寿丹，8品灵药。此物乃是修炼有成的虎妖一身精华所在，其中蕴含着其本源雷霆之意。虽是8品灵药，但却已远远胜出8品灵药。宋琦看着这枚朱紫色的寿丹，其上电光缠绕，极为不同凡响。虽然上次服用过赤血丹之后，系统面板提示过宋琦一段时间之内不要再瞎吃，但是语言模糊不清，也不知道究竟多久能再吃。只不过宋琦眼下已经管不得那么多，现在能提升多少就算多少，自己还有一刀未出。明虎寿丹被宋琦一口吞入腹中。系统，你服用明虎寿丹。系统面板在短暂的提示过后，仿佛卡壳了一般，没再弹出任何信息。而此时的宋琦耳畔仿若有惊雷轰然炸响，一瞬间宋琦险些昏迷过去。只见宋琦的双眸电光缠绕，脑海中尽是漫天雷海，一头朱紫色的猛虎在雷海中浮现，双眼中满是怨毒之色，直视着宋琦。系统，你遭到明虎怨念的反噬。操！你哥这家伙谁呢？活着我都不怕你，死了你还来能耐了？脑海中宋琦杀入雷海之中，与明虎再次厮杀起来。一股骨酥酥麻麻的感觉传遍宋琦的全身，让宋琦忍不住呻吟了出来。旁边的钟柴神色古怪地望向宋琦，嚯，这年轻人在这场合还能这样子的。随后钟柴看见了明虎身上被掏出来的洞，洞中空空如也。钟柴面色一变，随后只见宋琦浑身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传来，头发再次竖了起来。宋琦张开嘴吐出一道黑烟。系统，你降服了明虎怨念，成功吸收明虎寿丹全部能量，你的全属性加50，你的气血上限加1100。系统，你领悟初级雷之意境。初级雷之意境，
你对雷霆的亲和力以及抗性得到大幅提升，你的攻击会有一定概率附加雷霆伤害。钟柴看着宋琦，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卧槽，这小子牛啊！这玩意你都敢生吃是吧？宋琦看着化作地铁老人手机表情包的钟柴，呲着一口大黑牙，嘿嘿一笑。老钟，那啥，你有没有快速恢复体力的丹药？钟柴摇了摇头，能够直接恢复体力的灵药极其稀有，如果有的话，早就给陆永元与云霞用上了。你要干啥？体力打光了呀，想快点恢复下去参战。钟柴，你小子被电晕头了是吧？你看看下面那场面也是你能参与的。宋琦不再理会钟柴，闭目调息了起来。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而此时护城大阵外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葛恒已经很久没有再传出过笑声，反倒是九尾的声音在不断传出。哈哈哈，小老头挺不住了吧？葛恒此时已经完全落入了下风，他的年纪愈发衰老起来，从最开30岁左右的模样衰败成了50多岁的老者。九尾从头到尾都未尽全力，一直拉扯着，在消耗葛恒为数不多的时间。智力超凡的他自然不会像明虎一样傻乎乎的硬拼，一手熬老头战法被九尾用得炉火纯青。略微经过调息的云霞与陆永元站起身，准备杀出护城大阵之外支援葛恒。没想到云霞刚刚催动奇法器宝云，就听见葛恒的怒骂声自火海内传来：“滚！别出来送死！”葛老，陆永元不甘的高呼：“滚！”葛恒愤怒的咆哮声自火海深处再度响起。陆永元与云霞的身影被拦在了城墙之上，但没想到的是，却有1000道左右的身影在城墙上跃起。周衍的话音回荡在一众玩家之间：“咱们杀出去，给 BOSS 放点血，一个人打掉10点血，也能打下来1万血，让这个 BOSS 看看什么叫第4天灾！杀呀！冲！”在一众 NPC 不解的目光中，250者玩家一马当先，杀出护城大阵。滚啊！葛恒的咆哮声不断传出：“老先生，我等来助你一臂之力。”随着250者冲入火海，800位道士也倾巢而出，一发发威力不是很强，但目标极其明确的道术直奔火海中九尾的本体而出。此时的九尾已经大变模样，四肢匍匐于地面，9条修长的尾巴铺满天空与地面，庞大的身躯根本躲避不开玩家的攻击，或者说是不屑于躲避。蝼蚁！呼！九尾的口中喷出一条火龙，向地面横扫而来。一瞬间，玩家们便死伤惨重。然而剩余的人就像是没看见同伴的死亡一样，继续叫喊着向九尾的本体发起自杀式冲锋。我打到九尾了！19级君王退化面板虚弱状态，剩下所有信息全他妈是问号啊！这位玩家临死前爆出了信息。你们！葛恒双目赤红，看着悍不畏死的玩家们不知所措。第4天灾，冲锋！杀！葛恒握紧长枪，护在一众玩家之前，直冲九尾。见到此情此景，云霞与陆永元再次对视一番，飞身杀入火海之中。无量天尊！一众精英道士齐声低语，一同杀出护城大阵之外。城门大开，洪都府仅剩的1800带甲之士结成军阵，在一位副将的指挥下杀出城中。城墙上经过将近1个时辰的调息，宋琦终于恢复到巅峰状态。只听宋琦长呼一声：“柯管事，英俊何在？”不多时，柯红淼就带着英俊跑了过来。只见凤金雕此时也是一副惨兮兮的模样，显然在昨夜的守城战中出力不少。咻！金雕长鸣，宋琦直立于凤金雕背上，一身破烂的衣袍被吹得猎猎作响。系统等级提升至17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10点，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30万经验为之一空。宋琦将等级提升到17级，此时总经验只剩25782点，17级升到18级需要38万点经验。积攒下来的40点自由属性全部分配到力量上，此时宋琦的力量高达620点。然血术作为宋琦的最大底牌，他的爆发威力取决于施术者的体质，11章有介绍。如今宋琦打开2道人体门户，20倍体质高达9380点，这一刀能否直接清空宋琦11000点的气血上限？咻！凤金雕在高空中的鸣叫，将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吸引至上方。只见一道黑点正在高空中急速坠落。开门！开！修门！开！燃血术！呼！气血长河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已经破破烂烂的法器长袍再也承受不住这股巨力，4分5裂开来。赤裸着上身的宋琦从天而降，惊！轰！明夜出鞘，宋琦人与刀合，身化数百米长的雷霆巨蟒，
悍然向九尾斩落而下。第50章，英雄落幕。撤！快撤回去！打开护城大阵，放所有人进去。看着高空中飞射而下的雷霆巨蟒，葛恒等一众高端战力瞳孔紧缩，大声地呼喊起来。然而玩家们都没等这些 NPC 出声提示，就已经有人吆喝着向后撤退了。因为这一刀他们在宋琦的上个视频中见过，虽然此时的这一刀已经大变模样，业火化雷霆，但玩家们还是大致能分辨出来，这是宋琦的拼命绝招。好！火海之中，九尾的9条尾巴高高竖起，浑身的毛发似乎都耸立了起来。他在这一刀上嗅到了浓浓的危机气息。啊！宋琦声嘶力竭的咆哮声自雷霆中传来。此时宋琦的身体冲作巨蟒之首，面容之上满是狰狞。轰！巨蟒坠地，大地在摇晃，在颤动，狂暴的能量肆意而出，漫天烟尘，碎石飞走。嗷！九尾痛苦的嘶吼声在无尽尘烟中传出，天空中的云层似乎都被这痛苦的尖叫所戳破。九尾的身体不断缩小，最终化作一团红光，飞射而出，向着苍然山脉的方向仓皇逃窜。再次开启的护城大阵之中，所有 NPC 与玩家呆呆地站立在城头，全是一脸惊骇的模样，浑身颤抖，嘴巴张大。只见烟尘散去，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巨鹤横亘在洪都府城前。那巨鹤深有数米，其中仍不再有电光在跃动。眼尖的陆永元发现上身赤裸的宋琦此时正一头扎在土里，露出半截身子在外面，生死不知。一截修长而火红的虎尾正安静地躺在宋琦身边不远处的地方，而明夜则斜斜地插进虎尾根部的土层之中。远处九尾化身的红光已然消失不见，就连一句狠话都没有留下。他逃了。所谓活得越久，越是怕死。宋琦这一刀在九尾全力闪避之下，还是斩断了九尾的一条尾巴。原本就虚弱不堪的九尾，此时更是伤上加伤，所以九尾头也不回的就逃了。本以为在这种天地环境之下，人族只会比太古时期更加孱弱，但没想到在这种天地环境中修行的人族，竟然还能爆发出这样恐怖的战力。仓皇逃窜之间，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疯狂的攻击九尾。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位身着玄黑龙袍、手持天子剑的伟岸男子。啊！九尾忽然尖叫一声，怪不得那个人族小子一直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起初他还以为是这小子身上沾染着龙脉气息，但现在他终于想起了被自己尘封已久的记忆。啊！九尾丧心病狂地尖叫起来。鱼皇！800年前，他被鱼皇封印在苍然山脉之中。800年后，他又被鱼皇的传人赶回了苍然山脉。黑压压的兽潮如同退潮一般，快速地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我们赢了！一名武者喃喃自语，热泪不受抑制的流淌，打湿了已经残破的衣衫。胜！万胜！兽潮退了！这声音传遍大街小巷，传遍整个洪都。越来越多的百姓悄悄地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当当当当！路边上有军士敲着响锣，骑骏马环街呐喊：兽潮已退！自明日起，城中恢复原有秩序。承平已久的洪都府，在一次短暂却残酷的战火洗礼下，终于再次回归太平。城外，钟柴土遁而出，将宋琦的头在土里薅了出来。陆永元在一片废墟中找到了未曾撤出的葛恒。此时葛恒的样子已经比最初的时候还要衰老数倍不止，面如金纸，气若游丝。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撤回城内的人。他准备，如果宋琦这一击未能奏效，他便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发出最后一击。昏昏沉沉的宋琦在被钟柴拔出来之后，终于感觉好受了一些。此时的宋琦在燃血术 debuff 的状态之下，气血已经被禁用，11000点气血被足足用去了1万点。看来燃血术作为一个8品禁术，极限也就是到此为止了。气血禁用，失去了8门遁甲的加持之后，宋琦此时进入了最虚弱的状态，那感觉就像是强行被药了10次一样，身体完全被掏空。系统，你对九尾神火狐 LV19造成18万点断肢伤害。九尾神火狐 LV19， 生命模板君王退化，生命值状态虚弱，其余信息不详。九尾的来头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宋琦的想象，即便是给了他一刀，也没能得到九尾具体的信息。啊爸爸！宋琦看着系统面板上提示的断肢伤害，无力的叫喊了起来。自己砍在他哪了？看着宋琦在叫唤，钟柴以为宋琦是躺着不怎么舒服，连忙把宋琦扶了起来。而宋琦也终于是看见了自己的战利品，一条即使被截断，仍如火苗一般在跃动的虎尾。啊爸爸！宋琦费劲巴力的指着虎尾叫了起来。钟柴心领神会，
将虎尾与刀一并为宋琦取来。虎尾被放置在宋琦的手中，钟柴的目光忍不住泛起一抹艳羡之意。这虎尾可以说是绝世珍宝。系统：九尾神火狐的一条尾巴，其中蕴含着澎湃的火之意境，佩戴在身上可以加深对火之意境的感悟，同时可以加速气血与体力的回复。虽然系统并没有为这条尾巴定级，但虎尾刚一入手，宋琦就感觉到有一股暖洋洋的气息自掌心开始蔓延。尾巴是狐狸的一身精华所在，它存储着九尾所有纯善的能量，并没有像九尾的本体一般暴虐无常。短短的几个呼吸，宋琦就感觉自己稍微恢复了一些，起码可以开口说话了。系统：洪都府之劫已完成，你在守城战斗中做出巨大贡献，现发放奖励如下：基础奖励经验星号300000，天赐之力气运加200，七品法器外衣一件，七品法器长靴一双，请于毛运界处领取。奈斯啊！宋琦双眼一亮，作为一个全民主现行任务，经验上的奖励肯定不会太多，但是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宋琦的预料。主要是宋琦还是第一次做任务被奖励装备，此时的宋琦衣服已经彻底破了，鞋子也被干碎了一只，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远处跑尸回来的玩家们也是一脸喜色，有不少玩家刚一出来就直接倒在了九尾的火海里面。不过由于九尾直接带着兽潮跑路了，所以大家的装备都留在阵亡处的原地。玩家的魂魄中会携带神赐的神力，只要不是尸首被彻底破坏，都可以复原如初。除了几个被烧成灰的倒霉鬼，这一波基本上都并没有损失。而随着任务结算下发，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收获。此时玩家们三两成群，喜笑颜开，互相吹嘘着自己在刚才有多勇多勇。与玩家们的欢喜并不相同，葛恒处、毛运吉以及陆永元等人双目含泪，气氛一片悲凉。云霞真人暗自叹息一声，一抹青光涌动，打入了葛恒体内，富含生机的水之力滋润着葛恒干枯的身体。终于在云霞的治疗之下，葛恒终于睁开双眼，有了说话的力气。哭什么哭，老子我还没死呢！即便是声音微弱，葛恒的语气仍旧是那般霸气。那姓宋的小子还活着？宋宗师无恙。毛运借握着葛恒的手，低声说道：这小子命真硬，哈哈，嗨嗨。葛恒低笑了起来，随后剧烈的咳嗽着。葛老，葛恒摆了摆手，继续说道：叫他来见我。宋琦被钟柴抬了过来。此时的宋琦虽然恢复了一点力气，但仍没有办法自由走动。葛老，你要见我？云霞架起了法器宝云，让一老一少并肩躺在宝云之上。你小子比老子我强，可惜是个练刀的。葛恒指了指自己插在远处的漆黑大枪，努力的转过头，对着宋琦说道：老头子，我一辈子无儿无女，也没瞧得上眼的徒弟，但是我们家祖传的枪法不能失传。毛运介天赋不错，可惜一肚子蝇营狗苟。陆永元看似精明，实则糊涂透顶。远处毛运给予陆永元，一位州牧，一位督军大将，被葛恒痛批的啥也不是，眼观鼻鼻关心，无视了周围众人异样的眼光。所以老夫不放心把找传人的事交给他们俩。一本书册被葛恒自乾坤袋中取出，艰难地递到宋琦手中。虽然只认识你小子一天，但老子看人的眼光不差，一会把我的枪收了，给老子找个好徒弟。这葛老，宋琦艰难地接过书册，一时无言。葛恒这是把最重要的身后大事交给了自己。突然宋琦灵机一动，对着外围大喊了起来：魏白，你过来一下！外围丹盟一众人等心系宋琦，已经早早地凑了过来。只不过现在围在葛恒身边的都是洪都府里的顶层大人物，丹盟一众人等还不是太够资格参与进来。魏白听见宋琦的喊话，愣了一下，这里还能有自己的剧情？在所有的往届玩家中，宋琦就认识魏白一个耍枪的。虽然此时魏白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作为玩家，本质上拥有无限成长的可能性，总比自己大海捞针的找 NPC 要好。所以宋琦打算直接让葛恒看一眼，行就把魏白收下，不行那就自己再找。哪个是魏白？过来答话！陆永元扯开嗓子大喊了起来，丹盟一众人等手忙脚乱的将魏白推了过来。葛老，这是我的朋友，是一位枪道高手，你看看他资质如何？葛老眼睛一眯，陆永元将葛老的身体扶了起来。那女娃，你凑过来让老子瞧瞧。虽然魏白此时一身男儿装，但在葛恒这种人物的眼中，一眼就能看出端倪。看着宋琦给自己狂甩眼色，魏白虽然一脸懵逼，但还是知道宋琦将故事剧情触发到了自己身上。魏白对宋琦投递了一个感激的眼神，随后嘴甜甜的喊着爷爷，蹲在了葛老的身边。哈哈，好娃娃！葛恒干枯的手搭在魏白的手腕上，只见葛恒先是眉头紧锁，
然后双眼猛地睁大，仰天长笑了起来。哈哈哈！苍天不绝我葛氏传承，临死之前竟然能见到传说中的枪神体。女娃，你可愿意拜我为师？枪神体。宋琦与魏白作为玩家听得一脸懵逼，而周围一众 NPC 作为网界中的原住民，听说这句话之后，无不倒吸一口凉气。人族相较于大多数的生灵天生孱弱，但是在人类中却存在极少部分人拥有着特殊体质，而枪神体便是其中之一，天然对枪道有着极高的亲和力，修炼起来事半功倍，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在短暂的懵逼过后，魏白扑通一下跪在了葛恒面前，口中高喊师父在上，徒儿叩拜，随后哐哐地磕起了响头。好好好！葛恒连说3个好，竟然是老泪纵横了起来。魏白的身体被陆永元拉了起来，葛恒一脸欣慰地将手再次搭在魏白的手腕上。好徒儿，你的体质潜力尚未挖掘，让为师助你最后一臂之力。葛恒最后一击的力量没有用在九尾身上，而是将气血灌输到了魏白体内。葛老！在一声声惊呼之中，葛恒的手无声无息地滑落。魏白被自己扎紧的长发已然崩开，周身气焰熊熊，青丝乱舞。全属性暴涨的同时，2个技能提示出现在魏白的面板之上。枪神体，初级枪之意境。看着葛恒的双目彻底闭合，原本还怔怔出神的魏白突然伏在葛恒的尸体上大哭了起来。女生本就更为感性，虽然仅有一面之缘，却已有师徒之实。更何况葛恒也算是为魏白的觉醒奉献出了最后的生命。葛恒干枯而苍老的面容之上带着一抹挥之不去的笑意。洪都府外一处墓园，葛恒的尸首被埋入葛家的祖坟之中，按照葛恒生前的吩咐，不必拘泥礼节，死后直接埋了。魏白持弟子礼，亲自为葛恒下葬，而宋琦被以英雄的待遇抬进了城中。周幕府中一处房间之内，宋琦躺在床上怅然若失。葛恒真乃当世之英雄，往届的剧情真是令人深深的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房门被推开，毛运吉亲手捧着一身衣物推门而入。宋宗师，你的一身法器都已损毁，在下亲自在洪都府库房之中为你挑选了2件。宋琦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神。没想到自己还没有开口讨要任务奖励，毛运吉就亲自给自己送了过来。此时的宋琦已经微微恢复了行动能力，坐起身来对毛运介拱了拱手，客套了一番。玄羽御衣，品质7品法器，装备需求金骨镜，基本信息防御力383至402，属性加成体质加60，额外附加全属性抗性症 5%。 主动技玄玉身，释放技能后角色进入持续 0.3 秒的无敌状态，如果攻击强度大幅度超出承受上限，则无敌状态可被打破，但也可以大幅度降低伤害。施法消耗气血200点，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评价勉强入眼的东西。九云靴，品质7品法器，装备需求金骨镜，基本信息移动速度加15，属性加成敏捷加43，额外附加迟缓抗性症 15%。 主动技浮云，释放技能后角色的身体更加轻盈，移动速度增加正 30%， 可以进行短暂的低空飞行。施法消耗气血200点，持续时间10息，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评价同上。姓名宋琦，等级17 0380000，经验325782，主职业武者金骨镜，副职业丹师，技能猎手本能 52%， 基础剑术 100%， 无华金八门遁甲残篇开门劈柴刀法 65%， 化木刀法 27%， 惊鸿刀法 30%， 燃血术初级火之意境注视之谋混元炼丹术 5%， 铁骨功八门遁甲残篇修门离人院 17%， 落雷听雨 3%， 无息剑术 2%， 天坠剑术 1%， 破芒剑术 2%， 初级雷之意境。生命值9860，体力值19720，气血11000左元括号5100加5900右元括号，属性力量620左元括号508加72右元括号，体质493左元括号425加60加8右元括号，敏捷525左元括号419加63加43右元括号，智慧425左元括号417加8右元括号，精神431。自由属性点0，称号神威，装备玄羽御衣、九云靴、扶风、金芒古笔、金芒针、瑶光、青阳玉坠、明夜、落月。坐骑红云。评价：一只愈发强壮的超凡蝼蚁。
第51章远行。深夜，洪都府府衙之前灯火通明，所有参战的 NPC 与玩家齐聚于此，大摆流水宴席。虽有1000忠魂埋骨，但活下来的人还是要继续向前看。洪都府之内，所有酒馆茶楼叫得上名号的厨师全部被叫过来掌勺，一口口大锅之中蒸汽四溢，香味扑鼻。而今夜的主菜正是宋琦斩杀的明虎。此时宋琦一身浅白色劲装，脚踩淡青色长靴，腰间悬挂宝刀玉坠，而九尾的尾巴则被宋琦做成了一根腰带，系在腰间，红红火火，分外好看。虽然燃血术的 debuff 尚未消退，但此时宋琦已然可以行动自如。宋琦拒绝了毛运及位列上席的提议，在场中跟丹盟众人厮混成一团。魏白、石小星、周岩等一众与宋琦相熟的玩家也纷纷凑了过来。众人推杯换盏，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好不痛快。万宝斋的潘掌柜一脸醉醺醺，走路都有点摇摇晃晃，还是坚持过来为宋琦敬酒。宋琦将落月自乾坤袋中取出，想要还给潘掌柜，却被潘掌柜连连挥手拒绝。保公赠英雄，宋宗师你非要把他还我，那就是看不起我老潘。推脱不过，宋琦将落月收下，拉着潘掌柜一起坐下来喝酒。宴席一直持续到大天亮，众人均未动用超凡之力，全是喝得酩酊大醉。宋琦一身酒气，醉醺醺地骑着红云回到宋府，倒头大睡。生物舱内，宋琦起身，按照惯例开了一听快乐水，舒爽地打了一个嗝。随后宋琦打开电脑，开始下载整场洪都府之劫的素材。这一次宋琦没有做过多的剪辑，以自己的视角原汁原味地将往届中第一场万人规模的宏大战役还原出来。道法齐飞，武者喋血，领主斗江，怒斩明虎。只是可惜葛恒与九尾之间的战斗并没有能够录制下来。到最后宋琦从天而降，击退九尾，葛恒英雄落幕，含笑九泉。整个视频足足有8个小时，好在其中的大多数镜头都是直接导入，否则这个视频剪辑完，宋琦整个人都要直接猝死。不过仅仅是这样，并不能让没有参与战斗的人感触太多。宋琦又将整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以及主要人物全部标注出来，最后完成终稿，打开某音，点击上传。文案就是往届首场万人史诗战役洪都府之劫。温馨提示，该视频时长8小时，请在 WiFi 环境下耐心观看。看着视频上传成功，宋琦一阵怅然若失，似乎又沉浸到剧情之中。这一次战役的热度远远超出宋琦的想象，网上不只有宋琦一人在更新视频，原本很多不怎么发某音的玩家纷纷将自己的视角上传了出来。在宋琦的视角看到的是孤胆英雄，在广大玩家的视角看到的是一位位有血有肉的热血儿女。尤其是宋琦孤身一人被困在护城大阵之外，身陷灵无，城墙上上千武者悍不畏死的冲下去救援的一幕，让弹幕疯狂地刷起了泪目。猛猛灌了2口快乐水，宋琦勉强恢复了快乐。打开手机一看，魏白与石小星都在给自己发消息。魏白是在道谢，宋琦简单的回复了一下。然而石小星那边则是任务有了进展。石小星，宋琦大神，任务的线索已经明朗了，不过距离可能会比较远，很有可能会离开红安州，你时间方便吗？宋琦，我 OK 的。红安州之外的世界吗？宋琦的眼神中充盈着一些向往。自打登陆往届以来，一直在红安州境内活动，如今有机会出去可以探索其他区域，宋琦自然是求之不得。二人约定好时间，等石小星准备好之后上线出发。往届世界，宋琦众人庆功宴的当晚，一道万里加急的军情从北地传到神都，大于30万平叛大军全线溃败，大将军被青衣教天师阵斩当场。自此北地全境彻底落入青衣教之手，而大于对北地的第一次征讨也宣告彻底失败。朝堂之上，群臣躁动不安，少年皇帝6神无主。与此同时，神都外一处瀑布之旁，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身着白袍，剑眉星目，正在瀑布上方的一处悬崖遥遥俯瞰神都盛景，琼楼玉宇，仿若仙宫。如此江山，岂不让人留恋？男子负手，仰天长叹：可惜宦官作祟，奸佞当道，天子蒙尘。想我文某读书练剑20载，如今出山，自当匡扶朝纲，还大于天下，乾坤朗朗。驾！死！男子一勒马将，胯下白马发出长鸣。这一夜，文姓男子只身入神都，一人一剑杀进皇宫，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夜，神都之内人头滚滚落地，无一人是其一合之敌。第二日，皇宫之内金銮殿上一片血泊之中，9位上朝的少年皇帝在文姓男子的搀扶之下高坐于龙椅之上，朝中半数大臣已被诛杀殆尽。这一日，文姓男子官拜大将军，
大禹欲举国之力，征雄兵100万，出师北地，再讨不臣。一时间，征兵的诏书如同雪花一般飘向20大州的首府之中。北地，云州，首府太灵府，现已更名白玉京。青衣教天师负手而立，仰望天穹，只见紫微地心光芒大盛，一颗大星环绕其旁，呈拱卫之势。天师轻轻一叹，对着身后站着的数位道士吩咐道：“扩充兵源，入冬之前还有一场恶战。”一众道士低手称是。待到众人退去之后，只有老熟人星驰尊者驻留在原地。天师，余朝经此大败，还敢来犯？唉，天象有变，世事无常，你且先下去吧。龙脉的事情罪不在你，你不必一直记挂在心上，届时心生业障，再难寸进。是，天师。望着星驰尊者退下去的身影，天师悠悠一声长叹：“余皇，你的路没有错，但你的方式错了。家天下不可能有万世基业，这天下只有人人如龙，我人族方能大胜，人道方能永昌。哪怕尸横遍野，贫道也只能先请大禹赴死，还运于天下。”宋府，石小星在送走了师傅云霞真人之后，就来到了宋琦家，与宋琦会合。二人共乘着红云向洪都府之外的一处密林驶去。红云除了宋琦这位主人之外，共搭乘过2任乘客，一位是魏白，再有就是石小星。魏白个子小，但身材更加圆润丰腴。石小星身材高挑而纤细，不过本钱略显平平无奇，这波也只能说是各有千秋。路上，石小星将自己的任务内容娓娓道来。他接到的任务类型跟宋琦8门遁甲的任务有点类似，但是宋琦属于是搜集全篇，而石小星的任务则是寻找一份上古传承。其实以石小星现在的装备、技能以及属性来说，是有资格独自完成地级下等任务的。因为水月胶传承丰富，石小星现在一身的7品法器，而且丹药吃的不比宋琦少。论基础属性，只是略逊色于宋琦，但远超大多数玩家。不过石小星的战斗意识较差，遇到事情就容易手忙脚乱，所以不得不请其他人来帮自己分担压力。红云的身影风驰电掣，在石小星的指引之下，不到半天就到达了指定地点。那是密林中一处隐秘的山洞，山洞深处，一个巨大而古老的法阵陈列其中，散发出一股荒凉的气息，似乎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人踏足。宋琦下马，牵着红云跟着石小星进入山洞。面前的景象让宋琦啧啧称奇。这法阵是做什么用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双向传送法阵，只能观察出是向北方传送，但具体是哪里就不得而知了。石小星悠悠地说道。只见他在乾坤袋中取出一大堆宋琦不认识的晶石与液体，将法阵上一些模糊的纹路填充完整。一股玄而又玄的气息扑面而来，法阵上隐隐有光亮。走吧，应该可以了。宋琦牵着红云与石小星一同站在阵法中央。虽然不知道目的地通往何方，但想来只是一个地级任务，应当不会太过凶险。随着法阵上的纹路一点一点的亮起，一道横亘虚空的门户自上方打开，二人一马的身影被吸入其中。这是一段幽深而封闭的隧道，宋琦感觉自己像是坐在一辆无形的车架上，被一股伟力推动着前进。首次传送法阵的乘坐体验可以说是非常不好，一阵天旋地转，即便以宋琦的体质都产生了一种晕车的感觉。也不知道究竟传送了多久，宋琦终于在前方发现一抹亮光。啊！死！人的尖叫与马的嘶鸣传来，二人一马在那道光亮之中被高高的抛飞了出去，重重的摔落在地上。哦！红云在被甩出来之后，直接趴在一旁吐了出来，显然被折腾得够呛。而宋琦则已经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视野之中一片苍茫，大地之上银装素裹，鹅毛大的雪花不断飘落。二人一马显然已是置身于茫茫雪原之中。呕吐过后的红云清醒了过来，不断的交替抬起自己的马蹄子，似乎是有点动之忧。呼呼！石小星在一旁冻得不行，直接撑起了法力屏障，才面色稍缓。这才刚入秋1个月的天，到底是哪里会有这种大雪？不过宋琦有火之意境傍身，再加上九尾的尾巴，倒是不觉得寒冷。打开地图，也是一片白茫茫的地形，只不过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点缀在上面，永恒雪域。宋琦与石小星对视一眼，宋琦清晰地捕捉到了石小星眼中的迷茫之色。得，看样子石小星也并不知道这事啊。官网大地图只是一份大于境内的草图，只标注城镇与乡村的名称，像山川河流、平原这种地形的名字并没有放在上面。所以如果附近没有人类聚集地作为坐标，二人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而且此处在不在大于境内都已经是两说了。在地图上为法阵的位置留下标记，
以备回去的时候使用。而石小新则在一旁拿出一桶竹签，开始算上了卦。当然，宋琦并不知道石小新算出来个什么结果，总之最终就是向西北方向走就是了。天地一片苍茫，引得宋琦诗心大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还莫等宋琦想出下一句是什么的时候，就听见石小新的声音传来：“你看那是不是一座山？”只见视野尽头，一道略显模糊的雪山耸入云端，接连天地。没错，宋琦凝神注视，虽然看起来不太真切，但确实是有一座山。石小新的卦象果然有用，说不定任务地点就在山中。宋琦正准备加速前进，突然觉得脚下一僵，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破开雪层。宋琦的身影向旁边一闪，带有阵阵风雷之音。落雷听雨有一些偏向雷属的性质，所以在宋琦领悟了雷之意境之后，感觉身法更加纯熟了一些。一只通体晶莹的虫子出现在宋琦刚刚站立的位置。吃！宋琦的身影去而复返，明夜出鞘，一刀劈向虫子。负7800。面板提示弹出，这是一只名为雪虫的18级普通怪。虽然没有开启开门，但一刀下去竟然只砍掉这只雪虫2/3左右的血量。看来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之下，明夜的威力大打折扣。喝退！雪虫被宋琦一刀砍中，也不逃走，对着宋琦的方向就是吐出一口白色液体。好家伙，玩埋汰的是吧？宋琦的身影再次闪烁，避开雪虫吐出的液体，手起刀落将雪虫的狗头斩下。216点经验入账。雪虫的躯体即便被斩为两段，还在不住的扭动，不断有乳白色的液体在伤口处向外流出。那些液体洒落在雪层之上，冒出阵阵白烟，将雪层都腐蚀了一些。画面看得二人都有一些恶心。与此同时，二人脚下的雪层开始剧烈颤动起来。轰！一只又一只虫子破雪而出，小的1米长，大的数米长，密密麻麻，既分不清哪里是头哪里是尾，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只。似乎这一片雪地正是这帮雪虫的家。宋琦与石小新对视一眼，一前一后错位站开。只见石小新在后方手掐法诀，一道道冰刺在雪层下冒出，一道道雪刃在天空飘落。在这种环境之下，石小新主修的水法也算是极大程度的加强。论这种大范围的 AOE， 果然还是要看到是。宋琦则老老实实的充当前排，明夜舞的密不透风，没有一只虫子能冲过宋琦的防线。随着这些只有几米长的虫子前赴后继的倒下，又有一大批10多米长的巨虫自地下钻出。石小新面色一变，看这个体型就知道，这些10多米长的虫子都是精英怪。宋琦也开始认真起来，脑海之中不断冥想雷霆的形意。在佩戴上9尾的尾巴之后，宋琦对火之意境的感悟逐渐加深，发现了一些粗浅的控制方法。只需要在脑海中不断观想火焰，就可以加大火之意境的触发概率。触类旁通之下，只要观想雷霆，那么就会增加雷之意境的触发。两种意境之间既可以互相切换，也可以同时存在。不过眼下火被水克制，很明显火之意境的威力难以发挥。随着宋琦一声轻喝，明夜之上电光涌动，两道人体门户相继打开。明夜如同闪电长龙一般飞舞，劈柴刀法的破定与雷之意境的麻痹交替触发，即便是10多只精英怪也难越雷池一步。有了宋琦这个超级大 T 在前面，石小新在后面一边磕法力丹，一边放开手脚疯狂输出。不多时，10多只精英怪纷纷倒下，虫群被二人歼灭。宋琦收获了24192点经验。将这些8品兽丹取出，二人平分了之后继续上路。感觉上走了好久，但那座山似乎并没有向二人靠近。就在宋琦心生疑惑之际，只觉得脚下一僵，又是一只雪虫钻了出来。眼前的场景似乎于方才一模一样。宋琦与石小新对视了一眼，均是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第52章灯笼。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怪物，宋琦手起刀落，直接将破雪而出的雪虫斩为2截。虽然系统传来了击杀提示面板，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经验。这地方不对劲。看着虫群保持着一模一样的姿势冲锋过来，宋琦与石小新重复了一遍之前的操作，再次将虫群清了个干净。但是现在的二人丝毫没有玩家刷怪的喜悦，因为这些怪物一点经验都没有提供。宋琦皱着眉开始解剖精英怪的尸体，然后眉头锁得更紧了。这下子不仅是不提供经验，就连精英怪本该产出的兽丹都没的，仿佛只有第一波刷新出来的怪物是真实存在的。现在这波虫群感觉更像是投影。宋琦抬头向着远处的那座山望去，他就那样一直存在在那里，而宋琦与石小新对他的距离似乎从未发生过改变。看出是什么问题了吗？宋琦转头向石小新问去，很明显，现在这种问题肯定是道士处理起来专业对口。石小新也是眉头紧蹙，摇了摇头，
说道：“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来推演一下，继续走下去也是白白耗费体力。”话音落下，石小新在乾坤袋中取出4杆阵旗与一个刻满神秘符号的阵盘。只见石小新双手交替挥舞着4杆阵旗，那个阵盘就悬浮他面前的半空中，不停地旋转。宋琦看得头晕眼花，这种神神叨叨的学问简直令宋琦这个莽夫头大，索性拿出了一些水果，转身投喂红云去了。天寒地冻，红云鼻孔里呼出来的气都直接在空中化成白霜。宋琦心疼地拿出马刷，将红云身上的积雪扫落，早知道是这么个气候，就不带红云过来了。突然，宋琦灵机一动，将束在腰间的狐狸尾巴取了下来，系在了红云的颈间。死！红云发出一声舒爽的喊叫，很明显是暖和了起来。另一边，石小新忙活了半天，空中不停旋转的阵盘终于是停了下来。石小新看着阵盘上矫正的方位，长舒了一口气，对着宋琦解释道：“简单来说，这是一个以八卦为基础的幻阵，只需要按照阵盘的推演前进，应该就能找到出口。”虽然不解，但是宋琦大为震惊：“你这个是系统引导的知识，还是现实里懂一点？”虽然是以系统引导为主，但是如果你现实里一点都不懂的话，倒是这个职业你是玩不转的。该说不说，往届的设定还真是够硬核的。还好当初宋琦选择了武者这个职业，简单粗暴。在石小新的带路之下，2人一马又开始了行进。只不过这一次行进的方向完全与远处那座山背道而驰，阵盘不断地调整着方向，虽然在茫茫的雪原上完全没有方位之感，但宋琦还是产生了一种走迷宫的感觉。宋琦回头张望，那处雪山还是矗立在那里。2人明明已经走了很久，这到底是走了还是在原地打圈？没有再刷到怪物，说明我们走的方向是正确的。石小新出言解释道。宋琦点了点头，感觉石小新言之有理。但石小新话音刚落，宋琦就发现前方有一对碧绿的眸子正死死地注视着自己。那是一头通体雪白的狼，此时它正匍匐在地面上，要不是这一对眸子带有颜色，宋琦甚至没能发现它。小石啊，你这到底靠不靠谱啊？看着宋琦略带怀疑的眼神，石小新尴尬一笑，随后发现身前的阵盘剧烈地抖动起来。嗷！一声又一声狼嚎接连响起，雪地上一瞬间就布满了绿油油的眼珠子。4杆阵旗再次浮现在石小新手中，只见石小新笃定地说道：“出口就在附近，而且还在不断变换。我需要专心推演阵法，千万不要让怪物冲过来。交给你了，宋琦大神。”石小新一边说着，一边对着宋琦握拳比划了一个加油的手势，然后专心致志地闭目盘坐在了地上，一边保护石小新，一边清怪，有点难度。但是宋琦最喜欢有挑战的战斗。只见宋琦在石小新身前10米处站定，微微屈膝，右手按住明夜的刀柄。狼嚎声不断响起，一头一头雪白的身影向宋琦飞扑而来。2道人体门户开启，宋琦周身气焰翻腾，观响雷霆，化木，刀意大木组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电网，将宋琦身前化作雷池。电光闪烁，一头头白色巨狼抽搐着栽倒在宋琦身前。如果说火之意境的效果是爆裂、灼烧与蔓延，那么雷之意境就是麻痹与弹射。只见雷霆不住闪烁，像是闪电链一般不断袭击向受击者身旁的怪物。虽然雷之意境刚刚被宋琦掌握，威力尚不如火之意境强大，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显然效果要好上不少。这是一种名为双狼的18级怪物，看来石小新确实是找对了方向，因为这些怪物可以为宋琦提供经验。看着小弟们纷纷被宋琦拔刀砍倒，后面10几只体型壮硕的精英双狼再也按捺不住，冲了上来。随着精英怪加入战场，宋琦的压力大增，倒不是说打不过，主要是不能让怪物冲过去打断后方使小心的推演。好在双狼虽然有一些智慧，但这种智慧还没能高到在宋琦狂拉仇恨的情况下还去切后排。宋琦的刀芒连连斩出，加上雷之意境的弹射效果，将所有怪物的仇恨牢牢吸引在自己身上。有着修门的加持，宋琦也不闪不避，在被狼群团团围住之后展开激烈肉搏。终于在战斗快进入尾声的时候，石小新那边也是传来了好消息。只见宋琦面前的一处空间开始剧烈的扭曲，映射出了一种与眼前不太一致的场景。石小新在后面高声呼喊，攻击那处扭曲的空间，那里就是出口。随着石小新话音落下，就见他手掐法诀，天空中的雪花与地上的雪层都开始向半空中凝聚起来，组成了一杆巨大的冰雪长枪，向着那处扭曲的空间飞射而去。宋琦的攻击也接踵而至，只见明夜收刀入鞘，离人院斩出的刀芒切断了最后一只精英双狼的身体，与冰雪长枪一同斩击在那处空间之上。轰！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整片空间都开始摇晃坍塌起来，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壁垒被打碎一般。2人一马的身影浮现在一处雪山之巅。
山如银蛇狂舞，旗下云彩缭绕，片片雪花飘落，满眼尽是大好风光。不要说石小星这个女孩子，就连宋琦这种糙汉子都被眼前这种美如画卷一般的景色所震撼。双狼的尸体消失不见，只留下了10几颗圆滚滚的寿丹在原地。两人平分了战利品，宋琦则独享了34920点经验。系统，你发现门泉山，获得经验 X50点。门泉山，宋琦的双眼开始呆滞起来，猪脑疯狂运转，加载着某些已经快要遗忘的记忆。八门遁甲、赵四、王五、王麻子、北地、云州、门泉山，死去的记忆疯狂对宋琦发起攻击，让宋琦的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了起来。往界里不会有重名的山吧？此时欣赏完风景回过神来的石小星瞪大眼睛看着面色潮红的宋琦，瞬间在乾坤袋中掏出一张符篆，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贴在了宋琦的脑门上。大胆妖孽，还不现出原形！只见石小星身形一闪，与宋琦拉开距离，一柄法器道剑符现手中，发出幽幽蓝光。哎呦，你干嘛？猪脑加载完毕的宋琦回过神来，看着头顶上的符篆，一脸懵逼。啊，你没事啊？我还以为你是被邪祟侵体了呢。宋琦，咱就是说这个太专业了，也不是很好。吼吼吼吼！红云在一旁看着宋琦脸上被贴的符纸，笑出了猪叫。嘿，给你捡乐了是吧？宋琦在地上搓出一个血团，啪的一声砸在了红云的马脸上。死！红云不满地大叫了一声，四肢蹄子刨动，很快就撅起了漫天大雪，向宋琦扑了过来。啊，这下子可好，连带着一旁的石小星也被卷入了进来。二人一马左右开弓，互相丢起了雪球。很明显，石小星是南方的孩子，见到雪分外的兴奋，完全没有了平时温温柔柔的气质形象。就在二人一马打得闹闹的时候，一道声音悠悠传来：“诸位，玩完了吗？”宋琦与石小星的身体同时一僵，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一前一后站好了位置。红云更是一个大跳，直接躲在了最后面。出现在宋琦面前的是一个点着烛芯的白色灯笼，而且还是一个长着卡通四肢的灯笼。二人看着这位长着四肢还能说话，但是没有鼻子眼睛的灯笼，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这是宋琦自龙脉之后第二次遇见无法被系统弹出提示面板的生命。您 这位前辈怎么称呼？虽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灯笼是什么生物，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恶意，所以宋琦的语气也比较恭敬。我吗？灯笼的声音似乎带有一抹追忆之色。我是一个生前欠下太多人情，死后在这里还债的孤魂野鬼罢了，就叫我灯笼吧。宋琦与石小星对视一眼，有些面面相觑，这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位姑娘，你是为了云梦真姐而来吧？灯笼调转了一下方向，冲着石小星的位置问道。是的，灯笼前辈。灯笼听后身体向前点了一点，似乎是点头的意思。既然如此，那这本云梦真姐就交给你吧。石小星与宋琦再次对视一眼，均是闪过一抹疑惑的神色。这任务这么简单就完事了？其实本来应该还有一道考验的，不过看在你带来了八门遁甲传承者的份上，就算你直接通过好了。石小星面带不解，而宋琦的身体则是巨震。宋琦大神，他说的是你？石小星低声向宋琦问道。宋琦点了点头，石小星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不过没有再多问。这很明显涉及到宋琦的核心技能，再问下去那就不礼貌了。一本经书符现在灯笼的身前，轻飘飘地落入石小星的手中。石小星拿着经书打量了一番，随后面色一喜，将经书收入了乾坤袋中。任务结算了，假评分。多谢你哦，宋琦大神，尾款等你结束我们再谈吧。宋琦摆了摆手，示意不必。一个7品乾坤袋已经足以支付本次任务的酬劳，自己也并没有出多大力，只能说是凑巧。换个角度来讲，宋琦还要感谢石小星一番，要不然这门泉山宋琦还不知道要找多久。这位姑娘，你请回吧。灯笼对着石小星下了逐客令，转过身去向山顶深处走去。八门遁甲的传承者，随我来。这石小星一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自己要是走了，宋琦也不会用那个传送法阵呀。那个法阵我也会用，姑娘不必担心。前方的灯笼看见宋琦没有跟上来，似乎知道二人在担心什么，转过身来对石小星说道。对了，还有那个马衣并带走，我这没有养马的地方。宋琦挠了挠头，牵过红云，把马缰交到石小星手中，说道：那你就先回洪都府吧，红云就麻烦你送回我家了。死！红云又是不满地叫了起来，这人总是丢下自己一个人出去瞎浪，本小姐相当的不满。摸了摸红云的鬃毛，宋琦猛猛地向红云嘴里塞了一个他最爱吃的大苹果，场间就只剩下红云吧唧吧唧的咀嚼声。
宋琦将九尾的尾巴取下来系回腰间，随后石小新牵着红云走上了不远处的法阵，对着宋琦挥手说再见。随着法阵光芒一闪，石小新与红云的身影消失在了法阵之中。开门，修门，火之意境，雷之意境。年轻人，你很不错。前方灯笼面向宋琦，虽然他并没有眼睛，但似乎已经将宋琦看了个通透。宋琦感觉头皮发麻，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脱光了衣服被人送上解剖台一样。这个灯笼真的是 1.0 版本应该存在的生命吗？不必紧张，我没有恶意。灯笼的表面上褶皱了起来，似乎是在传达笑意。自那位建立人族大义统治王朝后，天地发生了改变。这些年来，有不少武者曾登上门全山，我也传出了不少开门的残篇。可是800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成功的开启人体门户，再次回到这里。如果再晚一些，我的记忆或许都要枯竭。如今，我似乎只记得开门、修门与上门的经文了。第53章，大梦万古。灯笼的声音中带着一些悲凉之意。灯笼前辈，晚辈可以问您一些问题吗？听灯笼的这个语气，八门遁甲似乎与大鱼开国的那位高祖皇帝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似乎又并非是高祖所创。否则为什么高祖不自行寻找传人，反而将传承留在了这里？还有，高祖建立大鱼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太多的谜团，宋琦想要让灯笼为自己解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很遗憾，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我的记忆已经枯竭了太多，就连我自己是谁，我都已经不记得了。不说了，随我来吧。灯笼的身体再次转了过去，短小的卡通双腿向山顶深处快速倒腾着。哦，对了，灯笼似乎想起来什么，一边走一边对宋琦吩咐道：八门遁甲的传承是需要考核的，不是白白给你，风险很大，很有可能会魂飞魄散。你要是不想接受考核，我现在就可以送你离开。宋琦，好家伙，您这忘性可真够大的。宋琦心中暗自揣测，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已经被考核坑死了，都没有收到来自灯笼的风险提示。前辈说笑了，我辈武者自然锐意精进，岂有贪生怕死之理？灯笼点了点身子，没再说话，继续吃力地倒腾着小腿。山顶之上也是白茫茫的一片，分辨不清方位。走了一会之后，宋琦发现灯笼停了下来，体表上浮现出一抹人性化的疑惑。只听灯笼小声的喃喃自语道：在哪来着呢？我明明记得就是这里啊。好家伙，连地方您都给忘了是吧？只见灯笼一个猛子扎进了雪堆里，过了一会在不远处的地方钻了出来。呼，就是这，没记错，太久没有开启，已经被雪埋进去了。年轻人，你沿着这个方向把积雪都清理一下。灯笼小手一伸，对着雪堆的深处指了一个位置。宋琦抽出冥液，气血涌动，化作人形推雪机，很快就清理出了一条路来。只见雪的深处埋着一座被石墙封闭的洞穴。灯笼倒腾着小腿跑了过来，手轻轻地按在石墙的一个角落上。只听轰的一声，尘封了无数年的门户自中间向两侧缓缓打开，烟尘与大雪漫天飞舞。待一切恢复平静之后，宋琦终于看见了石室内的景象。这是一处清幽的密室，除了正中央的一个蒲团之外，再无他物。坐到蒲团上，静心凝神即可。宋琦依法照做，随着石室大门缓缓关闭，黑暗完全将宋琦吞没。蒲团上散发出幽幽的光亮，宋琦感觉意识被拉入了无尽的虚空深处，失重感不断传来，目不能视，耳不能听，感知之内一片幽暗。呼，终于一抹光亮在意识深处浮现，宋琦如同溺水上岸的人一般，大口地喘息了起来。睁开眼，四周全是参天古木。这里是哪里？宋琦站起身，低头打量自己，突然神色一僵，自己的衣服已经大变模样，腰间的3把佩刀均已消失不见。万幸，乾坤袋还在。宋琦的意识进入乾坤袋中查看，装备都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凭空转移了。检查了一下人物属性模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系统界面中地图模板已经变为灰色，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宋师弟，你还在偷懒？身后一道娇斥声突然传来，只见一个穿着打扮与自己现在这身款式类似的女子风风火火地走了过来。平时练功偷懒，出来伐树也偷懒，今天咱们组若是伐不上100株檀金木，回去又要被执事扣资源了。系统，你发现角色妙秋桐 LV19，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这 NPC 为什么认识自己，还称呼自己为师弟？自己这是穿越了？妙秋桐看着宋琦一脸呆呆傻傻的模样，捏住宋琦的耳朵狠狠地拧了一个圈。哎，疼疼疼！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耳朵上火辣辣的感觉传来，正常的痛感还是存在的，不会被屏蔽，还是让宋琦回过了神来。
还知道疼是吧？那还不快去干活！妙秋桐的河东狮吼响彻整片密林，惊起了一众飞鸟。周围一群少年少女看着耳朵被拧成麻花的宋琦，都开心的笑出声来。伐木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劳作，任务内容与神霄宗的同盟合作，在天黑之前伐木100株，任务时限5个时辰，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评价有这功夫你不如多打俩怪。神霄宗，这是自己当前所处的宗门。看着触发的任务面板提示，宋琦的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不过眼下并没有太多时间可供宋琦思考。在妙秋桐的呵斥之下，宋琦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捡起了自己身边的斧子。干活就干活嘛，那么凶干嘛？砍个树能有多难，还给出个旋级任务来。斧子一入手，宋琦整个人就是一呆。伐木斧，品质7品法器，评价上古时期大宗门子弟用来伐木的工具。这把看起来平平无奇，被取名为伐木斧的东西，竟然是一个7品法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系统没给出具体的属性数值，但在评价中却又给出了宋琦关键的信息提示：上古时期，自己穿越到往界世界中的时间上游了。靠！怪不得灯笼说会有魂飞魄散的风险，如果不能通过灯笼的考验，是不是就会整个人被困在这个时间线内，网游变单机，再也回不去正常的时间线了？应该不至于。宋琦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了起来，策划应该不会搞这么变态的任务出来吧？或许自己在这个时空阵亡一次，就会回到原本的时间线中，不过可能任务也就会宣告失败。灯笼的考验算是整个8门遁甲任务中的一环，所以没有单独的内容介绍。宋琦暂时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算了，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再说吧。多说多错，少说少错。宋琦现在只知道自己大概是穿越到上古时期，身份是一个名为神霄宗的宗门弟子，其他一概不知。宋琦干脆开始闷头干活，到时候好好观察一番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处境。宋琦卯足力气，抡起伐木斧，一斧头劈在面前的古树上。只听见当的一声金属碰撞之声传来，宋琦感觉双手被震得隐隐有些发麻。系统檀金木，品级不详，多作于建筑之用。宋琦看着面前仅仅被自己砍出一道白痕的檀金木，又是一阵发呆。品级不详，那就是超出7品的意思，那就是超出当前版本上限的存在。什么家庭用6品甚至以上的木头盖房子？还有，这整整一片原始森林都是这种木头。宋琦感觉自己这段时间的游戏观已经被彻底震碎。主时间线中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是跟7品沾边，就会在江湖上闹出一阵血雨腥风。而在上古，似乎只是烂大街的东西。稍远处，妙秋桐挥舞着一把大斧子猛猛出击，只见他回头一瞥，就又是发现了正在发呆的宋琦。宋师弟，你怎么还在偷懒？河东狮吼再次传出，宋琦吓得浑身一个激灵。在干活了，在干活了！宋琦抡起斧子，猛猛地砍了起来。怪不得眼前10多个15级以上的金骨劲武者都在伐木，却只定下了一天100株的 KPI。按照这个架势，只要有人偷懒，这一天100株的 KPI 根本完不成。眼看着太阳一点点向西方挪动，宋琦看着面前自己砍倒的3株檀金木，脸上浮现出一抹焦急之色。完了完了，又要挨骂了。身边的一众小伙伴劈斧的姿势都有模有样，很明显是有专门的技能傍身。宋琦一身技能全是刀法，此时一个斧头拿在手中，怎么用怎么别扭。四处打量了一番，宋琦来到了一处不易被人察觉到的地方，悄咪咪地打开了开门。打开2道人体门户的特效比较明显，被观察到指定就要露馅，而开门的特效只要不脱了衣服就很难被人发现。有了开门的加持，宋琦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不止1倍。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宋琦猛猛地砍下来12株檀金木。前来查岗的妙秋桐大姐大非常满意宋琦小师弟的今日表现，拍了拍宋琦的肩膀以示奖励。系统伐木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星号10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4000点。整个伐木小队算上宋琦一共12人，平均每人的 KPI 不到9，所以宋琦今天自然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每伐木1株还为宋琦提供了1000点经验，一天的辛勤劳作下来，总共是获得了26000点经验。太阳下山，妙秋桐带着小队收工。众人用工具拉动着全部树木枝干，赶往指定地点集合。密林中一处宽阔的地带，此时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在这里，看来神霄宗中有不少弟子都被派出来伐木。在空地中央，一艘巨大的法器飞舟停泊在地面之上，一个看起来像是负责人一样的中年男子站在飞舟之前，所有伐木小队运来的树木均由他进行清点。系统，你发现角色丁晨毅 LV 等级不详，
意味着这个人物同样超出了版本上限。大佬，惹不起，惹不起！丁晨一逐批清点着每个小队的收获，超额完成的小队记赏，没有完成的小队记罚。很快，所有小队全部清点完毕，就见丁晨一大手一挥，法器非洲上青光一闪，所有参天巨木全部被收入到非洲之内，消失不见。检查一下有没有走失的同伴，没有问题的队伍现在登舟返回宗门。随着丁晨一大声吆喝，数百弟子呼泱呼泱地登上非洲。宋琦像个土包子进城一样，左瞅瞅，右看看。系统逐日非洲，品级不详。随着宋琦登上非洲，也是获得了非洲的信息，当然这跟没获得信息没什么太大区别。非洲之上划分为一处处小房间，宋琦这一队人自然是在一个房间内的。别看在外面看着房间不大，只有小小的一道门户，实则内有乾坤。房间里至少有200平左右的空间，不只有独立打坐的静室，中间还放置着桌椅以及茶具、点心。大姐大妙秋桐进入房间之后，对着一众师弟师妹吩咐道：“伐木的工作大家完成的不错，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了。接下来的时间自由行动，切记不要耽搁了修行，也不要漏看宗门下发的任务。”随后，妙秋桐转身进入了一处静室之中。一众少男少女看着大姐大进入了静室，高举双手欢呼了起来。今天是伐木工作的最后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宋师兄，一个少年贼眉鼠眼的凑到了宋琦身边。系统，你发现角色曹正 LV16。只听曹正凑到了宋琦耳边，低声说道：“宋师兄，山下的若兰亭里听说新来了几位乐师，据说弹琴唱曲不亚于那几位花魁，晚上要不要一起下山喝2杯？”好啊！宋琦眼睛一亮，咱就是说上古时期也流行这个是吧？正好，喝酒正是能拉近关系，利于宋琦套话。宋琦可不单纯是为了听曲才答应的。看着宋琦点头，曹正露出一脸你懂得的微笑，随后找其他几位男弟子低语了起来。随着法器非洲停下，宋琦随着几位师弟一同下了非洲。云雾缭绕之间，只见一片浩然的山脉浮现于宋琦眼前，无数主峰矗立，高高耸入云端。山峦之上，殿宇林立，仙琴起舞，一派仙家气象。宋琦看着眼前一幕，怔怔出神。这就是上古的世界，这就是神霄宗吗？非洲停靠在山脉的一角之下，山脉外围的大片区域是宋琦这种外门弟子生活的地区。由于有了共同话题，宋琦一路上跟曹正旁敲侧击套出了不少话来。自己与曹正这批弟子身份相同，乃是神霄宗10万外门弟子中的一员，只有晋升内门才有资格上山居住。走呀，宋师兄！宋琦现在的身份是入门2年半的外门弟子，在这帮男弟子中确实算是师兄。曹正拉了一把正在发呆的宋琦，身旁一众师弟均是神色微妙，都是半大的少年，此时对于这种地方正是充斥着无尽向往。走！宋琦拿出了师兄的气派，大手一挥，与几位师弟勾肩搭背的向山脉外围的城中走去。第54章，人族边关，神霄宗主峰。一座大殿之中，9位神霄宗巨头正着盛装盘坐于大殿之内。只见一道金色法旨破空而出，法旨在空中展开，一道浩大的天音传来：传人皇法旨，神霄宗听令，即日起，神霄宗精锐启程，赶赴燕然边关，轮值镇守10年。谨遵人皇法旨。神霄宗9位巨头起身，便见那道金色的旨意缓缓落入正中间之人的掌心。随着破开的空间缓缓愈合，手持法旨之人低声向其他人问道：“此次镇守边关的人马可曾选好？”左手边之人拱了拱手，答话：“回掌教师兄，3000外门执事，5000内门弟子，500真传弟子，1500内门长老已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启程奔赴边关。”神霄宗掌教点了点头，随后又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本次镇守边关，将一众外门弟子一起带上，让这帮年轻人见见世面吧。随着掌教的话音落下，其余8人互相对视一眼，均是浮现出一抹无奈之色。这位掌教师兄一大把年纪了，还是这般想一出是一出。只见掌教左手边那人又是拱手回答道：“掌教师兄，外门弟子年纪尚轻，境界较低，不足以外出边关作战，而且10万之众，管理起来也是劳心费力。”掌教眼睛一瞪，不满地说道：“大长老，本座又不是叫他们外出作战，在关内见见世面，做后勤也不行。”大长老面露无奈之色，又是奉劝道：“就算依掌教师兄所言，那10万外门弟子一走而空，神霄宗上下一干事务都要谁来处理？”赤出口吧。听大长老这么一说，掌教觉得非常有道理。不过吗？那就随机点1000外门弟子，随队出发，早些见见世面，今后也好上阵杀敌。看着大长老欲言又止的模样，掌教大手一挥，说道：“本座心意已决，就这样吧。对了，本次该轮到
咱们哪位带队了？看着坐下的几位长老都看着自己不说话，掌教不满的出声询问，都看着本座干嘛？说话！回掌教师兄，是到你带队了。大长老一脸无奈，悠悠的说道。哦。掌教淡淡的应了一声，随后示意众人退下。轮到本座就本座去嘛，你们这副表情干嘛？切！大殿内，掌教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悠悠回响。第二日一早，山脚下，宋琦带着一身酒气，与一众师弟勾肩搭背的回到了居住的地方。痛饮一夜之后，宋琦与几位师弟的关系飞速拉近，在宋琦有意的套话之下，这几个半大孩子就差连今天穿的苦碴子是什么颜色都说出来了。这个时空中名叫宋琦的少年是加入神霄宗2年半的外门弟子，平时为人一团和气，再加上纯纯咸鱼一个，就连修炼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人际交往方面就更是别提了。只有这被分配到一组做工的师兄弟们还算相熟，大大降低了宋琦角色扮演的难度。与一众师弟分别之后，宋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运功调息驱除酒意。没过多久，就听见外面一阵喧闹，外门弟子宋琦何在？随后就是一阵咣咣咣的砸门声。宋琦在入定之中惊醒，疯狂思考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事被发现了，心中忐忑的打开门，发现却是老熟人丁晨毅。宋琦认识丁晨毅，不过很明显丁晨毅并不认识宋琦。你便是宋琦？宋琦也不知道面前这位身份，本着少说少错的原则，点头称是。好，那便跟本执事走吧。执事，看来是面前之人的职位。宋琦跟着丁晨毅向外走，发现一路上丁晨毅还叫了不少其他外门弟子，看来并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有什么集体活动需要自己参加。丁晨毅在外门之中显然是颇有地位，一路上即便是诸多等级不详的 NPC 遇见丁晨毅，都会对其颔首以示敬意，道丁执事好。宋琦跟着丁晨毅来到一处广场之上，此时广场上人头攒动，宋琦四处张望了一下，大约1000人左右。丁晨毅站在一处高台上，向台下训话：即日起，我神霄宗精锐启程奔赴燕然边关镇守，尔等为外门子弟，修为浅薄，本无资格亲赴边关。然掌教法旨，特选1000外门子弟随队同行，开阔视野，磨练心性。尔等一路上切记要听从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听明白了吗？随着丁晨毅一段训话之后，广场上沸腾了起来，众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似乎前往边关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一般。宋琦心里好奇的直痒痒，但是又不敢问，看大家的模样，丁晨毅所说的东西明显是1加1等于2那种常识。宋琦干脆眼观鼻鼻观心，跟闷头葫芦一样，随着大部队上了法器飞舟。反正在场也没人认识自己这个咸鱼。法器飞舟穿梭于虚空之中，不多时便探头而出，停落在燕然边关之外。那是一座矗立在无尽蛮荒之中的孤城，岁月的痕迹烙印在深色的城墙之上，沧桑古老，仿佛亘古长存一般。宋琦仰头张望，巨大的墙体耸入云端，无边无际，望不到尽头。这一刻，宋琦产生了一种如同蚍蜉观沧海的渺小之感。这就是边关。呜！苍凉的号角声传遍八荒四野。神霄宗长教长身而起，悬浮于高空之上，一道道神轮自周身浮沉，仿若神明一般的宏大威势席卷天地。传人黄法旨，神霄宗轮值燕然边关。神霄宗长教之音回荡城中，一道金色法旨张开，遮蔽了半边长空。苍凉的号角声再次吹响，一道浩大的声音自城中传出：开城门，迎神霄宗入城。呜！面向神霄宗方向的城门缓缓打开。宋琦在一脸震惊中跟着一众小伙伴入城。城中没有住宅，没有居民，只有一道道散发着玄奥气息的法阵，相互接连，将整座城池打造得如同禁地一般。一队队整齐的军士披坚执锐，在城中巡守。入目之中皆为等级不详，一众外门弟子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此时已然不复当初的兴奋之意，被这股肃杀之气压迫得难以呼吸。呼！直到走到了为外门弟子准备的休整区，宋琦才长呼一口气出来。真是压力山大。上古时期，人族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敌人，需要在边疆修建一座这样的巨城？与燕然边关相比，洪都府就像是一头渺小的蚂蚁。休整一番过后，1000外门弟子又被丁晨毅召集了起来。现在开始，点到名字的上前领取军备。曲良俊到，宋琦到。宋琦听见自己被点名，大步上前，走出队列。所发军备为一整套7品法器铠甲，以外门弟子第2境的修为，目前最高只能驾驭这个级别的法器。宋琦将铠甲穿上之后，发现除了眼睛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是露出来的。兵器并没有统一配备，因为大家虽然同属神霄宗，但所学之法各不相同，用自己擅长的便好。
虽然铠甲同样没有给出手性面板，但是光看这个模样，宋琦就感觉比自己那套法器防具强上不少。一众外门弟子穿备整齐之后，被丁晨毅带到一处法阵之中。只见法阵光芒一闪，一阵天旋地转后，宋琦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一段城墙之上。丁晨毅对着一众外门弟子继续训话：此处为银旭门，一般异族不会在此处大举进犯，尔等从今日起便镇守于此地，无需下城参战。观摩一段时日之后，我便会带尔等返回神霄宗。如若遇到战事，便听从调度，做好后勤工作。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神霄宗弟子，而是人族军士，无令而擅动者，斩！听明白了吗？明白了。1000神霄宗弟子大声作答。从今日起，回答均要说诺。诺。宋琦被编入一个10人小队，在一位外门执事的带领下，开始了城防巡视工作。此时也没人认得自己，宋琦便在乾坤袋中取出了明夜傍身。1000外门子弟被分为5拨人马，进行轮换巡防，2个时辰交替一次。巡防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听从指挥，在银旭门范围内进行日常巡视，有事报告，无事换班。任务时限2个时辰。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评价：有这功夫你不如多打2怪。城头之上一片肃穆，只有铠甲战靴在行进途中发出的摩擦声音。2个时辰的巡防似乎无事发生。系统：巡防已完成，评级丙，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0点。就在宋琦准备换班休息的时候，苍凉的号角声自远处悠悠传响。号角声一响，只见丁晨毅神色巨变，只听他高呼一声：所有军士上城头，让你们好好看看真实的边关。轰！一声炸响，恍若惊雷，空间闪烁。只见燕然边关的正中央，一群下半身类似人身，但上半身却没有手臂，反而在手臂处长出一对肉翅的怪物自虚空之中走出。这群怪物青面獠牙，浑身布满魔鬼一般的纹路。血族扣关，第一杀阵。切！关中有人族道士大喝声响起，只见一道由1000位道士控制的巨大法阵腾空而起，璀璨光华绽放，无数道剑自阵中凝聚，杀向关外一众怪物。哈哈哈！一群血族怪物面对道剑杀阵毫不畏惧，发出似人非人的咆哮之音。无穷无尽的血色雾气在虚空深处弥漫开来，阻挡住边关的第一杀阵。血族儿郎，给我杀！让人族知晓，他们永为我血族的血食！咆哮声响起，远处密密麻麻的黑点奔涌而来。第一杀阵，变！随着那位道士再次高声呐喊，漫天道剑化作阵阵流光，万剑归一。一道剑光撕开天际，法剑万米，横空劈落，乾坤震战。怪物嘶吼声再次传出，只见无数只漆黑如墨的大手自虚空深处蔓延而出，一只一只的搭在巨剑之上。一声声哀嚎声响起，无数只巨手瞬间化作黑烟，但终究是阻拦住巨剑的下沉之势。又有一名道士长身而起，又是一道由1000道士操控的巨大法阵腾空。第二杀阵，切！天空之中雷云涌动，瞬间万里晴空化为漫天雷海。雷鸣龙吟，一头雷电巨龙之手自雷海深处探出。吼！一只血红色的罐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雷海之外。只听咕咚咕咚的声音传来，似乎是心脏跳动，又像是液体倾注。一汪血水自罐子口中不断溢出，那血水瞬间就化作一片汪洋血海，其中有莫名的身影闪动，与雷池交汇到一处。银旭门这边远离中心战场，但城头众人皆目力超凡，能清晰地观察到中心战场的画面。宋琦双眼睁大，此时已被这浩大的场面深深震撼。丁晨毅看着一众弟子群情激动，朗声大喝，看清楚，这群怪物名为血族，他们最大的爱好便是吸食我人族的精血与骨髓。太古之时，我人族疲弱，一直被血族当作血食豢养，他与我人族之间乃是永世之大仇。凡我人族儿郎见此怪，必诛之！杀！银旭门城头一众外门弟子喊杀声震天，恨不得此时亲自跃下城头上阵搏杀。边关中部大阵频出，但血族与人族厮杀多年，早就对人族阵法做出各种防备，所以想要依靠阵法就将血族击退，显然并不现实。只手不出，非我人族之兵威。燕然铁骑，随本将出征！杀！随着一声大喝传出，燕然边关的中部正门大开，一位猛将身着赤红铠甲，
胯下骑着一头神俊无比的异兽，率先冲出城门。杀！喊杀声漫天，大地开始颤动。3万赤红铠甲的人族铁骑，骑着与那位将军一样的异兽，结成骑兵大阵，化作一柄撕裂大地的尖刀，冲杀而出。边关之外，短兵相接，厮杀、怒吼、断臂、残肢，一瞬间，战场化作血色炼狱。看着人族儿郎不断在异兽上坠落，又爬起来继续冲锋，浴血厮杀。银旭门这边的一众弟子皆是双目赤红。此时，众人无比恨自己为何修为如此低微，不能亲自出城浴血奋战。惨烈的大战一直从黑夜持续到天边泛白。终于，血族一方按捺不住，有高阶生灵出场参战。一只漆黑如墨的大手自虚空深处探出，向着地面上的人族儿郎抓来。血狗，好胆，让老夫来陪你一战！城墙上，一位神霄宗内门长老长身而起，只见他浑身气焰翻腾，原本平平无奇的威势瞬间暴增无数倍，手中大枪一扫，在半空中将那黑色大手碾成齑粉。只见这位长老脚踏虚空，杀入高空深处，而远处的宋琦则是瞳孔巨震。那长老身上爆发出的气息，定是八门遁甲无疑。宋琦对于开门与修门的气息，再过熟悉无比。怪不得灯笼会将自己穿越至这个地方，原来上古神霄宗乃是八门遁甲的传承宗门。一时间，天空之中吼叫声连连不断，异象频出。越来越多的神霄宗内门长老自城墙上跃起，开启八门遁甲，杀向高空之中参战。啊！随着一声惨叫传来，一道身高10数米的血族高阶生灵在上空中向地面坠落。轰！那血族生灵被狠狠地砸入地下不知多深处，一杆大枪自高空急射而下，扑哧一声将其整个身体洞穿。只见最开始那位出战的神霄宗长老手举长枪，挑起血族高阶生灵的尸首，在战场之中仰天狂笑：杀血狗，杀！一时之间，人族士气大振，高空中高阶战场能量气旋翻腾，仿佛天都要被捅个窟窿。不断有尸体坠落，有血族，有人族，然而无一人言退。终于，虚空深处传来了一声沙哑的嘶吼，血族怪物留下一地尸体，潮水般退去。看着血族战败而撤，战场中所有人族儿郎高举兵刃，愤怒嘶吼：人族万圣，人道永昌！第55章喋血。银旭门神霄宗一众弟子同样举起兵刃，发出怒吼。虽未能参战，但已被这种氛围深深的感染。战事停歇，一众血族的尸首被抬入燕然边关之内。丁晨毅看着一众弟子，面色不解，出声解释道：你们是不是很疑惑，为何我人族还要为血族收敛尸首？错，我人族自然不会发这种善心。大多数异族都可以被熬炼成宝药，供我人族修行。所以，在异族之中，我人族被称为均衡之体，就是因为我们人族可以吸收并均衡天地间的绝大多数能量，最后为自己所用。而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质，我人族亦可被异族直接吞噬消化，成为他们的养料。所以从古至今，只要是残暴凶恶的异族，无不是我人族为血食。这也正是我人族边关存在的意义：守护家园，守护弱小同胞，守护人族世世代代可以生存并传承在这片蛮荒的土壤之上。丁晨毅的诉说铿锵有力，一众被保护在人族腹地的外门弟子，此时终于见识到了真实的世界，真实的边关战场。人吃异族，异族吃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因为边关的战士在为你负重前行。习武也好，求道也罢，所求所愿皆为二字：守护。轮值下来的宋琦待在休息区内，默默搬运气血。这一夜的所见所闻，令宋琦整个人大为震撼。不知道过了多久，宋琦被身边的人叫醒：这位师兄，发军粮了。所谓的军粮，并不是食物，而是一粒丹药。系统：威猛龙虎丹，7品丹药，一粒服下，神清气爽，1月之内无需进食，仍可保持体力充盈，精气饱满。宋琦，你这个名字怎么感觉不像一个正常男性该吃的东西呢？虽然名字略显奇怪，但饥肠辘辘的宋琦还是将丹药一口吞下，一股暖流涌向四肢百骸，饥饿感瞬间消散，浑身暖洋洋的，让宋琦忍不住发出一声舒服的呻吟声。当真是神清气爽！呻吟声接二连三的在休息区响起，知道的人知道这是军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到了什么非法场所。吃完龙虎丹，整个人突出一个龙精虎猛。宋琦觉得自己已经要在休息区待不下去了。呜！苍凉的号角声再次吹响，只不过这一次并非是中部区域的大号，而是银旭门城墙之上的小号。所有军士登城墙，备战！呼喊声响起，不过这一次喊话的并非是丁晨毅，而是银旭门处的守将。
银旭门此地地形狭窄，易守难攻，再加上城内大阵环环相扣，所以少有异族来此处叩关。不过很少，并不代表没有。相比于银旭门这个称呼，银旭门的别称在异族之中更为盛行，那就是斗浆场。银旭门城下的地形就仿佛是一处天然的比武场，虽然不适合大军压境，但却是单打独斗的好场所。所以时常有异族的年轻一代为了磨练己身，在长辈的护持之下前往银旭门处校阵。校阵所说之言皆为侮辱谩骂，人族年轻一代无论习武修道，皆有人族血性，哪里听得下去这话，自然就会下城迎战。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为了一处独特的战场，任由年轻小辈自行搏杀，生死由命，双方长辈不得干涉。当宋琦与一众神霄宗同门登上城墙的时候，银旭门的正规守军已经在城墙之上做好布控，还有不少神霄宗的长老以及高阶弟子赶来助阵。宋琦这种外门弟子只能在后方远远张望，做一些后勤工作。哈哈哈！一声大笑自银旭门之外的半空中传来，只见一道生灵御空而行，对着城内放声大笑。那生灵看似人形，实则3米多高，一身皮肤如同古铜，样貌丑恶，五官狰狞，脸上以及裸露在外的双臂之上均有诡异纹身，状若鬼神。人族鼠辈只会龟缩于龟壳之内，可敢出城与我族后辈一战？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修罗族老狗，忘了本座50年前追得你抱头鼠窜，最后像狗一样钻洞跑了回去。只见昨日那第一位杀出城中的长老在城头处大声笑骂，顿时一众军士哄笑一团。50年前，虽然不知道这位喊话的大佬是何身份，但是看样子也不过40多岁的年纪。乖乖，这位大佬究竟多少岁了？上古人族武者皆这般长寿吗？由于有一众长老在场，所以丁晨义对着诸位外门弟子解释的声音小上了不少。眼前之怪乃是修罗族，别看近似人身，实际上真身一展，3头6臂，天生力大无穷，性格暴虐，以为我人族大敌之一。只不过其族人稀少，繁育能力低下，否则威胁尚在血族之上。城墙外那修罗族长辈古铜色的老脸气得又红又紫，只听他大吼一声，多说无益，让年轻一辈渐渐真章。他大手一挥，只见虚空中被打开一条通道，一些看起来年轻不少的修罗族后辈自通道中走出，其中有男有女，男的皆面容丑恶，女的反倒俊美无比，五官线条立体，身材高挑而纤细，古铜色的肌肤搭配上一些纹身，有一种另类而妖异的美感。只见其中一男性修罗一跃而出，立身于银旭门前，大声对着城墙之上叫阵：吾乃修罗族阿雾一脉传人，吾名阿雾良图，如今古龄刚满20，城上可有人族出城与我一战？听着阿雾良图的话，城上一众长老与执事面色一变。人族相比于异族，天生身体孱弱，需要厚积而薄发。在人族20岁时，即便天赋异禀，也很难达到第3境。人族超凡体系的种种玄妙之处，还未能窥见门路，只能说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战力疲弱，难与同境异族争雄。所以这也是神霄宗不带外门弟子前来边关的原因之一。弱小的幼苗尚需呵护，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而银旭门守军最头疼的就是这种20岁左右的异族前来门下校阵，因为燕然边关之中少有20岁左右的人族存在，只有一些被超级宗门雪藏的天才子弟，偶尔会偷跑出来到边关历练。而异族似乎早就抓住了人族的这一痛点，有事没事就会带着一帮小孩子过来校阵，只要人族避战不出，就能在外面叫骂上半天，极尽羞辱之词。看着城墙上众人沉默不语，一众修罗放声大笑。人族鼠辈只知龟缩不出，一帮只会借助法阵之力的孬种，单打独斗，人族在我修罗族面前只能跪地求饶。城头上一众神霄宗长老被气得须发皆飞，而外门弟子们虽然在后面看不真切，却也是被气得咬牙切齿。一声暴喝在那位用枪的长老口中传出：神霄宗外门弟子何在？荣长老！不可呀！荣长老！三思！一众执事与其他长老听见这位长老的大喝声，纷纷出声阻止，让这帮孩子下去与第2境的修罗一战，多半是有去无回。只有战死的人族，没有怯战的人族。我神霄宗弟子今日死伤一人，我便亲自出关，杀一个修罗老狗，给我神霄宗弟子英灵祭天。荣姓长老虎目圆睁，声嘶力竭。只见他回头直视神霄宗1000外门弟子，这群人中，即便是骨龄较大的宋琦，也不过刚满20而已。神霄宗外门弟子，可敢出城一战？战！战！战！哪位弟子出城，取那修罗小儿狗头？弟子愿往。只见一道人影飞身而出，越过众军士，自城头上一跃而下。轰！沉重的甲胄轰击于地面之上，
只见他长身而起，手中长刀寒芒阵阵。人族神霄宗外门弟子远古，取你项上狗头！杀！远古的纵身一闪，再次浮现之时，已然是一记力劈华山，向那阿兀良图头上斩去。此时，一众外门弟子已被允许来到最前排观战。宋琦定睛望去，这远古的身手与力道，至少是一个第二境的精英模板。阿兀良图长啸一声，不闪不避，只手硬接远古斩下的长刀。一道金铁交鸣之声传来，远古手中的长刀竟然被阿兀良图死死地攥住，不能抽出。什么？远古神色巨变，城头之上，外门弟子也是一阵惊呼：修罗族的肉身竟然强悍如斯，不堪一击！只听阿兀良图一声暴喝，浑身青筋暴击，霎时间三头六臂展开，青面獠牙，更加丑恶了3分。阿兀良图多出的几条手臂五成幻影，道道拳芒带着破空之音，连续击打向远古身上。啊！远古大吼一声，浑身气血喷涌，将长刀抽出，漫天刀光斩向拳芒。不过很明显，阿兀良图的战力要远在远古之上，不出一息时间，远古的刀光便被破开。不知多少拳打在远古周身，远古倒飞出去，摔打在城墙之上，生死不知。宋琦目光一凛，很明显，这位阿兀良图是一个领主级生灵。上古一族果然强大，竟然在这个年纪就能将生命层次升华到这种地步。城墙之上，一众外门弟子双拳紧握，目中含泪，发出悲凉的怒吼：人族不堪一击！阿兀良图六臂挥舞，仰天长啸，状若癫狂。还未等城上长老发话，又一位弟子飞身跃下，直奔阿兀良图面门。这位弟子也是一名刀客，不过可惜武艺还在远古之下。只见他手中长刀被阿兀良图双手擒住，另外4只巨手插入这位弟子的胸膛与腹部。随着阿兀良图一声大吼，这位弟子整个身体被硬生生撕成2半。阿兀良图浑身浴血，当着众人的面就将这位弟子的大块血肉吞下，一边吞咽一边高呼美味。啊！一众弟子状若癫狂，一人又一人飞扑而出，却几乎无人是阿兀良图的3合之敌。神霄宗一众外门弟子皆为精英模板，而且似乎也没有得到真传，并无一人施展出8门遁甲。城墙下堆着10数具神霄宗弟子的尸体，城墙上一众人族军士虎目含泪。将军，请下令，让我等冲杀出去，与修罗族决一死战。不断有军士请命，打开营序门，对修罗族发起全面战争。营序门守军将领此时也是双目赤红，但是上头的命令是营序门只守不出，因为此地易守难攻，冲杀出去只会陷入异族陷阱。系统突发事件，修罗族扣关，人族喋血。选项1，默不作声，狗命要紧。选项2，同胞罹难，拔刀而战。选项2，城上观战的宋琦早已经抵达爆发边缘，此时哪怕身份暴露，任务失败，宋琦也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下去。在现实中，宋琦是一名玩家，在往界里，宋琦乃人族一员。修罗之挑衅。任务难度地级上等。任务类型战斗。任务内容：修罗族年轻一辈校正人族，神霄宗一众弟子不敌，喋血晏然。危难时刻，你拔刀而起，壮我人族声威。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未知。评价杀。荣长老，请你下令，不要让弟子们再度出战了。丁晨义双目赤红，此时已经无法顾及礼法身份，拽着荣长老大声怒吼起来。说好的外门弟子只旁观不参战，这是在干什么？身为外门大执事，本次随队副官的1000名弟子都是他抽选出来的。明明昨夜他还在说，过一段时间就带他们回家，现在这么打下去，还有几个弟子能回家？荣长老双拳紧握，气喘如牛，刚要开口下令，就见一道身影飞射而下。那道身影正是宋琦。任务触发之后，宋琦发现自己身边的一位同门正要跃下城墙。宋琦眼疾手快，一把将这人给推了回去，自己则在反作用力之下一跃而出。半空中，宋琦身化一道电光，落雷听雨被宋琦催动到了极致，以超快的速度不断向下涌动，每一次停滞的落点都幻化出宋琦的一道残影。去你妈的隐藏身份！8门遁甲，给我开！所有用得上的增益符篆自宋琦面前燃烧了起来，熊熊的气焰遍布周身。宋琦的声音如雷霆般自高空炸响：人族神霄宗外门弟子宋琦，请战！第56章8门遁甲，伤门。明夜出鞘，红莲业火覆盖，这一刀名为惊鸿。轰！宋琦的身影自高空中向阿兀良图悍然坠落，气血在奔涌，火焰与雷霆在交加，半面焦黑之色
半面电光缠绕的刀口浮现在阿兀良图举起格挡的6条手臂之上。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自阿兀良图口中传出，业火灼烧之痛，电光闪烁的麻痹，让阿兀良图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10000！阿兀良图 LV17 修罗族第2境，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40000250000，其余信息不详。好！城头之上一片喝彩之声。这是阿兀良图首次被人族击伤。这位师兄是谁？为何有如此战力，却在外门之中名声不显？你们看，这位师兄身上的气焰，定然是开启了人体门户。不错，而且看这位师兄的威势，似乎不止开启了一道人体门户。奇怪，我们外门不是只传了开门的心法吗？城头之上，喝彩声下也有不少外门弟子议论了起来。一众执事与长老均是双眼微眯。外门弟子只传开门心法，成功开启开门之后，就被选为外门种子，在抵达第3境后，可直入内门，继续传授其他篇章心法。不过眼下的宋琦，所有长老与执事都看出来，已然是开启了修门，偷学禁法。荣长老眯着眼睛，其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而丁晨毅则是面色难看。出了这样的事情，他这个外门大执事难辞其咎。荣长老，丁晨毅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荣长老一巴掌拍在了后脑门上。这么优秀的弟子，为什么没有上报外门种子？你这个外门大执事是怎么当的？丁晨毅被荣长老狠狠在后脑上拍了2巴掌，整个人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不过看荣长老这个意思，似乎并不准备追究这位弟子的责任。城墙下，宋琦手持明夜，火焰与雷霆交替奏鸣。阿兀良图怒吼连连，两人一时之间战至焦灼。宋琦现在每一记劈柴刀法都能在阿兀良图身上留下1500加的伤害，而阿兀良图的拳头看似势大力沉，打在宋琦身上，伤害竟然还不如明虎。宋琦的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这个阿兀良图虽然生命值上限与明虎相同，但实力好像比明虎要弱上不少啊。要知道，当时宋琦在对战明虎的时候，可是集合800道式的增益 buff， 先给自己加了 50% 的拳数。如今的宋琦只有几张单一增益效果的8品符篆傍身。虽然在使用了明虎兽丹之后，宋琦再次得到了较大提升，但整体上并没有与明虎对战时属性强。所以这么看来，阿兀良图与明虎虽同为领主 BOSS， 但确实要比明虎弱上不少。原来并不是阿兀良图太强，而是神霄宗这些外门弟子略弱。虽然不知道神霄宗在上古人族中地位如何，但是单说那个规模与逼格，想来也不会太差。所以为什么这些外门弟子即便均为精英模板，战力也不太出彩？宋琦的脑海中似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虽然太古时期修为没有主时间线中的限制，但似乎同境界同生命层次的生灵在主时间线中的会更强一些。起码在第2境中，按照宋琦目前的观察是这个结论。虽然脑海中浮想联翩，但是宋琦手上的长刀却并未停滞。阿兀良图似乎只是善于肉身搏杀，与宋琦的战法完全一致。而宋琦劈柴刀法的破定效果与雷之意境的麻痹效果，在肉身搏杀之中可谓是一绝。阿兀良图怒吼连连，6条手臂挥舞出漫天金色拳芒，显然已是将修罗族的战法运转到极致。宋琦的身体不断被拳芒击中，向后倒退，但是阿兀良图的模样却更为凄惨，因为这些拳芒只要与宋琦的长刀相碰撞，不是一股业火灼心之痛，就是传来丝丝缕缕的酥麻之意。这些痛苦叠加起来，让阿兀良图的招式愈发凌乱。阿兀良图觉得再这样打下去，自己小便都快要失禁了。啊！阿兀良图声嘶力竭地怒吼起来，全身肌肉隆起，金光乍现，一具高大的金色虚影自阿兀良图体后浮现。那身体与阿兀良图一般，3头6臂，浑身散发着刺目的金光。随着阿兀良图再次出招，那身后的虚影也随着阿兀良图一同动了起来。虚影的动作更快更猛，每一拳都打得空气中轰鸣不断。这是修罗族的不传秘法修罗战魂。眼看阿兀良图祭出杀招，宋琦表面上节节败退，实际不断使用落雷听雨与阿兀良图拉开距离。明夜收入乾坤袋，落月浮现于手中。阿兀良图召唤出这个巨大虚影之后，虽然攻势强横，但移动速度却下降了不少。宋琦张弓搭箭，落雷听雨催动到极致，身体化作一道电光，游走在巨大虚影的漫天拳芒之间。箭矢如连珠，是大力沉，准头惊人，而且同样可以时不时地触发一下宋琦的2大意境。吼！阿兀良图仰天长啸，发出无能狂怒之呐喊。城头之上，喝彩声阵阵出来。反观修罗族一边，几位修罗族的长辈面黑如锅底。阿兀良图要败了！一位修罗族长辈悠悠叹息。面对着宋琦的游走战法，阿兀良图不得不收起了修罗战魂，以恢复身体的灵活性。
宋琦看着阿兀良图收起虚影，大吼一声，落月收入乾坤袋中，明夜拔刀出鞘，一招惊鸿直冲阿兀良图斩去。一道巨大的刀痕在阿兀良图的胸口处浮现，若是再深一些，恐怕连五脏六腑都要被宋琦剖出。伤痛更加激发了阿兀良图的凶性，6只手臂漫天乱舞，拳头如雨点一般打在宋琦身上。宋琦眼冒凶光，不闪不避，硬生生扛着阿兀良图的铁拳，将明夜狠狠地插入阿兀良图小腹之中。阿兀良图对着宋琦猛捶的6只手臂突然僵硬了下来，只见他6个瞳孔缓缓放大，3张大嘴鲜血流出，高大的身躯缓缓地跪伏在宋琦身前。几位修罗族长辈对视一眼，眼神中均闪过一抹狠辣之意。阿兀良图乃是阿兀一脉的直系传人，不得不保。而宋琦这个人族竟然在孱弱之时就能击败阿兀一族的直系，将来成长起来必为大祸。如今抓住机会击杀一位人族未来雄主，即便全面开战，修罗王也不会怪罪。只见其中一人手自虚空中轻托，一只金色巨手就向阿兀良图抓去，想要将其救走。而另一人脚步轻挪，一只巨脚从天而降，向宋琦杀来。修罗老狗，早就防着你们呢！一杆大枪自虚空中穿出，将半空中的巨大脚掌扎了个窟窿。那出脚的修罗发出一声惨叫，又有其他长老横空飞起，右手向虚空抓握，似乎有龙吟声传来。轰！一只青色龙爪自虚空中探出，与那金色巨手撞击在一起，惊人的能量四散溢出。宋琦瞳孔张大，心中暗道不妙，这股余波散发的威势足以将自己秒杀。然而余波还未扩散到宋琦面前，就见几道身影悄然浮现在宋琦身侧，将宋琦团团围在中间。宋琦看着将自己团团护在中央的一众身影，心中忽的一暖，这种有家长保护的感觉真的很好。是，明夜自阿兀良图小腹中抽出，宋琦挥刀一斩，阿兀良图正中间的那颗头颅落地。系统，你对阿兀良图造成38000点致命伤害，阿兀良图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7000 点。此时阿兀良图已然是大残，随着正中间的头颅被宋琦斩落，直接身陨。好胆，竟敢杀我阿兀一族直系血脉！一众修罗族长辈亲眼看着阿兀良图被当众斩首，气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一个吹胡瞪眼，大声咒骂起来：老狗，杀的就是你们修罗族的精锐，这一刀祭我神霄宗同门阴魂！宋琦转身对着一众修罗怒目而视，是，又是一刀斩出，另一颗头颅落地。虽然阿兀良图虽已身死，但不足以平宋琦心中之意。这一刀祭我人族，镇守燕然之先烈。随后又是一刀斩出，最后一颗头颅落地。阿兀良图的身体随着最后一颗头颅落下，终于栽倒在地面上。这一刀祭我人族，万世永昌！宋琦之声回荡天地，碎金裂石。人道永昌！城墙之上，全部人族同胞抽出兵刃，仰天高吼：犯我人族者，虽远必诛！宋琦手持明夜，刀尖直指一众修罗。说得好！一道浩大天音自关中传出，异象升腾，云海浮沉。你们修罗族若是还想与我人族比斗，几个蠢狗便老老实实的不要动手动脚，否则本座就要出关了。一道法身自云海之中浮现，上通九天，下采幽冥，脑海后神轮环绕，双目如日月生辉。法身似神灵一般俯瞰大地，几位修罗族的长辈卑微如同蝼蚁，浑身都在颤抖。神霄掌教，何必同后辈置气？一道声音自虚空深处悠悠传来：王上！修罗族的几位长辈此时如同找到救星一般，脸上恢复了一些正常气色。神霄掌教的法身自云海之中穿行，似乎在向无尽蛮荒深处走去。修罗王，你是要与本座做过一场吗？呵呵，百年未见，你还是这么大火气。修罗王的声音自虚空深处悠悠传出：后辈的事情让后辈自行解决，如何？哼！神霄掌教的法身冷哼一声，只见几位修罗族的长辈浑身一颤，面如白纸，噗的一口鲜血齐齐喷出。再有下次，你亲自来燕然为他们收尸。虚空之后，修罗王的话语没有继续传出。神霄掌教的法身巡视一番之后，悠然消散。迎序门前，一众修罗族长辈脸色就像是死了孩子一样难看。你别说，他确实是死了个孩子。而神霄宗这边则一个个扬眉吐气。修罗老狗，打还是不打？不打就带着你的狗子狗孙赶紧滚蛋！你！修罗族的一众长辈皆是对荣长老怒目而视，但却敢怒不敢言。谁都没想到神霄宗长教竟然真身在燕然边关之中，除非王祖亲至，否则那位发起疯来，谁都别想活着离开。族老，我等必与这人族决一死战，
为阿兀良图复仇。修罗族年轻一代此时也是群情激愤起来。人族，你可敢再战？此时宋琦正沉浸在神霄掌教那天威之中不可自拔，心中思索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有这等恐怖的威势。听到自己被点名，宋琦终于回过神来，眉头一挑，此时任务并没有宣布结算，很明显是杀得越多奖励越多。即便此时红莲的持续时间已到，但如果都是阿兀良图这个水平，那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长老，弟子请战。荣长老的眼中闪过一抹赞许之色，随后说道：你且先行调息，恢复好状态再行决战。呵，你们人族好大的讲究，我们阿兀良图连战10余场也未说调息。爱打不打，不打滚蛋。面对着荣长老的怒斥，一位男性年轻修罗挺身而出，说道：族老，让这人族调息，我与他巅峰状态一战，好堵住这帮人族口舌。好，阿兀迦叶，接下来便由你出战，让这帮人族明白与我族之间的差距。呼，在一众长老的看护之下，宋棋盘坐于城下，运功调息起来。突然，一股玄而又玄的声音自耳畔传来，那声音分外熟悉，是那位荣长老的声音。你且听好，你已开启开门与修门2道门户，有修门的加持，再打开第3道门户不成问题。能不能成，看你造化。好好领悟，扬我人族威势。系统，荣成对你传道，你进入悟道状态，你领悟8门遁甲、残篇、伤门。8门遁甲、残篇、伤门。开启伤门后，使用者力量属性提升1000%，使用者每多开启1道人体门户，气血与体力值消耗翻1倍。伤门主掌8门遁甲之功法，如此威力，果然没有让宋琦失望。那人族，你已经调息1个时辰了，还未曾调息好吗？宋琦眼中神光涌现。第57章，独占修罗众，来战！一声怒吼撕裂云霄，只见盘坐在地面的宋琦长身而起，飞跃至一众长老身前。8门遁甲，3门齐开，一抹赤红之色浮现在宋琦的眼眸深处，比之前旺盛数倍的气焰自宋琦的周身喷涌而出。轰！宋琦向前踏出一脚，大地寸寸皲裂。荣长老看到这一幕，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本来传给宋琦伤门口诀，只是想让宋琦掌握个皮毛，接下来对战多少会有点助力。没想到短短1个时辰的时间，宋琦就已经初步掌握了伤门的应用。对面的阿兀迦耶看到这一幕，脸上一阵惊异不定，为何这人族看起来比之前对战阿兀良图的时候要更强了？一众修罗族族老面色凝重，他们与人族打交道多年，比这帮年轻人要见多识广，自然清楚神霄宗之内有一招镇门绝学，开启之后战力成倍增加。但没想到面前这个古龄刚到20的年轻人，竟然将这门绝学掌握到了这种程度。几位修罗族族老对视一眼，眼底皆闪过一抹不妙的神色。轰！宋琦每一脚踏在地面上都发出一道巨响，力量在肆虐，同样力量也在失控。伤门是除了死门之外对肉身负荷最大的一道人体门户，即便有了修门再加持，宋琦也一时间无法熟练掌握这股突然爆发出来的力量。啊！气焰汹涌，此时头盔已经被宋琦摘下，露出清秀俊雅的面庞。只见宋琦面色狰狞，长发乱舞，宛如神魔一般。落雷听雨，宋琦失控的身体仿若失控的雷霆，直冲阿兀迦耶而去。惊鸿，明夜长刀出鞘，刀锋所到之处，在大地之上掀起巨壑。阿兀迦耶眼中闪烁惊骇之意，这一刀之威势简直不可阻挡。阿兀迦耶 LV18 修罗族第2境，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75000280000，其余信息不详。即便阿兀迦耶极力动身躲闪，仍是被惊鸿的刀锋擦伤，右臂上留下一道焦黑的伤口。若不是宋琦此时还无法控制暴涨的力量，这一刀阿兀迦耶避无可避。一刀未停，一刀又起。宋琦以一种极其僵硬的姿势，劈柴刀法向阿兀迦耶斩去。阿兀迦耶一声怒吼，3头6臂展开。只见阿兀迦耶每一只手臂均持一件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阿兀迦耶身材高大，臂展宽长，挥舞之间将兵刃舞得虎虎生风。这阿兀迦耶的实力确实是在阿兀良图之上。当，铁器的撞击声密集如鼓点，看得城门上一众外门弟子如痴如醉。原来外门弟子也可以强大如斯。城下的宋琦瞬间成为一众外门弟子的榜样。宋琦怒吼连连，明夜刀身之上，火焰与雷霆交替闪烁，一刀独占6兵，仍自不落下风。十息时间，二人交手不下数百招。宋琦感觉体内的力量愈发如臂指使，
伤门打开的一瞬间，空有10倍力量，但是难以全部发挥。阿兀迦耶越战，心中越惊，面前这人族的力量似乎在随着每一次攻击不断增长。痛快！哈哈哈！激战之中，宋琦朗声大笑，那笑声之豪气直冲云霄。一众修罗族族老看着场中局势，均是面色铁青。境界高深的他们早就已经看出来，宋琦是在拿自家子弟磨刀。此时的阿兀迦耶已然化身为宋琦的磨刀石，兢兢业业的在帮助宋琦控制体内暴涨的力量。当一声巨响传出，阿兀迦耶一支兵刃脱手而出，落雷听雨。宋琦的身影瞬间闪烁至阿兀迦耶的身侧，明叶挥舞，裹挟着一抹紫色电光，大力斩击在阿兀迦耶的一处臂膀之上。吃！一条粗壮的臂膀高高飞起。系统，你对阿兀迦耶造成14000点断肢伤害。阿兀迦耶身体剧颤，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传遍银絮门。伤口之处电光闪烁，带着阿兀迦耶的身体也载不住的剧烈抽搐。你看我多好，伤口都给你直接止血了哦。随着阿兀迦耶的嘶吼，金色虚影自其体后缓缓浮现，修罗战魂再出。只不过此时的战魂也如同阿兀迦耶一般，缺少了一条手臂，显得颇为狼狈。巨大的虚影上，3张血盆巨口张开，金色的光辉喷涌而出，落在阿兀迦耶身体之上。阿兀迦耶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气势瞬间膨胀起来。随着阿兀迦耶的动作展开，虚影与随之而动。5条巨大的手臂挥舞着5柄不同的兵刃，5道修罗族战法向宋琦打来。刀光、浮影、异象频出，宋琦长势而立，不躲不避，明夜收刀入鞘。一道雷火交加的璀璨刀光向漫天修罗战法斩去。我自一刀破如万法，离人月！轰！刀光与战法相撞，暗金、赤红、深紫3种能量气场在不断回旋交错，最后轰然炸开。不好！阿兀迦耶！一位修罗族族老怒吼，想要伸手去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神霄宗掌教那睥睨天地的眼眸。噗嗤！能量场中，宋琦的身影飘然出现，手中明叶已然斩入阿兀迦耶胸膛。收刀之后，拔刀再斩。如若是以前的宋琦，自然不可能抵消离人院的后摇，瞬间再拔刀斩出惊鸿。但现在在伤门的加持之下，宋琦的力量已经可以完美衔接自身所有的武技。系统，你对阿兀迦耶造成8万点弱点伤害。修罗族与人族的身体构造大致相同，咽喉、胸、腹皆为要害之处。阿兀迦耶的战魂瞬间溃散，火焰与雷霆的力量在其体内肆虐涌动。阿兀迦耶！一道刺耳的尖叫自宋琦身后传来。宋琦抽刀而出，只见一位修罗族女子满脸怨恨，直奔宋琦杀来。看这关切的样子，估计是一对苦命鸳鸯，近亲结婚不可取呢。稍远处，荣长老刚要出声呵斥，明明是豆浆，怎么变成了2打1？就见宋琦刀尖直指冲过来的修罗族女子，大声说道：“长老无妨，弟子今日便一人杀穿修罗一族，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人族兵威。”好！城墙之上，无论是军士还是神霄宗成员，皆是为宋琦发出道道喝彩。来战！今天我宋琦就送你们2位修罗去地下做一对亡命夫妻。人族，给我去死！女修罗3头6臂一斩，虽然容貌未曾变丑，但看起来也是分外别扭。只见她与阿兀迦耶一样，皆是手持兵刃，只不过6把兵刃皆为重锤。身后被宋琦重创的阿兀迦耶也是怒吼着起身，与自己的好媳妇对宋琦形成2面包夹之势。2道高大的战魂虚影浮现，11柄兵刃向着宋琦当头砸下。轰！烟尘四起，宋琦的身影似乎被淹没其中。待到烟尘散去，只见宋琦双手反持明叶，一柄长刀架住了2位修罗的11柄兵刃。阿兀木珠 LV17，修罗族第2境，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30000230000，其余信息不详。哈哈哈！只有这点力气。宋琦的双臂猛地向上一抬，2位修罗的身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12只眼睛中充斥着惊骇之意。有阿兀迦耶这块上好的磨刀石，此时开门与伤门叠加，赋予宋琦的20倍力量已然被宋琦尽数掌握。你们来燕然教阵之前，没吃完断头饭再来吗？宋琦的身影化作雷霆，直奔已经重伤的阿兀迦耶而去。噗嗤！又是一条手臂高高飞起，阿兀迦耶再被宋琦斩断一臂。系统，你对阿兀迦耶造成28000点断肢伤害。阿兀迦耶的惨叫声与阿兀木珠的尖叫声接连传出，感受着身后袭来的劲风，宋琦回身出刀，一刀将阿兀木珠击退。宋琦脚踏雷霆，长刀横空劈落
阿雾木珠的6根重锤全部被宋琦这一刀弹开，吃！阿雾木珠的一条手臂也被宋琦斩落。既然你这么在意你的好情郎，那宋琦自然不能厚此薄彼。系统，你对阿雾木珠造成2万点断肢伤害。啊！随着阿雾木珠的惨叫声传出，修罗族中竟然又有一位女修罗杀出，向着宋琦冲来。看这个架势，好闺蜜是吧？无耻之尤！城墙上一众神霄宗外门弟子破口大骂：“这位师兄，我来助你！”紧接着，一道道身影眼看着就要从城墙上跃起。宋琦头也不回，大声高呼：“诸位同门，不必相助，在下一人便可杀光这群修罗小儿。”这位师兄真英雄也！城墙之上又是一阵喝彩，不少女弟子看着宋琦，眼睛逐渐变成了爱心的形状。倒也不是宋琦有意硬装，只是实在不想这些 NPC 下来送人头。呵！宋琦一声怒吼，将冲上来的那位修罗劈飞出去。好闺蜜是吧？今天送你们亲朋好友一同团聚。咕噜咕噜，一大口气血丹被宋琦吞进了肚子里，滋润着宋琦正在快速消耗的气血。身体中不住有暖洋洋的气流涌动，那是威猛龙虎丹的药效在不断发挥，即便在战斗中也能为宋琦的体力产生一定恢复。修罗鼠辈，速速上来受死！宋琦愈战愈勇，即便面对3位修罗领主的围攻，仍然稳稳占据上风。人族小儿，气煞我也！又有一修罗一跃而出，加入战局。杀！杀！宋琦怒吼连连，长发飞舞，手中明夜左砍右劈，打得4位修罗节节退败。开门与伤门加深，此时没有哪位修罗能抗住宋琦的全力一击。即便4人合攻，宋琦刀锋所向之处，定然有一位修罗惨叫着被击飞而出。而且宋琦拼杀起来悍不畏死，不管多重的伤势挂在身上，仍旧面不改色，凶猛地发起还击。这还是人族吗？一众修罗尽皆色变，修罗王族恐怕也不过如此吧。看着宋琦在场中大发神威，又有一名修罗跃入战场之中。不够，不够，我要打10个！宋琦浑身浴血，长刀直指天穹。狂妄！所有的修罗被宋琦完全激怒，剩余3人全部加入战场之中。8道庞大的战魂真身在4面8方全引兵芒，漫天飞舞，对着宋琦狂轰乱炸。被8名领主 BOSS 围攻，宋琦终于是吃不消了。不过，即便被打得连连吐血，生命值狂掉，宋琦仍然是叫嚣不止：“你们没吃饭吗？给宋爷我再大力一点！”噗嗤！宋琦直面漫天攻击，硬生生一刀斩在已经完全大残的阿兀加耶头顶。一颗硕大的头颅高高飞起，宋琦仰天长啸：“系统，你对阿兀加耶造成38000点致命伤害，阿兀加耶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8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3600点。”啊！一众修罗状若癫狂，疯狂地向宋琦发起攻击，宋琦的生命值瞬间见底。此时的宋琦一身盔甲已然破烂，面对着漫天攻击，宋琦不闪不避，长刀向天，狂笑不止。生亦何欢，死亦何惧？此时伤门的口诀已然到手，灯笼的考验大致上算是完成了。那便在这个时空，以人族神霄宗外门弟子的身份，轰轰烈烈的赴死吧！杀！宋琦挥舞明夜，向着漫天战法厮杀而去。荣长老眉头紧蹙，今天就算是修罗王亲至，他也要将宋琦这根好苗子保下来。反正修罗王有掌教扛着，跟他老荣又没什么关系。就在荣长老一只手探入虚空之时，只听2声低语娓娓传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一道蓝色青光散落在宋琦身上，一股清润的气血自伤口处不断向体内涌入。木有生灵，不息之亦可再生。一道青色光辉与蓝色光辉交相呼应，宋琦枯竭的生命开始不断焕发新的生机，生命值节节攀升。道门倾尽天地子之古韵，滋密如前来助神霄宗师兄一臂之力。水幕两系，一道道增益落在宋琦头顶。宋琦只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好像要飘上云端一样。宋琦回头张望，只见2位气质清幽的年轻女子正漂浮在半空之中。系统，你发现角色之古韵 LV19。系统，你发现角色滋密如 LV19。人族道门弟子，光看这辅助技能的威力，定然是领主级模板无疑。亲近天地子不善战斗，还请神霄宗师兄大展神威。名为知古韵的女子对宋琦展颜一笑。第58章回归。唉，眼看着就要被一众修罗围攻致死的宋琦，硬生生被人救了回来。一众修罗族族老无不捶胸顿足，可恨啊可恨！
这人族小子的命怎么这么硬？喂，那群丑八怪，我们人族只出3人打你们全部，不过分吧？相较于知古韵，那位名为兹密如的小姑娘就泼辣多了。一众修罗被气到满脸涨红，他们最烦人族拿容貌来取笑。还活着的7名修罗对视了一眼，分出2位修罗，准备绕过宋琦，先解决掉2位道士。宋琦的身影在场中一闪消失，再出现时，已经是在那2位修罗的头顶。滚！宋琦一声大喝，如同雷霆一般在天空炸响。2位领主及道士带来的增幅，甚至已经超过当初在洪都府800道士带来的总和。此时，宋琦的力量与体质全部膨胀到30倍以上，其余属性的增幅也达到了 3.5 倍左右。一道璀璨的刀光横劈向大地，一条丘壑被宋琦这一刀斩出。越此陷者，死！有了2个领主级辅助在背后，宋琦此时已经完全放飞自我。杀！长刀挥舞，宋琦杀入一众修罗之中。身后，知古韵手持一位蓝宝珠，宝珠散发出银光阵阵，化作一条细长的丝带，接连到宋琦身上。没有攻击打在宋琦身上，便见这道丝带在宋琦周围散发光晕，将部分伤害抵消。而兹密如则单手虚脱，手中漂浮着一株宝树。每当宋琦受到伤害，就见宝树光芒一闪，不断为宋琦滋补生命。哈哈哈！痛快！宋琦的长刀挥出漫天刀光，这是宋琦开始往界以来打过最舒坦的一场仗。不用考虑掉血，不用考虑防御，只需要进攻，再进攻。此时一众领主 BOSS 如同土鸡瓦狗一般被宋琦杀得抱头鼠窜，只有3道人体门户加持的宋琦都让他们无法招架。再有2位领主在身后增益，这群修罗如何是对手？唰！断肢抛飞，惨叫声撕心裂肺传来。明夜狠狠刺入面前一位修罗胸膛，火焰与雷霆交加，5脏6腑瞬间被摧毁殆尽。系统，你对阿物信库 LV17 造成58000点致命伤害，阿物信库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星号11900点。又有一位修罗被宋琦斩杀当场。宋琦一脚踢出，将这位修罗的尸体踢飞了出去，顺势抽出冥液。此时众修罗望向宋琦的眼光已然带有一丝惊惧。杀！宋琦的气势愈发高涨，只见宋琦的身影再次化作雷霆，向着早已负伤的阿雾木珠冲去。小心！虽然众人的提醒声很快，但宋琦的身法更快，长刀横空劈下。阿雾木珠双眼赤红，剩余的5条手臂挥舞，嘶吼着举起5把重锤格挡。当一声惊天巨响，5把重锤抛飞上空，明液自阿雾木珠的头顶切入，直至滑落到最低处，鲜血似泉水一般喷涌而出。宋琦浑身沐浴在血雨之中，缓缓起身。阿雾木珠被宋琦一刀劈成2段。看着宋琦满是鲜血的面庞，恐惧开始在一众修罗之间蔓延。都说修罗族残暴凶虐，怎么这人族看起来比修罗还要冷酷？呼！一道修罗的身影向后方族老的方向退去。想跑？宋琦的身体如同鹏鸟一般跃起，落雷霆雨催动到极致。族老，救我！那被宋琦追杀的修罗面露惊慌，冲着一众修罗族族老大声求救。够了，人族小子，我们认输了便是。一位修罗族族老须发飞舞，想要出手将宋琦拦下。然而就在他刚刚升起动手念头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一股冰凉的气息传遍全身，令他动弹不得。天空中一双巨目悄然浮现，恍若日月在浮沉。那巨目死死地盯着那位修罗族族老，宏大的天音自关中传出：既然来关前叫阵，就要做好赴死的准备，哪有你杀了我人族子弟，随后认输一走了之的道理？有神霄掌教这个超级无敌巨老在身后撑腰，宋琦现在根本不怕对面的一众修罗族族老对自己出手，硬气得不得了。只见宋琦的身影俯冲而下，一刀扎进这逃走的修罗背心。系统，你对阿雾元奇造成7万点弱点伤害，这他娘的都起的什么沙雕名字？宋琦心中吐槽不止。只见阿雾元奇被宋琦一刀扎进背心，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上，巨大的身体不住向后方扭动，在地面上留下一道入目惊心的血痕。族老！宋琦大步向前，一把将冥液抽出，当着一众修罗族老的面，扑哧一声将这阿雾元奇正中央的脑袋削落。圆滚滚的大脑袋在地上咕噜噜的转，2只铜铃大眼睁的老大，死不瞑目。系统，你对阿雾元奇造成5万点致命伤害，阿雾元奇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1900点。人族小子！啊！一众修罗族老恨欲癫狂，浑身抽搐。然而上空中那对如同日月的巨目正死死地凝视着他们。哈哈哈！宋琦举着滴血的长刀，在血泊之中仰天长啸。痛快！
实在是太痛快了。今天，宋琦回身，刀锋直指一众修罗，你们一个也逃不掉！杀！此时，宋琦已然化身为修罗，而一众修罗则仿佛是当初被阿兀良图击毙的那群人族一般，弱小而无助。城墙上，众人看着宋琦展开了对剩余修罗的追杀，欢呼声如同山崩海啸一般传出。稍远处，知古韵与兹密如看着宋琦长刀所向，一往无前的身影，眉目之中也是光彩连连。世人皆知，人族生来孱弱，在低境界时很难与强大异族争雄，而此时的宋琦却杀修罗族阿兀一脉直系，如屠猪狗，断肢不断飞起，鲜血如同涌泉喷出，场中被宋琦化为修罗炼狱，一个将修罗杀到死无葬身之地的炼狱。一众修罗族老目自欲裂，此时看也不是，走也不是。唉，一道悠悠的叹息自虚空深处传来。回来吧，这是他们的命。是修罗王的声音在低吟。来日，王族直系弟子会前来验染，为这些弟子报仇。虚空中，一道深邃的裂缝蔓延开来，一股无边的吸力传来，将一众面色不甘的修罗族老膝附了进去。而此时，宋琦也斩下了最后一位修罗的脑袋，长刀泣血，寒风瑟瑟。宋琦站定在布满断臂残肢的血泊之中，将明叶高举过头顶，阳光洒落，照射在一身血污的宋琦身上。一瞬间，恍若神明。胜！万胜！人族不朽！人道永昌！欢呼声响彻整个燕然边关，那声音似雷霆，似海啸，传遍八荒四野，经久不绝。系统：修罗之挑衅已完成，评级甲。现发放奖励如下：基础奖励经验 x35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14000点，天赐之力气运加88，八门遁甲残篇伤门已提前发放。剩余的6位领主修罗为宋琦提供了71400点经验。虽然都是17级的领主 BOSS， 但是经验却只提供了 70%， 因为部分外来增益效果造成的伤害不会计算入宋琦的经验内。此时全部的经验积攒起来，宋琦的总经验已经达到1023810点。宋琦的脸上浮现起一抹笑容，突然一抹浓重的虚弱感传响宋琦的周身各处，宋琦甚至连话都说不来，就栽倒在了地上，意识逐渐开始模糊。宋琦仰面躺在地上，看着天穹，已然离自己越来越远。神霄宗一众长老大惊失色，以为宋琦出了什么问题。荣长老大声呼喊着将宋琦抱了起来，一声声关切的问候不断传来，但是宋琦却是逐渐听不清了，身体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宋琦慢慢的闭上了双眼，熟悉的失重感再次传来，宋琦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穿越万古时空一般，在一处幽暗的隧道上孤独前行。当宋琦再次睁开双眼之中，面前的石门缓缓向两侧打开，阳光照射进来，空气中的浮尘在轻轻飘动。雪已经停了，恭喜你，年轻人。灯笼的身影出现在石室之外，体表之上浮现出一抹人性化的笑意。宋琦一脸迷茫的四处打量，石室与自己刚进入之时一模一样，就连自己盘坐在蒲团上的姿势都未曾发生过一丝变化。这是怎么了？宋琦对着灯笼喃喃道：没什么，就是睡了2天，做了一场梦而已。传承已毕，你可以随我离开了。灯笼的声音中传出一抹解脱之意。2天吗？那倒是还好。等等，灯笼前辈。宋琦看着灯笼转身离开，连忙起身追上了向外走去的灯笼。这真的是一场梦吗？梦里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吗？灯笼没有说话，点了点头。那我去哪里还能继续寻找八门遁甲的其他篇章？灯笼摇了摇头，随后开口说道：本来我这里是存有八门遁甲全篇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然将太多遗忘。或许你可以去找一找那位的墓穴，或者是神霄宗的遗址。那位指的是大鱼高祖皇帝。灯笼前辈知道这些地方现在何处吗？灯笼又是摇了摇头。唉，宋琦叹息了一声，线索虽然没完全断，但基本上也算断了。最后一个问题，灯笼前辈。宋琦追上灯笼的身影，继续问道：神霄宗最后如何了？灯笼倒腾着的双腿停滞了下来，体表上浮现出一抹思索之意。良久之后，灯笼悠悠一声叹息：神霄宗上下187283人，包括掌教至尊在内，尽皆战死燕然边关。什么？宋琦一声惊呼，浑身止不住开始颤抖起来。神霄宗掌教至尊那顶天立地的法身浮现在宋琦脑海之中。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神霄掌教呵斥修罗王的话语似声呼还在宋琦耳边缭绕。这样的存在也会陨落吗？荣长老、丁晨毅、
一起伐木听曲的小伙伴。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人脸接连在宋琦脑海中浮现，一股冰凉之意在宋琦脸上传开。宋琦伸手一抹，不知为何有2层清泪滑落。好啦，多的就不要再问了，我也不记得什么了。随我走吧。宋琦一脸呆滞，跟在灯笼身后，只有粗重的喘息声暴露着宋琦此时内心的不宁静。不必难过，那是上古人族的宿命。你看如今这番天地虽然残破，但我人族不也好好的活下来了吗？宋琦沉默不语。当再次回到传送阵，宋琦的内心终于恢复了平静。上古与今朝不知相隔多少年，那些异族如今或许已经消散在滚滚时间长河之中。加油吧少年，人族的未来还是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了。灯笼对着法阵中的宋琦挥了挥手，体表上浮现一抹落寞之意。下次见面，他或许连宋琦是谁都将遗忘，又或许今日这一别亦是永别。宋琦嘴角扬起一抹笑意，他本身就不是什么垂头丧气的人。只见宋琦对着法阵外的灯笼挥手：“灯笼前辈，小子宋琦拜别。”一人一灯笼，你向我挥手，我向你挥手，已然是挥舞了半天。然而传送法阵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宋琦脸上的笑容僵硬了起来，挥舞的手臂也尴尬的放下。灯笼前辈，这个法阵启动了吗？启动了呀。那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缓冲吗？不需要吧。那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呢？灯笼，对啊，这小子怎么还没被传送走呢？一人一灯笼默默地对视了起来，场面陷入了一丢丢的尴尬。灯笼一本正经地围绕招法阵转了起来，宋琦虽然不懂，但也跟着灯笼一同检查。呀，你看这里。宋琦被灯笼叫了过去，只见法阵的一角处有一道痕迹已经模糊，导致整个法阵的道纹断裂了一处。小问题，补上就好了。灯笼摇了摇头，低声说道，但是半天没有进行任何行动。看着灯笼在那里杵着不懂，宋琦轻声问道，那您倒是修一修呢？我不会啊，我生前是个武夫，哪会这东西啊？法阵的启动方式还是我死记硬背下来的。宋琦，不是，你也太坑了吧。第59章，幸存的小女孩。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一人一灯笼相对无言，最后宋琦终于是忍不住了发问，我们自己给这块画上不行吗？不就是缺了一块？灯笼摇了摇身子，随后说道，道门的东西复杂的很，看似只是一条线，实则里面内含道纹，你我画一条线在上面是没用的。宋琦一阵无语过后，宋琦生无可恋的呈太字形躺在了雪地上面。那我走回红安州要多久？灯笼再次浮现沉思之色，也不知道是在计算还是思考红安州在哪里。最后只见灯笼摆弄着手指头说道，以你现在的实力，在不迷路的情况下，星夜奔驰大概20天到1个月吧。20天？1个月？你杀了我得了。宋琦刚刚想坐起来的身子又呈太字形躺回了雪地上。门泉山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距离中原这么远？灯笼又是沉思了片刻方才说道，永恒雪域乃是大于极北之边境，纵横不知几10万里，门泉山位于其中最深处，乃是大于极北之国境。你翻过门泉山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以你现在的实力，我不是很建议你出去。宋琦， 1.0 版本之外的地图吗？那你知道外面有什么吗？忘了。得，说没用的您全能记着，但凡涉及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您是半点不知。宋琦继续摆烂，躺在地上抬头望天。其实你可以试着走回去的，毕竟我这里没有人吃的东西。灯笼的声音带有一些幽怨之意。这小伙子怎么还赖在这里了呢？灯笼前辈，我管你叫爹都行啊，您快帮我想想办法吧。一想到可能要玩1个月的走路模拟器，宋琦感觉视野之内就是一片灰暗。虽然现在有100万经验在手，基本上已经可以升到版本等级上限了，但不代表宋琦想挂机啊。沉默再次在山顶之上蔓延，灯笼的整个体表似乎都要皱到了一起，显然是陷入了极为深度的思考之中。你且在这等等吧，让我好好想想。灯笼进入了入定状态，宋琦闲得实在是无聊，抽出明夜练起了刀。此时劈柴刀法的熟练度已然达到了 70%， 多加努力一下，熟练度眼看就要拉满。灯笼一动不动地坐在一边，看着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一声啊的大叫自灯笼口中传出，吓得专心致志的宋琦浑身一个机灵。我想起来了，山脚下还有一个传送法阵。真的吗，爹？宋琦听闻灯笼这话，眼泪汪汪，一个滑铲滑到了灯笼面前，抱住了灯笼的卡通大腿。灯笼，这个时代的人族已经发展成这副模样了吗？下山之路坎坷而崎岖，对于灯笼的小短腿非常不利。宋琦干脆将灯笼扛在自己肩头，让灯笼为自己指路。
雪原上的白天似乎极短，宋琦还没看见多会太阳，光线就已经开始变暗。不多时，整片大地就被黑暗笼罩。宋琦自乾坤袋中取出火把，挥拳点燃之后，然而没过多久，一阵寒风呼啸，呼的一下被瞬间熄灭。没办法，只能摸黑继续前进。半山腰处，宋琦在灯笼的指引下钻进了一处山洞，避开风雪，宋琦终于点亮了火把，照亮了前进的路。灯笼自宋琦的肩头跃下，看着眼前的环境点了点身子。没错，就是这里，没怎么变样。一道古老的法阵陈列在洞穴的最深处。灯笼四下检查了一番，虽然略显陈旧，但好在尚未损毁。真的可以吗？看着宋琦怀疑的眼神，灯笼感觉非常不好。你上不上来？不上来，我走了。你看，急眼了那怎么？宋琦按照灯笼的指示，在法阵中间站定。对了，这法阵去哪啊？不知道。宋琦。然而法阵的光华已经开始绽放，一道虚幻的门户浮现，将宋琦吞入其中。呼！随着宋琦被传送走，最后一抹光亮也彻底消失。灯笼突然沉默了起来。我怎么上去呢？卧槽！啊！宋琦的惨叫声不断在传送通道中回响。相比于之前与石小星一同乘坐的传送法阵，这个传送法阵简直不要太疯狂。宋琦觉得自己好像坐上了一辆究极急速过山车，一会升空，一会俯冲。坐过山车其实没什么，但这过山车它没有安全扣啊。宋琦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通道之中四处弹射，即便全力催动气血也无法控制住身体。啊！随着一道响彻云霄的尖叫，宋琦终于在一处光亮中被抛了出来。头晕目眩的宋琦一个狗吃屎，摔在了地上，缓了半天才缓过气来。这哪是传送啊，这不是要人命吗？低头看了看地面，似乎并没有法阵的痕迹。很明显，这是一道单向传送阵。所以这里是哪？四周入目皆为枯黄的树木，显然是在一处密林之中。宋琦一脸懵逼地打开地图，欲哭无泪，因为这是一片无名无姓的森林。平复了一下心情，宋琦站起身，认真地打量了起来。密林中充斥着一股秋天衰败的味道，不知为何，这片密林似乎并没有被不祥的气息所侵蚀。宋琦观察着周围的地势地貌，与洪安州常见的密林颇为相似，感觉应该还是在大余境内。还好没有被灯笼给传送到外面的世界。感受了一下温度，大概比洪安州要冷上一些，所以此地大概率是中原偏北的地区，或是北地临近中原的地带。长舒一口气，宋琦心中暗道侥幸，打开地图，矫正了一个向南的方位。宋琦开始前进，准备先找一处有人烟的地方，看看这里到底是哪里。至于为什么不往北走，北面可是青衣教的地盘，宋琦当初在苍然山脉里可是坏了青衣教的好事，还抢走了一个不知品级的山河设计图。宋琦可不想跑到青衣教的老巢被满世界的追杀。不多时，宋琦便走出了密林。当宋琦看清楚密林之外的景象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赤地千里，满目疮痍，这是干旱与战争一同在大地上留下的伤痕。宋琦所处之地已然呼之欲出，正是北地三州之一。兜兜转转，还他娘的是跑到了青衣教的老巢。宋琦暗骂一声晦气，在赤土之上向南撒足狂奔。此时的北地经过天灾人祸的摧残，已然人烟稀少，与还算是太平景象的洪安州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奔驰在荒野之上。北地虽然破败，但不知为何，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清新的味道，即便是行走于荒野之中，也感受不到丝毫的不祥气息，真是有些奇怪。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宋琦此时也并没有探寻之心，只想早早离开北地。系统，你已进入富姑州和石郡。宋琦一路飞驰，有惊无险地离开了北地。当翻过一处不算太高的山脉之后，终于进入了中原地界。回到中原之后，那股熟悉的不祥气息再次传入宋琦鼻腔。宋琦深深吸了两口气。对了，就是这股味。富姑州乃是另一处与北地接壤的中原之地，只不过相比于洪安州，富姑州偏西，而洪安州偏东，两地相隔也并不算近。是直接回洪安州，还是留在富姑州逛逛？此时洪安州应该正忙着进行受潮过后的重建工作，短期内感觉不会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思索了一番之后，宋琦决定在富姑州这边看看，领略一下往届不同大洲的风土人情。下定主意，宋琦选了一个方向继续前行。系统，你发现冬季村获得经验 X10。一处山脚下，宋琦终于发现了第一处村落，但是此时眼前的景象却让宋琦眉头紧锁。只见村庄之内尸首满地，鲜血已将大地浸红。看穿着打扮，
死者应皆为此地村民。宋琦低下身，将面前的一具尸体翻了过来。尸体之上伤痕密布，即便已经死去多时，瞳孔仍然圆圆睁开，充斥着惊恐之意。显然在生前是饱受折磨而死。身上的伤痕多为兵器劈砍的血痕与拳脚殴打的淤青外伤，还有大片的皮肤呈现出不正常的焦黑之色。对火焰极为熟悉的宋琦，一眼就能看出这是被明火烫伤之后才会留下的痕迹。呼！宋琦看着眼前的一地惨状，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平复心境。这很明显不是野兽或妖物作祟，乃是人为。宋琦挨家挨户地搜索起来，想要看看有没有幸存者残留。几乎每一家木屋的房门都已经被暴力破坏，屋内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不少妇女浑身赤裸，尽是伤痕，显然是被凌辱致死。畜生！究竟是哪帮畜生干的这天怒人怨之事？宋琦看着眼前一幕，双拳紧握，无名业火在心头燃烧。谁？一道微不可闻的呼吸声在屋内传出。此时的宋琦感知已然极为敏锐，怒火中烧之下，一声暴喝脱口而出。宋琦大步向声音传出的地方走去，掀开一堆杂物之后，只见那堆杂物之下的地面与正常地面的颜色略有不同，似乎是有一道暗门。哗的一声，宋琦直接将那处暗门拉开，里面昏昏暗暗，空间狭窄，一个5、6岁的女童正蜷缩在其中，满脸挂满泪痕，此时已然是昏迷了过去。系统，你发现角色洛林怀 LV1。宋琦的怒火瞬间消散，看来这个女童是被父母藏入地窖之中，侥幸逃过一劫。恐怕此时已经是村庄之内唯一的幸存者。宋琦将洛林怀自地窖之中抱起，洛林怀瞬间惊醒，哭喊着剧烈挣扎了起来。根本不知道怎么哄孩子的宋琦瞬间手忙脚乱，手上又不敢用力，害怕伤到孩子，突出是一个不知所措。最后宋琦灵机一动，将九尾的尾巴系到了洛林怀的身上，温暖纯善的气息不断滋润着洛林怀弱小的身体与心灵。哭喊不断的洛林怀终于是沉沉的在宋琦怀里睡了过去。呼！宋琦满头大汗，长舒了一口气。哄孩子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逆天了。宋琦在房间中找了个大号的竹筐，垫上一些柔软的衣物，将洛林怀放在了竹筐之中，背在了自己身后。随后宋琦将所有尸首搬到了外面，气血涌动，在地上打了一道深坑出来，将所有村民的尸首埋了进去。宋琦制造出的噪音或许是将身后的洛林怀惊醒，宋琦感觉背后的竹筐在抖动，转过头，宋琦发现洛林怀已然醒了过来，此时正在竹筐中站了起来，两只小手紧张地攥着九尾的尾巴。看着洛林怀灰嘟嘟的小脸上挂满紧张之意，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注视着自己，宋琦憋了半天，终于憋出来一个屁：别紧张，哥哥我不是坏人。听到宋琦的话，洛林怀的小脸一皱，眼看着又是要哭出来。宋琦，林怀乖，不哭了哈。宋琦赶紧将洛林怀的身子在竹筐里抱了出来，没想到洛林怀这次听到宋琦说话之后，抽抽了2下，还真的没有哭出来。只见洛林怀一边抽抽着鼻子，一边奶声奶气地问宋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宋琦揉了揉洛林怀的头，柔声说道：哥哥会算命。真的吗？那哥哥是道士吗？我听村长爷爷说过，城里的道士们都会算命。哥哥可以帮我算一下杀害了阿爹阿娘和村长爷爷的坏人们是谁吗？林怀今后也要成为道士，给阿爹阿娘跟村长爷爷报仇。宋琦沉默了下来，没想到洛林怀这么小的年纪，竟然是如此的聪慧，似乎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洛林怀的请求：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战斗，任务内容找到凶手，为冬季村的一众村民复仇，任务时限1个自然日，任务奖励经验 X15000，评价：不要辜负小孩子的期望啊，混蛋！宋琦将洛林怀瘦小的身体高高举起，双眼直视着他隐含泪花但却充满坚定的眸子。哥哥不是道士，哥哥是一名武者，不过哥哥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给大家复仇。小林怀，你害怕吗？洛林怀坚定地摇了摇头。宋琦将洛林怀放下，让他骑在自己的肩头，沉声说道：现在我们就去找那群坏人。猎手本能开启，村落中一切痕迹都无所遁形。第60章大消息，人类群体活动留下杂乱无章的脚印，牲口拉车留下的轮胎烙印，马蹄践踏留下的马蹄印，一切尽数映射入宋琦眼中。宋琦俯身观察着成片的马蹄印，这些马蹄印相较于中原的马匹更为宽大，明显不是中原盛产的矮脚马。最终这些马蹄印汇聚到一起，虽然凌乱，但却指向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宋琦拍了拍骑在自己肩头的洛林怀，说道：抓紧我们出发了。洛林怀双手死死地抓住宋琦的一处衣领，将头低低地埋了下去。只听见四周狂风呼啸，
自己仿佛搭乘在一道清风之上，景象在模糊且快速的后退。任务时限标明了只有一个自然日，那就意味着这群凶手很有可能今天就会逃之夭夭。随着宋琦快速的奔行，马蹄印愈发的清晰，隐约之中，远处有喊杀声传来。系统，你发现灰溪村，获得经验 X10点。村庄之外，打斗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宋琦耳中。宋琦的身影几个闪落，飘然冲上一处几十米高的古墓之上，居高临下向下俯瞰。只见一名道士撑起法力光幕，被一众武者疯狂围攻。法力光幕之后是一群面色惊恐的村民。虽然这群武者的攻击看起来并不强悍，但不知为何，道士却打得束手束脚，似乎不敢发出强力的道法。宋琦的目光扫视全场，只见有4人持刀站在远处，正挟持着几个村民，口型闪动，似乎是在威胁那位道士。距离稍远，宋琦听不真切，但很明显，凶手就是这帮人。幸好此地路过了一位道士，要不然未等宋琦赶到这里，村民们又要被残害殆尽。闭上眼睛，宋琦抽出九尾的尾巴，直接系了个环，罩在了骆林怀的眼睛上。落月浮现在手中，剑矢在无息剑术的催动下，毫无半点声息。4支剑矢几乎在一瞬间同时没入那4人体内。4道击杀提示音传来，不过由于这4个 NPC 的等级已经低于宋琦5级，并未能给宋琦提供经验。那道士的感知似乎也蛮敏锐，在剑矢命中那4人的瞬间，眼中就有神光涌动。只见几张符篆凭空浮起，呼的一声燃烧了起来，数团脸盆大的火球奔射而出，砸入那群武者的阵中，轰鸣声作响，一众人等惨叫着被火海吞没。看着有数道全身是火的身影自火海中冲出，宋琦张弓搭箭，将刚刚冲出火海的一众人等纷纷狙杀。这群来历不明之人，大多数到死都不知道，有一位隐藏在暗中的狙击手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火海中似乎只有几位精英怪模样的头领还在道士的进攻下苦苦支撑。宋琦自上空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疏散一众已经被吓傻的村民避难。为了防止火势蔓延至整个村落，火海被那道士熄灭。宋琦的目光也终于透过火海看清了法力光幕中那道士的脸。周衍，宋琦，怪不得配合这般默契，原来既是老熟人。宋琦的惊讶是因为竟然这妖巧还能遇见老熟人，而周衍的惊讶则源自于宋琦背着的骆灵怀。此时周衍心中大为震惊，宋琦竟然在网界里有孩子了。趁着宋琦与周衍愣神的一瞬间，几个精英怪拔腿要跑，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出现在几人逃跑的路径前方。只见宋琦一顿王八拳乱舞，不出几个回合，这几个精英怪纷纷被宋琦揍成了熊猫眼，惨叫着倒在地面上。虽然宋琦没学过什么拳脚上的武技，但是只要力量够大，速度够快，即便用王八拳也能发挥出巨大威力。说，你们是什么人？不说是吧？好！只见宋琦的右脚恨不得踢出残影，踹得这几个精英怪惨叫不断。周衍，合着你倒是给人家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呢。观察了2秒钟，周衍忍不住出言制止：老宋，要不然还是我来吧，你别吓着你闺女。宋琦，你蛇精病啊！神他妈我闺女，北面的村子也被这帮畜生祸害了，这是我救下来的小孩。什么我闺女？你也不看看孩子都多大了。对吼！周衍尴尬地摸了摸头。此时骆灵怀虽然没有摘下尾巴眼罩，但还是奶声奶气地说道：我不是哥哥的闺女，哥哥是找到杀害阿爹阿娘的凶手了吗？我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吗？灵怀乖，咱们不看，很快就好了哈。宋琦抱着骆灵怀向后退了2步，给周衍递上了一个你来的眼神。周衍回复了一个放心的眼神：审讯，我是专业的。只见几张符篆被贴在了几个精英怪的脑门上，在符篆光滑转动的一刻，这几个精英怪白眼连翻，口歪眼斜，浑身抽搐不止，似乎跟中风了一样。这就是你说的专业？看着宋琦充满质疑的眼神，周衍轻咳了2声，大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来此地行凶？沉默是尴尬氛围蔓延的开始。几个呼吸之后，终于有一个 NPC 磕磕绊绊的开口说话：我们是凉州边境的青衣军，天师大人下了死命令，不得侵扰北地百姓一分一毫，否则8匹点天灯。我们没有办法，便想着来中原这边捞点油水。凉州乃是与富姑州比邻的北地一州。宋琦与周衍对视一眼，眼底均闪过一抹震惊之色。朝廷的征讨大军不是在北地跟青衣教打得火热吗？怎么现在青衣军甚至有闲心翻山越岭的侵扰中原？接着问啊，你们青衣军不是正在与朝廷大军交战，你们怎么还能进入中原？听到周衍问话，说话这人浑身又是一阵抽抽，又是好几个呼吸过后才艰难开口。3日前，大余全军溃败，大将军被我们天师斩杀当场。这人才说了3句话，就见他剧烈的抽搐起来，口吐白沫。系统的提示音传来：
宋琦与周衍面面相觑，死了。没想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任务，竟然带出了如此震撼的大消息。一阵清风拂过，往界似乎要变天了。在得知了前因后果之后，周衍手掐法诀，就要送剩下那几个精英怪上路，没想到被宋琦拦了下来。就这么杀了这几个畜生，太便宜他们了。你先把他们带到那边的树林里等我。周衍看着宋琦，睁大了眼睛。带进树林？你要干嘛？不过看着宋琦坚定的眼神，周衍还是照办了。村落中，宋琦摘下了洛林怀的眼罩，抱着他向一众村民走去。一位村长模样的人带头又要向宋琦行跪拜大礼，连忙被宋琦一把拉起。客套了几句场面话后，宋琦道出了自己的目的，想让村长收养下小林怀。自己只是一个玩家，不可能也照顾不好一个小女孩。村长看着怯生生站在宋琦身后的萌娃，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道：“这是冬季村骆永家的那个小女娃是吧？没想到长这么大了。”冬季村与灰溪村相隔并不算太远，所以两村的村民平时也不少互相打交道，彼此之间也算熟悉。少侠放心吧，今后林怀就是老朽的亲孙女。宋琦看着村长充满慈祥的目光，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如果可能的话，村长还是带着大家一同向南方迁徙一下避难吧。青衣军难保不会再有其他人偷偷翻过山脉南下掠夺，而宋琦又不能永远守护在这里。”此行一众青衣军留下了数十匹北方优种马，卖出去之后换取的银钱足以支撑整个村落的迁徙。村长一脸黯然，虽然不想搬离世代居住的家园，但为了一众村民的安全着想，终究是答应了宋琦的提议。轻轻抚摸了一下洛林怀的脑袋，宋琦收回了九尾的尾巴，示意洛林怀去村长那边。洛林怀虽然分外不舍，对着宋琦的方向三步一回头，但是分外聪慧的他自然是知晓，像宋琦这种高来高去的大侠，不可能将自己带在身边。看着洛林怀在村长身边站定，宋琦挥手向洛林怀告别：“哥哥，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身后洛林怀带着哭腔的声音大声传来。宋琦回首对着洛林怀温柔一笑，道：“宋琦。”看着宋琦远去的背影，洛林怀的泪水终于决堤。这一刻，幼小的心灵中充斥着对长大的向往，因为长大之后，他也要成为像宋琦一样的武者，顶天立地的英雄。密林深处，几个幸存下来的精英怪看着一脸桀桀怪笑的宋琦步步逼近，全部面色惊恐，四肢并用的在地上向后刨。但可惜，他们方才已经被宋琦一顿王八拳加无影脚给重创，现在身体行动已然不便。一旁的周衍也是一脸惊恐，眼睛半闭半眯，想看又怕辣眼睛。只见宋琦抓起一个精英怪的头发，将他整个人拽了起来，在乾坤袋中取出一个瓷瓶，吹开瓶口的塞子，一把将里面的药粉灌进了精英怪的口中。那精英怪发疯一般拼命挣扎，但根本撼动不了宋琦分毫。直到所有的药粉全被灌了进去，宋琦才撒开手，扑通一声将这精英怪扔到了地上。精英怪摔倒在地上之后，身体不住翻滚，双手掐着脖子，浑身开始颤抖。不一会，奇奇怪怪的声音就在其口传出，一抹极为不正常的红晕同时浮现在其身体各处。卧槽，你给他吃了啥啊？远处周衍看见这一幕，惊呼出声：“春药！”宋琦头也不回，低声说道，又抓起旁边另一个精英怪，如法炮制了起来。这些春药就是当初的自朝鲜府中的那位采花大盗尹冰冰，不过自那之后就一直放在宋琦的乾坤袋中吃灰，没派上过什么用场。想起冬季村中那些妇女的惨状，宋琦在刚才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自己这些压箱底的好货。不是喜欢做那事吗？这回你宋爷让你们做个够。虽然这几个精英怪已然是筋骨境的武者，对于各种药物都有极高的抗性，但架不住宋琦一瓶又一瓶的往嘴里狂灌。场中一共有5位精英 NPC， 宋琦只给其中的3人灌入了大量春药。在干完这一切之后，宋琦一把拉起一旁的周衍，身子一闪落上了一棵大树的枝头。地面上一片混乱，3个发情的精英怪已然无视了浑身伤痛，口中滴着口水，完全无视了性别，对其他人发起了无差别的攻击。2只神志清醒的精英怪在哀嚎中被扯碎了衣物，场面开始不堪入目了起来。太辣眼睛了！周衍抬起头，不再向下方看去。宋琦在一边望着天，吹着不知名的口哨，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一样。老宋，论整活还得是你啊！过奖过奖。不多时，下面的声音便停歇。几人伤痕累累的身体显然是经不起这种激情四射的运动，在兴奋之中暴毙而亡。系统，洛林怀的请求已完成，评级甲，你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5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6000点。系统，你的善举获得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奖励天赐之力，气运加1。宋琦与周衍对视一眼，
宋琦是在冬季村那里触发的任务，而周衍则是在灰溪村这里触发的任务。不过二人目标一致，所以此时同时进行了任务结算。你是不是也获得了一点气运？宋琦对周衍问道。周衍点了点头。其实在之前的洪都府之劫中，周衍同样获得了一些气运，只不过后来大家都喝高了，就没来得及交流。互通了一下有无，二人均没有发现气运的获取机制与作用，不过终归是隐藏属性，显然是多多益善。随后二人又把话题聊到了青衣军与大鱼的战争之上。虽然看似对玩家们没有影响，但此番青衣军大获全胜，会不会南下中原而木马？那与北地比邻的红安州，岂不是要成为下一处战场？听到宋琦这么一说，周衍的面色也是为之一变。所有玩家的降生大本营都在红安州，这把火显然是要烧到玩家头上了。那么红安州现在是否已经收到消息？在这干说无用，宋琦直接让生物舱智能助手拨通了魏白的语音。此时的魏白应当还身处洪都府之中。第61章古墓。随着几声嘟嘟嘟的响声过后，魏白那边爽快地接通了语音。臭弟弟，找姐姐干嘛？宋琦跟魏白日常互对了2句，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正题上。没想到宋琦说了今日听说的消息之后，魏白竟然一点都不惊讶。洪都府今天早上刚贴出的告示，继续征兵北伐，算是一个全民抉择型主线，参不参加都可以，奖励暂时未知。任务报名的截止时限还有半个月，我也就没着急接任务。我刚才下线去论坛上看了一下，有人说北地那边也拥有同样性质的抉择主线，玩家也可以选择北上加入青衣军，推翻大鱼。宋琦跟周衍对视一眼，眼中均闪过一抹尴尬之色。这2天宋琦被传送到了永恒雪域，而周衍则穿行在深山老林之中，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本以为是得到了惊天大消息，没想到原来是自己消息滞后了。宋琦与魏白约定等自己回到洪都府之后再聊，便挂断了语音。随着青衣军击败大鱼北征郡，往届的格局变化终于彻底影响到了玩家群体之中，这种变化甚至比宋琦预想中的还要大。青衣军与大鱼2个阵营终于明着摊开放到了玩家面前，让玩家来选择。虽然奖励暂时未知，但很明显加入青衣军推翻大鱼的难度更大，完成之后奖励肯定更多。不过青衣军以北地3州之力硬汉大鱼20大州，想要最终获胜显然难如登天。而对宋琦而言，这更是一道单选题。早在苍然山脉里，宋琦就破坏了青衣教一整个大动作，而且还抢走了山河设计图。宋琦与青衣教之间已无回转的余地。再者从个人情感角度而言，大鱼虽已腐朽，但仍有毛运介这样仗儿当先的周牧，更有葛恒一般愿意为民赴死的英雄。反观今日青衣教之所作所为，并无义军之相，更像是山贼悍匪之流。虽然区区几十人并不能代表整个青衣军，但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之事实。周衍看着宋琦，眼神不断变换，忍不住出声问道：“老宋，你是要加入大鱼了对吧？”宋琦缓缓点了点头，这与周衍的想法不谋而合。自古以来，率先揭竿起义者，多兵败身死。即便有侥幸得天下者，也没有得心坐稳江山。率先起义者固然自身多为豪杰，但其手下却良莠不齐，一如今日所见。宋琦与周衍这波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周衍的脑海中蓦然回想起洪都城下宋琦从天而降的那一刀，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真有另辟蹊径的头铁玩家选择加入青衣军，在战场上被宋琦撞见，那可得遭老罪了。对了，老周，你来这边是做什么？弄明白了青衣军的问题，宋琦略带好奇地对周衍问道。宋琦是被传送到北地之后，慌不择路之下才跑到这片偏僻之地，而看周衍的样子，显然是带有一些目的性，自然是有点任务在这里。周衍一本正经地回答着。宋琦的眼光浮现一抹狐疑之色，这片区域整体等级不高，多为资源贫瘠的荒山野林，现阶段有什么任务能把周衍吸引到这来？我看你小子是来盗墓的吧？宋琦想到了周衍那双特殊的眼睛，心中似乎已经猜测到了正确答案。看着宋琦悠悠的目光望向自己，周衍讪讪地笑道：“好吧，我就是找到了一些线索，这边的山里好像有座古老的大墓。”其实宋琦一直对周衍从事的这个行业带有一些好奇之意，只可惜往届的世界太大，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集体活动，很难聚集到一起。如今恰巧撞上了周衍，那么宋琦肯定是要跟周衍去见识一番。至于洪都府的北伐任务，如果二人来不及折返，那宋琦就给魏白打电话，让柯红淼去给自己跟周衍报名，等二人从大墓里出来，自行在富沽州出发，与红安州的队伍会合即可。想来以宋琦如今在红安州的面子果实能力，这点特殊待遇还是能争取到的。随着周衍在前面带路，宋琦发现眼前的景象似乎有些熟悉，这是凉州与富沽州之间的那道山脉，
之前宋琦曾经路过此地，只不过这片山脉远不如苍然山脉雄伟壮阔，系统甚至都没有给出一个名字的提示。山脉之中一处高地，周衍一眼泛黑，一眼泛白，显得有些诡异。一段时间不见，周衍对异瞳的应用似乎更加纯熟了。只见周衍四下打量，随后对着下方指点江山起来：“你看，这里的地势前方开阔，背后靠山环水，左右山脉围绕，山脉盘卧之形态恍若大龙。然而这片区域整体却稀疏平常，那么说明此地定然有大人物的墓穴藏于地下，方才使大墓上方的局部地貌发生这般变化。”周衍信誓旦旦地说道。然而宋琦却听得云里雾里，这知识可太杂了。一个罗盘浮现在周衍手中，只见周衍对着罗盘一口清气吹出，罗盘就自行开始旋转起来。这回总算到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周衍决定好好的在宋琦面前炫耀一番。大人物的墓穴多有顶级法阵保护，但受于版本的限制，法阵根本发挥不出超过7品的威力，所以可以说对我们这一行是最友好的版本了。等到下个版本，这个生意可就不好干了。随着罗盘不断转动，周衍也开始不断变换方位，不多时就带着宋琦来到了山脉的低处。周衍一黑一白两只眸子不断向地面上打量，随后目光一顿，似乎是发现了什么。抓紧我现在土遁带人有些吃力。显然周衍此时也学会了当前版本倒是最好用的遁法土遁，不过周衍对于土遁的熟练度跟钟柴比起来，那可是相差甚远。至今为止，宋琦都没能摸清钟柴土遁熟练度的极限。宋琦的右手抓着周衍的一条手臂，呼的一下，两人的身体没入地面。看着周衍满脸涨红，努力的往地底钻去，宋琦运转气血，将土层纷纷推散，算是为周衍缓解了一些压力。不是，哥们，你这哪是有点吃力啊？宋琦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出点力，周衍估计没潜入到墓中就把自己给累死了。有了宋琦的帮助，周衍的面色大为好转，似乎也发现了这样不是办法。周衍干脆让宋琦催动气血，两个人钻个大坑下去。宋琦一边推土，周衍则在乾坤袋中取出了一根造型别致的毛笔，沾上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宋琦打出的坑洞土壁上勾画起来。果然，随着周衍的涂涂抹抹，宋琦通过完全不规范手法挖掘出来的土洞，终于不再继续塌陷。两个人硬生生凭借着超凡力量，挖出了一条通往地下的垂直洞口出来。不知道向下推进了多远，宋琦感觉土壤的质感似乎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周衍则在此时神色大变。怎么了，老周？宋琦看着周衍面色不对，出声询问。周衍双手不住地在地面上摸索，喃喃自语道：“最外围保护墓穴的阵法怎么被破坏了？一般来说，这种大墓的阵法基本不可能自然磨灭，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同藏捷足先登。”靠！这座墓好像被别人发现了，已经保护墓穴的大阵都被破坏了。周衍愤愤地捶了一下地面，大阵被破坏了。宋琦愣了一下，随后就见宋琦起身抽出明液，大喝一声，直接向地下斩去。随着轰的一声炸响，土层被完全碎开，也不知道是什么建筑构造被宋琦破坏。总之，下方被直接开了个大洞出来，二人顺着洞口掉了进去。反正来都来了，与其在外面猜测，不如直接进来看看。我去，老宋，你坑爹啊！周衍一边拍打着身上的泥土，一边站起身，出声吐槽起来。一处墓穴从里到外并不是只有最外围的一道保护法阵，为了保护墓穴的安全，在任何位置都有可能存在机关法阵。宋琦这波利索是利索了，但这么大摇大摆的冲下来，指不定要捅多大的篓子出来。老宋，宋琦！周衍发现宋琦迟迟没有答话，环顾四周，哪里还有宋琦的身影？尖锐的摩擦声不断传入周衍耳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不断的脱落。角落阴暗处，一道道石像眼冒红光，开始向着周衍的方向移动了起来。看着已然被包围的自己，周衍的脸色分外难看。这定然是一落地就触发了某种法阵。宋琦，你个坑货！老周，你人呢？另一处独立的空间里，宋琦同样丢失了周衍的视野。随着宋琦不断的呼喊，宋琦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找到周衍，反而被一群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石像给包围了。坏菜了，这肯定是触发到什么了。虽然没什么专业知识，但这点常识宋琦还是有的。落月浮现自宋琦手中，宋琦一招天坠剑术，轰的在石像群中炸响。守护者 LV19， 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60000，60000，其余信息不详。一片面板弹出，竟然全是精英怪。宋琦倒吸一口凉气，倒不是自己打不过，而是周衍如果此时与自己境遇相同，那肯定是得遭老罪了。对不起了，老周。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面前的怪全部清掉，然后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老周。
三门齐开，熊熊燃烧的气焰自宋琦体内迸发而出，瞬间照亮了这片幽暗的空间。石像的移动缓慢，宋琦无需冲上去肉搏，只要拉开距离，不断用天坠进行大范围的 AOE 攻击就好。轰鸣声不断传出，此时天坠剑术在宋琦手中的威力，堪比射出一发发小型导弹，不住在石像群中炸裂。大多数守护者甚至没能走到宋琦面前，就被宋琦的天坠射成了满地碎石。随着宋琦抽出冥液，一招惊鸿过去，一些侥幸冲到宋琦面前的守护者也被宋琦砍成两截。79800点经验到账，宋琦发现周围的环境一阵扭曲。当视野恢复正常的时候，宋琦发现自己已然处身于一处幽暗而狭窄的通道中，地面上并没有留下击杀精英怪之后会提供的兽丹一类的资源。或许这些守护者并非活物，只是一些傀儡一般的东西，所以无法提供类似兽丹的东西。通道的两侧墙壁散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光，勉强可以提供一些视野。而通道的尽头似乎有一道巨大的门户矗立在那，它古老沧桑，其上刻满了岁月流逝的痕迹。宋琦猜测，只要推开这道门，或许就可以进入大墓里面。嗨，白激动了，以为一刀直接劈进去了呢。宋琦环视一圈，发现周衍的身影还是没有在附近出现。不过地面上也被有留下周衍的尸体，很明显周衍并没有被嘎掉，应该也处于一处独立的空间之中。宋琦皱着眉，想要四处转转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但转念一想，自己这么瞎走，难免又会触发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哎，老周，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武者之事贫乏，有心无力啊。你加油！宋琦在原地盘膝而坐，调息起来。过了一会，宋琦感觉周边一阵扭曲，周衍略显狼狈的身影缓缓浮现。我去，老周，你啥时候这么猛了？20多只精英怪都能杀出来？什么20多只精英怪？就7、8只，剩下的全是普通小怪。两个人触发的怪物并不一样。你触发的是20多只精英怪？周衍看着宋琦疑惑的表情，出声问道。看着宋琦点头，周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周衍似乎没想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宋琦继续问道：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周衍停止了思考，满脸怒意的冲着宋琦吼道：接下来你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不要瞎跑，也不要乱动任何东西。你个坑货！这帮武者一个个满脑子塞满了肌肉，全他娘的是莽夫。宋琦一脸讪讪的笑容，听你的就是了，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周衍气冲冲的在乾坤袋中取出自己的罗盘，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前面带路，行进的轨迹分外崎岖。只见周衍的脚下法力涌动，每一次落脚都要在地面上留下一道浅浅的足迹。沿着我的脚印走。终于在周衍的领路之下，二人并没有再触发任何奇怪的地方，平安抵达了那道门户之前。感觉最外围的法阵并没有被破坏多久，空气中还残留着道纹的波动。此处只是墓穴的一处偏门，便如此宏大，想来墓穴的规模一定不小。他们那群人未必能将墓穴全搬空，说不定现在还留在里面。第62章探险。哦豁！宋琦听见周衍这话，顿时眼睛一亮。风水奇门等知识，那宋琦肯定是一窍不通。但你要是说到砍人，可就到宋琦擅长的领域了。宋琦在一旁摩拳擦掌，周衍则静心的坐在那道门户之前，推演如何安全打开门户。只见一张张白纸被周衍摊开放在地上，上面画着鬼画符一样的东西，还有着奇怪的排列组合，看得宋琦简直是头晕目眩。这周衍现实里指定是有点啥副业。随着周衍兴奋的一挥拳头，大吼了一声耶，就见周衍站起身，开始调整大门上一些奇怪的图案。轰隆隆，尘封已久的大门掀起阵阵烟尘，缓缓打开。入目一处还算宽敞的殿宇，殿宇里头有一道并无封锁的门户，像是通往地宫深处。宋琦跟在周衍后面四处打量，啧啧称奇。这看着哪像是墓穴啊，看这架势比皇宫都要豪华。当二人全部进入殿宇之后，身后的大门轰的一声关闭，吓得宋琦浑身一个激灵。随着身后的大门关闭，宋琦感觉殿宇之中分外的安静。宋琦感觉除了自己与周衍的呼吸声之外，似乎已然是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现在怎么办？宋琦向前面正在张望的周衍问道。只见周衍手中的罗盘自行飞到了殿宇的正中央，轻轻一转，大片的光辉向整个殿宇之内散落。随后周衍手一招，罗盘飞了回来。看样子这处空间并无异常，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要乱碰，跟着我往里走。别看这座殿宇装修的富丽堂皇，其实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凡品摆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定然都在墓穴深处的主室之中。扑棱棱，二人刚刚走到那处通往内部的大门门口，
就听见里面一阵翅膀扇动的声音传出，很快就见到一大群拳头大小、长有短小羽翼的黑色虫子自那门后飞了出来。看着扑面而来的虫子，二人同时下意识地躲闪。宋琦向左，周衍向右。随后，宋琦取出落月，一发天坠向空中的虫群射出。周衍则是袖口喷出一道火舌，来了个虫子烧烤。系统，拟击杀晦气虫 LV19。连续数十道提示声音传来，这些虫子看似难缠，但实际上只是19级的普通怪物，就是名字比较奇怪。总共有8664点经验入账。虽然顺利的解决了虫群，但周衍的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起来。怎么了，老周？周衍解释起来，晦气虫是一种在死气中诞生的奇怪物种，通常出现在墓穴或者坟地。而为什么它们被称为晦气虫，就是因为不管什么生命遇见它，都会变得晦气起来。听周衍这幽怨的语气，似乎之前就遇到过这种东西，而且被他坑得不轻。随着周衍的话音刚刚落下，就听见哐的一声巨响，前方那原本畅通无阻的入口，此时似乎被触发了某种机关，一道材质不明的巨大门户从天而降，将那处通道堵了个严严实实。啪！周衍手扶额头，无奈地叹息了一声。之所以通道会被封死，正是因为这帮晦气虫。因为二人在躲闪虫群的时候，宋琦向左跳，正压到了一处摆件，而周衍向右跳，同样碰到了一处摆件。这些看似没什么作用的摆件，实则每一处都是机关陷阱。宋琦，好家伙，真还是名副其实。看着在大门上不断摸索的周衍，宋琦感觉自己灵光一现，正色说道：“我有一计，可使此路幽而复明。”看着周衍一脸疑惑的表情，宋琦指了指头顶，继续说道：“我们可以从上面开一个洞，在土层里面转移，再去其他地方开一个洞下来。”周衍，我就知道你小子憋不出什么好屁来。这墓穴的年代比大禹的历史都要久远得多，所用建筑材质全部超出了当前版本的上限，只有通过正规的科学办法才能进入其中，根本不可能被暴力破坏。之所以宋琦在刚才能开个洞出来，那是因为那里是周衍凭借着一瞳好不容易找到的外围薄弱点。周衍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无声地否决了宋琦的奇思妙想，随后双眼又泛出一黑一白两道光芒，认真地对着那道门户敲敲打打了起来。除了手感冰冷之外，门户与周围的墙壁上似乎都没有什么机关与法阵的痕迹。对着两个已经被触碰过的摆件比划了一番，也并未能将门户拉上去。宋琦看着周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就出声问道：“要不然我试试推一下？”周衍点了点头，反正门户上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各种办法都尝试一下吧。只见宋琦开门与商门齐开，浑身气焰喷涌，身子下蹲扎了一个马步，双手用力，准备将整道门户向上推起来。哈！宋琦大力嘶吼，脸色涨红，全身的力量与气血涌动，却不能撼动这座门户分毫。扑通！宋琦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屁股蹲的声音悠悠回响。歇歇吧，老宋，这东西肯定是不能暴力破开的。周衍在一边出言安慰道。倔强的宋琦同学站起身，似乎并不信邪。砍一刀不会有问题吧？周衍摇了摇头，门应该没什么问题，估计你手得被震得发麻。不要问周衍为什么知道这些，早在刚开始没什么工作经验的时候，周衍自己也干过这种蠢事。呼！明夜出鞘，一招惊鸿直冲那道门户与周围的墙壁。当门变得极为坚固的时候，那么墙壁就变成了门。宋琦不由得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然而随着当啷一声传出，明夜脱手坠地，宋琦的身体则是直直的倒飞了出去。不管是门户上还是墙壁上，都没有出现哪怕一丝伤痕。老宋，小心头顶！宋琦正躺在地面上摔得五迷三道，突然耳中传入周衍的呼喊声。宋琦浑身一个机灵，瞬间清醒了过来，身子就地一个翻滚。只听见当的一声响，一柄散发着青光的飞剑，好像是凭空生成一般，插在宋琦刚刚躺着的地方。嗖！不知道又是什么地方被激活，一道道剑光瞬间布满整片殿宇，似乎组合成了一道剑阵，向着宋琦与周衍二人冲杀而来。宋琦低身抄起明夜，不断挥舞，向周衍的方向靠近着。周衍也是手掐法诀，撑起法力屏障，不断在剑阵之中穿梭躲闪，最终与宋琦汇合一处。二人后背相靠，互作掩护。然而剑光仿佛无穷无尽一般，愈发的密集了起来，而且威力还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周衍一边防守，一边用那对一瞳四处打量，最后手指向上空的一处方向一指，对着身后的宋琦大吼道：“老宋，打那里，打那里！”那里是哪里？宋琦顺着周衍手指的方向看去，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干脆明夜向刀鞘中一收，离人院展出一道璀璨的刀光，大范围的攻击向周衍手指的那片区域。随着轰的一声炸响，漫天剑影化作无形，
身后的周衍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轰隆隆，随着剑阵消散，那道封闭的门户竟然自发打开。宋琦刚要转身去查看，就感觉被周衍拉住了裤腿。先不要动，我先调息一下。此时周衍面色苍白，显然对抗方才的剑阵流失了不少体力。他可不像宋琦一样有修门座支撑，体力值高的变态。虽然消耗不多，宋琦也跟着周衍一起调息起来，感觉这个古墓看起来有些难搞。你平时下的墓也这么危险吗？宋琦出声问道。周衍眼皮跳了跳，回答道：怎么可能？这是我迄今为止下过危险系数最大的墓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存在葬在里面。调息完毕，周衍这回也不敢自己打头阵了，躲在宋琦身后，一边推演一边指挥宋琦探路。还好这回下墓碰见了宋琦，要不然周衍估计自己真得折在这里。穿过一段幽暗的隧道之后，二人又是进入到一座殿宇之中。虽然格局大致相同，但这座殿宇里边竟然有2个通道。看着周衍在乾坤袋中取出了一桶竹签之后，宋琦的心中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似乎是回想起了前2天石小新在永恒雪域里那信誓旦旦的占卜指路。抽签结束之后，周衍满脸自信的大手一挥，为宋琦规划出了一条向左边通道出发的行进路线。宋琦欲言又止，但终归自己不是专业的，还是听从指挥比较好。有了上个殿宇的经验，宋琦这回行事谨慎了许多，平安无事的带路进入了左侧的通道之中。当二人进入下一处空间之后，就听见身后轰的一声传来，退路已经被完全封死。咔嚓咔嚓，一道道金属的摩擦声音不住在阴影中回响。宋琦神色微变，因为他已是听出这种声音与自己当初在人族边关时候穿着盔甲行进的声音完全一致。紧接着，一具具被黑色重甲包裹着的身影自阴影中走出。宋琦仔细观察，这些盔甲里面似乎并没有躯体，而是一副腹空壳。相信哥的占卜术，另一条路肯定更危险。周衍拍了拍宋琦的肩膀，随后几张符篆燃烧起来，化作大火球扔进了怪群之中。呼的一声，火焰燃起，照亮了整片空间。卧槽！周衍一声惊呼传出，因为在视野清晰了之后，周衍发现这是一片非常宽敞的大殿，而大殿之中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皆是这种没有躯体但仍能移动的空壳盔甲。轰！宋琦也是第一时间将落月取出，一招天坠射入怪群，系统面板瞬间弹出，体型稍小的是19级的普通怪，名为鬼族，而体型稍大的则是19级的精英怪，名为鬼士。随着宋琦的箭矢射出，鬼族大阵的后方竟然有2个方阵行动了起来。只见他们整齐的举起弓箭，漫天箭雨向宋琦二人倾泻而下。宋琦抽出明叶，向前迈出2步，与周衍形成一前一后的站位。有了宋琦这么自觉的替顶在前面，周衍在后方肆无忌惮的疯狂输出起来。符篆跟不要钱一般自周衍袖口飞出，化作漫天的火球砸向箭雨之中。火球在半空中炸裂开来，一时间轰鸣之声不绝于耳，大部分射向二人的箭矢都被火焰所吞没，少部分穿过火焰的箭矢也被宋琦挥刀格挡。然而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宋琦只感觉地宫似乎在晃动起来，随后有哒哒哒的马蹄声传出。轰！一处偏门洞开，一具具黑色重甲包裹着由蓝绿色鬼火幻化成的战马，乘着鬼族组成一队骑军，自侧翼向宋琦二人冲杀而来。好家伙！宋琦看的是目瞪口呆。老周，这就是你说的这边安全，那边更危险。呼！三门齐开，明夜归鞘，离人院的刀光斩向冲锋的骑兵大队，将冲在最前方的几个鬼士斩落马下，稍缓了一些骑兵的冲锋之势。随后落月浮现自宋琦手中，天坠剑术火力全开，一道道箭矢在骑兵大阵之中炸开。后方周衍也喷出好几道张牙舞爪的火龙，杀入骑兵大阵之中。火焰开始在大殿中蔓延起来，越来越多的骑兵冲锋过来。宋琦收起落月，明夜入手，化幕裹挟着火焰与雷霆的刀翼大幕，将面前的一片空间笼罩。当前版本武者不擅长群战，那跟我宋琦有什么关系？枪！明夜出鞘，不过并不是化幕与惊鸿的组合技。此时的宋琦需要在前方为后面的周衍承担火力，否则在后面持续施法的周衍定然会被冲锋过来的骑兵撕成碎片。斩！第一个冲锋过来的鬼族被宋琦连人带马斩成2截。呼呼呼！明夜刀光闪烁，一件件盔甲被宋琦斩得4分5裂，在宋琦面前堆积满地。而失去盔甲的鬼火战马也如同风中烛火一般，瞬间消散。周衍看着宋琦如此给力，彻底放心下来，专心致志地操控着自己的数条火龙，让火龙在后排中肆意冲杀。眼看着冲锋的骑兵大阵被二人联手击溃，
后方的步兵大阵如同潮水一般压了上来。第63章怨灵。哐哐哐，沉重的战靴踩在地面上，发出阵阵声响。一排排鬼卒在鬼士的带领下结成大阵，不住向前压进。他们左手持盾牌，右手持长枪，武装的如同铁桶一般，挤压着宋琦二人的走位空间。此时宋琦周围甲胄碎片堆积如山。宋琦眉头一皱，磕下一颗气血丹，早知道当初跟柯红淼多要一点好了，现在库存已然是不多了。身后的周衍消耗更甚于宋琦，法力丹像糖豆一样往嘴里倒。唰！宋琦挥舞明叶，斩出一道刀光，将周围的甲胄碎片扫了个干净。看着移动缓慢的步兵方阵，宋琦收起明叶，再次切换落月，天坠剑术接连射出，化身人形迫击炮。法力恢复起来的周衍继续操控起自己的那几条火龙，冲入了后方的工兵方阵。烈焰咆哮，剑矢轰鸣，怪物成片成片的倒下。随着步兵们杀到眼前，宋琦再次切换出明叶，一招化木打出，随后明叶出鞘，一刀惊鸿斩入步兵方阵。这群步兵行动迟缓，不像骑兵一样灵活且富有侵略性，对周衍构不成太大威胁，所以宋琦直接切换了打法战术。周衍现在也算是网界中的顶配玩家，看着宋琦杀入步兵方阵之后，自己也开始不断调整着位置，游走在战场边缘，同时控制着技能释放，远离宋琦所在，避免有伤。鬼族大阵虽然怪数众多，但并无领主及战力坐镇。如果换作是一般的玩家小队进入此地，定然会体力耗尽，被怪群所淹没。但对于有修门支撑的宋琦来说，清完怪群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随着时间推移，体力流失愈发严重，周衍只好控制输出强度，改为游击战法。而反观深陷敌阵的宋琦则越战越猛，手中明叶舞出漫天刀光，将一具具甲胄劈成碎片。要不是为了节省一些气血丹，宋琦早就火力全开，将整个大阵凿穿了。厮杀持续了不知道有多久，当宋琦将最后一个鬼士斩碎之后，周衍满脸是汗，仿佛虚脱一般，一屁股跌坐在地面上。这群鬼士全是死物，严格意义上讲，或许还不如傀儡，所以同样不能提供寿丹这类资源。不过胜在经验丰富，厮杀了大半天，总共为宋琦提供了304000点经验。宋琦同样喘着粗气，坐在了一堆甲胄的碎片上面。本次古墓之行，即便没有任何资源收获，光是这波经验就已然颇为不菲，还真是一处好地方啊！稍远处的周衍虽然一脸倦容，但眼神之中同样透露着兴奋。刚才有宋琦一直在前面扛着，周衍可谓是杀了个爽，收获了大量经验。一边打坐调息，宋琦一边捡起了一块甲胄的碎片查看，这是除了经验之外，二人唯一能获得的战利品。系统上古法器甲胄的碎片，可惜随着岁月流失已然腐朽，神力不复。确实可惜，已经没有任何回收价值了。看着这满地的甲胄碎片，宋琦叹息了一声。等等，上古？这难道是一座上古大墓？宋琦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大梦一场，梦中的壮丽景象犹在眼前。一旁的周衍也是看着甲胄碎片，若有所思。老周，你知道网界中的上古世界吗？周衍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在一本不知名的古籍残篇中窥得一角，但其中记载的信息大多语焉不详，只知道上古是距离大禹建国不知道多久之前的历史，那时候的强者都可以追星逐月，移山搬海，赤触口疤。看来老周知道的确实不多。看在老周带自己下墓的份上，宋琦将自己所知的上古信息挑了一些主要的跟周衍讲了讲。周衍听后一脸震惊之色，看来网界的版本似乎是与整体的世界观息息相关，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设定而已。过了半晌，周衍才悠悠地说道。宋琦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随着对游戏世界的不断深入了解，网界的宏大程度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宋琦的认知。现在宋琦无比期待后续的版本更新。当有朝一日网界公测，那又会是何等盛景。想到此处，宋琦与周衍都是露出一副心驰神往之象。幻想了片刻之后，二人都是开始认真调息起来。古墓的推进工作进展不大，但耗时却巨长，二人还需抓紧时间才是。不过看这个架势，倒也算是一个好消息。有宋琦在，推进都如此之慢，想来另一波同行的进度也不会快到哪去。调息完毕，二人纷纷起身。现在摆在二人面前的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这处大殿现在有5处向内的通道。看着周衍又开始在一边晃动着自己的竹签筒子，宋琦不由得抽了抽嘴角。老周，你这玩意我能用吗？周衍正在看自己晃出来的竹签，听到宋琦的问话，愣了一下，将手中的竹筒递了过来。要不你试试，我也不知道啊。一边摇晃竹筒，一边心中询问接下来走哪条路。宋琦将竹筒接过，
系统、竹筒、占卜算命之用，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宋琦上下打量了一下，好像跟现实里路边摆摊的东西大差不差。摇了摇头，宋琦有样学样的摇晃了起来。很快，一根竹签被宋琦晃了出来。周衍将竹签捡起来，看了一下竹签上的符号之后，面色古怪。咋样，老周？周衍挠了挠头，将自己的竹筒跟竹签一并收了起来。奇了怪了，你算出来的也是往中间走，为什么呢？宋琦，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真的会算命？周衍看着宋琦一脸得意的表情，不信邪的又算了一卦，但是结果似乎并没有任何改变。于是周衍开始怀疑人生。其实宋琦一直就觉得这个竹签的占卜不是很靠谱，因为之前石小新用的也是这种占卜方式，倒是当初钟柴在苍然山脉里用的那个铜钱占卜看起来靠谱一些。最终周衍还是决定相信自己的占卜技术，并为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设。宋琦可能就是运气好。就是这样。在周衍的安排下，宋琦再次打起了头阵，进入了下一处空间。当二人都进入下一处空间之后，又与之前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只听身后的通道哐的一声被封死了。宋琦与周衍对视一眼，均是闪过一抹迷茫之色。这种情况到底算是选对了路，还是选错了路？总之终归是没有回头路，如今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不过好在这一处空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周衍转动着罗盘，继续在后面给宋琦指路。突然，周衍的声音戛然而止。宋琦感觉身后传出了呜呜的声音，猛地回头，发现周衍的四肢在不断挣扎，面色铁青，仿佛被扼住了喉咙一样。随着周衍的双手不断向身后拍打，宋琦发现一道模糊的身影浮现在半空中。此时，那身影正死死地掐着周衍的脖子。落月在一瞬间入手，宋琦张弓搭箭，无双加破芒的组合擦着周衍的发梢，直击那道身影体内。那道身影承受不住这股大力，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倒飞出去。负15000，怨灵 LV19，生命模板精英，生命值35000-50000，其余信息不详。周衍的身体落在地上，捂着脖子大口喘息起来。宋琦的眼中则浮现出一抹好奇之色。19级的精英怪怎么这么脆？只见那道怨灵被宋琦射中之后，身影愈发的清晰了。随着怨灵的一声尖叫，如同实质的音浪在其嘴边浮现，一道道尖叫声此起彼伏，瞬间充斥了整片空间。宋琦眼睛一翻，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传来，看眼前的周衍都出现了一些重影。我去，精神攻击！武者固然防御惊人，但却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缺点，那就是气血可以覆盖在体表任意地方，全面提升防御，但却无法覆盖进脑子里。而怨灵发出的这种尖叫，正是针对精神层次的攻击。而想要提高自身对于精神攻击的抗性，那就只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属性。开门！开！宋琦趁着意识还算清醒，强行开启了开门。精神属性翻了1倍的情况下，终于好转了一些。然而尖叫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同魔音贯耳一般。宋琦勉强的举起落月，想要开弓射箭，但眼前的重影越来越重，弓还没开起来，视野之内已然是一片模糊。老宋！老宋！耳边周衍的暴喝声传来，宋琦猛地睁开即将闭上的双眼，但入目所见哪有周衍的身影？只见一只浑身长满触手，触手之上都是眼睛的怪物，张牙舞爪地出现在宋琦面前。宋琦下意识地抬手就想挥刀，但手中又哪里有明焰？落月长弓被宋琦一把扔了出去。这一招动作之后，宋琦感觉更加的昏昏沉沉，已经快要无法支配肉身的行动。只见一只触手不断延伸，向着宋琦的嘴巴触伸了过来。那触手强行掰开了宋琦的嘴巴，暴力地深入进去。突然，一股凉爽的气息自咽喉处直冲头顶。宋琦感觉视野仿佛恢复了一些，面前的触手怪变成了一叠重影，好像有8个周眼，16只手在宋琦眼前挥舞。宋琦猛猛摇头，只见重影又少了一些，变成了一个身子但有4个头的周眼。老宋，醒醒啊！救命！顶不住了！随着周衍不断的大喊大叫，宋琦终于感觉自己的眼前恢复了正常。只见周衍此时手持一把贴满符篆的道剑，护在自己身前，左劈右砍，身形狼狈，已然挂了不少彩。而一众怨灵正在四面八方猛猛围攻周衍，不过周衍手中的道剑似乎威力不凡，对这帮怨灵有一定克制作用。要不然周衍此时被一帮精英怪围攻，肯定早就嗝屁了。老周，够哥们！宋琦一把抽出明夜，纵身一跃杀入一群怨灵之中。显然刚才并没有触手怪存在，只是宋琦看周衍产生的幻觉。而宋琦能恢复清醒，也多亏了周衍为宋琦吃了一颗8品的静心丹。静心丹的应用广泛，
可以一定程度上压制幻觉、心魔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东西，实乃是夏目必备之良药。这一次周衍自己没用上，倒是救了宋琦一命。随着宋琦参战，周衍压力大减，无论是火之意境还是雷之意境，都是至刚至阳之力，对这帮怨灵的克制不在周衍的道剑之下。只见宋琦长刀挥舞，砍得这帮怨灵尖叫连连，四散逃逸。周衍在后面手持道剑，剑尖之上发出道道青光，疯狂补刀。虽然每一处空间都有连接下一处空间的通道，但处于本空间的怪物似乎并不能前往下一空间，最终被宋琦与周衍二人追杀了个干净。尽管这处空间只有10多只精英怪，远远比不上个空间的千军万马，但竟然险些让宋琦翻了车。一共18240点经验入账。这些怨灵的尸体落在地上之后，竟然不断萎缩，化成了一粒粒乳白色的晶体。宋琦低下身子，将一粒晶体捡了起来。系统念力结晶8品灵药，服用之后可小幅度提升使用者的精神强度，入药承担效果更佳。一共12个结晶，宋琦与周衍21天作5，各分了6粒。宋琦看着手中的结晶，心中思绪发散。精神这个属性之前一直没有太过被宋琦放在心上，因为进入网界以来就从未遇见过像怨灵这般可以发出精神攻击的怪物。对于宋琦来说，精神的提升效果一直并不显著，只是带来感知层次的提升，而且武者本身就缺少应对精神攻击的手段，导致宋琦这一次差点阴沟里翻船。看来今后得找个时间在丹盟里找找有没有提升精神属性的丹方，或者搜刮一些可以防御精神攻击的法器，否则今后再遇见擅长精神攻击的敌人，这个弱点将会被无限放大。在原地调息恢复完状态之后，宋琦与周衍站起身，打量着继续前进的路。这处空间内通往后续的道路已然从5条变为了9条。第64章遭遇。看着面前的9条通道，宋琦与周衍对视一眼，面面相觑。上古时期的大佬都是这般爱给人出选择题吗？眼看着周衍又拿出了自己的竹筒准备开晃，宋琦抢先一步，将明夜在身前一立。还没等周衍那边有什么结果，明夜的刀身已经吧嗒一声倒在了地上，刀尖直指着正中央的方向。哎！还在认真抽签的周衍被宋琦一把拉走，发出懵逼的质疑声：“哎呦，你干嘛？我还没算完呢！”宋琦拉着周衍大步向正中央走去。相信哥的运气一直很好。周衍这手竹签占卜在宋琦看来多少沾点不靠谱，算跟不算没什么区别。当宋琦将周衍拉进最中间的那处通道之后，不出意料，后路同样被哐的一声彻底封死。此处空间与之前的所有空间均大为不同，周围的环境扭曲且虚幻，踩在地面上就像是飘在云层中一样，分外不真实。宋琦手持明夜走在前方，小心戒备。身后的周衍一同闪烁，似乎是有所发现。老宋，你小子可以啊，好像还真让你给蒙对了。只见周衍取出那件罗盘，对着一个方向抛了过去。罗盘在一处位置定住，疯狂地旋转起来，大片的青光洒落在那处空间上。宋琦觉得整体的环境似乎愈发扭曲起来。一道虚幻的门户缓缓在罗盘之下浮现。这什么情况？宋琦看着那道门户，对周衍问道。这门户看起来似乎与之前传送法阵运转时产生的门户有些类似，但地面上却并未刻有法阵的痕迹。周衍摇了摇头，示意自己也并不知晓，他只是通过一同观察到了这道门户的痕迹，然后让其显化出来而已。上古是一段未知的岁月，那个时期的种种神通手段肯定远远超出当前版本玩家的认知。这座上古大墓与周衍之前所下过的墓难度完全不在一个系数范围之内，如果不是有着版本的限制，估计宋琦跟周衍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这处古墓，更别说还闯过了好几道关卡。看着罗盘下方愈发清晰的门户，周衍思索了一番，沉声说道：早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座大墓有些奇怪。一般的墓，主人为了不被后世之人所惊扰，设置的机关也好，阵法也罢，都是往死里招呼，丝毫不留余地，目的就是为了将所有闯入墓中的外来者赶尽杀绝。而这座墓从外到内，每一处机关阵法，我都没有感觉到那股必杀之意，更多的像是对外来者的一种考验一般。就好比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明明触发的是同一座法阵，但那处法阵却对你我做出了区别对待。我的战力不如你，所以刷新出的怪物强度也较低。如果是跟你一样刷新出20多只精英怪，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我断无破阵的可能。周衍一口气说了很多，结合之前的夏目经验，将二人一路上的经历总结了一番。听周衍这么一说，宋琦也意识到了这处大墓的古怪。老周，你说这里会不会根本没有葬着死人，而是尸变或者借尸还魂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听着宋琦这么一说，周衍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就现实里那些玄幻小说你看过吧？像是什么绝世大魔头，虽然死了，但没死透，故意弄这么一个吸引人的大墓出来，将所有闯入者引入最深处，然后用闯入者的血举行某种邪恶的仪式。咦，听着宋琦越说越吓人，周衍的身体不由得再抖了2抖。等等，我明明是个道士啊，我为什么会怕宋琦说的那些东西？哈哈哈！看着周衍的神色变来变去，最终好像是回过未来一样，宋琦不由得笑出声来。周衍看着旁边的宋琦，笑得像个二傻子，只能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在阴森森的墓里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不知道是说宋琦心态好，还是说宋琦没心没肺好。这道门看起来像是传送之用。不再理睬在一边傻笑的宋琦，周衍围着门打量起来。或许上古之人已经拥有不通过法阵就能横穿虚空的手段，就是不知道这道门是通向哪里。或许是墓的规模太大，所以建立了这种门通往主室，又或是选错了路，直接被传送至外界。宋琦在一旁笑够了，大步的走到门户之前，说道：“直接进去看看得了，反正都已经走到这了，总不能走回头路吧？”宋琦说完，就一头直接扎进了门里。哎，这莽夫！周衍看着宋琦的身体一阵虚幻，彻底没入门中消失不见，一拍大腿，也只得跟了上来。眼前的景象不断扭曲，宋琦感觉自己漂浮在虚空之中，不知被带向何方。前方又是一道门户出现，身后传来了周衍的呼喊声：“跳！”宋琦瞅准时机，一个飞扑，冲着那道门户跳了进去。扑通的坠地声传来，是宋琦落到了地面上。哎呦！一声狗叫传出，这是周衍摔在了宋琦身上。宋琦将周衍一脚踹开，一脸嫌弃的说道：“你又没摔地上，你狗叫什么呢？”站起身，宋琦向四周打量：“有什么异常吗，老周？”“没什么啊。”“卧槽！”周衍刚说完没什么，就是一声尖叫传出。“又在狗叫什么？”宋琦转过头向周衍的方向望去，只见周衍面色苍白，此时正倒在地上，手脚并用的向后退去。而周衍的面前正散落着一地的白骨，看骨头上的色泽，已然是不知多少年前的古人，大约是之前闯入墓中，触发了此地阵法而惨死的盗墓贼吧。吓死我了，卧槽！周衍手脚并用的爬到了宋琦身后，嘚嘚瑟瑟的站起身来。不是，老周，你就这胆还总下墓呢？宋琦看着脸色苍白的周衍，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往界中的情感钝化只是辅助战斗之用，所以像这种微恐画面，只要生物舱没有检测到人体异常，基本上不会进行干涉。我怎么了我寂静岭跟生化危机无压力通关好吧？周衍不服气的辩解道。害怕跟不能玩是两回事。现实里明明有很多人看恐怖片，怕的要死，尖叫个不停，但就是能坚持看完。很明显，周衍就是这类人群中的一员。至于宋琦，胆子大得很，根本不在乎眼前的这种小场面，或许也可以称呼为神经大条。只见宋琦蹲下身子，捡起了一根骨头打量起来。这些骨头虽然充满了岁月流逝的痕迹，但不知为何仍然织得坚硬，上面似乎散发出点点荧光，看起来颇为不凡。不过可惜，系统并没有给出任何面板提示。老宋，这里刚刚有人来过。另一边，周衍继续在这处空间观察了起来。这处空间存在的法阵军已经被破解了，看来这群人里面有高手啊。宋琦将手中的骨头扔下，顺着周衍的话音望去。周衍所在的那处地面附近有着非常新鲜的痕迹，那是气血附着在兵刃上斩击所留下的痕迹。宋琦对此再为熟悉不过，看来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咦？周衍的惊疑声再次传出，只见这处空间的左侧尽头立着一道门户，门户之中有一道漩涡在不停转动。这群人肯定是在这里进去了。不对，老周，这边也有一道门。宋琦的声音从周衍的反方向传来，在周衍那道门户正对面的尽头，同样立着一道门户，只不过宋琦面前的这道门户颜色偏深沉，而周衍面前的那道门偏鲜艳。哎，怎么不让我进啊？宋琦的手掌抚摸在门户之上，却见门户中间升腾起一道淡白色的光幕，将宋琦推了出去。这边也不让我进。周衍那边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只见周衍想要探进去的手被一道淡红色的光幕推了出来，有些奇怪。周衍向宋琦这边走了过来，随着周衍不断靠近另一边的那道门户，周衍感觉自己体内的法力似乎有些不受抑制的涌动起来。周衍下意识地将手伸入了面前的门户之中，这回光幕并没有出现，周衍的双手畅通无阻地穿了过去。我明白了，这边的门户是法力之门，而那边的门户是气血之门，应该是武者走左侧，道士走右侧。周衍将手缩了回来，说出了自己的发现。怪不得那边的门反馈出一种奇怪还有点熟悉的力量，原来那是武者的气血之力。
老宋，你去那边试试。宋琦小跑着去了那边，果然双手没有阻拦地插入了进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墓穴主人要在此地将武者与道士强制分开，但事已至此，本次古墓之行，二人只得就此别过。用物资跟周衍交易了几颗静心丹，暂时当作应对精神攻击的应急手段。二人约定，如果被困住，就及时语音联系，线下互作照应。宋琦站在泣血之门前方，与对面的周衍挥手，示意拜拜，随后身影没入门户之中，消失不见。该说不说，没了老周这种专业人士，宋琦还是感觉心里有些慌慌的。看着黑暗的视野中再次亮起了发光的门户，宋琦一个猛子扎了进去，视野一片大亮。仰躺在地上的宋琦看见了天花板上嵌满了类似夜明珠一样的宝珠，正在发出明亮的光辉。很好，一会就给这些都扣下来，能被上古大佬当作吊灯的东西，想来一定价值不菲。不过，为什么总有一种被很多人围观的感觉？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宋琦猛地坐起身来，直视前方。只见在离宋琦稍远的一处地方，一大群手持兵刃之人，或盘坐，或站立，皆目光悠悠向被传送而出的宋琦望来。宋琦，好家伙，这就是周衍所说的另一伙人是吧？不是，你们这么咋这么多人啊？一大家子全出来盗墓是吧？还有，这种情况下说点什么好呢？在线等，很急。看着对面也不说话，宋琦眯着眼，沉默地与对方对视起来。在宋琦与对面的那群人之间，有一口材质不明的棺材放在整片空间的正中央。与常规的棺材不同，这口棺材并未封顶，缕缕寒气化作实质的白雾自棺材之中飘散而出。由于尚未起身，所以宋琦看不清楚棺材中的具体景象，只不过有一道红色的圆球状光幕将棺材周围的空间包裹其中。在光幕之下，棺材之上有5个浅黄色的光球漂浮在半空，每一个光球内都包裹着一件物品。或许就是有这道红色光幕的保护，对面那群人才处在那里，没能将物品全部拿走离开。宋琦的视线被正中央的棺材吸引了过去，眯起眼睛仔细打量棺材上空漂浮着的5个浅黄色光球，其中有4个光球稍小，隐约能看见大概是书册一类的东西，而最后一个光球则较大，其中透露着赤红色的光芒，是一块有人头大小的石头。阁下怎么称呼？就在宋琦向正中央认真打量之时，对面的那群人中有一人出声询问。虽然这话语还算客气，但不管怎么听，说话之人的声音里都夹杂着不加掩饰的讥讽意味。或许在他们的眼中，宋琦已然是死人一个。此时的对话更像是猫在杀掉老鼠之前的解闷运动。宋琦眯着眼睛站起了身，落月已然是在乾坤袋中取出，拿在宋琦的左手之中。那棺材上空漂浮着的5个光团，定然是墓穴主人留下的至宝。虽然暂时还不清楚如何破开棺材周围的光幕，但不管是宋琦还是对面那群人，都没有与对方和平共享之意。看着宋琦默不作声，反倒是取出了强弓，对面不仅不怒，反而是哄堂大笑了起来。阁下，我等在问你话，你为何不答？就是如此无礼，速速报上姓名。看着对面的众人满脸戏谑，宋琦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是你大爷！第65章，关中的声音。随着宋琦小嘴一张，吐出一段甜蜜暴击，只见对方众人神色大变，不少年轻武者骂骂咧咧地抽出兵刃，向宋琦这边杀来。宋琦自然也是不甘示弱，剑矢已然搭在落月之上。就在火拼一触即发之时，一道声音在那群人后方传出，打断了众人的动作。且慢！只见一40多岁的中年男子自人群中走出。这中年男子似乎地位很高，在他出声喊停之后，冲杀出来的年轻人虽然面露不悦，但还是停下了步伐。系统，你发现角色魏明辉 LV19。宋琦看着对方这位名叫魏明辉之人，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总感觉有些眼熟，好像是在哪见过。就在宋琦上下打量魏明辉的时候，魏明辉同样也在打量宋琦。阁下，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为何阁下身上似乎有一股熟悉之意？听完魏明辉的话，宋琦感觉更加怪异。你觉得我熟悉，我觉得你还怪眼熟嘞。但很显然，在宋琦的游戏经历中并不认识此人。对面那人看着宋琦不答话，突然神色大变，自乾坤袋中取出一道符篆点燃了起来。只见符篆化作一道青烟，直奔宋琦而来。宋琦下意识的躲闪，然而那青烟似乎带有锁头效果，不论宋琦的身影闪烁向哪里，都一直死死地缠着宋琦不放。而看着青烟的目标，似乎是想要钻进宋琦的乾坤袋里。对面的魏明辉看见这一幕，双目圆睁，瞳孔瞬间布满了血丝。只见他气血涌动，满头长发飞舞，手指指向宋琦所在的方位。为什么我儿的乾坤袋会在你手中？声嘶力竭的咆哮自魏明辉口中传出。
看着激动不已的魏明辉，宋琦眼睛滴溜溜的一阵转动。想起来了，欣慰是吧？宋琦在听到乾坤袋以及父子等关键词之后，终于是想通为何看着魏明辉的长相有一股熟悉感，因为他跟自己当初在洪都府城外劫杀的银环山庄少庄主魏瑞镇有那么6、7分相像。那么想来，此人应该就是银环山庄的庄主本主了。而魏明辉之所以感觉宋琦身上有奇怪的熟悉感，那是因为魏瑞镇的乾坤袋上被下了标记。由于魏瑞镇经常跑出去瞎浪，所以魏明辉就寻到门高人给魏瑞镇装了一个不算太智能的定位系统，只要点燃对应的符转，多少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感知到魏瑞镇的具体位置。虽然魏明辉为了此处古墓，已然很久没有返回银环山庄，但不管怎么想，儿子的乾坤袋也不应该出现在此地。哈哈，当然是被宋爷我一刀宰了。你这老狗，洪都府被受潮攻城，死伤无数，你们银环山庄不仅不来助战，反倒有闲心在此地盗墓。听到宋琦这话，魏明辉是目眦欲裂。他在这片山脉附近驻留已久，什么受潮根本未曾听闻，但是儿子死了，他是听得个一清二楚。畜生，还我命来！只听魏明辉一声大吼，身体化作一道流光腾空而起，直扑宋琦面门。老狗，吃我一剑！宋琦与魏明辉之间已然是杀子之恨，不共戴天，毫无半点回转可能。所以自认出魏明辉的身份之后，宋琦是毫不客气地开启嘴炮攻击。3道人体门户齐开，注视之谋的标记落在魏明辉身上。宋琦的感知迅速确定了魏明辉的位置，一发箭矢直奔魏明辉的下一处落点。然而宋琦的箭并未能射出，只见一道道锁链闪烁着莫名的光芒，不知在何方延展开来，一瞬间就束缚了宋琦的双手。而腾空而起的魏明辉同样被铁链束缚在空中，不过相比于宋琦，魏明辉的模样要凄惨得多，被五花大绑在半空之中，不住怒吼挣扎。哈哈！看着魏明辉的惨样，宋琦忍不住大笑起来。这老狗的速度之快，显然是一位领主模板的武者，而且其自身19级的等级，一身修为已然是达到了金古境的巅峰。怪不得他那小儿子魏瑞镇如此横行霸道，还一直能平安无事。即便没有那位传闻中的第3境老祖，有这么个好爹，也足以在红安州之内畅行无阻。虽然宋琦同样被锁链束缚，但是只要敌人比自己更惨，那自己就不算惨。而且眼下这些锁链并无伤人之意，只是在限制打斗，或许是禁止在此地动武，何方宵小作祟？快放老夫下来！即便是被拴在半空之中，魏明辉仍然在摆自己的庄主架子，对着四周大吼大叫：屁大点个娃娃，也配自称老夫？张嘴！一声厉喝自棺材之内传出，霎时间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如坠冰窟，浑身颤抖起来。只见锁链的末端幻化成一只大手，对着魏明辉就是啪啪几个大嘴巴子。此时的魏明辉虽然被打得眼冒金星，但终究是听清了自棺材中传出的声音，即便是一身金古境巅峰的修为，也是吓得亡魂皆冒。被束缚在半空中的魏明辉一低头，正好能打量清楚棺材中的景象。那缕缕寒气中包裹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那男子身着华服，虽闭着眼，但浑身上下并无一处腐朽，若不是面色略显苍白，几乎与活人无异。魏明辉的双眼瞪得溜圆，这究竟是何等修为？可在身死之后，肉身仍能万万年而不朽。不对，方才是关中之人在讲话，这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地面上被锁链束缚住的宋琦也是吓得不轻，没想到当初跟周衍开的玩笑话，此时竟然一语成真。关中之人似乎真的未死。嘤嘤，这可咋整？宋爷的全部家当不会要交代在这里了吧？人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吧。你们能走到这里，那就说明都是有些机缘在身。既然都想要本座的遗产，那就换个地方争夺，休要惊扰本座安眠。又有声音在关中传出，但宋琦听这意思，似乎关中之人已经死了。妈耶，你这是比活着还吓人呢！随着关中之人话音落下，宋琦就见无穷无尽的锁链自阴影中延伸而出，将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捆绑。一股大力传来，宋琦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随着锁链腾空而去，而那棺材上空的5个光团也破开红色光幕，随着锁链一起飞来。狂风在耳畔不住呼啸，宋琦感觉眼前的景象愈发模糊。又是一股向下的大力传来，宋琦被锁链狠狠地掷到地上，摔出轰的一声响。不断有人体坠落声与惊呼声传来，似乎所有人都被转移到了这处空间之中。宋琦站起身四下打量，这是一片铺满青色地砖的巨大擂台。擂台看似无边无尽，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擂台的四周已经被虚幻的光幕所合拢。宋琦跺了跺脚，脚下的青砖坚硬无比，根本不可摧毁。这是一处连天上地下都被完全封死的超大型八角笼，
而那5个藏有至宝的光团，此时正漂浮在场中的半空。哈哈哈！关中之人的声音再次传来：“争吧，抢吧！一个时辰过后，这光团在谁的手中，就归属于谁。”哈哈哈！这笑声之中充满了邪性的味道。宋琦的眼睛眯了起来，关中之人，这是想让在场的所有人举行一场血腥的争夺混战。而且看这个架势，最终即便将光团抢到手中，能不能拿走，也要看关中之人的意思。远处原本是一队人马的那群人，此时个个神色诡异，不着声色地与身边之人拉开距离。宋琦打量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至宝在前，利益动人心魄，即便是再过要好之人，也有可能会因为钱财反目成仇，更何况是上古时期传下的至宝。远处魏明辉满眼怨毒之色，死死地盯着宋琦，但却并未动手，因为他所在的这群人中，并非全是银环山庄之人。银环山庄弟子，来我身后集合！随着魏明辉一声轻喝，20多人一路小跑，退至魏明辉身后。人群中，其他人看着魏明辉已然是阵营分明的将自家弟子唤回，个个是目光闪烁，心思各异。窦家弟子，来此地集合！李家弟子，汇聚一处！周家弟子，速速来此！王家弟子，前来此地！随着一声又一声的呼喊，那100多人的队伍顷刻之间分散成了5拨人马，分别处于5处角落之中，彼此提防，互相戒备。而算上孤身一人的宋琦，那就是6方势力。宋琦打量着擂台上的5拨人马，眼睛滴溜溜地转。这些人不会是洪都府中那些世家大族的精锐人手吧？这帮人是在洪都府逃走之后来到的此处，还是早就发现这里有座大墓？魏明辉看着4个世家的阵营，眼中闪过一抹忌惮之色，而这一幕恰巧被宋琦收入眼底。不会这几家都有一位领主级战力吧？那也太不科学了。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几大世家虽无领主级战力，但却有能够制衡甚至威胁领主级战力的手段。银环山庄不过是一个兴起不到100年的势力，虽然上一代庄主与魏明辉都算得上是天纵奇才，但却缺乏了世家大族传承了数百年的底蕴。只见一件件骨气自世家大族领头人的乾坤袋中取出，一股沧桑之意蓦然浮现，有残破的印玺、泛黄的画卷、漏洞的战旗、半截的袖剑。而魏明辉看着这些物件，目光之中的忌惮之色更甚了。宋琦顺着魏明辉的目光打量向4家的队伍，也是发现了这些老物件。看来魏明辉忌惮的东西正是这些。既然能对魏明辉产生威胁，那么同理也可以威胁到宋琦的小命。宋琦不着痕迹地向后退去，想要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小透明，枪打出头鸟，让这几拨人狗咬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岂不美哉？就在宋琦悄悄向角落里退去的时候，却听见远处的魏明辉高声说道：“诸位，我等共同探索古墓至今，彼此之间合作也算愉快。如今至宝正好有5件，你我5家就算是平分，也可分配得当，何必刀兵相向，反目成仇？不如先将此地的外人清除，我们5家再谈分配可好？”宋琦的身体抖得一僵，就看见魏明辉正伸出手指，指向了自己所在的方向。狗东西！宋琦心中暗骂一句，落月悄然浮现在手中。虽然宋琦不想做那个出头鸟，但此时显然已经被魏明辉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魏庄主言之有理，李某官，你与这位似乎有仇，那我们就将复仇的机会留给魏庄主，让魏庄主亲手复仇可好？李家阵营中领头的中年男子朗声说道。这一番话看似深明大义，实则是那李姓男子看宋琦一身装束流光溢彩，显然皆为七品法器。虽然宋琦看着年轻，修为未必高深，但就这一身装备如此豪华，指不定藏有什么底牌。在拼死反扑之下，难免要折损人手。既然魏明辉暂时不想撕破脸皮，那就让他们银环山庄自行去解决好了。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不止宋琦一个人有，而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想得。李兄说的是，魏庄主请便。附和之声接二连三的在其他3家中响起。魏明辉冷笑一声，自然是明白这群世家打的什么主意。不过这一切也正合魏明辉心意。宋琦看着不过是一位20岁的年轻人，即便天赋异禀，撑死了也就是一位初入金古境的武者，在他魏明辉这个巅峰宗师面前翻不出一朵浪花来。先收拾了面前这小子，为儿子报仇，再想办法干掉这群世家之人，独吞所有造化。魏明辉心中如是想到。小畜生，还我命来！只听魏明辉大喝一声，双臂一展，一柄妖异的紫色长刀浮现手中，身形似雄鹰一般向宋琦飞扑而来。老狗，既然你着急赴死，宋爷我就送你们父子地下团聚。
三门齐开，熊熊气焰升腾，无双家破芒的至强一剑迎面射来。感受到尖锐的破空之声，魏明辉的瞳孔猛地一缩。方才二人之间的战斗被锁链打断，再加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关中之人的声音所吸引，所以魏明辉根本没有注意到宋琦的一身气势。而当宋琦的这一剑袭来之时，魏明辉心中大为震惊，面前的这年轻人实力似乎并不在自己之下。第66章，宋琦的阳谋。嗖嗖嗖，剑矢破空声不断传出。此时的魏明辉被注视之眸所标记，宋琦可以极大程度的预判其下一步走位，剑矢接连射出之下，封死了魏明辉全部前进的位置，避无可避。魏明辉只能挥刀格挡。只听当的一声传来，剑矢虽然被魏明辉击飞出去，但其上附加的力道却让魏明辉感觉虎口微微发麻。经此一阻，魏明辉的身影自半空中落地，心中震惊不止。这小子好大的力气！魏明辉 LV19 金骨镜，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300000，300000，其余信息不详。看着弹出来的人物面板，宋琦双眼微微一眯。这魏明辉的实力应当还在苍然山脉的3位领主之上。光看魏明辉的生命值，虽然等级高出2级，但作为一名人族，其生命上限竟然与常青树妖相当。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魏明辉实力之不凡。看着魏明辉的冲锋之势被自己逼得停顿下来，宋琦眼珠子一转，顿时心生一计。只见宋琦张弓搭箭，一发天坠直直冲着半空中的那5个光团射去。轰！一声炸响过后，5个光团在气血的冲击之下，直奔银环山庄众人的队伍而去。银环山庄众人看着向自己飘落的光团，皆是欣喜欲狂，一个个跃上半空，想要将光团收到手中。魏明辉看着宋琦一脸的坏笑，心中咯噔一声，暗道不好。自己将宋琦置于众矢之的，没想到这么快宋琦就反将了自己一军。面对上古至宝，就算是一家之人，又如何能够不心生异样？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又有几人愿意久居人下？顿时银环山庄乱成一团，弟子之间竟然互相争抢了起来。住手！魏明辉一声暴喝，就想抽身回返，但是宋琦又岂能让魏明辉如愿以偿？落雷听雨，只见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电光，直冲魏明辉面门。落月已是收入乾坤袋中，锵的一声，明夜出鞘。惊鸿！一股危险的气息自魏明辉身后传来，魏明辉无奈只得回身格挡。当！兵刃相接，魏明辉的身体不住倒退，双手颤抖不止，眼中满是惊骇之意。本以为宋琦剑术高绝，是一名剑术大家，腰间悬挂的佩刀只是做防身之用，但万万没有想到宋琦竟然是一名刀客，而且刀法的造诣甚至还在剑术之上。这究竟是什么妖孽？年纪轻轻一身修为已然不弱于自己，而且刀功双绝，就算是从娘胎里开炼，也未必能有如此成就吧。想到此处，魏明辉心中不禁打了个寒战。然而宋琦手中的长刀已然如同疾风骤雨般落下，这魏明辉果然有些实力，竟然硬吃自己一记惊鸿而未破防。当当当当，刀光交错，火花四溅，金铁交鸣之声密集如鼓点，一股股酥麻之意不断自明夜向双手上蔓延。宋琦一记大力斩去，在开门与伤门的加持之下，宋琦的力量更在魏明辉之上。魏明辉挥刀格挡，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二人拉开距离，远远站定，互相观望起来。此时魏明辉手中的长刀电光闪烁，竟然也是一位领悟了雷之意境的高手。这魏明辉当真难缠。而在魏明辉眼中，宋琦手中的长刀时而似一团烈火，时而似一道雷霆，越与宋琦打下去，魏明辉越是心惊。身后传来银环山庄弟子的惨叫声，魏明辉神色大变，回头望去，此时4大世家的弟子正与银环山庄的弟子厮杀成一团。宋琦看见这一幕，嘴角笑意更甚。自己的目的并非单纯是挑起银环山庄的内斗，而是要让4大家合攻银环山庄。而宋琦与魏明辉交手，也并非是想厮杀到底，只是想让魏明辉首尾不得兼顾。待到银环山庄弟子出现死伤之时，魏明辉与4大家之间的最后一丝体面也将撕碎。魏明辉根本不可能将到手的东西平分给4大家，那么无论局势如何发展，混战已成必然。而浑水摸鱼则是宋琦最为擅长的技巧。厮杀已起，宋琦佯装成不敌的样子向后退去。看着宋琦不再纠缠自己，魏明辉怒吼一声，杀了回去。相比于远古至宝，区区一个已经死了的儿子已然是没那么重要了。毕竟魏明辉又不止魏瑞镇一个儿子。再退一步讲，就算是儿子全没了，自己正值壮年，再多那几个小妾，多生几个就是了。除了宋琦之外，魏明辉在明面上的实力冠绝全场，一入场就击飞数位世家子弟，
将一个光球抢入手中。哈哈哈！一个至宝到手，魏明辉仰天长啸，顺便将光球向乾坤袋中塞去。然而魏明辉大笑着的声音突然停滞，因为无论怎么用力，这光球都无法收入乾坤袋之中。苟在角落中的宋琦看着魏明辉突然呆滞住的笑容，差点笑出声来。这东西要是这么好被收走，那关中之人会定下一个时辰的期限。都住手！看着无法将光球收入乾坤袋，魏明辉一声大喝，不要中了那小子的奸计。难得，即便发展到如此局势，魏明辉还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宋琦这可不是什么奸计，而是堂堂正正的阳谋。除非你魏明辉舍得将多出来的4份至宝分出去。不过魏明辉的高声呼喊多少还是起了一点作用，众人停止了厮杀，互相拉开了一段距离。几大家虽然有制衡魏明辉的底蕴存在，但底蕴的使用有次数在限制，哪家先用，那么就意味着哪家的底蕴先枯竭。所以一帮人精都在指望着别人家先用，只要魏明辉没有明着威胁到自己头上，那就先往后面缩一缩。毕竟一个时辰的时间还长着呢。由于宋琦与魏明辉只是短短交手了一瞬间，并未过多纠缠，所以魏明辉回来的还算迅速。此时所有的光球还在银环山庄手中，并未被其他几大家夺走，局势再次僵持了起来。哪有什么奸计？我看是魏庄主想要独吞至宝，不与我等共享吧。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自几大家的队伍中传了出来。魏明辉脸色一变，这诛心之言正是直戳魏明辉软肋。虽然我们魏庄主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你们不能明着说出来啊。只见魏明辉急忙解释道：诸位，魏某绝无此意。既然魏庄主不是这么想的，那就将东西交出来，我们5家平分啊。对啊，把东西交出来。一时间魏明辉被声讨声淹没。人群中魏明辉连连向下压手，说道：诸位，且听魏某一言，我们5家应当先联起手来，共御外敌。实不相瞒，那人的实力还在魏某之上。听到魏明辉这话，场中顿时一片哗然。这老东西真他娘的会拱火。远处宋琦听见魏明辉又把火烧到自己头上，干脆直接往地上一瘫痪，手里的刀扔到了一旁，一副已然是虚弱至极，握不住刀的模样。而一众世家人等看见宋琦这副模样，均是一脸怀疑的望向了魏明辉。魏庄主，谎话说的有些过了吧？就是，那少年不过20岁左右模样，实力怎么可能在你之上？魏明辉看着远处角落里的宋琦，气得额头青筋暴起。这小崽子倒是真会装。由于宋琦一开始就一发天坠将5个光球打了下来，所以一众人等的目光基本上都被吸引到了银环山庄这边，根本没有人看清宋琦与魏明辉拼刀的画面。所以此时魏明辉真是百口莫辩，而反观宋琦根本无需出言解释，年龄就是他最好的保护伞。看着魏明辉支支吾吾，一时间再也解释不清。几大家的领头人对视一眼，眼底皆是闪过一抹狠辣之色。世家的生存之道在于中庸，有好处固然要捞一笔，但并不在乎是否能够全盘吃下。而银环山庄相比于几大世家，更像是一个暴发户，看见什么好处都想全部揽入自己的怀里。所以虽然银环山庄今日看起来是大，但想必不出100年就会烟消云散。而反观几大家，100年之后还会安然无恙地传承下去。这就是世家与江湖门派最本质的差距。几位领头人手持骨器，迈步上前，其中一人冷声说道：若是魏庄主不想与我等共享至宝，那么我等便自行来取了。看着那4个骨器散发出的莫名光泽，魏明辉的眼角一阵抽搐。别人不知道宋琦的实力，他心里是一清二楚。那看似一脸无害瘫痪在地上的宋琦，实则才是全场最狡诈的恶狼。此时尚不是与几大家翻脸的时候。魏明辉眼睛一眯，心生一计，那小崽子将东西全打到我银环山庄中，自己何不现学现卖一手？只见魏明辉大手一挥，气血喷涌，将除了自己手中的那个光球之外的全部光球吸附了过来。随后魏明辉用力向外一抛，4个光球四散飞射，落入了人群之中。此时几大家的人手并未散开，混杂在一起，哪家的人手都有。4个光球落入人群之中，就像是滚烫的油锅里撒上了一瓢凉水，整个厨房都直接炸裂开来。哈哈，我抢到了！一个世家弟子手持光球放声大笑，下一秒就有好几道身影扑了过来，几记阴狠的老拳打在了身体的薄弱之处。哎呦，谁他妈打我？李家弟子快来帮忙！这名弟子惨叫着倒在地上，将光球死死地压在怀里，倒也算是意志坚定。拿来吧你！场面一片混乱，不知道是谁的大脚丫子踹了过来，那弟子惨呼一声，再也护不住光球，被其他人夺去。哈哈哈！宋琦在远处看见这滑稽的一幕，内心狂笑不止，差点直接笑出声来。
身体一抽一抽的，弓成了一个虾米。哎呦，别打脸啊！卧槽！世家弟子们打成一团，场面简直乱成了一锅粥。该说不说，世家弟子就是体面，即便是动手争抢，也没人抽出兵刃，互相轮着王八拳，也不管是谁，只要不是自己相熟之人，上去就是邦邦两拳。几大家的领头人面色铁青，高声呼喊住手，但显然已是约束不住自家弟子。上百号人扭打到一起，叫骂之声不绝于耳，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又哪有人能再听指挥？场中世家弟子扭打不断，而外围的银环山庄弟子与宋琦反倒变成了看客与局外人。魏明辉悠悠的目光直视向宋琦，当务之急是让这帮世家的蠢猪看清楚宋琦的真实实力，好一起腾出手来对付宋琦，否则自己即便击杀宋琦，也定然会元气大伤。数张符篆自魏明辉面前燃烧起来，魏明辉身上的气势暴涨了一截。只见魏明辉在前方打头阵，身后一众弟子呈合围之势向宋琦压了过来。这老狗真是亡我之心不死！看着向自己步步紧逼的银环山庄众人，宋琦不动声色地用脚勾起了倒在一旁的明夜，插入刀鞘之中。既然已经做好了伪装，那么此时就还不是暴露实力的时候。只见宋琦身体一滚，直接混入了那群世家弟子混战的人群之中。这位兄台，在下来助你！宋琦一路连滚带爬，摸进了混战人群的深处，站起身，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尘，嗷嗷叫着杀入一处抢夺光球的战团中。此时宋琦身穿的玄羽玉衣乃是一套浅白色的劲装，乍一打量，跟这帮世家弟子的穿衣风格大差不差。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抢红了眼，而宋琦滚了一路，灰头土脸，所以众人根本分辨不出已然是多出来一个陌生人。呀呀呀呀呀！宋琦抡起王八拳，将一个上来抢夺光球的倒霉鬼打翻在地。场中护着光球那人已然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一对眼睛比大熊猫还大熊猫。迷迷糊糊之间，看见刚才还在跟自己撕扯的王八犊子被宋琦干翻在地，熊猫眼老兄顿时向宋琦感激地说道：“多谢相助。”此时的他看东西已然是带上了些许重影，即便努力观察，也分辨不出究竟是谁在打他，谁在帮他。系统，你发现角色窦星伟 LV15， 星伟兄哪里的话？由于宋琦能直接看到 NPC 姓名，此时混在一众人群之中，简直如鱼得水，干脆直接伪装成了窦家的弟子，护在窦星伟的身边磨洋工。一众银环山庄弟子，包括魏明辉这个庄主在内，直接傻眼。混战的人群拥挤成一团，已然无法分辨究竟哪个是宋琦。不是，还能有这种操作？第67章，出手！住手！都住手！那外来的小子混在人群之中了。人群外围，魏明辉大力的嘶吼起来。然而这个时候，就连几大家的领队都已经劝不住架，又哪有人会听魏明辉在说什么？场外，魏明辉气得七窍生烟。场内，宋琦则演得有模有样。只见宋琦厮混在这位名叫窦星伟的窦家弟子身边，一边哇哇怪叫，一边控制着输出力道，以免露馅。时不时的，宋琦会伪装出几声被击中后发出的惨叫，做戏那就直接做全套。谁说武者都是莽夫，只会往前莽，不会动脑子？宋琦觉得自己这一波组合拳打下来，那可是堪比武侯在世。至于宋琦身旁的窦星伟，此时已然感动得快要哭了。打到现在，窦星伟都不知道究竟是族中哪位兄弟护在自己身旁，帮自己击退了一个又一个敌人。虽然他自己也是惨叫连连，但一直未曾后退半步。感动，泪目。等回到洪都府中，自己定要请这位仁兄去明香院中喝上他3天3夜，方能表达小弟心中的不尽感激之情。外围，魏明辉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不断向人群之中巡视。看着一众世家蠢猪无一人听自己的劝阻，仍然混战成一团，魏明辉心中大恨，只能自行寻找宋琦的身影。终于在魏明辉持之以恒的努力下，终于看见了人群中乱挥王八拳的宋琦。小王八犊子，这回我看你往里跑！魏明辉大吼一声，提刀就要杀入人群。几大家的领头人眼睛一瞪，发现了一脸凶相，准备向人群中冲去的魏明辉。魏明辉，你敢！只见那领头的几人手持骨器，飞身拦了上来。他们此时并不知宋琦已经混入了人群，还以为魏明辉凶性大发，本性暴露，准备开始屠杀世家子弟。留着魏明辉不得！诸位，我等一同祭出骨器，将此辽镇杀于此，以绝后患。不错，事后我等再谈如何分配这古墓之宝。猪鼻，全他娘是蠢猪！看着四大家之人手持骨器，将自己团团围在中间，目露凶光。魏明辉只得仰天长叹：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此时此刻，正是这句话最真实的写照。一帮蠢猪，这么想要至宝，
那好，全给你们，我看你们接不接得住。魏明辉眼中凶光闪烁，直接将手中最后的一个光球向李家的那位画事人瞥去。如果让这4个世家联起手来，一同用蛊气攻杀自己，那么自己定然是凶多吉少。那么破坏团结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制造对方的内部矛盾。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刚才丢出去4个球，你们一家能分1个，自然是还算和气。如今多了1个球到你们手里，那么你们又当如何？李家画事人一脸狂喜之色，伸手将那光球接住，同时大声喝道：“诸位，这是魏明辉的挑拨离间之计，诸位切莫上当。若我李家分得2件，回到洪都府之后，定然另有补偿。”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其余3位画事人的神情显然是有些暧昧了起来。银环山庄弟子，给本庄主杀！魏明辉一声大喝，率先提起手中长刀，直奔李家的那位领头人而去。这光球就是烫手的山芋，出现在谁手中，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此时看着魏明辉直直地向李家画事人冲杀而去，那3家的画事人装模作样的阻拦了一番，实则是出工不出力，任由魏明辉冲了过去。你们看着其余3家的画事人，李姓男子心中大恨，一口精血喷涌而出，落在了手中的蛊气之上。李家的蛊气乃是一方残缺的宝印，那宝印被精血覆盖之后，瞬间就将精血全部吸入了印中。震！李姓男子一声大喝，将手中宝印祭出，宝印在空中急速膨胀，变成了一座小山般大小。斩！魏明辉一声暴喝，气血喷涌，刀光漫天飞舞，显然是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绝学。轰！宝印与刀光相撞，魏明辉惨叫一声，口吐鲜血，倒飞了出去，直直地撞在擂台边缘的光幕上，弹射了一番之后，方才倒在地上。而李姓男子同样也不好受，闷哼一声，口鼻之中皆有鲜血缓缓溢出，显然是这一击之下受了不轻的内伤。蛊气虽好，但能发挥出的威力上限，终究是取决于使用者的实力。李姓男子不过是精英面板，竟然正面一击，击退领主模板的魏明辉，已然能够证明这蛊气的威力。不过那漂浮在空中的宝印，已然是有了些许裂痕。宋琦混在人群中，打量着外围的高端战局，心中惊疑不定。还好自己没做那个出头鸟，否则这一下子就要招呼到自己身上了。看这威力，已然是超出了7品法器。看来这帮往界中的土著真是不能小觑，稍微有点来头的势力都有上那么一些稀奇古怪的手段。魏明辉在地上翻身站了起来，虽然吐了一大口血，但浑身气势并未削减太多，这一击并没有伤到魏明辉的根本。只听魏明辉又是大吼一声，身形闪烁，直奔那李姓男子而去。当你被群殴的时候，切记千万不要雨露均沾，只有盯死了其中一个猛打，才能收益最大化。看着魏明辉又举刀向自己杀来，李姓男子面色大变，对着空中的宝印一招手，那道大印继续对着魏明辉的身影镇压而下。轰！魏明辉的身影又一次倒飞而出，不过这一次操纵宝印的李姓男子浑身巨震，抽搐不止。宋琦看见这一幕，不由得暗笑起来，这很明显是雷之意境触发，顺着那宝印弹射到了李姓男子的身上。哇！一大口鲜血喷吐而出，李姓男子似乎再也驾驭不住那方宝印，只见宝印不断缩小，回到了李姓男子的手中。细细打量之下，宝印之上已然是布满裂纹，看来蛊气出招的次数被限制在3次之内。这下攻击显然要比第1次的攻击要重。魏明辉披头散发地站起了身，面色上涌现不正常的潮红，看样子是被伤到了内腑。诸位，莫不是真要等李某被这魏明辉斩杀当场，然后再将各家逐一击破？李姓男子对着场中大吼道，不过他似乎觉得这话语还不够有力，只见他挥舞着左手的光球继续说道，哪位率先出手帮李某诛杀此僚，李某自愿将这份至宝送上。此话当真？一人出声问道。李姓男子恨恨地点了点头，此事不当真也不行了，自家蛊气已经用过2次，若是不消耗一下其他家的蛊气次数，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此地都是两说。而此时另外3家的心中所想也是大差不差，李家当不当真无所谓，反正他们是当真了。只见另外3人好像配合多年的默契老友，此时竟然未做沟通，就一同施展蛊气向魏明辉当头打去。魏明辉的身形一闪，快速的在擂台上奔行起来，显然是有着不弱于落雷听雨的顶级身法傍身。这帮世家蠢猪，待本庄主熬废你们这些人手中的蛊气，定然将你们碎尸万段。魏明辉的速度很快，穿梭在空间之中，让这几大家的画事人一时间无法锁定。哼，哪里逃？给我定！只见窦家的画事人手中战旗一展，霎时间整个擂台上都是阴风阵阵，一道道刺耳的声波向着魏明辉所在的那片区域袭去。宋琦，竟然是精神攻击！一会定然要先斩杀了这个老小子！啊！魏明辉抱着头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随后就见他无名指上佩戴的戒指发出道道青光，
自魏明辉的口鼻之中钻入脑海，魏明辉的眼神瞬间恢复清明。但这一瞬间的耽搁已然足够。王家的画卷一展，一道黄光打在魏明辉身上，魏明辉惨叫着倒飞出去。周家的画事人手持半截袖剑，一剑挥出，漫天血色剑光在魏明辉胸口之上开出一个血洞。不过魏明辉30万生命值上限的身板倒也真不是盖的，即便连续遭受重创，仍旧未显败亡之势。哈哈哈！只见魏明辉全身是血，却突然大笑了起来。你们的骨气不过能用3次，我看看你们哪个蠢猪这么大方，帮其他人把自己的骨气用尽。听完魏明辉的话，正准备再次出手的3人军士面露思索。虽然魏明辉此时已然负伤，但众人皆是武者，自然知道武者的生命力有多旺盛。谁又能保证再出手一次一定能击杀魏明辉呢？如果白白将底牌用尽，那岂不是帮他人做嫁衣？李姓男子看见其余3人停手，心一横，直接将手中光球向窦姓男子抛去。窦兄，你最先出手，这份情谊李某记在心间，这份至宝李某送你了。窦姓男子看着落入手中的光球，眉头一蹙，似乎并无获得至宝的喜悦。如今时限未到，将这东西拿在手中是祸非福，但若说直接弃之不顾，又心有不甘。窦兄，我觉得你持此物颇有不妥。李兄方才之言，明明是谁先击杀魏明辉，此物方才归谁？王家与周家2人同时对窦姓男子发问。哼！窦姓男子冷哼一声，站起护在身前，冷声说道：此物原为李兄所有，李兄自然拥有其决定权。如今李兄将其交给我，与2位何干？与我何干？我方才也是动用了骨气的。就在3人争吵之时，一声惨叫突然传出。趁着3人分神争吵的功夫，魏明辉身影闪烁，手持长刀，已然是扎入了李姓男子的胸口。而这声惨叫正是李姓男子在濒死绝望之际的最后呼喊。当啷！李姓男子手中的那方小印摔在地上，被魏明辉伸手一吸，收入了乾坤袋中。先杀魏明辉！3人对视一眼，异口同声说道：场中最大的威胁永远是拥有着最高战力的魏明辉，他可以直接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战旗招展，画卷开合，袖剑舞动，3道骨气的攻击再次杀向魏明辉。时机已到！还在场中装模作样的宋琦双眼之中神光涌动，3道人体门户齐开，汹涌的气焰直接将身边的众人吹开。窦兴伟，发生甚末了？枪！明夜出鞘！惊鸿！璀璨的刀光仿若流星划过，直奔手持战旗的窦姓男子。魏明辉与窦姓男子的惨叫声齐齐传出，只不过魏明辉只是看起来更加凄惨，浑身浴血，而窦姓男子却直接伸手一触。系统，你对窦家志 LV17 造成65000点致命伤害，窦家志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700点。什么？惊呼声四起，没想到场中局势竟然瞬间出现惊天变化。只有魏明辉一人依旧在远处狂笑不止，似乎并不诧异宋琦的华丽登场。什么世家大族，根本就是一帮蠢猪，被那个小畜生的表象所蒙蔽，被耍得团团转不自知。可恨，可恨啊！如果这帮世家蠢猪最开始能听进去一句话，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哈哈哈！魏明辉继续大笑了起来，鲜血不住在口中滴落，那笑声之中充满对这帮世家的鄙夷。阴虐之色在魏明辉脸上一闪而逝。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即便最后身败，1个时辰的时间也要到达尽头，届时离开这个囚笼，定有机会逃出升天。宋琦的身影在窦家志的尸体前站定，一手捡起滚落在地面的光球，一手将那杆摔倒在地的大旗捡了起来。光球没有弹出任何提示，大旗倒是有一些介绍。系统：灭魂幡，品级不详，是一件年代久远并且已经残破的法器，需要特殊秘法方可催动。切，垃圾货色，只能看不能用。看着布满裂纹的旗杆，宋琦摇了摇头，将其收入了乾坤袋中。本来还准备自己也拿着骨器，随机挑选1位幸运观众试用一下子呢，看来暂时是没有机会了。场中厮杀声已经停止，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向宋琦所在的方向注视过来。宋琦环视全场，轻蔑一笑：诸位为何一脸震惊地看着在下？我还是喜欢最开始诸位那种桀骜不驯的态度，希望诸位能够恢复一下。第68章，大局已定。此时魏明辉已是半残，4大世家的领头人半数阵亡，对宋琦威胁最大的灭魂幡被宋琦掌握在自己手中。所剩骨气不过王、周2家，使用次数各于1次，对宋琦来说已然是构不成任何威胁。场中局势尽数掌握于宋琦之手。你，只见王家的画事人手指着宋琦：
你了半天也放不出来半个响屁。哈哈哈！魏明辉继续发出极具讽刺色彩的大笑，说你们是蠢猪，你们还不爱听？早就说过这小子的实力甚至还在我之上，你们不信？现在好了，傻眼了吧？王周二人被魏明辉一顿呛，面色涨红，嘴巴张张合合，却不知反驳点什么是好。魏明辉，你莫要在那说风凉话，我们俩死了，你以为你能逃出去？随着王周二人的话音落下，只见三人的目光隔空交汇，猛地一同点头。事到如今，已经不是谈论至宝归属的问题了，而是只有联手击败宋琦，才有一线生机。宋琦看着三人的目光不住闪烁，心中自然知晓这三人达成一致，要对自己出手。不过残兵败将，何以言勇？杀！三声大喝分别传自三人之口。王家的画卷自空中展开，无火自焚，发出了最后一击。一道匹练的黄色光束直冲宋琦胸膛。周家的袖剑展出，一道血色长虹紧随黄色光束之后。在展出这一剑之后，那袖剑也彻底暗淡无光。而魏明辉那边则是取出了李姓男子的那方小印。只见魏明辉一口精血喷吐其上，小印瞬间膨胀，铺天盖地地向着宋琦压来。宋琦看着这一幕，瞳孔微微收缩。怪不得这魏明辉一直死磕这李家之人，原来是掌握了那股气的催动秘术。看着三道至强攻击从三个方向一同杀来，封死了自己全部的撤退方向，宋琦不仅没有半点慌张，眼中反倒是闪烁着一抹狡黠之意。玄羽御医主动技，玄玉身。就在三道攻击即将命中宋琦之时，宋琦双手交叉护在胸前，整个人瞬间化作一座玉雕。轰！三发攻击同时命中宋琦，能量涌动，掀起漫天烟尘。中了！魏明辉面带喜色，大吼一声。几大家之中，以李家的这枚印玺攻击力最为强悍，若是当初其他三家与李家联合一齐对魏明辉出手，恐怕魏明辉根本抗不到现在这个时候。所以当印玺与另外两件骨气同时命中宋琦之时，魏明辉断定这宋琦即便不死也要大残。哈哈，庶子！王家画事人看着眼前一幕，也是猖狂大笑起来。不过他的笑声很快就憋回了肚子里去。只见宋琦长发飞舞，自烟尘之中走出，虽然嘴角溢出不少血迹，染在了白衣之上，但看宋琦的脸色，很显然并未遭受重创。三发骨气的威力果然不凡，竟然生生击碎了玄玉身的绝对防御，给宋琦造成了28000点的伤害。但玄羽御医乃是洪都府宝库中压箱底的绝品货色，其自身的属性以及附加的极品技能，可谓是冠绝全场。若不是宋琦在洪都府之劫中做出巨大贡献，这件宝衣根本不会赠予宋琦。什么？不可能！惊呼声接连响起。宋琦的身影在踏出烟尘的一刻，瞬间化作一道雷霆，明夜长刀再次出鞘，直斩王家那位画事人。是！利刃斩出，失手两处。宋琦的速度太快，快到王姓男子根本来不及阻止防御。精英模板在仓促之间根本无法抵抗宋琦全力出手的一刀惊鸿。系统，你对王景辉 LV17 造成6万点致命伤害，王景辉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700 点。宋琦的身体在王景辉的尸首后方站定，双眼之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收到！离人月，唯一幸存的那位周家画事人看着宋琦的动作，心头瞬间浮现起一股危机感。全部能用到的符篆在他面前燃烧起来，身上宝衣的防御技能也被启动。然而一切皆是徒劳功，离人院的璀璨刀光将一切阻拦全部斩碎，在周姓男子胸前开出一道深可见骨的刀痕。火焰与雷霆同时在其中闪烁跳跃。系统，你对周子谦 LV17 造成3万点弱点伤害。啊！周子谦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一处光幕之上，跌落擂台地面。枪！悦耳的刀身摩擦刀鞘之音传出，宋琦的身影直奔倒在地面上的周子谦而去。惊鸿！刀光再闪，就连擂台地面上的青砖都被划出一道浅浅的痕迹。是！最后一位的世家大族画事人在满眼惊恐之中被宋琦斩为2截。系统，你对周子谦造成35000点致命伤害，周子谦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700 点。随着周子谦身亡，场中像是死一般沉静，只有宋琦归刀入鞘的金铁交鸣之音在回响。银环山庄弟子，给我杀！魏明辉看着宋琦在场中大杀四方，双眼之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虽然魏明辉的命令已经下达，但一众银环山庄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无一人敢上前。我一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我拼什么命啊！哈哈哈！看着场中众人全部被震慑住，不敢上前，宋琦放声大笑起来。1个月给人家开那俩逼子，
还指望人家谈上亿的买卖，真有你的呀，魏明辉！看着宋琦大笑，魏明辉脸色铁青，吐出一口血沫子，环视一周，对着所有人吼道：“你们不上，你以为他就会放过你们？一起出手，方有一线生机。”不得不说，魏明辉能当上这个庄主，还真是有两把刷子，不仅自身实力够强，鼓动人心也很有一套。要不是这帮世家蠢猪被宋琦的年龄蒙蔽，这一场仗宋琦还真是不好打。不过事已至此，大局已定。看着宋琦的右手按在刀柄之上，人群中一道弱弱的声音传出：“我投降，能不能不杀我啊？”宋琦定睛一看，人群中有一人举起手来，手中拿着一个光球，正是刚才与自己厮混在一起的窦兴伟。虽然窦家长辈被宋琦斩杀，但那窦家志一直待窦兴伟极为苛刻，所以窦兴伟虽为窦家弟子，自身对那窦家志其实并无半分好感。主要是方才与宋琦接触之下，窦兴伟内心里觉得宋琦人还不错，似乎并不是滥杀之人。宋琦看着人群中举着手弱弱出声的窦兴伟，差点笑出声来。这哥们还真是个人才。不过宋琦看他眼缘不错，留他一命并无不可。如今的宋琦已然成长为 1.0 版本的参天大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出入网界做什么事情都束手束脚的江湖萌新。对于绝大多数的网界土著，生杀予夺皆在宋琦的一念间。兴伟兄，你我一见如故，在下自然不会伤你性命。你带着光球来我身后。阿爸！窦兴伟听见宋琦这话，顿时就是感动的热泪盈眶。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位仁兄是个好人。就是奇怪，怎么知道自己叫什么的？随着宋琦的话音落下，安静的人群中一阵躁动。兴伟兄，你把所有的光球都带到我身后。煽动者，死！宋琦冰冷冷的话语传入人群之中。面对其他人，宋琦可就没那么和颜悦色了。并非每个人设都能讨宋琦欢心，所有人看向窦兴伟的目光都带有一些莫名的色彩，似是鄙夷，又似是嫉妒。鄙夷的是窦兴伟苟且偷生，当了宋琦的狗腿子；嫉妒的是能当狗腿子的人不是自己。是个人就能看出来，与这样的年轻强者交好，未来将会不可限量。宋琦如今不过20岁左右，待到宋琦30岁时，是不是就会破入第3境，成为传说中的人物？想到此处，现场的所有人恨不得自己化身为窦兴伟，取狗腿而代之。有了宋琦在后面撑腰，原本还有些惶恐的窦兴伟终于是挺直了腰杆，穿行于人群之中，在其他人恋恋不舍的目光下，将全部光球取走，送到了宋琦手中。随后窦兴伟一脸神气地站在宋琦身后。我也愿将，我等皆愿降。望侠士开恩，放我等一马。随着叮叮咣咣的兵器坠地声不断响起，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投降大军，放下兵刃，向宋琦齐连。其中甚至还包括银环山庄的弟子。宋琦看着场中，目光闪烁。现场这些人大多数等级都不超过13级，即便杀了也很难为宋琦提供经验，所以饶他们一命倒也不是不行。想到此处，宋琦顿时灵光一闪，放你们一马自然不是不可以。如今大禹与青衣军交战，正是用人之际。你们自古墓出去之后，需前往洪都府参军北上，建功立业，好过狗在后方吸百姓的血做蛀虫。窦兴伟，你将在场的全部世家弟子清点清楚，当我回到洪都府后，若发现有一人未到，天下之大，他与他的家族都将无容身之地。这些人即便不堪，但多数也为金古镜宗师，扔到战场上也是一股不小的助力，可以帮助宋琦推进接下来的主线任务，算是宋琦废物利用。所有世家弟子对视一眼，皆是跪下来叩首感谢宋琦不杀之恩。至于不听话偷偷逃跑，一位很有可能破入传说中第3境的宗师发话：天下虽大，但真的会无处容身。处理完世家大族这帮人，宋琦目光一闪，望向了银环山庄的方向。他们可以活，至于你们不行。宋琦冷漠地摇了摇头，跟错主子，只能怪你们命不好。绝望之色在银环山庄众人中蔓延。杀！终于有人压抑不住内心的绝望，举刀向宋琦杀来，想要拼出一条活路。但是还未等他杀到宋琦面前，就被急于表现的世家弟子所拦住。一时间，整个银环山庄的弟子被世家大族弟子团团包围，惨叫声不绝于耳。宋琦左手托着5个光球，右手抽出冥液，身影一闪，出现在魏明辉面前。此时的魏明辉浑身是伤，衣襟上沾满鲜血，披头散发，早已不复当初的体面模样。看着宋琦向自己杀来，魏明辉哈哈一笑，骂道：小畜生，你是不是觉得你赢定了？随我一起共赴黄泉吧。一枚布满诡异纹路的黑色丹药出现在魏明辉掌心之中，
随后被魏明辉一口吞下。吃！魏明辉的衣衫碎裂，全身青筋暴起，气势莫名的汹涌起来，毫无重伤之象。行走江湖，大家都是留着两手拼命的底牌，这枚丹药就是魏明辉对阵宋琦最后的底气。三道人体门户齐开，拔刀！惊鸿！明夜与魏明辉的刀尖相撞，发出刺耳的尖锐音调。这种拼命的手段都有时间的限制，宋琦本可以暂避锋芒，但宋琦却选择挥刀而上。可以避，但不需要。重伤之下的魏明辉，即便靠着丹药透支，也仅是比巅峰状态之下略强。即便魏明辉可以长久维持这种状态，宋琦也有信心将其斩杀。魏明辉怒吼连连，浑身的肌肉都在不断痉挛。随着宋琦是大力沉的一刀劈下，魏明辉再也握不住手中长刀，长刀划过一道弧线，哐啷一声抛落在远处，而这也预示着魏明辉生命的终结。随着明夜插入魏明辉的心脏，火焰与雷霆的力量全部爆发，彻底摧毁了魏明辉的一切生机。他双眼不甘地望向宋琦，缓缓倒下。系统，你对魏明辉造成4万点致命伤害，魏明辉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9000， 额外奖励经验 X3600。魏明辉身上有不少伤势，是被之前的蛊气所伤，所以宋琦不能获得全部经验。随着魏明辉被宋琦击杀，一众银环山庄弟子斗志全无，死于乱刀之下。看着一地尸首，宋琦俯下身，将魏明辉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部划拉进乾坤袋里。随后，宋琦推开人群，将全部被击杀之人的物资收入自己囊中。擂台上一阵虚幻，1个时辰的时间刚好结束。当场景再次石化之后，宋琦发现自己已然是回到了那处正中央摆放着棺材的空间之内。5个光球漂浮在宋琦手上，仍是不能收入乾坤袋中。这关中之人到底什么意思？这东西是给还是不给？此时，棺材周围的红色光幕已然消散，角落里有一道门户洞开，其他人自门户离开，直通幕外。那小子，你留一下。又有话音自棺材中传出。第69章，刀之意境。听着又有声音自关中传出，宋琦感觉一阵头皮发麻。不用猜也知道，关中之人说的那小子就是自己。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宋琦壮着胆子回复道：“前辈稍等一下。”看着关中没有话音传出，宋琦就当关中之人默认了自己的请求。随后，宋琦对着窦星伟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抓紧整理名单。宋琦放过这群人可不是大发善心，但凡接下来不给宋琦好好出力打工的，一概格杀勿论。很快，在窦星伟的催促下，一份100多人的名单整理好，甚至还要求这帮人都按上了手印。不错不错，这窦星伟果然是个人才。宋琦不吝啬地给他点了个赞，随后吩咐道：“你带着他们前往洪都府，不必等我，直接找丹盟的管事柯红淼，吩咐说是宋琦的嘱咐，让他代为安排。”窦星伟点了点头，此时终于是知道了大哥的名字，原来是叫宋琦。这名字真是那个威武不凡。阻止了窦星伟即将脱口而出的彩虹屁，宋琦吩咐他们赶紧从门户离开。眨眼之间，热热闹闹的古墓中就只剩下宋琦一人与一具不知道死了还是没死的尸体。嗨嗨！宋琦干咳一声，掩饰紧张之意，硬着头皮走到了棺材附近。只见棺材中是30岁左右男子，身着华服，容貌英俊。这不会真的没死吧？上古至今已经不知多少岁月，若是死了，肉身为何还不腐朽？宋琦看得眼皮子狂跳。前辈，您唤我何事？棺材中静悄悄的，并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正在宋琦有些不知所措之时，棺中躺着的男子竟然突然睁开了双眼。啊！卧槽！宋琦一道惊呼传出。虽然我宋琦胆子大，但这也太吓人了。宋琦本能的身体向后倒退，但发现自己的脚下好像扎根了一样，半点动弹不得。棺中之人的双眼漆黑如墨，没有眼球也没有眼白，就像是2个黑洞一般，散发着一股莫名其妙的蜥蜴。宋琦脑子嗡的一下，当意识回复的时候，发现自身处一片虚幻的空间之中，而在宋琦对面竟然出现了一个20岁左右的英俊男子，与宋琦遥遥相望。宋琦定睛打量，这男子的面容与关中之人一模一样，就好像是关中之人年轻了10多岁一般。系统，你发现绝色颜红雪 LV 的执念身。宋琦，什么意思？这里又是哪里？看着宋琦一脸震惊加不解的神情，立身于宋琦对面的颜红雪冷着一张脸，轻喝一声：“出刀！”出刀？出什么刀？宋琦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猛然愣住。我的明夜呢？不对，就连一身衣服都变了模样。此时的宋琦身着一身麻衣，若是有个镜子照一下，就会发现与樵夫没什么两样。一身的装备不见了，
腰间的乾坤袋也不翼而飞。宋琦慌张地打开属性面板，发现等级已然归一，一身豪华的属性全部降到了100点，气血一栏更是已经被禁用。前辈，你对我做了什么？然而面对宋琦的疑问，严红雪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有一句冰冷冷地向我出刀，算是回应。一把还算修长的砍柴刀蓦然出现在宋琦手中，另一边严红雪的手中也出现了一把一模一样的砍柴刀。出刀！严红雪的声音中已然是带有了一丝不耐烦之意。宋琦眼睛一眯，大概是明白了严红雪的意思，一场特殊的考验是吧？出刀就出刀！宋琦双腿微微一屈，做出了劈柴刀法的起手式。随着宋琦一声大吼，手中的砍柴刀直奔严红雪面门。由于气血被禁用，属性被下调，原本浑圆如意的劈柴刀法使用起来竟然是那般生涩。当，砍柴刀相撞，宋琦手中的刀被直接劈飞了出去。一抹迷茫之色闪过宋琦的眼底，严红雪的一击速度与力量完全与自己相仿，但不知为何，宋琦就是这样被严红雪硬生生的将刀劈飞了出去。而且这是迄今为止战斗之后连面板都不触发的敌人。或许是因为眼前这位并非是真实的存在，严红雪摇了摇头，闪过一抹失望之色，收了刀，沉声说道：劈柴刀法是本座砍柴时无聊之作，没想到被你这后辈习得。本以为你会勤加苦练，发掘出其中真谛，没想到离开了气血，你的刀法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宋琦的身体猛然一震，自己进入往界以来最常用的刀法竟然是面前这位所创。怪不得劈柴刀法虽然威力平平，伤害并不算高，但竟然会附加出破定那样逆天的效果，竟然是面前的这位上古大佬所创。可严红雪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动用气血根本就使用不了武技啊！莫等宋琦问出口，就听见严红雪继续说道：本座想必你定然是少年得志，自习武以来气血日益强盛，与人比斗未尝一败，可对？前辈谬赞。宋琦拱了拱手，恭敬地回答道：糊涂，你还真当本座是在夸你？你所谓的胜，无非是气血强，力量大，速度快而已。刀对你而言又是什么？一个催动气血的工具罢了。看看你没有气血，连刀都挥不稳的样子，愚蠢，可笑！你可曾想过，如今如今年岁相仿，力量、速度完全相同，为何被我一刀击败？你又可曾想过，我人族在没有武道之前是如何与异族搏杀？宋琦，严红雪这一番话声色俱厉，虽不说是醍醐灌顶，但也如同洪钟一般在宋琦耳畔炸响。虽然听不大明白，但总感觉严红雪说的很有道理啊。宋琦面露谦卑与恭敬之色，俯下身向严红雪请教：请前辈解惑。或许看宋琦态度还算端正，严红雪的面色稍缓了一些。只听严红雪冷哼一声，说道：捡起刀，继续向我攻击。是。宋琦一个立正，俯身捡起了刀。严红雪的语气仿佛让宋琦回到了青葱的学生时代。讲台上，老师一脸严肃地说着：这道题都讲过多少遍了，还有同学能选错？出刀被弹飞，再出刀，再被弹飞。这片虚幻的空间中，除了刀刃相接的声音，就只剩下宋琦粗重的喘息声。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宋琦从最开始的一招都接不下，到了能对拼3、4刀的水平。休息半个时辰，继续练刀。严红雪的声音仍是那般不冷不淡，不过看宋琦眼光中多了一抹赞许之意。这年轻人在刀道上的天赋绝佳，只可惜一直没能得到名师调教，只懂得一门心思搬运气血，出刀重形而不重义。是。宋琦喘着粗气，盘坐在空间中的一处角落。嘟嘟嘟，生物舱的智能助手将语音接入了进来，是周野。老宋，你怎么样？还顺利吗？我已经出来了，怎么没看到你？宋琦打量了一下盘坐在远处闭目养神的严红雪，压低声音说道：我这还有点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你先走，不用管我。赤出口吧。周衍听宋琦的语气，好像是不太方便说话，随后挂断了语音。半个时辰过去，闭目养神的宋琦被严红雪唤醒，继续练刀。宋琦的进步很快，不多时就可以与严红雪对拼数十刀。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宋琦就这样在这处奇怪的空间里与严红雪对练，对拼100刀，对拼1000刀。终于最后一战，宋琦与严红雪均是耗空了所有体力，互相战成了平手。严红雪一直冷漠的脸终于是浮现出一抹笑意，随后化作星光点点消散不见。前辈，前辈！宋琦睁大双眼，努力的用手去抓，然而视野中已然失去了严红雪的身影。一股玄而又玄的意境涌入宋琦脑海。系统，你的劈柴刀法
经过刻苦练习，熟练度达到100%，已进入大圆满之境。系统，严红雪对你传道，你领悟初级刀之意境。初级刀之意境，刀不再是兵器，而是你身体的延伸。你对所有刀法的领悟难度负30%，你出刀造成的伤害正30%，即便不使用气血之力，你仍能自如挥出你已掌握的刀法。前辈！宋琦一声大吼，悠悠转醒。棺材中，严红雪的样貌依旧，但是已经再无任何声音传出。唉，宋琦一声长叹，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后退3步，宋琦双膝跪地，对着棺材行了一记师徒大礼。虽无师徒之名，但严红雪对自己已然是有传道授业解惑之恩。自己当行如此大礼，原本托在宋琦手中的5个光球已经全部滚落在地上，黄色的光晕逐渐褪去，露出了里面包裹着的物件。4本技能书，一颗如同火焰般熊熊燃烧着的宝石。这石头带给宋琦一抹极为熟悉的气息，那是业火的味道。将石头捧入手中，即便有火之意境护体，宋琦都感受到了一抹灼热之感。系统，夜石，品级不详。天外降落的陨石，其中蕴含着无尽业火，乃是炼制火属法器的绝佳材料。宋琦在乾坤袋中整理出一处独立的空间，单独存放这块夜石，以免夜石将其他物资点燃。当前版本肯定是用不到夜石了，但想必今后定有大用。系统，移山，刀法类武技，品级不详。系统，焚江，刀法类武技，品级不详。系统，无剑，刀法类武技，品级不详。系统，镇玉经，武学心法，品级不详。宋琦，好家伙，这没一个是能直接学的呀！虽然如此，但宋琦还是对着棺中的严红雪又鞠了3躬，毕竟自己这也算是继承了老严的棺材本。除了这些收获之外，还有魏明辉以及其余人等的遗产。看着空间角落的传送门，宋琦眨巴了一下眼睛，干脆先不出去了。老严这里安安静静，无人打扰，先把东西整理一下再说。世家大族几位画事人的身家颇为雄厚，不过除了那些已经彻底坏掉的骨器之外，对宋琦来说没什么太起眼的东西。真要说价值的话，好像是这几位的7品乾坤袋最为值钱。宋琦将自己略显杂乱的乾坤袋整理了一番，开始检查魏明辉的乾坤袋。宋琦觉得这老东西绝对能爆点好货出来，就说他那把刀看起来就是一个不亚于明叶的极品，而且魏明辉手上戴着的那枚戒指看起来也相当不错。紫霄，品质7品法器，装备需求金骨镜，初级雷之意境。基本信息，攻击力580至598点，属性加成力量加70，敏捷加61，额外附加雷霆亲和正10%，雷霆伤害正10%，气血伤害正20%，拔刀速度正10%，出刀速度正20%。主动技天瀑，释放后可吸引9天之雷霆附着刀身，在下一次斩击中释放出全部的雷霆之力，施法消耗气血200点。注：仅限雷雨天使用，每次使用紫霄进行攻击，至少消耗20点气血。评价：还算入眼的东西。好刀，当真是一把好刀。刀身修长，通体泛有一抹妖艳的紫色，各方面属性均不在明叶之下，与明叶一火一雷交换使用，可应对各种场景。就是主动技的使用限制苛刻了一些，怪不得那魏明辉到死都没有用这把刀的主动技出来。不过想来威力定然不凡，找个擅长水法的倒是齐个宇，岂不是绝配？宋琦美滋滋的将紫霄挂在了腰间。如今的宋琦已经将早期的扶风和瑶光收入了乾坤袋中，最开始还悬挂着这2把佩刀，只是为了节省气血之用。不过随着宋琦的气血上限日益增加，再加上气血丹的出现，现在已经不差这么10点20点的消耗了，所以如今挂在腰间的就只有明叶一把，现在又多了这把紫霄。宋琦是一个念旧的人，虽然扶风与瑶光都已经不再用于战斗，但是宋琦还是准备将它们收藏起来，等今后自己就在网界里面办一个名刀展，展品就是自己一路走来曾经使用过的全部佩刀。宋琦继续在魏明辉的乾坤袋里翻找起来，那枚戒指也被宋琦翻找了出来。徽音，品质7品法器，装备需求金骨镜。基本信息，防御力102至128，属性加成精神加63，额外附加精神抗性正15%。主动技定神，释放后会一定程度抑制精神攻击对使用者造成的负面效果，持续时间1炷香，施法消耗无，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评价：勉强算是个有用的东西。名为徽音的戒指材质不明，摸起来手感冰凉，蓝绿相间，分外好看。宋琦直接将其戴到了自己的手上。看来魏明辉也是很清楚武者的弱点，专门搜罗了应对的法器，只不过最后全部便宜了宋琦。
该说不说，这老东西是真他娘的有钱，各种八品丹药、符篆在乾坤袋里排列的整整齐齐。这些年来，银环山庄也不知道是搜刮了多少资源。一个角落处，宋琦搜刮到了一个本技能书，也是整个乾坤袋中唯一的一本技能书。系统：游龙御空类身法武技，品级不详。宋琦，老魏啊，老魏，你是真有货啊！第70章，推动游戏进程的男人。从古至今，御空飞行、征服天际一直是人类的梦想之一。时至今日，虽然也有飞机以及各种各样的航天交通工具出现，人类已经可以飞上天穹，但那终究只是借助外力，而不是凭借己身。如今，在网界中，这一梦想终究会被实现。虽然这本名为游龙的飞行武技暂时超过了当前版本上限，但宋琦仍旧是对此充满了兴奋以及期待。啊！从生物舱中坐起身，宋琦伸开双臂，狠狠地抻了个懒腰，发出一声极度舒爽的呻吟。老严的墓穴里安全得很，宋琦干脆直接在那里下线了。毕竟从上一次登陆至今，宋琦感觉自己已经是很久没有下线了。惯例开一听快乐水，咕嘟咕嘟2大口下去，打出一个快乐的2氧化碳嗝。找到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早晨8点，时间上非常的奈斯。随后宋琦又看了一眼日历，卧槽，距离上次登陆竟然已经过去了10天之久。从洪都府出发，传送至永恒雪域，再在永恒雪域完成了8门遁甲的任务，大概是花费了3天。那么就意味着宋琦在古墓里待了大概7天的时间。这哪是游戏啊，这不纯纯时间杀手吗？看来在炎红雪那处虚幻的空间中练刀，完全扭曲了宋琦对于时间流逝的概念。在没玩网界之前，时间杀手还是某音，打开一刷，1晚上就那么过去了。然而在有了网界之后，时间杀手就变成了网界，而且还不是一个量级的杀手，随随便便一登陆就是小半个月的时间。算一算时间，等休息完再登陆回去，也是时候返回洪都府，跟着大部队一起北上了。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让阳光与新鲜的空气涌入室内。一股寒风吹过，让只穿着单薄睡衣的宋琦直直地打了个寒战。不知不觉间，现世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0月末，天已然寒冷了起来。杀进卫生间，美美的洗漱了一番，宋琦坐到了电脑桌前的电竞椅上，打开了自己的某音。嚯！随着网界的热度不断上涨，宋琦的粉丝也跟着水涨船高。从最开一个几万粉丝、名不见经传的小博主，摇身一变成为了如今150万粉丝的游戏圈顶流大号。要知道，网界开测至今也不过短短1个月时间，宋琦发视频的个数也不过10个左右，这涨粉的速度堪比做火箭升空。而且最近的2期视频播放量都已经超过了3000万，数以百万计的点赞屏无时无刻的跳动在宋琦的某音界面，根本连点都点不过来。当播放量达到了这个量级，已然是具有很强的破圈效果，很难想象当网界被允许直播之后会达到怎样的一个热度狂潮。私信里有大量粉丝在催更的消息，毕竟距离宋琦上次更新已经过去了10天，现在大家都处于一种玩不到也巨想过眼瘾的状态，全网皆是云玩家。在宋琦凭借网界爆火之后，也有不少内测玩家效仿宋琦开通了各平台的账号，但视频效果却一言难尽。毕竟宋琦在网界中的经历一直比较丰富多彩，而大多数玩家并没有像宋琦这样精彩的素材产出。还有不少私信都是想跟宋琦进行商务合作，不过宋琦并不打算理睬。不是宋琦跟钱过不去，主要是没时间。网界已经占据了宋琦的绝大部分时间，宋琦可没空自己处理商业问题。万一接了什么垃圾产品的推广，那不是纯坑自己的家人。作为一名有良心的主播加博主，宋琦可没有在自己粉丝身上吸血的打算。毕竟宋琦现在随随便便更新一下视频，就可以达到年入数百万的水平。不过确实应该更新了，而且宋琦这波还要更新一个大的。在云端将整个上古时期的素材下载下来，宋琦开始了今日的剪辑工作，直到10点多终于完成了视频的制作。今日份文案：世界观拓展，网界中神秘而宏大的上古世界。点击上传。结束了忙碌的工作之后，宋琦看着镜子里自己有些圆润的脸庞，下意识地用手推了推。粉丝多了，宋琦同学开始有偶像包袱了。万一有一天真人出镜，大家发现自己有点润怎么办？其实宋琦本身并不胖，体重算是与身高契合的标准体重，只不过由于长期缺乏运动，一直宅在家里打游戏，所以看起来脸上有点圆润。看着外面天气正好，要不然健身房走一走。说干就干，宋琦直接在衣柜里翻出一套运动装，背起小包直奔小区内的健身房。然而宋琦不知道的是，自己发出的视频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由于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很多达贡族在11点这个时间刚刚睡醒。那么睡醒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肯定是拿过床头的手机刷一刷某信某博与某音。李浩就是这样万千达贡族中的一员。当李浩睁开双眼，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之后，下意识地打开某音，刷起了短视频。你关注的用户宋琦 Kek 更新了一条视频。哦豁，这不敬业的鸽子金鸽了10天，终于想起来自己的账号密码了。李浩立马从当前的视频中跳转了过去。然而视频的开场就让李浩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之中。一座孤城矗立在无尽蛮荒之中，它古老、沧桑、神秘、浩瀚。人类在城下观望它，就如同蝼蚁仰望苍穹。宋琦的字幕注解缓缓浮现在屏幕一侧。这是人族的边疆，它的名字叫做燕然。李浩跟随着宋琦的视角进入了燕然边关之中。很快，燕然边关中部，人族与血族的大战开启，阵法连天，史诗级特效炸满屏幕，无数高阶武者御空而行，与血族高阶生灵在云层之中杀得天昏地暗。地面之上，人族铁骑长刀所向，一往无前，血与火化作一曲悲歌，最终人族大胜而归。李浩瞪大了双眼，这段视频已然超过了市面上所谓的战争大片。然而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随着一段黑屏的转场，压抑与绝望的配乐响起。修罗族城下叫阵，人族年轻武者纷纷喋血沙场，却无一人言退。就在最为绝望之际，一直在视频中作为主人公的宋琦终于在视频过半之时登场。随着宋琦那撕裂云霄的怒吼响起，人族神霄宗外门弟子宋琦请战，彻底点燃了李浩所有的情绪。在宋琦击毙阿兀良图之后，神霄宗掌教至尊那通天彻地的法身，睥睨乾坤的眼神更是令人激动到浑身发抖。最后随着清净天的2位道门弟子登场，宋琦在深陷围攻之中扭转败局，将一众修罗斩杀殆尽，举刀向天的画面为整个视频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除了震撼之外，还是震撼。李浩摸着已经有些发热的手机，点开评论区，想要发出一段震撼人心的评论，但最终千言万语只化作了简单的2个字：卧槽，以及一连串的感叹号。当评论区刷新之后，已然是数千条评论。李浩的卧槽被淹没在评论区之中，毫无波澜，因为评论区里面已经充满了太多的卧槽。一直以来，星痕虽然在官网上已经说过这是一款玄幻世界观的游戏，但不管是官方自己放出的资料片，还是玩家们自行上传出来的视频，都是一股浓重的武侠风，夹杂着一些低武玄幻的色彩。而宋琦如今这则视频，则是彻底点燃了玄幻的火把。宏大而浩瀚的上古世界，高阶强者手撕虚空，飞天遁地，近乎神明。这一切不仅让云玩家们如痴如醉，就连不少刷到视频的先行体验官们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中。随着视频热度的不断发酵，星痕官网以及各平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尽皆沦陷，大批的网民涌入所有能给星痕评论留言的渠道，催促星痕尽快开通网界的公测。云玩家们由于玩不到网界，已经开始彻底疯狂。星痕总部一众高层管理其巨顶楼会议室， CEO 于娜坐在会议桌的首席，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于总，大家都已经快闹翻天了，是不是跟宋琦协商一下，将视频先下架？宋琦的手机设置白名单，在场众人只有跟宋琦有过接触的于娜才能打通宋琦的电话。于娜眉毛一挑，说道：当初在体验协议里并没有限制体验官的视频发布内容吧？只要不是恶意摸黑的内容，应该都是允许发布的。既然宋琦能够将游戏探索到这一步，那是人家的游戏水平放在那里。更何况为我们添加了这么多热度，我们也没什么遮遮掩掩的必要。公关部发通告吧。随着于娜的话音落下，星痕的决策一锤定音。10分钟后，星痕官网与全部官方媒体渠道共同发出一则通告，感谢这段时间所有人对网界的关注以及支持，但受于技术限制，暂时无法开启全面公测。不过随着游戏测试的进展， 1.0 版本青衣之乱已经进入尾声，现开启 2.0 版本先行体验官招募。本次面向华国境内开放18000个先行体验名额，报名条件：年龄20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报名地址请登录官网自行查看，一个链接。所有报名者在参与报名之后，均需进行官方问卷调查，请您认真填写问卷，问卷的分数将会影响您的体验资格权重。先行体验官资格将于 1.0 测试版本正式结束后统一发放，敬请期待。当通告发出之后，全网炸锅。虽然并未开启公测，但却放出了足足18000个名额，看似不多，但却是 1.0 版本的9倍。一众云玩家们摩拳擦掌，势必要拿下 2.0 版本的体验名额。与国内玩家们的欢天喜地并不相同，外网之上，哀鸿遍野。上一次的测试，星痕就将国外玩家们拒之门外，这一次竟然又是。对此，星痕勉为其难地做出了回应，请海外玩家先行了解并学习华国传统文化，游戏终究会面向全球进行公测。网络上
已经是乱成一锅粥。然而始作俑者宋琦同学似乎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此时的宋琦正在小区内的健身房里进行着艰苦奋斗。由于宋琦住的是一处高档小区，所以小区内健身房的价格一直令宋琦望而却步。如今靠网借赚了一大笔，宋琦终于是挺直了腰杆进来消费。对于塑形，宋琦并没有什么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只要正常的锻炼，稍微减减体，重瘦瘦脸，让身体健康就足够了。虽然这段时间也是在打游戏，但很显然躺在生物舱里要比在现实里打游戏健康得多。起码宋琦感觉自己腰酸背痛手抽筋这些职业病在这1个月来好了大半。跑步机上慢跑了一阵，宋琦又来到游泳池里游了几圈。还好大学时候蹲点选游泳课的成果还没有过于荒废。在泳池里出来冲了个澡，运动过后整个人简直是神清气爽。宋琦照着镜子臭美了一番，现在的精气神很像是回到了当初大学时期的巅峰状态。穿戴整齐，宋琦离开了健身馆，来到小区附近的一家私厨，准备给自己来一波运动后的奖励。其实宋琦住在这处小区一直很尴尬，因为附近大多数都是高档消费场所，以宋琦之前的收入根本消费不起，只有少数平价餐厅才是宋琦的最爱。不过如今宋琦终于可以正常体验小区周边的配置。进店之后，宋琦看了眼菜单，那属实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突出一个眼花缭乱。最后宋琦直接点了一份1588的单人套餐。这个象拔蚌做的头汤味道鲜美，主菜是实质雪花牛排，入口即化。煎龙虾与炸生蚝同样可圈可点。在炫掉满满一大桌的食物之后，宋琦吃掉最后一口甜点，满意的打了个饱嗝。只能说是一分钱一分货，确实物有所值。酒足饭饱，宋琦买了单，准备打道回府。回去的路上，一位发传单的小姐姐拦住了宋琦，热情的将传单递到宋琦的手上。帅哥帅哥，我们新开的射箭馆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就在附近。射箭馆。宋琦接过传单，看了一眼时间，此时才下午3点，要不去玩一下？第71章，宋琦的地位。对于弓箭，宋琦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在网界中，宋琦一开始就是靠着弓箭打怪升级的。虽然在转职武者之后，因为缺少技能闲置了一段时间，但经过陆永元的一波技能传授，现在已经成为了宋琦的常用副武器。陌生的是，在现实中，宋琦从未对弓箭有过任何接触。帅哥，你叫我萌萌就好了。凭借这个传单可以免费体验20分钟，我们家就在那边，我带你去好了。名叫萌萌的发传单小姐姐看着宋琦似乎是有兴趣，干脆传单也不发了，直接带着宋琦来到了射箭馆。毕竟如果宋琦能够在馆里办卡的话，他会有一笔不菲的提成。而像宋琦这种住在高档小区里的冤大头，哦不，富二代，只要玩开心了，向来比较慷慨。射击馆一看就是刚开业不久，此时即便是星期六，人数也并不多。看到宋琦被萌萌带进来，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教练迎了过来，热情地接待了宋琦。女教练名叫杰西卡，向宋琦大致介绍了一番整个场馆之后，杰西卡带着宋琦来到了射箭区域。宋先生，您之前有过射箭的经验吗？宋琦摇了摇头，怎么说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只能算是没有。杰西卡微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既然您没有经验的话，那我推荐咱们先试一试8米的场，我会全程为您提供引导。宋琦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这不，先浅试一下。在佩戴上专业的护具之后，宋琦接过了杰西卡递过来的长弓。宋先生，这是一把18磅的竞技反曲弓，比较适合新人做上手体验。竞技反曲弓与网界中的传统弓箭不同，弓身上组装了很多配件，用以辅助瞄准以及减震之用。操作以及上手难度要比网界里的传统弓箭简单很多。接过弓，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涌上宋琦心头。一旁的杰西卡刚想凑过来指导宋琦基础的射箭动作要领，没想到宋琦已经从腰间束的箭囊中取出箭矢，张弓搭箭起来。宋先生，别，您这个动作，杰西卡慌忙的想要阻止，然而还没等杰西卡说完后续的话，箭矢嗖的一声已然射出。多，箭矢正中靶心，10环。看到这一幕，杰西卡张大嘴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这样子也可以的。多，一发又一发箭矢射向靶子正中央，发发皆是10环。直到箭囊中的箭矢射空，宋琦才有点意犹未尽的停下手来。虽然在现实中没有练过射箭，但网界与现实的体感以及参数比例完全是1比1还原，所以作为网界里的箭术高手，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技巧印在了宋琦的脑海深处。再加上竞技反曲弓的操作难度远低于宋琦在网界中使用的弓箭，即便宋琦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玩弓，打个小小的8米场，也只能说是不成问题。强调一下，
没有游戏技能融合现实或者降临现实等元素，此处可以理解为冥想训练。阿巴阿巴，杰西卡在一边看着，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虽然宋琦的姿势怎么看怎么别扭，但人家就是能稳稳地射中10环。一次射中是运气，次次都中那就只能是实力。所以现在的大佬都喜欢装萌新，调戏他们这种小教练吗？看着杰西卡望向自己幽怨的眼神，宋琦尴尬一笑，说道：“我真没骗你，这真是我第一次。”杰西卡，虽然但是你说的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摇了摇有些发酸的手臂，现实中的身体素质还是跟网界里差太远了。要是网界里的宋琦，只需轻轻一拉，直接能把整张弓给崩断。杰西卡看着宋琦，突然眼前一亮，询问着说道：“宋先生，我能拍个你射箭的视频，当做我们门店的宣传吗？我可以送您1份半日的免费体验卡作为报酬，您看怎么样？”啊！一旁摇着手臂的宋琦愣了一下，随后说道：“要我做宣传吗？那这个价钱你肯定做不了主的。虽然不知道某音上现在一位100万粉丝的博主做一次这种线下推广要多少钱，但肯定不是1份免费体验卡就够的。”听完宋琦这话，杰西卡也是愣了一下。你别说，这么一打量宋琦，好像还真有点眼熟。难道是个网红或者小明星？杰西卡思索了起来。姓宋，等等，姓宋，你是某音上那个网界博主宋琦 Kak？ 哦豁，被认出来了。面对杰西卡略显兴奋的问话，宋琦点了点头。呀，真的啊？我是你粉丝呢，怪不得看你有点眼熟。由于网界里大家穿的都是古装，即便容貌相差不大，换成现代的发型以及衣着，认不出来也实属正常。哇，我能跟你合个影吗？杰西卡一脸兴奋，瞬间从性感御姐变成了追星少女。真没看出来，杰西卡竟然也对游戏那么感兴趣。这算是宋琦这辈子以来第一次线下偶遇粉丝，自然答应了杰西卡的请求。如今的宋琦终于是体会到了那种当大博主的感觉。宋琦大神，你知道网界什么时候公测吗？有没有内部消息透露一下？我想玩网界都快想疯了。对于公测，宋琦肯定是没什么消息的。鬼知道星痕什么时候会开启公测。殊不知这个时候，因为宋琦的一个视频，星痕已经发布了 2.0 测试版本的招募公告。跟杰西卡闲聊了一会，杰西卡就一脸兴奋的去找他们老板了。不多时，杰西卡就带着一位身材同样性感火辣、年龄相仿的美女走了过来。这家射箭馆的老板跟杰西卡是闺蜜，杰西卡也不单纯是这里的指导教练，二人算是合伙的关系。老板叫米芝，同样也是一位电竞少女，算是10月初最早一批关注宋琦的粉丝之一。米芝过来，同样是拉着宋琦一顿合影。合影过后，二女拉着宋琦问了好多网界的问题，至于让宋琦帮着宣传自己射箭馆的事情，已经被抛诸脑后。区射箭馆哪有网界重要？其实米芝与杰西卡都是本地人，家中财产颇丰，闲来无事拿点小钱出来办一个射箭体验馆，算是打发时间。而最近一段时间，在他们这种2代圈子里，最火热的话题无疑便是网界。毕竟现实里能体验的，基本上都已经体验过了。而网界这种既新奇又刺激的第二人生，令这帮2代们简直是趋之若鹜。聊了一会天，时间悄悄地溜到了5点。宋琦准备告辞，打道回府。临走前，宋琦看在是粉丝开店的份上，免费帮忙录制了一个自己出镜射箭的小视频，让米芝去做宣传。经过宋琦的一番考察，米芝的这家射箭馆不论是环境还是教练素质都很不错，价格适中，公开透明，帮忙宣传一下自然也不违反宋琦的原则。不过发布的话，肯定就不会用宋琦自己的账号发布了，最多是做一下联动。米芝当然不肯让宋琦白白出力，毕竟宋琦爆火之后，从未像某些无良博主一样掐烂钱坑粉丝，这种良心博主现在已经不多见了。既然宋琦不要钱，那米芝就送给宋琦1份终生免费体验卡，让宋琦下线之后多来这里锻炼身体。夕阳的余晖洒向地面，10月末的天已然是有些寒冷。在外玩耍了一天，宋琦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中。对于现在的宋琦而言，无论是网界还是现实，都是一种相对概念的真实。无论身处哪里，宋琦的宗旨都是享受游戏，享受生活。调整好生物舱的参数之后，宋琦登陆回到网界世界中。古墓里这处空间空荡荡的，只有宋琦与一口棺材。老严这回大概是彻底死透了吧。对着老严鞠了一躬之后，宋琦迈步走入角落的那道门户里。随着场景一阵变换，宋琦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葬着古墓的那处山脉中。轰隆隆，大地一阵晃动。在宋琦离开古墓之后，古墓似乎像是被触发了某种开关一样，竟然在地下浮了上来。地动山摇，山脉裂开，古墓凭空而起，最终缩小成拳头大小的光球，化作一道流光遁入虚空深处。古墓转移了，地震停歇了下来，
宋琦看着这一幕画面，简直是目瞪口呆。妖兽了！这古墓竟然自己会动！懵逼了片刻，宋琦清醒了过来。此地出现了这么大动静，已然是不宜久留，保不准深山老林里面就会隐藏着什么奇奇怪怪的大佬。36计走为上。宋琦打开地图，认准了东边的位置，撒足狂奔。该说不说，当初在上古梦境中吃的那颗威猛龙虎丹，当真是威猛不凡。即便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月，宋琦还是没有什么饥饿或疲劳的感觉。有一说一，距离宋琦上一次这么长时间的腿奔，还是刚登陆网界那段没有红云的日子。这么一想，也是好多天没有见到红云了。不知道红云在家里过得怎么样。还好是被灯笼给传送出来了，要不然玩上1个月的走路模拟器，宋琦觉得自己肯定的疯。红云在就好了，起码沿路上还有心情看看风景。一路上，宋琦风餐露宿，星夜坚持，为了节省时间，一直穿行于密林之中或荒野之上。终于，在经历了1天1夜的旅途之后，宋琦赶回了洪都府的城下。如果不是法器自带清洁功能，宋琦估计自己此时应该跟叫花子没什么两样。半个月未回洪都府，此时城中的氛围已经恢复到了受朝之前的模样。虽然百姓们都已经知道了朝廷在北地打了败仗，但日子该怎么过还是得怎么过。毕竟青衣军暂时也没能打到中原来。宋府，宋琦敲开了自家大门，一众下人看见家主归来，府中顿时热闹了起来。死！红云嗅到了宋琦的气味，一声长鸣，直接在自己的豪华马圈中冲出，直勾勾的向宋琦冲来。抚摸了一下红云颈间的鬃毛，看来这帮下人给红云养得不错，油光水滑的。后厨开始烧火做饭，而宋琦的几个小侍女则张罗着备好了浴桶与热水，准备伺候宋琦沐浴。可惜终归是无福消受了。宋琦恨恨地平退了左右，自己跳进浴桶梳洗了一番，穿戴整齐之后，来到了正房前的庭院之中。坐在自己最爱的摇椅之上，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突出一个惬意与悠然。几个侍女看见宋琦出浴，端来了热茶、水果以及小食。几人围着宋琦，捏肩的捏肩，捶腿的捶腿。啊，这美好的人生啊！宋琦在内心发出真诚的呐喊。爷，后厨那边还在忙着，您先喝点茶等一会。不急，让他们慢慢做吧。宋琦眯着眼睛，随口答道。反正也不饿，吃不吃都行。不一会，一道道精致的菜肴逐一摆到宋琦身旁的桌面之上。宋琦连动都不动，身边的侍女就拿起筷子，将菜肴喂到宋琦口中。你别说，味道还真不错，还要更胜宋琦那天吃的私厨3分。家里是不是换厨子了？正如宋琦所想，家里的厨子还真是换了。今时不同往日，当初刚来洪都府的宋琦，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宗师，虽然身份也算高贵，但在洪都府这种地界也并不算罕见。而受朝那一战，彻底打响了宋琦的赫赫威名。如今市井之间已经在流传，年岁不过20的宋琦已经是洪安州第一武夫，即将破入传说中的第3境，天下无敌。流言越传越离谱，尽管基本没几个人见过宋琦本尊，但宋琦整个人在洪都府已然是被神化。在受朝过后，宋府的门槛险些都被踏烂。不过不巧的是，宋琦在受朝结束之后直接远行了。如今宋府中又是添置了好多下人，以适配宋琦的身份。至于厨师，原本的大厨现在已经沦为了副手之一，新来的大厨还是托了丹盟的关系给自己加塞进来的。能跟着宋琦这么个主子混，那今后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吃完饭，宋琦一伸懒腰，准备出门去丹盟点个卯，顺便去一趟府衙接一下北伐的任务。以宋琦如今的身份，自然是不可能跟大头兵一样去登记报名。然而宋琦还没起身，管家就抱着一本册子走了过来。老爷，这是您走之后洪都府中官员、世家、一众江湖门派等登门拜访后送礼的清单名册，请老爷过目。由于老爷不在家，这帮人又死赖着不走，即便把东西退回去，又还会送上门来。老奴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自作主张将东西留下了。现在礼品已经按照品类整理好，存放在库房中，请老爷吩咐如何处理。宋琦，啥玩意啊？给我送礼干什么？坐直身子，宋琦接过厚厚的册子，打开一看，好家伙，几乎洪都府中有名有姓的人都来自己家登门拜访过，像是高官豪门就会送一些8、9品的修行资源，即便是普通的江湖门派或商贾之家，都送上了不少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如今宋琦仅凭自己的名中2字，就可凌驾于洪安州万万人之上。第72章，版本最后的全民主线。宋琦将厚厚的礼物清单翻了一遍，大概是悟透了这帮人是什么意思。看来自己当初在洪都府城下的那一刀，不只是斩在了九尾的尾巴上，
更是展在了这帮人的心上。登门拜访，赠以重礼，无非就是想着跟自己结个善缘罢了。将礼物清单随手甩回管家的手中，宋琦说道：“送都送来了，那就整理好收下。今后再有来送礼的，一并收下，记好名单。”对于这些想给自己送礼的，宋琦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反正自己又不是网界土著，你敢送我就敢收，总不能有玩家嫌弃自己的游戏资产多吧？打发走了管家，宋琦牵了红云，直奔洪都府府衙。刚到府衙正门，守门的差役就认出了宋琦，恭敬地向宋琦行礼，问宋宗师好，随后引着宋琦入内去见毛运吉。这些差役当初也曾登上城头参与守城，亲眼目睹过宋琦大发神威。在差役的引路下，宋琦直入府衙正厅，没想到不止毛运介一人在此，老熟人陆永元同样在府衙之内。此时二人正在正厅内愁眉不展，听见下人来报宋琦来访，二人对视一眼，皆起身出外相迎。哟，都在呢。看见陆永元也在，宋琦微微一愣，正好省得自己一会还得再找他一趟。三人在正厅中坐定，宋琦看着两人一脸愁容，正准备开口问话，没想到毛运介率先自乾坤袋中取出了一件卷轴与一方金印，给宋琦递了过来。恭喜宋宗师了。恭喜我。宋琦一脸懵逼地接过卷轴，打开一看，系统，你受到大禹皇室册封，现授予子爵爵位。毛运介的解释与系统提示一并传来，我为宋宗师请功的奏折已经得到批复，如今皇室的册封已经下来，授予宋宗师子爵爵位。不过早在100年前，皇室便已不再册封有实质封底世袭罔替的实权爵位，而且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切从简，还请宋宗师见谅。至于对宋宗师的赏赐，此时还在路上，神都距离洪都府路途遥远，按照礼部的规章制度，估计还得半个月时间才能到您府上。系统，你获得新的称号大鱼子爵。大鱼子爵在大鱼境内各地行走，大鱼所属皆对你礼遇3分。在网界中，玩家可以拥有各种不同的称号，但一次只能佩戴一个。所以如果宋琦平时不处于战斗状态，就可以把自己的称号切换成大鱼子爵。这样不管走到哪里，估计所有人都会感觉到有一股王霸之气扑面而来。宋琦本以为受潮结束，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毛运介竟然还背着自己整了这么一手。你别说，这老毛还真是个好赢呐！将册封的圣旨与代表子爵身份的金印收入乾坤袋中，宋琦问出了自己方才想说却被打断的话：你们二位愁眉苦脸的，这是干嘛呢？唉。一旁的陆永元听见宋琦发问，不由得长叹一声，还不是那个征兵的旨意闹的。神都要征兵100万，那摊派到各大洲就是5万兵员。虽然只是名义上这么一说，但最后洪安出的兵马要是太少，终归是没法交差。陆永元絮絮叨叨地说着，此时好像是个深闺怨妇一般，再也不复当初城头上的铁血硬汉模样。上一次北伐，洪安州就出兵出力，最终大败而归，洪安州的精兵悍将折损大半，就连陆永元原先的顶头上司都战死在了北地。陆永元这回算是彻底转正了。不过转正之后，所有的担子也就压在了陆永元肩上，算上死里逃生的一批军士，如今举州之力也不过征到2万兵。当然，这里的兵指的并非是凡人士卒，而是武者军士。而且在这2万人之中，不知为何涌入了几百的江湖游侠和1000多个道士。这些人全部都是第2境的强者，虽然其中有半数看着眼熟，似乎是参与了洪都府受潮之战的好手，但如何安置这批人，属实让陆永元感到头秃。哪怕往前追溯400年，也没见过这么多江湖人士参与到朝廷中来。要说是拒之门外，那肯定是不妥；要说是安插进行伍之中，这群人又一个个桀骜不驯，虽然处理什么问题都是一把好手，但纪律性实在是太差。听着陆永元跟自己倒苦水，宋琦挠了挠头，不出意外，陆永元说的这近2000人，应该就是第4天灾军团了。看来大多数玩家对于版本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没有头铁的加入青衣军。对了，陆将军，前段时间是否有一个名叫窦兴伟的人带着洪都府之前出逃的世家弟子回返参军？是，此事还要多谢宋宗师。听宋琦这么一说，陆永元立马就想起了这么回事。虽然不知道宋琦用了什么办法把那帮世家弟子忽悠了过来，但总归算是帮了他陆永元大忙。那帮世家弟子多为金古镜宗师，尽管只有100人，但却堪比千军。那领头的窦兴伟也算是可造之才，虽然武艺稀疏平常，但处理各种琐碎事务却是一把好手。如今已被陆永元收为参谋。对了，还不知宋宗师前来何事？哦，我是来加入洪安州的北伐军的。毛运介、陆永元，此话当真？二人异口同声的大声问道。看见宋琦点头，二人面上皆是欣喜若狂。北伐，征讨不臣，任务难度地级上等，任务类型
全民主线。任务内容：大禹与青衣军战事再起，你做出决定，加入了大禹的阵营，镇压青衣军作乱。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未知是战争中做出贡献而定。战争期间，所有怪物以及相关衍生任务经验翻倍。评价：江湖人士最好不要介入朝堂之间。宋琦看着任务面板弹出的提示，陷入沉思。1.0 版本名为青衣之乱，或许这就是1.0 版本最后的全民主线任务了。与宋琦的沉静不同，毛运吉与陆永元此时已经完全陷入喜悦之中。像宋琦这种级别的高手，向来是远离朝堂。如今宋琦既然准备披甲上阵，如何能不让二人欣喜若狂？好好好，有宋宗师一人，堪比千军万马。毛运剑那边对着宋琦拍了一波彩虹屁，随后见毛运吉转头向陆永元问道：陆将军，你看宋宗师应当在军中担任何职？陆永元沉思了一番，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受朝之时，陆永元就发现宋琦在那群江湖人士之中颇有威望，如今让宋琦去管理那帮人，岂不是妙哉？想到此处，陆永元面带微笑，拱手答道：宋宗师，我将那群江湖人士自组义军，你挂一个副将的职衔，去统领他们可好？我……宋琦拿手指指着自己，显然对陆永元的提议有些意外。也行，听你们安排。略作思索一番之后，宋琦又是点了点头。自己此次参与北伐，只是充作高端战力，对决青衣军中的领主高手，本身也不是为了军权而来。至于那群玩家，自己就名义上领个头，到时候大家乐意跟着自己混就跟着自己，不愿意就化整为零，各自为战。有了宋琦这种相熟的高端战力加入，终于算是给陆永元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回即便只有2万军士，洪安州这边对神都也算有所交代。大军5日之后集结完毕，准时向洪安州北部与云州交界处开拔。约定好集合日期，宋琦起身准备告辞。临行前，宋琦拍了拍陆永元肩膀，说道：别慌，我们第4天灾军团保证给你个惊喜。陆永元，自己什么时候给他们起了这么个名字？在府衙这边领完主线任务，宋琦告别毛运介与陆永元2人，牵过红云，拍马向丹盟驻地赶去。多日未见，不知丹盟这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方一进入丹盟驻地，柯红淼就笑得像朵菊花一样迎了过来。贤弟，你可算是回来了。宋琦眉头一挑，听这语气是有事情。没想到宋琦问候，柯红淼竟然摇了摇头。如今有贤弟的威名在外，何人见了我丹盟不是恭敬有加？只是多日不见，为兄甚是想念罢了。宋琦，这老柯学会拍马屁了还？对了，魏宗师他们人呢？宋琦对着柯红淼问道。来到丹盟之后，宋琦发现不仅魏白不在，就连其他一众玩家也都不在。哦，对了，柯红淼一拍脑袋，自乾坤袋中取出一张字条，递到宋琦手上。年纪大了，差点给忘了。今日上午，魏宗师一干人等就匆匆忙忙的出城去了，留了一张字条，说让我在你回来之后转交给你。宋琦眨巴了一下眼睛，将字条打开一看，上面行云流水的写下8个毛笔字：回来之后语音联系。搞什么？神神秘秘的。既然丹盟里也没什么事，宋琦便拒绝了柯红淼今夜一起去明香院喝酒听曲的邀请。看魏白这边好像是有什么事情。告别了柯红淼，宋琦找到一处僻静角落，让生物舱的智能助手给魏白打了过去。嘟嘟嘟，魏白很快接通了语音。喂，宋琦，你回洪都府了？你搞什么？神神秘秘的，直接给我打语音不就行了？不是，是周衍说你好像不太方便，所以我才给你留了字条。哦，周衍，这帮人又凑到一起干嘛？我们在洪都府西南300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特殊的秘境，你要是能直接过来，我们就等等你，跟你一起会合。又有秘境了？宋琦听见这话，眼前一亮，这等好事自然是少不了自己。魏白他们上午才出发，如今不过正午，想来走不了多远。你们等我一会，我会跟你上你们。好。魏白那边挂断了电话。红云的脚程很快，丹盟玩家们都知道，所以等宋琦一会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至于如何找到魏白等人，宋琦自有办法。英俊，英俊在吗？宋琦仰头对着天大喊了起来。哇哇！很快，高空之中就传来了凤金雕的回应。既然柯红淼在丹盟里，那么想必凤金雕自然也会在不远处。跟柯管事交代一下，我暂借英俊一用。宋琦拉过一个 NPC， 吩咐了下去，随后骑上红云，直奔洪都府南门。凤金雕低空盘旋了一阵，稳稳地抓在宋琦的肩膀上。如今凤金雕跟宋琦也算是老熟人了。拍马赶出洪都府南门，
宋琦便对凤金雕吩咐道：“英俊，西南方向巡视一番，帮我找找魏白他们，然后回来帮我带路。”凤金雕哇哇叫了2声，扑棱棱的飞走了。魏白等人常年驻扎在丹盟之内蹭吃蹭喝，跟凤金雕之间已然是混熟。驾！宋琦策马向西南方向开始狂奔。不多时，高空之上就见凤金雕回返。宋琦一道注视之谋打上去，在地上跟着凤金雕疾行。穿过几道密林之后，魏白与周岩等人的身影遥遥在望。凤金雕看着宋琦找到了魏白等人，在天上转了2圈，发现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哇哇叫了2声，直接飞走了。呜呼！宋琦坐在马背上，发出一声龙吟，与远方的众人打了个招呼。红云跑得飞快，几个呼吸间就赶上了众人的队伍。没想到不只是丹盟众人与周衍在，还有当初南府郡离台古一的小伙伴。嚯，这么多人呢！你们那么看我干嘛？凑得近了，宋琦发现一众人等看自己的表情有些古怪。老宋，你小子可以啊，硬生生把心痕逼得发个 2.0 测试公告出来。宋琦，我不是，我没有，你说啥呢？自打发完视频之后，宋琦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任何社交软件，消息太多，看得头晕。现在宋琦一般没什么事，已经不上网冲浪了。不是，我干啥了？看着宋琦一脸懵逼，众人也变得一脸懵逼起来。没想到事情的始作俑者竟然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情。随后众人你一嘴我一嘴，生动形象地为宋琦讲述了一番。宋琦终于恍然大悟，没想到自己不知不觉间算是爆了个大料。不过反正当初体验协议里面也没有规定这种东西不能发，宋琦也不怕心狠找自己的麻烦。众人发散着聊了一会八卦，宋琦将话题引回了秘境的正题上。咱们出动这么多人，是这个秘境很难打吗？这次回答宋琦的是南府郡交流群里的一位道士小伙伴，名叫朱星际。这个秘境正是朱星际发现的。只听朱星际对宋琦说道：“这个秘境并不大，进去之后只有一座塔。我一人势单力薄，未敢进入探索，所以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大家到了之后一同探索便是。诸位，今天我给大家共享这个消息，今后大家有什么好事不要忘了我便是。网界的世界很大，2000名玩家涌入网界，就像是大海里掀起了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所以玩家之间更多的是共享与合作，探索这广袤无垠的庞大世界。相比于网界世界中无限的机缘与财富，玩家们之间的竞争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恶意 PK 与破坏只会互相拖慢发育进程，玩家在玩家身上很难得到太多好处，而这种破坏游戏环境的玩家，最终也只会得到大多数玩家的共同抵制，变得寸步难行起来。众人有说有笑，来到一处高山脚下。系统，你发现灵化山，获得经验 X20。山路难行，众人纷纷下马，在朱星际的带路下，来到一处隐秘的山洞之前。系统，你发现灵化山秘境，是否进入？是。第73章九转玲珑塔。一阵熟悉的天旋地转感传来，当宋琦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身处一处广场之上，一众小伙伴的身影接连浮现，出现在宋琦身旁不远处。系统，这是一处稳定的小型秘境，不过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广场由材质不明的石砖铺成，分外广阔，至少能容纳数万人。不过四周被虚幻的光幕阻拦，限制了整个秘境的活动范围。有玩家尝试着飞奔至边缘处触碰光幕，不过被一道柔和的光芒弹了回来。看起来这处秘境似乎并不危险。广场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座宝塔，宝塔共有9层，塔身之上流光溢彩，刻满深邃的纹路，韵味非凡。远远观望，宝塔的建筑风格与如今的大鱼建筑大不相同，古老而神秘，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看来又是一座大鱼的史前建筑。在塔的大门之上挂着一个巨大的匾额，不过其上的文字宋琦并不认识，只不过看这种文字的形态，大致与涉山秘境中那处匾额相同。宝塔之前竖立着一道高大的石碑，只不过石碑之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宋琦伸手摸了摸，除了冰冰凉凉的触感之外，无事发生。众人在广场之上探索了一圈，均无任何发现。看来此处秘境的全部内容都在广场正中央的塔里了。宋琦在塔门之前站定，大声说道：“我们一起入塔，好互相有个照应。”众人听到宋琦呼喊，纷纷回应，结束了各自的探索，汇聚到塔的正门之前。宋琦的双手按在塔门之上，用力向里推去，塔门竟然纹丝不动。系统九转玲珑塔，品级不详，又是一件超出当前版本上线的法器。宋琦眉头一皱，开门与商门齐开，气血汇聚于双臂之上。随着宋琦一声大吼，塔门终于有了移动的迹象。众人对视一眼，
没想到这大门竟然如此沉重，就连宋琦都推不开。场中的武者全部来到大门之前，催动气血，与宋琦一同推门。终于，在10多名武者齐心合力之下，刺耳的摩擦声不断传出。在阵阵烟尘之中，尘封已久的大门被众人推开。看见这一幕，作为道士的朱星际不由得擦了擦冷汗。要不是自己把消息分享出去，合着连大门都推不开。轰！随着一声巨响，大门撞到了两边。众人抽出兵刃，宋琦打头阵，武者在前，道士在后，尽皆步入其中。眼前的景象有些虚化，一片白茫茫，并不是一个塔内该有的建筑格局。宋琦手掌轻抚着刀柄，出声道：“大家小心戒备，感觉此地不同寻常。”声音空荡荡的在空间内回响，然而身后并无一人回应。宋琦转头一看，身后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一个人在？宋琦眉头一皱，看来这又是一处独立空间的场所，那么大家只能自求多福了。检测到试炼者金谷劲武者1名。一道冰冷且略带机械的声音自虚空中传出，宋琦四处巡视，也没有发现声音是从何处传出的。第一关试炼即将开始，请试炼者做好准备。如果试炼者察觉自己有生命危险，请及时在内心默念放弃即可。试炼。听着虚空中传出的话音，宋琦大致明白了这是一处什么地方。眼前白茫茫的空间一阵扭曲，当场景实化之后，宋琦发现自己置身一处开阔的草原之上，上方太阳高悬，地上泥土的气息不断传入鼻腔。你别说，这幻境弄得还挺真实。看来这宝塔是一个品级很高的法器。轰！地面开始震动起来。宋琦凝神向远处望去，只见一群体型庞大、皮肤质感像蜥蜴，只靠着一双后脚就能飞速奔跑的未知生物突然出现在宋琦的视野尽头。落月自乾坤袋中取出，宋琦张弓搭箭，一发天坠射入怪群。轰！怪群发出嗷嗷的惨叫声，在宋琦这一箭之下死伤10数。击杀面板跳跃而出，是一群名为风魔地形兽的17级普通怪物。看来第一关的试炼难度并不算高，在场众人基本都可以通过。轰！轰！天坠如同导弹一般，一发发轰入怪群。这群怪物还未等冲到宋琦面前，就已经死伤过百。一群小怪，虽然打量上去数目上千，但还不足以让宋琦避让。怪群越冲越近，一对对锋利的前爪闪烁着寒光，向着宋琦抓来。宋琦将落月收回，右手搭在紫霄刀柄之上，正好试试新到手的宝刀。画木，观响雷霆，一张雷电刀网向怪群中笼罩而去。一只只怪物抽搐着倒在宋琦面前，闪电不断在尸体之上向着周围弹射。惊鸿，枪，紫霄拔刀出鞘。在宋琦所有的配刀之中，紫霄的刀身最为修长，甚至要比瑶光还要长上10多厘米。妖艳的紫色刀身与雷霆交相呼应，煞是好看。宋琦手持紫霄，惊鸿划出一道璀璨的雷霆刀光，将行进路径上的地面犁出一条丘壑，而路径之上的所有怪物皆被一刀两断。怪群之中，宋琦熟悉了一下紫霄的手感，大力的劈砍起来。无双割草，就是爽。对于现在的宋琦而言，普通怪物不管来多少都是经验宝宝。不多时，怪物尸体堆满一地，不多不少，整整1000头，17万点经验到账。当宋琦收刀入鞘之后，那道冰冷的声音再次在虚空中传来：恭喜试炼者完成第一关试炼，你可以选择直接拿走第一关的试炼奖励并结束挑战，或者累积奖励继续挑战第2关试炼。请注意，如果在接下来的试炼中挑战失败，你的奖励会被全部清空。好家伙，这关卡做的跟某音上那些街头问答的视频一个模式。我选择继续挑战。宋琦抬头对着虚空说道：挑战继续。冰冷的确认音传来，宋琦发现眼前的场景又是一阵虚幻，恢复成了最开始白茫茫的样子。一股暖流传来，宋琦的全部状态回满。第2关试炼即将开始，请试炼者做好准备。场景再次变化，这一次的环境变成了茫茫雪原，而出现的怪物正是宋琦的老熟怪双狼。只不过与第一关不同，第2关只有5只怪物，5只17级的精英双狼。虽然怪物的数量变得很少，但其实第2关的难度要比第一关难上很多。对于现阶段的玩家来说，1000只普通怪物看起来数量惊人，但只要注意风筝走位，将怪物全部磨死，问题不大。但精英怪物的智力却远超普通怪物，而且自身会附带2个左右的强力技能，远比普通怪物难处理得多。如今衡量一位玩家的战力水平是否合格，就以能否单挑击杀1只精英怪物作为标准。不过现在第2关的试炼内容是击杀5只精英怪的联手，可谓是把难度直接拔高了一个维度。如今能够达成这种战力标准的，基本上可以被称为玩家中的第1梯队高玩。看来这一关会刷掉不少同来的玩家。5只精英怪，
自然不被宋琦放在眼中。紫霄手气刀落，不出片刻，5只榔头就滚滚落地。8500点经验入账。在尸体里挖了一下，宋琦发现这些双狼竟然无法提供寿丹，让宋琦直呼上当。看来这也是投影一类的非实体生命。我选择继续挑战。宋琦收刀入鞘，对着虚空喊道。一段重复的对话之后，场景又是一阵变换。好吧，还是血缘场景，对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双狼，只不过这一次数量从5只提升到了20只。这个阶段，玩家群体中能同时击杀20只精英怪的，基本上只能说是凤毛麟角了。魏白在继承了葛恒的传承之后，战力未知，或许有可能通关。至于其他人，哪怕是周衍，通关的可能性都不大。毕竟之前在古墓中，周衍面对7、8只精英怪就已经颇为狼狈。20只双狼嘶吼着向宋琦杀来，宋琦大吼一声，开启3道人体门户，抽出紫霄，厮杀成一团。不多时，20只精英双狼尽皆伏尸宋琦脚下。又是34000点经验入账。有了上一关的经验，宋琦也没有再去挖寿丹，直接选择了继续挑战。场景一阵变换，这一次终于换了个环境，变化到了一处火山之中。不远处，岩浆咕噜噜的冒着泡，一股股炙热的气息扑向宋琦脸上。要是常人来到这种场景，肯定是束手束脚，但对宋琦来说，那简直是如沐春风。宋琦嘴角扬起一抹止不住的笑意，这跟回到自己家有什么区别？好，咕噜咕噜，一道嘶吼声自岩浆之中传出。只见一道赤褐色的巨大身影自岩浆底部涌出，嘶吼着爬到了岸上。这是一头生活在岩浆里的鳄鱼。看着那庞大的数倍，但还是酷似鳄鱼的身影，宋琦取出落月，3道人体门户齐开，一发无双加破芒射到了鳄鱼的脸上。当，负1500。箭矢虽然被厚脸皮弹开，但还是造成了不俗的伤害。火魔鳄 LV17， 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78500280000，其余信息不详。你别说，还真是鳄鱼，领主级模板啊！那看来只有宋琦能通关了。每一位领主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俗之处，所以宋琦还是认真了一些。火魔鳄的行进速度一般，宋琦不断用落雷听雨与其拉开距离，落月猛猛射击。不知为何，苍然山脉中的3位领主都已经完全开启了神智，但这只火魔鳄却只知道呆呆的傻叫。或是被宋琦溜得不耐烦了，火魔鳄也不追了，站定在原地大吼一声，整个山洞都剧烈的摇晃起来，岩浆喷涌，碎石坠落。宋琦的生存空间被火魔鳄进一步压缩。既然想要肉搏，那就成全你。明夜出鞘，惊鸿一刀斩在火魔鳄的侧身之上，剖开一条深邃的刀口。今天就来一场火焰之间的巅峰对决。火魔鳄的嘶吼声，宋琦的怒吼声不断在山洞之内回响。火与火之间并无克制，一人一兽的火焰抗性都很高。宋琦打火魔鳄不怎么痛，但火魔鳄打宋琦同样不痛不痒。各种各样的火焰攻击不断自火魔鳄的巨口中喷出，接二连三的招呼在宋琦身上。不过除了把宋琦的脸烧黑了一些，并无大碍。宋琦顶着火魔鳄的攻击，手中明夜猛猛劈砍，巨大的力道将火魔鳄砍得翻滚连连。眼看不是宋琦的对手，火魔鳄干脆直接一头扎进岩浆里不出来了。宋琦被火魔鳄这波操作给气笑了，虽然现在宋琦的火属性抗性很高，但总不可能直接杀进岩浆里去。宋琦站在岸上，干脆掏出落月，开始向岩浆里射击。有着气血包裹在箭矢之上，即便是岩浆的1000度高温，也不能瞬间将整个箭矢直接融掉。宋琦多少还是能对火魔鳄造成一定伤害。火魔鳄看着就算是这样，宋琦还能打到自己，非常生气地吞下一大口岩浆，向着岸上的宋琦吐口水。宋琦将落雷听雨催动到极致，身形在岸上不断闪烁。像火魔鳄这种没有专业喷射技能的攻击是不可能打到宋琦身上的。最后火魔鳄被宋琦磨得没有办法，只能冲上岸来与宋琦决一死战。当然结局只能是宋琦活，火魔鳄死。又是17000点经验入账。看着火魔鳄的尸体，宋琦不甘心地挖了起来。那可是一颗领主级兽丹呐！虽然这火魔鳄看起来不怎么聪明的样子，不过投影就是投影，宋琦终究是一无所获。虚空中的提示音再次传来，询问宋琦是否继续挑战。宋琦皱着眉思考了起来。第4关就是领主级 BOSS 了，那第5关会是什么？总不能直接给宋琦刷出来一个君王级 BOSS 吧？人的本性或多或少都是带有一点赌徒心理。宋琦干脆心一横，选择了继续挑战。大不了放弃好了，只是没有奖励，刷了一波经验也不能算亏。随着场景一阵变换，宋琦发现眼前的景象分外熟悉，回头看去，浩大的燕然边关正匍匐在自己身后，而宋琦正立于那熟悉的银絮门下。
一时间，宋琦不由得目瞪口呆。这座宝塔究竟是读取了自己的游戏经历，还是说它本身就是一座上古之物？第74章，圣龙族宝药。宋琦回头向嫣然边关之中望去，此时边关之内静悄悄的，似乎并无一人值守。这只是宝塔演化出来的一座空城。宋琦下意识地向后走去，想要进入边关，但是一道无形的光幕将宋琦所阻拦，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了银旭门城墙之下的这一块区域之内。宋琦面前的空间一阵扭曲，一道身影缓缓浮现。人类？看着那道身影的体型相貌，宋琦心生疑惑。不，只是体型大致与人类相同的身影罢了，因为人类不可能拥有一对金色的树瞳。那道身影愈发靠近，宋琦发现除了一对金色的树瞳之外，这个怪异生灵裸露在外的肌肤上还分布着一些微不可察的淡金色鳞片。宋琦的目光绕过这怪异生灵，向后打量去。然而空间的波动已经停止，似乎这第5关试炼只有面前这一位对手。没有量变，那就只能是质变。不会真的安排了一个君王级 BOSS 吧？宋琦的面色微微一变，右手缓缓地按在刀柄之上。人族，受死！是上古一族。听着这怪异生灵说话的语气，宋琦心底大致是有了答案。那生灵也不多说场面话，见到宋琦之后，大吼一声，身影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直奔宋琦面门。好！那生灵的右拳隔空挥出，原本类似人类的肢体不断膨胀变换，最终化为一只覆盖满金色鳞甲的巨爪。无数道金色拳影自空中炸裂，伴随着阵阵龙吟之声传出。红莲！呼！业火在刀鞘之内升腾，三门齐开，气焰升腾。化木！业火刀网与漫天金色拳影相撞。轰！地面之上，漫天灰尘扬起。奥古阿拓 LV17 圣龙族第2境，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320000，320000，其余信息不详。果然是上古一族，这破名字起的跟那帮修罗一样拗口。灰尘之中，奥古阿拓的嘶吼声再次传出，一道金色的巨爪冲出灰尘，直奔宋琦面门。惊鸿！明夜出鞘，裹挟业火，径直斩向那道巨爪。或许是感受到了明夜刀身上的温度，那巨爪竟然再次膨胀了几分，其上燃烧起了熊熊的金色火焰。当！一股大力传来，宋琦的冲锋之势暂缓，身体顿在原地。而奥古阿拓则在烟尘中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将巨爪缩了回去，整个身子倒飞而出。论力量，还是宋琦略胜一筹，但这奥古阿拓防御属实惊人，与明夜硬汉一击，竟然未能破开其防御。烟尘散去，宋琦也终于看清楚此时奥古阿拓的模样。此时的他已然大变模样，他的双臂已完全化作龙爪，肌肤之上覆满金色鳞甲，半身龙，半身人。宋琦的瞳孔微微一眯，虽然这奥古阿拓的面板仍为领主，但其实力在第2境当中绝对属于领主中的顶尖层次。如果将火魔鳄的战斗力作为中部值来处理，那么当初嫣然边关城下的一众修罗只能算作中等偏下，而苍然山脉中的那3头就可以算作中等偏上。之前被宋琦坑死的魏明辉可以算作上等，而面前的奥古阿拓虽然只有短暂的2次交锋，但宋琦感觉他比魏明辉还要强上不少，至少力量与防御远在魏明辉之上。奥古阿拓在地上站起身来，一对树瞳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似乎从未在同境交锋之中被人族一招击退。奥古阿拓怒吼一声，嘴中喷出一道金色的火线，火线在空中瞬间膨胀，欲将宋琦整个人包裹其中。宋琦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玩火是吧？你宋爷也算是行家。轰！大火将宋琦的身影吞没，然而气血附着于宋琦的全身各处，宋琦的身影化作一道雷霆，在火海之中快速的奔行起来。龟刀入鞘，离人怨！璀璨的业火刀芒撕裂火海，直接打在了奥古阿拓还在吐火的嘴上，鳞甲被撕裂，金色的血液喷洒不止。系统，你对奥古阿拓造成5000点伤害。这龟壳可真硬啊！要知道，如今领悟了刀之意境的宋琦，攻击已然大幅度增加。或许这种身上带鳞甲的命都硬。宋琦内心吐槽了一波，然而奥古阿拓那边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打人尚且不打脸，何况是打龙？只见奥古阿拓右脚猛地一踏地面，周围的土地寸寸皲裂，以奥古阿拓为中心爆发出一股莫名的气劲，吹向四面八方。落雷听雨，宋琦的将身法催动到极致，身形不退反进。惊鸿，妖异的紫霄出鞘，化作一条雷电长蛇，硬生生在奥古阿拓的气劲之中撕出一条通路，直斩奥古阿拓胸口。赤，鳞甲纷飞，电光闪烁。负1万，奥古阿拓的身影过电一样抽搐起来。好，宋琦的身影刚刚在奥古阿拓的身后站定，还未继续出刀，
就听奥古阿托一声怒吼，身体再次膨胀起来。体表之上，原本燃烧着的金色火焰覆盖上了一层红芒。奥古阿托抽搐着的身体瞬间恢复稳定，回头狠狠一拳向宋琦打来。吼！拳未到，风已至，一条金色巨龙嘶吼着与紫霄撞在一起。轰！轰！轰！刀光与拳影急速碰撞，在空中不断发出爆鸣之声。这奥古阿托的力量与速度均是提升了一筹不止。而且在快速的对拼之中，宋琦发现自己的雷之意境与破定效果均已失效。多招下来，奥古阿托的身影再无一丝一毫的停顿。霸体加狂暴效果吗？宋琦的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这个奥古阿托当真是不好对付。猛地一刀挥出，将奥古阿托的身影击退。宋琦运转落雷听雨，快速后撤，与奥古阿托之间拉开距离。龟刀入鞘，离人院展出一道电光，将奥古阿托跟上的身影再次击退出去。一波激烈对拼，宋琦的气血消耗猛烈。奥古阿托的防御非常之强，宋琦感觉很难在气血耗尽之前将其击毙，所以在拉开距离之后，快速的将一枚气血丹扔进口中。一粒气血丹入腹，然而那股熟悉的暖流却并未涌出。一道冰冷的声音自虚空中传出，试炼过程中，试炼者禁止使用恢复类丹药。靠！你不早说，白白浪费了劳资一颗气血丹。看着嘶吼着向自己冲过来的奥古阿托，宋琦的右手紧紧握住明夜刀柄。既然试炼过程中不能使用气血丹，那按照试炼难度的递增推演，下一关无论如何也是过不去的。那么试炼就到此为止吧。燃血术！呼！宋琦剩余的5000点气血全部燃烧了起来，在宋琦的身上化作一道气血长河。一股致命的危险气息冲入奥古阿托的鼻腔，他那一对树瞳之中瞬间充满了惊慌之色。这个人族不对劲！逃！奥古阿托向前冲锋的身影瞬间转向，向着远离嫣然边关的方向逃走。然而试炼场的光幕在限制试炼者的同时，也限制了投影的活动范围。一道柔和的光幕将奥古阿托飞奔的身影弹了回来。奥古阿托面露不解之色，疯狂的攻击向光幕，然而拳头就像打在海绵上一样，有力使不出。明夜出鞘！惊鸿！100米长的火焰长龙席卷而来，瞬间将奥古阿托的身影淹没其中。不！奥古阿托绝望的嘶吼声响彻云霄。系统，你对奥古阿托造成20万点致命伤害，奥古阿托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7000点。枪！宋琦虚弱的将明夜龟刀入鞘，无力的跪倒在燕然边关之前。这座宏伟的巨城是否也已彻底消散在滚滚的时间长河之中？恭喜试炼者完成第5关试炼，你可以选择领取累积5关的试炼奖励并结束挑战，或者继续累积奖励挑战第6关试炼。冰冷的声音再次于虚空之中响起。我选择领取奖励，结束挑战。好的，挑战结束，奖励发放中。宋琦面前的场景一阵变换，再次回到了最开始那肤白茫茫的模样。系统，你进行了一场9转玲珑塔中的试炼，你成功通过第5层，获得奖励经验 X1500000点。系统，你可以在以下3件物品中任选其一，作为本次试炼奖励。3个光球自宋琦面前缓缓浮现。第一个光球为一柄7品法器宝刀，虽然属性并不亚于明夜与紫霄，但目前的宋琦并不缺少武器。第二个光球为一本技能书，是一本威力不凡的7品刀法，不过现在的宋琦同样不缺技能。至于第3个光球，则是一滴灿金色的血液。宋琦将第3个光球取入手中。系统，用圣龙一族生灵精血熬炼而成的宝药，其中蕴含着这位圣龙族生灵对火之意境的感悟，建议至少进入第3境后使用，否则后果自负。就是你了。宋琦心满意足地将光球收入乾坤袋之中，随后就感觉眼前一黑，再次睁眼的时候已经被传送到了宝塔之外的广场上面。四处一打量，所有一同来此的玩家都已经出塔，显然宋琦是最后一个被传送出来的。随着宋琦被传送出来，塔门缓缓闭合。刷新了，刷新了！未解的记录被破了。什么记录？说啥呢这帮人？宋琦回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冲着宝塔前的那处石碑围了过去。原本空空如也的石碑，此时在正面已经写满了文字，最上面一行赫然写着宋琦的名字。宋琦，第5层。原来这处石碑是用来记录试炼者的闯关信息之用。牛啊！臭弟弟！魏白不知道在哪里钻了出来，踮起脚，右手搭在了宋琦肩膀上。现在的宋琦虚弱无力，身子一歪，直接倒在了魏白怀里。哎，你干嘛？我啥也没干，你小子碰瓷是吧？被魏白狠狠地推了出来。宋琦继续打量那处石碑。宋琦之下是魏白，显示为第4层。你这不是也不差，都能打过领主 BOSS 了。没想到魏白却摇了摇头，
解释道：“阁老的传承里有一招舍身技，我现在只能极限拼命1换1，不像你可以正常砍死领主 BOSS。快说说，第5层里是啥东西？”君王级 BOSS。宋琦，您可真瞧得起我，也是一个领主 BOSS， 不过是上古时期的一族，实力很强。试炼里不让用气血弹，我一气之下就只能一刀把他宰了。魏白，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不远处，周衍一声长叹，这两个莽夫还在那互相凡尔赛上了。听着周衍在一边叹气，宋琦跟魏白都是忍不住笑出声来，因为魏白的下面正是周衍，显示周衍为第3层。看来周衍在古墓的另一边同样得到了不少好处，此时已经能够处理掉20只精英怪。老周，你奖励拿到了吗？不会被第4关的领主 BOSS 给送出来了吧？宋琦一边笑一边问道。切！周衍甩了甩袖袍，回答道：“我这么机智，怎么可能拿不到？打完第3关，我就直接出来了。这波呀，这波就是周知足常乐眼。”广场上，大家3-32-2凑在一起聊天，互相交流闯关心得。在场众人战力均势不错，大多数都通过了第2关，只有少数几人因为操作失误倒在了第2层，还有少数几人因为贪心冒进强闯第3层，最终没能拿到奖励。对了，试炼只能进行1次吗？宋琦看着大家都聚在广场中，没有其他行动，对着一旁的魏白出声询问。刚才在被传送出来之后，有人试过了，有30个自然日的冷却时间。魏白在一旁答道。听着魏白这话，宋琦眼前一亮。9转玲珑塔的试炼强度很明显不是短期内可以通关的地方，既然可以重复试炼，那今后这里岂不是可以发展为一个大型单人副本？周衍带着副本的开发者朱星际走了过来，对着宋琦说道：“这个9转玲珑塔不仅可以重复试炼，而且试炼难度会根据试炼者等级自行调整。我们之前跟大家做了统计，试炼者是多少级，刷出来的怪物就是多少级，所以这里今后可以作为一个大型的单人副本资源。”朱星际接着周衍的话说道：“不错，不过我有个小小的建议。虽然试炼可以反复进行，但9转玲珑塔现在无人维护，其中的奖励资源早有一天会耗尽。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高端玩家社群，我们就是第一批成员，而9转玲珑塔就是我们纳新的资本，大家可以推荐介绍靠谱的高端玩家加入我们的当中。今后大家可以在群里分享资源以及消息，互帮互助。”宋琦4人对视一眼，均觉得朱星际这个提议非常之靠谱。老周，咱们不如把南府郡交流群换个名字，把大家都拉进来。宋琦思索了一番之后说道：“反正现在有一半的人正是南府郡交流群里的老人。”好主意，等我下线就去办。周衍听宋琦这么一说，也是眼前一亮，难得宋琦会说出一个靠谱的主意来。对了，既然咱们要办这个社群，那第1场集体活动就由我发起怎么样？宋琦看着事情敲定，突然心中一动。自打进入网界以来，宋琦可是干掉不少狗大户。如今乾坤袋里面就放着很多用不到的法器，其中不乏7品的乾坤袋以及其他用不上的7品法器。至于8、9品，宋琦甚至连数都懒得数，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来举行一场玩家之间的交易大会好了。第75章玩家交易大会，1日1000万身价。如今宋琦用不到的东西放在玩家群体之中却很有市场。尽管如今已经是 1.0 版本的末期，但还有很多玩家都缺少高端法器。单说那个7品的乾坤袋，就只有少数运气极好的玩家拥有。而且就算版本更新，7品法器也不可能被直接淘汰，毕竟版本更新又不可能直接在 NPC 们手里刷新出来更高级的法器，那违反了网界中拟实化的世界规律。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7品法器还会是玩家中的主流装备。此时听着宋琦将自己的想法道出，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众人交头接耳，无不赞成宋琦的提议。如今前往灵化山秘境只花费了1天的时间，远远低于众人的预期。距离主线任务出发还有4天的准备时间，那么如果能在主线任务开始之前更换上2件趁手装备，岂不是美哉？众人一拍即合，交易会的时间就定在2天之后的上午。至于地点嘛，就暂时征用一下丹盟的一处大厅，想来老柯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系统，是否离开灵化山秘境？是。在商议完毕之后，大家各自离开了秘境，呼朋唤友，准备参加2天之后的交易会。驾！宋琦与魏白的身影一前一后，在荒野之上飞速奔行。中午的时候，由于大家都是匀速行驶，所以宋琦还并未发现魏白新换的马有什么神奇之处。没想到此时竟然能跟上红云的速度。哈哈，臭弟弟，姐姐这匹黑风不比你的红云差吧？黑风 M 倒还真是马如其名。黑风通体乌黑，此时天色变暗，
莹莹已经与环境融为一体。是不错，在哪整的？这种好马可不多见。丹盟出钱给我买的。啧，看来魏白在接受了葛恒的传承之后，社会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丹盟这波算是投资入股了。不稍多时，宋琦与魏白二人返回洪都府之内。走，喝酒去！魏白豪气的一挥手，就要直奔明香院而去。等等，叫上丹盟的人一起。喝酒这种事还要人多才热闹。宋琦直奔丹盟驻地，果然工作达人柯洪淼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核对账目。走，别干了，喝酒去！宋琦跟魏白一左一右把柯洪淼架了起来，又挨家挨户的敲了那些供奉家的门。一大帮子人热热闹闹的赶往了明香院。明香院的老板娘离着3条街远就听见了手下的汇报，宋琦打头带着一众丹盟宗师正向这边拍马赶来。老板娘花容失色，赶紧腾出了最大的雅间为宋琦预留上。原本那处雅间的人还不愿意，然而老板娘一句是宋宗师要来，那雅间里的人屁话没敢多说一句，直接痛快地让出了房间。喝酒听曲，一夜无话。第二日，宋琦骑着红云赶回府中，在几个小侍女的伺候下吃了顿早餐，一头扎进了炼丹房里。傍晚的时候，管家敲响了炼丹房的门，说是有客人来访。宋琦灰头土脸的自炼丹房里走出来，经过一天的忙碌，宋琦终于成功炼制出第一枚有品级的丹药。有客人来访，这个时候谁会来？侍女伺候着宋琦洗漱整理之后，宋琦才施施然的来到会客厅。没想到前来之人竟然是窦兴伟。窦兴伟身边还跟着几人，看着面熟，想来也是古墓里的那帮世家弟子。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帮人现在看着宋琦的目光中已经不是最初的恐惧，而是带上了一丝愧疚与崇敬。这帮人啥意思？看着宋琦坐定，窦兴伟率先开口：宋宗师，我等此次前来是专门来与宋宗师道歉的。啊？这话说的宋琦更是摸不着头脑。之前洪都府受潮，我等并不知情。在受潮之前，我等就已经身处富孤州多时。我等并非贪生怕死之辈，洪都亦为我等之故土，但故土危难，我等竟未出寸力，还与守护故土之恩人刀兵相向，我等有愧，万死难赎。哗啦啦，在窦兴伟带头之下，一干人等跪了一地。宋琦看着这帮世家弟子面带愧色，不似作为，眼睛眨巴了一下，合着是自己误会他们了。起来说话。这些人听见宋琦发话，终于是站起身来。就听窦兴伟继续说道：如今我等128人军已投身陆将军麾下，今日我在陆将军那里听说您也会随军出征，我们希望能追随于您，做您的亲军，上阵杀敌，建功立业，大可不便。听窦兴伟这么一说，宋琦直接摆手拒绝。宋琦所在的玩家军团肯定做的是又脏又累的危险活，既然窦兴伟这帮人真的有心做一番事业出来，那还是别跟着自己去送死的好，老老实实待在陆永元麾下就是了。被宋琦一口回绝，众人虽失望，但也在意料之中。宋宗师，我们在明香院中设宴，亲自向您赔罪，还请您赏脸。你小子！宋琦一脸微笑的伸手点了点窦兴伟，早说就完事了，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走！宋琦大手一挥，一干人等自宋府出发，直奔明香院。今晚明香院已经被这帮世家弟子包了场，专门宴请宋琦一人。这些世家中的长辈也有不少人来到了明香院之中，专门来向宋琦赔罪。这帮世家典型的欺软怕硬，如今宋琦年方20，不出意外，今后数十年内，整个红安州都要看宋琦的脸色行事，所以这帮世家一点报复的心思都没有，将古墓之行的过错全部推到了死去的魏明辉身上。我们是不想开罪宋宗师的，都怪那奸人魏明辉挑拨离间。我们也不是不想守洪都府，实在是族中壮年精锐尽出，我们这帮老骨头有心无力啊。宋琦也没心情跟这帮老狐狸打哈哈，三言两语将这帮人赶了出去，留下一帮年轻人畅饮起来。一夜无事，喝酒听曲。第二日无事，研习炼丹，略有小成。当夜无事，找魏白去明香院喝酒听曲。天色泛白之后，宋琦与魏白一同赶往丹盟。玩家之间的第一次交易大会正是今日。这一次交易大会并未在论坛上大张旗鼓，而是他们这一批群体内的小范围交易。因为交易的物品价值不菲，所以叫太多玩家过来，除了闹哄哄之外，并不会促成更多交易。时至中午，共有100人左右来到了丹盟驻地。如今周衍的某信群已经拉成，将上一次一同前往灵华山的小伙伴们都拉进了群里。南府郡交流群正式更名为互帮互助交流群。虽然群里只有30多人，但大家纷纷叫了一些自己的朋友来参加本次交易会。所到之人，要么是在网界内拥有不俗游戏资产的高端玩家，要么是现实里的富哥富姐。宋琦作为本次交易会的发起人，率先与众人发起交易。首先是6个7品乾坤袋，其中2个得自谓明辉父子，
4个的自世家大族。宋琦这一手可谓是开局即王炸，直接将交易会的逼格拉到顶点。虽然宋琦支持以物易物，但当前版本能让宋琦入眼的东西已经不多，所以6个乾坤袋均被现实中的富哥富姐们拍下，平均每个乾坤袋被拍到了50万的高价。随后宋琦又将剩余用不到的装备都拿了出来，魏明辉与几大家的乾坤袋中都有一点宋琦用不到的7品法器。至于8品9品的东西，不管是当初苍然山脉里还是后来的古墓一行，都收获很多。还有宋琦自家中库房取来的物资，都是洪都府中的土著所送，但凡是用不太到的，都被宋琦一股脑拿出来卖了。7品法器的价格居高不下，均能卖出30万以上的高价，而8品法器同样也能价值10万左右。在兑换了一波有用的灵药以及符篆之后，宋琦将剩余的东西全部卖给了富哥富姐们。在宋琦的首秀结束之后，交易会的气氛被彻底推向高潮，玩家们开始自行兜售与交换想要的装备以及物资。一处角落，宋琦看着自己手里的交易清单，呼吸急促起来。林总总竟然卖出了1000万元的巨款，这就是网界的魅力，这就是第二世界。生物舱的智能助手不断将银行汇款的短信传输进来，富哥富姐们在下线付完款之后来找宋琦提货。宋琦按照交易清单上的明细，一一将装备或是资源交易给大家。交易会红红火火的持续到了傍晚才结束。宋琦提议大家一起到明香院中痛饮一番，这个提议又收获了一致好评。100号玩家们风风火火直奔明香院，宋琦大手一挥，直接清场，众人推杯换盏，好不痛快。第二夜，宋琦又被请到了明香院中，只不过这次的宴会乃是毛运吉挑头、陆永元等一众洪都府高层进阶到场，出征在即，算是提前庆祝宋琦与陆永元凯旋。丹盟的众人由于宋琦的缘故，也参加了本次宴会。由于这一次是北伐，所以丹盟这种非官方组织肯定是不参与了。再加上丹盟的一众 NPC 供奉大多年岁已高，平时已不怎么与人交手，武艺早已疏松。上一次要不是苍然山脉中情况紧急，这帮供奉多是像吉祥物一样在丹盟里提供个威慑作用。如今有了大批玩家加入，他们也算是提前退休了。席间，柯红淼偷偷的凑到宋琦身边，将几个瓷瓶塞进了宋琦手中，省着点用。这是柯红淼这段时间加班加点炼制出来的8品器械丹。战场之上，风云变幻，即便宋琦武艺高强，难免也有危难之时，所以柯红淼提前准备好了气血丹，以备宋琦不时之需。老柯，够兄弟！宋琦将气血丹收下，拿起酒杯猛猛灌了柯红淼一杯酒。当夜，众人均未动用气血，喝得酩酊大醉。休养了1日之后，大军准时开拔。不过目的地稍稍有所改变，因为神斗的军令传达，中原各地军马前往袁家州与云州交界处一地会合。袁家州位于红安州西侧，与红安州相邻，同样亦与云州相邻。中原各地军马先行驻扎，刺探北的军情，等待神州大部队赶往北地。原本宋琦以为大军作战需要先行押送粮草，没想到军中竟然有一种名为金金丹的9品丹药作为军粮，服下一粒可管3日不饿，大概是缩水版的威猛龙虎丹。由于金金丹具有很强的军用价值，所以炼制的主要基本上被大禹垄断，市面上鲜有流通。直至今日，玩家们才知道有这种神药的存在。如果早有这东西，大家能节省不少吃饭的功夫。前方，红安州的正规军军容整齐，装备统一，追在后面的第4天灾军团则穿得各不相同，流光溢彩，如野马脱缰，跑的是七零八落。坐镇中军的陆永元看的是满头大汗，干脆让宋琦带着玩家们先走一步，就当是刺探军情。刺探军情，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提前出发探路，有事汇报，无事则在指定地点集合。任务时限在红安军抵达之前即可。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评价看似是刺探军情，实际上是看你碍眼。在陆永元这边触发了任务，宋琦拍马便走。此时的宋琦一身白衣似雪，腰间配着2把韵味非凡的宝刀，胯下宝马神骏，与其说是将军，不如说是外出游玩的世家公子，留在行伍之中属实碍眼。芜湖，触发任务了，兄弟们！宋琦驾着红云跑回第4天灾军团之中，运转气血，大吼一声。此时宋琦作为名义上的红安军副将，在这场战争之中已经具备了转达任务的能力。随着宋琦的一声大吼，玩家们纷纷也被触发了任务面板。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旋级下等任务，但大家还是一脸兴奋之意。风狼居胥，乐石嫣然，饮马瀚海，这些成语贯穿着华国的漫长历史，是中华儿女们独一无二的血色浪漫。如今在网界中，大家终于有机会亲自体验
又岂能有不兴奋的道理？驾！第4天灾，出征。第76章，宋琦的探子生活。驾！驾！荒野之中，一红一黑两道身影仿若流光，奔驰于大地之上。在宋琦一嗓子吼下去之后，玩家们纷纷领取了任务，3、5好友结伴行，各自规划着路线，自行前往任务地点集合。正如系统面板的评价所说，看似是让玩家们刺探军情，实际上就是找个由头将碍眼的玩家军团打发走。青衣军又没有打过来，在中原地界上有什么军情好刺探？所以玩家们在接到任务之后，直接一哄而散。虽然在名义上宋琦是陆永元钦点的玩家军团领将，但实际上宋琦并没有约束玩家军团的想法，同样也约束不了。如果是传统网游，还有着工作室或者工会这种组织能对玩家进行约束，但如今网界的出现，已经彻底打破了网游市场的格局。时代变了，大人们，曾经键鼠操作的大神们，放在虚拟网游里，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弱鸡，而可能看似平平凡凡的职场白领，在网界中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叱咤风云的强者。即便今后网界公测，无论是工作室、工会也好，俱乐部也罢，都要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宋琦与魏白的马快，在交代完任务之后，直接就是2马当先，脱离了大部队，先行一步。至于周衍，此时他的土遁已经日益纯熟，逐渐开始中柴化起来。平时要是没什么体面事情的话，基本上已经摆脱了骑马的操作。而石小星自打上次永恒雪域一别，已然是多日未见，就连这次主线任务大集合都没有发现石小星的身影。或许是跟他师傅云霞真人待在一起吧。越向北去，温度越低。此时网界中的时间也来到了泰安3年的10月上旬。对于很多北方地区而言，10月已然可以视作为冬季的开端。狂风呼啸，骏马嘶鸣，宋琦的满头长发在空中狂舞，与这苍茫的旷野定格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江湖画卷。系统，你已进入袁家州天武郡。不稍多时，宋琦与魏白便走出红安州境内，来到了邻近的袁家州之中。宋琦的路线规划是直接进入袁家州，随后再借道向北，抵达与云州的交界之处。为何如此做路线规划？那是因为红安州的北面临近着苍然山脉，宋琦的腰上还系着九尾的尾巴。虽然不知道九尾现在跑到哪里去了，但终究还是离苍然山脉远点为妙。系统，你已进入袁家州安昌郡。一路飞驰，在日落之前，宋琦与魏白在一处高山上站定，远眺之下，已然可以看清中原各路大军在下方安营扎寨，不断有阵盘升空，互作关联，化为组合大阵，将营寨庇护其中。看来此地便是指定集合地点。宋琦与魏白对视一眼，2人2马下山直奔营寨而去。还未等2人靠得太近，就听一声大喝自高处传来：“来者何人？速速通报！”一处哨塔之上，已然有哨兵发现了宋琦2人的身影。死！法阵之外，宋琦轻轻一扯马缰，红云的上半身人力而起，刹车停在大阵之前。我乃红安军副将宋琦，奉督军大将陆永元之令，先行探寻路况。此地可乃大军会合之处。上方的哨兵听见宋琦这么一说，眼中闪过一抹浓重的疑惑之色。你这一副江湖游侠的打扮，你自己看看像是副将的样子吗？还有，你一个副将亲自前来探路，不觉得有些奇怪吗？宋琦看着哨塔上的哨兵，迟迟不答话，心中忽然一动，自己大鱼子爵的头衔忘记切换上了。宋琦在个人面板上将称号一切换，又是对着高空一声大喊：“我乃大鱼子爵，红安州副将宋琦，速速通报！”上方的哨兵瞬间感觉一股王霸之气扑面而来，虽然心中疑惑，但还是刷刷刷地挥舞着手中旗子，向营寨之内打起了旗语。很快，营寨之内一队精锐人马赶出，在法阵边缘停下。系统，你发现角色司阅兵 LV17。只见一位全身披甲的壮汉自队伍后方走出，在法阵边缘大声质问：“可有凭证？”宋琦翻身下马，割招法阵，掏出了自己的金印与副将腰牌，给对方打量。司阅兵打量了一番，嚯，你别说，都是真的。虽然不知道红安州那边在搞什么飞机，弄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子爵大人当副将，看起来吊儿郎当，一副纨绔子弟模样，但终归那是红安州的家务事。司阅兵大手一挥，法阵打开了一道口子，宋琦2人被迎入营寨之中。司阅兵乃是袁家军的副将，由于集合地点定在袁家州境内，所以袁家州作为主人，在神都大军未到之前，暂时负责整体的调度工作。此时，中原8州已有5州兵马齐聚此地，营寨已经做好了整体驻扎规划。为宋琦讲解了一下红安州的驻扎区域，司阅兵将宋琦2人安置在一处帐篷之内，忙自己的去了。系统，刺探军情已完成，评级丙，获得基础奖励经验1万点，战事期间奖励翻倍。
总共2万点经验入账。此时宋琦的总经验已经累积到1889734点。虽然经验已经累积了很多，但宋琦还没有一口气直接把等级升满的打算，毕竟等级越高，获得的经验就相对越少。趁着 1.0 版本最后的全民主线，宋琦打算为后续版本多囤点经验。帐篷内，宋琦与魏白面面相觑。魏白之所以跟着宋琦一路疾行，就是想早点来到驻地，看看能不能触发任务，多囤点经验。没想到两人进来之后就这么被晾在这了。其实这也是正常的情况。此时的宋琦作为红安军副将，除了神斗的大将军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陆永元之外，其他人根本不会也没有资格向宋琦发号施令。在营寨内溜了2圈，没有触发什么任务之后，宋琦跟魏白干脆牵了马从营寨中走了出来。现在红安军大部队未到，二人总不能在营地里挂机，出来找点事情做也好。哇哇！一处树梢上，熟悉的声音传来。宋琦抬头一看，是凤金雕在鸣叫。扑棱棱，凤金雕在空中打了个转，落在宋琦肩头上。英俊怎么来了？宋琦顺手摸了摸凤金雕亮闪闪的羽毛，然后在凤金雕的左腿上找到了一份绑着的字条，是柯红淼的传信。难道洪都府有什么事情发生？然而宋琦拆开一看，只是柯红淼的一些家长里短，大致意思就是心中思虑，派英俊前来助阵，多少能派上些用场。柯红淼倒也是有心了。英俊的智力很高，速度快，感知敏锐，是充当侦察兵的不二人选，确实能派上不少用场。在乾坤袋中取出一块肉食，喂到凤金雕嘴里。宋琦也提笔书信了一封给陆永元，毕竟自己好歹挂着个副将的名头，还是把前方的情况跟陆永元简述一下为好。不止如此，宋琦还在信的末尾向陆永元请示下一步行动。既然别的 NPC 不发布任务，那就只能薅陆永元的羊毛了。看着宋琦歪歪扭扭的毛笔字，魏白在一旁发出无情嘲笑。抢过宋琦的纸和笔，魏白将宋琦的话术誊抄了一遍。嚯！没想到魏白竟然还有这么一手毛笔字的技术挂在身上。虽然不说有什么大家风范，但起码看着也算赏心悦目，不愧是富家千金。将信折叠一下，系在了凤金雕的左腿上，吩咐凤金雕将信送给陆永元。由于宋琦的关系，如今丹盟与陆永元之间也算是熟络。大军出征，陆永元还在丹盟那里购买了不少丹药，所以凤金雕自然是认得陆永元的。凤金雕3两口将嘴里的肉叼完，哇哇叫了2声飞走了，叫声之中或多或少带着一些幽怨。雕爷我呀，天生就是个劳碌命捏。打发走了凤金雕之后，二人无事可做，干脆在附近找了一处干净平整的地方，等待陆永元的回信。红云与黑风2匹马也奔跑了一天，此时已有些许疲惫，正好借机休整一番。魏白熟练地在乾坤袋中取出一块餐布铺在地面上，拿出了一些酒食，开启了今日的野外美食之旅。2匹马看着宋琦跟魏白吃吃喝喝，也舔着个大长脸凑了过来。宋琦将肉食以及水果蔬菜荤素搭配了一下，再拿出一颗8品的寿丹碾成粉末掺在里面。现在的宋琦负的流油，所以会定时喂给红云一些能够提升等级以及属性的寿丹。如今的红云已经稳步成长到了15级。二人二马吃得正欢，突然近处的土壤一阵松动，一颗头在土层里顶了出来。我去，老周，你搞什么呢？宋琦看见露出来的头，吓了一跳。红云跟黑风也是一阵嘶鸣，四肢体子乱踩，直接将周衍露出来的头踩了回去。按理来说，周衍土遁的速度远比马匹行进要快得多，周衍应该早到了才是，怎么现在才在这个地方露头？周衍换了个方位，一脸晦气的在土里钻了出来，道：别提了，土遁有点校不准方向，刚才在地底下跟一个妖兽打起来了。宋琦、魏白，有了周衍加入饭局，宋琦又是自乾坤袋中取出了一些吃食。虽然作为红安军的一份子，三人都分发了足量的金金丹，但那东西只管饱，没什么味道，根本满足不了口腹之欲。往界里不少食物做出来的味道相当不错，主要是材质鲜美，纯天然无添加。一顿饭还没结束的功夫，凤金雕就哇哇叫着飞了回来。此地距离红安州并不算太远，凤金雕的速度又堪称神速，所以没花费多少功夫就从陆永元那边赶了回来。宋琦擦了擦油腻腻的手，将凤金雕腿上绑着的字条拆开。按照陆永元信中所说，红安军如今已经启动急行大阵，虽然多为步兵，但不出意外，明日即可抵达。神都那边率领的大部队5日之内也将抵达。宋琦可以在红安州大军未到之前，自行组织人手前往北地探查消息。探查北地，任务难度旋级上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你可自行组织人手潜入北地查探消息，有事汇报，无事回返，注意安全。任务时限1个自然日。任务奖励
经验 X20000，评价就是想给你安排点事做，没指望你真能查出什么结果。任务面板弹了出来，宋琦双手一摊，自行组织人手，人手都不知道哪去了。现在只有魏白跟周衍这个两个壮丁在附近。来吧，干活吧。宋琦直接将任务甩给了魏白跟周衍。相较于上一个纯打发型的任务，这个任务就要正经了许多，且有一定危险性。大于这边如此大的调兵动作，青衣军那边不可能不做出防备。正好此刻天色已暗，宋琦三人在附近的一座山脚下找到了一座神祠，在更换了复活点之后，悄悄翻过原加州与云州之间的无名山脉，潜入了云州境内。三人兵分三路，约定明日太阳升起之前回到此地集合，返回营寨与红安军大部队会合。此行以探查消息为主，尽量避免战斗。三人互相叮嘱完毕之后，分头潜入夜色之中。系统，你已进入云州秋川郡。由于云州是青衣军的地盘，青衣郊内也不知道隐藏着多少高手，所以宋琦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行事。凤金雕盘旋在上空之中侦察，而宋琦则远远坠在凤金雕的后面行事。不多时，凤金雕低吟了2声，降落在宋琦肩膀上。看见人了？凤金雕摇了摇头。没看见人，你下来干嘛的？凤金雕叫了2声，做出一个跟我走的指示。宋琦看着凤金雕飞走，只好跟在了凤金雕后头。系统，你发现阳山村获得经验 X10点。村子里静悄悄的，连半夜最常见的狗叫声都未曾传出，显然有些不正常。宋琦牵着红云进入村落之中，发现村落此时已然是人去楼空，能搬走的东西都被搬走了。打开猎手本能，宋琦在村落中巡视一圈，此地至少已经有半个月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宋琦皱了皱眉，在凤金雕的带路下继续向其他聚集地查探。北地云州腹地星云山，此处已然是位于永恒雪域的边缘，即便是10月初的天，天空中隐隐已有雪花在飘落。星云山之巅，青衣教天师负手而立，仰观苍穹。在天师身后，一道虚无的门户若隐若现。不知过了多久，一道道身着青色法衣的身影自门户之中走出，而我们的老熟人心持尊者正在其中。他们周身气机勃发，气势惊人，不过这气息却有些许不稳。一众道士盘坐在地面，运转法力调息起来。而天师看见这一幕，平静的面容之上终于浮现出一抹笑容。第77章大风起。第2日，在太阳升起之前，宋琦三人如约回到了上次分别时的地点。云州外围的村庄与县城都已经空了。宋琦率先说出了自己的发现，或是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战乱殃及到百姓，这些北地与中原接壤的小型聚集地如今均已搬空。宋琦昨夜在凤金雕的带路之下，连续查探了10多处村落以及数个县城，终于是确定了这则消息。北地虽然只有3州，但其总面积却要比中原8州加起来都大，只不过其中多为草原与山脉，不是很适合农耕以及居住。由于没有什么专业的侦查经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宋琦并未敢深入云州腹地。但是在外围转了一圈之后，宋琦发现除了这些已经搬空的村庄与县城之外，毫无所获。最终宋琦决定再向里探查200里，终于是有所发现。在一处名为黄芦府的地方，宋琦发现了军事防御的痕迹，护城大阵已然开启，城墙之上巡逻严密。宋琦不敢过于靠近打量，所以也未能得知到底有多少守军。魏白的情况与宋琦差不多，沿着一个方向查看过去之后，同样是发现一处处空的村落与县城。最终魏白一路疾行之下，发现了一处名为上境府的大城。不过魏白可没有凤金雕在上空放哨，所以魏白刚凑近上境府一些，就被青衣军的探子发现，被追杀了半夜，才勉强甩开青衣军的追兵。周衍这边作为道士，干探子这活要比宋琦与魏白这种武者灵活得多。在最开始发现不对劲之后，周衍就一路土遁向云州深处前行，发现了一处名为绥阳府之地，其中有重兵屯列，要不是护城大阵开着，周衍就拆土遁入城一游了。三人互相画出了昨夜各自的行进路线图，发现这3座府城构成一个三角，将整个云州的外围拦住。若想行军推进，就避不开这3座府城。消息打探到这种程度，任务肯定算是完成了。至于仗怎么打，跟玩家关系不大，听指挥接任务就是。三人一拍即合，直接返回营寨。回到营寨的帐篷之中，还没休息多久，陆永元便率军赶到。宋琦进入陆永元的大帐之内，将打探到的消息一一告诉了陆永元。系统，探查北地已完成，评级甲，你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5000点，额外奖励经验6000点，又是42000点经验入账。陆永元听完宋琦提供的消息之后，面露思索之色。虽然早在前段时间就不断有探子前往北地打探，
收到了不少关于青衣军转移民众的消息，但是现在北地被青衣军经营的如同铁桶一般，一般的探子在进入云州100里之后就变得寸步难行。关于3个府城的消息，还是首次得知，本是无心之举，没想到竟然还真能有所收获。陆永元吩咐宋琦等人暂且原地休整，随后推开帐篷的帘子，看样子是跟其他人通气去了。看着眼下没自己什么事，宋琦就回到了自己的军帐里搬运气血，打发时间。与中原其他几州安静有序的营地不同，红安州这边在陆永元一走之后，简直是乱成一锅粥。陆永元在这还好，其本身作为领主 BOSS， 多少对玩家们还有一定的威慑力。陆永元一走，玩家们直接开始撒欢。此时就有一大批玩家在红安州的驻地里摆了个擂台出来，不管是玩家还是 NPC 都可以上擂台打 PK， 前提是不能动用超凡之力与兵刃，只能比拼拳脚。这一规定当然是为了起到保护作用，避免出现意外伤亡。然而一众道士玩家们一听，顿时嘘声一片，无人登台。不能用法力，这还打个毛线。沦为看客的道士玩家们直接在擂台下面开了赌局，坐庄的正是我们的周衍同学。一众武者登台献艺，一顿王八拳打的是热火朝天。往界里面由于有法器的存在，所以很少有专精拳脚的武者，毕竟一寸长一寸强。然而还是有不少玩家在游戏初期学了一些奇奇怪怪用不太上的技能，原本以为这些拳脚功夫已经被淘汰，没想到竟然在擂台上大放异彩。不少 NPC 军士也被玩家们之间的这种氛围带动，看着军中无人管事，上台参战。随着一位拳脚功夫极其厉害的精英 NPC 军官登台，已然是打了个7连胜，一众玩家军士败下阵来。听着帐篷外面热火朝天，喧嚣不止，宋琦自帐篷之中走了出来。只见上千号人围在一处空地上，呼喊声与叫好声不断。宋琦费尽巴力地挤进人群之中，只见正中间的空地上用白线画了一个大圈出来，一位玩家与一名 NPC 在圈内激战正酣。轰！那玩家被 NPC 一拳击中胸口，倒飞出去，跌落在白圈之外。唉！观战的玩家群中哀声一片，看来是有不少人都压了场上的这位玩家胜。而反观一众 NPC 则是嗷嗷地叫了起来：头！好样的！嗷嗷嗷！看着这一幕，宋琦不解地拉过身旁的一位玩家询问了起来：这是举行什么节目呢？听旁边的玩家说完，宋琦顿时眼睛一亮：好好玩，好好玩，我要玩！还有哪位好汉上来比试？场中那位 NPC 环顾四周，意气风发。此时玩家们已经连输8场，由于多数玩家均为道士，急的是抓耳挠腮。我来！宋琦在人群之中一个大跳，越过面前数人，落入场中。系统，你发现角色江良弼 LV17。这江良弼看着眼熟，感觉也是参加了洪都府之节的老人。死！一众 NPC 看清楚宋琦的脸，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而玩家们看见宋琦登场，则是嗷嗷叫唤了起来。与大多数 NPC 不同，江良弼看见宋琦登场之后，反倒是一脸兴奋之意。大家均知宋琦刀法乃是一绝，但从未见过宋琦用过拳脚功夫。此时禁用气血，岂不是挑战宋琦的大好时机？宋宗师得罪了！江良弼抱了下拳，大吼一声，摆开架势，一拳直奔宋琦面门。呀呀呀呀！宋琦抡开臂膀，王八拳打出满天花，场中顿时嘘声一片。合着宋琦也是个白给的。宋琦虽然也不通拳脚，但架不住宋琦属性高，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江良弼一时不慎，被宋琦几记老拳抡在了脸上。哈！趁着江良弼吃痛的时候，宋琦一个飞扑，直接将江良弼扑倒在地，二人在地上厮巴了起来。在现实里，宋琦还是看过一些 MMA 的。此时宋琦回想着脑海里看过的锁技，凭借着力量更强，直接压在了江良弼身上，锁住了江良弼的脖子。江良弼哪见过这种招式，当场被锁得头晕眼花，连话都说不出来，本能地拍起了宋琦的胳膊，认输投降。虽然宋琦这波赢了，但现场却一阵唏嘘。好好的比武，被宋琦硬生生打成了地面缠斗，只能说是胜之不武。虽然赢了，但是丑陋，简称丑赢。人群之中，魏白阴阳怪气了起来，惹得全场哄笑一片。你不服上来，比划比划！宋琦对着人群里的魏白一指，早就瞅这个小娘们不顺眼了，今天必须好好修理修理她。来就来，要不比比兵器？真要是比拳的话，两人也就是乱抡王八拳，没什么意思。听见魏白要与宋琦比兵器，全场都欢呼了起来。不过为了避免伤亡，一众 NPC 军士不知道在哪翻腾出来一把木刀跟一杆木枪，暂时充当二人的兵刃。木枪入手，魏白的眼底闪过一丝狡黠。禁用气血可是动用不了武技的，但是如果领悟了对应武器的意境，却可以在不使用气血的情况下正常出招。魏白提出兵器战，
就是想用自己的枪制意境，好好的修理一下宋琦。看着魏白那古怪的眼神，宋琦忍不住在心底狂笑。这小娘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领悟了刀之意境吧？当，刀尖与枪芒一撞，魏白立马发现了不对劲。宋琦这刀法之纯熟，显然是领悟了刀之意境。好你个臭弟弟！哈哈哈！看着魏白的脸色突变，宋琦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就以为你会打算盘呢？呀呀呀呀！看着宋琦一脸嘲讽的笑容，魏白一声大叫，手中长枪舞出漫天枪花，刀光与枪芒不断碰撞。二人即便不动用气血，也是各自兵器的使用大家。而刀与枪正是行武之中最为常见的兵器。一众 NPC 看得如痴如醉，而不少武者玩家则是沉思起来。游戏进程发展到这个程度，大家均是知道了意境这么回事，但能掌握意境的玩家却是少之又少。宋琦的基础属性尚在魏白之上，百招过后，魏白颓势已现。人群之中，一道青光闪过，周衍偷偷将增益技能打在了魏白身上，同时还招呼着身边的道士小伙伴一起给魏白上 buff。 看着瞬间猛起来的魏白，宋琦瞪大眼睛在人群之中扫视起来。周衍仰头看天，吹起了口哨，似乎一切都与自己无关。有了一众道士在背后支持，魏白勉强是跟宋琦打了个平手。突然一声大吼自人群之外传来，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原来是陆永元开会回来了。顿时一众 NPC 作鸟兽散，宋琦与魏白同时停手，打着哈哈跑回了军帐之中，结束了热热闹闹的比武大会。或许是宋琦三人提供的消息起到了作用，傍晚时分，营寨之中便有号角声吹起，全军开拔，直入云州境内，向前推进200里，在距离三府200里之外安营扎寨。今日中原8州共计15万兵马已经齐聚袁家州，由于全军皆为武者，所以经过半日调息，军士已然精气神饱满。神州中军的军情经过加急，在半日之内就传到袁家州边境。中原各路兵马作为先锋，率先进入云州以探虚实。神州中军星夜坚持，预计明日就可抵达北地。轰隆隆，营寨瞬间清除一空，数道阵法腾空，将15万大军笼罩其内。所有人在法阵的光辉照射之下，都感觉精力无穷，脚下生风。15万大军向云州浩浩荡荡杀去。一处高地之上，宋琦带着第4天灾军团先行一步。为了不影响军容军纪，玩家们又被陆永元编排了一个任务赶了出来，甄选驻扎之地。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为中原先锋大军甄选3处合适的驻扎之地，以供大军安营扎寨。任务时限3个时辰。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评价：你不会真觉得自己会选吧？却是，这活未免有点太专业了。要说直接上阵砍人，宋琦还能算个行家，但你要说这种专业的军事技能，那可就有点为难人了。不过你还真别说，在宋琦将任务分发下去之后，没过一会儿，就有3位玩家结伴找到了宋琦。原来这几位在现实之中就是古代的军事爱好迷，平时最喜欢钻研各种古代的军事案例。几人在向前探查了一番之后，竟然真的提供了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设性意见，甚至还画了一份草图出来。宋琦听得目瞪狗呆，现实里的大佬还是真多，反正自己也听不懂，干脆直接带着3人前去寻找陆永元。路上，陆永元在听了3位大才的言论之后，顿时惊为天人。在往届这种比较玄幻的世界观之下，其实打仗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还是要看双方的高端战力比拼。如果高端战力全部溃败，那么底层军事就会军心动摇，基本上就是全线崩盘。所以像什么军法、计谋这种东西，即便是陆永元这种大将也不是太懂。在3位大才的带路之下，几位大将飞马赶出军阵，跟着一同前去考察。就在中原15万大军压入云州境内之时，云州腹地星云山巅，一众道士尽皆起身，已然是调息完毕。恭喜诸位道友成功破入第3境。天师平淡的声音悠悠传出。老熟人心持尊者自人群中走出，做了个道揖，说道：托天师的福，只不过可惜我青衣教400年积累，如今消耗一空。听到这话，天师微微摇头，无妨，先贤积累资源也是为了后人可以走得更远。如今诸位破境，便是对我青衣教历代先贤最好的回报。呼，大风起，在天师的带领下，一众道士御空而起，脚下是一柄柄流光溢彩的飞剑。是时候去见见那位拱卫紫薇的大星是哪位俊杰了。青衣教一众道士的身影踏在飞剑之上，化作道道流光，直奔云州边境而去。道门第3境，筑基。第78章。
君王会系统甄选驻扎之地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4000点。3位大才的建议被中原军一众高层采纳，所以任务很快顺利完成。宋琦也算是跟着沾光，又是28000点经验入账，简直就是美滋滋。而3位大才因为其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被征调过去当作参谋。天还没亮，营寨便已经扎下。后方的远处，阵阵苍凉的号角声响起，一道庞然巨物出现在众玩家的视野尽头。那是一座由上百个法阵在推动行走的陆地行舟，其上搭载着大量的军士以及军械。由大禹新任大将军亲率的南方各大洲45万中军已然赶赴北地，一杆大旗打在全军最前方，寒风吹动旗面，猎猎作响。鲜红的血色旗帜之上，一个墨黑色的文字渐渐浮现在众人眼中。不少触发了任务站在哨塔上充当哨兵的玩家看着后方绵延不尽的军士，甲胄鲜明，列队整齐，手中兵刃寒芒阵阵，无不张大了嘴巴。现实的电视剧中动不动什么几十万大军，虽然也有俯拍的大型战争场面，但撑死了也就是几万群演罢了。而此时映入眼帘的却是实打实的45万之众，人潮如长江大河，无边无际，完全望不到尽头。神都中军与中原兵马合兵一处，共计60万大军。虽然明面上说要雄兵100万，但神都对地方的掌控力已然大幅度下降，最终只凑出了60万兵马。这一战对青衣军来讲是生死存亡之战，但对神都来讲又何尝不是？此战若败，神都的威信将彻底扫地，天下必将四分五裂，呈现群雄割据之势。所以此战只有大胜，方能挽回风雨飘摇的大禹皇权。一道又一道法阵相互接连，营地瞬间扩充数倍。大量的军械自陆地行舟之上运输而下，在神都中军的组装之下，化为一件件破阵攻城的战争利器。军令自主帐之内传出，休整1日，夜间攻城。全军汇聚一处，以点破面，先破三角形最前方的那个点黄卢府。一股股肃杀之意在营地之间蔓延，随着全军汇集，此时营寨之内也不知道隐藏着多少巨佬，所以玩家们多少收敛了一些，还算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军帐之内。日头逐渐西垂，还算安静的营地之内突然沸腾了起来。呜！大号之声响起，咚咚咚，擂鼓之声紧随其后。敌邪！宋琦瞬间自入定中惊醒，自帐篷内一跃而出，抬头望去，天际之中道道流光闪烁，目的地正是大禹军的营地。共计17道身影，接着青色道袍，脚踩飞剑，负手立于营地法阵的前方上空。17道身影一字排开，中间一人看似只有30岁左右年纪，但一对深邃如星辰的眼眸之中透露出一股深邃的沧桑。御剑飞行，宋琦心中念头不断闪烁，自进入往界以来，从未见过有道士施展过这种手段。那么答案已然呼之欲出，这是道门第3境才能拥有的特殊手段。青衣教之中竟然有17位道门第3境的修士，而第3境意味着 1.0 版本的等级上限20级。青衣教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宋琦的眼珠子不断滴溜溜的打转，很快就在上方发现了老熟人心持尊者的身影。妖兽！这狗东西怎么没死在苍然山脉里，反倒突破了第3境？等等，星持尊者乃是领主级模板，莫非上方这些都是？在宋琦身旁不远处，周衍张大嘴巴看着半空中脚踏飞剑的身影，眼中已然是如痴如醉。虽然不知道门的第3个境界是什么，但竟然拥有了御剑飞行的能力，简直是让周衍心驰神往。这不比土遁牌面多了？要不是觉得现在积攒的经验还不够，周衍恨不得一口气直接升到20级，踩着飞剑翱翔天际。不过周衍也就是这么想想，按照之前的破境经验，19到20又会迎来一波大幅度的经验提升，并且还需要完成一个破境任务，所以哪怕现在经验充足，也没办法直接升到20级。而且就算升到20级，他也木有飞剑。宋琦瞥见了一旁的周衍，不动声色地猫着腰藏到了周衍身后。哎呦，你干嘛？周衍看着宋琦鬼鬼祟祟的动作，不由得发出质问。嘘！宋琦在周衍身后比划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尽量将头埋低，避免被星驰尊者发现自己可是抢了青衣教的东西呢。此时宋琦尚未突破至第3境，不管上方的一众巨老模板如何，总之被星驰尊者发现自己，肯定的遭老罪了。轰！一股莫名的威势自上空爆发而出，只见除了正中间那位伟岸的男子之外，其余16人全部气势爆发，法力涌动，撕裂云端。此时的宋琦在地上掏了把土抹在了脸上，挺胸抬头的站了起来。星驰尊者跟宋琦不过一面之缘，此时宋琦的衣着打扮与苍然山脉已经大不相同，
想来做点伪装，星驰尊者未必能认得出宋琦来。而当宋琦抬头的那一刻，就见到上方16位第三境道士气势全开，吓得宋琦又是一哆嗦。竟然每一人的气势都与星驰尊者大致相同。乖乖，16位领主级3境道士，一柄由16位领主级 BOSS 凝聚而出的法力巨剑自虚空之中缓缓浮现。只见16人手掐道诀，巨剑悍然斩向大鱼军的整座法阵之上，一道道流光自四面八方射出。大鱼一方不断有大鱼将领向天穹之上打出武技。这群武将虽未入第三境，但均为领主模板，且人数众多。宋琦粗略打量之下，发现人数不下60。看来大鱼各地当真也是藏龙卧虎，竟然有如此之多的领主级高手。军中武将本是尽出，但仍然止不住巨剑下沉之势。红安军阵营中，陆永元一边张弓搭箭，一边四处搜寻宋琦的身影，心中很是纳闷，宋琦为何还不出手？人群中，宋琦看见了陆永元不断转动的脑袋，但心中却是有苦说不出。现在要是被星驰尊者发现了自己，今后肯定要被青衣教着重盯着打，还是暂且隐忍为妙。巨剑不断下垂，军中一众武将怒吼连连，却阻挡不住青衣教16位3境巨老联手。毕竟第2境与第3境之间差距颇大。宋琦的眼神不断自空中与营地之中来回打量，上空中那位正中间的男子应当便是青衣教的天师，不过可惜距离太远，获取不到信息。此时天师的目光正直视着大于营地之内的中军大帐。营地内即便上空打得热火朝天，中军大帐之中仍然没有一丝声音传出。这天师一直在看的，莫非是大于新任的大将军？对于这位新任的大将军，宋琦只在会集之时远远瞥见一眼，除了知道姓文之外，其余信息一无所知。此时大鱼的高端战力似乎已经完全落入下风，宋琦眉头紧锁，大鱼这边难道没有第3境的高手？那这一仗还怎么打？就在宋琦内心疑惑之际，一道道流光自中原方向划破天际，直奔北地而来。一道冰霜之墙蓦然浮现于巨剑的正下方，森森寒气一出，温度本就偏低的北地仿佛更加冷上了一些。一位身着浅色道袍的女子脚踏飞剑，划过长空，立于大鱼营的正上方。正是当初在洪都府受潮时前来支援的水月教长教云霞真人。看此时的模样，云霞已然是破入第3境。此时云霞浑身霞光阵阵，手持一方阵盘，巨剑斩落在冰霜之墙上，刺耳的摩擦声不断有裂纹裂开。而云霞手中的阵盘不断散发出蔚蓝光辉，洒向冰霜之墙，勉强支撑着其形体不溃散。一朵宝云在云霞身后奋力地移动着，上面盘坐着4、5道身影，正在全力催动，正是石小星与水月娇的一众师兄弟。又一道流光自天边划过，一位须发花白的老道驾驭飞剑御空而来。老道手掐道诀，一座小山头直直地出现在青衣教一众道士的正上方，镇压而下。土法搬山之术，当初与宋琦在通木秘境中对战的钟柴曾经施展过这招，不过当时钟柴的实力只能搬来一些巨石，而这位老道真正地搬来了一处山头。而在这位老道身后同样坠着一座飞行法器，法器之中一众少年探头探脑，不住向下打量，似乎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景象。宋琦眨巴着眼睛，不住向那储法器打量，总感觉这些少年看起来有些熟悉。其中一位年龄偏大的少年感知似乎比较敏锐，发现了在地面上抬头张望的宋琦。只见他先是面露疑惑，随后一脸大喜，挥手向宋琦打着招呼，大声喊道：“宋前辈！”宋琦眼睛睁大，这行人竟然是当初在舍山秘境中被宋琦顺手救下的小道士福行和他的师兄弟们。前辈！随着福行的大喊，一众小道士均是发现了营地之中的宋琦，挥手一同呼喊了起来。嘘嘘嘘！宋琦连忙向天空中做晋升手势。靠！你们几个别搞我啊！不过此时场中激战正酣，星驰尊者那边并没有注意到宋琦与福行等人之间的互动。一道又一道流光自大于中南区域奔赴北地之中，共计8道身影脚踏飞剑之上，并肩站于大于营地上方。轰！8位3境领主道士，60余位2境领主武者一同出手，道法武技与空中的巨剑相撞，天地顿时为之一静。随着那一闪而逝的停滞，一阵巨大的轰鸣响彻天穹，惊人的能量气炫化为实质，向四面八方奔涌而出。青衣教众人联手凝聚的巨剑终于化为无形。看见这一幕，负手立于虚空中的天师终于开口说话：“诸位道友，确定是要助纣为虐，站在鲍鱼的一方吗？”这道声音在法力的加持之下，清晰地传遍方圆数里。陆九江、大鱼气数未尽，
你如此行事，只是逆天行事罢了。第二位出现的那位老道捏着胡须，淡淡答道：你若识趣，还是早早退回永恒雪域之中，还能保下青衣教传承不灭。天师淡淡的扫视了那老道一眼，并没有答话，而是目光直视着中军大帐。这位新任的大将军阁下，为何还不出来一见？贫道修行至今，尚未与第三境的武夫交过手。第三境武夫？宋琦的眼中闪过一抹火热，顺着天师的目光所向望去。然而军士众多，根本看不见中军大帐所在。截至目前，出场的巨老均为道门中人，只有这姓文的大将军是唯一一位第三境的武者。乱臣贼子，与本将有何好见？一道清冷的声音自中军大帐之内传出。天师听了这话，也不生气，反而微微一笑。既然将军不愿相见，那贫道只好请你出来了。轰！万里晴空，一声惊雷炸响。天师手掐法诀，一道雷霆从天而降，直奔中军大帐而去。无尽的气血翻涌而出，瞬间将中军大帐炸得四分五裂。只见一剑眉星目的男子，身着一身白袍银甲，脚下青光闪动，御空而起，手中气血化为长龙，直面雷霆。气血与雷霆相撞，所有人的脑子都是轰的一下，瞬间失神。宋琦的眼睛一眯，不住打量着漂浮在空中遥遥相望的两道身影。在他们身上，宋琦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那股气息，宋琦曾经在九尾向自己发起攻击的时候感受到过，那是君王的气息。可惜如此人杰，竟然相助鲍鱼。天师在发出一击之后，再次将手负到了身后。陆九江，你口口声声说大鱼残暴，那你又可知自青衣教作乱之后，有多少百姓死于战乱？如若你觉得朝堂黑暗，诸公无能，你尽可入世重塑山河。如今你起兵造反，已然是天怒人怨。文信大将军立身虚空之中，声音滚滚，仿若雷霆咆哮。天师微微摇了摇头，淡淡的目光在大鱼一方中扫视一圈，而后才缓缓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第79章攻城。枪！大将军腰间宝剑出鞘，剑锋直指天师。咕噜！一众玩家尽皆传出吞咽口水的声音。不会是首战及决战吧？如果只打高端局，那我们岂不是纯纯打酱油？然而玩家们的担忧并未发生。天师看着大将军手中宝剑，放声一笑：既然如此，那你们有何手段便尽管施为。不过奉劝将军一句，还是切莫出手为好。贫道也不想这百年难得一见的第三境武夫命丧北地之中。哈哈哈！一阵放声大笑自青衣教众人口中传出。17柄飞剑调转方向，向着云州腹地而去。大将军轻飘飘地落回大阵之中，面上无悲无喜。全军开拔，夜袭黄芦府。随着军令传下，6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奔黄芦府而去。上空，8位道门第三境中有6人隐匿身形，消失不见，分外高冷。只有石小星带着水月教一干人等，服行带着自己的师傅跟师兄弟，降落到了红安州的方阵之中。算起来，大家都是宋琦的老熟人了。系统，你发现角色程轩真人 LV20， 服行的师傅号程轩真人。此时只见他对宋琦做了一个道揖，随后说道：贫道多谢小友当初对一众猎徒的救命之恩。道长言重了。宋琦客气地回了一礼，毕竟是当前版本的顶级大佬，还是应该予以尊重。服行这帮小孩也真是的，有这么个牛逼的师傅，当初还能被谢修然那种货色抓去，让宋琦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是好。闲聊了几句之后，宋琦就被魏白跟周衍一起拉走了。现在大军被分为数个方阵，玩家们化整为零，混入各方队伍之中，触发了不少任务。由于大多数玩家都是道士，跟法阵或者法器搭上边的事情都能帮上忙。道士这种生物在网界里面还是非常稀有的，此次60万大军出征，道士也不过200左右，所以乱窜的道士玩家们不仅没有被禁止，反倒是受到了热烈欢迎。此时的周衍接到了一个在大军后方催动法器，维护法阵运转以运输军械的工作。不过北地道路崎岖，一些运输类法器在急行状态下容易翻车，所以需要一些身强力壮的武者辅助进行一些搬运工作。于是宋琦同学就被拉过来充当了壮工。运输军械，任务难度旋级下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将军械定时送到指定地点，任务时限1个时辰，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评价这活跟你倒也般配。夜色降临，大军列于多个方位，已然抵达黄芦府城下。与宋琦上次观看到的景象不同，此时的黄芦府护城大阵似乎经过了多重强化，厚厚的一层光幕如同实质化一般。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黄芦府正中央的上方，
那里浮起了一个材质不明的巨大圆球，圆球扭曲而虚幻，其上电光缭绕，两条深邃的纹路连接在圆球左右两端，不断向地下延展着，似乎是与什么东西相连一样。一处视野极为开阔的高地之上，大批大批的军械被卸载下来。系统运输军械已完成，评级甲。你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4000点，又是28000点经验入账，只能说不要太爽。一路上，宋琦跟在一旁打打酱油，推了2次车，捡了一些掉落的未知零件，最后跟着卸了一下车，就成功混完了任务。你别说，这任务给了宋琦一种仿佛自己是在送快递的感觉。放目远眺，宋琦看着黄芦府上空漂浮着的巨大圆球，一把拉过旁边的周衍问道：“这什么东西？”周衍认真打量了一番之后说道：“虽然没见过，但我猜那2条线路应该会深入地下，连接到另外2座府城之中，以做大规模的传送之用。否则青衣军分兵3处，岂不是白白让大鱼逐一击破？如果没猜错的话，另外2座府城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法器。这样不管大鱼是兵分3路进军，还是合军攻其一点，青衣军那边的3个点都可以互作支援。”周衍的一波分析可谓是可圈可点。事实上，也正如周衍所言，在上晋府与绥阳府的正中央上空，同样漂浮着一个巨大的圆球。听周衍这么说完，宋琦眼睛一亮：“老周，我有一计，可破青衣军。”周衍，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你带着我土遁下去，咱俩把他们的传送通道截断，届时其3点不得兼顾，我等必大获全胜矣。周衍，果然宋琦在脑洞这方面当真是别出心裁。如果这么简单，青衣军也就不会把这东西明目张胆地放在大鱼眼前了。所谓的链路只是表象，实际上只有破坏了飘着的那个大球，才能切断传送的通道。白了宋琦一眼之后，周衍跟着几个 NPC 道士一起组装军械去了。不多时，一门法器大炮组装好，虽然造型看上去有点像是明清时期的火炮，但是它那长达10多米的炮管子让宋琦感觉到这东西并非一般。呜，号角声响起，各方军阵之中不断有旗羽闪动，对黄芦府的进攻正式开始。宋琦3人跟着这一队军士忙前忙后，帮了不少忙。再加上周衍的道士身份，在操纵法器上天然具有一定话语权，所以3人也捞着了一门大炮来操作。系统神武大炮7品法器，虽为7品法器，但其本身由数十道法阵以及多个7品法器部件组成，威力远超常规7品法器。不过其组装不便，射速缓慢，只适用于大规模战斗中的定点射击。好家伙！宋琦摸着冰凉的炮身，兴冲冲地搬起一发直径1米多的巨型炮弹，填装进大炮之中。魏白负责矫正方向，周衍负责催动神武大炮运转。3人就位之后，高处的传令官收到了其余指示，对着宋琦3人所在的方阵一声大吼：“开炮！”呼！周衍的法力涌动，将法器大炮激活，深邃的纹路不断在炮管之上延展，瞬间整座大炮变为一片火红之色。魏白不断调整着炮口的高度，对准护城大阵所在的方位。轰！随着宋琦按下发射按钮，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炮口处一道红光激射而出，炮弹燃烧着熊熊的烈焰，直奔下方的护城大阵。宋琦所在的阵地之中，上百门神武大炮同时发射，场面一度震撼。处于黄芦府城外的5处高地，均有一处神武大炮方阵，一处方阵100门、500门大炮同时发射，500发裹挟着烈焰的巨型炮弹，几乎同时在护城大阵之上炸裂开来。轰！场面之绚烂，宛如烟花盛宴在绽放。轰鸣声经久不绝，传遍方圆数里。500门神武大炮同时爆发的威力，让护城大阵一阵摇晃。爆炸密集的区域，甚至连空气都开始有些扭曲起来。呜呼！看着面前盛大的场景，宋琦不由自主地发生一声龙吟。好好玩，好好玩！下一发我来。魏白自己搬过来一发炮弹，装进了神武大炮之中，顺手将宋琦挤开了发射位。行行，轮班来，下一个我来。一旁的周衍也是一脸兴奋之色。炮弹填装完毕，周衍再次将神武大炮运转了起来。轰！绚烂的烟花再次盛放。呜呼！3人齐声尖叫了起来。宋琦再次将炮弹装好，这回轮到周衍发射。轰！轰！轰！3人玩得不亦乐乎，炮弹一发又一发的轰出。这处方阵内的几位 NPC 道士看着3人猛猛发射，额头之上均是有一滴冷汗滑落。由于道士人手短缺，所以不可能每一门神武大炮都配备一个道士辅助操作。像宋琦所处的这处方阵，平均一位道士要分心控制5门神武大炮，所以发射效率连宋琦这边的1/5都不到。不过短短1分多钟，宋琦3人就发射了10枚炮弹出去。坏了，
冷却了。由于宋琦是第一个发射的，所以轮到第10次的时候还是宋琦。当第10发炮弹发射完之后，周衍一声惊呼，神武大炮的运转已然接近超负荷。看着原本漆黑但此时却烧得通红的炮管，宋琦啧啧了2声。哦耶！我多玩了一次。宋琦忽然高举双手，发出胜利呐喊。切！一旁传来了魏白与周衍的联合比一声。轰！一阵地动山摇之感传来，宋琦发现脚下的土地一阵晃动。随后，宋琦发现自己置身的山头都开始摇晃起来，整座山峰似乎在向地下塌陷。不好，有人在用土法破坏山体。不过刚刚开火1分钟，宋琦所在的神武大炮阵地便被青衣教中的高手锁定。在整座山体摇晃起来之后，除了宋琦3人打满了10发炮弹之外，其余的神武大炮平均打出不过2发。休得猖狂！贫道来与你一战！一声轻喝自上空传来，只见一道身影自飞剑之上一跃而下，钻入土层之中。瞬间，远处的一处空地开始不断向上隆起，看来2位道士已经在地下开始斗法，山体恢复了平静。神武大炮的阵地极为重要，乃是消耗护城大阵的主力军。大禹这边断定青衣教会派出高手前来袭扰，所以提前安排了道门第3境的高手在上空巡视支援，而被派来掩护这处阵地的正是程轩真人。山头上一片凌乱，不少神武大炮翻倒在地。宋琦3人化身救火队员，四处帮忙。轰！地下大战的2位道门第3境高手破土而出，脚踏飞剑来到高空之上对阵。宋琦抬头打量一番，发现所来之人并非星驰尊者，顿时动起了小心思。你们2个在这帮忙，我去试试水。今天就让宋爷试试道门第3境的领主 BOSS 究竟是个什么水平。宋琦脚下的那双九云靴附带一个可以短暂低空飞行的主动技浮云。自打宋琦获得这件装备之后，就没什么合适的场景能够使用。如今如果在山头山一跃而起，再开启浮云的话，应该能暂时立身于2位道士的高空战场。说干就干，宋琦开启3道人体门户，落雷听雨运转到极致，在山头的一处悬崖边上一跃而起。浮云发动，脚下一阵轻盈之感传来，宋琦仿佛置身云端一般。浮云的持续时间虽然只有10息，但已经足够宋琦试水。落月长弓浮现，张弓搭箭，数发大范围的天坠直奔青衣教的道士而去。由于不清楚青衣教这道士感知如何，宋琦没有选择单体攻击的剑术，用天坠只为擦个边，触发一下面板。轰！轰鸣声不断在天穹炸响。那道士的感知果然敏锐，箭矢方射到一半，就见他脚下飞剑转动，身影化作一道流光，拉开距离。还好宋琦技高一筹，天坠大范围的引爆终究是擦到了道士的衣角。虽然余波完全被道士的法力屏障阻挡，但还是触发了人物面板。元正尊者 LV20 筑基境，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300000，300000，其余信息不详。道门第3境竟然是筑基。看着这个无比熟悉的名词，宋琦的目光闪烁了起来。乖乖，开始修仙了是吧？远处元正尊者身形站定，看着宋琦，双眼露出危险的意味。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参战，原来是个第2境的蝼蚁。在元正尊者打量宋琦的同时，宋琦也在打量元正尊者，注视之眸落在元正尊者的身上。然而在宋琦施法刚刚结束之时，就听见远处元正尊者一声冷哼，雕虫小技也敢窥探贫道。注视之眸的标记方一落下，就被元正尊者彻底抹除。宋琦神色一凛，看来这道秘法对于境界超过自己的高手已然不再适用。小小五夫，受死！坠！随着元正尊者一声大喝，宋琦感觉自己的身子忽然变得沉重无比，快速的向地面坠去。轰！宋琦的身体径直坠入地面之中，砸出了一个数10米的深坑。系统：元正尊者对你造成18000点伤害。深坑之内，宋琦的身影一跃而出。筑基境果然不好相遇。第80章仙灯。轰！数10道巨石铺天盖地在宋琦头顶坠落，想要将宋琦重新压入地下之中。一道半球状的岩石堡垒在地面上凝聚，将宋琦庇护其中。巨石撞击之声不断传出，宋琦头顶的堡垒轰然碎裂，不过漫天坠落的巨石也消失无踪。小友不必相助。高空上程轩真人的声音传来。宋琦摸了摸鼻子，这是被人嫌弃了。如果在地面上一战，宋琦出刀还是能对元正尊者造成一定威胁的。不过在高空中，宋琦凭借着外力强行升空，终究是力有不逮。宋琦的身影一闪，直接溜溜球了。高空上多道身影闪烁不断，斗法激烈。
不仅宋琦所在的阵地遭到了袭击，其余4处阵地同样被青衣教的第3境高手偷袭。宋琦的身影快速的在山体之间起落，很快奔回了山顶。怎么样，老宋？周衍看着宋琦略显狼狈的折返，一边抢修器械，一边略带调侃的说道。其实周衍在忙碌之中抬头看了一眼，正好看见宋琦被青衣教的道士按进土里锤。哥乌看着周衍一脸贱兮兮的表情，宋琦忍不住出声骂道：“你36度的嘴，怎么能说出如此冰冷的话？”周衍双手捂着嘴，做渲然欲泣状，然而表情还是贱兮兮的。来嘛，说说嘛，你触发他的面板没？宋琦双手抱胸，冷笑一声，不告诉你。周衍，你看这人这么不经斗呢。看着宋琦沉默不语，装起了高冷，周衍又开始软磨硬泡起来。此时这一处阵地的所有神武大炮均已经重新组装完毕，选择好合适的位置，再次架设了起来。宋琦3人又捞到一门神武大炮操作。站在发射位上，宋琦表情突然一变，一脸坏笑地对周衍说道：“接下来你的发射次数全归我，我就告诉你。”周衍，好家伙，合着在这等着我呢是吧？然而周衍此时心里痒痒的，非常迫切的想知道道门的第3个境界究竟是什么，只能无奈咬牙同意。那个道士叫元正尊者，30万的生命上限，筑基境，感觉你们倒是在第3境要开始质变了。哇！周衍与魏白一同感叹了一声，你们要开始修仙了爷，也不知道武者体系今后怎么发展。魏白在一旁悠悠地说道，往界里虽然土著的武者基数很大，但是能修炼到第3境的武者反倒是少之又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好像武者这个体系更难修炼一样。管他呢，开炮就完事了。老周，开炮！轰！随着宋琦这边的神武大炮开火，整个阵地再次开始轰鸣起来。高端战力自然有高端战力牵制，500门神武大炮重新发威，在近5000枚巨型炮弹的轰击之下，即便是经过层层加固的护城大阵，其光幕上也布满了如同蜘蛛网一般的裂痕。呜！中军大号吹响，靠前的几大方阵如同潮水一般压了上去，而在方阵之中，一座座钢铁巨兽横空立起，遮挡在方阵上方，阻拦着黄卢府中的远程攻击。箭矢飞射，道法漫天，而随着大鱼军攻势的压境，护城大阵的光幕愈发摇摇欲坠起来。黄卢府南城墙之上，阵旗摇曳，护城大阵徐徐关闭。杀！先登者，赏8瓶宝丹，封千户。钢铁巨兽不断向前压境，布满道纹的手臂搭在黄卢府城墙之上，化作连接通道。巨兽的头部展开，军士们一跃而出，蜂拥而上。下方不断有军士踩在钢铁巨兽向外突出的构造上，向着城头处攀登。山头上，宋琦与魏白对视一眼，齐齐点头。二人自上方一跃而下，不断踩在山体的岩石上借力。死！骏马嘶鸣，宋琦飞身落于红云身上。驾！红云化作一道红色闪电，奔驰在战场之中，冲向黄卢府城墙。落月自手中浮现，即便相隔甚远，宋琦仍能将箭矢射入城中。轰！轰！天坠不断在黄卢府城墙上炸裂开来，无数青衣军惨叫着被宋琦轰下城墙。青衣教中的道士似乎分外擅长各项增益之术，一个个 buff 套下去，城头上的青衣军战力飙升，悍不畏死。即便大于人数占优，疯狂抢攻，仍未能在城头站稳。双方你来我往，不断有军士惨叫着在城墙上坠落。杀！黄卢府的城墙已然是近在眼前。宋琦双脚在马凳上一踏，大吼一声，整个人飞身而起。落雷听雨！宋琦的身影化作雷霆，直冲而上。8门遁甲开！惊鸿！明夜出鞘，璀璨的刀光在城墙上方展开一处缺口。轰！一杆黑色大枪紧随其后。魏白在另一处方向跃了上来，二人一左一右，将这一处的城防彻底撕裂。兄弟们，冲啊！在宋琦与魏白站稳脚跟之后，数百武者玩家转换方位，涌向二人所在的方向，全部登上了城墙。乱军之中，宋琦长刀所向，一往无前。哪怕这些青衣军被青衣教的道士强化过，但除了15级以上的精英怪，仍无人是宋琦一合之敌。当！宋琦一刀斩在一名青衣军的藤甲之上，藤甲碎裂。然而当明夜划破其胸膛之时，却并无鲜血飞溅，而是传出斩铁之音。系统，你对玄铁傀儡 LV19 造成1万点伤害。面前的青衣军并非是人，而是一种名为玄铁傀儡的精英怪。宋琦四处张望，发现自己已经被这种傀儡大军所包围。而在四处角落，一位又一位道士的身影若隐若现。一声厉喝自一位道士口中传出：恭候你多时了。自打宋琦在远处飞马开弓之时，
城头上的一些青衣军头目就注意到了宋琦这么豪人。如今大余的道门高手以及军中将领已经全部被那16位筑基境尊者牵制住，并无任何高端战力出现在战场中央。宋琦方一出手，就如萤火闪烁在夜空之中，分外显眼。四劫杀阵，起！随着又一声厉喝传出，宋琦只见一杆杆阵旗插于四周，一道道诡异的纹路自脚下四处蔓延。宋琦眼前顿时一黑，场景一阵虚幻，幽暗的空间之中，道道嘶吼声传出。宋琦将明夜高举过头顶，火红的刀身将眼前的一片空间照亮。只见无穷无尽的玄铁傀儡聚成一团，不多时就组成了4个10米多高的傀儡巨人。明夜收刀，落月浮现手中，一发发天坠射入场中。宋琦瞬间得到了这几个傀儡巨人的面板。巨玄铁傀儡 LV19， 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93800300000，其余信息不详。呵，宋琦冷笑一声，真以为4个傻大个傀儡领主就能困住你宋野？无双，破芒，多！一发箭矢正中一位玄铁傀儡胸膛，负1万。个子越大，越容易成为靶子。这些傀儡只不过是拥有了领主级的防御以及攻击罢了，但由于缺少神智，综合实力甚至还不如最差劲的领主。这座法阵形成的空间狭小，宋琦在射出几箭之后，空间就被4个庞然大物压缩干净。落月收回，宋琦手按明夜刀柄，红莲化木，火焰刀网照亮整片阵法空间。空间狭小，同样利于宋琦的大范围伤害打出。每个巨型傀儡都被宋琦下掉了2到3万不等的生命值。业火之海将本就狭窄的空间全部点燃，4座傀儡身上的藤甲全部燃烧了起来，生命值每秒上千点的流逝。喜欢穿木头是吧？虽然这些藤甲都是法器，但是木头终究是木头。惊鸿，明夜出鞘，锵的一声，刀光直接将一座巨型傀儡胸前的藤甲斩为齑粉。负12000，轰！火焰爆裂，这座被宋琦斩中的巨型傀儡被强烈的冲击波掀翻在地。龟刀，离人月，璀璨的刀光将傀儡的头部直接斩断。负12000。然而这种傀儡并没有什么弱点之类的说法，即便被斩断头颅，仍然在地面上不断扭动。趁着一个巨型傀儡倒地，宋琦瞬间拉开距离，取出落月，嗖，箭矢连成一条线，疯狂射向那尚未起身的傀儡之上。傀儡的生命值如同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啦啦的往下掉。看着其他3只傀儡不断向自己逼近，宋琦再次收起落月，手按刀柄，一刀斩了出去。倒在地上的巨型傀儡被宋琦一刀卸掉了一条腿。负12000。这只傀儡这下子彻底站不起身来了，器械布满全身。宋琦灵活地运转着落雷听雨，穿梭于这只倒地的傀儡身旁。明夜一刀又一刀招呼了上去。至于其他3只傀儡对宋琦的攻击，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直接硬扛。这些傀儡看似个大，但实际攻击落到宋琦身上，也就是1000点左右的伤害。而如今劈柴刀法圆满的宋琦，每一记斩击的伤害都要在3000以上。劈柴刀法的威力比之前强势了不少。轰！第一只巨型傀儡彻底被宋琦给拆成了零件。系统，你击杀巨玄铁傀儡，获得基础经验 X19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7600点。阵法空间之内，业火肆意蔓延。巨型傀儡虽然身板硬朗，但也架不住明夜的锋芒。在红莲持续时间耗尽之前，宋琦凶猛出击，彻底将4只傀儡全部肢解为零件。轰！随着最后一只巨型傀儡彻底瘫痪，整片空间随之破裂。宋琦的身影化作雷霆，一跃而起，冲向高空。青衣教的一众道士神色瞬间巨变。狗道士，受死！注视之眸瞬间落在人群中的一位道士身上，落月浮现，弓弦拉满。那道士感觉到自己被宋琦锁定，心中暗道一声不妙。轰！天坠自人群中炸开，然而那道士已然土遁没入了墙体之中。狗道士，当真难杀！宋琦的身影一闪，站定在城墙上的一处高地，张弓搭箭，不住向下方射击。此时的宋琦已然是身陷敌阵当中，四处望去皆是青衣军军士，所以宋琦直接放开手脚，肆意攻伐。突然一股劲风自身后传来，宋琦下意识地将落月收入乾坤袋，抽出明夜回身格挡。当！明夜的刀尖与一柄飞驰而来的飞剑相撞，一股大力传来，宋琦的身体止不住向后一阵踉跄，险些跌落城墙，坠入黄芦府之中。远处方才还在与程轩真人交手的元正尊者站定于城墙之上，
手掐剑诀，操控着飞剑向宋琦斩来。袁正此时灰头土脸，显然是在程轩的手下吃了大亏，此时逃了回来，见到宋琦之后就气不打一处来，开始拿宋琦撒气。都怪这小子打乱了自己的战斗节奏，否则自己才60多岁，怎么能打不过程轩那100多岁的老头？越想越气，只见袁正剑诀一动，被宋琦弹飞出去的飞剑转了头，带着数米长的剑芒直奔宋琦而去。不是吧，还来？宋琦将手中明夜舞出漫天刀光，堪堪挡下那柄飞剑。然而飞剑的力道惊人，而且出招灵活，盘旋飞舞着，直刺宋琦周身各大要害。宋琦即便勉强能够阻挡住飞剑的攻势，还是被打得节节后退。当！随着又一次碰撞，宋琦再也稳不住身形，直接被轰下城墙。好消息，袁正的飞剑没有继续跟着追下来。坏消息，宋琦是被轰到了黄芦府之内。轰的一声，宋琦再次摔在地上，摔了个大坑出来。1日之内，连续2次被袁正摔入地面，让宋琦心中分外窝火。狗东西，等老子升到20级，第一个斩你的狗头！宋琦恨恨地起身，却发现自己已然是落入重重包围之中。看着一个又一个道士自各个角落现身，宋琦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局势看起来似乎不太妙。宋琦快速地向上跃起，身体横立在城墙之上，向上飞奔。坠！上方一声大喝传来，宋琦感觉身子一沉，再也向上挪动不了半步。坠！轰！宋琦的身体再次坠向地面，砸出了一个新的深坑。该死，又是你个袁正！嗖！袁正的飞剑闪烁着阵阵寒光，直刺而下。此时已然不知道是多少倍重力压在宋琦身上，宋琦的身体被牢牢固定在深坑之内，动弹不得。第81章武者第3境。深坑中，宋琦看着那飞剑越来越近，愤怒地嘶吼起来。网界里不仅怪物存在致命弱点，玩家同样存在。不管你有多少生命值，只要被彻底破开防御，击穿心脏或者斩下头颅，都会直接宣告死亡。宋琦看袁正那飞剑的破坏力，这一下子估计能直接把自己扎个透心凉。然而任由宋琦如何挣扎，都只能勉强活动一下四肢，整个躯干被死死地定在地面之上。哈哈哈！城头上袁正的大笑声传来，打不过程轩，我还打不过你了。眼看着即将击毙导致自己战败的罪魁祸首，袁正的心中满是愉悦。处于这种不断被打断施法动作的状态之下，宋琦就连燃血术都发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剑直刺自己胸口。千钧一发之际，宋琦忽然感觉身下一软，整个地面塌陷开来，一只手伸出抓住宋琦的脚腕，将宋琦连人带刀拖到了地下。好胆！城墙上袁正怒目圆睁，正要飞身遁入地下，然而一柄飞剑直直地向袁正杀来。袁正，你怎么归到城里来了？快快出城与我决战！城墙外，程轩的身影自土中跃出，手掐剑诀攻杀向袁正。袁正的施法被打断，气得原地一跺脚，竟然这么被这个小子给跑了。然而程轩的追杀已到，为了避免伤到青衣军众人，袁正只能无奈的大叫一声，出城迎战。深入地下不知多少米后，宋琦终于离开了袁正的施法范围，长舒一口气，坐起身来。我去，老钟，你怎么来了？坐起身后，宋琦终于看清了是谁将自己拉入地下。原本还以为是周衍，没想到竟然是钟柴。上次受潮结束之后，老钟连庆功酒都没喝，一个人孤零零的就走了。没想到一向小心谨慎的钟柴，竟然能出现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属实让宋琦惊掉下巴。系统，你发现角色钟柴 LV19。宋琦，不是你开挂了呀？还是你让策划给你打紧急热补丁了呀？钟柴听见宋琦在后面问话，捏了捏自己的胡子，叹息了一声说道：哎，贫道也不想来的，但奈何云霞非要参战，贫道惦记他的安危，只好悄悄跟来了。宋琦，今天的问号实在太多了，宋琦甚至一时都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为好。上一次见到二人也没有这个苗头啊，受潮之后搞到一起的。您都多大年纪了，搁这黄昏恋呢？宋琦的脑海里浮现出云霞的面容，不说倾国倾城，也算是人间绝色。而且云霞看起来不过40左右的中年美妇模样，老钟60多岁的人了，你说这合适吗？不会是单相思吧？看着宋琦的脸色不断变换，钟柴眉毛一皱，说道：我们修道之人，即便只有那气劲，也能活上140、50岁。老夫如今不过63岁，正当壮年，你这眼神是什么意思？别看你小子年轻，没准还活不过我呢。瞅你这话说的真难听，指不定我还没死游戏都停服了呢。城外，钟柴带着宋琦在一处偏僻角落露头。与此同时，
汤汤汤的声音自大于中军之中传出，意味着鸣金收兵之意。在收到指令之后，大军像是退潮一般撤了回来。城头上、城头下流满一地的尸体，看来是高端战局结束了拉锯。大于这边应该是没太捞到好处，所以先行撤军了。黄卢府城墙之上一阵欢呼，大于第一波的攻势就这样被打了回去。大军后撤200里，返回营寨之中休养生息。附近的山脉之中，不少阵亡的玩家趁乱开始跟着跑尸。大多数玩家在看着自己快挂的时候，都会飞身跃下城墙，选择摔死在城外，这样跑尸的时候也还方便一点。一众玩家各显神通，在城墙下面的尸体堆里爬了起来，混在撤退的大鱼军中回来。第一次死亡不会有任何惩罚，所以一众玩家都是面带喜色。在双倍经验的 buff 之下，仅仅是第一场战斗，大家都是赚了不少经验。而宋琦跃上城头，大杀四方，接连斩杀了4位领主 BOSS 与不计其数的小怪，总计收获了148000点经验。此时宋琦的总经验已经来到了2107734点。不过这次攻城可谓是险之又险，如果没有老钟的及时援助，宋琦估计连跑尸的机会都没有。筑基对宋琦的威胁还是太大了。现在城中16位筑基，星驰尊者认得宋琦，就连元正这回估计也得将宋琦记恨上。偷偷发大财赚经验的想法已然是有些行不通，是时候将等级提升上去，跟青衣交刚正面了。就是不知道200多万的经验能不能满足19级的经验飞跃。没有着急与大军会合，宋琦盘坐于原地，开始搬运气血恢复状态。中柴老神在在的盘坐在一旁，反正此地偏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系统等级提升至18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10点，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38万点经验分配于等级上。系统等级提升至19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10点，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又是47万点经验分配到等级上。宋琦将等级提升到了19级，看着升到20级的经验条，宋琦忍不住吸了口凉气。19级升到20级，竟然需要100万的经验。还好，宋琦为了能够一口气升到20级，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系统检测到你的修为达到瓶颈，已无法继续提升。打破脏腑瓶颈。任务难度玄级中等。任务类型破境。任务内容独自击杀一个同等级或以上的精英模板或以上生命。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无。破境任务再次触发。武者第3境脏腑境。武者的第一个境界乃是搬运气血，超越凡人极限。第二个境界乃是壮大筋骨，拥有一副金刚不坏之身。而第3个境界就是熬练5脏6腑，从内到外再无肉身上的缺陷。一旁闭目养神的中柴突然睁开双眼，不解地打量着宋琦。为什么感觉这小子好像突然就提升了一些？真是奇了个怪了，这小子不会比自己先突破第3境吧？想到此处，中柴的身体陡然一僵。20岁的第3境武夫。回想起当初在通木秘境中自己与宋琦交手的画面，中柴突然一阵后怕。还好如今与宋琦已然是化敌为友。呼，吐出一口浊气，宋琦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全身的骨骼都在嘎嘣作响。刚才被袁正压的是浑身发酸，不过此时触发了破境任务，宋琦又开始自信了起来。新一轮的破境任务虽然难度比上次要高了不少，但对于宋琦来说并不算难事，只需要静静等待下一次攻城即可。宋琦准备下一次攻城时候带上老钟，自己干掉一只精英怪之后，就让老钟将自己拉回来，直接突破到脏腑境，到时候好给袁正一个大惊喜。念及此处，宋琦忍不住笑出声来。啪！一张符篆被中柴取出，印在了宋琦脑门上。中柴一脸担忧地望向宋琦，这孩子不会是让筑基修士给打傻了吧？赶紧贴点醒神的符篆，让孩子清醒一下。宋琦翻了个白眼，一把将符篆扯下来，扔进了自己的乾坤袋里。到底是云霞市石小新的师傅，还是你是？给人脑门贴符篆的操作简直是一模一样。走吧，老钟，回中军大营。你不思念你的老情人吗？别瞎说，我们那都叫道侣。宋琦土遁的速度就是比腿笨要快多了，在老钟的发力下，二人风驰电掣，很快就赶回了营寨之中。此时营寨的法阵已经升起，中柴在地下往上拱了半天也没拱进去，好在宋琦有大阵的出入权限，最后宋琦带着中柴在正面走了进去。回到红安军的营地之后，宋琦正好撞见心事重重的陆永元。显然陆永元应该是刚开完会回来。此时的陆永元形象不怎么体面，走路的姿势也略显别扭，感觉像是挂彩了。哟，老陆，你这怎么了？小伤无碍。作为红安军的督军大将，大于一方的第2境领主战力，陆永元的压力也很大。
由于大鱼这边驻激进的道士人手不足，所以青衣郊那边多出来的道士就得这帮大将来处理。虽说是10个打1个吧，但总之也不太轻松。陆永元主修弓箭，不用往上冲倒也还好，很多大将今日都是负伤不轻。好在武者皮糙肉厚，只要不是缺胳膊断腿这种，最迟明天早上就能恢复如初。宋琦跟陆永元刚说一句话的功夫，钟柴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估计是寻云霞去了。啧，NPC 老头都在谈恋爱，而宋琦还是单身。不再管钟柴，宋琦跟着陆永元进了红安军的主帐。今日伤亡如何？二人在军帐内坐定之后，宋琦向陆永元问道：初步统计阵亡8000，重伤4500。这里的重伤指的是断肢，武者只有这种级别的伤势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听完陆永元的话，宋琦咂了咂嘴，没想到短短的一次攻城竟然损伤如此严重。那接下来什么安排？陆永元沉思了一下说道：军士们也需要休整，所以大将军决定暂且休息，待明日神武大炮恢复之后继续攻城。不少倒是反映过黄卢府的护城大阵恢复极快，如果没有神武大炮的话不太好办。赤漱口吧，问明白了具体行程，看陆永元这边没什么事情，宋琦直接告辞，好让陆永元搬运养伤。回到自己的军帐之后，宋琦发现魏白跟周衍都在。你俩等我干嘛呢？我俩在研究你是不是跑尸失败，想着怎么帮你把尸体捞出来。魏白看到宋琦竟然大摇大摆的回来了，一脸惊讶。当初冲上城头之后，宋琦一人杀嗨了，冲入了青衣军的人群之中。再过一会儿，魏白就发现宋琦不见了。城头上有很多玄铁傀儡在作战，不知伤痛不会疲倦，所以撕开的口子很快又被稳住。一众玩家全部被赶下了城头，只留下杀到敌军深处的宋琦孤身作战。本以为宋琦这么久没回来是挂在黄卢府里面了，没想到宋琦竟然穿戴整齐的回来了。滚，老子没死！死是不可能死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死。周衍听见宋琦这话，在一旁啧啧了2声。这种时候立这种 flag， 你要完了老宋。哎，你别说，有道理啊，这波大意了。然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要收回已经来不及。走吧，没什么事就出去站岗放哨吧。看宋琦没事，魏白准备去哨塔上当哨兵。虽然经验不多，但是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你俩稍等我一哈，我下线一下，很快回来。放哨需要轮岗，现在回到营寨也不过1个多时辰，去了估计也是等着。宋琦的身子一虚，直接消失在了2人面前，留下2人面面相觑。反正在神武大炮冷却之前不会再攻城，宋琦决定下线先发个视频。毕竟距离上次下线又过了将近1个礼拜，自己作为一名视频博主，日更肯定是做不到了。那么周更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毕竟现在粉丝多了，总拖更估计是要挨骂。打开某音一看，上个视频的热度竟然将近爆到了1个亿，简直令宋琦大为震惊。粉丝数蹭蹭上涨，已然达到了220万。没什么时间看评论跟消息，宋琦直接将今天的素材下载下来。虽然这是网界中第一次的人类内部大型战役，但由于没什么剧情，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剪辑的地方。宋琦干脆挑了一些特效炸裂的大场面，再加上自己登上城墙勇猛作战的画面，略微剪辑之后配上 BGM 发了出来，就当给大家欣赏一波无剧情纯爽版史诗战争大片。标题：网界中炮火纷飞的那些年。还好玩家们都没跟上来，要不然最后被袁正吊打的画面估计就要被有的玩家录到了。窃喜了一波之后，宋琦花了45秒时间光速冲了个澡，登录了上来。我去，这么快！周衍看着宋琦的身影，忽的一下子又冒了出来，吓了一跳。快，男人不能说快。第82章破镜。3人有说有笑来到了一处哨塔之上。宋琦副将的身份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将几个放哨的哨兵换了下去。宋琦3人顶替了上来。观察敌情。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军情。任务内容在哨塔上站岗放哨，有事汇报，无事换班。任务时限2个时辰。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评价略显无趣。说是站岗放哨，实际上基本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大于兵力占优，青衣军只能依托城池以及阵法之力防守。3人一边望风一边聊起了天。对了，我已经将等级升到19了。啊，你升这么早干嘛？周衍听宋琦将等级升了上去，不解问道。没办法，被青衣教的臭道士盯上了。周衍，你这话几个意思？宋琦看着周衍面有不善，讪讪一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针对你的意思。网界里道士们平时看不惯武者，认为武者都是莽夫，同样武者也不怎么看得惯道士，认为道士都是滑头。对了，升到20级多少经验啊？触发破镜任务了吗？
魏白在一旁问道。宋琦嗯了一声，点了下头。19升20需要100万经验。然后武者的第3境是脏腑境，破境任务跟上一次差不多，不过需求从击败改为了单独击杀。武者的境界名字都比较直白，即便不解释，大致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去，这么多经验，单杀一个19级精英怪，对于魏白跟周衍来说并不算难事。城头上的玄铁傀儡多的是，总有机会能单刷一只。但是100万的经验属实有点害人。二人如今都卡在17级，没有分配经验。算一算经验总量，显然是并不太够。好在整个主线期间，任务跟怪物经验都翻倍，要不然还真不好弄这么一大笔经验。加油吧，2位骚年！宋琦在一旁凡尔赛了一波。一夜无事发生，天边泛白，3人换班，顺利完成了任务。系统观察敌情已完成，评级丙，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0点，混了2万点经验。3人美滋滋的回到军帐之中休息调息。神武大炮的冷却时间为一个自然日，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并未向黄卢府进军，仍旧留在营寨之中休整。玩家们闲得发慌，但在昨日见识到军中一众大佬之后，还是收敛了很多。主要是中军大帐里那位君王面板的大将军威慑力十足，早在洪都府受朝之时，半数玩家就见识到了君王模板的实力，真可谓是一人堪比一军。否则按照玩家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早就继续举办比武大会了。搬运了一会，气血恢复了一下体力值，宋琦百无聊赖地走出军帐，在营寨里挂机晒太阳。来，猜猜我做出来什么好东西？周衍跟几个熟悉的面孔一脸神秘地向着宋琦走了过来，都是上一次一起前往灵华山秘境的老人。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当，周衍在怀里取出来一沓符纸，宋琦眉头一挑，将这些符纸接了过来。这些符纸的质地较硬，跟常见的符篆不太一样，上面画着的也不是符篆特有的道纹，而是一个个颜色各异的数字以及图案。宋琦越看感觉越熟悉，这不是现实里的聚会桌游神作乌诺牌吗？我去，真有你的呀，老周！咋弄的呀？自己染个色就弄出来了呗？单纯只做卡牌肯定是没什么操作难度，只需要把符纸加印一下，画上对应的颜色、数字以及图案即可。看着周衍一顿挤眉弄眼，宋琦心领神会，带着几人进入了自己的军帐。玩家们总是能搞出各种各样的花活来。众人在宋琦的军帐里坐定，各自在乾坤袋中取出美食美酒，开始今日小聚。嘘，宋琦做出一个安静的手势，悄悄的，太放肆了，哈哈哈哈！宋琦自己说完，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来。这哪是来打仗来了，这不纯旅游吗？为了避免被中军那边的 NPC 发现，众人还是尽量安静了一些。有了东西消遣，时间过得很快。暮色悄悄降临，中军的大号再次奏响，玩家们一哄而散，各自去寻找神武大炮所在的方阵。经过昨天的首战，玩家们之间已经传开，只要跟着运输军械就能捞到炮开。宋琦跟周衍一同找到魏白，继续昨天的操作，再次混到了28000点经验。一处新的山头上，宋琦向下方的黄卢府眺望。此时护城大阵又已开启，看着厚厚一层的光幕，宋琦发现陆永元所说不差，这大阵恢复的确实很快。由于昨日的山头被破坏严重，不再适合充当神武大炮阵地，所以今天这个方阵寻找了一块新的山头。北地什么都不多，就是山多。呜！进攻的号角再次吹响，一发发愤怒的轰鸣自神武大炮的阵地响起。这一次，宋琦没有再跟着周衍和魏白开炮。当炮火声响起之时，钟柴就悄悄地将宋琦拉入地下。为了避免再次被人盯上，宋琦早就跟老钟提前商量好，让老钟给自己送到黄卢府城下。贫道再重申一遍，只能给你送到城外。他们城内有对地大阵，昨天我也是凑巧寻到了一处薄弱点，才将你给救出来。今天你再出示贫道，可是无能无力。行，知道了。老钟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怕死。虽然此次一起跟了过来，但除了跟云霞见了一面之外，其余时间都躲在角落里，尽量降低存在感。就连友军都很难发现多了钟柴这么一个人，更遑论是敌军了。地面之上，轰鸣不断，有神武大炮的炮弹碎裂声，亦有高端战力之间的对决声。由于地面上有钟柴留下的大量影像符，所以地下的二人可以全方位多视角的实时观看地上战局。随着护城大阵的光幕再一次被神武大炮轰得满是裂纹，不得不强制关闭之后，惨烈的攻城大战再次燃起。杀！大鱼军士再次在钢铁巨兽的掩护上杀上城头。城墙下一处偏僻角落，宋琦被钟柴在土里扔了出来。城头上混战已起，厮杀声与惨叫声不绝于耳，不断有大鱼军士自城墙之上坠落。宋琦双脚踩踏在城墙上，无声无息地飘落在城头。明夜出窍，宋琦胡乱地劈砍了一番，
很快就发现了一只没人碰过的玄铁傀儡。就是你了，找到了！诸位道友，与我一同诛杀此僚。昨日在元正尊者手下捡回一命，今日竟然还敢来城头上撒野！正在宋琦准备干掉这只精英怪的时候，城头上一道道喝声响起，不断有青衣教的道士向宋琦的方向汇聚。看这样子，今天是准备了更厉害的法阵。晦气，估计这帮人就在死盯着自己，只要自己参战，一定就会被拎出来。无视了周围的攻击，宋琦一把抓住了那只玄铁傀儡的一条臂膀，带着他一同跃下了城墙。三门齐开，半空中3道门体门户开启，宋琦的身影仿佛流星一般坠入地面。轰！傀儡被宋琦垫在身下，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之上。负2万，爽！怪不得那个元正这么喜欢往地里面砸人，原来这种感觉真的巨爽。这招虽然伤敌1000自损800，但是宋琦皮糙肉厚，掉些血量也无所谓。坑中，宋琦率先起身，明夜舞出几处刀花，斩在玄铁傀儡身上。玄铁傀儡瞬间被宋琦肢解，变成了一堆燃烧着火星子的废铁。系统，你击杀玄铁傀儡，获得基础经验星号1900点。系统，打破脏腑瓶颈已完成，你现在可以继续提升修为。那小子哪里走？城头上一众道士的身影出现，手中阵旗挥舞，一副要跟宋琦决一死战的样子。老钟！宋琦冲着地面低吼一声，现在不是跟他们计较的时候。随着宋琦的话音落下，只见一只手探出地面，抓在宋琦的右脚踝上，将宋琦拉入了土里。呼！场景一阵变换，钟柴运起土遁，转瞬之间遁出数里之外，一处僻静的山脉之中，二人的身影露出地面。你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钟柴面露不解之色，不明白宋琦这般大费周章是为了哪样。哈哈哈！看着四下无人，宋琦大笑出声。老钟，帮我护法，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宋琦把话说完，盘膝坐在地面上，双眼一闭，进入了入定状态。钟柴，我见证什么奇迹？突然，钟柴的目光突然呆滞起来，一股莫名的气势在宋琦身上爆发，气血翻涌，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止。一道道红色的雾气弥漫于宋琦周身，仿若狼烟升腾。钟柴下意识地张大了嘴巴。100万点经验值被宋琦分配于等级之上。系统，天人交汇，气机汹涌，你心有所感，武道有成，又一层屏障被你冲开，源源不断的力量涌入全身，恭喜你破入脏腑境。系统，等级提升至20级，你的5维属性均提升100点，你获得20点自由属性点。系统，今后每提升1级，你的5维属性加20，获得20点自由属性点。系统，你已掌握新的能力，血气狼烟。系统，你的气血变得更加凝练。系统，当你突破至脏腑境后，你发现有一道模糊的枷锁束缚在身体之中，那是天地大道对一切生灵的压制，你已经无法再向前进一步。一团灿金色的血液被宋琦自乾坤袋中取出，一口吞入腹中。轰！仿若一团火在宋琦的体内灼烧起来。系统，你服用以圣龙族精血熬炼而成的宝药。宋琦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位圣龙族的生灵，嘶吼着向宋琦冲来。系统，你遭到了圣龙族生灵的怨念反噬。枪！明夜出鞘，惊鸿斩出。那圣龙族的怨念烟消云散。由于是被炼制过的成品宝药，所以其中的怨念并不如当初生吃的明虎兽丹强烈。宋琦一击斩出，直接将那怨念斩得灰飞烟灭。系统，你成功消化圣龙族宝药，你的全属性加80，你的气血上限加1000，你对火之意境的领悟更上一层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宋琦长身而起，放声大笑，林中飞鸟纷纷受惊，四散而逃。呼！宋琦背后气血凝聚而成的狼烟蒸腾而起，直冲云霄。血气狼烟可以为宋琦提供更强的防御能力，虽然提升不像是气血外放那样明显，但是特效很帅。这一波是剑魔上的提升。宋琦这次突破加上炼化圣龙族宝药，不知道消耗了多少时间。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暗，天穹之上乌云蔽日，阴风怒号，瑟瑟萧萧，显然有一场大雨将至。一旁钟柴已经彻底石化。这就是你说的奇迹？没错，还真他娘的是个奇迹。钟柴亲眼目睹了一位第三境武夫的诞生，一位20岁的第三境武夫。轰隆隆，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哗啦啦的下了起来。气血狼烟庇护于宋琦周身左右，雨滴落在气血之上，瞬间蒸发。脏腑境一身纯阳，气血如同火焰一般旺盛。
你……钟柴看着宋琦，结结巴巴的，已然是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你往那边走干嘛？咱们不回营寨吗？你突破了3个时辰，此时大禹早就已经撤军了。看着宋琦往黄芦府的方向越走越远，钟柴终于是回过神来，快步追上来。虽然此时还没太消化完这个奇迹，也不知道宋琦为什么稀奇古怪的就突破了，但总之事实摆在眼前，钟柴只能强迫自己接受这个梦幻般的现实。宋琦看着钟柴一脸懵逼的样子，不由得失笑。过段时间玩家们经验累积上来，还会有不少人突破，估计老钟要被打击坏了。只不过大多数玩家战力一般，即使突破也只是勉强能插手到高端战局之中，弥补一下大禹这边高端战力的劣势。看着宋琦只是笑不说话，钟柴更加懵逼起来。不就是突破了吗？至于这么高兴？贫道也是快要突破的人好不好？老钟，你先回营寨帮我传个消息，就说今夜黄芦府城破。宋琦说的。说完这话，宋琦头也不回，直奔黄芦府城下。第83章，这一刀可摧城。什么？洪安军主帐之中，陆永元一脸震惊地望向土遁归来的钟柴。你说宋宗师破境了？如今孤身一人去黄芦府城下叫阵，还说今夜他必破城。陆永元越说越激动，直接在椅子上站了起来。这个世界简直太疯狂了。陆永元觉得钟柴传回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离谱，但问题是钟柴完全没有诓点自己的必要啊。那么只能说明钟柴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怪不得今天一整场战斗下来都没看见宋琦的身影，怪不得宋琦整个人最近看起来一直怪怪的。如果是临近破境，那一切都说得通了。狠狠地抓了2把头发，陆永元拽着钟柴直奔中军大帐而去。走，跟我去见大将军。别啊，你自己去说得了呗。钟柴一脸不情愿，老钟向来是不怎么愿意跟朝堂中人打交道的。然而胳膊被陆永元拽住，根本挣脱不开。两人拉拉扯扯，正好被云霞看个正着。云霞秀眉一蹙，问道：陆将军，你这是作甚？钟道长说宋宗师破境了，如今一人在黄芦府城下叫阵，我正要带钟道长去见大将军。云霞，中军大帐。听完陆永元的汇报，大将军剑眉一挑，随后沉思了起来。宋琦此人，大将军早有耳闻，因为洪都府受朝一事在神都里也算是沸沸扬扬，而毛运介请功的奏折他也是翻看过的，其中对宋琦描绘的笔墨浓重。看毛运介的意思，这个宋琦隐隐有洪安州第一武夫之势，建议神都大加封赏，笼络到朝廷中来。这一次宋琦虽然也随军出征，但军务繁忙，大将军一直没有机会与这位被毛运介吹上天的年轻武者一见。此时陆永元竟然说他破境了。大将军自己本身便为第3境武夫，自然知道第3境武夫的破坏力。如若不是忌惮那位青衣教的天师，自己早就出手轰破黄芦府的护城大阵。如果这位宋琦真的有毛运介描述的那般战力，那想来即便不如自己，也不会相差甚远。所以今夜好像真的能够破了黄芦府。不过这位宋琦为何非要执意在今晚破城呢？全军休整一番，明日凭借神武大炮之力亦可破城啊。想到此处，大将军的眉头不由得蹙了起来。挑选10万状态鼎盛的精锐压赴黄芦府，虽然想不通，但大将军还是当机立断，下达了军令。一众大军主将对视一眼，齐声说道：诺。黄芦府城下，宋琦怀抱紫霄，孤身一人站于护城大阵之外。此时经过一番抢修之后，黄芦府的护城大阵重新支棱了起来，上面的裂痕大多数都已复原，只不过光照整体暗淡了很多。为什么宋琦一定要在今夜破城？那是因为下一次下雨就指不定是什么时候了。跟着大军一起破城，岂能有孤身一人破城来的贡献大？黄芦府城头之上，火把点燃，灯火通明。一众青衣教的道士均是发现了孤身一人站在大雨之中的宋琦。此人是谁？在搞什么名堂？此时经过半夜的大战，16位筑基境修士多数已回城中休养，准备明日的大战。只有2位在城头上守夜，防止突发情况。而除了星驰与元正之外，其他的筑基修士并不认得宋琦。回京艮尊者的话，这是大禹军中的一位高手，昨夜在我军城头之上大杀了一通，不过被元正尊者击败，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逃了出去。一位青衣军的将领恭敬地答道：哦，那他这是发现大禹屡战屡败，来向我青衣教投诚来了。金艮尊者听完那将领的话，看了看大阵之外行为古怪的宋琦，阴阳怪气地说道。顿时城墙之上哄笑声不断。笑个尖儿，这帮人。由于距离太远，宋琦听不清城上众人在说什么，但这笑声太大，宋琦自然是听得清楚。那小将，我们尊者问你，
是否是来投诚的？宋齐，我投你大爷，我投！宋齐高声向城内骂道。金艮尊者听见宋齐这话，顿时脸一黑，神色一阵变化之后，金艮尊者吩咐道：“这人定然有诈，无需理会。他要是喜欢站在雨里，就让他站着。对了，挑几个善于言语的军士跟他对话。瞧瞧，这修道的人涵养就是不一样，就连找人跟宋齐对喷说的都这般优雅。”一旁的将领心领神会，找了几个专业喷子在城墙跟宋齐对骂起来。然而没想到宋齐在说完那一句话之后，竟然就不再说话了，抱着刀在城外闭上了眼睛。你这诱敌之计演的也太假了吧！那将领摇了摇头，吩咐手下军士继续叫骂。闭目养神的宋齐蓦然睁开了双眼，因为宋齐已然听见了身后的马蹄声传来，一道乌黑的身影一马当先，是魏白带着不少玩家率先赶了过来。打量之下，多为交流群中的玩家。宋齐虽然平时看起来很不着调，但是正事上还是非常靠谱的，所以魏白与周岩等人在打听到消息之后，直接冲出营寨，奔赴黄鲁府城下。今夜必将有好戏上演。漆黑的天空中，一道道剑光划破夜空。城墙上，一众守军看着这一幕，神色大变。号角声吹响，敌袭！城头之上，守城军士的呐喊传遍黄鲁府全城。轰隆隆，暗紫色的雷霆出没于云海之间，威势惊人。宋齐的嘴角勾起一抹张狂的笑容。老周，让兄弟们给我上 buff。宋齐回头对着不远处的周岩喊道。周岩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之后，很快一道道青光打在了宋齐的身上。虽然此时聚集的玩家还不算太多，但是交流群里的玩家个个身怀绝技，很快宋齐的各方面属性都上涨了3成左右。呼！血气狼烟撕破长空，瞬间将黑夜照亮。观众已经就位，大戏即将开幕。城头之上，2位筑基高手瞬间双目圆睁。不好！诸位道友，速速上城墙！有第3境武夫参战。一道道符传自宋齐身前燃烧起来，8门遁甲齐开。buff 叠 buff， 宋齐一身的气势节节攀登，40点自由属性全部分配力量。此时宋齐的基础力量属性高达860点，在各种技能与符传的疯狂增幅之下，力量暴涨至24080点。枪！紫霄那妖异的刀身闪烁着电光，自刀鞘中缓缓拔出，直指苍穹。主动技天破！轰隆隆，云层之中雷霆不住翻滚，似乎是有一种莫名的契机在牵引着他们。第一道雷霆划破黑夜，在众人的惊呼之中，径直劈向宋齐手中的长刀。瞬间，肆虐的雷电弧光缠绕满刀身。宋齐一头长发在雷电的作用下直接爆炸。这一招先伤己，再伤人。即便是掌握了雷之意境，宋齐还是被电了10000点生命值下来。不够，这威力不够，再来！宋齐向天穹之上舞出一记刀花，轰！第2道雷霆悍然落下，而宋齐受到的伤害也在翻倍叠加。不过此时的宋齐生命值上限已然达到35万点，还远远未到极限。再来，再来，再来！整整5道雷霆劈落，宋齐手中的长刀已然化为了一道上百米长的雷电神龙。而此时的宋齐身体已经止不住的颤抖起来。哈哈哈！宋齐黑发狂舞，放声大笑。这一刀可摧城！轰！宋齐一刀斩向护城大阵，璀璨的刀光携带天威，撕裂大地与苍穹。在现场无数人充满震惊之色的目光中，这一记天瀑悍然站在护城大阵的光幕之上。嗡！天地似乎在这一瞬间凝固了下来，除了刺耳的摩擦声之外，所有人似乎已经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这一瞬似乎永恒，又似是短暂的眨眼。轰！护城大阵轰然碎裂，无数道光幕碎片像是炸裂的玻璃一般漂浮在空气当中，在紫色雷光的照耀之下，如梦似幻。呼！恐怖的能量气旋掀起狂风，向四面八方呼啸而来。城墙上不足第2境的武者甚至站不稳脚跟，不少人都被惨叫着吹下了城头。全军听令，杀！大军终于赶到，没有了护城大阵的庇护，所有武将再也不用担心有进无出，嘶吼着冲上了城头。无尽的厮杀将夜色渲染如血。轰！城门被杀入城中的武将们自内部打开，大于军士蜂拥入城。高空上16位筑基境道士眉头紧蹙，乱战已起，即便是他们也无力回天，总不能施展大范围的道术，敌我不分的乱砸一通吧。众人对视一眼，军士点了下头。为今之计，只有带着精锐人手弃城转移。
黄芦府城破，已成定局。人群中，星驰尊者眉头紧蹙，发现了在大军后方的宋琦。其余尊者看着星驰神色凝重，望向大于军中后方，迟迟未曾行动。有人忍不住出声问道：“星驰，你在看什么？”星驰握了握拳头，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脚下飞剑化作一道流光遁入城中，因为他同样看见了有一道白袍银甲的身影正在宋琦不远处的后方注视着他们。没想到当初在苍然山脉中破坏了天罡囚龙阵的臭小子，竟然在短短时间之内成长到了如此之高的地步。那龙脉究竟是给了他多少好处？庶子，别看你入了第3境，贫道日后也定会斩你头颅，亲手为天师取回山河设计图。星驰的心中在疯狂呐喊，此事几乎已经成为了星驰的心魔。大军与玩家们一同杀入城中，只有宋琦杵着刀站定在原地，不断喘着粗气。这天铺虽然不像染血术一样消耗气血，但是他耗命。此时的宋琦已然是被雷霆劈惨，而且为了操纵这至强一击，消耗的体力值甚至比燃血术还高。所以宋琦此时根本不敢入城，万一被哪个倒霉道士盯上，直接就是遭罪。宋宗师，你这一刀令文某大开眼界。一道爽朗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宋琦回头望去，一道白袍银甲的身影向自己缓步而行。系统，你发现角色文人雄 LV20， 大将军谬赞。宋琦将紫霄龟刀入鞘，拱了拱手。此时的宋琦终于是近距离的看到了大将军本人，往届 1.0 战力天花板，大将军文人雄。宋宗师不必自谦，与前日的咄咄逼人不同，此时的文人雄宛如一个谦谦君子，丝毫没有大将军的架子。宋琦摸了摸鼻子，其实这也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天铺虽然威力惊人，但其施法前摇太长，高手对决不可能施展出来，而且施法条件苛刻，如果不是这样罕见的雷暴天气，也很难发挥出如此威力。最主要的是未伤人先伤己，而且速度不算快，就算成功施展出来，也很容易被躲开。不能单论威力而不谈弊端。宋宗师在此先行调息，文某为宋宗师护道。那就多谢大将军了。宋琦看文仁雄这么客气，也不再讲究，在暴雨中盘膝而坐，搬运气血。而文仁雄则将目光自宋琦身上收回，悠悠地望向城中。厮杀声渐渐停歇，云消雨散，天色泛白。第2日的清晨悄悄来到，城墙上青衣军的大旗一杆杆倒下，换上了那火红的文字大旗。看见这一幕，文仁雄的面上流露出一抹笑容。交战不过短短3天，就破了青衣军守城，战果可喜可贺。一旁宋琦站起身，看着城墙之上的文字大旗，挠了挠头。这就打完了？我还没混点经验呢。哈哈！一旁的文仁雄放声大笑，走到宋琦身边，热切地牵起宋琦的一条臂膀。宋宗师，此战你居功甚伟，文某定会向皇上请命，为你奏功。还请宋宗师随文某一同入城。第84章，遭遇埋伏。黄芦府内满目疮痍，武者与道士在城中大打出手，大片大片的建筑倒塌，化为废墟。街道上废墟中大批大批的尸体被搬运出来，有大鱼军，亦有青衣军。好在普通百姓已经被提前转移。在宋琦调息的时候，城中发生了激烈的巷战，一众青衣军悍不畏死，依托青衣教道士布下的种种小型法阵，与大鱼军展开缠斗。大鱼军在巷战过程中死伤惨烈，最终在这批死士的拖延之下，青衣教的道士们带着一批精锐，成功通过那个巨大的圆球状法器转移走。在临走之前，还引爆了那圆球状的法器。要不是几位筑基境的修士联合出手，阻拦住了爆炸的剧烈冲击，大鱼军的伤亡还要更加惨重。大军在黄芦府城外驻扎，此时的黄芦府已经残破不堪，还不如将营寨驻扎在城外的好。众多 NPC 道士带着玩家们开始抢修黄芦府的护城大阵，像宋琦这种武者则开始跟着清理废墟，搬运尸体。清理废墟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清理废墟，搬运尸体，避免滋生疫病。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经验 X20000。评价脏活累活。虽然任务难度不高，但经验却相对丰厚了不少，因为这可真是实至名归的脏活累活。此次北伐击败青衣军为主要目的，但收归失地同样是作战目标之一。北地原本就是大鱼的领土，所以打完之后不可能弃之不顾，战后的修缮工作同样重要。这一干就是从天亮干到天黑，就连文仁雄都亲自在废墟之中忙碌，为阵亡的将士们收敛尸首。一众武者玩家们感到怀疑人生，怎么好好的玩个游戏变成了搬砖模拟器？夜幕降临，
黄鲁府终于被清理干净。系统清理废墟已完成，评级甲，你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20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8000点，56000点经验入账。虽然辛苦了一些，但经验倒也算是不错。主要是在搬尸体的时候，青衣军身上的装备可以直接拿走，也没有人管。虽然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积少成多，也算是一笔小收入。护城大阵也已抢修成功，勉强恢复了运转。虽然看起来有些摇摇欲坠，但效果终归是比一众拼凑起来的法阵好得多。一处还算完整的建筑之中，大鱼军开启了新一轮的高层会议，商讨接下来的作战计划。3日便下了青衣军做了大量军事部署的重臣，战果惊人，可喜可贺。但是青衣军主力仍然盘踞北地，北伐尚未成功，大家仍需努力。宋琦虽然在职务上不够资格，但作为军中唯二的第3进武夫，被文仁雄亲自请到了会议现场。不过行军作战本就不是宋琦所长，干脆眼观鼻鼻关心，充当了吉祥物。就在宋琦听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却听见文仁雄点名到了宋琦头上：“宋宗师，你有何高见？”宋琦听见有人跟自己说话，一个机灵清醒了过来。搬了一天砖，此时的宋琦尚未调息，就被叫过来开会，正有些昏昏欲睡。要不是被文仁雄点名，宋琦估计就要睡过去，直接强制下线了。晃了晃脑袋，宋琦看着场中的各军主将以及智囊团们数十道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不由得灿灿一笑：“我能有个勾八高见？”宋琦心里暗道一声晦气。不过大家都这么看着自己，那肯定高低得整2句。我觉得应该先派出探子观察一下上晋府与绥阳府的情况。很明显，在青衣教的布局之中，3府构成3角，组成了北地外围的防线。青衣教带着精锐人马撤军，定然也是撤到了这2处地方，继续阻止大鱼军北进的步伐。宋琦说完了这句话之后，看着大家都安安静静地看着自己，不由得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说的有问题？将自己的想法浅浅地解释了一番之后，宋琦最后补充了一句：“我愿意亲自带一批人手前去查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再触发个任务去做。”好，听着宋琦说这话，文仁雄当场就拍板下来。其实宋琦说的这些东西，刚才大家就已经谈论过了，只不过宋琦一直在旁边打瞌睡，根本没听见而已。从中午开始，就已经有好几队探子从各个方向出发，打探上晋府与绥阳府的情况。但可惜的是，至今并无一位探子回返，想来是都已经折损在了路上。对方有16位筑基境的修士存在，感知惊人，只有派出高手小心行动方可，普通的探子根本无法胜任。此时的文仁雄正愁无人可用，昨夜一战，武将们大多负伤不轻，而那些筑基境的修士，文仁雄也只会不太动，总不能他这个大将军亲自出马吧。如今听宋琦直接拍板将差事揽了过去，文仁雄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嘴上动作却是不慢，直接将工作分配到了宋琦头上。再探军情，任务难度地级下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探查上晋府与绥阳府的情况，小心行事，无需正面冲突，若有消息及时赶回。任务时限2个时辰。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00。评价感觉不是什么好差事。嚯，任务档次上来了。宋琦转念一想，顿时明白，现在的2府之中有很多巨佬坐镇，想要刺探情报显然有些困难。出了会议室，宋琦直奔玩家阵地，将任务分发下去，至于大家做不做，那就看个人抉择。毕竟这个任务风险性很大，而且即便去了也未必能够打探到有价值的消息。不过玩家们的冒险精神很足，掌握了土遁的道士们当即摩拳擦掌，各自出发。宋琦这一次没有选择与其他玩家同行，人数越多暴露风险越大，而且宋琦身为武者，做这种任务手段略显苍白。不过吗？老钟，跟我出去一趟。看着宋琦一脸笑嘻嘻的找到自己，钟柴心中顿有一种不妙之感。这小子找自己准没好事。不去。钟柴连宋琦出城做什么都没问，就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就陪我去一趟上晋府跟绥阳府打探一下消息吗？不危险的。求求你了，老钟。滚！你管这叫不危险？钟柴看着宋琦恶了吧心的，直接一个土遁溜了。嗨，你看这老钟成怕死了。不去就不去嘛，那么凶蛋吗？即便没能请动老钟，宋琦还是准备去壮壮大运。在经过一番调戏之后，宋琦精神饱满，孤身一人出了黄鲁府，直奔西北方向的上晋府而去。这一次，宋琦将红云与凤金雕全部留在了黄鲁府内。毕竟在昨夜斩出那一刀之后，宋琦已经彻底步入台前，青衣教的一众筑基定然是宋琦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旦交战起来，宋琦自己或许无碍，但红云跟凤金雕一定会殃及池鱼，所以宋琦干脆将他们留在了营中。
看着宋琦出城远去，钟柴自土里钻了出来，3个古朴的铜钱自乾坤袋中取出，向地上一抛。铜钱落定，钟柴看着卦象，突然神色大变，大凶之兆！钟柴神色几度变化，随后恨恨的一跺脚。夜色之中，宋琦将浑身气息压到最低，用着最原始的腿奔方式穿行于山林之中。不多时，上晋府已然遥遥在望。一处高地之上，宋琦放目远眺，向下方打量。此时的上晋府静悄悄的，显得非常奇怪。不止护城大阵没有开启，就连城墙之上都没有见到军事巡逻，而且城池正中央也没有见到黄芦府中那巨大的圆球状法器。什么情况？青衣军撤军了？宋琦自高处下来，趴在上晋府城外的一处草丛中踌躇不前。究竟是真的撤军了，还是空城计？亦或是全部兵力已经集结到绥阳府中？终究是不想冒进，宋琦从新的选择前往绥阳府继续打探消息，又是选择了一处视野开阔的高地向下打探。然而绥阳府竟然与上晋府一般无二，这可让宋琦犯了难。青衣军到底在搞什么鬼？武者可不像道士一般可以遁地入城，要是大摇大摆的上城墙，那风险系数也太高了。权衡再三，宋琦决定回返，把这个消息传回去，就算评级不高，估计也能算完成任务。想必就算是道士玩家们看见这种情况，有胆子入城的也不多。毕竟这种情况要是死在城里，相当于一整个版本的奋斗化为无形。做好决定，宋琦就辨认了一下方位，直奔黄芦府而去。突然，宋琦皱着眉停下了身子，面前的景象似乎有些熟悉。这棵奇形怪状的大树，宋琦方才在路上就见过。树下的不远处有几块大石，形状与排列与方才经过之处一模一样。自己似乎在原地打转。这片树林不对劲。宋琦的右手按在刀柄之上，双眸不住向四方打量。哈哈哈，星驰，你的占卜之术愈发精进了，就连第3境的武夫都能被你算到。大笑声自地下响起，只见一道身影破土而出，阻拦在宋琦的前方。元正，呵，武夫粗鄙，如何能够遇见占卜？星驰的声音在宋琦身后的上空传来。只见星驰脚踏飞剑，双眸望向宋琦，杀意盎然。一左一右又有2道身影自密林中走出。系统，你发现绝色羽环尊者 LV20。系统，你发现绝色红飞尊者 LV20。前后左右4个方向，青衣教的4位筑基境修士已然将宋琦团团包围。坏了，怪不得一路上气血翻涌不止。宋琦还以为是刚突破之后整体状态不太稳定，原来是冥冥中的一种感应在向宋琦预警。这是武者突破到第3境之后的一种隐藏能力，心血来潮。如果近期内会发生一些对自身不利的事情，脏腑进武者的气血就会自发翻涌，提前做出预警。只不过此时的宋琦虽然突破，但并不清楚第3境的种种玄妙之处。哈哈哈！宋琦左侧的羽环尊者放声大笑起来，能死于4位筑基之手，这武夫也算是天大的面子。星驰，这武夫究竟怎么开罪于你，让你拉下面子，求我们一同出手对付他？右侧的红飞尊者向天上的星驰问道。只不过星驰冷哼了一声，并未答话。当初苍然山脉一事被星驰视作奇耻大辱，要不是没有把握单打独斗斩杀一位第3境的武夫，星驰才不会请他们3个过来。诸位无需多言，还请助我斩杀此僚。星驰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沉声说道。宋琦看着将自己彻底封死的4人，不由得哑然失笑。这星驰跟自己到底多大仇多大怨啊，竟然请来了3位筑基合攻自己。不过想杀你宋爷，即便是4位筑基也没那么容易。8门遁甲开！宋琦的气血化作狼烟，直冲霄汉。轰！周围的景象逐一裂开，一个简易的幻阵自然承受不住第3境武夫的气势冲击。几张符篆自宋琦身前燃烧起来，明夜刀鞘之中，红莲业火升腾而起。化木！面对4位筑基，宋琦反而率先发起攻击。业火大幕瞬间将山林点燃，化为一片火海。狂妄！看着宋琦以1敌4，竟然还敢先行攻击，袁正在后方大吼一声，一座小山头悍然在天穹坠下，直奔宋琦面门。土法搬山之术！轰！山头瞬间砸落宋琦头顶，地动山摇，烟尘漫天。落在宋琦身上的山头剧烈晃动起来，一道璀璨的火焰刀光迸发而出，将山头炸得4分5裂。惊鸿！一道火焰长蛇喷涌而出，直取袁正向上人头。相比于组织人手截杀宋琦的星驰，这个袁正更令宋琦讨厌。当初在黄芦府城头之上，
宋琦可是被这个袁正打得够惨。今日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第85章，斩！轰！火焰刀光在袁正的身上炸裂开来。突破过后的宋琦速度得到了极大提升。呼！袁正的身体在原地消散，留下了一个纸人飘在空中，瞬间被业火烧成齑粉。又是替身纸人。宋琦抬头，袁正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上空10多米处，脚踏飞剑立于空中。枪！明夜归刀入鞘，离人月！业火刀光再次斩向半空之中的袁正。半空中，袁正手掐法诀，大地颤动起来，无数土壤岩石汇聚于袁正身下，组成一道坚实的屏障。轰！刀光斩击屏障之上，瞬间土石崩飞。落雷听雨。下方，宋琦的双膝微屈，身子如同摆脱了地心引力一般，直冲而起，穿行于漫天土石之中。地面之上被宋琦的反作用力踏出一个大坑。拔刀！惊鸿再斩！眼看漫天业火即将将袁正吞没，在宋琦身后，3柄飞剑分3个方位直冲宋琦3处要害而来。休得放肆！3位道士的怒吼自身后传来。坠！上方，袁正对着直冲而起的宋琦同样发出一声大吼。宋琦的身影顿时一僵。主动技浮云！宋琦的身体凭空借力，双脚在空中一踏，硬生生顶着袁正的土法冲了起来。今时已不同往日，当日直接将宋琦按入地下的土法，如今只是能微微阻顿一下宋琦的身影。每一次突破不只有明面上属性的提升，气血的质同样在发生改变。同样数值的气血发挥出的威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滋！3柄飞剑刺于宋琦周身，却被血气狼烟所阻隔，发出刺耳的摩擦声。3位筑基修士的面板瞬间弹出。3人均为领主模板。鸿飞的生命值上限与袁正相同，而宇环与星驰的生命值上限则略逊色于前者，均为28万。宋琦顶着其余3位道士的输出，一刀斩在袁正胸膛。轰！负1万！刀光瞬间在袁正胸口炸裂，即便袁正瞬间以替身纸人转移真身，还是被爆裂的伤害刮到，法力屏障瞬间被宋琦撕裂开一条口子。袁正的身影出现于地面上，瞬间没入土层之中。地下，袁正面色潮红，已然被火之意境入体。吞下一颗丹药之后，袁正不由得大骂一声：“粗鄙武夫！”果然，不能跟武夫站得太近。坠！地下不断有袁正的声音传出，想要将宋琦撕扯向地面。宋琦在空中终究是站不太稳，轰的一声落在地面上，一根根藤蔓摇曳。就在宋琦落在地上的瞬间，整片森林如同活过来一般，化作一个巨大的囚牢，将宋琦困于其中。这是鸿飞尊者释放的木法。一旁，宇环与星驰已经脚踏飞剑升上半空，2人联手，法诀变换，一颗又一颗火焰陨星自2人身边浮现。看着宋琦被困于木牢之中，2人大手向下一挥，一场火焰流星雨自黑夜之中灿然绽放。轰！爆裂的轰鸣声不断奏响。宋琦几人所处的山头，夜空已被火海点亮。主动技玄玉身！木牢之中，看着一大批火焰陨星向自己头顶坠落，宋琦双手交叉护于胸前，身子瞬间化作一道玉雕。尽管玄玉身的持续时间极为短暂，但宋琦抓机会的能力非常之强。第一波最密集的陨星与被玄玉身所阻挡，后续的伤害在火之意境与气血的层层削弱之下，并未对宋琦造成太多伤害。哈哈！火海中，宋琦忍不住放声笑了出来。既然有2个主修火法的道士，那就好办了。尽管 1.0 版本中火法威力最强，但奈何宋琦打了版本补丁。袁正与鸿飞一人主土，一人主木，都是控制与辅助效果大于攻击的属性。等待一场流星雨坠落完毕，整片山林已然彻底化身火焰地狱，大批栖居于山林中的动物们哀嚎着四处奔逃。地面上，一只土壤凝聚成的大手探出，抓在宋琦脚踝之上，想要将宋琦拖入地下。宋琦冷笑一声，也不抵抗，任由巨手将自己拉入土层中。此时的袁正心中算盘打得啪啪作响，他认为宋琦在方才3人联手的攻势之下，定然已经负伤不轻，所以袁正认为现在正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机。然而当宋琦被拉入地下之后，袁正却面色大变。此时的宋琦双眸闪亮，浑身气血缭绕，哪有一点重伤的样子。只见宋琦快速地奔行于地下，周围的土层全部被宋琦身上喷涌出的气焰推开。不好！袁正心头大呼不妙，身子一闪就向地面上冲去。刚一露头，就有一股灼热之感扑面而来，入目所见，烟熏火燎。袁正手掐法诀，巨石与土壤纷纷向袁正身上聚拢，化作一件土石法衣护在周身。飞剑踏入脚下，
袁正的身子穿过火海，直奔上空而去。轰！地面破开一道大洞，宋琦的身影自地下跃出，双脚连踏虚空，化作一道闪电，直冲袁正而来。此时，浮云的效果并未结束，宋琦仍旧有用短暂御空的能力。火海之内，宋琦恍如回到家中，如鱼得水。在宋琦的脑海深处，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不断变换成各种形状。最终，那团火焰凝聚为一柄长刀，正是明夜的形状。火海开始暴动起来，疯狂地向着宋琦手中明夜汇聚而来。惊鸿斩！明夜再次出鞘，宋琦携带着整片山林的火焰之海，斩向半空正一脸慌张的袁正。汝之火法可谓无用，这就是圣龙族宝药对火之意境进一步提升后带来的领悟。袁正道兄，速退！一道道轻喝自高空中传来。然而漫天皆为烈火，何处可退？袁正挑直飞剑，直向高空而去，空中不断高呼坠字。然而此时的宋琦已然一往无前。轰！火焰汪洋，彻底将袁正吞没其中。土石法衣，寸寸皲裂。袁正全身的法力屏障完全被碾碎，在火海中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替身纸人一张又一张地燃烧起来。袁正在丢下近一半的生命值之后，终于逃出宋琦这一刀的范围。呼呼！高空之中，宋琦的身影站定。这一刀，体力值的消耗剧烈。此时袁正的身影又已遁入地下，剩余3位脚踏飞剑的筑基修士正一脸震惊地望着宋琦。严格意义上来讲，在场众人除了袁正跟未突破的宋琦交手过一次之外，其他人均未跟宋琦较量过，所以无人得知宋琦的火之意境已经领悟到如此地步。星驰的嘴角蠕动了一下，早知道是这样，就请几位擅长水法的道友过来好了。现在请过来的袁正与鸿飞作用不大，至于自己跟羽环，完全是副作用。一套连招打下去，根本没打掉宋琦多少血，反倒为宋琦提供了不少助力。恨！星驰现在心中又悔又恨。当初在苍然山脉中，如果能再谨慎一点，就可以把还非常弱小的宋琦揪出来，那样也就不会有后续的一系列事情发生。可惜这世上并无后悔药可吃。浮云时间已到，宋琦轰的一声坠到了地面之上。方才火海被宋琦引动，此时火势已经熄灭了不少。上空中3位筑基对视一眼，只听星驰说道：“二位，武者不会御空飞行，他的法器持续时间已过，我等即便嗜好，也能将他耗死。”环宇与鸿飞均是一点头，星驰言之有理，无需与那粗鄙武夫硬拼。下方，宋琦听见3人在空中的对话，被气得够呛。等后续版本老子学了游龙之后，不把你们3个打的妈都认不出来。然而现在的窘迫却无法得到缓解，你们给老子等着！宋琦对着高空一声大吼，然而回应宋琦的只是一发又一发的技能。高空上不断有火焰坠落，地面上全是藤蔓在使绊子。宋琦玩命地运转着落雷听雨，向着黄鲁府的方向奔去。几人打斗的声响极大，只要向黄鲁府那边跑得近些，有人察觉到异常，自然会有援军相助。现在就看宋琦的血条能否撑住，撑到有援军出现。落雷听雨被宋琦运转到极致，空气中只有宋琦的道道残影。然而面对着3位领主筑基的大范围法术，宋琦的生命值还是在不断跌落。轰隆隆，在宋琦逃跑路线的前方，一道道土墙升起，将宋琦堵了个正着。袁正！宋琦怒吼一声，没想到这老狗吃了自己一刀，竟然还敢回来。然而袁正却一声不吭，在地下悄摸摸的捏土墙，阻挡宋琦的去路。虽然已经是身受重伤，但袁正心里憋了口气，怎么都咽不下去。前天还被自己吊打的臭小子，今天竟然差点一刀把自己劈死，这让袁正如何甘心？尽管已经不敢露头与宋琦正面交锋，但袁正还是选择在地下给宋琦添点堵。只要自己不露头，不主动把宋琦拉下来，那这个粗鄙的武夫肯定拿自己没什么办法。感知中，宋琦被自己的土墙连连阻挡，袁正心头大快。突然，一股危险之意在袁正心头涌起，一道须发皆白的身影在土层之中出现。程轩！啊！袁正惊叫一声，转身便跑。程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虽然想不通，但袁正跑得极快，本来就不怎么是程轩的对手，此时身受重伤，被程轩逮住，那可得遭老罪了。宋琦心心念念的援兵，竟然来得如此之快。云霞真人脚踏飞剑，在上空之中以1敌2，拦住了环宇与星驰2位筑基。云霞主修水法，天克环宇与星驰，漫天大水灌下，环宇与星驰瞬间哑火。地下一股熟悉的感觉传来，已经半残的宋琦放弃抵抗，被钟柴拉入了土层中。老钟，你不是不来吗？哼！钟柴傲娇的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当初在苍然山脉里定然获得了不少好处吧？这样就算你欠贫道一个大人情，在没有还清之前，贫道还是不会看你死去的。在给宋琦占卜出一个大凶之兆后，钟柴思虑再三，还是把事情报给了文仁雄。几位筑基修士之中，程轩同样精通占卜之术，占卜出的结果同为大凶之兆，宋琦定然有生命危险。作为几位徒弟的救命恩人，程轩定然不能让宋琦出事。而作为大于军中唯二的藏府禁武夫，文仁雄也不能让宋琦出事。所以在文仁雄的请求下，一众筑基修士倾巢而出，驰援宋琦。终于在半路上发现打得地动山摇的宋琦众人。天空上一道又一道飞剑划破夜空，正在向此处飞驰。情况不妙，青衣教三人调转飞剑，直奔云州腹地而去。青衣军已经放弃云州外围，转守云州中部，此行乃是星驰的私人行动，所以并无援军。地面下被钟柴拉下来的宋琦正好瞥见了不远处被程轩追杀的袁正。宋琦瞬间眼睛一亮，老钟，快追上那老狗！好嘞！此时的钟柴并未拒绝，那袁正虽为筑基，但此时气机衰落，显然已是身负重伤，再加上有程轩以及宋琦二人，定无威胁到自己的可能。钟柴一手拉着宋琦，一边向袁正的方向快速吐遁。宋琦一颗气血丹吞入腹中，全身气血催动，帮助钟柴提速。不得不说，钟柴的吐遁水平真是一绝。前方二位筑基由于在土中斗法，竟然快要被钟柴追了上来。袁正老狗，拿命来！前方逃跑的袁正听见身后熟悉的怒吼声，吓得亡魂皆冒。到底是哪个逼把宋琦带下来了？呼！袁正的身影破开土层，直冲高空。宋琦不会飞，显然在地下不如上天来的安全。小友，我来助你！一声大喝自地下传出，地面瞬间破开一处大洞。宋琦脚踏在程轩的飞剑之上，翱翔天穹。地面上，程轩同样破土而出，手掐剑诀，专心操纵飞剑。呼！燃血术！宋琦刚刚恢复起来的全部6000点气血呼啸而出，化作漫天气血长河。飞剑之上，宋琦一声怒吼，飞身纵跃，悍然拔刀。枪！袁正老狗，这一刀名为惊鸿，人与刀合，天地一线，一抹璀璨的火焰刀光撕破夜空，照亮大地。星驰救我！第86章庆功宴。然而被袁正寄予厚望的星驰同学，此时正被云霞打得抱头鼠窜。一张又一张玄妙的符篆自袁正身前燃烧起来，山头、土墙、巨石不断凭空出现自袁正身前，但这一切都不足以阻挡这一刀之威。明夜的刀光轰碎层层阻碍，在袁正绝望的嘶吼声中，数百米长的火焰长龙彻底将袁正的身影淹没。一张又一张替身纸人自火海中燃烧跳跃，不过这一次袁正再也没有机会逃离。系统，你对袁正尊者造成15万点致命伤害，袁正尊者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20000 点。宋琦的身体无力地自高空跌落，半途中程轩的飞剑再次追上，将宋琦稳稳拖住，送回了地面。袁正被宋琦一刀劈死的画面映入青衣教3位筑基的瞳孔，只见3位筑基浑身解数尽出，飞也似的逃走了。这种时候只能说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云霞，穷寇莫追，当心有诈！看着云霞紧咬着星驰不放，穷追猛打。地下的钟柴猛猛吐遁追赶，出声大喊。半空中的云霞听见地下钟柴的大喊，思忖了一番，觉得钟柴说的有道理，随后施然折返。一触地面，钟柴露头，而在钟柴面前的正是袁正已经被彻底烧焦的尸体。哎呀！钟柴看着这惨不忍睹的画面，发出一声叹息。当然不是叹息袁正被烧焦了，而是叹息袁正一身的法器全被宋琦这一刀所摧毁。好在袁正的飞剑质地不错，经受住了宋琦的严刑拷打。我的！远处宋琦看着钟柴开始捡袁正的装备，虽然动不了，但还是发出了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啧，知道是你的，又没人跟你抢。钟柴将压在袁正身下的飞剑捡了起来，仔细打量，真是一柄好剑呐！正好自己也要筑基在即，省得接下来还要费心炼制。小子，这把飞剑就当做是报答贫道的救命之恩吧。看着钟柴一脸兴高采烈地将飞剑收入了自己的乾坤袋，宋琦的心都在滴血。马上一众道士玩家们就要晋升筑基境，飞剑一定极为短缺。宋琦估计袁正这把飞剑至少能卖上100万。100万啊，100万！宋琦默默哭泣了起来。但是老钟已经不是第一次救自己的小命了，宋琦不至于小气到一柄飞剑都不给老钟。钟柴抄下袁正腰间的乾坤袋，吐遁过来塞入宋琦的怀中。
宋琦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嘴差点都要笑歪了。虽然那柄飞剑给了老钟，但是元正乾坤袋里的藏品同样价值不菲，里面有不少元正的备用法器，都是七品货色。而且宋琦在里面发现了不少的七品符篆，筑基境的修士已经具备制作七品符篆的能力。这些符篆应当是元正近期通宵爆肝，做出来用于保命之物。可惜再多符篆也无法抵挡宋琦的绝命一刀。要不是元正身上穿的那套装备已经全部被宋琦砍废，这波的收获估计会更大。一位筑基境的全部家当，令宋琦再度丰收。这元正死到临头还浪费了那么多期七品符篆，真是令人心痛。天空上几位筑基修士御剑飞行，好不潇洒。地面下钟柴带着浑身无力的宋琦穿行于黑暗之中，稍显狼狈。老钟啊，你什么时候突破啊？到时候能不能带我飞一飞啊？虽然道士的战斗方式与宋琦勇往直前的战斗风格略显不符，但你别说，这御剑飞行也太够巴帅了。宋琦这波是狠狠的木了，只希望下个版本游龙就可以解封，到时候自己也可以帅帅起飞。别催别催，快了快了！数十年苦修打下的坚实根基，再加上最近奇遇不断，令钟柴厚积薄发，修行之路一片坦荡。而且最近连番爆发第三境大战，虽然钟柴一直苟在地下没有动手，但反复观摩之下，令钟柴收获良多。破境近在眼前，不多时，宋琦众人便回来了黄芦府之中。宋琦一人力战4位筑基修士，当场斩杀1位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军，军心大振，气势飙升。当夜，文仁雄下令在城中大摆流水宴，一是庆祝攻克黄芦府，二是庆祝击杀了青衣教的1位筑基高手。而这2项赫赫功绩，均是宋琦所为。一时间，宋琦成为了全军武者的新偶像。在开席之前，宋琦跟文仁雄亲自汇报了一下梁府的情况。梁府确实已经搬空，或许是青衣教认为三角之势已破，剩余2府不足以在云州外围阻挡大鱼军推进，于是带着全部人马折返云州腹地。系统再探军情已完成，评级丁，获得 80% 基础奖励经验 X80000。这些消息早在宋琦回来之前就已经有玩家传了回来，总有少部分极具冒险精神的玩家壮着胆子土遁入了城。你别说，青衣军偏偏还真就是走了，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护城大阵也摧毁掉，留下一地烂摊子给大鱼收拾。所以宋琦这点消息只能勉强算是完成任务。总之有就比没有强，翻个倍还有16万呢。由于城中百姓已经全部被转移走，而大鱼军中也没有专业的火头军，所以厨师一职只能让大家踊跃报名，各展才艺。没想到就连这都能触发个任务出来。庆功宴，任务难度旋即下等，任务类型军事，任务内容为大鱼全军准备一顿丰盛的庆功宴，任务时限1个时辰，任务奖励经验 X10000。评价：真没想到你还有这2手。哈哈哈！看着任务面板，宋琦忍不住笑出声来。要说做饭，宋琦多少还是有点水平傍身，毕竟宋琦所处的小区消费水平颇高，总买着吃令宋琦有些吃不消。2000玩家当中，觉着自己稍微有点厨艺水平的玩家全部接受了任务。整个黄芦府开始热闹起来，大片空旷的广场被大鱼军们占用，一口口大锅，一张张长桌，露天摆放着。负责后勤的军士们自乾坤袋中取出各式各样的新鲜食材，烧烤的烧烤，爆炒的爆炒，一时间香气溢满全城。虽然有金金丹作为常备军粮，但是人都有口腹之欲，总不能大家打了胜仗还发一粒丹药来庆祝。所以即便不需要进食，军中还是备好了食材，以备不时之需。一锅锅硬菜上桌，大宴正式开始。系统庆功宴已完成，评级甲，获得基础奖励经验 X10000点，额外奖励经验 X4000点。做个饭都能有28000点经验入账，宋琦简直是笑哈哈。为了快速出菜，宋琦直接架起多个架子猛猛烧烤。宋琦的乾坤袋里可是放着不少易瘦的生肉，大火一口，滋滋冒油，撒上点孜然与辣椒面，那小味绝了。虽然宋琦比较想跟红安州的玩家们厮混在一起，但架不住文仁雄过于热情，硬生生将宋琦拽到了主桌之上。各军主将齐聚一堂，至于那些道士们，一般都比较喜欢清静，各自找地方歇息去了。而红安州这边1000多个道士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景象堪称奇葩。宋宗师，来喝酒。文仁雄虽然平日看上去风度翩翩，不像武者，像是个书生，但他终究是个武者，还是个第3境的武者，所以此时几坛子美酒下肚，顿时风度全无。虽然在场各位军士身份不凡，但喝起酒来跟普通军士没什么两样。
作为庆功宴的主角，一众主将轮着找宋琦敬酒。此时的宋琦气血被禁用，连番大战之后，简直是头晕眼花。偏偏文仁雄还拉着宋琦划拳，划来划去，宋琦眼前已经全是重影。在又被灌下去一大碗酒之后，宋琦满脸通红，扑通一声栽倒在桌子上。哈哈哈！宋宗师醉了，来来来，我们接着喝。生物舱里，宋琦悠悠转醒。妈的，这帮人不讲武德，趁着自己气血被禁用狂灌自己，然后他们反倒偷偷用气血解酒。等找个机会，必须把场子找回来。恨恨地挥了挥拳，宋琦自生物舱里爬了出来，开了一听快乐水。宋琦坐在电竞椅前灌了2口之后，开机下载素材。咱主打的就是一个敬业。宋琦截取了最近游戏的2段素材，一个是自己一刀天瀑摧毁黄芦府护城大阵的素材，另一个就是自己一打4位筑基斩杀元正的素材。虽然实际上网界只有2000名玩家，但看现在网界的热度，好像是有2亿玩家一样。云玩家们虽然玩不到，但架不住太过热情，在各种渠道里疯狂打探网界的消息，部分云玩家谈论起来，甚至感觉比体验官还要专业。宋琦的视频还没发出来，网上竟然已经有人知道网界里剧情的推进进度，黄芦府被攻克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有美术大佬结合全网信息，爆肝1个月，画出了一份详细的大鱼地图。其中不仅囊括了官方大地图给出的城镇信息，还汇总了玩家们探索的山川河流地形信息。整张图精美绝伦，如今在某博上热度很高，就连不少同人小说都已经在西红柿小说 App 上开始连载。第一个视频剪辑完，宋琦点击上传。今日份标题：天雷之瀑，一刀摧城。宋琦的视频刚上传完，评论区里就跳出了消息：妖兽了！鸽子精竟然真勤快，2天1更，惊恐惊恐惊恐！你不是宋琦，你到底是谁？切！看着评论区里的消息，宋琦一脸不屑：咱还是很勤奋的好吧？将第2个视频剪辑完，定时到明天晚上的22点整。明日份标题：我与4位猛男上天入地的缠绵。哈哈哈哈！看着自己的标题日渐风骚，宋琦忍不住笑出声来。谁说宋琦是鸽子精？明天晚上还有一个，吓死你们！忙碌完日常工作，宋琦转头看了一眼生物舱，此时的指示灯还是红色。网界里的宋琦这一睡也不知道是多久。去卫生间里美滋滋的冲了个澡，宋琦换上一套运动装。哗啦一声，宋琦打开窗帘，开窗通风。寒风吹入，不过宋琦早早的已经做好抗风准备，并没有像上次一样被冻到。下午1点，阳光正好，新鲜的空气涌入，整个屋子开始鲜活了起来。背上小包，宋琦直奔小区的健身房。美美的运动了一番之后，宋琦神清气爽的回到了家中。现在的宋琦生活规律，事业有成，没有了经济困扰，出入也是常人难以望尘的豪宅，整个人的气色可谓是愈发红润。生物舱的指示灯尚未转绿，宋琦打开了自己好久未上的企鹅。宋琦色图点 JPG 粉丝群里，宋琦一张图发出去，原本平静的粉丝群瞬间炸锅，失踪人口回归。这是宋琦在直播时期唯一的一个粉丝群，承载了宋琦2年半的主播回忆。原本的寥寥数百人，如今已经发展为3000人的大群，而且这个群现在只是宋琦的粉丝一群，如今经过自来水，已经发展到了16群，只是宋琦自己并不知道而已。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在网界里长时间不下线，再加上没有直播，反倒是有些冷落了这些一路陪伴自己的忠实老粉。宋琦最近一直在游戏里没怎么下线，吃瓜。宋琦红包，一个又一个200元的红包发到群里，粉丝大群彻底沸腾。既然赚到了钱，当然要反馈一下一路支持的粉丝。宋啊，你终于赚到钱了，大哭！爸爸们很是欣慰。一直发送到红包限额，宋琦才停止了这波福利放送。宋琦，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下个版本谁要是抽中了体验资格，可以免费提供一些装备以及功法的支持哈。宋爷大气。芜湖色图点 JPG， 别搞啊，再被人举报了。群主跳了出来，这个群可不是宋琦开的，而是他这个2年半老粉当时拉起来的。不会吧，不会吧，这个群里还有人举报色图啊？哈哈哈！一阵聊天打屁之后，宋琦发现身后的生物舱指示灯已经转绿，便跟粉丝们说了声拜拜，登录网界。第87章决战制。网界中，宋琦在一处房间内悠悠转醒，此时天色又已变暗，生物钟算是彻底颠倒。最近一段时间，大军皆是昼伏夜出，宋琦身上的 debuff 已经消退，在床上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筋骨。长期不睡觉，
偶尔这么睡一下子，还真是那个舒爽。房间外静悄悄的，好像无事发生。宋琦推开房门，屋外，红云跟凤金雕一个在地上，一个在房顶，像两座门神一样在站岗。此时二兽看见宋琦出来，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听他们的语气，大概是你可真能睡的意思。给红云跟凤金雕喂了点零食，在凤金雕的带路下，宋琦回到了洪安州的营地之中，找到陆永元，打听了一下后续计划之后，宋琦皱起了眉。在宋琦睡觉的这一天中，不少大将亲自出马，深入北地打探消息。此时云州中部的情况与外围大不相同，大多数百姓都并未撤走，而青衣军在外围败退的太快，所以中部此时很乱。各府县的官府已经被青衣军彻底推翻，而如今青衣军为了收缩兵力，已经全员撤回云州腹地，导致城市无人管理，乱象频生。再加上即将入冬，北地经过天灾人祸，百姓缺少各种民用资源，大余军不得不调整整体的战略方针。虽然青衣军之前推翻了各地官府，开仓放粮，但只能解燃眉之急，只能说是战乱一起，百姓皆苦。最终文仁雄决定兵分多路，先行收回失地，维持秩序，再从南方调集民用物资，让百姓们安全度过泰安3年的寒冬。这样战局就不得不被拉得分散。文仁雄决定效仿青衣军的战略，让诸位驻机修士在各大府城之间构建连输通道，大军稳稳前进，将云州中部与外围连成铁桶一片。最后全军汇聚，直捣黄龙，一举拿下云州首府泰林府，也就是青衣军口中的白玉京。听完陆永元的陈述，宋琦默默地点了点头。虽然玩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游戏剧情进度，但是同样需要符合往届世界的事物发展规律。看来暂且只能徐徐图之了。第二日，大军开拔，前往云州中部。一位位主将分别带着各自兵马，占据了各个无人管理的府城与县城。法阵重新修缮，物资大量的向北地运输。云州半数重归大余的怀抱。不知不觉1个月的时间悄然流逝。往届中来到了10月末，北地已经正式进入了寒冬，整片大地已然被披上了一层银装。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大余军不断向北推进，压缩着青衣军的生存地，而青衣军的抵抗同样激烈。青衣教的道士们制作了大量遁地法阵的阵盘，供给军事使用。青衣军们化整为零，利用阵盘与大余军打起了游击。几乎每一天，野外均有小规模的突击战爆发，战况惨烈，双方军死伤惨重。而宋琦所处的玩家军团反倒是赚得盆满钵满，大量的任务以及战斗为玩家们提供了海量经验。少部分高端玩家已经累积到足够的经验，升到版本上限的20级。近100名第3境的武者与道士涌现，让大于一方的 NPC 们彻底陷入震惊之中。什么时候第3境的突破变得如此廉价了？不过震惊之后， NPC 们又发现了奇怪之处。这群江湖游侠们似乎都拥有一种奇怪的体质，这种体质非常利于修行，但是战力却一般般。一位军中将领曾经出手试探过一些第3境的武者玩家，二者相差一个境界，但那武将发现对方竟然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即便境界再次晋升，绝大多数玩家仍旧打不过相差5级以内的领主 BOSS， 所以同为第3境的玩家与第3境的领主们相差更远。原本大于方几位筑基境的修士在发现竟然有如此多的同道破境之后，兴冲冲的过来找玩家们论道。结果发现玩家们虽然有筑基境界，但无论是战力还是知识储备都青涩得很，最后只能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看到这一画面之后，一众 NPC 也不知道这种体质究竟算是好还是不好。虽然玩家们在高端战局作用不大，但在正面战场上可谓是意气风发，仗着高等级打低等级，普通的青衣军被玩家军团揍得嗷嗷直叫。青衣军节节败退，龟缩入白玉京内，只手不出，似乎在酝酿与大鱼之间的终局之战。而青衣教的那位天师，自打1个月前在大鱼阵前路过一面之后，就再也没出现在战场上过。文仁雄似乎与那位保持了高度的默契，一直居于中军调度指挥，从未亲临阵前。两人心中打的什么算盘，宋琦也并不知道。或许二位都没有击杀对方的把握吧。1个月的接连大战，各种任务累积下来，林林总总给宋琦又添置了200万的经验。要不是宋琦的等级太高，打很多怪经验都被扣得厉害，宋琦感觉自己还能再多赚一点。如今的宋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杀星，走到哪里就杀得青衣军尸横遍野。继上次伏击宋琦失败之后，在星驰的撺掇下，青衣教又展开了2次对宋琦的围杀。尽管学聪明的星驰请来了主修水法的道友，但是星驰又悲催地发现水踏马的导电，宋琦竟然是一位火之意境与雷之意境同修的武者。一般的武者一辈子能领悟一种意境，就算是祖坟冒青烟。这宋琦年纪轻轻的，星驰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宋琦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第二次围攻被宋琦打退之后，双方并未发生实质性的伤亡。星驰不死心的又展开了一次对宋琦的追杀。这一次，星驰除了极其稀少的金行之外，其余4行的道士都请了过来。只不过这次，互帮互助交流群里的玩家们均已经突破。看着几十位第3境的玩家，星驰几人吓得亡魂皆冒，甚至连玩家们的底细都没打探，直接逃之夭夭。直到后来，星驰在守城的时候才发现，除了宋琦之外，其他玩家全是样子货，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让星驰直呼上当。可惜的是，如今大鱼全军已经再次会合，兵发白玉京，星驰再也没有机会组织人手对宋琦进行围剿了。随着大鱼军在前线高歌猛进，神斗的威信一日重过一日，南方不断派出兵员填补到北地战场中来，弥补大鱼军阵亡的人数。如今大鱼的兵力已经恢复到鼎盛时期的60万之众。白玉京城外一处高山之巅，山巅之上落满积雪，宋琦骑着红云，凤金雕盘卧于肩头，一人二兽在这片视野开阔之处遥望下方的巍巍城墙。这里已然是青衣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如若白玉京城破，其他的城池也无法阻挡住大鱼的进攻。大鱼60万大军列成各个方阵，压在白玉京的护城大阵之外。文人雄一反常态，自后方中军拍马而出，孤身一人立于护城大阵的前方。白马、白袍、银甲，鹅毛大雪自上空飘落。陆九江，时至今日还不出城请降吗？气血运转，文人雄的声音传遍白玉京全城。如今你兵不过10万，将不如大鱼，不如早早开城献降，以免徒增伤亡。白玉京作为青衣军的大本营，城中的百姓已然是无处转移。此时15位筑基站在南城墙上，看着城下劝降的文人雄，默不作声。天师自打上个月露了一面之后，就回到了他们突破的那处秘境之中，闭关潜修。如今其实并不在城中，不过这15位道士却并无担忧之色，因为他们在昨夜便已收到天师的传信，他已出关，众人只需坚守城池即可。文人雄在城下叫嚷了半天，然而城中并无半句回话传出。难道陆九江并不在城中？文人雄剑眉一蹙，不管陆九江在搞什么名堂，既然他不作答，那便唯有一战。此战定乾坤。山巅上，宋琦观察着下方的战况，突然一道声音悠悠的自背后传来：“小友，当真让贫道好寻。”宋琦的身子突然一僵，这道声音极近，能无声无息避过宋琦的全部感知，绕到宋琦身后的道士。当前版本恐怕唯有青衣教天师一人。宋琦翻身下马，一拍红云，让他与凤金雕齐齐离开。系统，你发现角色陆九江 LV20。时至今日，往届 1.0 版本的2位战力天花板全部与宋琦见过了面。青衣教当代天师陆九江。宋琦眉毛一挑，眼中露出危险的气息，手掌轻轻按在明夜的刀柄之上。这么近的距离与武者贴贴，即便陆九江是君王模板，宋琦也绝对有把握要陆九江好看。看着宋琦一脸的肃杀之意，陆九江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小友其实也并非朝廷之人，无需对我抱有如此敌意。而且小友的一家老小全部死于灾荒之中，一切过错尽在鲍鱼。如今小友为何要助纣为虐呢？”宋琦握刀的手微微一僵，这陆九江的占卜之术倒也真是厉害，竟然连自己的人物背景设定都给算出来了。不过自己该怎么跟陆九江解释呢？这根本就解释不通好吧。但是场面上宋琦已不能示弱。你口口声声说大鱼残暴，那你可知当初在大鱼战败之后，你们分散在凉州边境的青衣军越过山脉，侵扰富沽州百姓，一村上下100多口人命全部惨死。如若不是我及时制止，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中原百姓死于非命。听完宋琦的话，陆九江长叹一声，北地3州太大，青衣军一开始便聚集了10万之众，即便他是青衣教的天师，也约束不了每一个人的行动。他所能做的只是尽他的可能，让北地3州的难民吃上饱饭。揭竿而起虽然会导致战火蔓延北地3州，死伤无数，但他陆九江此举同样救活了北地3州的亿万黎民。北地3州各大府城的粮仓之中囤积着大量粮食，然而大多数都被贪官污吏吞没，中饱私囊。如若是不是他陆九江，此时的北地只会更惨上1000倍、万倍。而且推翻鲍鱼，事关人族万世之基业，此乃势在必行之事。他陆九江不做，终究也会有人来做。这条路上终究会布满鲜血与荆棘。那么他陆九江何不为此路线？面前的年轻人，你不懂我。宋琦看着陆九江神色变幻，最后发出一声悠悠长叹，
有些不明所以。这哥们被自己这么2句话就整破防了？不至于吧？小友，不必与我逞口舌之力，还请将山河设计图还与贫道。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的，到手的装备何有奉还之理？八门遁甲开！宋琦浑身气焰升腾，血气狼烟直冲霄汉。那山河设计图被我温养了20年，方才窥得一丝使用的门径。小友即便占为己有，也用它不得。不若归还贫道可好？就当贫道欠你一个人情。枪！拔刀！明夜出鞘！惊鸿直指陆九江面门。赤！近在咫尺的陆九江化作一张纸人，漂浮在半空之中。陆九江的真身已然脚踏飞剑，御空而行。陆九江 LV20， 生命模板，君王，生命值30000000，30000000，其余信息不详。小友，你非我之敌手，我的对手也并非是你。徒来！随着陆九江一声大喝，周身法力澎湃汹涌，一道青光直奔宋琦腰间乾坤带而去。这一道光束避无可避，宋琦只感觉自己的乾坤带疯狂地抖动起来。呼！乾坤带的带口洞开，山河设计图发出璀璨的光辉，落入陆九江手中。看着高空中的陆九江，宋琦的神色一变再变。没想到陆九江竟然可以在自己的乾坤带中强行将山河设计图取出来。哈哈，小友，贫道劝你还是直接离去为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贫道所做的一切。陆九江的声音越飘越远，身体化作一道流光，直奔远处的军阵而去。陆九江，你若不想青衣教传承就此湮灭，那就快快打开护城大阵现象。城外，文人雄见陆九江御剑而至，厉声呼喊：文将军，胜负尚未可知。高山之巅，宋琦的身影自悬崖处一跃而下，落雷听雨被运转极致，宋琦整个人如同雷霆坠落地面。如此决战，我宋琦又岂能缺席？第88章大混战。寒风呼啸，鹅毛般的大雪倾盆而落，风雨雪旗帜，白玉京外，大好风光。如此天气，正省了贫道一番手脚。陆九江立于高空之上，手中法诀变幻，云来，万里晴空，霎时间乌云密布，雨落，哗啦啦，大雨漫天下。半空中雨雪交杂，结合成无数冰锥。下！随着陆九江手一挥，漫天的冰锥分散成数个方向刺去，目标直指大鱼埋伏在各处山头的神武大炮阵地。一道道光幕升起，由筑基修士主持的法阵一彩流光，护在神武大炮阵地之上。冰锥砸落在光幕上，让光幕泛起阵阵涟漪。枪！文人雄宝剑出鞘，一道剑光直斩天穹，乌云被硬生生撕裂开一条缝隙，阳光透射了进来。呼！血气狼烟升腾，至刚至阳之气在空中弥漫，冰锥纷纷消融，大量的蒸汽于空中翻滚，在耀眼光辉的照射之下，如梦似幻。雷来！轰隆隆，乌云层中雷电翻滚。下一刻，一道道紫色雷霆汇聚成雷海，向着地面上大鱼军各个方阵倾泻而下。嗡！文人雄手中宝剑长吟不止，浑身气血化作汪洋，与雷海在半空中相撞。刺眼的光辉在气血汪洋与雷电之海中不断闪烁，化作实质的能量冲击波，向着四面八方肆虐扩散。大鱼军的方阵被彻底冲乱，不足第二境的武者们甚至无法在此处立足。而白玉京的护城大阵同样波澜不止，一道道裂纹在光幕之上蔓延。开炮！轰！轰！神武大炮阵地发威，趁着文人雄拦截陆九江之时，数百门神武大炮怒火喷发，巨型炮弹炸裂漫天，高空与地面法力与气血汹涌不绝。白玉京的护城大阵在种种冲击之下，已然摇摇欲坠。陆九江，荒野上一战，正合贫道之意。白玉京护城大阵即将破裂，二人若在城前大打出手，不止双方军士要死伤惨重，城中百姓也很难幸免于难。枪！文人雄一道灿金色剑光斩出，瞬间引爆了二人对峙的能量场，一道能量光环自半空之中溢散开来。劲风怒号，暴雪狂卷。白玉京的护城大阵在神武大炮与二人交手的余波之中轰然炸裂。文人雄与陆九江的身影化作两道青光，向着白茫茫的雪原深处而去。城头之上，青衣教剩余的15位筑基看着护城大阵已碎，各种大范围的道法直奔城下的大鱼军而去。大鱼一方，高端战力一同出手，武技与术法齐飞，一道道灿烂的光辉自上空绽放。荒野一战，飞剑化作道道流光，向着雪原深处射去。地面上，一众武将各自运转身法，飞速疾行。
此时城中百姓不计其数，所有具有超强破坏力的高端战力都不可能在城头处开战。随着高端战力纷纷离场，大鱼的攻城巨兽全面压境，城头之上血战渐起。而一向作为攻城主力军的第4天灾军团，却在这场终局之战中销声匿迹。茫茫雪原之上，道士们各自施展顿诀，武者们拼命催动身法，追逐着诸多 BOSS 的战场。杀小怪哪有打 BOSS 来的有趣？而且在场的诸位作为 1.0 版本的先行体验官，总不能在版本尾声还没跟终极 BOSS 会过面吧？虽然现在有不少道士玩家都将等级提升到20级，突破了筑基境，但很遗憾，御剑飞行并非是随便找一把剑就可以，而是需要经过特殊的炼器法进行锤炼。不仅对炼器的材质要求很高，还需要御剑者掌握御剑诀，与飞剑之间心神相连，方能自如地驾驭飞剑。所以在 1.0 版本，大家恐怕很难实际体验到御剑飞行的快乐。雪原之中，战局4分5裂，有筑基修士在捉对厮杀，也有武将与玩家配合在围攻青衣礁的筑基，局势呈现白热化。宋琦闷头在雪原上撒足狂奔，然而文人雄与陆九江的速度极快，即便宋琦全力追赶，也只能看着二人的身影越战越远。好气！宋琦插着腰站定在原地，这两人跑得也太快了。轰隆隆，不远处阵阵火焰的爆炸声传来。宋琦抬头一看，几位大鱼军中的武将正带着数百位玩家围攻星驰。星驰立身于飞剑之上，虽然被诸多道士玩家牵制，但仍然稳稳占据上风。漫天火焰飞舞，在星驰周身化作9条数十米长的火焰巨蟒，火焰巨蟒四处吐息，将下方的大片积雪融化，不断有血水被烈焰蒸发，众人如同置身于桑拿房一般。几个武将狼狈不堪，玩家们更是被烧得鸡飞狗跳，要不是仗着人多势众，早就已经溃不成军。宋琦看着星驰飞剑的高度不高，顿时双眼一亮，这狗东西3番4次带人埋伏自己，前几次都让他逃了，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放过这个星驰。宋琦的双腿屈膝，整个人的身体化作一道闪电，弹射入空。主动技浮云八门遁甲开，气血滚滚如长江大河，宋琦一瞬间气势全开。星驰在宋琦爆发的那一刻，就感知到了熟悉且危险的气息。两人数次交手，彼此之间已是熟悉。只见星驰头也不回，驾驭飞剑就向高空中飞去。然而闪烁着电光的紫霄已然杀至，惊鸿雷电长龙撕裂环绕在星驰周身的火焰巨蟒，径直斩向星驰身上。星驰主修火法，自身对火焰的抗性也会相对较高，所以宋琦并未选择用明夜进攻。呼，道火焰光环浮现在星驰周身，滋滋滋，紫霄斩在那些火焰光环之上，电流声不断传出。轰，光环瞬间炸裂，爆炸的余波将宋琦先飞出去，而一张闪烁着电光的纸人留在原地。星驰抽搐着的身影出现在前方100米处。负15000，火法攻势猛烈，但是防御手段乃是5行之中最少的一系，所以星驰算是提防里的提防，不仅生命值低，还远没有元正抗揍。星驰尊者 LV20 筑基境，生命模板领主，生命值260000280000，其余信息不详。宋琦，好家伙，这一大帮子人忙活的上蹿下跳，就打掉星驰5000点血。然而数值计算并非是宋琦想象的那般简单，大多数玩家的攻击做不到像宋琦这样具有爆发力，可以瞬间撕裂星驰的法力屏障，直接伤害到星驰肉身。不过即便没有对星驰直接造成伤害，也间接消耗了星驰的体力值与法力值。在耗到一定程度之后，星驰的法力屏障会愈发薄弱，接下来才是正常玩家对 BOSS 造成伤害的黄金时间。宋琦的身体在空中一个翻滚，趁着星驰还在麻痹状态之中，快速的冲了过去。一众道士玩家的攻击比宋琦的冲锋来得还要快，看着星驰被宋琦定住，一发又一发技能直奔星驰而去。之前星驰在空中飞来飞去太过灵活，导致玩家们的技能命中率极低，现在打固定靶子简直是爽歪歪。土系的迟缓、重力、水系的冰冻、硬直等一系列 debuff 一股脑先是甩在了星驰头顶。至于大范围的伤害技能，为了避免误伤宋琦，并未有人释放。1.0 版本的先行体验官们技术与意识都很在线，自然不可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出来。虽然大多数技能对星驰的限制效果微乎其微，但架不住数量太多。麻痹效果结束之后的星驰顿时感觉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般。宋琦的长刀已然杀至面前，星驰，贫道来助你。远处一声大喝传来，宋琦微微侧头一打量，正是当初第一次参与伏击的老熟人鸿飞尊者。星驰与鸿飞的眼神在空中交汇一瞬，便配合默契的各自释放技能向宋琦杀来。
鸿飞主修木法，木生火，二人配合之下，相得益彰。宋琦虽然精通火之意境，但只是对火焰的抗性较高，并非无法受到火焰的伤害。呼！在鸿飞的助燃之下，星驰周身的9条火焰巨蟒瞬间膨胀起来，9合为一，嘶吼着冲向宋琦面门。呵，不长记性！看着面前汹涌的攻势，宋琦双手交叉护于胸前，释放主动祭旋玉身。然而当宋琦的身体化作玉雕之时，星驰的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早就防着你这招！星驰大喝一声，手中法诀变换，只见巨大的火焰巨蟒一分为二，一左一右擦着宋琦的身体呼啸而过。宋琦的身体恢复常态，神色一变，只见后方的2条火焰巨蟒瞬间调转，再次合二为一，向宋琦扑杀而来。宋琦是借助外力浮空，所以在高空上移动并不算灵活，整个身影全部被火海吞没。轰！爆裂之声不断响起，宋琦的身体像是断线的风筝一般不断后退。然而火海始终紧紧跟随着宋琦的身体，持续不断的造成伤害。星驰借机调转飞剑，与宋琦拉开距离。哈哈哈！远处，星驰放声大笑。二人交手多次，星驰自然已经摸清楚了宋琦的法器宝衣上附加着一个非常强力的防御技能，但这个技能的弊端同样很大，那就是持续时间极短。只要掌握好数的释放时机，就能完美破解宋琦的这一防御神技。看着宋琦被火海吞没，星驰心中大为惬意。即便宋琦的抗性再高，这一下子也绝不好受。事实也确实如此，正面结结实实吃了星驰一个强化满大，宋琦被下了近3万点的生命值。大多数伤害源自于火焰的爆裂效果，还好持续的灼烧被宋琦的火之意境及时抑制。火海中血气狼烟不断升腾，宋琦的双眸里似乎有火光闪烁，脑海深处一团团火焰炽烈的灼烧跃动。紫霄龟刀入鞘，红莲业火自明夜的刀鞘之中升腾起来。虽然玄玉身的弱点被星驰看破，但火法攻击的最大弊端，星驰也无法抹除，那就是乳之火焰，可为我用。宋琦的身影快速在火海中穿行起来，感知不断向外延伸，很快捕捉到了鸿飞的位置。完线上被打野 gank 了该怎么办？宋琦的选择向来是先杀打野，只有把帮忙的人打痛了，他今后才不敢再来抓你。枪！明夜拔刀出鞘，宋琦的身影在这一瞬间跃出火海，火海疯狂地暴动起来，在宋琦身后汇聚成一道长河，跟随在明夜斩出的痕迹之上。鸿飞看着宋琦的身影化作流光，直奔自己而来，瞳孔顿时一阵收缩。晦气！这莽夫怎么冲着自己来了？早知道不掺和星驰这点破事了。鸿飞调转方向，驾驭飞剑快速向远方逃窜。然而惊鸿的刀光更快，眼看着就要火烧屁股，鸿飞自乾坤袋中撒出一把符篆，脸上伴随着一阵肉疼之色。森森寒意爆发，一道道水幕与冰墙升起，阻挡在鸿飞与火海之间。这些水系的7品符篆是鸿飞最近花费重金跟一位水系同门交易所得。自打上次参与劫杀宋琦之后，鸿飞心中就隐隐有一种不安之感，所以专门交易了一些水系符篆防身，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滋，水与火不断交融，然而结果却是水被烈焰蒸发。水虽然克制火焰，但在水量不足之时，也只能被烈火蒸干。鸿飞发出一声惨叫，身影最终还是被火海吞没。一张又一张替身指人用出，鸿飞浑身缠绕着火焰，跌落在血源之中。这一刀可是带着业火的一刀，威力甚至比上次斩向元正的那一击更加惊人。系统，你对鸿飞尊者造成15万点伤害。鸿飞的身体在地上滚来滚去，烫化了大片积雪之后，终于熄灭了火焰。浮云的持续时间已到，宋琦的身体飞快地向下坠落，目标正是下方的鸿飞。看着宋琦手中灼烧着业火的长刀，鸿飞简直是亡魂皆冒。这煞星盯上自己了！我盾！此时地面上的积雪已经完全融化，露出了地面。土盾作为最为实用的盾法，几乎每个道士都会掌握，只不过主修土法的道士可能会更加圆润如意一些。当然，某非常怕死的中性道士算是个例外。看着鸿飞的身影遁入地下，宋琦冷哼一声：“别以为钻进土里，武者就奈你不得。”明夜龟刀入鞘，离人愿化作一道璀璨刀光直击鸿飞遁地之处，大地被撕裂，宋琦浑身气血缭绕，钻入土层之中。成片成片的土石被宋琦锋锐的气血破开，在前方逃逸的鸿飞眼珠子都快要冒出来了。这莽夫太瘆人了！嗖！鸿飞的身影破开土层，直奔上空而去。坠！一声厉喝自上方传来。程轩正在与一位青衣交筑激斗法，二人激战至此处，
正好瞥见宋琦在地下追杀鸿飞。稳稳占据上风的程轩顺手打出了一道控制，鸿飞的身影刚刚腾空，还未在飞剑上站稳，就又被压回了土中。璀璨的刀光紧接而至。第89章斩鸿飞负2万。鸿飞的法力屏障被宋琦撕裂，一刀径直斩在鸿飞右臂之上。火焰、雷霆、破定3种效果同时触发。呼！鸿飞化作纸人，消失在原地。100米外的地面上，鸿飞脸色又青又红，整个人已然是动弹不得。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浮现在鸿飞右臂上，暗红色的火焰与深紫色的雷霆不断闪烁其中。轰！大型推土机宋琦同学破土而出，身影化雷霆，业火长刀灼烧的空气都有些扭曲。鸿飞胸口悬挂的玉牌一阵闪烁之后，身影恢复了行动能力。只见鸿飞架起飞剑，直奔上空而去。好气，好气！看着到手的鸿飞就要这么逃了，宋琦心中气得够呛。上方由于程轩与青衣教另一位筑基的到来，乱战再次扩大了规模。星驰与一众玩家一同被卷入了战局之中。程轩的实力很强，在一众玩家的辅助之下，稳稳压制住了原本的对手与星驰。不过此时显然已经腾不出手来帮助宋琦。眼看着鸿飞越飞越远，宋琦在地面上不甘心地追逐了起来。高空中一柄飞剑划过长空，直奔逃窜之中的鸿飞而去。那飞剑的款式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得道年来800秋，不曾飞剑取人头。一道熟悉的声音自地下响起，钟柴手掐剑诀，操纵着飞剑，身影自地下钻了出来。老钟！看着这熟悉却又陌生的身影，宋琦面色一喜。此时的钟柴容貌已经略有改变，原本稍显苍老的面容，如今变成了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模样。半个多月未见，钟柴已然是破境成功，成为一名筑基修士，并且顺利炼化了元正的飞剑。此时的钟柴一身法力汹涌而澎湃，不仅是破境成功，生命层次也一同升华，正式晋升为领主级模板。在破境之后，感觉着自己膨胀的实力，一直苟在后方的钟柴也是有些抑制不住的飘飘然起来，兴冲冲的在闭关的山脉里追逐到白玉京城外，被寒风一吹之后，冷静终于又占据了老钟的大脑。此时白玉京城外战局已起，一众高端战力在雪原深处厮杀，感受着不断翻滚的能量波动，钟柴下意识地遁入了地下。在场的筑基那么多，不适合过于高调。跟随着能量的波动一路遁地，钟柴在半路上发现了被宋琦打成半死的鸿飞，顿时眼睛一亮。突破筑基总归是要助兴的，痛打个落水狗总不过分吧。于是钟柴非常有逼格的祭出飞剑，将半空中的鸿飞拦截了下来。半空中鸿飞神色一阵变幻，大于一方竟然又有一位实力强劲的筑基参战，而且面前与自己缠斗的飞剑正是老友元正之物。莫非自己今日也要与元正一般生死道消吗？一抹悔恨之意在鸿飞心中悄然浮现。或许当初在天师决定举教入世之时，自己就应该脱离宗门，尽管无缘筑基，但也能在山林之间逍遥快活。不过还是那句话，这世间并无后悔药。接连吞下好几颗丹药，鸿飞强行打起精神。地面之人虽然实力不差，但很明显刚刚突破，飞剑的技用并不纯熟。只见鸿飞一手掐剑诀操纵飞剑，不断闪避着钟柴的攻击，另一只手掐法诀，道道青色光辉于鸿飞周身流转。在丹药与恢复之术的双重作用下，鸿飞又青又红的面庞终于勉强恢复了一丝人色。不过鸿飞紧皱的眉头却并无一丝舒展，残留在鸿飞体内的火之意境与雷之意境大幅度的压制着恢复的效果，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状态根本不可能。地面上宋琦看见这一幕，脸色一变，坏，这鸿飞会奶。不过想来也正常，当初在上古梦境中的知古韵和资密如尚未突破筑基境，就已经奶量惊人。这鸿飞作为主修木法的筑基，不会奶反倒怪了。老钟，快，送我上天！以宋琦对钟柴的了解，即便老钟突破了境界，还提升了生命层次，本质上还是从新一个。指望老钟亲自驾驭飞剑将鸿飞拦下来，不如指望母猪会上树。现在只希望老钟开车的技术能够熟练一些。好，钟柴满口答应下来。一番操作之后，钟柴发现自己使用飞剑战斗确实还不是很熟练，根本留不住鸿飞。但是开飞剑带个人，问题不大。宋琦双膝下蹲，原地起跳，直冲入半空之中。嗖！钟柴的飞剑一个转向，稳稳停在宋琦身下，带着宋琦升入空中。芜湖，鸿飞，吃我一刀！又来！鸿飞看着宋琦又被筑基修士用飞剑托起，瞬间回想起了那一夜的惊艳一刀。元正就是这样死在高空之中。鸿飞调转飞剑，向着雪原深处逃命。
然而此时的鸿飞已经负伤，飞剑的行进速度远不如鼎盛状态，哪里能逃得过钟柴的飞剑？二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一道道夜火刀光向着鸿飞斩来。鸿飞无奈之下，只得掐起法诀，转身应战，在空中架起青色屏障，阻拦宋琦斩出的刀光。交战之间，鸿飞的身影难免停顿下来，而宋琦脚下的飞剑有专人操控，根本无需分神。二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到只有几十米。枪！归刀入鞘，离人怨。轰！鸿飞面前的青色屏障被宋琦斩得四分五裂。拔刀！惊鸿！宋琦的身体跃入高空，夜火裹挟电光，长刀斩向面带惊恐的鸿飞。噗嗤！又一道伤口添在鸿飞身上。负2万！鸿飞的身影再次化作纸人闪烁至远处。反！怎么能反制一下替身纸人这个技能？在线等，很急。然而反制道士还得是道士。下方的钟柴一路土遁追随，在鸿飞的身影浮现而出时破土而出。坠！作为火法与土法双修的钟柴，虽然土法的技能点全加在土遁上，但这种比较常见的术还是能掌握的。身影刚刚浮现而出的鸿飞瞬间感觉到一股大力传来，不由自主地向下方坠去。钟柴心分两用，另一只手掐剑诀，将在高空跌落的宋琦拖住。看着不断坠落挣扎不开的鸿飞，宋琦瞬间双眼一亮，注视之谋，标记已然打上。轰！鸿飞的身体坠落地面，砸出一道深坑，噗的一口老血喷了出来。替身指人，再转！然而鸿飞的位置已被宋琦的感知锁定。当鸿飞的身影再次凝聚之时，一股被窥探的感觉与浓浓的危机感同时传来。电光石火之间，鸿飞根本来不及解除注视之谋的标记。高空上，宋琦一跃而起，从天而降，准确地出现在鸿飞转移位置的正上方。看着近在咫尺的宋琦，鸿飞面露绝望之意。斩！轰！法力屏障破碎。吃！鸿飞的头颅高高飞起。系统，你对鸿飞造成18万点致命伤害，鸿飞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星号15000点。虽然伤害基本上都是宋琦一个人打的，但是钟柴以及程轩分别提供了控制效果，经过系统的折算，扣除了宋琦一部分经验。哈哈哈！宋琦落在地面上，放声大笑。第二位青衣浇筑机被宋琦斩杀。此时宋琦与钟柴已经远离方才的战局，所以鸿飞的死暂时并无人知晓。老钟，来挑点你能用的。老钟在此战之中出力很大，战利品里应分给老钟一些。这一次由于宋琦没有使用大杀伤力的绝招避敌，所以鸿飞一身装备保存的还算完整。除了身上的那件法衣与胸口挂着的玉牌被宋琦斩碎了以外，其他东西多还能用。啧啧，难得你小子大方。什么话？说的什么话？上次袁正的飞剑不都给你了？二人飞快地将袁正身上的装备搜刮干净。老钟象征性地拿了个戒指与那块碎裂的玉牌，其余的物品全部留给了宋琦。宋琦将东西全部收入乾坤袋里，随后在远处寻到了鸿飞掉落的飞剑，一柄道士专用的7品法器飞剑，属性非常之好。发财了！等打完仗，宋琦准备狠狠宰周衍一笔。老钟，走，随我再去杀了那狗星驰。宋琦将法器飞剑收入乾坤袋，意气风发，飞剑腾空，寒风吹得宋琦黑发乱舞。土层之下，钟柴看着这个画风，感觉分外奇怪。坏了，我成这小子的坐骑了。想到这里，钟柴神色一阵变幻。不行，一会得让这小子多分我点。飞剑化作流光，转瞬杀回星驰所处的那片混乱战场。星驰老狗，受死！宋琦的暴喝之声仿若惊雷一般在天空炸响。星驰被吓得浑身一抖，转身向声音的方向望去，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最开始宋琦斩杀袁正的时候，星驰由于被云霞追得太紧，并没有看到宋琦借剑飞行的画面。如今看到一位武夫御剑飞行，简直是瞬间震碎星驰三观。不过星驰很快就反应过来，是有一位筑基在驾驭飞剑，载着宋琦飞行。下方一众玩家也是目瞪口呆，这宋琦咋回事？武道双修？报告，有人开挂！看着宋琦越飞越近，星驰直接准备开溜。哪里走？程轩看见宋琦借剑而来，顿时知道还有一位筑基修士就在附近。只听程轩一声大喝，手中法诀变换，一道道土墙凭空而起，拦在星驰逃跑的必经之路上。星驰身前火焰喷涌，土石崩碎漫天，然而速度终究是慢了下来。老钟，加速，给我撞！高空之上，宋琦一声大吼，只见脚下飞剑青光涌动，速度顿时又是快上3分。轰！
两柄飞剑于半空中相撞，宋琦紫霄出鞘，顺势劈下。在宋琦没有砍到自己之前，星驰周身的火环直接炸开，将自己与宋琦向着相反的方向弹飞出去。莽夫！星驰内心疯狂怒吼。一众玩家也被宋琦的这波操作惊的是目瞪口呆。见过撞车的、撞飞剑的，还真是头一回见。宋琦被星驰一炸，跌落飞剑，很快又被钟柴抬了起来。而试图逃走的星驰再一次被程轩拦下。虽然青衣教还有一位筑基修士在此，但那人单打独斗都并非是程轩的对手，何况还有一众战力不高但打起来有些作用的玩家一同牵制。所以此时的程轩一边力压那位青衣教筑基，一边还能抽空阻拦一下星驰的身影。眼看退无可退，星驰运转法力，一声大吼：“诸位同门，速来此地！”你别说，星驰的人缘在青衣教中当真不错。在星驰一声大吼之后，四分五裂的战局快速向此地聚合。一位位筑基境的修士脚踏飞剑，飞驰于高空之中，斗法激烈。大于一众武将的身影也在地面上飞速奔行，不断向高空中打出远程攻击，为大于一方的筑基缓解压力。1000多人的玩家大军同时汇聚于此，看来战局分外激烈，已经有不少玩家阵亡，尚未来得及跑尸。老钟，冲！宋琦的身体再次在飞剑上站定，怒吼着向星驰冲去。今天来多少人，也救不了你。刀光闪烁，宋琦在高空中展开对星驰的追杀。星驰被砍得惨叫连连，只能依靠替身指人不断变换方位。此时没了鸿飞的相助，以星驰自身火法的威力，对宋琦造成不了太大威胁。宋琦干脆扛着星驰的全部技能，不断发起冲锋。战局终于汇聚一处，青衣教一众筑基修士站到一起，星驰慌也似的飞奔入人群之中。此时的星驰狼狈不堪，身上被宋琦开了多道伤口，不过好在尚无性命之忧。青衣教诸位筑基对视一眼，发现竟然少了一个人，鸿飞并未前来。鸿飞呢？一人出声问道。宋琦踏着飞剑立身在不远处，耳朵扇动着听清了这人的问话。还未等其他人答话，宋琦直接做出了抢答：不用找了，已经被宋爷我给斩首了。什么？惊呼声四起，众人的目光全部凝视向前方的宋琦，其中有半数人参与过对宋琦的围剿，一眼就将宋琦认出。这武夫竟然又斩了一位同门，着实可恨。青衣教众人皆是咬牙切齿，对宋琦怒目而视，法力汹涌而出，一发法术自空中凝聚成型，有巨石于上空压顶，有散发着寒气的冰霜之刃，当然最多的还是一发发灼热的烈焰。青衣教的这群修士之中，半数皆修火法，看着漫天的技能即将将自己淹没，宋琦竟然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站在后方的星驰观察到了宋琦这古怪的神色，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一张符篆自宋琦身前燃烧起来，七品符篆重置符，来自元正的乾坤袋之中。宋琦一身装备的主动技能冷却归零。玄玉身第90章一气化三清，漫天道法瞬间将宋琦的身影完全吞没。看着这一幕，大于一方勃然色变。宋宗师！惊呼声四起。然而此时宋琦距离青衣教那边太近，众人即便想伸出援手也来不及。被10多位筑基修士含恨合攻，即便是以生命力见长的武者，恐怕也有陨落之危。能量场不断旋转扩散，惊人的气劲四处轰飞。在其他术的效果结束之后，众多火法仍在顽强地灼烧着。宋琦所处的那一处空间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高温让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火海之中，宋琦的口中鲜血流淌不止，玄玉身被硬生生击碎，但却为宋琦吸收了大量的伤害。不过即便如此，宋琦的生命值还是被一众筑基的大招下了10万之巨。如果这些人都像星驰一般对宋琦非常熟悉，错开一下施法时间，宋琦恐怕要被当场秒杀。不过青衣教这些筑基修士只有半数跟宋琦打过照面。由于星驰知道宋琦克制火法，所以大多数主修火法的筑基从未与宋琦交手过。这一波宋琦赌对了。宋琦无法凭空制造火焰，想要将火之意境的威力发挥到极致，那就只能引诱别人向自己开炮。早在前来截杀星驰的路上，宋琦就跟老钟吩咐过，一会如果发现哪里有大量的火法爆发，直接带自己过去。同样，如果自己被集火，也不必慌张，宋琦自有保命的手段。否则按照老钟的性格，飞剑开着开着能直接给宋琦开到地下去。哈哈！火海中，宋琦放声大笑起来，手中明叶高举过头顶，周围的火苗亲密地簇拥在宋琦的周身。在这一瞬间，宋琦仿佛与火焰融为一体。下一刻，火海突兀地暴动起来。远处的星驰看见这一幕，瞬间色变。只听星驰高声呼喊：诸位同门，
速速防御！众人虽然不解，但星驰总归不会无的放矢。水形与土形的筑基各自施展手段，一道道防御屏障浮现于众人身前。只见火海疯狂地涌向一点，那一点正是明夜的刀身。宋琦的身影在愈发稀薄的火海之中浮现，一对眸子赤红如火，浑身燃烧着火焰的光芒。枪！明夜在众人的注视中挥刀入鞘，离人月！璀璨的刀光化作一道数百米长的半圆形火焰光环，直奔青衣教众人而去。面对着这一刀，无论是敌是友，都双目圆睁。一道又一道屏障在火焰的咆哮声中被无情碾碎。这一刀盛大而灿烂，照耀的天地生辉。火焰之海，如数奉还。系统面板之中，伤害数字不断跳跃。青衣教的一众筑基由于聚在一起，全部被这一刀所伤。只不过其中半数都是主修火法的修士，这些修士只是被气血斩伤，随后在烈焰之中火遁而逃。而其余筑基也是各自使用替身纸人，向着四面八方逃窜，只想尽快逃出离人院的杀伤范围。在这一刀之下，青衣教方才聚集起来的众人被斩得四分五裂。此时火焰仍在盛放，红霞漫天。钟柴驾驭着飞剑，载着宋琦穿行在火焰汪洋之间，目标直指正在火遁中的星驰。呼！星驰的身影在火海中火遁而出，然而在一开始，他的身影就已经被处于地面暗中窥探的钟柴牢牢锁定。追！一股大力呼的传来，星驰的身体猛然一僵。是谁在偷袭？星驰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开始下落起来。不过好在星驰的飞剑及时冲出火海，拖着星驰快速升空。是那位帮着宋琦驾驭飞剑的筑基修士。星驰一瞬间就想了个明白，大于一方只有程轩主修土法，然而他此时并未追向自己逃命的方向，竟然又有新的筑基高手参战，还盯上了自己。强烈的危机感令星驰如芒在背，现在只有再与他人汇合一处，方能活命。后方宋琦的视野内已经观察到了星驰的身影，注视之谋，一股被窥探的感觉油然而生。然而星驰还未来得及检查，就见到一座山头从天而降。土法搬山之术！轰！山头瞬间压在星驰头顶，星驰的法力屏障不断皲裂，整个人连带着飞剑不住下沉。替身纸人！呼！星驰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留下一张纸人被山头砸入地下。就是现在！飞剑之上，宋琦双目绽放出耀眼光芒。惊鸿！明夜出鞘，宋琦飞身而起，对着虚空之中斩去。惊鸿的落点处，星驰的身影缓缓凝聚而成。方一站稳，星驰的双眸之中就充斥着火焰刀光。不！星驰一声大吼，能用到的符篆一股脑的扔出，一道道火环在周身凝聚。然而这一切的术都来不及完成施法，明夜已然撕裂了星驰的法力屏障。是！星驰的身子断为两截，火之意境瞬间涌入星驰的躯体，摧毁了星驰一切的生机。系统，你对星驰尊者造成12万点致命伤害，星驰尊者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13000点。星驰的身上有不少伤害都是他人造成，所以分润到宋琦手中的经验更少了一些。半空中，宋琦的身体急坠而下。不过即便如此，宋琦还是顺手将星驰的飞剑收入了乾坤袋里。星驰！一声声怒吼传自四面八方，星驰竟然也被宋琦斩杀，而且还是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这已经是第3位惨死于宋琦手中的同门。嗖！钟柴的飞剑化作流光，稳稳地拖住宋琦。与青衣教一方不同，大鱼这边开心的简直像是要过年一样。鸿飞与星驰接连被宋琦斩杀，胜利的天平正在不断向大鱼这边倾斜。拿命来！不少青衣教的筑基齐齐转身，摆脱了各自的对手，向着宋琦杀来。宋琦看着这一幕，脸色一变。现在玄玉身进入冷却，自己的生命值也掉了一半，再被围殴岂不是要计？老钟，快跑！飞剑上，宋琦发出灵魂呐喊。不过飞剑并未向远处飞驰，反倒是急转直下，一个猛子扎入了地面。毫无防备的宋琦瞬间摔的是5迷3道，硬生生被钟柴拉进了土层之中。就在宋琦被钟柴拉入地面，逃窜求生之时，雪原深处2位君王的战局突发巨变。此时2人所处的一方天地已然战至残破，剑痕、雷痕在大地山峦之间留下无数创伤。你这是什么术？文人雄的惊呼之声自气血汪洋中传出，瞬间响彻雪原。大鱼一方与青衣教一方皆是色变，纷纷拉开距离望向雪原深处。那里乌云密布，气血之海与雷霆之海不断交汇碰撞，即便相隔甚远，仍旧有惊人的能量波动翼散到众人这边。
很难想象，如若没有天地规则的压制，文人雄与陆九江这样的绝世人杰会成长到怎样的高度？雷海之中，三道身影各踏着一柄飞剑，并肩而立。左边之人着黑衣，中间之人着青衣，右边之人着白衣。三人的面容一模一样，只不过黑衣与白衣的神情略显冷漠。竟然有3个陆九江！看着文人雄一直从容淡定的面容之上，终于浮现震惊之色。3个陆九江齐齐放声大笑起来。将军可曾听闻道门有一绝世奇术，名为一气化三清？一气化三清？文人雄身子巨震。作为往届 1.0 版本的绝顶人物，文人雄自然也是见多识广。一气化三清乃是上古人族道门的绝世之术，早已经失传不知多少岁月，如今竟然传承到了陆九江手中。不对，这种旷世之术，陆九江即使再精才绝艳，也不可能再助激进将其掌握。这定然是道门的鬼把戏，装神弄鬼。一道剑光斩出，然而却并未出现文人雄想象中的画面。陆九江青衣本体身边的2个身影，并非是残影被一剑斩散，而是真真切切的实体。文人雄的瞳孔止不住的收缩了起来。文将军，是神是鬼？你很快就会知晓。3个陆九江瞬间分开，呈3个方位将文人雄困在正中。轰隆隆，天雷滚滚。钟柴带着宋琦不住向雪原深处逃遁。地下，宋琦任由钟柴拉着自己穿行，自己则是吞服了一些增加搬运效果的丹药，抓紧时间调息恢复状态。在宋琦斩杀了3位青衣教筑基之后，彻底点燃了青衣教众人的怒火。大家纷纷丢下手头的敌人，遁入土中追杀宋琦。此时的钟柴已然是满头大汗，即便土遁技术再为纯熟，拖着宋琦这么个拖油瓶也跑不太快。造孽啊！这小子拉仇恨的能力也太强了。大于一方的筑基也全部遁入地下，追逐着青衣教修士的身影而来。看见这一幕，一众武将面面相觑，直接麻爪。在天上还能用远程攻击周旋一下，遁地了这还怎么打？而道士玩家们则是互相对视一眼，纷纷土遁潜入地下，想要继续参与战局，留下一众武者玩家在寒风中与大于武将们互相凌乱。轰隆隆，雷鸣之声越来越近。入定中的宋琦终于被雷鸣所惊醒。虽然调息时间不算太久，但整体的消耗也不算严重，只是生命值掉的有点多。如今配合上各种丹药的效果，已然是恢复了七七八八。看着宋琦转醒，老钟面色一喜，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吧，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实在是耗不起啊。还莫等宋琦开口说话，钟柴就嗖的一声将宋琦扔出了地面。宋琦一脸懵逼的露头，随后神色大变，因为宋琦发现文仁雄与陆九江的身影已然在不远处。但是怎么他娘的有3个陆九江啊？此时的文仁雄被3个陆九江围攻，头盔已经掉落，满头黑发在空中狂舞，身上布满了雷击的焦痕，一身雪白的袍子也已经脏乱不堪，样子颇为狼狈，很明显是落入了下风。文仁雄看见宋琦突兀的在地下露头，瞬间面色一喜，宋宗师，快来助我！上空中3个陆九江同时转头，6只眼睛齐齐的盯着宋琦，一同开口，切莫自误，声音滚滚，仿若雷霆。然而陆九江此时并不知道，宋琦已经连斩了3位青衣教中的筑基。最开始陆九江是在闭关，所以青衣教众人担心影响陆九江的心境，并未告知陆九江袁正已死。后来陆九江出关，直接发起了白玉京城外的大战。陆九江遇闻仁雄激战正酣，无心他顾外围的战局。上述2条消息，但凡有一条陆九江知晓，早在一开始都不会对宋琦那般和颜悦色。然而面对陆九江的好言相劝，宋琦只能说一声心领。紫霄出鞘，宋琦杀入雷海之中。浅浅的一番试探之后，宋琦发现3个陆九江只有1个是真的，青衣为本体，黑白为分身，一个又一个身影紧跟着在地下露头。然而他们发现此时的宋琦已然冲入雷海。青衣教众人看着上空3个陆九江的身影，面色狂喜，而大于一方看着略显狼狈的文仁雄，则是面色大变。杀！有了陆九江收拾宋琦，宋琦必死无疑。所以众人皆是腾出手来，继续与大于一方的修士斗法。不多时，道士玩家军团纷纷土遁而出。大于一方的筑基们面色一喜，这些道友虽然实力平平，但好在人多势众，可以分担不小压力。然而玩家们却并未理会一众领主级别的战场，反倒是双眼冒光的盯着不远处的快乐3打2。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陆九江一化为3，但所有玩家都准备参与到最终的 BOSS 之战中来。倒是玩家们在众多领主一脸懵逼的表情中，嗷嗷叫着冲入了君王级战场。不过好在地平线上远远出现了大于一众武将们的身影。
总算是来了一批靠谱的帮手。最后赶到现场的武者玩家们看着已经分外火热的君王 BOSS 战场，一同发出冲锋的怒吼。高空之上，陆九江看着如此多人围攻自己，竟然放声大笑起来。既然如此，诸君，请随贫道入图一战。一道灿然的黄色光晕绽放开来，山河设计图在青衣陆九江的催动之下展开画卷，漂浮在半空中不断放大。黄色光晕依次落在所有对陆九江发起过攻击的角色身上，一股大力传来，所有人均被射入图中。3个陆九江最后入图，场面为之一空，只留下一众筑基以及大鱼的一干武将，其余所有人均入山河设计图。第91章龙吟。山河设计图内自成一方天地，只不过此时的图中天气极其恶劣，乌云密布，大雨倾盆，雷鸣电闪。脚下是一条蜿蜒的大河，河水在大雨的浇灌之下，水位不断上涨，冲击着河岸两边为数不多的土地。再向外延伸，便已经是图的边缘。陆九江主修的乃是雷法与水法，所以图中的环境被陆九江特意调整为雷雨天加水之地势，这样会对陆九江的作战更为有利。系统，你受到山河设计图的压制，全属性下降 30%。 看着系统的提示面板，宋琦的面色分外难看。没想到这山河设计图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不仅能够转换地形，还能压制对方的实力。反观陆九江的青衣本体，浑身气势仿佛更猛烈了一些，局势瞬间大坏。 1.0 版本由于火法的威力最强，绝大多数的道士玩家都选择主修火行术法，在这种雷雨天气之下，道士玩家们直接哑火。此时战场3分，文人雄于一处最开阔的地形上与青衣陆九江大战，一众玩家们联手攻击白衣陆九江，战况分外惨烈。而宋琦原本想与文人雄一同进攻陆九江的青衣本体，但却被黑衣陆九江死死拦住。陆九江分身 LV20 筑基境，生命模板君王，生命值100000001000000，其余信息不详，1/3的生命值上限。那么代表着这个分身大概是有陆九江1/3的实力，怪不得文人雄被陆九江压得抬不起头来。宋琦觉得2个1/3实力的分身为陆九江带来的提升远不止2/3那么简单，3个陆九江联手，实力差不多能翻1倍。这么想一想，文人雄还真是够坚挺的，估计是生命值极后一直在拿血硬抗。宋琦面前的低空中，黑衣陆九江面无表情，手中法诀转动，森森寒意自空气中弥漫。宋琦感觉自己的行动开始变得迟缓起来，甚至不断开始有冰霜附着于体表之上。水法冰冻之术，宋琦的身体很快化作一座冰雕，僵直在原地。一般的这种水系的控制效果很难对拥有火之意境的宋琦生效，但陆九江的术非同一般。轰！黑衣陆九江的法诀再次变换，滚滚雷霆自高空落下，向宋琦化作的冰雕劈来。气血升腾，冰雕寸寸皲裂。在雷霆落下之前，宋琦自冰雕内脱困而出，落雷听雨。宋琦直冲空中而去。如果说这里对宋琦唯一有利的一点，那就是空间不算大，天与地之间相隔不远，宋琦即便无法飞行，凭借着跳跃也可以对低空中的陆九江连续发起攻击。而且空间不大的情况下，陆九江很难大范围的转移进行风筝，只能与宋琦近距离贴。虽然图中的鬼天气让火之意境与明夜难以发挥，但宋琦同样是雷之意境的领悟者。尽管雷之意境的领悟并没有火之意境深刻，但这里同样算是宋琦的主场。紫霄长刀电光缭绕，妖异的紫色光辉直奔黑衣陆九江而去。然而黑衣陆九江并没有任何躲避的意思，手中法诀不断变换，一条条嘶吼着的水龙自大河中冲出，向着宋琦周身各处缠绕而来。半空中，宋琦的身形再次被控制住，雷霆大范围的向着宋琦所在之处劈落。吱吱吱，电光闪烁。尽管很多水龙在第一时间就被宋琦的气血震断，但漫天的水花却是雷电最好的导体。宋琦的身体抑制不住的在半空中抽搐了起来，随后一头栽入大河之中。有雷之意境傍身，宋琦对雷霆的抗性也是很高，再加上没有被雷霆当场劈中，只是一些间接伤害擦掉了宋琦的一些血皮。沉入河底的宋琦双眼中散发出思索的光芒，这黑衣陆九江的表情从始至终极木讷，而且与青衣本体有一个很大不同。宋琦虽然只是瞥了2眼文人雄与陆九江之间的战斗，但是宋琦发现了陆九江一个非常明显的小习惯，那就是在施法的时候，陆九江基本都会带一个语气助词，比如来、去、落等，但是黑衣陆九江却一直一言不发。再加上黑衣陆九江的表情与神态，宋琦大胆猜测，或许这个陆九江的分身没有什么神智，只有施术的本能。
你别说，这一波还真让宋琦猜了个正着。陆九江的一气化三清位阉割版分身的实力仅为本尊的1/3，而且不具备神智。陆九江需要心分三用，在本尊行动自如的前提下，控制其余2道分身。一开始是本尊与分身和公文仁雄一人，还算操作自如。如今战况3分，陆九江的心神非常之抓马，不仅要操作3柄飞剑，而且要应对不同的敌人释放不同的术。此时的陆九江已经放弃了2道分身的绝大部分操作，专心致志地死磕面前的文仁雄。只要先将文仁雄击败，剩余众人皆为乌合之众。上方一朵朵乌云汇聚一团，大片的雷霆汇聚成雷网，直接向大河倾落而下。看着头顶的紫色电光，宋琦终止了水下的沉思。轰！气血涌动，宋琦的身影冲出河面，溅起大朵的浪花。河边上，宋琦站定，手中紫箫高举过头顶，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主动技天瀑，紫箫刀身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辉。半空中的雷云不安分地躁动起来，逐渐开始脱离黑衣陆九江的掌控。然而，陆九江的青衣本体并未发现此处的异样。滋啦滋啦，一道又一道电光劈在紫箫刀身之上，宋琦的身体开始不断颤抖起来。好在陆九江的雷法威力与真正的天雷不可同日而语，否则这一整片雷网都被宋琦吸了过来，早已经当场暴毙。蓄能完毕，紫箫的刀身之上，雷电弧光闪烁百米。上方的黑衣陆九江仍旧是面无表情的模样，就仿佛没有看见这一幕一般。哈哈哈，果然是不太聪明的亚子。宋琦内心狂笑了一番之后，纵身跃入半空，天瀑化作雷电长蛇，径直向黑衣陆九江斩去。哗啦啦，一道道水幕自大河之中涌起，拦在黑衣陆九江之前。看见黑衣陆九江的操作，宋琦差点要笑出声来。这操作可太机械化了。温馨提示：水可是会导电的哟。电光跃动，一道道水幕被天瀑展开，黑衣陆九江的法力屏障瞬间破碎，整个人在雷电长蛇之中剧烈抽搐起来，生命值哗啦啦的狂泻不止。专心御文仁雄厮杀的陆九江神色一变，紧忙控制分身，使用替身指人向远处转移。然而当本体反应过来的时候，黑衣陆九江已经被宋琦下了近40万点的生命值，即便是君王模板，道士的肉身防御也不会太强，更何况还是一具分身。黑衣陆九江在远处重新凝聚身形之后，脸上终于浮现出人性化的震惊之色。陆九江原本以为宋琦只是一个侥幸获得了龙脉相助的好运小子，但没有想到宋琦的实力竟然如此惊人，能够爆发出这等恐怖的破坏力。远处已经完全落入下风的文仁雄抓住陆九江本体分心的瞬间，果断出击，一道璀璨的剑光划过山河设计图之中，在陆九江的本体之上开出一道伤口，总算是扳回来一些局面。陆九江的本体一皱眉，只得收敛心神，继续压制文仁雄。一众玩家与白衣陆九江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漫天道法乱飞。武者玩家皮糙肉厚，尚能承受住白衣陆九江的 AOE 擦伤，但如果有道士玩家躲避不及时，当场就要暴毙身亡。这一战，玩家中的全部高手已是倾巢而出，但奈何陆九江乃是整个 1.0 版本最为恐怖的君王级 BOSS， 而且其实力在君王中或许也堪称顶尖。所以即便是一道分身，也可与上千位精锐玩家杀得难解难分。由于宋琦单独被黑衣陆九江阻拦，魏白只得挺身而出，成为了玩家大军中的绝对主题。一众擅长辅助技能的道士狗在后面疯狂给魏白打状态，再加上陆九江对于白衣分身的分心最手，魏白勉强还算是支撑得住。略微打量了一下其余2处战场，宋琦收敛心神，提刀向黑衣陆九江杀去。分身尽管没有神智，但会始终执行本体的指令，所以宋琦也无法无视黑衣的纠缠，直接去攻击陆九江的本体。此时只能速战速决，再行之原文仁雄。紫箫刀身之上，雷光阵阵，宋琦不住自地下跃起，斩在黑衣陆九江身上。由于本体无暇分心操作，所以黑衣陆九江对于替身指人的释放分外不及时，宋琦好多刀的伤害都实打实的落在了黑衣陆九江身上。很快，黑衣陆九江就被宋琦斩得伤痕累累，身影开始虚幻起来。但是宋琦同样也不好受，陆九江水法与雷法配合之下，威力倍增，而且施法间隔极短，宋琦为了尽快结束战斗，不得不硬抗了很多伤害。由于被山河设计图压制了 30% 的全属性，所以宋琦此时的生命值上限只有 194040点。先前释放天瀑伤了自己一波，如今又狂吃了不少技能，生命值已然是掉到了8万左右。不过好消息就是，黑衣陆九江100万的生命值已然见底。就在宋琦准备一鼓作气做掉黑衣陆九江之中，
却发现山河设计图中的大河正在疯狂地涌动。宋琦不由自主地瞪大双眼，只见整条大河腾空飞起，在空中化作一条水之大龙。空中乌云滚滚，无数雷霆化成一柄巨剑，插入水龙之中，组成了巨龙的脊骨。巨大的水之神龙嘶吼着，向地面上的文人熊冲杀而去。文人熊立身于一处残破的大地，一声大喝响彻天际。只见文人熊手中的宝剑散发出无尽的金色光辉，一道通体雪白的身影自文人熊身后若隐若现，剑光撕裂天宇，化作一头活灵活现的白虎，直奔空中的水之大龙。轰！光华四射，所有人在这一瞬间都不由自主地将眼神闪避开来。虎啸与龙吟声不断传出，肆虐的能量气场让山河设计图的空间都开始摇晃起来。半空中，陆九江略显苍白的面容隐隐浮现，文人熊则摔倒在一片水坑之中，生死不知。文人熊败了，先是被一气化三清夹击，负伤不轻，后又被山河设计图削弱，而陆九江作为图纸掌控者，反倒得到了加强。此消彼长之下，文人熊终究是败了。哈哈哈！青衣陆九江放声大笑起来，这一战终究是贫道胜了。噗嗤！黑衣陆九江的头颅被宋琦斩下，身体直接化作虚无。由于是一道分身，所以并未给宋琦提供经验。黑衣陆九江的飞剑化作一道流光，返回到陆九江本体手中。在黑衣陆九江被宋琦斩杀之后，白衣陆九江的身体也开始虚化起来，最终消失于无形。看来两个分身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当一具分身消亡之后，另一具分身也会随之溃散。所有玩家汇聚一处，经过一阵激烈的交锋，玩家们已经阵亡了数百人。由于山河设计图是一处独立空间，阵亡的玩家们此时无法跑尸重返战场，所以此时尚能留在此地的玩家仅有500左右。宋琦手持长刀，立身于一众玩家之前，一道又一道增益状态打在了宋琦身上，生命值也在水行与木行道术的技能下开始缓慢恢复。紫霄修长的刀身横立，刀尖直指陆九江的方向。胜负尚未可知。看着地面之上的宋琦与其身后的乌合之众，陆九江微微摇了摇头，说道：鲍鱼气数已尽，尔等如此行事，等同逆天而行，何不归顺于我，推翻鲍鱼，重塑寰宇？然而面对着陆九江的招降，并无一人予以回应。既然如此，贫道只好请诸位上路。乌云汇聚，雷霆滚滚而来。陆九江本体的攻击远远超出2道分身，电光之中，即便是宋琦都有些难以抵抗，遑论其他玩家。宋琦孤身一人穿行雷海，直奔陆九江杀去。然而大水从天而降，将宋琦的身影死死地镇压于河底。胜负似乎已定，等待玩家们的只有连续不断的阵亡。呜嗷！一道苍凉的嘶吼，仿若来自亘古的洪荒，它于四海八荒、天地寰宇之间悠悠回响。一条数百米长的五爪金龙，浑身燃烧着熊熊的金色气焰，翱翔于天际之间。在这道龙吟之后，山河设计图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途中，陆九江神色巨变，一道同样高昂的龙吟之声自其体内传出。2道龙吟声里应外合，山河设计图的空间再也维持不住，轰然碎裂。第92章第1卷中，世间早已无真龙，为何此处有真龙显现？所有人均已停手，目瞪口呆地望着翱翔于苍穹中的庞然巨物。它神圣而庄严，凛然不可侵犯。山河设计图空间破碎，宋琦等一众玩家的身影与陆九江一同回归主世界。大将军！一声声惊呼响起，大鱼的武将们纷纷发现了文人熊倒在水坡之中的身影。一众武将蜂拥而上，将文人熊自水坡中捞出。此时的文人熊面如金纸，气若游丝，胸口处被开出一道巨大的血洞，其上不断有电光在闪烁。但好在终究是保下一条命来。高空中，陆九江面色苍白，一道灿金色的身影在其身畔不断环绕，嘶吼：这世间并无真龙，此乃龙脉显化之所在。大鱼共有9条龙脉，镇压于大鱼境内9处险地之中，其中有2条分属于北地，其一栖息于永恒雪域之中，已被陆九江射走，而原本永恒雪域内龙脉镇压之处，则被陆九江以一上古之物行偷天换日之法，取龙脉而代之，重新封印镇压。其二便是苍然山脉之中的龙脉。陆九江原本想以江山设计图取代龙脉镇压9尾，但没想到被半路杀出的宋琦所破坏，最终龙脉出逃，9尾封印破裂而出世，龙脉不可轻动。那么眼前的真龙只能是苍然山脉中的那一只。轰！随着山河设计图空间破碎，宋琦被压制的属性全部回归，血气狼烟在河底炸裂，浪花飞溅。宋琦在漫天金银之中一跃而出，
龙哥看着天际中翱翔的庞然巨物，宋琦瞬间就认出了，正是在苍然山脉中脱困的龙哥。不过，龙哥来这里干什么？他不是不擅长战斗吗？还没等宋琦与龙脉搭话，龙脉的声音便如雷霆般滚滚咆哮而来。龙脉一族乃是天地自然之生灵，没有人可以强行将我族镇压。陆九江眉头紧蹙，回答道：贫道无意与龙脉一族为敌，但奈何大鱼国运附着于龙脉之上，贫道在推翻大鱼之后，定放尔等自由。好！高空上，陆九江的身体中2道龙吟之声同时传出，噗！一口鲜血喷洒而出。陆九江一直未能将龙脉彻底炼化，如今陆九江、玉文仁雄以及一众玩家接连大战，状态已然跌落太多，龙脉再也镇压不住。反噬开始了。在龙哥逃出苍然山脉，前往南方投奔亲戚之后，永恒雪域的龙脉就向大家发出了独特的求救信号。但是其他龙脉无法随意行动，所以龙哥只能孤龙前来营救永恒雪原中的弟弟。不过自打那次消息传出之后，永恒雪域的龙脉就被陆九江彻底压制。龙哥在永恒雪域中寻找良久，也未能找到一丝线索。如今陆九江状态下滑，龙脉的气息终于露出，于是龙哥一路风驰电掣赶到了这处决战之所。2龙里应外合之下，成功破开了山河设计图的空间。随后龙哥通过龙脉之间的特殊联系，成功帮助永恒雪域中的弟弟完成了对陆九江的反噬。但是这还不够，只有彻底击杀掉陆九江，才能将永恒雪域中的弟弟释放出来。天际之上，真龙那对碧绿的瞳孔向下四处打量。很快，龙哥发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龙哥的一对碧瞳瞬间亮起，是好人。好！龙哥的身影向着大地俯冲而下，青衣较重，擒下龙脉。陆九江在高空之中一声大喝，自己第一个架起飞剑，向着龙哥直冲而去。然而他的身影却很快僵在半空之中，体内的龙脉开始疯狂地发起反抗。一众青衣教的修士纷纷向龙哥施展道术。多日未见，龙哥逃命的本事已然进化了一个维度，庞大的身体扭动着，避开了一个又一个技能。下方一柄飞剑拖在宋琦脚下，将宋琦引入上空。钟柴的身影悄然在浮出地面，虽然不知为何，但根据钟柴的观察，这龙脉就是直冲着宋琦而来。龙哥，好人！宋琦的身影高高跃起，站定于龙首之上。呜嗷！龙吟之声响彻四野。大鱼的9条龙脉于同一时间仰天长啸。大鱼境内23州尽皆震动，你可以帮帮我们吗？一道虚弱的声音悄悄传入宋琦耳中。宋琦向高空张望，陆九江身边的龙脉与龙哥同样碧绿的瞳孔直视着自己。大鱼龙脉之困，任务难度天级下等，任务类型主线，任务内容永恒雪域中的大鱼龙脉被陆九江强行镇压，如今他向你发出了求救。任务时限无，任务奖励未知，评价好人卡+1。真龙咆哮，寰宇震动，金色霞光映射苍穹。呼！宋琦脚下的真龙燃烧起无穷无尽的金色气焰，那气焰瞬间将宋琦全身包裹其中。宋琦感觉肆虐的能量开始自体内奔涌，2倍、5倍，龙哥承受不住了！宋琦的嘶吼声响彻天穹。系统，你获得真龙赐福，你的全属性提升1000%，持续时间1/3炷香，你的全部状态恢复最佳，全部技能冷却重置。来自龙哥本体的祝福让宋琦有些无福消受。尽管8门遁甲同样会为宋琦提供超越10倍的增幅，但那是属于体内潜力的激发，而并非是外界强行的赋予，二者之间差别很大。但是想要彻底击败陆九江，只有面前这一条路可走。一抹疯狂之色自宋琦眼底悄然浮现。开门！开！20倍全属！轰！宋琦的气血化作金色气焰熊熊燃烧而起。修门！开！200倍体质！气焰在宋琦周身不住的旋转起来。伤门！开！200倍力量，宋琦的全身都开始痉挛起来。环绕在宋琦周身的金色气焰瞬间炸裂，伴随着宋琦声嘶力竭的怒吼，将云霄全部冲散。宋琦的肌肉正在不断的撕裂，但在高强度的体质之下，又开始飞速的愈合。近乎无法操控的庞大力量在宋琦体内肆意涌动，但只有如此，才能爆发出绝杀一击，彻底击溃陆九江。在宋琦灿金色的双眸之中，开始不断蔓延赤红的韵味。气血长龙，卷动风云，燃血术，1万点气血喷涌而出。
红莲，业火自明夜刀鞘之中开始升腾，这就是宋琦全部的一刀。惊鸿，枪，明夜出鞘，陆九江。宋琦的嘶吼，真龙的吟唱，赤金与暗红在天穹之间交杂，化作最为灿烂的霞光。陆九江的身体仍然僵硬在半空之中，龙脉的反扑令其动弹不得。一幕幕画面在陆九江眼前流转。7岁时，北地大旱，颗粒无收，一家老小全部饿死于云州的一座小村庄之中。在弥留之际，陆九江感觉被一双温暖的手掌所拥抱。随后，陆九江被上代天师带上了星云山青衣教。陆九江天资聪颖，天赋惊人，短短数日就成功参悟了道门心法，成为一名参霞境的修士。不过数年，陆九江便修行至参霞巅峰。为了更好的修行，陆九江下山重归俗世。然而映入眼中的仍旧还是那番凄凉景象。尽管大旱已过，百姓仍旧未能吃饱穿暖，一年沉重过一年的赋税好似山峦一般压碎了他们的脊梁。贪官污吏纵横乡里，无人过问，整片北地暮气沉沉。不过15岁的少年茫然不知所措，走到一地便尽自己的可能为一地百姓谋求生计。百姓们吃不起饭，他便以道法改良谷种与田地；百姓们看不起病，他便开炉炼丹，无偿为百姓治病消灾。这一走便是3年，他踏遍了北地的每一处角落，行善事，积善果，那气境自然而成。陆九江在红尘中继续着自己的苦修，寻找着心中的大道。这一苦修便是20载，他翻遍3山5岳，寻访秘境，探索机缘，走到哪里便为哪方土地的百姓谋求福缘。最后他又回到了星云山上，闭了死关。当他出关时，他成为了青衣教400年来最年轻的筑基修士。然而令陆九江没想到的是，当初带他入山的老天师，也就是自己的师父，已然作画。于是陆九江成为了青衣教新一代的天师。他再次下山，回到了俗世之中。映入眼帘的是大旱再一次降临，哀鸿遍野，饿殍满地。这惨烈的景象甚至远超他7岁那年。然而无人管理，无人赈灾。陆九江踏着飞剑在太灵府上空探查，他发现粮仓之中堆满了粮食，而官老爷们则喝着美酒，吃着佳肴，与一群世家大族商量着怎么将这些粮食尽可能多的换成他们的财富。陆九江愤怒了，在这一瞬间，他明悟，大禹已经彻底腐朽，无论自己如何帮助那些百姓，只要自己离开，他们还是会回到水深火热之中。那一夜，青衣教举教出世，青色大旗一夜之间插满太灵府、白玉京，越来越多的灾民加入了反抗的大军之中。10万青衣8路烟尘，推翻了北地3州鲍鱼的统治，开仓、放粮、治病、赈灾。北地在青衣教的一番整治之下，终于焕发了一些生机。而在这一过程中，陆九江翻遍了青衣教的传承古籍，得知了越来越多的上古秘辛。天地大道在压制着所有生灵，是那位鱼皇做下的这一切。但是家天下是错误的道路，为了全天下的百姓，同样为了人族的万世基业，推翻这座腐朽的皇朝，势在必行。都说人在死亡之前，眼前会回放一生的画面，或许生死道消之日便是今朝吧。陆九江的双眸之中充斥着不甘的落寞。先行之路布满荆棘，而自己作为先行者，倒在荆棘之中是应当承受的宿命。呼！漫天红霞彻底将陆九江的身影所吞没。与此同时，一道道动彻心神的呼喊自北的3州16郡同时响起。天师，天师！所有受过陆九江恩惠的百姓皆在此时呐喊出声。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隐约看见雪原深处那片灿烂的红霞，似乎有一道身影正在越行越远。那道身影似乎是拯救了北地亿万民众的陆九江。天师，天师！呼喊声接续不断，一股玄而又玄的意回荡在北地上空。民心所向，北地众生意。青衣教与青衣军做不到尽善尽美，但在百姓心中，陆九江却是尽善尽美之人。烈焰里，陆九江似乎也听见了这一声又一声的呐喊，好像有生机与力量不断在大地上向自己传来。3枚铜钱高高飞起，陆九江的大笑之声传遍火海深处。他似乎在这一卦中看见了光明的未来，那是一个璀璨的大事。火海中，陆九江最后深深地注视着宋琦，朗声说道：贫道先行一步，且送大鱼一程。龙吟声四起，陆九江的身影化作一条大龙冲向天穹之间。哈哈哈！
那是生命于最后绽放出的圣效，四野皆应听闻。轰！天似乎被陆九江开了一个窟窿，一种奇怪的感觉同时涌上在场全部第三境的心头。陆九江携带北地3州民意，以身殉道，撞向了大于800载国运。天地震战，有道则悲鸣。陆九江的身影渐渐虚化，最终化作漫天大雪，洒落在北地之上。源于北，终于北。陆九江与北地融为一体，化作了世世代代的守护神。系统，你对陆九江造成80万点致命伤害，陆九江死亡。你获得基础经验 X500000 点。系统，你完成往界中首个君王生物的击杀，赋予称号君王怒。君王怒，你的伤害提升 10%。当你的气势爆发后，你会对君王级生命层次以下的生灵造成恐怖的威慑。天穹之上，宋琦无力地跌坐在龙哥身上，看着陆九江最后撞出的窟窿，怔怔出神。陆九江最后那眼神是什么意思？一道浅黄色的流光在漫天大雪中无声无息地没入宋琦体内。宋琦心中顿时一惊，一道熟悉的声音自耳畔不断回荡，那是陆九江的声音。系统，陆九江对你传道，你领悟山河设计图的控制秘法。陆九江，这是为何？嗷呜！一道龙吟声响起，一个跟龙哥长相差不多的真龙翱翔于天际之间，随后向着宋琦所在的方向不断奔来。谢谢你，好心人。系统，大鱼龙脉之困已完成，评级甲。你获得奖励如下：基础奖励经验星号10000000，额外奖励经验 X400000。奖励天赐之力，气运加666。奖励山河设计图。如今这张品级未知的宝图被以身殉道的陆九江正式赠予宋琦，而陆九江的其余物品全部随之一同殉道。看着系统面板的通知，宋琦下意识地在乾坤袋中翻找起来，但乾坤袋中并无山河设计图的半点踪影。这张图好像是留在了宋琦的身体之中，不过此时并非是探查的时机，还是等此件事了再说。天师！一声声悲凉之音自青衣教的众多修士口中传出。陆九江以身殉道，甚至连师首都未能留下。一众青衣教的修士眼中充满凄苦之色。系统，重要通告！重要通告！系统 1.0 版本主要角色陆九江已死亡，青衣军起义宣告失败，青衣之乱先行测试正式结束。系统，请全体玩家于15分钟内寻找合适地点退出游戏，游戏将于15分钟之后关服更新。系统，全民主线任务会在 2.0 版本更新完成之后进行结算。大量的系统通知不断刷新着系统界面，玩家们齐齐色变。没想到版本结束的竟然如此之突然。一众玩家在 NPC 们不解的眼神中四散而逃，各自寻找合适的隐蔽地点下线。杀了他，给天师报仇！就当青衣教众反应过来追杀宋琦的时候，宋琦的身影已然消失无踪。地下，宋琦乘在龙哥身上，与永恒雪域龙脉不断向北深入。龙哥，龙哥，我的马，我的马！宋琦想到马上就要下线，然而红云还在雪原里，不由得一阵头疼。这次版本更新指不定要多长时间，红云一个马流在雪原上可咋整？秀秀！龙哥的鼻子扇动起来，很快就奶声奶气的说道：“找到了哦。”红云跟宋琦有大量时间都待在一起，所以身上沾染了很多宋琦的味道。莫费什么功夫，龙哥就在雪原一处隐蔽的角落露了头。红云与凤金雕此时正待在一起，被突然出现的宋琦吓了一大跳。随后二兽叽叽喳喳的冲着宋琦叫了起来，大致意思就是雪原深处电闪雷鸣的，我们两个担心死你了呢。亲昵的摸了摸红云以及凤金雕的头，宋琦立马提笔书信了一封，让凤金雕交给洪都府中的柯洪淼。毕竟是版本大更新，宋琦推测时间不会短，所以宋琦准备跟洪都府那边的人脉关系交代一下自己的去向，以免自己长时间不回去，大家误会自己战死了再。当然信里的内容全是宋琦瞎编的。信中宋琦跟柯洪淼交代自己一切安好，大战过后心有所感，寻地闭关潜修，时间或长或短，待闭关结束之后就会返回洪都府中，烦请柯洪淼暂时帮忙照顾自己府中大小事项。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想必柯洪淼能够看明白。将信绑在凤金雕腿上，宋琦叮嘱了一番之后，凤金雕扑棱棱地飞走了。至于红云，宋琦则准备让他自己跑回家去。虽然陆九江已死，但是北地仍处于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即便是让红云投靠陆永元也不见得安全。想来以红云的智商还是认识路，能找得到家。不过还莫等宋琦开口，就见苍然龙脉与雪域龙脉化作两条金色的小鱼在地下钻了出来。雪域龙脉卖力的
挥舞着鱼旗，向宋琦这边靠近了过来。那个好人，起！你们龙脉一族的天赋技能是给别人发好人卡吗？雪域龙哥，你叫我宋琦就好了。宋琦下意识的伸手碰了碰雪域龙脉的鱼旗，就当作是握手。不过宋琦很快又反应过来，往界里根本没有握手的礼节。啊，宋琦，你好。雪域龙脉的性格似乎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小男孩，此时被宋琦握了手，整个身子都疼一下子红了起来。红云看着原本金灿灿的小飞鱼，瞬间变得跟自己一个颜色，马脸之上充满震惊。苍然龙脉轻飘飘的游了过来，向宋琦说道：“他是我们龙脉一族最小的弟弟，向来胆子比较小。”宋琦点了点头，社恐拜就是懂。然后苍然龙脉继续替雪域龙脉说道：“他想说谢谢你救了他。刚才我在路上问了他有没有偷看过那个人的经文，但是他胆子太小了，什么都没看过，所以不像我一样还记得一些，不能为你提供帮助。他表示很歉意。”听龙哥一口气说完，宋琦连连摆手：“什么帮助不帮助的，太见外了。当初在龙哥那里得到过一篇八门遁甲，都属于撞大运。现在宋琦根本没想过雪域龙脉还能为自己提供一篇。不过弟弟他有一项天赋能力，可以释放出生灵体内潜在的血脉力量。他说他可以帮你的这个小红马做一次提升，让我问问你需不需要。”听到龙哥这话，宋琦的双眼顿时一亮。不过红云一匹马能成长到现在已然是很不容易了，还能提升到哪去？看着宋琦困惑的表情，雪域龙脉结结巴巴地说道：“他的体内有一股非常稀薄的远古血脉，我可以试着将它引导出来。”真的吗？需要很久吗？宋琦的双眼一闪一闪，不住摇晃着红云的马头。如果需要时间很久，自己就将红云托付给雪域龙脉，更新完之后再回来找红云。而红云的脸上同样带着一抹好奇之色。我是个马捏，体内怎么还有别的血脉？难道说我不是个马？虽然有些智商，但是不是很高的红云小姐垮起了一张马脸。很快的哈，那我就开始了。哈！雪域龙脉张大了嘴巴，金色的吐息喷吐到了红云身上，红云的身体瞬间颤抖了起来，随后被漫天的金色雾气掩盖。宋琦瞪大眼睛，虽然什么都不看清，但感觉莫名震撼。这一次的进化与之前服用生灵丹完全不同，一点动静都没有。当雾气消散之后，宋琦发现红云不见了，地面上留下了一颗流淌着暗红之色且巨大无比的蛋。我去，这什么啊？这是我那么大一个红云呢？看着宋琦一脸震惊，雪域龙脉用鱼鳍挠了挠头，很久没有使用过这项能力了，具体是一个什么效果他也说不太清。这个蛋大概要多久才能孵化？不知道。雪域龙脉摇了摇头。孵化出来是什么呢？不确定。雪域龙脉又是摇了摇头。我去，现在可咋整啊？摸着红云变成的蛋，宋琦欲哭无泪。乾坤袋里放不了活物啊！系统，距离服务器关闭还有最后3分钟，请玩家及时下线，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发生。系统，温馨提示：本次更新过程中，往界世界中会度过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玩家可以选择与自己的坐骑宠物一同前往虚灵界沉眠，或选择让其留在往界主世界中。奈斯，看着系统的提示，宋琦忍不住点了个赞。咱就是说，设计的真够贴心的。两位龙哥，接下来的路我就不跟你们走了。永恒雪域距离中原太远，我也要回家了。听着宋琦的告别之语，两龙有些不舍，但现在还并未处于安全之中，龙脉本身不具备什么战斗力，还是赶紧逃回永恒雪域深处为妙。拜拜，拜拜。两只小金鱼一同向宋琦挥手，遁入地面，消失不见。系统，是否退出游戏？是。系统，是否选择携带你的坐骑一同前往虚灵界？是。宋琦的身影与红云化作的蛋消失在茫茫雪原之中。生物舱的舱门缓缓打开，宋琦长叹一声，自其中坐起。持续了2个月的 1.0 版本就这样结束，令宋琦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起身，惯例开一听肥宅快乐水。宋琦坐在电脑桌前，打开了电脑，登上官网。果然，官网的首页上挂着各种各样的通告。往届 1.0 版本青衣之乱先行测试正式结束，感谢2000位先行体验官在 1.0 版本中的测试与反馈。截至目前，游戏运行一切良好。根据数据收集分析，经过情感钝化以及痛觉钝化的技术处理后，并无任何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产生任何不良反应。生物舱已进入全面生产中。接下来的30个自然日期间内，我们将会全力更新往届的 2.0 测试版本，具体开放时间请先行体验官们注意官方通告。往届 2.0 版本先行体验官招募正式结束，18000个体验名额将于明日12点准时发放，请所有参与招募的玩家注意查收邮箱信息，在收到体验邀请函之后的一个自然日内确认接受邀请。
温馨提示：过期作废哟。接下来，我们会在官方网站上陆续更新 1.0 版本中的各项游戏资料，方便2.0版本的先行体验官们更好的参与到游戏中来。让我们2.0版本见！没想到2.0版本竟然要更新这么长时间呢！关掉这个通告，宋琦继续在官网上浏览《陆九江传》。看见这个标题，宋琦快速的点了进去。仔细的浏览完之后，宋琦良久无言。过了半晌，宋琦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一时间，宋琦想不出任何词语来形容陆九江这一生。究竟是怎样的结局，方能配上你心中的大道？可惜，可惜，若有来世，定当与你把酒言欢。第一卷，青衣之乱，